下一秒，大量的记忆涌入脑海之中，她穿书了。女主叶荣月是叶家的养女，从小天资出众，又有锦鲤命格，叶家全家宠她入骨。而叶家亲生的叶玲珑资质平平，还嚣张跋扈。叶玲珑心生嫉妒，用尽手段迫害叶荣月，最终被叶荣月废除了一身修为，后被叶荣月的爱慕者万箭穿心而死。你有何不服？我不服我爹娘偏心，我姐姐她天资出众，日后必定大有成就。我爹娘只给我一人准备了1个灵袋、10颗灵果、100枚灵石，我姐姐却一样都没有，对她非常的不公平。虽然她是养女没有血缘，但养这么多年的感情那是有的，不能这么对她。混账！就连我们都拿荣月当成心头宝，你们怎可这样委屈她？这些东西他们确实是准备了，但那都是给荣月的呀。这件事情是我们的疏忽，回去我们一定会给荣月补上的，绝不会让她受半分的委屈。你们是怎么有脸说这话的？先前没有准备已经是让荣月受了委屈，灵果和灵石要翻倍。灵果灵石翻倍，这叶家要倾家荡产啊！好，我们一定会加倍补偿给荣月的。既然如此，这事就算过了，授徒大会继续进行。从今往后，大家各自安好。未来他有灵石灵果傍身，到新宗门里混日子，远离叶荣月，总不至于过得太差。等一下，刚刚大会上说愿意收下他的这个最差的宗门叫什么来着？好像叫清玄宗。清玄宗在原著中赫赫有名，提到他的次数几乎不亚于七星宗。这本书里所有的大反派全都出自这个宗门，可谓是人人反骨，满门反派。更可怕的是，清玄宗的所有大反派全都死于叶荣月之手，这意思是最后他还是逃不了被叶荣月干掉的命运。玲珑，你这个败家子，刚刚在那么多人面前说什么胡话啊？我说的不对吗？你们是准备了那些东西啊？当然不对了，那些东西我们准备了没错，但都是给荣月的呀。你的那份就别要了，我再补一份，凑成双倍到荣月那里。否则答应了做不到，他们七星宗会对荣月有想法的。可你们答应了做不到，我的宗门也会对我有想法啊。你也不看看，收留你的那是什么宗门呢？叶家主，你觉得我们清玄宗是什么宗门呢？清玄宗是修仙界的大门大派，不是吾等凡人能够随便评说的。刚刚的冒犯，希望您能海涵。您说错了，清玄宗连同掌门弟子在内，人数总共不超过15，算不上什么大门大派。不过您刚刚有句话是没有说错，答应的事情做不到，七星宗确实会对叶荣月有想法。同样，你们应承了叶玲珑的不改了，我们清玄宗也是会有想法的。您看，1个灵袋、10颗灵果、100枚灵石，全在这里啦。数数，少一个的话，我让他们10倍赔偿。哇，这就是反派的作风啊！专治各种假仁假义、假惺惺，连坏都坏得这么直接，没少。那行，我们走。哎，大师兄，你等等我。谁跟你说我是大师兄的？你不是大师兄？叫师傅。啊？我是清玄宗的掌门，也是你师傅。哎，愣着干什么呀？叫师傅呀。师傅。看你这表情，是对为师有什么疑问吗？有，身为一宗掌门，您为什么比别人年轻那么多？没听说哪派的掌门只有20岁出头。等你进了清玄宗，你就明白了。承蒙师傅不弃，愿意收我入门，让我在这修真界有个依靠，大恩大德，玲珑不会忘记。你以为我招你入门，是因为你没人要吗？难道不是？我清玄宗也是有门槛的。我们是按颜值招人的。你看，那些个歪瓜裂枣的，休想进我清玄宗的门。虽然，但是人家也没想要进咱清玄宗嘛。走吧，今年就收你1个，直接跟我回宗门就行。只见华修远大手一挥，一把灵剑落在他们脚下。上来。叶玲珑跟着华修远上了灵剑，他御剑飞起，直上碧空。半天的功夫，华修远带着叶玲珑在清玄宗的大门之外落了地。师傅，我们是要走上去吗？就你这小身板子，走1天1夜也走不到山上啊。我带你来这里逛一圈呢，是叫你记清楚咱们清玄宗大门的模样，以后可千万别走错了。还有人走错宗门呢？有啊，你三师兄
回回走错门，隔壁宗门的掌门呐，3天2头跑来我这里告状。咱这清玄宗多少有些神奇啊！上来吧。华修远带着叶玲珑重新遇线上了山，飞过几个山头之后，华修远带着叶玲珑落了地，眼前是精致又漂亮的一排院子，怎么看都不像是最差的宗门。光是这些打扫的弟子就已经有10来个，而且看他们的穿着并不像是亲传弟子，更像是普通弟子，加上亲传弟子，怎么也不可能门派人数不足15。咱清玄宗也没这么落魄吧？你呢是排行第6，你的院子啊是那个。这么漂亮的院子，竟然真的是一人一个。在七星宗，一进门就能分到双人间的，还是内门弟子待遇呢，外门弟子就只能分到4人间而已。师傅，所以我现在算是清玄宗的亲传弟子吗？所有弟子加上你呢，也就是13个，还分什么亲传弟子和普通弟子？咱清玄宗呢，没有其他门派那些穷讲究。可这些弟子细数过来也不止13啊。想什么呢？那是你5师姐安排到清玄宗里打扫卫生的仆人。咱清玄宗还是挺落魄的。你大师姐闭关去了，你2师姐带着你3师姐和4师姐下山历练去了，你5师姐呀回家探亲去了，所以清玄宗女弟子如今呢就只剩下你一个了。好家伙呀，刚入门就成了清玄宗女弟子独苗，这剧情妙啊！走吧，现在带着你去见见你的师兄们吧。他人呢？回掌门的话，七少爷到隔壁宗门切磋去了。去了多久？什么时候回来？归期不知，但他已经去了1个多月了，您不知道吗？华修远沉默了。大师兄裴洛白走出房门的时候，叶玲珑忽然有点相信师傅说的清玄宗是按颜值来收徒的。洛白啊，这便是为师今年新收的弟子，姓叶，名唤玲珑。从今天开始呢，小师妹便交由你来教导。她年纪小，修为弱，且资质不算上佳，还辛苦你多费些心思吧。知道了。既然如此的话，那为师便先去忙了。你知道自己住哪个院子吗？知道，刚刚师傅给我指了。那就行，你回去休息吧。那边会有仆人照顾你的衣食起居，若是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来找我便是了。就这样？小师妹可还是有什么问题吗？怎么说呢？叶玲珑觉得问题很大。这是大师兄送你的见面礼，须弥戒指可纳万物，以后你装着东西啊也方便一些的。这玩意儿在修仙界里，至少一大宗门的长老掌门才能拥有一个，不但贵，而且有钱也未必能买得到。咱清玄宗竟然如此富裕吗？看着依旧呆愣的叶玲珑，我知你年幼，去到清玄宗会很不适应。若是你想家了，心情不好，可以吃点灵果，灵气浓郁的时候呢，人的心情也会好一些的。这袋子里啊装了500枚灵果，你就当零嘴拿着吃吧。这种奢侈的生活是他配拥有的吗？真的不是在做梦吗？裴洛白看到小师妹依旧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唉，这女孩子的心思未免也太难猜了吧。也罢。他从戒指里又摸出了一个袋子。原谅大师兄我对送礼实在是不太在行，这里有1万枚灵石，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吧。大师兄，这见面礼太贵重了，我怎么好意思收呢？无妨的，我只是怕你不喜欢。喜欢，大师兄送的礼物我都喜欢，我刚刚就是有点反应慢。喜欢就好，你回去休息吧。那我什么时候开始修炼？你想修炼的时候便到我院里来，我会教你的。谢谢大师兄，那我先回院子里去了。好。原来满口灵气浓郁是这种感觉，美味啊！等一下，原著里写着清玄宗满门反派不得善终，人人都成了叶荣月步步高升的垫脚石，尤其是大师兄，不但被叶荣月一剑穿心而死，死后他的本命法宝还被叶荣月给捡走了，下场非常的凄惨。不行不行不行，那可是我大师兄。一听说师傅带了个小师妹回来，我就立马赶过来了，没想到竟然还真是小师妹，豆芽菜这么小的师妹。我还以为我的师兄个个都像大师兄那样的身形高大挺拔，像修竹，没想到竟然也有像冬瓜的。嚯，小师妹好一张利嘴，不愧是吃过灵果的，战斗力确实不凡。知道你还来招惹我？那，我是来送见面礼的，叫声6师兄，这枚珠子就给你。叶玲珑看了他一眼，
笑着唤了声六师兄，叫一声不亏，嘴巴越甜，礼物越多。这个是鲛珠，你往里面注入灵力就能下雨。虽然比不上大师兄给的见面礼贵重，但这个很有趣的，你试试，可好玩了。叶玲珑将灵力注入到鲛珠里面，然后两人就呆住了。叶玲珑一脸问号，这也算雨水？这不是给我们倒洗脸水一样的效果吗？就这点灵力啊！传闻小师妹是这次修仙收徒大会的最后一名，传不起我呀。六师兄，这珠子这珠子就是这效果，小打小闹逗你笑罢了。六师兄，是不是真的不会教我们修炼吗？不会，他从来不管我们的事情。那他每天做什么？谁知道呢？他把我们丢在这里，自己住另外一个山头。每次去看他的时候，不是在练字就是在喝茶，日子过得比乡下老头还要悠闲。可是如果大家都不修炼，万一以后遇到强敌，我们门派怎么办呢？师傅他一个人能强大到击退所有敌人吗？师傅，你指望他，还不如指望大师兄呢。他一个金丹出去迎战，他不嫌丢人，我都嫌丢人。啊？那大师兄是什么修为？元婴啊。你当心点啊，吃个灵果都能翘2次，你是喝奶长大的吗？大师兄如今已经是元婴期了，若这3年他刻苦修炼突破到化神期，那叶荣月拿什么跟他打？拿头打吗？小小叶荣月也敢弄我大师兄？任你天赋再高又如何？不就是卷吗？我卷不动，我让我大师兄去卷啊！说干就干。叶玲珑第2天一大早便出现在了裴洛白的院子里。他不是收徒大会最后一名吗？怎么看起来比第1名还勤奋呢？你真的要开始修炼吗？叶玲珑使劲点点头，脑袋上的2个小揪揪跟着他一起晃。好，那你把手伸出来，让我看看你的灵根吧。一道灵力犹如脉络一般，缓缓地注入他的掌心之中。你是木水火3灵根，灵根虽然杂了一点，修炼呢会比别人困难了一些，但这也就意味着你未来可能性比别人更多。只要你愿意努力，一定不会比别的人差的。叶玲珑一愣，这大师兄这是在安慰他吗？以前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废物，不应该浪费资源浪费力气，可刚认了1天的大师兄却不这么说。他说他的可能性比别人更多，他说只要努力他不会比别人差。小师妹，我从最基础的心法开始教你，开始会有些难，若你一遍学不会的话，那我们呢就再多学几遍。知道了，谢谢大师兄。你尚且年幼，修炼对你来说呢是一件很枯燥的事情。这样吧，若你今天能够背下这套入门心法的话，我呢便再给你100枚灵果。若是你3天内能背下心法，我便给你50枚，可好？大师兄这是用哄小孩的语气在哄着他呀，听起来好温柔好耐心啊。那学习之前呢，先奖励你吃1颗灵果吧，吃饱了才有力气学吗？这是什么教育方式啊？人还没开始学，奖励就先到手了。换了个懒惰的，现在就已经开始摆烂了。他压根就没想过要好好教育，光宠着就行了。大师兄，按照约定背下来的才有灵果，你不可以提前给哦。是，小师妹说的对，大师兄以后呢一定会遵守约定的。那我们就现在开始背吧。会笑起来真的好好看啊！我现在给你念心法，你一边背啊，一边按照心法的内容感受一下是用心法运转内力是怎样的。好。裴洛白速度缓慢又细致地给他讲了一遍心法，讲完之后他收起了灵力。讲解完了，你可都记下了？记下了。好，现在我念一句你跟一句，我们多念几遍，争取把它背下来。大师兄，我已经记下了。在他疑惑的表情下，叶玲珑张口把心法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师兄，我已经可以倒背如流了，不信你听。叶玲珑倒着背给他听。小师妹，这心法可千万不能倒着背啊！大师兄，现在可以把答应的奖励给我啦。裴洛白干脆地把100枚灵果交给了叶玲珑。她这个小师妹可爱又聪明，值得所有最好的奖励。既然你背下来了，那我们就开始下一步吧。你试着按照心法运转灵力，一开始不对没有关系，多试几次就好了。叶玲珑点了点头，她将小手心翻出来，按照心法上的运转，只一遍就把刚刚裴洛白展示的灵力像是交错的线一样汇入一个点的效果做了出来。就这领悟能力，竟然是收徒大会的最后一名。大师兄，是这样吗？是。接下来学什么呢？
进度这么快，是裴洛白没想到的。按照进度呢，接下来应该教你剑法了，把灵力运转到剑法上，拥有一个修炼者的基本战斗能力。那好，我们现在就学剑法。可是呢，我没有给你准备好适合你的灵剑。那我先随便用一把木剑、铁剑都可以。不行，我的小师妹的手上就是应该用一把好剑，这样打下来的基础才最好、最牢固的。那我听大师兄的。这样，你今天回去呢，先把我教你的练熟了。我明天带你去剑冢选一把剑。什么？大师兄明天要带你去剑冢？叶玲珑啃了一口灵果，一脸狐疑地盯着六师兄。去个剑冢反应这么大，难不成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不成？你这样盯着我做什么呀？去就去呗，但你一定要听大师兄的话，不要乱跑，知道吗？六师兄，你确定没有别的话要跟我说？没有。他嘴巴一瘪，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宁明成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大哭给吓到了。小师妹，你怎么哭了呀？因为你连实话都不跟我说，可没人告诉我为什么危险。我要是不清不出去了，死在哪里回不来了怎么办？呸！你不会死的，大师兄肯定会看好你的。哎呀，行吧，只要你一直留在清玄宗，你迟早都会知道的。瞬间，叶玲珑收掉了所有表情，继续啃他的灵果。宁明成刚想开口，看到他这变脸的速度，整个人给呆住了。六师兄，你知道清玄宗为什么是整个修仙界最差的宗门吗？因为在修仙界，大大小小的门派都会选择灵气浓郁的地方建立宗门，以便修炼。而清玄宗所在的这片山头，灵气稀薄的可怜，根本不适合修炼。可大师兄都道原因了，因为在清玄宗的群山之下，有一个非常危险的秘境，秘境里面灵气非常浓郁，而且宝物多不胜数。整个清玄宗所有弟子都是在里面修炼的。你刚来那会儿，我不在院子里，就是去秘境修炼了。那，这个给你尝尝，今早我去摘的。这种赤焰果比那些普通灵果更美味，灵气更浓郁。小师妹，你怎么不吃啊？六师兄，摘这赤焰果不容易吧？我听说赤焰果旁边会有个3级的火焰鸟守着。嗨，你六师兄我好歹是一金丹，3级赤焰鸟算什么呀？咱清玄宗果然藏龙卧虎，咱的金丹可不是外面那种普普通通的金丹。所以剑冢也在秘境里吗？是啊，所以我才说那个地方非常的危险啊。在修仙界越多的机缘，意味着越大的危险。清玄宗的秘境好东西多不胜数，所以它有多危险，你应该知道。他终于懂得为什么在原著里叶荣月每次打败清玄宗的反派都会赚得盆满钵满了，想想就好气。叶荣月在家里抢走了他父母所有的宠爱，未来他还要抢走他师兄的所有宝物，最后还要杀死他们。小师妹，你怎么哭了？你胡说，我才没哭呢，我是眼睛进沙子了。我给你吹吹。不要，六师兄，如果一直在清玄宗秘境里面修炼，有没有机会从元婴期突破到化神期啊？有啊，咱大师姐就是化神期啊。叶玲珑瞪大了双眼，清玄宗竟然有化神期的大佬。不过他常年闭关修炼，很少能够见到他。六师兄，我决定了，我明天开始就去秘境修炼。只要他开卷，大师兄必定会陪着他卷。你卷我卷大家卷，卷到最后别说一个叶荣月了，来10个也不好使啊。小师妹，你可别胡来，跟大师兄取得剑具桶里面很危险的，你就算要去清玄宗秘境里修炼，至少也要等到金丹期才可以啊。什么金丹期？他拿出刚刚那一枚赤焰果，张开口直接吃了下去，浓郁的灵气顿时萦绕全身，又暖又舒适。他迅速地闭上双眼，按照大师兄教的心法开始吸收转化赤焰果的灵气。他必须要在明天去剑冢之前提升自己的实力，以应对更多情况的发生。叶玲珑心情愉悦地哼着歌，一蹦一跳地去到了大师兄的院子里。你不该告诉他关于秘境的事情，他如今年纪太小了，若他坚持不到金丹就放弃离开清玄宗的话，那师父会对他……小师妹，你来了。清玄宗的秘密怎么那么多啊？我刚到，大师兄，我们是现在就出发吗？走吧。六师兄也要去吗？我们俩一起陪你去。哦，这得是多不放心他呀。只见宁明成掌心一翻，这只是2级的七色鸟，性情温和，飞行速度也不快。你坐它背上，它带你飞，比我们御剑带你要舒服。哇，这只七色鸟好漂亮！六师兄，你怎么连灵兽也都有？这是五师兄送的，他擅长御兽，给每人送了一只。等你五师兄回来，他肯定会送你一只的，到时候挑你喜欢的。
哇，我也会有一只灵兽吗？叶玲珑想想就好开心，他这起点早已秒杀叶荣月。走吧。七色鸟飞起，大师兄和六师兄也直接飞了起来。元婴期的修为不用御剑便可腾飞，他是知道的。可六师兄只是金丹就能自己腾飞，说明实力是真的很强。只见大师兄一人走在最前面，他用灵力画了一个特殊又复杂的符号，将符号送入石碑里面。叶玲珑默默地把它给记了下来。走进密室，他们直奔剑冢。小师妹，你去在这一片地方去找跟你契合的剑吧，找到了就拔出来，我们动作快一些。叶玲珑点了点头，他走了许久都没有找到一把跟他契合的剑，他越走越深，越走越远，一直到忽然听到前方有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过来。”你谁啊？我凭什么听你的？过来你就知道了。我又不好奇，不知道也无所谓啊。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眼看着叶玲珑不但没前进，反而后退，到处溜达。你若是不过来的话，我现在就弄死你。哦，你来啊！这小孩怎么这么难搞？你等着。话音刚落，叶玲珑四周围的景象骤然改变，一股强大到足以将他撕碎的力量在他身边席卷着。好家伙，放最狠的话，搞最大的动静，结果就是瞬移一下把自己挪到他面前，这就有点傻了吧唧了。喂，你是这把剑的剑灵吗？哼，算你有眼力。倒也不是有眼力，因为正常人类做不出你这种蠢事儿。愚蠢的人类，你这是在激怒我吗？又傻又凶，还玩不起，这剑他不收。愚蠢的人类都能激怒你，那你这脾气也太不值钱了。说的好有道理，但他还是很生气，怎么办？我要去找一把单纯可爱又温柔善良的剑去，你呢，去等其他人来吧。叶玲珑转身就走，那把剑一下子就急了，他再次使用了他的力量，扭转了空间，使得叶玲珑无论走到哪儿，他面前始终都是他。你是没人要了吗？你这样的做法看起来好可怜哦。我不管，你今天必须要收下我。为什么啊？你贪图我的美色？这是一颗小豆芽菜能说出来的话吗？他怎么那么不要脸了？气死贱了！你若是不收的话，我们就耗着吧。可你总得告诉我，你到底贪图我什么啊？你若是收了我的话，这秘境里边的所有宝物都给你取出来。这点诱惑我还抵得住。这点诱惑，那把黑剑气到发疯。这里有多少宝藏，他知道吗？你还是直说吧，理由合适的话，我收了你也不是不可以。唉，我想要你的血。他想起来了，原著里他被叶荣月的舔狗万箭穿心而死之后，叶荣月从他的心脏处拿走了他的心头血，但一直到他看的部分，叶荣月都没有拿出来用过，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心头血有什么作用。喂，我已经说了，你赶紧答应我。我的血是有什么特殊之处吗？不清楚，但是我能感受得到你的血液里面有强大的生命力，那是一种浩瀚而包容万物的生命力，可以使得万物复苏，万物生长，万物生灵。这么一说倒是合理。那你刚刚说的，只要我收了你这秘境的宝物，你都给我取来，是真的吗？这豆芽菜小小年纪怎么能这么阴险呢？是真的。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送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收了吧。话音落下，他割破了自己的手指，将血液一滴一滴的注入到剑身之上。下一秒，黑剑光芒大闪，他整个被一股能量卷起，空间像是破裂了一样，眼前的景象骤然改变。黑剑根本就没有吸收他的血液，先前他只说想要他的血，但却没说这血不是给自己用的。这黑剑比他还阴啊！小师妹，小师妹，我找到小师妹了，她在这边。小师妹，你刚刚去哪儿了？快急死我们了！你有没有事啊？我刚刚就在这里找剑，我哪儿都没去啊。小师妹，你有没有受伤啊？刚刚是发生什么了？你怎么会消失在我的结界里呢？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按照你们的交代，在这片地方找剑，我找了半天，一把合适的都没找到。这是什么？叶玲珑抬起右手，他那一脸无辜的表情骤然裂开。那把该死的黑剑居然在他的手上。这把破剑是我在地上捡的，但是它真的又丑又普通，看着就讨厌，我真打算是扔掉呢。两人看着他，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好。那把可不是破剑，
至少他们出入那么多次剑种，没见过比那把更好的剑了。那我们就去找一把漂亮的。我之前看到一把彩色亮晶晶的，你肯定喜欢。他正要拒绝，只见那把黑剑不知何时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然后死皮赖脸地往他手里塞。这剑是自己选择的小师妹，她该不会是一把有剑灵的剑吧？黑剑，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来历，但是我小师妹修为尚浅，资质也是一般的，绝不是适合做你主人的人，你可否另行择主？大师兄，你对他这么客气干什么？小师妹，你快下来！我不下，我就踩着，有本事他自己起来。你要是敢把我给摔了，我就跟你没完。话音落下，那黑剑还真就老老实实的把叶玲珑平稳的放在了地上。我不要你了，你走吧。那把黑剑在他面前晃了晃，虽然没开口说话，但意思叶玲珑都看懂了。他在质问自己为何出尔反尔，刚刚明明答应过要收了他的。我就是个小孩子，小孩子说的话你也信，傻不傻？你别晃了，我是不会收你的。你黑不溜秋的太丑了，跟我这种可爱的小姑娘不是一个风格。剑鞘噌的一下拉开，刺眼的剑光带着凌厉的剑气骤然从剑身上爆发出来，看样子是真的生气了。一瞬间的功夫，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瞬间紧张了起来。就在这时，他忽然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他迅速地低下头来，看到了洁白的手腕上不知何时竟然缠了一条小小的黑蛇。怪不得这把黑剑死活要跟着他呢，原来这条小黑蛇在他身上。这时嗖的一下子，那把黑剑竟然绕开了他的两位师兄，冲到了他的前面。他剑光大闪，杀意满满的样子把两位师兄给吓坏了。就在那一瞬间，他手腕上的那条小黑蛇睁开眼睛看了那把黑剑一眼，下一秒剑光大闪的黑剑气势瞬间消弭，然后摇身一变，变成了一把彩色亮晶晶的剑，散发着幼稚又辣眼睛的光芒，就差没自带一首小星星的 BGM 了。震惊于黑剑品味的叶玲珑，这怂的也太辣眼睛了。已经准备好豁出性命去跟黑剑拼的两位师兄，连尊严都不要了，这爱的未免也太深沉了吧！老子竟然要遭这份罪！他刚刚出现是因为察觉到自己有危险。这一刻，他心里想，若是这条小黑蛇需要他的血恢复身体，他也不是不可以养着它。你别闪得晃了我眼睛疼啊！你这个审美真的是离了大谱，一次比一次丑的让人抓狂。换个白色的吧，普普通通就行。彩剑瞬间变换成了通体变白的颜色。行啦，我勉强让你跟着我，可你以后不可以再凶巴巴的。白剑疯狂点剑，你刚刚是不是想杀了我师兄来着？你现在去跟他们道歉。在裴洛白和宁明成惊诧的表情之下，那把剑真的飞过来，朝着他们上下点了点剑柄，表示歉意。既然已经拿到了剑，便离开这个地方吧，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好好跟我交代一下，这是怎么回事？白剑叽里呱啦的说了一大堆，说的都是他之前猜到的，而关于他主人的一切，他一句不提。叶玲珑白了他一眼，哎，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说。别乱给我起什么破名字，老子比你祖上几百代祖宗年纪都大呢，而且老子是有名字的。那您老人家姓甚名谁？玄影。啊，玄影？怎么？没听说过。这里灵气太稀薄了，你带我去秘境里灵气浓郁的地方，不要修炼。就你这资质，怎么？也不是不能练。至少打败修真里这些小鱼小虾是问题不大的。来，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我说的是真的。虽然你现在只有3灵根呢，但是凭借你的特殊体质，日后领悟更多的灵根呢是不成问题的。如果肯努力，又能遇到好的机缘的话，练全9条灵根也不是不可能。灵根不是越少越好，越纯越金贵？哎，你在说什么胡话呢？1条灵根练顶天了，也是1条啊，能跟9条灵根全部练顶天的人比吗？你们这些小蝼蚁之所以觉得灵根越纯越好，那单纯的只是因为你们连1条都练不好，更不可能同时练9条了。走，咱们现在就去修炼。在玄影的带领下，叶玲珑重新回到了遇见小黑蛇的那个青莲灵池里。当浓郁的灵气涌上来的那一刻，他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
他迅速地坐下打坐，闭上眼睛修炼起来。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叶玲珑白天跑去找大师兄学习剑法，夜晚跑到秘境来修炼，花了3个月时间，把3条灵根一起修炼到了炼气后期。他不但自己修炼，还每天都在大师兄身边叨叨他，让他也勤加修炼。叨叨他大师兄一见到他就下意识地汇报自己的修炼成果。完了！哎，我说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呀你？原著中记载，4个月后，叶荣月跟随他大师兄从七星洞出发去西山秘境，解救被小魔头围困的同门。叶荣月是个什么玩意儿？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小魔头好像叫季子卓。季子卓又是啥玩意儿？快回去找我大师兄！大师兄，裴洛白的脸上闪过一丝紧张。这小师妹是有点可怕的呀。这4个月来，小师妹每天都会跑来找她学剑法。她在一旁练习剑法的时候，她会把自己存的灵果都拿出来要她吃掉，让她吃下之后呢，又要她在一旁利用灵果里的灵气修炼。她练习多久，她就得练习多久，1秒都不能歇。在她勤奋的努力之下，她现在每天只用吃3枚。她算算日子，再拼一些，要不了几天就只需要每天2枚了。想想就好感动啊！在小师妹的高压鞭笞之下，她的修为进步飞快，已经到了元婴中期，差一口气冲击元婴后期了。虽然她心里很感激打了鸡血似的小师妹，但现在看到她还是有些怕的。小师妹，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大师兄，不好了，七师兄他出事了。子卓，他出什么事了？他刚刚送了一只纸鹤回清玄宗，说他在西山秘境遇险，求师门救援。裴洛白眉头微微皱起，七师弟这人平时风风火火的，时常在外面打架切磋，以清玄宗为中心，好几千里之外的宗门全都被他上门挑战过。但他向来奉行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无论是他大获全胜，还是他被人打掉了牙，他从来都是一声不吭，不炫耀，也不报清玄宗的名号，更不会因为自己陷入了危险而求救。所以他第一反应就是小师妹可能看错了，或者是别有用心的外人企图向他们设下陷阱。小师妹，求救纸鹤呢？送到就化成灰烬了。大师兄快走啊，你快去救七师兄，再不去他就要被人欺负死了。哎，小师妹，你别冲动，这件事情有蹊跷吧？问题不大，他是小孩子嘛，冲动涉险很合理吧？才不会有蹊跷呢！你不去我去，我现在就走，我一定要把七师兄给救回来。宣颖，裴洛白情急之下只能迅速地追在后面，避免他遇到危险。也罢，他难得有一份维护师兄的心，即便是陷阱又如何，他陪着就是了。裴洛白跟着叶玲珑一路飞往西山。西山秘境每年开启一次开启5天，允许所有低修为的弟子进去历练，是一个极为安全的秘境。裴洛白和叶玲珑在西山上落地的时候，看到西山秘境里确实有力量波动，里面好像真的出事儿了。小师妹跟紧我了，这里是筑基期弟子所历练的地方，里面有不少的1级、2级的妖兽，这对你一个练气期的弟子来说呀，是非常的危险的。叶玲珑一脸认真严肃地点了点头，然后趁着裴洛白不注意的时候，一道灵力打在身后某个树枝上，上面蹲着的那只1级灰鸟身体僵直地从上面掉了下来，1击毙命。3灵根一起修炼，果然很牛逼啊！玄颖，赶紧去捡我的战利品。切，捡那些破烂干啥呀？你懂个屁啊！这是我第一次对付妖兽，很有纪念意义的。我呸！我看你啊，就是看我太闲了，没事找事儿吧你？啊，编了我4个月，你开始长脑子啦？最终，玄颖还是跑去给他捡了回来。唉，不要和小孩子计较，小孩子都是幼稚惯，小孩子真的是很烦很烦。不好，他们先来一步了，要出事了。叶玲珑当机立断，从戒指里一把抓住玄颖，将他用力一甩，直接扔了出去。玄颖眼看着自己马上就要姿势难看的砸到地上，他迅速的借势一个翻转，帅气的插进了人群正中间的土地上，立于众人之间。在下七星宗谢灵异，不知阁下是何人，为何要将这剑送到我们面前？小师妹，好端端的你扔剑做什么呀？啊，我就是随手一扔，我也没想到会扔这么远，谁能想得到他还能立在地上，看起来一副想干架的样子。玲珑，你怎么会来这里？你不也在这里吗？为什么我就不能来呢？我的好姐姐。啊，对不起，
我刚刚太着急了，我只是很担心你的安危。你不过才炼气初期，西山秘境是筑基期弟子历练的地方，对你来说太危险了。师妹，你不必这样卑微，你又没做错什么，反倒是某些咄咄逼人的人应该反省才是。你不跟我一样都是炼气期吗？怎么我来就危险，你来就不要紧了？你这话里话外看不起谁啊？是大师兄带我进来的，所以我不会有危险啊。我只是担忧你的安危，你为什么要这样句句针对我？是因为我去了七星宗，而你去了一个不知名的门派吗？我不也是大师兄带进来的吗？他那么大个人，你是看不见吗？你说我针对你，那当初在收徒大会上，是谁公开为你说话，给你讨回了双倍入门礼？我对你的恩德，你是根本没放在心里，光惦记着我刚刚对你了。论对人，他就没输过。还有啊，你说我们是不知名的门派，这话是你师父教的吗？还是说你打心底里就看不起我们宗门？姐姐，你一个炼气期而已，有什么资格那么狂妄呢？叶荣月这么温柔，她这个妹妹却好凶啊，资质差还这么凶，姐妹俩真是两个极端呢。一个炼气期而已，整天的炫耀天才少女，天资过人，我都快听吐了。你这牙尖嘴利的小丫头，休得欺负荣月。她好声好气的跟你说话，你却句句带刺，你这分明就是嫉妒到面目全非。你这种人我见多了，可最后没有一个是有好下场的。哼，我嫉妒他什么？他炼气期，我也是炼气期，他比我强哪儿？你，谢灵异被气得七窍生烟，他抬手就拧起了一道灵力，面容严肃的吓人。身为七星宗的大师兄，我绝不能容忍外人欺负我师妹。你若再出言不逊，那我就……他威胁的话音还没落，只见裴洛白抬手就是一道灵力打了过去。谢灵异眼看着一道强悍的灵力朝着他砸过来，他迅速将手掌心上的灵力转换成一个保护盾，硬生生地挡住裴洛白的出手一击。裴洛白的灵力击碎谢灵异的保护盾之后，直冲他的面门。叶玲珑不是去了个最差宗门吗？他怎么会有个这么厉害的大师兄啊？大师兄，你没事吧？原本他们姐妹俩的事情，我是没打算参与的。小孩子拌嘴打架，他们自己解决就行了。你倒是好，年纪大他们那么多，还要舔着脸参与进去。你不嫌丢人，那我只好让你更丢人了。什么叫格局？他大师兄，这就叫格局。我不过是警告一下他而已，你却直接动手伤人，你未免也太过分了。你有什么资格警告我小师妹？你算是哪根葱啊？你……再说了，我家小师妹才11岁，年纪小，胆子也小。你所谓的警告把她给吓坏了，我会持续关注她的情况的。若是你的警告给她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害的话，我会亲自登门七星宗的，向你讨要个说法。你们大师兄，算了，我们七星宗的弟子心胸豁达，不要与人计较，别忘了我们的正事。我们是来这里救援同门，切不可因为无关紧要的事情耽搁了救援。原著里记载，叶荣月第一次出宗门历练，来的就是西山秘境。他的同门师兄师姐发现了秘境中隐藏的一个镜中镜，后来秘境被封锁，他们所有人跟季子卓一起被困其中。叶荣月和谢灵异打破秘境，救出了他们的同门之后，七星宗的人只认识季子卓，为了杀人夺宝，才将秘境入口封住。于是叶荣月联合七星宗，联合其他宗门的人一起打伤了季子卓，将他抢到手的宝物给夺了回来。从那以后，季子卓封锁秘境，残害宗门弟子，抢夺宝物，无恶不作的恶名就在各个宗门传开了。对，救援要紧，七星宗弟子的命可比什么都重要，请各位让开一些，我要运转灵力强行破除这秘境的入口了。谢灵异抬起手，正准备运转灵力。慢着，你又想做什么？闹一次就够了，闹几次当真所有人都会纵容你吗？是我在闹还是你太蠢？你知道这里是入口，里面的人也知道，你在外面想着破除，那里面的人更不可能坐以待毙啊！没准他们现在就在入口后面尝试，你直接暴力破除，万一把入口后面的人伤着了怎么办？这点事情我不至于考虑不到，我破了入口之后会收着力，保证不会伤到入口后面的人。让开！既然破除封印的入口，又要不伤着后面的人，这么难的事情你能做到？你相信你自己，但我实在没办法相信你。毕竟你连我大师兄一击都挡不住，一看实力就不怎么样，也就嘴皮子厉害点儿。被戳中了心窝子的谢灵异顿时黑了脸，他气得浑身发抖，抬起手掌就想往叶玲珑身上拍过去。小小弟子如此放肆，你真当我不敢对你动手吗？你们是哪个宗门的？怎么会教出你们这样无礼的弟子？三番四次阻挠我救我同门，该不会是故意在针对七星宗吧？哼，你能不能别那么大脸，动不动就拿七星宗来说话？我只是针对实力不济的你。你说你会收力，但我根本就信不过。
我不会强行让你破除了这个入口伤到门后的人的。玲珑，你别太过分了。你可以任性，可以怨我恨我，但你不可以拿七星宗弟子的性命开玩笑。再怎么样，大师兄也是七星宗的弟子，他不会害自己的同门。这事也与你们无关，请你们让开。谁说这件事与我们无关？我七师兄也在里面啊！我眼看你那不靠谱的大师兄要乱来，我不比你们着急吗？我不会让你们强行破除入口的。那你到底想怎样？叶玲珑手指往旁边1丈远的位置指了过去，从这个位置破除。你疯了！秘境入口从来都是整个秘境最薄弱的地方。玲珑，我知道你恨我怨我，可你能不能不要在这个时候胡闹了？人命关天，我们必须要先救师兄师姐。让开点，我要开始强行破除秘境了。就在万众期待之下，裴洛白取出了自己的长剑，不断的往里面注入灵力，然后长剑全力一挥，轰的一声巨响，直接将秘境的外壁给硬生生的划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不知这位师兄是什么修为，是从哪个门派，竟然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能够劈开这厚重的秘境外壁？跟你有关系吗？叶荣月站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全碎了。有些人给脸不要脸，天生不识好歹。荣月，咱不要跟这些人计较。没错，师兄师姐的安危要紧，这些都不重要。小师妹，这样可以了吗？可以，非常可以。这时，口子里面传来了一道惊呼声：“喂，快看，秘境壁被强行破开了，我们得救了！但为什么破的是旁边的秘境壁，而不是入口呢？来的不是我们的大师兄吗？他已经能破开秘境壁了吧？”谢灵翼面色一僵，脚步慢了一些。师兄师姐，你们没事吧？没事儿，遇到一个魔头把我们都伤了，好在大家都还活着。大师兄来了吧？快去把那个小魔头拿下！是他封锁了秘境，抢走了我们的炽烈云鸟，还把我们所有人都给打伤了的。听到这话，叶玲珑直接冲到了里面去。什么小魔头？里面还有个小魔头吗？对，他在那边，他叫季子卓。小魔头竟敢如此张狂！今天我必须要教训你，为我的师弟师妹们报仇！大师兄，我帮你一起。我们也来，今天定要捉住这小魔头，为同门报仇！住手！七星宗的人根本不理他，他只好又从戒指里摸出了玄影，用力一丢，大喊一声：“今晚威胁！”顷刻间，被丢出去的玄影气场全开，气势如虹。他的速度顷刻间超越了冲上前的七星宗弟子，越过叶荣月，赶超跑在最前头的谢灵翼。谢灵翼长剑一挥，用力往前一劈，打算把叶玲珑的剑直接劈断。下一秒，他手中的灵剑在众目睽睽之下断成了2截，啪的一声巨响，剑柄砸在了他的脸上，后脑勺着地，发出了咚的一声巨响，震撼了在场所有人的心灵。幸福也来得太突然了吧，他老早就想揍谢灵翼了。大师兄，大师兄，你没事吧？怎么会这样？太过分了！竟然有人暗算我们大师兄！叶玲珑，你竟然如此蛇蝎心肠！你不会吧？我就随手一扔而已。不会真的有人觉得我一个练气期的小菜鸟，能当那么多人的面暗算一个金丹期七星宗的大师兄吧？他伤成这样是拜我所赐了吗？真的吗？我真的这么厉害吗？你又扔剑做什么？你今天已经是第2次了，你这是故意和七星宗过不去是吧？我知道你怨我恨我，可你能不能不要把私人恩怨带到这种场合来？你恶劣的行为不仅伤了我大师兄，还放跑了那个魔头。叶玲珑指了指已经看到动静走到他身后的季子卓。你说的是他吗？他不是没跑吗？你说话之前就不能先睁开眼睛看一下？你这样我很难跟你沟通的。那也不能改变你故意挑衅我七星宗的事实。那是因为你们先不分青红皂白想要伤害我七师兄，我才拦住你们的。我提醒过你们，叫你们住手，但是没有人理我，那我就只能动手啦。你说这个小魔头是你七师兄？叶玲珑从地上捡起了玄影，抱在手里。姐姐，你好好说话，你要是再侮辱我师兄，我这剑就又要砸出去喽。他可比不得你们七星宗的精良打造，我这把破剑啊，不受控制的。既然你说他是你七师兄，那么他也算是宗门联盟中的人，那请他解释一下，为何要封锁秘境，打伤我七星宗弟子，还抢走我们的赤烈云鸟？七师兄，刚刚他们的一面之词我们已经听过了，现在换你来说一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师兄，她就是我们新来的小师妹吗？是的。她长得好可爱，而且聪明又大胆，她刚刚一直是在维护我吗？准确的来说呢，是他千里迢迢的拽着我从宗门赶来给你撑腰的。季子卓眼睛一亮，
师傅这个人平时做事不靠谱，但带回来的弟子每一个都很优秀。小师妹，你很好。七师兄，见面问好的事情咱回头再说，你先把刚刚的事情给说一遍。行，我听你的。1个多月之前，我听师傅说他要参加这一届的超徒大会，届时会带新弟子回来。我当时就寻思着有新弟子入门得送个见面礼，直到昨天发现这个西山秘境有异动。我进来秘境之后，发现那只赤烈云鸟，这只鸟的羽毛很坚硬，防御力极强，是难得的做防御类灵气的材料。谁知我在对付这只赤烈云鸟的时候，被他们几个从后面偷袭了。我考虑到他们不过是筑基期的弟子，我也懒得真的下狠手，给了点教训就把他们赶走了。可谁知道这个秘境忽然摇摇欲坠，看起来马上要坍塌的样子。我本想拿着赤烈云鸟就走的，谁知道我到入口的时候，发现入口被他们几个封锁了。我猜他们是怕其他人来分一杯羹，所以一来就封锁在这里面。可谁知最后害了自己，所以我花了不少力气修补这个坍塌的秘境，这才让它停止了坍塌，保住了所有人的命。哼，结果倒好，他们一看自己人来救援了，立即倒打一耙，污蔑是我为了抢赤烈云鸟打伤他们来封锁秘境，现在还带着人一起来围攻我。若是今天大师兄和小师妹没有到，耗尽力气修补秘境的我，今天一定不是他们的对手，只能仓皇逃走，任由他们污蔑。可惜原著里原主没有去清玄宗，而是硬跟着叶荣月去了七星宗。季子卓出门许久，根本就不知道他千辛万苦去准备的礼物，最后即便是拿到了，也不会有人收。还好这次带来的及时，没有让苦心给他准备礼物的七师兄受那么大的委屈，一切都还来得及。你血口喷人！我们七星宗弟子是光明磊落的，怎么可能会做那些卑鄙无耻的事情？只有像你们这样的下等宗门，才会做出偷盗抢夺的无耻行径来。你污蔑我就算了，还敢侮辱我宗门！季子卓气炸了，他抬起手，运起灵力，就准备当场把这人暴打一顿。然而他还没出手，就见他家小师妹抢在他前头，取出了那一把白色的剑，手一抬就往那个弟子脸上砸了过去。混账东西，竟敢辱我宗门，受我一剑！啊的一声惨叫，收！那把白剑竟然真的就从地上飞回到他的掌心里。我再重申一遍，任何人敢侮辱我的宗门，侮辱我的师兄，我都不会再轻易放过他，就算是光明磊落的七星宗弟子也不行。被叶玲珑这么赤白白的嘲讽，叶荣月心里憋了很大一口气。可你也不能一点道理都不讲。那我就跟你讲道理，你的同门说我师兄封锁秘境，打伤了他们，抢了他们的赤烈云鸟，那证据呢？所有七星宗弟子都可以作证，我们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还能冤枉你不成？不就能证明你们的话是真的？叶荣月，你要点脸吧！你们人多有什么用啊？连我都打不赢。咱们凡事讲证据吧，别动不动就我们七星宗弟子光明磊落，我们七星宗人多势众，我都替你们丢人。我七师兄和七星宗弟子都说秘境入口是对方封的，那简单啊，现在就去秘境入口看一下是谁家的法术，那不就真相大白了吗？叶玲珑抬手往里面注入灵力，想要强行破开入口。只见七彩的光芒闪动，复杂的符文一闪，将他和他的灵力瞬间反弹回去。季子卓见此，飞到他的身后，将他扶住，然后接替他动手，持续不断的灵力注入，让刚刚一闪而过的光芒和符文持续出现，让所有人看了个清清楚楚。这就是七星宗的画地为牢阵，听闻是宗门长老特制给外出历练弟子用的，用在意外情况之下保护他们的平安。阵法封锁之后，从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突破出去的，就只能从阵法背面打穿。也就是说，如果刚刚七星宗的人从这个秘境的入口强行破除进入，那这个阵法就会被打穿消失，到时候他们再反咬你一口，那也是死无对证喽。是这个意思啊？哦，怪不得七星宗的大师兄谢灵义刚刚死活要从这里打穿，要不是我拦着证据，就要被你们给毁掉了。到时候颠倒是非、倒打一耙，什么无耻的事情你们都可以做。现在证据确凿，你们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吗？就算是我们用了七星宗的画地为牢阵又如何？那也是因为他仗着自己的金丹期的修为，想要抢夺我们的炽烈云鸟，我们才会出此下策的。对，是他跟我们先抢的，要不是为了争一口气，谁愿意把自己封锁在秘境里？没错，要有错也是他先造成的，而且他的做法更恶劣吧？我们都没有打伤他，他却伤了我们。七师兄，既然他们非说赤烈云鸟是他们先抓到的，那你不如大方点，把赤烈云鸟还给他们。这小师妹也太对他的胃口了。行，那我就还给他们。接好了。季子卓一抬手，将他刚刚用灵力圈控制的赤烈云鸟给放了出来，直接丢往七星宗弟子的方向。噗的一声喷火声传来，炙热的火焰和强大的妖兽法力全部朝着七星宗弟子的方向迸发了出去。快躲开！不知谁大叫了一声，七星宗的弟子吓得四处抱头鼠窜。住手！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伤人？他们若是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就是现在当场全死光了，那也跟我们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们刚刚大言不惭地吹嘘着赤烈云鸟是他们抓到的。先不论他们有没有撒谎，我们可是大度的先把赤烈云鸟还给他们。至于他们有没有那个能力收，那就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事情了。玲珑，让你师兄收回这只赤烈云鸟吧。以他们那些微末的实力，绝不可能先抓到赤烈云鸟的。哦，你这是承认他们撒谎了？是，他们撒谎骗人，还诬陷你七师兄，证据确凿。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其他宗门的师兄师姐都听到了，给我们做个见证。其他看戏的宗门弟子纷纷点头，表示自己可以作证。七师兄，把咱的赤烈云鸟收回来吧。行，我听小师妹的。大家御剑飞起吧，我们到那边去看看。我的天哪，叶荣月竟然可以御剑飞行，他才练气7啊！哇，这就是这届收徒大会的第1名吗？钱晨庆说过，在西山秘境的镜中镜里有一个灵气浓郁的石台，就在西南方向。虽然都是练气7御剑，但叶玲珑这可比叶荣月那小心翼翼的低空飞行厉害多了呀！这就是收徒大会倒数第1名的实力吗？人家小师妹好厉害呀！是啊，小师妹她非常的厉害。当然大师兄也厉害，几个月不见，大师兄的修为有所见长，竟然连秘境的外壁都能打破了。裴洛白一怔，这件事情其实他本来是做不到的，但被小师妹每天盯着疯狂修炼了4个月，日夜兼修，不敢懈怠。其实还是小师妹更加厉害一些的。啊？以后你就知道了。我回去一定会好好的跟小师妹相处一番。一言为定。啊？大师兄这话怎么听起来像是怕他反悔似的？快飞吧，别把小师妹给弄丢了。忽然间，前头一个红色的身影一闪而过，叶荣月瞬间抬起头来，看到了飞在他前面的叶玲珑。叶玲珑，不会就是朝着西南方向那个灵气浓郁的石台去的吧？这宝地的灵气是会被吸空的，吸空之后要花很多年才能重新聚集，但很快叶荣月就看到叶玲珑在前面不远处落了地，稳稳当当的站在了那个石台的正中央，挥着手招呼他的2位师兄。那一瞬间，叶荣月咚的一声从灵剑上摔了下来。眼看着叶玲珑坐在了石台上，而他的师兄也陆续到达。石台不算大，但容纳4个人也不难。于是叶荣月在裴洛白和姬子卓惊诧的目光之下，硬生生的挤了上去。他一上去就坐下来，闭上双眼打坐修炼。这还是他平生第1次这么不要脸的凑上去跟人家抢位置。师妹她这是做什么呀？师妹在尝试突破筑基期，我们不要打扰她。这里灵气浓郁，大家原地坐下打坐疗伤，安心等她突破结束。什么？师妹竟然要突破筑基期了？她才入门4个月呀，这是什么魔鬼速度啊？这就是收徒大会的第1名吗？他应该是他们这一届新弟子里边啊，第1个突破筑基期的吧。这个镜中镜不算大，不少人发现这一片灵气浓郁之后，也纷纷赶过来。叶玲珑佩服叶荣月的脸皮，也佩服他对修炼和变强的执着。大师兄、七师兄，咱们也快点坐下修炼吧。裴洛白和姬子卓愣了一下，在众目睽睽之下，跟一群筑基期的抢灵气修炼。师妹，我跟大师兄好歹一个金丹，一个元婴，就不需要修炼了吗？金丹之上还有元婴，元婴之上还有化神。你们若不抓紧一切机会修炼，未来若是我闯了祸，那谁来救我？他葡萄般黑亮的眼眸里隐隐闪动着泪光。可是大家都是筑基期啊，你们更要抓紧。你们看我姐姐，她宁愿遭受白眼，那也要强行挤上来修炼，她都不要脸了，你们还端什么架子啊？旁边的叶荣月身体抖了一下，她强忍着暴躁，只要她突破了筑基期，所有的嘲笑终将变成笑话。裴洛白默默地叹了一口气，罢了，只要小师妹不闹腾，脸面不要便不要了吧。于是裴洛白原地坐下，开始打坐修炼。大师兄，这是什么情况？平时整个清玄宗不是就他最高冷、最有原则、最有格调吗？大师兄，七师兄，大师兄已经带头做了榜样，你还不跟上啊？
这算什么榜样？这是能学的吗？我懂了，七师兄是看不起我，不愿意陪我修炼。也罢，你一个金丹期高高在上，我一个炼气期渺小卑微。既然如此，叶玲珑的话到一半，季子卓嗖的一下坐了下去。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嘛，我来加入你们啦。于是叶玲珑也跟着坐下，闭上眼睛开始吸收灵气。又一个人的加入，让叶荣月那个原本就皱着的眉头，这是皱成了一团。本来突破筑基期就很难，现在还有那么多人跟他抢灵气。正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的谢灵逸急得不行，他走上前去，在叶荣月的身边，用七星宗的符纸在他身边布了个法阵。天哪，这是咱们七星宗的聚灵阵吧？这符文好贵的。这聚灵阵的符文只有金丹期以上的弟子换得起，而且还只使得换一张。大师兄是真的很在乎师妹啊。聚灵阵生效，周围的灵气被迅速聚集过来，叶荣月的表情一下子就放松了下来。不愧是大女主，任何情况都打不倒她。叶玲珑叹了口气，小灵气都抢不过人家，你怎么那么没用呢？我一反派女配，哪来那么多手段跟大女主抢啊？叶玲珑话还没说完，只见玄影光芒一闪，四周围所有的灵气迅速朝着他涌动了过来。就这样，台下许多人就看着台上4个人在那里抢灵气，抢的最多的是叶玲珑，剩下3个差不多平分。就这么一直到傍晚来临。快看，有人结束了！叶荣月睁开双眼的时候，感觉到全身上下有一种清畅舒适的感觉。他终究还是突破筑基期成功，成为了创造历史的那个人。成功了，他真的成功了！4个月的时间，从炼气期到筑基期，从收徒大会最后一名到现在第一个突破筑基期的人，他竟然真的做到了！更可怕的是，他现在只有11岁，11岁的筑基期，我的天哪！叶荣月勾起的笑容在那一刻僵掉了。他们在说什么？是不是弄错了？大师兄、七师兄，我终于不再是宗门里的唯一一个炼气期啦，我现在是筑基期啦。是，宗门里唯一一个炼气期被你给消灭了。你做得很好，回头大师兄啊，再给你补奖励。哎呀，你是你们这届头一个筑基期，这么大份荣耀，师兄给你抓的那只赤烈鱼鸟根本不够看了。不行，我得重新再给你准备一份更好的礼物，才配得上我可爱的小师妹。今天这事要是传出去，那些个大宗门的长老啊，又悔得肠子都青了吧？到底是哪个宗门的运气这么好，捡回来这么厉害个宝啊？前不更名，坐不改姓，清玄宗叶玲珑。这宗门之前没听说过呀，他这么厉害吗？啊，我有印象，他们宗门好像人特别少。哎，这个我有发言权，我们宗门就在他们隔壁，他们整个门派的人上上下下加起来都凑不齐15个。师妹，都是我不好，如果我当初兑换的是更高级的聚灵阵，你今天就不会因为灵气不如他浓郁而输给他了。师妹，你要怪就怪我，你不要自己一个人难过。大师兄，我们回去吧，我和他的差距又不在这一天，属于我的，我迟早会夺回来。这才是我师妹该有的样子。我们走。七星宗弟子一声不吭的就离开了。大师兄，被叶玲珑这么一喊，裴洛白莫名的有些慌。怎么了？你刚刚吸收了那么多灵气，你修为有没有进步啊？那天之后，西山秘境的事情被广泛传开了。清玄宗，一个从前名不见经传的宗门，也开始进入修真界众宗门的视野之中。不但因为他有一个能够打穿秘境外壁的元婴期弟子，和一个徒手抓走赤烈云鸟的金丹期弟子，更因为他出了他们这一届新弟子里第一个冲上筑基期的。与此同时，叶玲珑这个名字也被很多人记住了。你快吸吧，玄影说你喝了我的血，身体能够恢复得快一些。叶玲珑话音落下，小黑蛇转头去看了玄影一眼，原本还气势汹汹的玄影瞬间躺倒在桌面上。你别看他，
他没有逼我，是我自己愿意的。你快吸，我手指头都割破了，你要是不吸那就浪费了。小黑蛇转过头来看向他，犹豫片刻之后，张嘴咬住叶玲珑的手指头，身体忽然有一种无力的眩晕感，仿佛他吸走的不只是他的血液，还有他身体里的神秘力量。就在他以为自己快要昏过去的时候，小黑蛇停止了吮吸，继续用舌头轻轻地舔舐他的伤口。我今天冲击筑基期成功，我是我们这一届新弟子里第一个突破筑基期的，所有人都在夸奖我厉害呢。小黑蛇点了点头，仿佛在说，你就是很厉害啊，你永远是最厉害的。我以后还会更厉害的。小黑蛇又点了点头，仿佛在说，我会一直看着。很快，小黑蛇的眼皮子盖了下来，露出了一副困倦的样子。主人他又沉睡了吗？装死很熟练嘛，以前没少干这事儿。我这叫能屈能伸。解释一下吧，为什么我刚刚喂血的时候会有眩晕感？这还用解释吗？体虚气弱，说白了就是身体太差，不顶用呗。那怎么办？好在你现在已经是筑基期了，可以修炼灵根对应的法诀。正好你的木灵根已经觉醒，去修炼大重生术吧。等你练成了，主人就该觉醒有望了。大重生术？清闲宗藏书阁里边有，你明天去一趟藏书阁吧。第二天一早，叶玲珑便跑去找大师兄。在大师兄的带领之下，他头一次进入清玄宗的藏书阁。小师妹，这里的书且多且深奥，很不好找，你需要什么样的？大师兄帮你挑选。裴洛白一边说着，一边从书架里抽出了4本书，递到了叶玲珑面前。这4本分别是木系法诀、水系法诀、火系法诀以及基础法诀，最适合你现在入门使用。你且看看。这4本你先带回去看看，有看不懂的就来问我，我再教你一遍。好的。1楼放的都是基础法诀，2楼放的都是初级法诀。等你学会了这4本，我带你上2楼找书吧。3楼呢？金丹期可上3楼，元婴可上4楼，化神期可上5楼。那5楼往上呢？上不去。啊？这藏书阁不是有9层吗？从外面看是的，但内部上不去。我试过，大师姐也试过，至今呢，是没有人能继续往上走的。叶玲珑点了点头。这里除了属性法诀之外，还有很多的剑法诀、炼气法诀、炼丹法诀、画符布阵，想学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对应的书本。这么厉害？这是我见过最全最大的藏书阁。上修真界啊，没去过不知道，但至少在下修真界啊，是无人能敌的，就连七星宗也是不能的。这要是被外人知道了，咱藏书阁连个守卫都没有，会不会被人抢啊？不会的，他们进不来。为什么啊？你以为你现在在清玄宗畅通无阻，是因为他没有禁制吗？难道不是吗？当然不是，师父带你入门的时候，给你了清玄宗弟子的标记，有了它，才能在清玄宗畅通无阻。不同于其他宗门入门时所发的名牌，只做识别身份用，清玄宗的弟子的标记是很特殊的。有多特殊？说不清楚，我现在只知道它能让我们在清玄宗里面畅通无阻，其他的作用我还没见过。叶玲珑点了点头。大师兄，你听说过大重生术吗？裴洛白一愣，这名字很陌生啊，但听着便不是什么基础法诀。你从哪里听来的？这本书我没见过。这结果叶玲珑倒是不意外，毕竟能从玄影口中说出来的书必定不凡。大师兄，我还想在藏书阁里待一会儿，你快回去修炼吧，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句句都提修炼，也不必这么争分夺秒吧。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自己在这里找一找，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如果需要帮助的话，你就喊我。好
好的，谢谢大师兄。裴洛白走了以后，叶玲珑直接从1楼跑到了5楼，最后在5楼通往6楼的楼梯前面停了1秒钟，然后便一脚踩上楼梯，兴奋又好奇地走了上去。大师兄不是说5楼往上就上不去了吗？他怎么随随便便就上来了？这时他看到前面不远处还有楼梯，于是他好奇又胆大地继续往上走。这一次他依旧是轻轻松松地上了7楼，一点阻碍都没有。全部找过了，1到5楼没有大重生树，果然和我猜想的一样，这个秘籍肯定不会放在全面开放的区域，毕竟即使是在万年前，大重生树也是至高的法诀。啊，玄影，你让我练的大重生术是清玄宗的至高法诀？是啊，你就这么看得起我？玄影愣了一下，我只考虑到主人有大重术的治疗，能够恢复得更快，忘了考虑你的资质极差了。算了，我回去睡觉去。哎，别走啊！至高法诀跟其他法诀不一样，学习它是没有修为限制的。你反正都要学法诀的，为什么不挑最好的呢？你大师兄给你的那几本，你真的学得下去吗？走吧，下面5层找不到，那就去上面看看。马上就要到8楼了，8楼没有，那就9楼再看看就是。说完，叶玲珑便跑上了8楼。8楼和6、7楼的布局竟然还是一模一样，他眉头一皱，心底有了疑惑。他迅速跑到书架旁边，去看书架上的标记，5层甲8号书架。果然，叶玲珑好奇地再次走上楼梯。刚刚没感受到有什么异样，但这次再上去，他运转灵力强行注入到楼梯之中。只见楼梯之上银白色的光芒一闪而过，上面隐隐约约出现了许多复杂的符文，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法阵，是真的有禁制。可惜他的修为实在是太低了，倾尽全力也就只能看到那么一点点，看到了悬在半空中的玄影，然后露出了个可爱的笑容。玄影，看样子以你的实力，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楼梯上的禁制。看是可以看到，但是你想干嘛呀？喂，你别过来啊！我警告你，不要想对我打什么坏主意。你别笑啊，你这样我很害怕的。快，给我运转你的力量，刺激这个禁制，让它显露出来。你看他干什么？他那么复杂，你又看不懂。哎，等下，你不会是想尝试破解这个禁制吧？啊，我堂堂一把上古神剑，你拿我当照明灯用，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当玄影第10次用自己照亮整个禁制的时候，叶玲珑喊了一声结束，玄影瞬间啪的一声掉落到地上，仿佛一把死剑。看着满地的图纸，叶玲珑揉了揉他有些疲惫的眼睛，他竟然从白天抄到了深夜，才把这个禁制底层最基础的部分抄了下来。可见这个禁制是真的很复杂，但越是复杂的东西，就让叶玲珑越是兴奋。怎么说也是他擅长的领域。抄完之后，他开始翻阅旁边关于符文的典籍，他从最简单最基础的翻起，一目十行，看得非常迅速。他的记忆力和推理能力是一点儿也没丢。于是他开始拿起笔来，尝试在符纸上画这些符文，1张2张。只见他眼角和嘴角留下了4道鲜红的血。你在干什么？我好像流血了。整个人咚的一声倒在地上不动了。喂，对儿菜，你别吓我呀！叶玲珑不知道自己昏了多久，醒来的时候就看到玄影躺在自己的身侧，整把剑像是被榨干之后死了一样，但相反，自己身体上所有的不适全部消失了。对儿菜，你别慌了，我撑不住了。玄影，你没死啊？拜你所赐，差点就魂飞魄散了。真的吗？哇，我这么厉害啊！你知道画符是一件很耗灵力和精神力的事情吗？你知道你按照你昨晚的那个画法，你一个小小的筑基期，
大罗神仙也救不回来吗？啊，所以是你救的我，那说明你比大罗神仙还厉害喽。虽然是在夸奖，但玄影表示一点儿也不想要。你能悠着点吗？别一直话行吗？你想死啊，自己找个没人的地方死啊，不要死在我面前让我救你，最后把我自己害死了，行吗？玄影刚刚咆哮完，只见叶玲珑将一袋子零食散落开来，放在他的身边，然后随手往他身上贴了几张符。顷刻间，那些零食上的灵力像是不要钱一样，疯狂地涌入他的剑身。哎呦呦呦呦呦！我收回刚刚说的那些话，你只管话，我就是魂飞魄散呢，也会救你的。时间匆匆一闪而过，叶玲珑和玄影在藏书楼里整整待了1个月。这1个月里，他废寝忘食地反复尝试，不断练习，用了无数种计算方法，将这个复杂的禁制一步步剖析开来。一直到今天，他手里拿着一叠符文，走到楼梯之上，在每一个关键点上贴一张。贴完之后，整个禁制散发出金色的光芒，上面的符文清晰可见。叶玲珑拿起玄影，站在禁制最中心的位置，用玄影的剑尖借用他的力量，在禁制中心的位置上画上一个非常复杂的符文。一边画，禁制上的力量一边在不断的侵袭他们。叶玲珑用尽全力，强忍着疼痛和强大的阻力，一笔一画写得坚定而完整。金色的光芒越来越闪，将整栋藏书楼全部照亮。更多的亮光还从藏书楼的窗口迸射出去，使得整座藏书楼看起来像是闪了金光一样。大师兄，咱们藏书楼里怎么会有金光？难道有人在里边？宁明成问道。走高。裴洛白这段时间刚找到突破瓶颈的窍门，处于修炼的忘我境界，忘了去看望小师妹了。也不知道他从藏书楼回来没，这么大的动静，不会是他吧？小师妹1个月之前去过藏书阁，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里面。我说这1个月怎么忽然变得那么安静了？原来是小师妹不在啊！我看大师兄这1个月都不怎么在院子里，我还以为你带小师妹修炼去了，没想到你把她丢藏书阁了。话音落下，3个师兄齐齐飞往藏书楼。小师妹！3个师兄惊呼一声，冲上楼去，一直从1楼跑到5楼，都没有看到他们小师妹的踪影。完了，小师妹不会没了吧？呸！你这乌鸦嘴，别咒我小师妹！别说教了，现在从1楼开始找，每一个角落都得找清楚了，一点的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大师兄、6师兄、7师兄，你们是在找我吗？小师妹，你在哪儿啊？你有没有事？我在这里啊，往6层楼梯看。小师妹，你什么情况？怎么那么吓人啊？小师妹，你没事吧？大师兄，我没事儿，我就是太累了，休息了一会儿，做了个灵气 SPA。小师妹，你在说什么死趴？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啊？小师妹，这6层的禁制……没错，是我破解的，花了我1个月的时间呢，用脑过度，头发都掉了一大把，唉，可把我给累的哟。他们的小师妹到底是个什么样品种的妖怪？因为阵法真的非常复杂，而这样的人才也非常的稀缺。因为这样的人强大的时候，比剑修法修都还要强大的多，甚至可以以一人之力改变整个天下的格局。小师妹，你现在感觉如何了？大师兄，你低头。叶玲珑随手从戒指里摸出了几张符，啪啪啪地贴到裴洛白的脸上。忽然间，一股被灵气浸泡的舒爽感觉从头蔓延到脚下，全身的毛孔都在叫嚣着张开，拼命地吸收这些灵气。小师妹，你对大师兄做了什么？他怎么不动了？叶玲珑在他的脸上啪啪啪地也拍了几张符，紧接着宁明成也安静了。他没有什么大师兄的包袱，符贴上去没多久，人就坐下了。这下季子卓也忍不住了，直接把脸凑到他的面前。小师妹，你来。叶玲珑熟练的也给他啪啪啪的贴了几张符，
下一秒就见季子卓整个人躺倒在了地上，叔父的表情都变了。小师妹真他丫的是个鬼才，这个叫灵气 SPA 的爽透了，符纸一贴全员上天。一直到楼下传来了一道轻微的脚步声，四个人神色一凛，互相对视起来。叶玲珑没发出声音，冲着他们做了个嘴型。咱们清玄宗里还有其他人吗？只见裴洛白严肃地点了点头，并口型做了回应。师父，师傅跟咱是不是一伙的？他这话一出，宁明成和季子卓疯狂地摇头。裴洛白略微一思索之后，也缓缓地摇了个头，轻轻一撕，撕掉了其中一张符纸。下一秒，楼梯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6层楼的地板。有人在藏书楼里吗？师父过来查看一下情况。听不到任何回答，花修远继续往上走，走上了5层通往6层的楼梯。下一秒，所有人震惊地瞪大了双眼，师父是怎么走上来的？裴洛白他们几个人呼吸都跟着停了。他转过头来，视线扫过裴洛白他们几个人所在的方向，尴尬地撞了个面对面。奇怪了，他又看了一圈，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现，然后便转身下了楼。直到听见他的脚步声出了藏书楼，他们才敢松口气儿。奇怪，师傅怎么看不见我们？身后的叶玲珑没有半点紧张的样子，甚至还坐在地上啃灵果。小师妹，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叶玲珑笑着抬了抬下巴，这是隐身符。是啊，我刚刚听到他像是要上来，我就赶紧贴了符，就怕他看见我们。小师妹，你也太厉害了，你怎么猜到他会上来？刚刚可真的吓死我了。你们不是说师傅跟咱们不是一伙的吗？那他能上6楼却不告诉我们，那也很正常啊。师兄，你们快过来看看这藏书阁6楼的机关。季子卓伸手去摸了一下圆盘，只见他刚刚触碰的位置对应的符文亮了起来，于是他又伸手去碰另外一个区域，另外一个区域的符文也亮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我怎么完全看不懂呢？亮了又灭是什么意思啊？别再乱碰了，这似乎是一个复杂的机关，需要按对正确的符文才会有用的。如果一直按错的话，恐怕后果会很严重的。有意思。然后他抬手在圆盘上连续按了好几个符文，在他结束按的那一瞬间，所有的符文全部亮起，圆盘中间升起了一个玉简。大重生术。师兄，我找到他了。这就是你1个月之前要找的法诀吗？这是什么法诀？它看起来好强大呀！至高法诀。至高法诀9层之上，至高法诀。叶玲珑话音落下，3位师兄齐齐地倒吸了一口凉气。清玄宗里竟然存有9层之上的至高法诀。师兄，你们想要什么法诀？我帮你们找找看有没有。你会用这个圆盘吗？是啊，上面的符文我看得懂，再结合藏书楼本身的作用以及它排布的顺序，我就知道它是怎么使用的了。他真的不是什么怪物吗？但凡用过手机，他们都不会惊讶于自己上手那么快。每个门派自己的法诀都是独有的，我们并不知道清玄宗有什么独门秘技，所以也无从寻找。宁明成和季子卓也点了点头，他们从未得到过师父的任何教导，也不清楚清玄宗到底有什么厉害的法诀。没关系啊，这样也能找。很快金光一闪，圆盘中间出现了一本书。大师兄，你看看这本如何？裴洛白接过叶玲珑手中的法诀，看到名字的时候，他眼睛亮了一下。小师妹，你是怎么找的这本书啊？太适合我了，这是一本7层法诀啊。我知道大师兄是精细丹灵根的嘛，然后大师兄还是用剑的高手，最后再根据你的修为所能修炼的法诀筛选一下，那就找到了这本碎金流剑诀。我的好师妹，快帮我找找有没有我们合适的。好嘞。叶玲珑又迅速地在圆盘上操作了一番，从里面找出了一本火系的法诀给宁明成，又找出了2本水系的法诀给到季子卓。
2本也都是7层法诀。你们看看怎么样？不行的话，我就再筛选别的条件试试。简直不要太好了！我早就到了瓶颈了，一直在寻觅新的法诀，没想到它来的这么突然，但又那么及时。小师妹，这份大礼师兄收下了，回头再还你一份更大的礼物。季子卓激动地抱着他的2本法诀，坐到一边去看。而此时，最早拿到法诀的大师兄已经在尝试修炼了。叶玲珑看着他们这么努力，顿时一阵感动。卷起来，全部都给我卷起来啊！在感动之下，他又换了好几个条件，筛选出相近内容的法诀。只见叶玲珑怀里抱着一大叠的法诀。师兄，这些都是我为你们找的法诀，也不多，每个人呢也就10来本。以你们的天赋和勤奋度，要不了多久一定能够学完，不用太珍惜法诀，舍不得学，学完之后再给你们找新的。不会吧？他不会真的以为练会这些珍稀法诀就跟吃饭喝水一样那么简单吧？叶玲珑将法诀分好，发放到他们面前，就跟发作业似的。我算了算日子，距离5年一届的巅峰舞会还有半年，半年时间你们学完这些肯定没有问题，到时候咱们清玄宗的脸面就全靠你们啦。小师妹，巅峰舞会我们清玄宗从来就不参加。怪不得外面的人谁也不知道我们清玄宗，那么多年了没人参加，我们连个排名都没有，这事师傅也不管吗？不管，他说虚名不重要。他说你就信啊？他还偷偷上6楼没告诉我们呢。虽然我们上6楼也没告诉他，但是清玄宗的名声很重要。为何？你们想啊，上次在西山秘境，要是七师兄报了清玄宗的名号，而清玄宗又是一个叫得上名字的名门正派，他们还敢随便给你扣个魔头的帽子吗？那定然是不敢的啊。可是我时常出门挑战，若一直报清玄宗的名号，会损坏清玄宗的名声的。七师兄，你这话就不对了。你去上门挑战，打赢了清玄宗面上有光，那怎么就损坏清玄宗的名声了呢？可万一我输了呢？那就从现在起把这个万一给消灭掉。叶玲珑说完，指了指他面前的这些法诀，又道：你等着啊，一会儿我再给你多找几本。季子卓浑身一震，整个人呆住了。先前大师兄说过小师妹很厉害，他一直以为小师妹是脑袋上比别人厉害一截，但现在他好像有了新的感悟。小师妹，这不是多练几本法诀的问题啊！你想，七师弟喜欢上门挑战，总是报清玄宗的名号，多多少少还是会给清玄宗带来影响的。季子卓疯狂点头赞同。什么影响啊？说我们是歪门邪道？谁说的？撕了他的嘴！我们可是正经宗门。虽然但是没有哪个正经宗门会去撕了别人的嘴。小师妹，别人不会说我们是邪魔歪道，但提及清玄宗的时候会不再友好的。大师兄，强者不需要朋友，只要足够强悍，世人皆会仰望。叶玲珑顶着这么一张可爱的脸，说出这么霸气的话，着实把3个师兄狠狠地震慑住了。他们脑袋里就有了画面，而且胸中不由自主地沸腾起一股热血。只要他们足够强，高调又怎样？只做我自己，就是这么狂。所以半年后的巅峰舞会，我们不但要参加，而且还要霸榜，让他们知道清玄宗的人少不是因为没人愿意来，而是因为门槛太高，不是什么歪瓜裂枣都配来的。说得好。六师兄，你火系丹灵根都上金丹了，不比那个筑基期的叶荣月强多了吗？你看他现在这么嚣张，没准以后啊还要踩在你头上，拿你当垫脚石，名扬四方，这你能忍？不能啊。这就对了嘛。还有你大师兄，之前我们去西山秘境，我们被七星宗欺负成什么样子，你没看见吗？连你都不能保护我们，那我们……打住！这熟悉的套路，裴洛白已经能够倒背如流了。他惊叹了一声：小师妹想参加的话，我奉陪就是了。哼，共识达成。叶玲珑说完，伸出了自己的小手，放到众人中间，然后眼神示意他们把手叠上来。当中间的手掌叠够数之后，叶玲珑大喊一声：加油！喊的时候很是激情。结束之后，剩下3个人都不同程度的有点懵。
这是什么仪式吗？每个人都收获好几本法诀之后，他们离开了藏书楼。小师妹，你那个死趴符可以再给我点吗？听到 SPA 符，季子卓赶紧冲了回来，就连裴洛白都放停了脚步，转回头。有，这么舒服的符纸，为什么要叫死趴这么难听的名字啊？七师兄，准确的来说，这叫灵气 SPA。那不还是死趴吗？你纠结这么多干什么？好用就行了。小师妹起这个名字必定是有深意的。宁明成勾着季子卓的脖子，把他拖走。小师妹，再见。多谢小师妹。裴洛白也道谢离开。不客气，用完了再来找我要哦。除了木系法诀大重生术之外，朝天神剑诀、凤凰神火诀、上善若水诀，还有一本无上心法诀，全都是没有门槛的至高法诀。这就卷起来。叶玲珑片刻也没休息，让玄影带着自己去了清玄宗秘境那个灵气最浓郁的莲花池里开始修炼。他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才将这5个至高法诀都修炼到了1层，堪堪入了门。叶玲珑的修为也达到了筑基初期大圆满。睁开双眼，他呼出了一口气。他回忆了一下原著里的剧情，叶荣月如今成为了他们这一届的第1天才少女，整个下修真界已经无人不知了。叶玲珑沉默了2秒钟，一个筑基初期，一个筑基中期，一个学了5本法诀但都只会1层皮毛，一个学了3本法诀但是已经全部融会贯通，而且战斗力超强，一个还在跟别人家的剑灵每天对骂，一个已经拥有自己的灵剑、自己的灵兽、自己的火灵。这他妈差距竟然越来越大了。叶玲珑一口老血吐出来，真的人麻了。砰的一声，叶玲珑倒在了地上，不想努力了。有这个力气，还不如去监督一下师兄们，让他们去卷好了。反正只要他们卷赢了，自己也就跟着躺赢了。忽然间，他感觉到自己的手腕上有轻微的动静，他竟然醒了。这还是除了他喂血唤醒的时间以外，他第一次主动醒来呢。你醒啦？小黑蛇将脑袋贴在叶玲珑的手指上，一下又一下地蹭着他的手指头。要不要我再给你喂点血？小黑蛇摇了摇头，然后便懒懒地趴在他的掌心里。叶玲珑忽然想到了他的 SPA 符，他赶紧拿出来往小黑蛇的身上贴了一张。一张贴下去，小黑蛇一点反应都没有。别浪费你那些破符了。为什么啊？你之前不是搞了几张缩小符吗？往自己身上贴一下，然后跳到莲花池里的青莲上去，就知道了。飞到青莲的中间，那一瞬间，他整个人软成了一滩泥，倒在了莲花的花心之上。这青莲的灵气冒的是他的 SPA 符的10倍不止，即便是烈火焚身、遍体鳞伤、筋骨尽断的人躺在上面，也要舒服的感觉不到疼痛了吧？这时，小黑蛇飞到青莲心上，长长的身体环成一圈，把缩小版的叶玲珑环在正中央，然后脑袋放在叶玲珑的脑袋旁边，懒懒的躺下。叶玲珑笑着翻了个身，额头碰着小黑蛇的额头，感受它冰凉的鳞片带来的舒服触感。玄影离开了青莲，他是不是就感受不到灵气浸润的舒服啦？是啊。那我是不是不应该把他带走啊？当初是他自己选择跟你走的，你觉得呢？叶玲珑一愣，小黑蛇宁愿放弃这个舒适的地方跟着自己，自己要是趁他沉睡将他留下，他醒了该多伤心啊！杜芽菜，你要是觉得亏待他了，你就好好的修炼大重生术，疯狂的练，拼命的练，往死里练。他今天呢能够主动醒来，是因为你变强了，你修炼的大重生术啊，在帮他养伤呢。叶玲珑瞪大了双眼，效果这么厉害的吗？虽然呢你才堪堪练到1层，可那也是至高法诀的1层，远不是外面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法诀能比的。这话一出，叶玲珑顿时跟重新打了鸡血一样，什么不想努力了，什么全靠师兄卷，不存在的。就算是为了小黑蛇，为了自己，他也不可能开摆啊。至高法诀厉不厉害你说了不算，得试试才知道。你等着，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怎么了，小师妹？六师兄，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眼看着小师妹熟练地打开秘境大门，这么复杂的开启方式，小师妹是怎么会的？不是说了金丹期以下不能随便进入秘境吗？该不会是上次大师兄带她进剑冢取剑的时候，被他一字记住了入门符文吧？他的前面有一个奇怪的半透明的阵法，而他刚要停下，就被小师妹从背后猛地一推，整个人被推进了那个阵法里面。从外面看，阵法不过一个房间大小，但是进去之后却发现这个阵法竟然大得一眼看不到边际。小师妹，这是什么地方？六师兄，你尝试一下运转体内的灵力看看。宁明成心底有一股不好的预感。怎么会这样？我竟然只剩下筑基期的修为了！我这几个月刻苦修炼都已经到了金丹中期，难道是因为这个阵法？六师兄的小脑袋瓜好聪明啊！我花了3天时间搭了这个阵法，在里面所有的人都会变成筑基初期。那为什么是筑基初期呢？因为我是筑基初期啊，我想跟你们对战，可是我又没办法迅速突破，我就只能把你们拉低到跟我一样的水平。他说的好有道理啊，他竟无法反驳。把别人的修为拉到跟自己一样低，然后虐打别人，是吗？是这个意思吗？哎呀，别愣着了，快来试试我这个新作品！我好兴奋啊，我终于可以跟师兄对战了！哎，六师兄，看招！不得不说，宁明成不愧是上金丹期许久的人，即便是修为被压制了，实力还是不俗。但他越强，叶玲珑越是兴奋，两人打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爽得不得了。但渐渐的，他发现小师妹练完了招天神剑诀，还要练凤凰神火诀；练完了上善若水诀，还要练大重生术。再来！小师妹，咱歇会儿吧，你不累吗？是有点累，但我还可以再坚持一会儿。六师兄，你竟然坚持不住了？不会吧？不会有人比我还柔弱吧？传说中比小师妹还要柔弱的宁明成，顿时心态就崩了。我不懂了，我一个修炼了那么多年的金丹，为什么耐力会不如你一个筑基啊？或许，大概，可能是因为我做的这个阵法压制了你的修为的同时，也降低了你各方面的水平。这个阵法只压制我一个，你不受它影响？是啊。听到这回答，宁明成顷刻间倒在了地上。他不玩了。六师兄，你怎么倒下了？我没伤着你啊。如果伤心不算的话，小师妹确实没伤到自己。六师兄，你不会是心态崩了吧？你这么脆弱的吗？我也不是故意的。小师妹，我认输了。哦，那好吧。小师妹，你听到那些声音了吗？听到啦，是妖兽要冲过来了。当心，兽潮冲着我们来了！好的，我做好准备了。在兽潮冲过来的一瞬间，叶玲珑和宁明成一起杀了上去。杀着杀着，宁明成忽然发现，这些妖兽身上贴有奇怪的符纸。哎，六师兄，你别撕它！叶玲珑出声提醒的时候，宁明成已经撕掉了。那只被撕掉符纸的妖兽体型瞬间变大再变大。哎，六师兄，快跑啊！它体型恢复了，我们打不过了。小师妹，这妖兽又是什么情况？3天时间来不及搞那么精细嘛，我只来得及做一个房间大的阵法，空间太小了不够用，我就设定进入阵法的人自动缩小100倍。他说怎么这个阵法在外面看着那么小，进来之后一望无际的那么大，原来是自己小了。小师妹，我在里面打不过你，不如找一个更强的来跟你对战，否则一直跟我这个手下败将打，对你来说提升实在不够。是吗？是啊，我看大师兄就不错，你不是说我这几个月修炼的火系7层法诀效果很不错吗？是时候看看大师兄这3个月的修炼成果了。对哦，大师兄的实力提升才是最紧要的，他必须要在叶荣月对上他之前，从元婴突破到化神。小师妹，我们快回去找大师兄。好嘞。宁明成心情雀跃地带着叶玲珑回了青兰峰。在他走进大师兄院门的那一刻，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大师兄，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裴洛白坐在叶玲珑的阵法之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回头看了一眼阵法里那些被杀光的妖兽的尸体。小师妹，最近七师弟总是忍不住想出去挑战别的门派，要么让他来试试这个阵法的厉害，你看如何呀？啊，可是大师兄，我们这还没练完呢，一会儿还有一批新的妖兽会进来。留点给七师弟吧，他这个人最是好战。好的。裴洛白决定，此番回去之后，他一定不再懈怠。只要不碰到小师妹，他愿意闭关苦修，不眠不睡。眼看着叶玲珑走去了季子卓的院子，裴洛白身形一闪，没了踪迹。他已经吓跑2个师兄了。七师兄，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清玄宗秘境里，叶玲珑的阵法之外，季子卓和叶玲珑2个人躺在地面上一动不动，全身贴满了 SPA 符。小师妹，玩还是你会玩？我以为我建议解开一只妖兽的缩小符，尝试挑战它，这个主意已经够疯狂了。结果你比我还疯啊！一次解了10只妖兽，牛啊！七师兄谬赞啦！我偷偷告诉你哦，我当时一次性解开10头妖兽的缩小符的想法是，万一我们打不过那只妖兽，剩下的9只可以帮我们打它。小师妹，你说你这么有本事，只留在清玄宗祸害同门，实在是太浪费了。七师兄，听你语气像是有好主意的样子。有啊，我们出去玩吧。你想，我们在这里怎么玩，消耗的都是自家的资源，可出去玩就不一样了，那争抢的是公共资源，可比这赚多了。你说的对，出去玩的话，别人就能够见识到我们的优秀。没错。季子卓跟叶玲珑一拍即合。那咱们现在就出去玩吧。七师兄，我们先去哪里好呢？去大金山吧。这个他知道，原著中大女主叶荣月去过这个地方，也就是在里面，她遇见了男主昆吾城首席大弟子司玉晨。他最喜欢看热闹啦，2人连青莲峰都不回了，御剑直接飞往大金山。他坐在玄影身上，手里拿着一支笔，在不停地画新符文。怎么还有人能一边御剑一边坐在剑上写字啊？学习这么用功的吗？咱修仙界不考笔试吗？他御剑都不用看路的吗？速度这么快也不会撞到，他好厉害啊！诶，他看起来好小啊，豆芽菜那么小，这么小也能御剑吗？听到豆芽菜这3个字，叶玲珑唰的一下抬起了头。他长得好可爱呀，是世家的小血吗？是我管束不周，让师兄妹们无礼唐突了姑娘，在下替他们向你道歉，大惊小怪冒犯了姑娘。他们说的都是实话，算不上冒犯。修仙界确实不考笔试，但是我年纪小，大字不识几个，正在努力的念书识字，争取不作文盲。还有啊，我御剑从来不看路，要是撞到了人算他倒霉，撞到了山算我倒霉。以及我确实很小，但不是豆芽菜那么小，因为我比豆芽菜还要小。那么大一个人，转眼就变成了一颗绿豆那么点儿大，确实比豆芽菜还要小。最后，刚刚说我可爱的那位同道，你很有眼光哦。叶玲珑的一系列操作，把隐月宫的弟子全给惊呆了。师兄，他好有趣啊，我好喜欢他。哎，他们才2个人啊，要不然我们跟他们结伴同行吧？是啊，他还会变大缩小，小年纪看起来就好厉害的样子。这才刚出门，大金山都还没到呢，就有人来跟他抢小师妹了。我看你的笔坏了，我这里正好有一支不错的笔，我送给你吧。谢谢你送我的笔，那我也送你一样东西吧。喏，这是我独门秘制的符纸，改良了8次的最新版，外面绝对买不到的。贴1张舒服，贴2张超爽，贴3张原地升天。我叫雨星舟，不知姑娘芳名？我叫叶玲珑。叶姑娘您好，那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我是他的师兄季子卓。季师兄，幸会。好说，见面礼交换完了，你可以回去了。不知2位是否要前往大金山？是啊。听闻大金山上出现了不少异象，比起之前要更危险得多。
不如我们结伴同行，相互有个照应，如何？七师兄啊，人多好搞事儿，带几个隐月宫的弟子在身边，多少有些威慑力，不然什么杂七杂八的人都过来找事儿，很耽误事的。毕竟他是要直奔大金山秘境，亲眼见证男女主与他们永相随舔狗之间爱恨情仇的大型狗血现场的人。那我们便同行吧。听到他们应下，隐月宫的那几个弟子都高兴极了。为了表示友好和喜悦，雨星舟还当场拿出了一张叶玲珑刚刚给的符，啪的一下贴到了身上。小师弟，然后下一秒，他便从自己御的剑上面掉了下去。小师弟他怎么贴了个符就变了个样？师姐你别误会，叶姑娘这符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自己没有料到它的效果一开始有些遭不住啊。来，给我一张。下一秒，他的身影消失在了半空的队伍之中。哇，好东西，好东西！叶姑娘，我也想要，我待会儿找个东西和你交换。到了大金山，6个人平稳地落到了地上。刚落地，徐之峰他们3个人就拿出自己压箱底的宝贝来跟叶玲珑交换 SPA 符。叶玲珑表演了一出内心不舍、忍痛割爱的戏码，然后含泪收下大家的宝贝。小师妹的 SPA 符轻轻松松，日均画个100来张，抠抠搜搜的，一人才给了10张，但却换了别人不少好东西。他们一行6人往大金山脉深处走去，遇到妖兽，基本上是他们4个筑基期的上去练手。杀掉妖兽之后，叶玲珑每次都会把尸体捡起来带走。一行人越走越深，忽然间，前面传来了一声尖锐的鸟叫声。金翅鸟是叶玲珑到大金山脉历练以来见过最强的妖兽。你们都给我站在后面看着，谁也不许动。今天就是我和他的生死一战。那你要是打不过了，就大喊，我马上冲过去。不会有那个时候的。叶玲珑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然后足尖一点，扛着玄影就冲了上去。他刚冲到金翅鸟的前面，挥动长剑一剑砍了下去。这时他的耳边忽然间传来密密麻麻的叽叽喳喳的鸟叫声。他猛地一抬头，看到那一棵树上竟然站了无数的金翅鸟，吓得叶玲珑转身就跑。看到他刚出了一招就转身跑，你这是打不过吗？你别着急，我来帮你。跑啊！我天，怎么会有那么多金翅鸟？眼看着就要被金翅鸟追上，叶玲珑赶紧从戒指里摸出一叠符纸，跟每个人都贴了一张。符纸贴上，他们的速度提升了好几倍。这家伙也太帅了吧！我做梦都没有想过有一天跑那么快。这玩意儿好啊，逃命必备。玲珑，一会儿我给你买一些，你可别舍不得啊。叶玲珑沉默了好几秒，然后一脸认真的开口：这些金翅鸟的翅膀真的是金做的吗？把这群金翅鸟抓的全部拿去炼化，会不会得到很多金？这些金都拿去炼器卖给金属性的修炼者，能赚好大一笔吧？钱啊，金光闪闪的好大一笔钱啊！修仙就是烧钱，不得赚够了才有的烧吗？七师兄以及隐月宫的各位同道们，是时候发挥出你们的作用了。你们吸引住这些金翅鸟，千万别让他们往别处跑了。必要的时候可以回头去捅2剑，拉个仇恨。他从戒指里再掏了一张加速符出来，贴到自己的身上。他以超快的速度飞出了金翅鸟的追踪范围。小师妹，你去哪儿啊？给我1刻钟，我马上就回来。在我回来之前，你们千万要撑着。他们就这么被叶玲珑给丢下了。大约过了1刻钟，叶玲珑还真的回来了。现在我们该怎么做？跟我来。于是他们6个人带着一大群金翅鸟绕了一大圈，然后往他们原本栖息的那一棵大树飞了过去。就在他们快要飞到那棵树附近的时候，忽然前方迎面而来一个人，那人的身后也跟着一大群金翅鸟。兄台，我看你面带福相，过了今天这生死一关，未来必定修为大成，功成名就。我要是过不去这一关呢？有我在，不可能。你能救我？能，1万枚下品灵石或者10枚中品灵石，我救你一命。死马当活马医，那倒霉蛋一咬牙，掏出了10枚中品灵石，递给了叶玲珑。叶玲珑2张加速符贴到了他的身上，下一秒，嗖的一下，他的身影迅速消失在了叶玲珑的面前。
好歹跟我说一声啊！超速撞树也是会死人的。飞到那棵大树前面的时候，叶玲珑掏出了一叠加速符，在每个人身上又贴了一张。现在以最快的速度穿过那棵树，飞过去。无数的符文在这棵树的周围亮起。这时，他们才看清楚，原本栖息了无数金翅鸟的这棵树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符纸，而里面的金翅鸟像是看不见外面似的，失去了追踪目标，不停地在那棵树周围绕圈圈。原本看起来普通的树，顿时哪儿都是金光。就是现在，我们的复仇时刻来了！只见叶玲珑上前一步，双手在不停地运转灵力施法，凤凰神火诀。我顶不住了！他这一喊，季子卓最先反应过来，抢在所有人前头，飞到叶玲珑身后，往他的身体里注入灵力。于是，大批人马往这边赶过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离奇的一幕。这是什么火？好厉害呀！金翅鸟很凶悍的，这几个人什么修为啊？至少也得金丹吧？原因肯定有。喏，打头阵的那个豆芽菜肯定是元婴啊！等下，他看起来那么小，怎么可能是元婴啊？你不懂，修为上去了，可容颜永驻，可返老还童。哼，你还真懂，谁返老还童会把自己反成个豆芽菜的？对于火系丹灵根的天才，叶荣月对火焰的敏感度比任何人都要强。这火焰绝对不是寻常火焰。千仞镜，大金山脉那边的火焰是什么情况？凤凰神火诀。凤凰神火诀在谁的身上？叶玲珑。怎么会是他？怎么会？叶玲珑花了整整1天的时间，才堪堪把金翅鸟练完。小师妹，小师妹，你没事吧？你别吓我呀！七师兄，斯帕符呢？赶紧给我贴上，再把我放便躺着，我累得魂都脱了。有人趁着他们围着叶玲珑的时候冲上去，一剑劈开残余法阵，正准备往里面抢金呢。一个大反弹，直接把他劈过来的力道全部反弹回到那个人的身上。有偷子！七师兄，抄家伙！叶玲珑刚喊完，季子卓便冲了过去，长剑一挥，瞬间跟那些围上来想偷金的人打了起来。不好，那边的人好多，我们快去帮子卓。云梦，你在这里护着玲珑。徐志峰说完，带着雨星舟和于承志提剑冲了过去。人刚冲到，还未加入战局，季子卓面前已经躺倒了一片。这恐怖的战斗力，他也是金丹啊，怎么就打不出这种效果？子卓他不是水系修炼者吗？水系的不都挺温柔的吗？抱歉，许久不打手生了，下次必不会再让你们见笑了。说实话，他们没敢笑。再往下走，就是大金山脉的深处了。一旦到了深处，迷雾团随时会出现把我们卷进去，那就危险了。我们找个机会跟他们分道扬镳吧。同行了这么一大段，我看也差不多了。不如你去说。你怎么不去说？我有一计。喏，这个符纸给你啊，还有这个图纸给你。一会儿你找个地方用你的水系法术弄一团雨云来，然后呢，按照图纸上的方法把这些符纸贴到你的雨云上。会怎样？雨云就会变成迷雾团的样子，朝着我们倾斜而来。我们呢就假装四散逃跑。嘿嘿，懂了，小师妹，你主意可真多呀。季子卓拿着符纸迅速地离开了。玲珑，子卓这是去哪儿了呀？他刚刚看到前面有动静，就过去查看了。太冲动了吧？他一个人离开的话，会很危险的。放心，他很快就会回来了。叶玲珑没有撒谎，因为季子卓真的很快就回来了，而且他是一路狂奔回来的。有一团巨大的迷雾云朝着他们飞速而来。迷雾云来了，快跑！徐志峰大喊一声，所有人迅速转身就跑。小师妹，你这符文的效果也太好了吧！这铺天盖地的威压就跟真的似的。你看，你把隐月宫的那些人全给吓跑了。感谢七师兄的太绝，虽然我真的很厉害，但这迷雾云不是我做的。
啊？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他就是大街上的明云，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那还愣着干什么？跑啊！小师妹，你这是在做什么？七师兄，原著里说了，这迷雾云把人卷进去之后，会把人随机放在密线的某一位置，就算是一起被卷进去的人，也会被分散开来。什么原著，什么秘境啊？小师妹，你别说了，迷雾云马上就要吞没我们了，快跑啊！师兄莫怕，你是不是有其他准备？有，这黑布我们一人一条蒙住眼睛，眼不见心不慌。所以，他到底是哪里想不开，要和小师妹一起出门啊？清凉香甜的液体滴在他的脸上，他下意识地伸出舌头去卷了一下，好香好甜啊！这是什么味道？耶，这花他好像认得，是冰雾花。这时，他的耳边忽然传来了一道轻微的嗡嗡声。叶玲珑噌的一下跳了起来，他刚起来，腰间的绳子忽然一紧，他差点没站稳。对了，七师兄，他把七师兄给绑进来了。七师兄，你快起来！别喊了，让我歇会儿，我五脏六腑都移位了。他赶紧拿了片树叶，接了点冰雾花露，滴进他的嘴巴里。叶子卓瞬间复活，魂儿一下子就回来了。小师妹，你给我吃的什么东西啊？好好吃啊！哎呀，你别吃了，我听到3级妖黄蜂的声音了，准备打架了。切，不就是3级的妖黄蜂吗？有什么好怕的？来一个打一个，来2个打1双啊！七师兄，那如果是来的一大群呢？打吗？打个鬼呀，跑啊！七师兄，我有一个想法。你别有，你什么想法都不准有。可是七师兄那是冰雾花哎，它的花蜜真的很有用，很好吃，捧上来你不想要？不想。七师兄，富贵险中求，咱们来秘境里面历练，不就是为了杀怪夺宝，提升自己，又积攒财富的吗？不是。七师兄，你看到前面那个池子了没有？你知道妖黄蜂怕水吗？躲进去就不会被它给蛰到了。我看到了。那我们先跳湖里避避风头。七师兄，准确的来说是你跳，不是我们跳。季子卓浑身一僵，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什么意思啊？意思是咱们奋斗行动，重任交给你，赚来的4、6分。戒指里把刚刚藏起来的沾了蜜露的树叶沾到了季子卓的身上，那一瞬间，香甜的气息散发开来，身后追击他们的妖黄蜂发疯似的往季子卓的方向冲。这时，叶玲珑一个拐弯，立即跟季子卓分开成2个方向。沾了花蜜味道清理不掉的季子卓已经开始怀疑小师妹是不是别的门派送来的细作，以残害同门为己任，只要弄不死就往死里弄。终于来到湖泊前面，他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跳入了水中。奇怪了，传说中妖黄蜂是很记仇的，他们怎么放弃的这么干脆？他猛然回过头去，看到了湖水里的东西，他吓得赶紧疯狂往上游，在露出水面的一瞬间大喊了一声：小师妹，救命啊！下一秒他便被重新拖回了水里。另一边，滴答嗡嗡，滴答嗡嗡嗡，叶玲珑眉头一皱，他猛地抬起头，七师兄救命！叶玲珑万万没想到，那群3级妖黄蜂被引走了，还有一只蜂王留在了冰雾花的旁边。叶玲珑手执玄影，脚贴加速，身贴防御，剑贴攻击，用符纸加满了所有的属性之后，开始了跟4级蜂王的疯狂对砍。凤凰神火诀、招天神剑诀、上善若水诀、大重生术，大重生术，大重生术，继续疯狂大重生术。叶玲珑用尽了所有的法诀，最后全靠大重生术不断给自己治疗苟活。自己活命手段实在是太多了，导致他一个小小筑基到现在都还坚挺着没倒下。哎，有办法了！
他从戒指里掏出了一只3级妖兽的尸体，在尸体上面贴满了爆炸符，然后将那只妖兽的尸体往冰雾花的方向扔了过去。我的大宝贝啊，快去帮我把冰雾花给偷了！蜂王被爆炸符贴脸炸开了花，他趁着蜂王受伤倒地的片刻时间，迅速地飞过去，把冰雾花的蜜露给采掉。在蜂王重新爬起来之前，他带着蜜露逃之夭夭了。七师兄，湖面上浮起了一条巨大的青色鲤鱼，这鱼的气势很强，应该是一只5级妖兽。青色鲤鱼已经翻白眼了，看样子已经没救了。下一秒，青色鲤鱼的身边浮起了一具尸体。七师兄，你现在才回来，是打算见我最后一面吗？七师兄，你快活不了了吗？让你失望了，我还可以活个几百年呢。哦，那确实是有点失望了。我原本还以为可以撕坏你的戒指呢。论心狠，还得是他输。季子卓从水里出来的时候，顺手把那条青鳞鲤给拖了出来，丢到了捡尸专业户叶玲珑的面前。啊，收好了。七师兄，这是5级的妖兽哎！就算是6级、7级、8级，杀掉了也都给你。谢谢七师兄，来，我给你治疗一下。就你那点治疗水平，在刚刚得到了质的提升。季子卓一愣，转眼看向叶玲珑。叶玲珑把他智斗蜂王的传奇故事添油加醋的跟季子卓说了一遍。小师妹，你怎么知道迷雾后面是个秘境呢？书中有记载。咱清玄宗的藏书楼也太厉害了吧，连这个都有记载。虽然但是叶玲珑口中的书指的是原著。小师妹，那他有没有记载我们应该怎么出去呢？没有。啊？哎呀，别慌，一定能出去的，不然怎么会有人能够记载下来呢？那倒是啊。不过这个地方危险程度太高了，接下来你可别任性，一定要听我的。好的。你在敷衍我。是啊。七师兄，你不觉得人生充满了未知才是最精彩的吗？一直跟你在一起，想不精彩都难呢。谢谢夸奖。其实我挺开心的。怎么说？这里即便是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充满挑战、足够历练的地方。尤其是我来这里历练，竟然不是自己一个人，行走在外面那么久，终于有个人陪着我一起了。七师兄，我好像领悟大重生术第2层了。七师兄，辛苦你给我护个法，我要进入状态了。好的。叶玲珑坐直了身体，迅速地进入状态。他刚刚反复使用了很多遍大重生术，而且是在生死一刻紧急使用的，这使得他的法诀熟练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他领悟完毕，睁开双眼的时候，小师妹，我好像要领悟水系法诀的第3层了，劳烦你为我护个法。叶玲珑轻笑一声，点了点头。他手指轻轻的一点，他的身下越来越多的巨草长起来，将他的四周围全部包裹起来，叶子上还跳动着点点荧光，散发着生命的力量，是一个绝佳的修炼领悟场所。季子卓闭上双眼，迅速地进入了状态之中，直到第2天早上，他才睁开双眼。小师妹，起床了。不起。打妖兽赚大钱去了。噌的一下，叶玲珑坐了起来。现在就出发。七师兄，你看那边有个峡谷，峡谷里面好像有好多之前没见过的草木哎，会不会又有宝物啊？季子卓眉头一皱，感觉到前面情况不太对，里面好像有危险啊。那不就是有宝物吗？进去准没错。哎，小师妹，你等等我。两人刚刚进入峡谷里，一道震耳欲聋的兽吼声便骤然响起。
峡谷里面有巨兽闹出那么大动静，外面却根本看不到。叶玲珑回过头去，果然看到了一个结界。七师兄，我们被当作猎物关进来了。哦，那我们去看看啥玩意儿，眼神这么不好，把我们当做猎物了。走，我们上去看看。叶玲珑说完，足尖一点，往峡谷的深处跑了去。哎，是他，他来了，我们有救了！快跑啊！他在识别记忆你的气味，一旦被他给记住了，他会一直追着你，直到你死掉为止。原来是在识别他的气味啊！这题他会。他迅速从戒指里掏出来一个用厚符纸包着的一大团东西，在那条银鳞巨蟒低下头闻他气味的时候，他掏出一张符纸贴在自己的鼻子上，然后把那团东西上面的符纸一撕。那一瞬间，他看到银鳞巨蟒的瞳孔瞬间增大，紧接着他迅速的后退，整个脑袋不受控制的轰的一下撞到了旁边的山体上。季子卓神速赶来，没有贴符纸的他整个人脸色都被熏青了。当时不是不让他捡这玩意儿吗？他竟然偷偷藏起来了。小师妹，快收起来！你使手，我要归西了。哎呀，我忘了给你贴尸位符了。看，我就说他有办法的吧，他一定能救我们的。喂，小姑娘，快看这里，10枚中品灵石，1张加速符，我们买8张，快卖给我们。成交。说完，他便朝着那个山洞飞了过去。倒霉蛋把40枚中品灵石交给了他。来，快把符纸贴上，1人2张，速度很快的。小师妹，你当心！叶玲珑和季子卓堪堪躲过这一击，再次遭到银鳞巨蟒的攻击。那个狭小的山洞已经没有办法躲藏了。大星，他又要重新撞上来了！你们快跑吧，别管我了。2师姐和3师姐能跑掉已经很好的，你们不要再管我了。2师姐、3师姐、4师姐，你们怎么在这里啊？银鳞巨蟒脑袋后退了一些，但有了上一次的经历，这次他迅速的调整过来，他一定要把这个可恶的修炼者给撕碎。小师妹，那头银鳞巨蟒已经失去了理智，开始疯狂攻击叶玲珑。他飞到哪儿，他撞到哪儿。玄影，我好怕。这话他一天要听800遍。一般说来，他喊完之后就会有新的馊主意出来救他一条狗命了。所以呢，玄影根本不慌。我看到了什么？半山腰上竟然有个石门，有救了！别过去，他们不会打开石门的。在他们喊的时候，叶玲珑已经飞过去了。别尝试靠近石门了，不要命了吗？赶紧滚开！我们是不可能给你开门的，害死了我们，你10条命也不够赔的。那道石门里面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不开门？石门里是七星宗的人，他们这些大宗门的人向来看不起游走在外面的散修。虽然我们是清玄宗的人，但也和散修没什么区别。所以他们宁愿眼睁睁的看着你们被撞死在里面，也不愿意开门放你们进去一起躲避。嗨，何止啊！本来那道石门是我们先发现提醒他们的，可万万没想到，他们趁着银鳞巨蟒拖住我们脚步的时候，抢先躲进去了。进去之后，直接把石门给关上了。对呀，无论我们怎么哀求他们，都不愿意开门让我们躲进去。现在怎么办呢？因为小师妹在上面，快撑不住了。要不让她飞我们这里来，我们一起帮她拦着吧。等着，我去把事情跟她交代一遍。说完，季子卓就飞了上去。柯信兰看了焦急不已，去跟小师妹说有什么用啊？小师妹才筑基，她现在都快保不住自己了。不行，必须要想个办法救救她。二师姐，你说，我们一定全力配合你。这宗门在原著里不是挺正派的吗？后来还有大女主叶荣月为宗门而战的热血情节呢。不行，今天这事儿他要是忍了，以后还怎么把清玄宗的名号给打出去？七师兄，我有办法收拾他们。哎呦！大师兄，他靠近石门了。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呢？谢灵一走到石门的后面，凑到门眼上去一看，
叶玲珑，你也有今天！哼，我就在这里看着你被银鳞巨蟒撞成肉泥，你等死吧！我绝对不会给你开门的。谢灵叶，打嘴炮有什么意思啊？你有本事就出来啊！叶玲珑，激将对我来说没有用，有本事你进来呀！谢灵翼大声嘲笑着，笑着笑着，他脸上的表情瞬间裂开。好的，我进来了。辛苦你专程到门口来接我，以后不用那么客气啊。你是怎么进来的？你瞎啊？刚刚没看清，我打破石门进来的。你这个石门是偷工减料了吧？这怎么轻轻一敲就碎了呢？就跟你们七星宗的剑一样，薄脆如纸，质量差的不像话。既然你亲自来送死，那就别怪我成全你。干什么呀？你一个金丹期的男人欺负筑基期的小姑娘算什么玩意儿？他抬手就一掌往谢灵翼的方向打过去，直接把谢灵翼打飞，撞到了山洞壁上。搞什么呀？上次在西山秘境，他们大师兄打不过人家大师兄就算了，怎么现在他们大师兄连人家七师兄都打不过了？哼，刚刚不是还关着门不肯放我们进来吗？怎么现在门都没了？是不是你们之前抢山洞的时候太缺德，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这时，那头银鳞巨蟒朝着他们这个山洞撞了过来，没有了石门上禁制的抵挡，他便没有了顾忌，随便乱撞。都是你们干的好事，要不是你们破坏石门，我们怎么会连唯一一个活命的地方都没有？让你们开门不开门，你们不让我们活，那就大家都别活呀。那既然不打架，那双方就友好约定一下，以这条线为界。你们要是敢跨过来，我家七师兄就动手了，来一个打死一个，死了丢去位置大石。那好，大家井水不犯河水，你们也别想越界。若是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把他人的尊严放在地上反复碾压的人呢？小师妹，刚刚那么惊险，你没伤着吧？没有伤着，就是加速服贴多了，超速超得冤了点儿。小师妹，你快吃了，这是我自己炼制，吃下去所有难受的状态都会消除的。这是冰雾花蜜做的，效果比起单喝冰雾花蜜好太多了。这是我刚刚收集到的冰雾花蜜，我不会炼药，这直接吃了也是浪费。听闻四师姐擅长炼丹，那就送给四师姐当做是见面礼吧。你怎么收集的？好大一瓶啊！啊，很大瓶吗？我就只来得及收集这么多了。你这个一瓶子的花蜜，我能用它炼制出至少上千枚的清心丹，太谢谢小师妹了，这礼物我很喜欢。三师姐啊，我听七师兄说你擅长炼器，这个是我在大金山外面的时候抓了许多金翅鸟，从他们身上炼出来的金，那送给你做见面礼。我之前就听东方兄说，外面有个很厉害的小姑娘，抓了成百上千的金翅鸟炼金，原来是小师妹你啊！我当时听说的时候还羡慕疯了，没想到一转眼这金竟然到我手里了。这么多的金，够我给宗门里的同门炼好几套武器房去了。那就炼出来以后哪个最好挑哪个，剩下的用不上的，那就拿去卖了。成，我一定抓紧时间炼制，争取给你们每个人都换新的。身后的七星宗弟子都快听哭了，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二师姐，这是我给你挑选的法诀，你自己看看哪本合适你。柯心兰一愣，接过法诀仔细一看，竟然是6、7层的法诀，这可是大宝贝啊！小师妹，你也太厉害了吧！咱清玄宗的人均配置算不上什么事儿，这次没准备特别的礼物，那下次看到好的再给你留。什么？你们清玄宗的人均配置也太豪华了吧？这不比什么七星宗隐月宫要来的舒坦呢？你是哪位啊？没听说我们清玄宗还有你这么一号人啊？啊，我就是个散修，我叫东方剑，正巧被迷雾云给卷进来的时候，遇到了你的3位师姐，跟他们同行的时候误入到这峡谷，被困在此。小师妹，东方兄是个好人，他曾多次照拂我们，不像有些人打着名门大派的旗号，做着丧尽天良的事情。叶玲珑点了点头。
对了，小师妹，我们还没有正式介绍过自己呢。我是你二师姐柯心兰，这是你三师姐莫若琳，这是你四师姐花诗晴。小师妹，你叫什么名字？叶玲珑。好名字，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确实是一家人，马上就要死一块了，也算是一家团聚了。谁说我们马上死一块啦？多谢七星宗大师兄的提醒，我想到办法出去了。叶玲珑气定神闲的从戒指里掏出了一叠符纸，他将符纸分发给其余的5人，每人分了2张。一会儿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绕过那条炎灵巨蟒，冲到我们误入峡谷的那个入口上。可是那边有禁制，把峡谷入口给封了起来。所以我需要有人给我拖延时间，让我破解这峡谷的禁制。怎么拖时间？你说，我们配合你。哪用得着你们？身为修仙界的各门大派，七星宗的弟子啊，在危急时刻必定会挺身而出，拯救众生的。不要！别过来！你到底是什么怪物啊？身上怎么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我们真的知错了，以后见了你，即便是违抗大师兄的命令，也一定会给你开门的。这个时候你竟然把责任推卸到我身上，你给我把话说清楚，是我把他们拒之门外的吗？其余的10几个弟子齐齐点头。哦，原来你是主使啊！那行，最大这一块跟你粘上，一会儿跑快点啊！在季子卓的暴力胁迫之下，七星宗每个弟子的背后都贴了一块臭气熏天的妖兽尸体。好了，准备完毕，列队站好，保持秩序，挨个出去啊，不要插队啊！神他妈的不要插队啊！下一秒，谢灵翼便被叶玲珑一脚踹了出去。叶玲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下一个，走你！叶玲珑回过头，一人给一脚，把七星宗弟子全部踹了下去。趁现在，我们快飞到入口去。其他人迅速地跟随叶玲珑穿过峡谷，飞往入口处。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叶玲珑在入口的四周围画了无数道符文，画得她嘴唇发白，脸上冒汗。花诗晴见此，不要钱似的往叶玲珑的嘴里塞丹药，给她补充灵力和体力。叶玲珑也给自己贴上了灵气符，不让自己灵气枯竭，导致身体支撑不住。七星宗弟子陪着大蛇玩了一整个下午。在夕阳最后一抹余晖从大地上消失的时候，叶玲珑双手握紧了玄影，运转全身所有的灵力，全力一跃跳起，抬手往入口处劈了上去。轰的一声巨响，整个峡谷疯狂地震颤着，动静大得吓人。只见叶玲珑真的在入口处劈开了一道狭小的口子，成了，他们得救了。那一刻，七星宗弟子比清玄宗弟子还要激动。此时，站在阵法外面的叶玲珑看到七星宗弟子已经全部逃了出来，把这个峡谷的入口重新给补牢靠了。他还好心的在峡谷入口旁边写下一行字，提醒后来人：闯入者死。你确定你写这句话是提醒别人不要进去，而不是在诱骗人家进去？叶玲珑眉头一皱，掏出了一张符，啪的一下贴在了他脑门上。虽然他说的很有道理，但他不爱听啊。好啦，既然大家都已经安全出来了，那我们就该好好的算个账了。你们先前刻意抢走我们清玄宗先找到的石门山洞，后面又恶意将他们关在外面，导致他们差点被炎灵巨蟒害死。这笔账怎么算？你说话的权利被剥夺了，现在换你师弟来说。谢灵翼气的嗓子冒烟，这破符贴上来就消失了，到底要怎么弄掉？谢灵翼说不了话，他转过头去，用眼神警告他的师弟们，谁都不许替他说话，必须只能他来代表七星宗。都不说话吗？行，那你们大师兄这嗓子啊，就一辈子都别要了。谢灵翼一愣，猛然回过头去，朝着身后一个弟子使眼色。就是你来说。虽然但是大师兄是不是怂得有点快啊？我大师兄的意思是说，虽然我们之前伤害过你们清玄宗的弟子，但是后来啊，你们把我们拿去当银鳞巨蟒的玩具，
让我们要死要活的跑了一下午，也算是对我们的迫害。这两者放一块儿啊，就算扯平了。开什么玩笑？让你们陪大蛇玩是给你们发挥自己价值的机会，不然你们一点贡献都没有，凭什么从我们打开的缺口里逃生？哼，脑子不好使，那不得花力气补上？这样算好像也挺有道理的。哦，我大师兄的意思是，那你们要什么赔偿呢？以放屁二字嘴型作为开头传递话语的谢灵义一脸问号。虽然清玄宗弟子的命很值钱，但你们七仙宗弟子啊太贫穷了，也没什么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我就收你们1000中品灵石的精神补偿费吧。谢灵义更激动了，他一边做着嘴型，一边伸手指向叶玲珑，怒斥他贪得无厌，骂他异想天开，他一个子儿都不会给的。那七星宗的弟子看到谢灵义暴跳如雷的样子，犹豫了片刻。我大师兄的意思是，能不能少点？那行吧，我也不为难你们。既然你们穷得那么可怜，那灵石我就不要了。你们给我赔礼道歉，并且写下忏悔书，阐明自己的错误以及悔改的决心。所有人都签赞手印。写道歉书，这可比赔偿1000块中品灵石很多了。按照他们家小师妹的性格，这忏悔书必定随身携带。若七星宗的弟子还敢得罪他，他必定要拿出来大声朗读一番，甚至会交给其他宗门弟子相互传阅。那丢脸的可就不止眼前这10几个人了。这忏悔书我们不能写，还是凑齐1000枚中品灵石给你们吧。这回那弟子说完，就连谢灵义都跟着疯狂点头。哎，搞清楚，你们是赔礼道歉的一方，有什么资格挑3拣4？可是这忏悔书我们是真的不能写啊。也就是说你们至今都不认为自己有错啦？谢灵义猛地点头，他从来就不这么认为。我大师兄的意思是，我们固然是有错，但罪不至此。表情瞬间裂开的谢灵义无语，心真的好累啊，这破符什么时候才能失效？那行吧，别说我欺负你们啊，最后给你们一次选择，赔灵石和写忏悔书，选哪个？赔灵石。那行，给我赔上1万中品灵石。不是，刚刚不是1000吗？怎么现在变成1万了？没有那么多灵石没关系，那写线条。这下子七星宗弟子算是看明白了，叶玲珑他就是存心的，要么就是忏悔书，要么是欠条。有这个东西在他手中，就等于他们有把柄在他手上。这时谢灵义成功的冲开了叶玲珑的符纸，但由于他用力过猛，伤了自己的喉咙。列阵掩护，集体撤退！竟然让他们逃了。这谁能想到七星宗的祖宗们苦心孤诣的创造出一个剑阵供弟子逃跑呢？上次欺负七师兄，这次欺负3位师姐，绝不可能让他们就这么算了。反派就该有反派的样子，必须让他们生不如死。小师妹，难道你有办法？小师妹，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我做的追踪盘，之前给谢灵义贴加速符的时候，在他身上偷偷多贴了一道追踪符。没想到现在还真是给用上了。还是你想的周全。在那个追踪盘的带领之下，叶玲珑他们几个很快就找到了谢灵义他们。大师兄，这女人实在是太歹毒了，我们今天被欺负的好惨呐。今天这个仇我记下了，今后我们再遇见他们，一定不能轻易让他们好过。我谢灵义发誓，此仇必报。我刚刚听说你要报仇，我这不是怕你等久了，加快脚程赶过来的，你没等着急吧？人前打不过，还不准人后放个狠话吗？你别过来啊！你不是要报仇吗？那也不是现在啊！啊，这仇你还打算留着过年？他关你什么事啊？你能不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那你还报仇吗？君子报仇10年不晚，那都是屁话。真正有用的人啊，这仇一般呢都是当场就报。哎，你不会不报了吧？你刚刚可是发过誓的。
不好，他们又想逃跑。剑阵生效，他们又再次消失在了叶玲珑几个人面前。怎么办？要去追吗？不追，现在天色也渐暗下来了。咱们今天在银鳞巨蟒的峡谷里面死里逃生累了一天，也该休息休息了。先让谢灵异他们多跑几圈，咱们吃饱喝足休息够了，明天直接超直线去抓他们。你说的对，他刚刚肯定被我们吓到了，今天晚上绕圈必定更加努力，不绕到天亮是不会罢休的。我听说这个3级金刚兔的兔肉特别好吃，当时杀掉的时候我特意给捡了回来，咱们今晚尝尝吧。这就是传说中的超级好吃的金刚兔肉吗？啊，这是什么修仙界的美味？不仅肉香四溢，里面还渗着灵气呢，早知道就多杀几只了。吃完之后，其他人还有些意犹未尽，转眼看向叶玲珑。我只杀了这一只，不知道其他妖兽好不好吃。他说完之后，从戒指里掏出了许许多多用符纸封存的妖兽尸体。啊，你怎么连5级妖兽的尸体都有啊？哈，这个鹿角，那个鱼眼珠，还有这些羽毛，这些都是宝贝啊！小师妹，我们帮你一起处理这些妖兽尸体吧，不然都这样堆积着太占位置了，而且也不方便使用啊。好啊，小师妹，这个兽骨很坚韧啊，还有这个狐毛很细软，它们可是用来加固符笔的绝佳材料。我帮你把你那支画符的笔加固一下吧。好，谢谢三师姐。嗨，客气什么呀？你还想要什么灵气，尽管跟我说，只要有材料，我一定都给你造出来。真的吗？那太好了。当然是真的。我们这一路历练，全靠3师妹和4师妹出售灵气和丹药证灵石。这2位已经是炼丹界和炼器界大有名气的人物了。他们出售的灵气和灵丹不仅贵，而且是上价必秒的。这么厉害？别听二师姐胡说，没有那么厉害。不厉害？你到处打听打听，有多少人没听说过你漫花雨的名号？叶玲珑一愣，在原著里，那位名叫漫花雨的丹修是炼丹界的超强大能，多少人为求他一枚丹药，什么条件都肯开。只是最后的下场很是壮烈，他为了给自己的师姐报仇，用他炼制的丹药毒杀了一整个城里的人。尤其是他最后被人逼到了绝路的时候，那一段撕心裂肺的笑喊更特别让人心疼。他说他不后悔屠城，世人待他从来不公，师姐死得惨烈又冤屈，满城的人谁都不无辜。就在他的眼前，是他性子柔软善良的4师姐，是个单纯可爱的小姑娘。小师妹，你怎么了？眼睛水汪汪的，你哭了吗？吃金刚兔好吃哭了。其余5人一脸问号。虽然但是，金刚兔吃完快1个时辰了，你这个反射弧是不是有点长啊？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的保护你们。所有原著里发生的关于清玄宗的惨剧，他一个都不允许再发生。大师兄，我们实在是跑不动了。是啊，跑了1晚上他们也没追来，咱绕了那么多圈，他们不可能再追上来了。但是也不能太松懈，摆好防御阵型再休息。大宗门就是讲究啊，出门有各种各样的方法避免潜在的危机。然而七星宗的弟子没有一个察觉到有人靠近。要是七星宗的老祖宗知道给后辈发明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阵法，结果他们就用成这样，他肯定要气得棺材板直接炸开。叶玲珑一跃跳到他们所有人后背围成的那个圈里面。来，到我这个位置来。不好啦，出大事啦！啊，发生什么大事了？叶玲珑他们找到我们了。他在哪里？没看见呢。我在你们身后啊。瞬间他们被吓到惊声尖叫，3钻一盘散沙，迅速逃开。都到我身后来！你们如此苦苦相逼，简直欺人太甚了。你们当时抢了我们求生的山洞，不也是欺人太甚吗？可你们不是没死吗？用得着这么计较？你们现在不也没死吗？这么生气做什么？可你们再这样下去，我们说不定真的会死人的。
那就死啊！我会在乎你们的性命吗？谢灵翼气疯了，一天一夜的不眠不休，让他变得暴躁又冲动。士可杀不可辱，是时候结束这场荒谬的追逐了。要不是他的师兄一直保护他，他早就不知死了几百回了。然而，铮的一声清脆声响，叶玲珑再一次斩断了谢灵翼手中的剑。谢灵翼看到手中的断剑，心中的恨意疯狂的汹涌，运转全身的灵力与掌心，准备倾尽全力一掌打死叶玲珑。叶玲珑这一次依旧没有后退，他掌心捏出一个剑诀——招天神剑诀。犹如奔腾海浪一般的剑气在顷刻间全部倾泻而出，打在了谢灵翼的身上。大师兄，大师兄，快把保命符拿出来用吧！我不用，不就是一个筑基期吗？不就是修仙界最差的清玄宗吗？我绝不会向他们低头的。其中一个七星宗弟子已经趁他没有防备，偷偷的去翻找他的保命符了。他不过就是仗着我受伤，有本事……谢灵翼话都还没说完，他的那张保命符就被他的同门撕掉，而七星宗其他弟子迅速的摆好阵法。小师妹，你刚刚的剑诀也太厉害了吧，好帅啊！你竟然越阶打败了金丹期的谢灵翼啊！小师妹，你又进步了。七师兄，我的修为还是太低了，如果刚刚我到了筑基中期，谢灵翼就跑不掉了吧？七师兄，你这么一提醒，我想起来你的水系七层法诀在第3层好多久了吧？他为何要嘴贱说这一句啊？七师兄，从今晚开始，你别睡了。大师兄，不对呀，保命符除了可以送人离开之外，还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迅速给人一次治疗的，帮助人恢复身体啊。大师兄用之前都没昏，怎么用完就昏了呢？哎，我好像看到荣月师妹了。谢灵翼嗖的一下睁开眼睛，坐直了起来。荣月她在哪儿？其他弟子神色复杂的看着他，沉默了好几秒，终于有个好心的弟子给他指了个方向。一身紫衣的叶荣月手执长剑，将3级火焰鸟打得节节败退，最后一剑将他斩落，赢下了这一场战斗。看到了吗？我们家荣月也太争气了。是啊是啊，不就是趁人之危打败了一个重伤又疲惫的我吗？卑鄙无耻！对啊对啊，没错没错。谢灵翼忽然眉头一皱，他感觉不太对。叶玲珑，他又来了。荣月，大师兄，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们又来了。玲珑，你怎么会在这里？承蒙你们七星宗的师兄们一直照料着，我们才能安全的走到这里。原来是这样，七星宗的弟子以匡扶正道为己任，遇见同道帮扶是应该的。这对话一下子把谢灵翼他们给整不会了，他一定是怕了，知道荣月的实力超强，所以内心恐惧，想要趁机逃跑。不行，他绝不会让他们得逞。你们也不必太感谢我们，毕竟在秘境危险重重，帮助你们也是应该的。接下来的路呢会更难走，不如你们跟我们一起走吧，相互有个照应。看着叶荣月一脸不是很想他们一起走的表情，好啊，姐姐，你不会介意带着我们一起吧？当然不介意，你是我妹妹，照顾你是应该的。哎，姐姐，你刚刚是不是要摘那个赤焰果？啊，是啊。他原本想低调点过去摘的。叶玲珑，你看见没？我们荣月打败了3级火焰鸟，夺下了人人争抢的赤焰果。看见啦，那可是赤焰果啊，这也太让人羡慕了。你们是他的同门，他得了那么好一个东西，不会不给你们分吧？叶玲珑这一句话成功的让现场的气氛180度大转弯。这可是他拼命夺得的赤焰果，怎么可能会拿出来平分啊？荣月师妹，她不会真的一点好处不分给他们吧？之前叶玲珑给她师姐分好东西的时候，可没心疼过的。
为什么我不是七星宗的弟子？这样我也就能分了一些了。我太羡慕你们了。你确实不是七星宗弟子，可你是他妹妹啊。你爹娘养了他那么多年，他怎么可能只分给七星宗弟子，不分给你呢？放心吧，你也有份。这一刀补得好啊！你说的对，姐姐不会这么对我的。要是拒绝了，岂不是显得自己很小气？这时，他只能期待他的同门懂点事儿，主动提出放弃。这赤焰果是荣月所得，他在辛苦战斗的时候，你们却也什么都没做。你们没有资格跟他分享赤焰果。你是谁啊？我们七星宗的事情你有什么资格管？来了，一场舔狗和男主之间的相爱相杀的年度大戏，它终于来了。大师兄，你不要这么说话，他是我的朋友，这一路上一直是他在照顾我。啊，原来姐姐一直有人在照顾啊，那谢师兄岂不是白担心了一路？是啊，我担心了你一路，就怕你吃苦受罪。现在看到你好好的，我总算是放心了。你对我师妹做了什么？她为什么迟迟无法跟我们会合？你别狡辩，七星宗门派是有特殊手段寻找同门的。叶荣月脸色一白，他其实是故意不跟他们会合的。大师兄，这和玉晨没有关系，是我被迷雾云卷进来的时候，联络玉珏丢失了，所以才没有办法和你们会合的。荣月，你为什么开口闭口就为他说话呢？就连这样的谎言都为他撒。玉珏丢失长时间离开七星宗弟子身上是会自毁的，但是我们这边没有看到你的玉珏自毁的消息。平时也没见他这么聪明呀，可能这就是爱的力量吧。你说，你跟着我师妹到底居心何在？你若不说，我们便对你不客气了。在下是昆吾城司玉晨，不知这位七星宗弟子如何对我不客气呢？昆吾城司玉晨，那可是昆吾城的首席大弟子啊，整个修仙界最有希望飞升的人啊。伤我骗我师妹者，我即便是拼掉这条命，也绝不会让他好过。司玉晨被人指着鼻子这么骂，他的忍耐力已经到了极点。他掌心一抬，灵力在掌心之中不断的凝聚起来，散发出极大的威压。谢灵翼上前一步，拔出长剑运转灵力，眼看着大战一触即发。凝聚好了灵力，还没来得及动手的司玉晨无语了。好戏好戏，这种戏精啊，若是不能在修仙界发光发热，他第一个就不同意。大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会受伤？荣月，我没事。你都吐血吐成这样了，还说没事？大师兄，你不要硬撑啊！荣月师妹啊，大师兄这一路上带领着我们走得非常艰辛，我们遇到了银鳞巨蟒，若不是他拼死带着我们逃出来，我们现在可能都不能活着见到你了。对啊，我们已经连续逃了1天1夜了，大师兄连口气儿都没有歇，就急着跑来找你，怕你出事儿。大师兄，你这是逞什么强啊？我是为了你的安全，你初入修仙界，年纪又小，阅历又浅，我怕你被外人给骗了。够了，大师兄，司玉晨他……玉晨，我大师兄现在情况很不好，不能再激动了，你可以先离开吗？好。他应了一声，便转身飞走了。原本一场万众期待的司玉晨秒杀谢灵翼的大戏就这么结束了。叶荣月为谢灵翼吃了好几枚丹药之后，把他放在一旁休息。妹妹，没想到在这大金山的隐藏秘境里见到了你，我很高兴。我也很高兴。不但免费观看了一场叶荣月爱慕者之间龙争虎斗的一场大戏，而且谢灵翼还赶跑了司玉晨。剩下他们这些七星宗的人没一个能打的，他又可以轻松的拿捏他们了，这能不高兴吗？妹妹，我听说你得了一本法诀，叫凤凰神火诀。叶玲珑一怔，他是怎么知道的？叶荣月是不是还有什么隐藏的宝贝，原著中没有描述的？妹妹，你也知道我是火系丹灵根，你能不能把它借给我看一看？
我只是看一看，这对你没有什么损失。而且作为感谢，我送你一枚灵果。一枚灵果换一次观看至高法诀的机会。叶荣月他怎么那么会做交易呢？看到叶玲珑的同门一个个被震惊到了的样子，叶荣月心中一喜，不过是一个灵果而已，竟然激动成这样。妹妹，你我姐妹一场，情分摆在那里那么多年。这样吧，一枚太少，我给你10枚，10枚交换我看你的凤凰神火诀一次。你血赚，我也心甘情愿，如何？姐姐，我不换。为什么？你还嫌少？不是嫌少，姐姐，那种普通的灵果啊不好吃，我喜欢吃这种。叶玲珑说完之后，从戒指里掏出了一枚赤焰果。你怎么也会有一个赤焰果？路上摘的。刷刷刷的把他手里的赤焰果给切开了。这么宝贝的赤焰果，他竟然随手就切开了，不等突破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吗？走了那么久，大家都累了啊，来吃个赤焰果解解渴。叶荣月站在那里，整个人都震惊麻了。到底是他疯了，还是他们疯了？一个敢分，一群敢吃，就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吗？这又不是苹果呀！你们不可以逼迫荣月，他好不容易得个赤焰果，你们谁都不准觊觎。叶玲珑又不是第一次分东西了，你们这么大惊小怪干嘛？看了那么久还没有看习惯吗？是啊，叶玲珑不是头一回分东西了，而荣月师妹也不是头一回得了东西自己藏了，习惯就好。叶荣月再一次浑身僵住，说实话，他没有被谢灵烨的这番话给安慰到。啊，谢师兄，你的伤是好啦？还没。看你面色红润，眼神有光，看样子已经好的差不多了。让我们接下来把没谈完的正事谈一谈吧。我知道你身体不好，我也就不要求你自己写了，我已经帮你写好了，来，你按个手印就行。等下，你这欠条上怎么还有表格呢？你们不是穷吗？一次肯定还不完，要分多还的话，我怕自己记不住，就画了个表格记录下来。来吧，按上你的手印，我们今天就可以分道扬镳了。谢灵烨赶紧把他的手往后一收，浑身上下写着拒绝2个大字儿。谢灵烨，我年纪小没什么耐心，心肠坏不是好人，如果你要是再不配合我，我就动手打你了。你们在说什么？什么欠条？玲珑，你在逼迫我大师兄做什么？我小师妹在做她的事情，闲杂人等不准打扰。玲珑是我妹妹，她胁迫的人是我大师兄，你说我是闲杂人等？小师妹没让你过去的时候，你就是闲杂人等。玲珑，你的师兄你不管管吗？你就让他这么对我？姐姐，你的师兄你不管管吗？快劝他把欠条给签了，不然我真的会打他。到时候呀，就不是吐血那么简单了，肋骨至少要断几根，腿也要废一条，眼睛最好也少一个，手嘛回一只就行了。玲珑，让我大师兄签的什么欠条？你总得让我知道，我才好劝他吧。简单来说呢，就是你们七星宗的弟子差点害死了我清玄宗的同门，我善良大度没直接向他们索命，只要了1万中品灵石的补偿费而已。他们给不出来，我也不强求，写个欠条，未来我慢慢收。玲珑，你这未免也要太多了。人心不足蛇吞象，你别摊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听姐姐一句劝，100枚中品灵石，这事儿就算了吧，反正你们也没有死啊。姐姐，我们出门给叫花子打赏都不止100枚中品灵石，清玄宗弟子有钱且命贵，我这可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没让你们七星宗的弟子直接偿命的，你说是吗？谢师兄。树枝划破了谢灵烨的脖子，鲜血一滴一滴的往下落。叶玲珑，你未免欺人太甚，你若再伤我大师兄，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好啊，那就别客气啊，动手啊。那就请清玄宗的师兄讨教了。叶荣月被季子卓一剑甩得连连后退，他脸色气得发白。荣月，你没事吧？我签！这件事情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能连累荣月为我受罪。谢师兄啊，你说的是真的吗？
听到没？这1万枚中品灵石你们大师兄一人承担，不需要你们破费了。大师兄，你对我们也太好了，我可太感动了。前一秒还在感动的叶荣月一脸问号，舍弃自己只为荣月的谢灵义无语了。那按手印吧，别犹豫了，早按早还钱。大师兄，你别冲动，我还没有尽全力，我未必打不过他。荣月，我知道你是心疼我的，有你这份心，我做什么都值了。可我不愿意你为了我做那么大的牺牲。既然你舍不得，不如这债务你俩平分了吧，这样也就不必心疼对方了。那一刻，谢灵义脸上显然是露出了期待的，而叶荣月眼神里全是拒绝。罢了，这事跟荣月没有关系，她是无辜的，不必卷进来。荣月，我按了，他们不会再伤害你了。看到谢灵义孤独落寞的样子，想起他这些日子的照拂。大师兄，我们有难同当。有难同当，但是有福不同享吗？竟然连个赤焰果都舍不得分。叶荣月的表情瞬间裂开，能不能别提赤焰果了？今天这事儿就到这里吧，我也没空看你们谈情说爱，毕竟这种少儿不宜的场面，我一个未及笄的小孩看多了会做噩梦的。要是我未来的对象跟你们一个德行，还不如一巴掌把他拍死算了。叶玲珑，干嘛？是现在就要还一部分灵石吗？多少？我记录一下。拿出来啊！不会一个都没有吧？切，这么穷酸谈什么恋爱？有空多搞钱不行吗？谢灵义要被气疯了，他从戒指里摸出了500个中品灵石，丢到了叶玲珑的面前。拿去！你给我滚！哟，不愧是西江，500灵石你丢出了5万灵石的气势。叶玲珑蹲下身，捡起地上灵石，然后在欠条的表格上记了一条。你呢？你要还多少？他掏出一袋子灵石递给叶玲珑。1000个。好，那我记好了，你要检查一下吗？不要。收了钱我心情不错，免费赠送你们一句话。不需要。既然你们都不想听，那我就说了啊。姐姐，其实我想不通啊，你看上谢灵义哪点儿？他实力不如你，还的灵石还不如你多。叶荣月气到脑袋发昏，想也不想就反驳。我压根儿没看上他好吗？对不起，大师兄，我不想说的那么直接的，都是叶玲珑，他害我，你别生气。姐姐，你也不用这么哄他，要不是他妒火中烧赶走了司玉晨，你也用不着受我这鸟气啊。说起来还是他欠你的比较多。是啊，司玉晨不走，他根本不需要被欺负成这样。司玉晨若知道了，一定会感谢他的，毕竟他为推动男女主感情做出了重要贡献。跟叶荣月他们分开之后，叶玲珑他们6个人朝着秘境更深的地方走了去。怎么了？怎么了？哎，你们看那边的树，不止那边，还有这边，这些全部的树都这样。只要他们摘下任何一棵树上的灵果，一整片林子里其他树上对应位置的灵果就会消失。这种感觉就像是这一整片林子里就只有一棵树，其他的树都是这一棵树的影子。就在这时，叶玲珑忽然感觉到身后有个什么东西碰了他一下，他猛地回过头去，然而身后什么也没有。叶玲珑把头转回去，像是无事发生一样，继续伸手去摘树上的灵果。小师妹，这林子大有问题啊，你还要摘灵果吗？七师兄，天塌下来我也要摘这灵果，即便它是个陷阱，我们现在也跳进来了不是？既来之则摘之，不然会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心意的。对呀，要是来的人发现这棵树不对，立马停止了采摘，那设置陷阱的人不就空手套白狼了吗？咱来都来了，先让他血亏一笔再说。于是他们一行6人手速极快的把整棵树的灵果全部摘了个精光。采摘的过程中，叶玲珑的后背又被人碰了好几次，但他就跟神经粗没感觉到似的，头都不回，只管摘他的果子。叶玲珑感受到了空气中的风动，抓到了身后碰他的东西，迅速的挣脱逃走了，竟然是一只雪白雪嫩的小人参。
整个身体胖嘟嘟的。胖头萝卜啊，你生气的样子还怪可爱，对，就是这样气鼓鼓的。哎，保持这个状态啊，我很喜欢。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可恶的小孩？早知道刚刚就换个人戳了。雪灵果，天哪，那里竟然有那么大一颗雪灵果，而且还是生了灵智的。谁这么有想象力啊？给这胖头萝卜取了个这么不符合形象的名字，叫雪灵果。喂，胖头萝卜，我数3秒，你赶紧跑。你要是跑慢了，我就去抓你回去炖汤啊。原本是想跑掉引诱他们去追的雪灵果一阵无语，雪灵果气得不想跑，可任务在身，不得不跑。于是他冲着叶玲珑做了个生气的鬼脸之后，一个转身拔腿就跑。他跑了之后，叶玲珑还真就跟着他跑。雪灵果偷偷一笑，这愚蠢的人类马上就要为自己的狂妄无知付出代价了，超开心的。他们跟着那雪灵果一路狂奔。小师妹当心，前面有幻境。小师妹，前面的幻境很厉害，我能感觉到，但是一时半会儿可能破不了。二师姐啊，那你有没有办法能标记出幻境的界限？有。柯信兰在掌心上捏了一个法诀，迷雾越稀薄的地方离幻境越远，迷雾越浓稠的地方离幻境越近。可恶，以那个小破孩为首的那群人竟然识破了他们的陷阱，这是他在这里这么多年遇到的最讨厌的一群人了。他们不但摘完了他们辛辛苦苦长了好多年的果子，害得他们损失了一大笔，现在还不肯跳进陷阱里来，导致他们平白血亏。小师妹，现在我们该怎么办？见好就收，果子摘完已经不亏了，我们走吧。雪灵果这下子急了，不行，摘了那么多票就没亏过，这票也不行。于是雪灵果气得从幻境里跑了出来，冲到了叶玲珑他们前面。你是打算叛地投诚啦？叛你个鬼！我是在用生命引诱你，我今天必须要拿下你！踹了他的膝盖一脚，然后迅速地溜走了，快得让人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叶玲珑被他给气笑了，他都打算放过他了，他还敢来挑衅。胖头萝卜，我给你3期时间，你赶紧跑，3期之后我就来抓你喽。雪灵果一看这人果然记仇又贪婪，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了，他要成了，他高兴地飞起。3、2、1。叶玲珑话音落下，从戒指里掏出了一把机关符枪，这是他画了设计图，让三师姐给他亲手打造的。叶玲珑一连按了好多发，每一发打出去都很精准。但胖头萝卜虽然胖，他实在太灵活了，他一枪都没打中。他掌心一抬，绿色的荧光在迅速的聚拢，大重生术。他原本只有3条腿的呀，为什么现在身体下面多了3条？突突突，3发全中，完美。然后他凭空画了个符，符文和雪灵果身上的符文相吸，将雪灵果一步步从幻境里拖了出来。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坏人？你对我做了什么？我为什么会长那么多条腿？呀，原来你会说话。我当然会，我只是不屑于和你们这种愚蠢的人类交流罢了。那你马上就要成为愚蠢的人类的盘中餐了。你不会真的要吃了我吧？你不是不想要6条腿吗？我想帮你吃掉3条，给你恢复一下。不行，万一你吃错了真腿怎么办？那你适应一下假腿当真腿用啊，以假乱真不也是一样吗？不一样，你真的好坏呀！你是我见过最坏的人。刚刚是谁那么嚣张啊？一次又一次引诱挑衅他的，放过他一次，他还不知足。忽然间，一把利剑从幻境之中飞了出来，又凶又狠地朝着他刺了过来。小师妹，当心！这剑来的时候是带着杀气的，这人来者不善。
他感觉到手掌心的胖头萝卜正在瑟瑟发抖。他拍了拍他的绿叶头，顺手给他贴了张 SPA 符，然后将他收入了自己的口袋中。幻境之中走出来一人，他面容冰冷，目中带着杀气，身后还跟着好几个隐月宫的弟子。把雪灵果交出来！凭什么？既然你们不想活了，那我也不必废话了。杀了你们，雪灵果一样会到我的手中的。都说隐月宫是名门正派，你却张口便要杀人夺宝。隐月宫当然是名门正派，只要你们全死了，杀人夺宝这种恶事就算不到隐月宫的头上了。反正都要打，不如先报个名号。没必要，你们这种散修不配知道。我是怕你不知道我的名号，到死都不知道是谁杀的你。就凭你们？对啊，就凭我们。隐月宫柳元旭，清玄宗叶玲珑。清玄宗没听过。那你现在听过啦？而且从今天开始，你将会铭记这个宗门。少废话了，来受死吧！叶玲珑将玄影从戒指里取出来，长剑出鞘，剑气凛冽。师兄师姐，这战让我来，你们后退看着便可。他来什么呀？他来，那可是柳元旭，是隐月宫首席弟子。他跟七星宗、昆吾城、烈阳殿其他3大门派的首席弟子并称下修仙界最强弟子。他们几个正着急着，怕小师妹冲动的时候，最了解叶玲珑的季子卓最先看到了叶玲珑背后贴着的那张小小的符纸。既然小师妹要单独对战柳元旭，那我们退远一些，省得影响了他们战斗。好家伙，小师妹这副英勇的模样，差点连他们也骗过去了。他们配合的集体后退了非常多，并且从戒指里摸出了一张跟叶玲珑一样的符纸贴在了身上。最强神剑诀！叶玲珑大喊一声，灵力运转，捏起了一个法诀，将玄影送了出去。他刚刚喊的什么鬼东西啊？这不是招天神剑诀的法诀呀？他又玩什么鬼把戏？等等，被叶玲珑送出去的玄影这时才注意到，眼前的对手竟然是个超强大的元婴期。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玄影，你已经是一把成熟的剑了，你应该要学会自己战斗，为了保护你的主人而战至最后，英勇不屈。去吧！去你大爷的豆芽菜！哼，想跑？柳元旭迅速地朝着叶玲珑他们几个人追了上去。这时玄影一个回旋，重新甩回到了他的前面，再一次给豆芽菜拖延了时间。这把剑有点意思，难道是生了剑灵？让我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这愚蠢的人类，老子除了是剑还能是什么东西啊？哎，等一下，喂，把脏手拿开，别碰我，救命啊！他毫不犹豫地带着大家跑进了幻境里面。醒醒，哎，醒醒！再不醒，你这样就被拿去炖汤了。你看到刚刚那个人了吗？你之前是不是算计了他？是啊，他比你傻多了。不过他是怎么出来的？他不是被困在里面了吗？他是傻但能打，你这破幻境困不住人家，导致我们现在被他追杀。那怎么办？这不是你的地盘吗？哎，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困住他，带我们去啊？哦，好。等一下，我干嘛要救你们？师姐，拿刀架火烧水炖汤。对，我知道有个地方。追上来了，快跑啊！哎，老子还没跟上呢，跑什么跑？叶玲珑回头看到了玄影飞过来的身影，松了一口气。还愣着干什么？跑啊！他在我后面呢。于是叶玲珑一行人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胖头萝卜蹲在叶玲珑的肩膀上，给他指方向，这边，那边。就是这里，往前面跳，一定要跳！叶玲珑纵身一跃，跳进了一团迷雾里面。继续跑，不要停！这里不安全，这不是我的地盘。于是叶玲珑他们只能继续往前跑。
跑着跑着，忽然看到一个树上挂着许许多多的茧。胖头，那个茧怎么还会动啊？是里面的蝴蝶要孵化出来了吗？不是，是里面的人还在挣扎。柳元旭已经追进了这个山谷里，正杀气腾腾地盯着他们。大师兄，救命啊！我们在这里，快来救救我们！这里面关的竟然是隐月宫的弟子。叶玲珑他们路过那棵挂满了茧的树，继续往前冲，而柳元旭竟然直接路过那棵树，头也不回地继续追他们，根本就不管同门师弟的死活，够狠的。眼看着柳元旭马上要追上他们，胖头萝卜大喊道：前面那片花丛看见了吗？跳进去！叶玲珑不疑有他，直接跳进了花丛里面。胖头，接下来我们要往哪儿跑？已经到了，不用跑了。啊，你是说他们进不来了吗？不是，你感受一下自己身体有什么变化。叶玲珑认真的全身感受了一下，然后露出了一抹惊讶的表情。胖头，我的身体没有任何变化。胖头萝卜沉默了一下，然后问道：你不会才筑基期吧？收起你那个才字，筑基期难道不强吗？胖头萝卜又沉默了一下。小师妹，我的身体有变化，我修为被压制了，现在只有筑基期啊！这事儿我说。柳元旭他们几个人闯进这一片花谷的时候，看到的便是叶玲珑一人当先，站在前面等他的模样。他连剑都不拔，直接冲上去找他。谁知这一次叶玲珑不躲不闪，而是提着手中的剑朝着他攻了上来。他怎么忽然变得那么勇了？直到叶玲珑的剑挥到他的面前，他抬手一挡，却被剑划伤了手臂。他才发现他的修为竟然被压制了，现在自己也变成了筑基期。大胆柳元旭，你一个小小筑基哪里来的勇气空手跟我打啊？哎，拔剑吧，你现在已经获得了挑战我的资格。找死！只见两人长剑相碰，发出了清脆的声响。叶玲珑战意满满，剑招流畅，在柳元旭面前越战越勇，越打越凶。忽然一个剑光闪动，强大的剑气倾泻而下，柳元旭竟然没能躲过，一剑刺破肩膀。柳元旭一个后撤，踉跄几步停了下来。大师兄，叫什么叫？光叫有什么用？来帮忙！你们几个全部一起上，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修仙界第一筑基。大师兄，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真的要一起打他吗？慌什么慌？我刚刚不过是轻敌罢了，都给我退后！今天我必须拿下他！柳元旭从戒指里摸出了一枚丹药，塞进了嘴巴里。他肩膀上的血一下止住了。对，他们大师兄都还没认输呢，他们怎么能先怂了？隐月宫灵气优异，丹药无数，即便是拼耐力拼经验，也绝不可能输给这个豆芽菜的。小伙子啊，看来你对我的强大一无所知啊。说完，叶玲珑从戒指里掏出了一瓶丹药，随手一倒，7、8颗，当着柳元旭的面全部放进了嘴巴里，嚼的时候还发出咔咔的声音。身为隐月宫首席大弟子，也一次只吃1颗而已，他凭什么一次吃个7、8颗呀？这玩意儿不要钱的。更过分的是，刚刚受伤的好像是他吧，他连块皮都没被蹭破，吃什么丹药啊？他今天竟然被一个小小的筑基给羞辱了。清玄宗叶玲珑，好得很，他记住了。剑与剑相碰的声音传来，一招一式都震撼人心。柳元旭越打越吃力，然而叶玲珑却越打越凶。几个回合下来，他身上受了大大小小不少的伤。他迅速从戒指里取出一张定身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扔到了叶玲珑的身上。叶玲珑没想到这厮还会丢符纸，一不小心让他给丢中了，整个人被定在了那里。柳元旭刚想缓一口气儿，迅速后退，叶玲珑不动了之后，他手中的那一把剑直接脱离了他的掌控，继续对着他疯狂的乱砍，那架势犹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似的。叶玲珑把柳元旭扔到他身上的符纸随手给撕掉了，隐月宫里的高阶符修做的符纸，他竟然随手就撕了。筑基期修为打不过他，
吃药吃不过他，手里的剑没有他好，就连符纸都拿他没办法。你们还愣在那里干什么啊？就这么静静的欣赏你们大师兄被我暴打，真的打死了怎么办？对了嘛，光欣赏有什么意思啊？来加入啊，跟你们大师兄一起被我暴打。还未战，心态就先崩了一半，然后他们真就一起被叶玲珑一个人暴打了。隐约宫弟子听令，现在全部散开，各自离开。我就不信他能一个追我们所有人。小师妹没打够，谁也不准走。被拦住之后，柳元旭他们只能绝望地继续回头跟叶玲珑打。眼看着他们也要撑不住的时候，一只巨大的毛毛虫正穿越花丛，迅速地朝着他们爬过来。喂，胖头，这不是你的地盘吗？这毛毛虫怎么回事？你躲什么啊？我没说这是我的地盘呀，这是他的地盘。你没看那些人都是被关在茧里面的吗？都是他关的呀。可人是你引诱过来的，你俩难道不是一伙的？不是啊，但不是一伙的就不能合作吗？你别这么看着我了，你快跑呀！不跑，难道你想要被他关在茧里面吗？你给我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确实是把人引诱进来给他，然后他会把人关进茧里面，然后他会吸干人的灵力，然后把人变成枯叶蝴蝶。然后呢？然后蝴蝶，蝴蝶！胖头萝卜激动地指着天空。叶玲珑回过头，还真的有一只蝴蝶飞了起来。那只蝴蝶的中央是一个干枯的人，他双眼紧闭着，已经没有了气息。很快又有一只蝴蝶飞了起来，一只又一只，足足有9只那么多。快跟着这些蝴蝶，圣溪之门打开了，我们快进去！于是叶玲珑头也不回的朝着蝴蝶飞去的方向飞了过去。大师兄，救命啊！柳元旭却像是没听到一样的，只管去追叶玲珑。为了加快速度，他也从戒指里找出了一张加速符，那是他花重金买的。而他的那个师弟被甩在了后面，被那只巨型毛毛虫一个吐丝包裹进了茧里。眼看着柳元旭就要被毛毛虫吐丝给捆住的时候，他从戒指里取出了一根绳子，套住了飞在最后面的花诗情。找死是吧？叶玲珑直冲柳元旭跟前，而季子卓则赶紧挥剑去斩断毛毛虫的丝。叮的一声清脆声响，季子卓的剑顷刻间被弹了回来。这丝线好厉害呀！让我来！叶玲珑深吸一口气，双手紧握玄影，大喊一声：“玄影，快把你吃奶的力气使出来！”铮的一声响，雪白又坚韧的丝被斩断。柳元旭和花诗情身体一松，迅速地飞离了那只巨大的毛毛虫。叶玲珑，你再敢往前一步，就杀了你的师姐！好啊，那你就杀一个试试看。难不成他和自己一样，根本就不在意同门的死活？既然如此的话，我就让你后悔。杀啊！用力地割破他的喉咙，斩断他的脑袋，不要手软，你看我会不会后悔？下一秒，喉咙被划破，鲜血飞溅出来，巨大的疼痛瞬间侵袭柳元旭全身。他低下头一看，身前的花诗情不知何时消失了。他长剑一划，割伤的竟然是自己的脖子。身体下坠的时候，他眼角瞥见刚刚还被他控制在手里的花诗情，竟然已经变成了只有巴掌大小，掉落到半空中的时候被叶玲珑给接住了。这实力也太差了吧，怎么一剑下去头都没掉呢？隐月宫首席弟子就这啊！趁着下坠，他迅速从戒指里取出最珍贵的救命灵丹，那可是9品灵丹，能起死回生的。他千辛万苦付出极大代价给自己弄来的时候，万万没想到自己最后把它用来治疗自己抹脖子的伤。你还在那里发什么呆呀？快走啊！9只蝴蝶全部飞进去以后，我们就进不去了。胖头，他吃了丹药活下来了。活下来他也对你没威胁了呀，一会儿就要被毛毛虫捆进茧里面去做肥料了。不行，他动我师姐，我不能忍。叶玲珑说完之后，朝着那朵花上的柳元旭飞了过去。你
你发疯之前，能不能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把我放下呀？我在这里这么多年，还没有听说过有果子被缠在里面的，我不要面子的吗？叶玲珑举起了玄影，运转灵力，朝着柳元旭的心口倾力一刺。砰的一声碎裂的声音传来，他竟然能够弄碎他的护心镜，刺破他的心口。下一秒，丝线将他整个人卷了进去，将他缠了个严严实实，什么也看不到了。快跑呀！别发愣了！哎呀，柳元旭他死定了，护心镜都破了，喉咙还被割了，人也卷进去了，你还想怎么样啊？难不成你还想把那个剪子给炸了？胖头，关键时刻你挺聪明的，我这就去把它给炸了。突突突，轰轰轰，简被威力巨大的爆炸符给炸出了一个小小的缺口，于是他对着缺口继续往里面扫射，那个茧里里外外都被炸得黑漆麻乌的。要不是他果断，胖头那么大个果子转眼就剩果核了。那也是怪你啊，我早让你走你不走，非要去偷人家一剑，偷完不行还用符纸去炸人家，你怎么能这么坏呢？胖头，这好像是你出的主意吧？我也就随口一说，能说证明是想过，首先心就坏了。没想到原来你也不是什么好果子啊！你才不是好果子，我压根就不是果子。胖头捂着脑袋，哭得更凶了。他打不过，逃不掉，现在还吵不赢。好了，别哭了，我给你修复一下。这还能修？怎么不能修复啦？我都能让你多长几条腿，消掉的脑袋它也能长回来。啊，那你还不赶紧的！1刻钟之后，一道更加凄厉的哭声响彻了整片林子。呀，你是故意的吧？让你给我修个脑袋，没让你给我修个屁股呀！怎么是屁股啦？不就是手一抖没修平，秃了2块吗？小师妹，你这手工活是有点差。是吧？你师姐都不帮你了。干什么啊？我给你修都不错了，不累你重新削掉。小师妹，要么我来把它多余的地方给修掉，修平之后，你再用大重生术让它那一块皮重新长上去。胖头高高兴兴地跳进他的怀里，扬起脑袋给他修。1刻钟之后，呜啦啦，呜啦啦，高兴的我想跳个舞呀！我的腿，你还没把我的腿给弄回去。行，给你弄。等下，你不会割错吧？不会，新腿和旧腿我认的。不行，我不相信你，我要检查一下。胖头坐直了身体，看到了叶玲珑的荧光包裹的3条腿，然后他当即指着另外3条嚷嚷道：我就说你弄错了吧，这3条才是。这3条腿有1条开叉了，另外2条都用得起剪子了。你跟我说这3条是新的腿，让我给你去掉？是啊。胖头嘴硬道：你的大重生术不太行，造出来的新腿不如原来的好，不够白嫩，也不够崭新嘛。你再说一遍。你的大重生术太厉害了，我喜欢你给我造的新腿，没有磨损也不分叉，用起来和旧腿差不多，所以我才会分不清楚。我要你的新腿啦，帮我把旧腿给割了吧。这就对了嘛。叶玲珑拿起小刀，刷刷刷的把胖头的旧腿给削掉了，又给他把空缺的位置补上了皮。他望着一地的碎屑，认真的思考了一番。七师兄啊，忽然被叶玲珑点到名字的季子卓浑身一颤，有一股不太好的预感。怎么了？你为什么打不过柳元旭啊？他是原因我才惊呆，我怎么跟他打？越阶打啊！我上次不也是打败了谢灵义？那能一样吗？谢灵义他就是个废物啊！说到底还是你不够强。季子卓沉默了片刻，眼看着叶玲珑手里抓了一把东西往他这边走过来，气势汹汹，来者不善。小师妹，你听我解释啊！不必解释了。下一秒，叶玲珑把手放到了季子卓的大腿上，用力一拧。季子卓摸着自己的喉咙，不停地咳嗽。
小师妹，你往我嘴巴里扔什么东西啊？好吃吗？有点咸。有没有感觉到体内有一股巨大的灵气正在蔓延全身？哎，好像有啊。有没有感觉到整个人有一些飘，仙气飘飘那种飘？真的有。那你还不赶紧修炼，看看你能不能突破一层？哦，好。季子卓赶紧盘腿打坐，正要运转灵力，忽然又睁开眼睛问道：小师妹，你到底给我吃了什么东西啊？胖头多年未洗的脚。季子卓胃里翻腾，内心崩溃，满面绝望。七星宗弟子离开的第3天，隐月宫弟子离开的第1天，想他们。小师妹，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七师兄，你这话我就不认同啦。胖头是生了灵芝的雪灵果，四师姐说了，它可太珍贵了。我们这6个里边，你是头一个吃到雪灵果的，你难道不应该感激我？那你好歹洗一洗啊。七师兄，原汁原味的才最珍贵啊！我要是拿去洗一下，不小心把精华给洗掉了怎么办？我又没吃过雪灵果，胖头的第一次是属于你一个人的。再说了，那可是胖头的腿，我当着他的面去洗了，你又当着他的面吃下去，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你自己又能接受吗？好像不太能。那就对了嘛，我快刀斩乱麻，避免了所有的尴尬，我这是为了你们好。说的好有道理啊。七师兄，你吃都吃了，赶紧修炼啊！就你这修为，下次再遇到坏人欺负我怎么办？我小小年纪修为最低，又那么柔弱，你难道忍心看着我？叶玲珑话都还没说完，季子卓已经坐端正，闭上眼，全身心投入到突破当中去了。这就对了。季子卓开始尝试突破，其他人围在他的四周，保护他的安全。叶玲珑则坐在一旁，整理他的符纸。这一路上用了不少，该补上的补上，该改进的改进。看到叶玲珑连休息时间都这么努力，华世情默默地拿出了他的炼丹炉，在一旁把最近得来的材料都放进炉子里炼制新的丹药。而莫若琳也行动了起来，他把之前收集到的材料拿出来炼制存放，然后拿出之前小师妹给他画的新灵气的构造图来研究。柯心兰也掏出了之前叶玲珑给他的法诀，拿出来开始修炼。东方晋原本还在边上休息，正准备喝口小酒放松放松，一回头就看到清玄宗5个弟子全部都在抓紧时间修炼提高，手里的酒顿时就不香了。这也太卷了。罢了，他不想搞特殊。胖头一边跳着舞一边哼着歌。胖头，你来的正好。不好不好，他还未跑起来，一张符纸就贴到了他的身上。下一秒，啪的一声，他趴倒在地上动不了了。大坏蛋，你对我做了什么？为什么我觉得背后有一块超大的石头在压着我呀？哎呦，好重啊！快要把我压扁了！这是我最新研制的千金符，你很幸运的成为第一个体验它的人，你是不是觉得很是荣幸啊？完了，这果子被他的千金符榨出汁儿来了。于是他赶紧把千金符给撕了下来，然后在胖头发现自己被榨出汁之前，给他贴了一张 SPA 符。果不其然，胖头压根没发现自己出汁儿了，舒服的翻了个身。圣光亮了，那9只蝴蝶要开始升级仪式了，快去那边沐浴圣光，朝拜生息之神。我上次沐浴圣光之后长了1倍大呢。那还等什么啊？叶玲珑一个抬手，季子卓身边的小草迅速的生长起来，叶子将季子卓包成了一个三角粽的模样。玄影飞到他身下，将三角粽托起。哎，我们走。于是5人一纵，迅速地朝着林子里圣光亮起的方向飞过去。强大的生息的力量伴随着浓郁的灵气，像是喷涌的泉水一样，不断地从中心迸发出来。叶玲珑他们迅速地原地坐下打坐，吸收着珍贵又强大的力量。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他们所有人都收获满满。这时圣光彻底消失，只见花海的正中央竟然坐着一个人。你们去哪儿？都来到人家地盘上了，不拜会一下老爷爷吗？
他不会理你的。他坐在这里好久好久了，从我懂事起他就在这里了。我问过这里所有的生灵，他们都不知道这个老爷爷是什么时候来的。那他是死了还是活着啊？不知道，我们爬上去过，也碰过他，但是他就是一动不动。所以你们在外面的树上挂了果子，诱惑人过去摘，然后设置幻境骗人过去，再把人卖给那毛毛虫，由它把人变成干枯的蝴蝶，收集满9只之后开启这个仪式，从而获得圣光的力量。是啊，为了多骗几个人进来，我们特意把这个林子里长的果子挂外面去呢。你都不知道，沐浴圣光之后，这里的果子都有灵智了，找到没灵智的果子出去骗人要有多难。结果你倒好，全摘光了，气死我了！这里所有的果子都跟你一样有灵智？妈耶，那岂不是有一大群胖笨头每天凑一块干蠢事？那倒不是，他们都只是初萌灵智，就是有一点点意识，可以吸收灵气，缓慢修炼，很慢很慢的。达到我这么厉害程度的，全生系之门就我一个，独一无二。原来你的秘职自信是这么来的。什么秘职？胖头，那刚刚前来参加仪式的那些小动物都像你这样会说话吗？不会啊，这里就我一个果子会说话，所以出去骗人的任务只有我能做。所以你不觉得奇怪吗？什么奇怪？你们这里要么是动物，要么是植物，并没有人，可为何唯独你会说人话？就算你生了灵智，也不可能天生就会人语啊。对呀，为什么我会说人话？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身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真的是个果子吗？天哪，我难道根本就不是我？你是不是雪灵果？我七师兄最有发言权，他毕竟是吃过。你应该是雪灵果没错，毕竟你确实大补，而且你要不是植物，我小师妹怎么可能用木系的大虫身术给你长腿长脑袋呢？只不过……胖头一惊，又紧张了起来。难道还有反转？你能不能做一只爱干净的雪灵果？以后即便是你跪下来求我，我也不会再让你吃一个脚趾头。你就算把你脚丫子剁下来洗干净，拌了蜂蜜掺了糖，它也永远去不了味儿。一顿大吵，两败俱伤。他还有呼吸，这老爷爷竟然是活的。老人家，我们贸然闯入打扰您的清静，很是抱歉，请您勿怪。我就说吧，他是不会理你的，他谁都不理，你们就不用白费力气了。胖头跳了起来，坐在了老爷爷的膝盖上，那模样像极了老爷爷抱孙子，这画面怎么看怎么和谐。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不知道，那就到处看看有没有什么收获。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离开这里，去别处搞钱啊，去别处历练。叶玲珑说完，把老爷爷膝盖上的胖头给抓了下来。这老爷爷没有活着，他已经死了，而且死了好多年了。只见他指了指老爷爷手里握着的那根木簪子，这簪子我在书上见过，它叫青木簪，它是由一棵万年青乌神木的树枝制成的。这根青木簪子成为了下修仙界唯一一个拥有神力的灵器，它的主人便是闻名修仙界的木系大能毕清博。木系的修士是公认的不强，但是他却靠着自己的天赋练就了一身生息之力，改变了修仙界对木系修士的看法。四师姐，那你是怎么判断他已经死了呢？小师妹，我说这是我的直觉，你相信我吗？他虽然还有呼吸，但是他的呼吸并不正常，缓慢的不像他的呼吸，反而是这一片生机勃勃的地方的一吸一呼，总感觉那就像是他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这片大地，供养着大地上的一切生灵。对，小师妹，你说的和我想的一样。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著里没有这一部分的描述，因为叶荣月根本就没到过这个地方。不知道，我总感觉他这么做一定有不得已的原因。罢了，我们既然不知道其内情，就不要破坏他老人家的心血，也就别打扰他的清静了。我们去别处逛逛。胖头，
你都喊人家生息之神了，还跳人家头上，你有没有点尊敬？赶紧给我下来！我不下，不下来我就拿你炖汤！你干嘛非要我下来？废话，那不得有个地头我带路吗？你等我一会儿，我刚刚看到他这根簪子，好像有点眼熟。你在这儿看了这么多年，能不眼熟吗？不是啊，你看，这朵花和我脑袋上新开的这一朵花，是不是一模一样啊？忽然，整个果子就被头顶上的巨大吸力给吸走了。叶玲珑眼疾手快地抓住了胖头的脚。救我！救我！我再也不乱碰了！你不要放手啊！就算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眼看着叶玲珑也跟着被吸了进去，他身后的师兄师姐们一个抓着一个，一大串人全都给吸进去了。吸进去之后，他们像是坠落到了一个无尽的黑暗深渊里一样。报个数！1。很快，他听到了其他人的报数，2、3、4、5、6，6个人全都齐了。一起！还有我在这里！我也是你们的一员，你们不可以漏了我的！你什么时候成我们的一员了？我又没同意你加入。怎么没加入？你师兄吃了我的腿，我们已经合为一体，此生此世永不分离。反正你们不许丢下我！这话一出，季子卓当即黑了脸，他恨不得现在就把这果子的臭脚给挖出来。你再胡说八道，就把你剁了一人一份，保准大家去哪儿都带着你，想丢都丢不掉。叶玲珑，你快来呀！我好害怕呀！你在哪儿？我就在这里呀，周围有好多发光的东西，我被关在里面了。我好害怕呀！奇怪，虽然我什么也看不到，但听回音这里应该很空旷，而胖头离我们不远啊，他那里有发光的东西，我们为什么看不见呢？这时，叶玲珑他们几个人纷纷从戒指里取出了夜明珠，这个空间竟然会限制光的发散。大家跟紧一点，不然走散了就不好找。叶玲珑，你找到我没有啊？快啦！叶玲珑，你快来呀！我被架起来了，好像是在举行什么奇怪的仪式。慌什么？不就一果子嘛，吃你就吃你，吃你还要举办什么仪式？你是不是太爱看那些字迹了？胖头放下心来。叶玲珑，你找到我了吗？我想你了。找到啦，你往后看。胖头脑袋转过来，果然看到了一身红衣的叶玲珑。你快把我放下来呀！等着。胖头，你再这样大惊小怪的，我就把你放回去了啊！不是我鬼叫，是有鬼，真的有鬼！他猛地回过头去，然后整个人倒吸了一口凉气。鬼呀！叶玲珑，你做什么又把我放回去？你没看到那么多鬼吗？你竟然要丢下我！所有人都震惊地转过身去看胖头。你们这么看着我是做什么？这些鬼不会跟我有关系吧？你说呢？胖头，事到如今你还不承认吗？承认什么？你跟这里所有生灵都不一样，你真的很有问题。可我什么也不知道呀，我真的好害怕呀！你们是不是要把我留在这里了？叶玲珑一怔，所有的迹象都指明胖头应该留在这里。不留。胖头在叶玲珑怀里抬起头，一双眼泪汪汪的大眼睛感动地看着他。煲汤的材料准备好了，怎么能够缺了你呢？七师兄，被点到名字的季子卓浑身一震。小师妹，你该不会要我出去试试吧？七师兄，没想到你竟然有这种想法。去吧，我会为你祈祷的。七兄，我陪你一起吧。
季子卓内心十分感动。东方兄，你不怕鬼吗？我更怕你家小师妹另有安排呀。季子卓和东方进挥动起长剑，朝着他们砍了过去。结果长剑却穿过他们的身体，什么也碰不着。胖头，你看见没？一下，胖头，你听我说。翼龙。呀，东方兄，你的手臂上怎么有一道血痕？你刚刚被抓到了。花诗晴捏了个法诀，替他清洗了一下伤口，但是光洗没有用，他还是不断的往外冒煞气。实在不行的话，就把这一部分的皮肉给挖掉吧。应该还没到这个地步，我再试试别的方法。花诗晴从戒指里拿出了一个小瓶子，她将瓶子里的丹药碾碎了，敷在东方进的伤口上。四师姐，你用的是清心丹吗？是啊，冰雾花的花蜜可以消除负面效果。这要是受伤了，代价可真大啊！冰雾花做成的清心丹，这价格可不低。是啊，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外面的鬼魂怎么这么厉害？七师兄，你来总结一下外面的情况吧。情况就是外面的那些鬼魂很厉害，干碎对面化神期或许可以一试啊。外面的鬼魂被撕碎之后，他们的实力不会变吗？会，一个变成两个，两个就会一起被削弱，等同于力量被平分了。但是他们会继续吸收煞气壮大自己，所以要不了多久，被削弱的两个又恢复之前的实力，等于还是给他们增加了力量。怪不得刚刚在外面的时候，5步之外光线全部看不见呢。原来这个看似空旷的地方，里面竟然全都是鬼魂。可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呀？这秘境里一片生机盎然的，为什么会藏着这么个地方呢？毕竟伯老前辈耗尽自己的生命守在这里，守的应该是这些鬼魂。在这里之所以生机盎然，是因为受到老前辈力量的影响，或者说整个大金山的秘境都是因他而生。虽然我不知道鬼魂是怎么来的，但毕清伯老前辈值得所有人敬佩。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现在看来，胖头应该就是老前辈亲手培养出来的，所以他说话做事呢和认知跟人是相同的。老前辈的力量终有一日会用尽，所以他只打算让胖头来接替他的位置，镇守这方鬼魂。头顶长花代表他已成熟，足够担任重任了。我是不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呀？就你这要智商没智商，要身材没身材的，能顶什么用？躺着，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好歹我在果子界是成熟的，不比某些尚未及笄的人强多了。其他人望向胖头，目光里满是欣赏。他可终于对赢小师妹一回了。叶玲珑眼睛一眯，露出了一抹森森的笑容。我忽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要干什么？只见叶玲珑手中那根长长的针戳进了胖头的屁股里，拔出来之后，针头上还带着果汁。顷刻间，所有的鬼魂全都发了疯一样的朝着那根针扑了上去，把法阵里的6人一果全部给吓呆了。玲珑姐姐，这个力道重不重呀？要不要再温柔一点点呀？哼，你已经是个成熟的果子啦，而我还未及笄，这声姐姐我可担不起啊，叫祖宗。祖宗，不孝子孙跳支舞给您解解闷可好？就这点姿色就别上来献丑。四师姐，你帮我用金打造一样东西。看到这只和那只鬼了没有啊？一会儿你们出去呢，把符纸贴在他们身上。为什么是他们俩？因为他们俩最凶。另一边，季子卓和东方进拼死拼活地冲到了各自的鬼魂前面，将手里的符纸甩到了他们的身上，自己被众鬼围困其中。内心正崩溃的时候，忽然一下子，周围的所有鬼魂全部消失了，人都吓麻了。刚坐下，眼角瞥见了一道幽幽的光，那只鬼魂就是他刚刚贴了符的那一只。此时他一动不动地挂在半空，像是被冻住了一样。叶玲珑接过莫若琳刚刚给他造好的一个纯金打造的小笼子，只见叶玲珑将半空中的那2只鬼魂用灵力包裹起来，然后用力把它们拽下来，
塞进了他刚刚准备的金色小笼子里。这时，叶玲珑跑回阵眼里，在胖头的屁股上划了一道，挤了点果汁出来，又迅速地跑到外面去，把胖头的果汁分别滴了一滴在2只鬼魂身上。1级实验开始，大家迅速后撤。叶玲珑郑重地把胖头从阵眼上摘下来，顷刻间，所有的鬼魂重获自由，闻到了彼此身上的雪灵果的香甜气味，顿时就发了疯。他们张开大嘴往彼此身上撕咬了过去，一直到其中1只鬼魂被另外1只全部吃进了肚子里。原来他们不是不会相互吞噬，而是没有矛盾点。我刚刚就在想，你们把他们撕了会壮大他们的队伍，那要是换个思路，咱们把他们合并了呢？1期实验成功，我准备开启2期实验。S 师姐，你再给我多造几个笼子。辛苦2位再出去啊，把这些符给贴上。他又让莫若琳给他造了8个笼子，他干脆一次多塞几只，把笼子塞得满满当当的。最后8个笼子里，每个笼子都出了1个鬼王。这鬼王因为吞食了许多的鬼魂，吃鬼上瘾，他即便是没有胖头的果汁吸引，只要有新的鬼魂进来，他就会去吞噬。眼看着8只小鬼魂被养成了8只鬼王，叶玲珑玩了票大的，他一次性把所有的鬼王全部从笼子里放了出来。在鬼魂恢复了自由的那一刻，8只鬼王疯狂地扑向其他的小鬼魂，一抓一大把，一塞一大口，像是恶鬼出街一样，逮多少吃多少。吃着吃着，他们发现除了自己，竟然也有其他厉害的存在。于是8个鬼王展开了一场惊天大混战，你撕头，他啃腿，更狠的直接一口吞。真正的鬼王诞生了，他所站之处100步之内1只鬼魂都没有，当真是一鬼当道，万鬼必退，帅呆了。小师妹，你为什么要造一个鬼王出来？让他带我们出去啊。他是怎么敢有这种想法的？你们想啊，胖头不在阵眼上，我们就会因为这些鬼魂而无法离开这里。可如果有一位超强鬼王给我们开路，那胖头就不需要待在阵眼上，就能跟我们一起走啦。我同意，我觉得这个主意非常的完美，我们就这么办吧。理论上鬼王他确实可以带我们出去啊，可他愿意吗？他愿不愿意的重要吗？我让他带，他就得带。那你要怎么让他带呢？现在还不知道。叶玲珑从戒指里取出了一本厚厚的书，然后翻开了他的第1页。对鬼魂类的东西用的符文，我现在没学过，但是不要紧啊，书我带了，我现在就开始学，等我学会了我再对付他。叶玲珑，我用生命给你拖时间，你可一定要找到办法呀。说起来，鬼魂类的煞气和毒素我还没有钻研过，趁现在一起吧。精致的笼子竟然能关注鬼王，说不定也有办法控制他，削弱他。我先研究一下。比起那些普通鬼魂，鬼王强太多了，他已经有些脱离阵法压制的趋势了。但好在阵法虽然不能完全压制，但还是压制了他大部分的力量。至于剩下的小部分力量，季子卓一咬牙，拿起长剑冲了出去。不就是诀吗？谁还不会了？剑法法诀应对鬼魂类的实战技巧，咱该练就练。总之，不让鬼王靠近并撞击阵法就行了。季子卓去了之后，柯仙兰二话不说便加入了。本想站在原地歇一歇的东方晋，此刻心情十分复杂，最后哭着加入了鬼王的训练场。真就随时随地的都能卷啊！这一片空间里没有日升月落，他们6人一裹，谁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季子卓、柯仙兰和东方晋3个人，时而搞车轮战，时而一拥而上的群殴，把原本就被压制的鬼王折磨得更加憔悴了。可不可以不打了？人还没累，鬼先遭不住了。借着强大鬼王的助力，季子卓的水系法诀领悟到了第4层。如今的他虽然才金丹中期，但已经完全具备了跟元婴期越阶打的能力。叶玲珑忽然啪的一声合上了他的书本，一眨眼的功夫，他就画了10几张符文。学会了，符文写好了，现在就给鬼王贴上。好巧，我也炼制好了。等等我，就差最后一点火候，我马上就好。
四师姐，你这个是什么？小师妹，我这瓶药水可以用催眠的方式达到降低鬼王战斗力的效果。这玩意儿鬼喝了想睡觉，那人喝了呢？剂量很大，人喝了应该这辈子都醒不过来了。好东西啊，那回头你减点剂量啊，给我新做一瓶，也不用睡一辈子，睡他个几百年就成。叶玲珑敢说，华诗晴还真就给他做。那三师姐，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小师妹，这个纯金打造的圈可以锁住鬼魂，不让它乱跑，而且它还可以变换形态。你看，你可以把这个圈圈在鬼王的身上，需要鬼王出现的时候，它可以是个圈；不需要鬼王出现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关在盒子里。好东西啊，三师姐！叶玲珑拿着莫若琳给的圈，开始在上面篆刻符文，写得满满当当之后，又把它变成盒子的形态，继续在上面写符文。写完之后，他还将花诗晴给的那瓶催眠药水倒进了盒子里，用符文把它融入进去。这样把鬼王关进去之后，他要是能一直睡着，就安心多了。一切准备妥当，3期实验正式开始，让师兄师姐们用武力将鬼王给控制住。然后他将药水撒娇到了鬼王的身上。就在这时，叶玲珑将那个金黄色的圈套在了鬼王的脖子上。弄好之后，叶玲珑在鬼王的身上贴了10多张符纸，符纸金光一闪，消失在鬼王身上。搞定！看来效果不错啊！实验马上开始，大家后撤。小师妹，你怎么不回来？我怕你们会受伤，这么危险的事情还是让我来吧。我准备好啦，就现在摘胖头。顷刻间，所有的鬼魂重现，获得自由，就连鬼王也睁开了双眼。他赤红着双目，气场全开。那一刻，阵法内所有人的呼吸全部骤停。只见那些鬼魂激动地叫嚣着，从远处重新往阵法的方向扑了上来，然后在鬼王的100步范围之外全部停了下来。小师妹，便看到叶玲珑所过之处，众鬼退散。鬼王发出了一声怒吼，力量强的整个空间都震颤了一下。鬼王他醒了。清醒后的鬼王疯狂地扑向那些鬼魂，他左手抓到一只，右手抓到一只，嘴里还咬了一只。那些鬼魂趁着他吃同类的时间，早已疯狂逃窜，跑得老远了。他气得一回头，面目狰狞地转向了叶玲珑，然后张大嘴巴朝着他扑了过来。好乖啊，以后我就是你的主人啦。我这还是第一次养宠物呢，为了表达我对你的喜爱，那你以后就叫招财吧。他真的要拿这么凶悍又恐怖的鬼王当宠物吗？真的要管人家叫招财吗？可他分明只会索命，不是吗？叶玲珑收起了掌心的符文，鬼王不被控制之后，扭过头继续疯狂地往前冲，被鬼王一路拽着狂奔，所过之处鬼魂一个不剩。那架势像极了身材娇小、力气不大却要遛大狗的自信主人，最后拽不住绳子，反被狗给遛了。小师妹，你没事吧？问题不大，就是这新宠物也太不乖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好办，我已经想到办法啦。二师姐，你之前说过你的幻术对魂魄类的也有作用，是吗？是啊。那你按照这个剧本还有这些图案，给我做一个能够反复播放的幻境。小师妹，把咱清玄宗所有弟子的模样全部放进幻境里，而且每天载歌载舞，歌颂和平和友谊，以及手举红旗，迎风飞舞，相亲相爱，永远幸福。这是要干什么？招财太狂躁啦！我要给他安排一个爱的教育，用生动的场景教会他 peace and love。趁着他还没有通人性，每天呢先给他循环洗脑个100次，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的苦心。而且啊，我还特意以我们宗门为题材，以后他见了我们就如同见了亲人，绝不会再伤害我们。莫名其妙成为了鬼王亲人的其他5人一阵无语。谢谢，但不是很需要这样的亲人。他对待新欢未免也太上心了吧。小师妹，现在情况紧急，不如我们先找找出口。这事儿也挺急的，因为招财他太狂躁了，我怕一不小心控制不住。
但是总体来说问题不大，我有急救方案。二师姐，你做玄影上造幻境吧，就造进这个小盒子里，这样就不影响我们赶路了。行吧。寻找光明，我们出发。皇天不负有心人，拉风的带着鬼王在里面绕了好大一圈之后，还真叫他们找到了这个地方的出口。这个出口十分的隐蔽，拇指大的口子里只漏下了一束小小的光，四周围一个鬼魂都没有，就连他家招财靠近的时候都有那么一些些抗拒。他把招财放进了棺材盒子里，顺带把二师姐做好的爱的教育片放进盒子里给招财解闷儿。小师妹，这里头似乎有阵法封着。好吧，我去看看。叶玲珑仔细的研究了一番，搞半天他们找了那么久的出口，结果就在原来那个阵法的正上方。小师妹，情况如何了？这个地方是出口吗？是的，你们等下，我破解要花点时间。就在他们做好等个大半天的心理准备时，不过堪堪过了1刻钟，便听到叶玲珑的身影消失在了黑漆漆的空间里。颤抖吧世界，我叶玲珑又回来了。其他人迅速的跟着出去。你们看，毕清博老前辈他竟然笑了。胖头是老前辈生前一手养大的，老前辈怎么舍得拿他去做阵眼呢？所以呢，他才会教会胖头许许多多跟人类相关的东西，希望在他成为阵眼之前找到一个大冤种愿意收留这傻果，并且愿意帮他摆平这一切。现在这个大冤种找到了，他即便是死也瞑目了，能不笑吗？换作是我甚至还笑出声给你们听呢。其他人听着一愣，虽然但是倒也不必死了还笑出声。鬼魂堆里杀飞起，冤种竟是我自己。所以说做人真的不能贪便宜，为了这破果子，我把自己给搭进去了，结果血亏。小师妹，你还回去做什么呀？老前辈的力量消耗的差不多了，往后下面没有胖头做阵眼，那些鬼魂会镇不住的。我看这跟青木三似乎跟胖头同源，所以呢就拿他去做个临时的阵眼试试。你要一个人下去吗？是，谁也别跟着我啊，让我一个人静静。能，别说我不够义气，我陪你下去。你有用的时候陪我去，那才叫够义气呢。你没用的时候还陪着我去，那叫拖后腿。让让，还不如我们家招财管用。我就是拖后腿也要跟你下去。行，你别后悔。叶玲珑说完，就带着胖头重新跳进了地下入口。既然小师妹去办事了，趁着这个时间，不如我们先……季子卓话还没讲完，东方进先盘腿坐下。我懂，别催了，马上开始修炼。这时，其他人熟门熟路的开始了各自的修炼。倒也不必那么自觉吧。认命的加入了修炼大军之中，一起卷天卷地卷自己。天黑了，天又亮。救命啊！我要回去，我再也不要跟他在一起了，谁来救救我呀？醒醒，你到地面上来了。啊，我回来了，我竟然活着回来了。小师妹，里面情况如何了？青木簪跟老前辈的力量是相通的，老前辈消耗的差不多了，青木簪也所剩无几，但尚且还能撑一段时间。只能等以后遇到木系宝物的时候再过来换一个新阵眼，实在找不到就把胖头记里边算了。不行，我100个不同意。你就是1000个不同意也没用，再吵就把你送进这盒子里，给招财当伴读。胖头顿时就没了声音，一切尘埃落定，叶玲珑他们便离开了这个地方。有胖头带路，这次出去的时候十分顺利。你们知道叶玲珑在里面1天1夜都干了什么吗？他竟然用我的果汁引诱那些鬼魂出来为他的招财，这还不够，他竟然还担心以后招财没东西吃会饿肚子，用那个笼子抓了好多鬼魂放戒指里面，离谱吧？还有他天天嚷嚷着我没用，我给他拖后腿。殊不知，要不是我家老毕，他岂能在用青木簪做阵眼的时候收获青木簪里的力量？就是这力量，让他那万年不动的修为一下子突破到筑基中期。可他竟不知感恩，不但老毕的心肝宝贝言语羞辱，甚至还让我帮他签招财，那可是招财呀！胖头我的一生之敌。什么？小师妹竟然筑基中期了？
你的关注点有点歪，我没要跟你讲这个。我说小师妹怎么在里面那么久，原来是突破了呀。这不是重点，你认真听，我说的重点是……去吧，皮卡丘，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不用回来了。柳元旭，你竟然没死！救命啊！他在这里等了足足7天，可终于等到他从里面走出来了。柳元旭，你竟然没死！没想到吧？眼底杀气毕现，看着叶玲珑，仿佛像是在看一具尸体。太好了，我还在想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哪儿找呢。你这不就送上门来了吗？不就还是个筑基，他还能玩什么把戏？不可能的呀！不知为什么，对面明明是个筑基，他们却觉得好可怕。要不要先准备好跑路姿势？你就站那里啊，可千万别跑啊！来，马上就来！新鲜肥肉送货上门，去吧，我的招财！强大的煞气随之扑面而来，长长的獠牙，尖利的爪子，猩红的双目，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的鬼魂，而是一只强大的鬼王，非常的厉害。柳元旭哪里见过这架势？这种级别的鬼王，别说他现在身受重伤，即便是没受伤，也不会不要命的去招惹啊。于是他毫不犹豫的掉头就跑，一眨眼的功夫，招财就冲到了柳元旭的身后，眼看着马上就要一口把他给吞掉。柳元旭急得直接掏出戒指里的保命符撕掉。不慌，下次逮到啊，我一定不让他们跑了。你们说那些个名门大派怎么能有那么多逃命的手段呢？保命符、护心镜、九品灵丹，就跟小强似的，怎么都打不死。因为有那么多手段和实力，所以人家才是名门大派啊。不行，咱们清玄宗也不能落后。回去我给宗门里所有的师兄师姐们做保命符，必须人手一叠。这提醒的对，回去我试着炼制9品灵丹，到时候咱们清玄宗每人1瓶。那我也回去研究一下护心镜，怎么也得人手几块啊，坏了也能及时换掉。东方静跌坐在原地，听着听着心就酸了。小师妹，接下来我们往哪儿走啊？走了，师兄师姐快走！去哪儿啊？报仇！众人一脸问号。除了谢灵异和柳元旭，他还有什么仇？哪个倒霉蛋又被他给盯上了？小师妹，其实之前我以为你寻仇的对象会是那条银鳞巨蟒。齐师兄，打得过那叫寻仇，打不过那叫寻死。不理智的事情我从来不做。欺软怕硬罢了，倒也不必说的那么义正言辞。齐师兄，咱老规矩啊，分工合作。3级妖黄蜂全部被引走之后，他取出了玄影。就是他，上次就是这个4级妖兽暴揍我这个筑界的修士，一直追一直打，欺凌弱小，脸都不要了。师姐们，东方兄，咱一起上，不必手下留情。四师姐，你会养冰雾花吗？在书上看到过介绍，但我没养过。看过等于学会，那这冰雾花咱们带回清玄宗养着吧。齐师兄，你在这里炸鱼塘吗？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上次杀的那只5级清理的子子孙孙来找我报仇了。这2人一路走来，到底霍霍了多少无辜生灵？马上就要到正午了，快跟我走，要来不及了。啊，总算是赶上了。小师妹，这是做什么呀？出秘境啊，难不成你想一辈子待在这里面吗？你们真的也被卷进来了？这一路上我怎么没有看见到你们？这个秘境太大了，见不到也是正常的。没关系，现在遇到也不迟。对了，我们跟本门的首席大弟子元旭师兄会合了，你可以跟我们走一路，有他在能护你们一路平安的离开这里。元旭师兄，我找到我的朋友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叶玲珑，后面是他的同门。清玄宗叶玲珑，幸会。银月宫柳元旭，久仰。哎，你们认识吗？不认识。啊，没关系，这不就认识了吗？接下来我们同行。不同行。没必要，
青州，我们另有安排，你跟你同门回去便是了。叶玲珑果断带着其他人换了个位置待着。清玄宗，叶玲珑，干什么？我们七星宗首席大弟子一凡师兄就在秘境外等着接应我们，你要是敢乱来……怎么会？我哪有那个胆子啊？他指了指叶荣月身边的司玉晨，都不用出去啊，昆武城首席大弟子在这里守着你们呢，我又不傻。谢灵义没有被安慰到。清玄宗，叶玲珑在呢，姐夫你好。司玉晨顿时一愣，玲珑，你在乱叫什么？别胡说八道。就是，注意你的言辞。我师妹还没嫁呢，你这样诋毁她的清誉，我跟你没完。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别急啊，就算是我没诋毁她，我跟你也没完，情还欠着呢，要不再快点儿？这几天我都在秘境里，哪有时间赚钱呢？我会还你的，别逮着问了，我丢不起这个人。你要是不想丢人的话，那以后见到清玄宗的弟子们态度恭敬点。行，还有你那些师弟师妹们也交代一下。好。真听话。怎么会有人在这儿摆摊呢？脑子有问题吧？谁会买他的符纸？加速符怎么卖啊30枚中品灵石，这么贵，他疯了吧？谁会买啊？刚吐槽完，那个问价钱的丢下了90枚中品灵石，直接拿走了3张加速符。刚刚那个好像是隐月宫的弟子啊。他们这正说着，又好几个人跑过来问价钱，问完也都是价儿都不还，就直接买了。这几个更明显呢，七星宗弟子啊。什么情况啊？这你们就不懂了吧？我刚刚全听见了。什么？这小孩是清玄宗叶灵珑。你怎么知道？我刚刚跟在他后面，听到隐月宫首席大弟子柳元旭，昆吾城首席大弟子司玉晨，七星宗的赵长老的大徒弟谢灵义见面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哎呦，他这么大有来头啊！不行，他们都买了符纸，我也要买。这10有8九啊，是好东西。买个锤子，他卖的不多，早被2个门派的弟子给抢光了。这一场突发奇想的小买卖，他伤得最深的那些人最是捧场，想想还有那么些小感动。很快，叶荣月在正午时分打开了秘境的大门，所有人得以离开秘境。玲珑，3个月之后，咱巅峰舞会再见。这一路有幸遇到各位的相伴相助，在下感激不尽。如今要分别，我是非常的不舍。东风兄，你这话是在暗示我们，你迫不及待的想加入清玄宗？东方静一脸问号。抱歉，这事恐怕不成。你的天赋很一般啊。你的特长不突出。最主要的是你的颜值不够格。所以很遗憾，你不能加入我们。别哭啊，挺直腰杆，坚强离开。只怕他现在解释自己没想加入清玄宗，他们也只会觉得自己在强行挽尊吧。去的时候2个人，回来的时候5个人。大师兄、六师兄，我活着把你们心爱的小师妹带回来了。喊完之后，整一座青兰峰一点动静都没有。奇怪了，大师兄和六师兄一直都在清玄宗的，怎么这会儿不见人了呀？对啊，我回来的时候给大师兄传了消息的，他不应该不在啊。二师姐，我们回来的消息你提前告诉大师兄了吗？对啊，难道不应该提醒通知一下吗？二师姐，你不懂，你真的什么也不懂。我还想给他们一个惊喜的，这下好了，没人来接手小师妹，我该怎么办呢？哎，七师弟啊，我好像听到你在嫌弃小师妹啊。小师妹，这位是？小师妹，这位是你的五师兄穆萧然，
他擅长御兽，曾经给咱们宗门每一个同门都送过一只灵宠。他这次回来，肯定给你带了礼物。一段时日不见，七师弟比从前的性格更风风火火了。小师妹，你不要见怪。吴师兄啊，我早就见怪不怪啦。你真给我带礼物了吗？有，我听闻宗门里来了一位只有11岁年纪的小师妹，我特地去抓了一只长耳兔。这种1级的小灵兽温柔又可爱。这颜色好漂亮。运气好，遇到了一只变异的。谢谢吴师兄，我好喜欢。你喜欢便好。虽然他性格很温和，还有些怕生，但他毕竟是灵兽。他若是不小心伤了你，你便把他带来给我，我再将他驯化一次。吴师兄，你会驯化灵兽？会啊。我正好有一只新抓到的宠物，它不太乖，你能帮我驯化一下吗？不能。怎么了？为什么不能呢？吴师兄，小师妹年纪小不懂事，路边随便抓了个东西，随便玩玩而已，不是灵兽，做不来灵宠的。原来是这样，小师妹年纪小，分不清倒也正常。小师妹，招财它不是灵兽，它是鬼魂系的，不在武师兄的专业范围之内。那可惜了。叶玲珑，这是你给我准备的新坐骑吗？蠢是蠢了点儿，但是毛茸茸的，骑着很舒服，本胖头非常喜欢。你总算做了件好事，对得起老毕给你的嘱托。小师妹，这就是你抓的那只灵宠，竟然是植物系的，它还会说人话呀，好厉害！就是有点太凶了，它这个性格会欺主的，我还是帮你驯化一下的好。吴师兄，它不是我抓的宠物，它是来讨债的。不过没关系啊，过几天就炖了。你要是再出来丢人现眼，我就喊招财出来陪你做游戏。小师妹，这样真的没关系吗？那只灵兽看起来很凶的。吴师兄，你误会了，它不是凶，是脑子不太正常。青兰峰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吗？这问题问到其他人心坎里去了。为何常年驻守青兰峰的大师兄和六师兄都不在呢？是啊，大师兄和六师兄昨天就跑到清玄宗秘境里闭关去了。昨天？是的，我还奇怪小师妹要回来了，他们为什么不多等一天，这么着急的要去闭关？还能是为什么？二师姐，你就不该给他们传信的。柯西兰一下子愣住了。下次我知道了。知道什么呀？五师兄莫急，这事不好解释，但您很快也会知道的。他们俩有没有交代你什么呀？没交代什么呀，就说了句让我好好照顾小师妹。小师妹倒不似我以为那样的柔弱怕生，如今看来很是可爱，照顾她应该没什么难度。你的认知非常正确。那我就把小师妹交给你了，我也该闭关修炼去了。七师弟，你也要去闭关？七师弟出门一趟，怎么忽然就转了脾性？是啊，我刚突破到了金丹中期，需要静下心来巩固根基。不仅是七师弟，还有我和三师妹以及四师妹，我们3个这一趟历练收获颇丰，修为已经到顶，需要闭关突破。这是好事啊，两位师妹这是马上就要到金丹期了。是啊，带他们到金丹期就能进入清玄宗秘境修炼了，也不必一直外出这么辛苦。所以接下来小师妹就交给你一个人照顾了啊，你可以的吧？放心，我会照顾好小师妹的。小师妹，你别担心，外面虽然危险，但我会保护好你的。叶玲珑认真的点了点头，又有新的人陪他出去玩了。吴师兄，我们准备去哪儿？先去一趟陆安城，五师妹昨天发来的求救信，大师兄让我顺带去帮个忙。这话一出，他俩身后传来了一片抽泣声。五师兄，你竟然要带着五师姐和小师妹一起出门？是啊，我敬你是个勇士啊。七师弟，五师妹性格虽然，
但没关系，这还不是还有小师妹吗？小师妹温柔可爱，他们俩在一起，五师妹受到感染一定会改脾气的。再说了，她总要顾及小师妹，肯定会收敛一些的。什么也不用说了，我这儿还有些没用完的灵果啊，都送给你吧。五师弟，我刚做的护心镜，你拿去。五师弟，这一盒子丹药你收着，瓶子上写了名字的。五师弟，我这枚珠子你拿着，里面存的是我新做的爱的教育升级版。至于它的用法，小师妹会告诉你的。谢谢师弟师姐们，你们安心在清玄宗修炼，我一定会照顾好两位师妹的。因为事情紧急，穆萧然决定明天就出发。小师妹，虽然大师兄和六师兄没来得及见你一面，但他们还是很记挂你的。这一袋是灵石，大师兄给你的；这一袋是灵果，六师兄给你的。给你的这一份比给其他师姐师妹的要多一些，所以昨天我没好当着大家的面拿出来给你。谢谢各位师兄。其实昨晚其他师姐也偷偷跑来给他塞东西了，没好意思叫他见着。大师兄和六师兄修炼的如何啦？你别说，我这次回来看到他们的修为那叫一个突飞猛进，我都给吓到了。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努力啊。不过我还是很羡慕的，什么时候我也能这么努力就好了。哦，那你别急啊，你的愿望很快就会成真啦。小师妹果然好温柔，开口闭口不忘安慰师兄。我的屁股，叶玲珑，这只蠢兔子把我屁股给咬了。对不起，小师妹，是师兄不好，我先前怕他伤着你，特意训话了好多遍，保证他很温柔的，可没想到他才跟了你一天就会咬人了。奇怪，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我还是把他带回去吧，回头再给你准备一只更温柔的。没关系的，五师兄，他又没咬我。再说了，他这一口咬下去，已经不是一只普通兔子了，身价暴涨，我哪舍得还给你？让我看看啊，我的兔宝贝有没有升级？升级？它只是一只一级灵宠，除非有什么大机缘，否则不可能。哎，它怎么耳朵变长了，眼睛变大了，肌肉力量比之前更强了？怎么会这样？你心里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啦？我都被咬屁股了，你却对凶手亲亲抱抱举高高。老毕呀，你走得太早了。若是你在天有灵，看到你的心肝宝贝长上宠，被人这样对待，你一定会很伤心吧？你再嚷嚷，我就不给你补屁股了。叶玲珑，要么你也咬我一口吧。我的腿被吃过，屁股被吃过，头被切过，这双手我还要用。思前想后，胖头挺起了他的胸脯。来吧，让你拥有我的果肉。想干什么说人话？你以为我愿意吗？还不是怕你嫌弃我，被别人啃过那么多回，动了抛弃我的念头。叶玲珑很怀疑，这些东西真的是毕老前辈教的吗？他看起来也不像是这种人啊。小师妹，你这只植物系的灵宠没事吧？有事，脑子已经没救了。啊，我看看。看什么看？我屁股都缺了一块，你说我有没有事？你这只兔子的质量也太差了，都没教好就送人，你自己不反省一下？胖头，你差不多得了，为什么会被咬？你心里没点数？穆萧然一愣，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被一只植物系灵宠这么数落。对不起啊，是我的问题。胖头和叶玲珑顿时齐齐一愣。五师兄这脾气也太好了点儿。这真的是你师兄？跟前面那个不是同类吧？为表歉意，这一小瓶甜浆液送给你吧，植物系灵兽的最爱，你应该也会喜欢的。胖头眼睛一亮，怕他反悔似的，赶紧抢了过来。叶玲珑，你这个师兄很会做人，
我单方面宣布跟他的兔子和解啦。穆萧然温和一笑，他这么难缠的灵宠也搞定了，看样子照顾好小师妹也不是很难。他对这一趟路途充满了信心。小师妹，我们先找间客栈歇息一晚吧。啊，我们不是来救武师姐的吗？不急，但明天白天我们再登门。穆萧然话还没说完，忽然一道爆炸声传来。这陆府又炸了呀！小师妹，事情紧急，快跟我走。放下武器，别挣扎了。就你那三脚猫一样的战斗力啊！要不是偷了四爷的一叠符纸啊，你那一路杀到这里啊！现在你手中符纸就剩下一张了，呵呵，你怎么可能逃得掉啊？糟了糟了，怎么会闹成这样子啊？武师兄，前面那位是我武师姐吗？对，她就是你的武师姐陆白薇。陆管事，这好端端的怎么闹成这个样子了？都是一家人，不必如此大动干戈。你还敢来我陆府？我们家主说了，不会再让大小姐回清玄宗了。你们死了这条心吧。陆管事，有事好商量。我知道五师妹性格素来冲动，我此番也劝劝她。那行，看在你平日行事端正的份上，我就信你一次。如果你能劝得住她，别再跟陆府作对，那我躲开！他一声大吼之后，大量的爆炸符朝着他们扔了过来。轰轰轰，这一次炸得比先前还要响。谁说我符纸就剩一张了？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还有好几叠呢！好你个穆萧然，亏我还那么相信你，没想到你竟然表面求和，背地里却给大小姐送符纸。你长得人模狗样的，没想到内心这么黑呀！不是我给她送的符纸啊！还敢狡辩！前些日子你抓了只变异的粉色长耳兔，有人花大价钱向你买被拒绝了，这事儿已经传开了，谁不知道这只兔子是你的？送威力这么猛的爆炸符，你根本就是想炸死我们！故意的怎么了？气的就是你呀！在那骂半天有什么用啊？有本事你打他呀！好，故意上门挑衅是吧？来人，给我打他！我没有，别误会啊，我真的不是来打架的。你该不会是咱们新来的小师妹吧？是啊。符纸是你送的？是啊。我就说，五师兄素来只想和平解决一切矛盾，怎么可能会送我符纸？干得漂亮！五师兄好像被围攻了。不用管，五师兄打得过，我们快走，找个地方避一避。小师妹，初次见面太突然，我没给你准备礼物。看到窗外对面街的那一间杂货铺子没有？看到了，送给你了。这个是铺子的契约，以后每个月你可以凭借这个契约到陆家名下的钱庄去提取那个铺子每月赚取的零食。这张卷轴甚至可以实时查看铺子的入账和支出，这也太有意思了吧！你看，我就说吧，他肯定没事。五师兄果然好厉害。吴师妹，你怎么能让小师妹喝酒呢？她年纪还那么小。还有你小师妹，你怎么可以给五师妹送那么多爆炸符呢？陆府门口都给她炸出坑来了。质问完了之后，穆萧然才发现自己的音量大了点儿，语气凶了点儿。这么多爆炸符只炸出了一个坑吗？没炸死人吗？正准备改正先前的暴躁，耐心教导师妹们的穆萧然一阵无语。我扔的时候没有故意往人身上扔，毕竟是我陆府的人，吓唬吓唬他们，跑掉就算了。哦，我还以为我的爆炸符不好用了呢。怎么会？可比我在府里偷的好用多了。小师妹，这符是你制的吗？你可真厉害。谢谢五师姐夸奖，你也很厉害。吴师妹，你这次又是为什么要跟家里人作对？五师兄，这次可不能怪我。我爹他竟然想要履行婚约，把我嫁给贺在庭，这我当然不能同意啊。陆老爷子之前不是已经动了退婚的念头了吗？是啊，所以
贺在庭在听到了风声之后，立马跑来陆府，跟我爹说他要去为我寻找蓄火珠。我爹一听，承诺只要他找到蓄火珠，就为我俩举办婚礼，可把我给气的。五师妹，蓄火珠最后遗落的地方在遮云城，那个地方10几年前就开始变成了人间炼狱，危险重重。他愿意为了你冒险去寻找蓄火珠，说明他是真的喜欢你啊。瞧瞧，又是一个被贺在庭给欺骗的人，为我找个珠子就是在乎我吗？也有可能是在乎武师姐的钱财权势吧。小师妹你不懂，五师妹和贺在庭从小青梅竹马，贺家和陆家是世交，贺家也是修仙界8大世家之一。作为贺家大少爷，贺在庭没有可能会贪恋五师姐的钱财权势。贺家有钱有势，跟贪恋武师姐家的权势并不冲突啊。即便我有家财万贯，可若路上遇见一块灵石，我定然会捡。小师妹，寻找蓄火珠可不像捡一块灵石那么简单，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踏上修仙路的，那哪个没在冒生命危险？再说了，他此行若成功，不但拥有蓄火珠，还白送一个武师姐，很赚的啊。听到叶玲珑这话，穆萧然和陆白薇齐齐瞪大了双眼，还能这么算的？小师妹，你是真的懂啊！更要紧的是，我爹一个感动，把我家的乱心镜借给他了。乱心镜是你家的宝贝，你爹肯借给他，说明他非常信任并且看好贺在庭，基本上已经认了这个女婿了。再送一个乱心镜，血赚啊！对，小师妹，你说的太对了。穆萧然揉了揉脑袋，他决定重新组织一番语言。贺在庭家世人品都很好，他们俩青梅竹马一块长大，身上还有婚约。陆老爷子是看着贺在庭长大的，人人皆知贺在庭从小就喜欢五师妹，为他做的事情多不胜数。他本人天赋很好，修为很高，无论是哪样都配得上五师妹，且挑不出错来。叶玲珑听到这话，认真的点了点头，眼看着要失去这个仅存的盟友。是我配不上他，这样总行了吧？武师姐，别人挑不出错来，那是别人不行，我来挑，保证他哪都是错。陆白薇和穆萧然双双一愣。还有啊，武师姐你自信点儿，你不喜欢那就是他不配。小师妹小年纪为何思想这么歪？七师弟把人带出去都教了什么东西啊？天哪，老天他终于开眼了，竟然送了这么一个神仙师妹呀！小师妹，你这样想不对的。五师兄，你到底站哪边的？我当然是站在五师妹这边的。武师姐你听到了吗？武师兄他支持你，那我们一起去镇云城把贺在天暴打一顿，然后再把乱心镜抢回来。好，乱心镜很重要，必须得拿回来。蓄火珠也得拿到手。对，蓄火珠也要拿到手。我们睡一觉，明天出发。穆萧然愣在了原地。哎，等下，这就决定好了？我昨天认真的想了想，遮云城太危险，还是不能去。武师兄，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去遮云城会有危险吗？因为我们实力不够。没错，武师兄，你的认知很清醒。叶玲珑从戒指里取出了一本又一本的法诀，他将其中一叠交给穆萧然，再将另外一叠交给陆白薇。小师妹，我没有什么贵重的礼物送给你们，这些法诀是我精心挑选的，人手一份永不落空。不够了别客气，直接问我要。你们要好好修炼，努力提升，就不会害怕遮云城的危险了。法诀是好东西，就是这也太多了吧。小师妹，现在开始修炼来不及了。武师兄，只要有恒心有毅力，修炼什么时候都不迟。我给你算过了啊，从陆安城到镇云城总共2天时间，这2天时间你不眠不休的抓紧修炼新法诀的第一层入门，肯定是没问题。不眠不休？不然呢？又不需要你自己飞，你闲着干嘛？说的好有道理啊。可是
五师兄，你出门之前答应过大师兄、六师兄和七师兄会保护我们的，可你现在连修炼都不愿意。要是遇到危险，那我们……不是，我不是不想修炼，可这半空中灵气不足，恐怕效果不好。叶玲珑马上给他露了个笑脸。不慌，这题我会。他一边在长羽灵雀的背上布置阵法，一边跟他们解释。上次出门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时间随时有，但灵气不常有。但修炼不能耽搁，怎么办啊？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在艰苦的环境下，即便是没有条件，我们也要学会去创造条件。拼搏之火永不熄灭，修炼精神世代相传，清玄宗的盛世将由我们开创。带完之后，他往阵眼处倒了一大袋灵石，源源不断的灵气从阵法处溢出来。看，这不就好了吗？五师兄，你愣着干什么？快开始啊！你这浪费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大师兄的财富，你这要是不抓紧点，辜负的可不只是我和五师姐，大师兄知道了也不会原谅你的。气氛都到这儿了，穆萧然想不出他有什么不修炼的理由，认命的闭上了双眼。五师姐，我们也开始吧。可是，你忘了昨天你们家管事是怎么骂你的吗？他一字一句都看不起你，他张口闭口你这三脚猫的功夫，身为陆家大小姐，你能忍？不能忍呐！而且此行我们要去暴揍癞蛤蟆想吃天鹅头的贺在庭，你若修为不够，那一拳下去他不痛不痒，你甘心吗？不甘心。而且五师兄说了，血火珠是真云城里遗落的宝贝，作为他新任的主人，你是不是应该也让自己变得足够优秀，才不会给他丢人？是的，没错。练起来！我马上就练起来。五师姐，我看好你哦。小师妹，五师妹，你们也看到了，遮云城如此……小师妹，你快来看，城门有一只妖兽，看起来好欠揍啊！陆白薇拿着剑便往里头冲。修炼了2天，我觉得我又可以了，别拦着我，我要大杀四方了。五师姐，你杀的时候留个全尸，尸体我要捡的。啊，这么丑，你捡了干嘛？卖钱啊。你缺钱吗？回头我再多给你几个铺子。谢谢五师姐，铺子我收下了，但是尸体啊也还要给我留着。小师妹，快跑！他一剑抽出去，当场就把妖柴的脸给抽歪了。这看起来最弱小的人类，他竟然这么凶啊！妖柴他不服气的从地上爬起来，黑红的血液飞溅出来，他重重的摔落到地上，是真的打不过。妖柴迅速的掉头就跑。小师妹，快杀了他！柴是群居性动物，他的同伙一定就在附近。趁着他没有发信号通知同伙之前，快点杀了他，不然我们一旦被围，那就危险了。什么？他还有同伙？是啊，因为叶玲珑的停手，导致妖柴有了喘息的机会。他立即长吼了一声，把声音扩散了出去。信号发出去了，来不及了！你们快到我的腾云白虎上来，我们立即离开这里。我有一个立刻报复的优秀想法。什么报复？什么想法？现在不是应该逃命吗？五师姐，快来搞事情！搞事情？搞什么事情？看到城墙上那根旗杆子没有？看见了。那辛苦你帮我把这妖柴吊上去。这事简单，马上给你办好。叶玲珑又从戒指里取出了一根长长的针。胖头，这活交给你。我懂，这活我拿手。长耳，干活了，快带我飞上去！叶玲珑迅速地冲到城楼下面，开始布置阵法。小师妹，你在干什么？快跑啊！一会儿妖柴的同伴就……他话还没说完，就听到城楼上传来了一道凄厉的喊叫声。你不是要叫你的同伙吗？叫啊，大声叫，拼命叫，不把你全族叫过来，不许停。胖头戳他一下。声音不够响。胖头又戳他2下。尾音不够长。胖头连续戳了他好几下。
感情不够丰富。穆萧然顿时心情非常复杂，他至今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小师妹，妖差来了，快跟我走！五师兄，你来的正好，我需要你的帮助。万万没想到会跟10几只妖柴面对面的穆萧然无语了，一张符纸从穆萧然的身后飞了出来，轰的一声响，符纸炸开，那些聚集到城墙下面的妖柴顿时全部被激怒了，眼看着10几只妖柴一起朝着他们扑过来，穆萧然吓得魂儿都要飞了，赶紧掉头往城门外跑去。五师兄，往这边跑！下一秒，金色的光芒亮起，所有的妖柴全都被困在了穆萧然身后的阵法之中。小师妹，以后这么危险的事情不要做了好吗？好的，以后不做了。现在得先做完。五师兄，你看那边。小师妹，你已经抓了那么多了，要不还是我去吧。五师兄，你跑了一趟累坏了，这趟换我去吧。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筑基，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危险，但是没有关系啦，修仙哪能不死人？要是我死了，你记得把尸体带回去给清玄宗的其他师兄师姐们看。爆炸符给我！叶玲珑迅速地掏出了一叠，放在他的掌心里。师兄，走好。穆萧然深吸一口气，朝着城内冲了过去。直到所有的妖柴全被小师妹薅光不剩，这任务才结束了。陆白薇把挂在城墙上的那只妖柴抓了下来，顺手丢进了阵法里。呼唤你们的使者已经降临了，感谢他的指引吧。眼看着那只妖柴被群起而攻之，小师妹未免太过凶残了些吧？学到了，原来还能这么玩。1只、2只、3、4只、5只、6只、7、8只，手术带中门滋滋噔噔噔噔。小师妹，我来帮你捡。开心吗？开心，不捡不知道，一捡吓一跳。我们居然杀了那么多只，我们好厉害呀！洒洒水啦，目光要放长远点儿。我们是搞大事情的人，这几只算是什么喽？穆萧然心情复杂的也加入了进去，捡着捡着，他忽然发现，好像真的能卖好多钱啊！小师妹，这个符也太好玩了吧！我能不能贴2张？陆白薇说完之后，贴上2张，嗖的一下人不见了。五师兄，五师姐她跑没影了，她可能回不来了。她贴了2张，变成了超速符。她现在应该已经冲进城了一段距离了，不知道会遇见什么东西。心脏刚缓和了没多久的穆萧然震惊了。五师兄，2张加速符贴上，我们快追啊！叶玲珑和穆萧然贴上2张加速符追进去的时候，追了好长一段距离。住手！休伤我五师妹！五师妹，你没事吧？有事，哪都有事。我的手被打伤，腿被打折，心灵被打出了重大的创伤。别怕，你不会再有事了。不慌，他们马上就有事了。烈阳殿一直凭借着门派的强大，行事非常霸道，我行我素。他们会在历练的时候明目张胆地欺负别的宗门的弟子，甚至有时候会在明面上杀害路上遇到的散修。我说他一个小小的筑基期散修，怎么敢闯进祝云城呢？冲过来坏我们好事，原来他还有2个同伙啊！大家同来遮云城历练，不知阁下为何对我师妹痛下杀手？你问我，他都做了什么？我刚刚冲进来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了一个很可怕的黑影，吓得我又往自己身上多贴了1张加速符，速度实在太快了，我什么也没看清就撞过来了，我不是故意的。师妹，你撞到他们了？没有，我只是撞到了一只妖兽。我就撞到了一只妖兽吗？又没撞到你们。你们至于一群大男人围着一个小姑娘打吗？你以为只是撞到了一只妖兽的事情？
我们需要这只黑妖豹的豹子胆去炼药的。我们在遮云城里找了3天，才终于找到了这么一只的，结果被他这么一撞，把黑妖豹给撞扁了，连豹子胆都给撞碎了。若是如此，我可以替他赔偿你们。赔偿？豹子胆可以赔，那我们师兄弟所受的伤呢？你把烈阳殿的弟子也给撞了？没有，我撞到妖兽，人就停了。他确实没有撞到我们，可是当时我们在猎杀这只黑妖豹，就是因为他忽然带着黑妖豹一起撞了墙，中间没有了攻击的目标，我们弟子没有收住手，互相砍了对方一刀，才导致受伤的。这也能怪到我头上？这不算到你头上，难道是算我头上啊？倒也不必，毕竟你和我一样没有参与，他俩互砍一刀，恩怨抵消，这不就完了？为了我们的豹子胆，还伤我2位同门，就这罪过，你们留下来跟他一起偿命不过分吧？我们3个人给你们2个人偿命，你会算数吗？嘿嘿，你们这些散修出门历练，竟然还带个娃，是为了最后能全家死一块吗？说什么屁话呢？眼珠子不好使就挖下来拌饭吃，你才是个娃，你全家都是个娃，凑一块天天吹鼻涕玩泥巴。还有啊，这么近的距离，你们烈阳殿的弟子双方砍一刀都没出人命，这么丢人的事情你们怎么说得出口？怪不得打个黑妖豹打半天没打死，实力也太差劲了点儿。穆萧然也没料到，他家小师妹不但对妖兽凶，对人也这么凶。这嚣张的话语跟他可爱的形象完全不匹配呀！嘿嘿，小女娃呀，你胆子挺大的呀，想过招惹我们的后果吗？周大叔，你知道上个欺负我师姐的人是什么下场吗？哟，什么下场？你很快就会知道了。来，流程走一遍啊，先报个名号吧。报名号？哼，我们还需要记你们的名号？你们马上就是个死人了。谁是死人还不一定，死之前不得先让你们知道自己招惹了哪路大神。少废话，报名号。那你可要听清楚，烈阳殿罗延忠，清玄宗叶玲珑。哼，清玄宗什么破宗门呐，听都没听过。以前没听过不要紧，很快你们就会毕生难忘。五师姐，你坐在旁边歇会儿，看我们如何吊打这几个小小金丹。五师兄，好家伙，干架了！哼，怪不得敢挑衅我们烈阳殿的弟子，原来你小子是个御兽师啊！五师兄，你竟然有那么多可以打架的灵兽！放心，他们虽然全都是金丹，但我们全身而退的问题不大。退什么退啊？不准让他们退！我就不信打了这么多次人，还就真刺死都让他们跑掉。我有一个新鲜的玩法。哎，你们废话够了吧？都给我上！让他们知道，遇到烈阳殿弟子没有及时滚蛋回避，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错误。五师兄，你先撑会儿，我马上就加入。眼看着五师兄一个人被围殴，小师妹还没回来，陆白薇赶紧在一旁运转灵力，迅速将他的加持场释放开来，防御力增加，比一开始更耐战了。同时，他还往烈阳殿弟子的脚下释放了一个灰色的加持场，降低了他们的行动速度。叶玲珑迅速的在他们四周围贴上符纸，布置了一个简单的结界。五师兄，我搞定了。你们在故弄什么玄虚呢？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叶玲珑说完，立刻嗖嗖嗖的穿梭在穆萧然的8个灵兽中间，往他们的身上贴符。8只灵兽瞬间体型嗖的一下放大。这次就放过你们了，我们快跑吧！这是阵法，你刚刚在我们周围布置了阵法，你有没有兴趣加入到我们的烈阳殿呢？
听说打不过就加入的，没听说打不过就邀请别人加入的。哼，你们烈阳殿的思想怎么比我还放荡不羁？你若是加入到我们的烈阳殿，今天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我还会向长老重点的推荐你，让你成为我们烈阳殿的重点培养对象。你们竟敢当着我们的面挖墙脚！挖就算了，开了什么丢人条件？向长老推荐培养？开玩笑！我们小师妹可是掌门的亲传弟子。只要他愿意来，我们烈阳殿的掌门收他做弟子也是不成问题的。和我小师妹入门的时候，是掌门亲自从外面接回来，亲自给她介绍宗门的。你们掌门肯为她做这些吗？如果他愿意加入烈阳殿的话，我必定去跟掌门申请，让掌门公开全殿收他为徒，给他最高的荣耀。我小师妹入门之后，掌门亲自交代所有同门好好照顾小师妹，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教她功法，带她历练。其他同门一切都以她为中心。烈阳殿的弟子当场就懵了，是他们输了。既然你们如此不知好歹，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来呀，打呀，怕你啊！好，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烈阳殿的厉害。全体弟子听令，摆阵，破土阵。就在叶玲珑无限期待的时候，只见烈阳殿的弟子长剑凝满了力量，全体大吼一声，以强大的气势和阵势，用力将剑往地上一砸。只见地面上多了10来个坑，每一个坑的方向都还不一样。内线的大宗门怎么回事啊？好的不教，天天教弟子用各种花里胡哨的阵法怎么逃跑，这也太离谱了。叶玲珑顿时就被气到了，他二话不说，往自己身上贴了2张加速符，先把妖豹尸体捡了，再随便选了一条地道冲了进去。罗延忠拿出烈阳殿的联络玉牌，召唤其他的同门。叶玲珑，他又来了！这一喊，原本朝着他这个方向集合过来的同门瞬间掉了头。你是不是蠢啊？你这一喊，你同门全跑了，你就不能等他们过来以后，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利用他们来拖延我，自己跑掉吗？罗延忠一愣，他刚刚怎么没想到呢？看不出来呀，你这人欺凌弱小，卑鄙无耻，人品这么差，可是呢，又能处处为着宗门着想，时时为同门卖命。你为什么要追着我不放呢？那么多条路，你为什么不选择其他的？我随便选的，大概是老天都看你不顺眼吧。哎，我不就是打伤你家师姐而已吗？你也把我打伤了呀，我们一笔勾销吧。兄弟啊，你难道不是自己撞伤吗？碰瓷也不是这么碰的。那你想怎么样呢？吴师姐，你伤哪儿了？手臂伤了，腿也伤了，还有脸也毁容了。你额头上那点擦伤，过一晚上就痊愈了，这也算毁容？怎么不算？其他本事我没有，我纯靠脸吃饭的。那要么你也往我脸上搓块别。陆白薇气的抬起拳头就往他脸上揍。小师妹，接下来怎么处置他？哎，你不能杀我呀！我的同门都看见了，你要是杀了我，他们立即会通知烈阳殿的，届时我们掌门必定不会放过你的。你这么说倒是提醒我了，你还有同门呢。对呀，几个啊？都藏哪儿了？有什么办法联络一下吗？难不成还想把我们全杀了？也不是不可以啊。你疯了！我们是烈阳殿的，你们是清玄宗的，都是修仙宗门，都归宗门联盟管。你要是杀了我们，你们清玄宗全宗啊都是要倒霉的。那你刚刚要杀我师姐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你们会被问责啊？我怎么知道他也是宗门的人呢？穿得跟个散修似的。散修就能随便杀了？不然呢？有没有规定不能杀散修？再说了，
又不是只有我们会杀，其他宗门也会啊，只不过他们要装一下自己的正义之士，我们懒得装罢了，又没区别。你这人虽然坏，但坏的还挺实诚啊。能不实诚啊？我但凡狡猾一点，就不会眼看着同门全跑光，而自己承受了所有的毒打了。叶玲珑笑了，他一笑，罗延忠就有些怕。你真的不能杀我，你快放了我吧，再拖下去天就要黑了，你们也不好过呀。看在一开始是你师姐坏了我们事情的份上，这点误会就算了吧。天黑了，我们为什么会不好过？啊？你们不知道啊？不知道啊，今天刚进城。就算是刚进城，你们也查好了资料再来历练吧？有这么草率的吗？草率归草率，但还不是把准备充足的你们给锤爆啦？说话就说话，好端端的，干嘛要践踏他人尊严啊？再说了，我们也不是来历练的，我们是来寻仇的。真的假的？一个筑基，跑到金丹期才敢来历练的地方寻仇？看什么看？回答我，天黑了会怎么样？这天黑了吧，遮云城的邪灵会倾巢而出，在城内游荡。这邪灵可不比妖兽好对付，他们很强大，很可怕的。就是因为晚上应对他们需要保存力量，所以发现打不过你们就马上跑吧，而不是选择跟你们血拼到底的。武器砍不到，需要一直用灵力攻击。你怎么知道？一剑下去就会变成俩。哇，你还懂这个？被抓伤之后伤口会冒煞气，需要上好的灵药才能治疗。还说你没查资料，竟然真的有人比我还能吹呀！小师妹，那我们该怎么办呀？放心，不会有事的。小师妹，此事非同小可，我在书上见过，这种鬼魂系的非常难对付，你不可掉以轻心。放心，我必定严肃对待。那你们商量好了吗？可以放了我吗？之前听你说你们在城里转了一圈。是啊，大部分地方都去过，但不是全部的。那行，你留下来给我们带路吧。什么？这打也打了，气也出了，误会也解除了，你们竟然不打算放了我？小师妹，此人心肠极坏，留在身边确实是个隐患。对啊，他有那么多逃跑的办法，他若不是心甘情愿留下，恐怕我们这一路上还要和他斗智斗勇，会很累的。放心，他马上就会心甘情愿的留下来。罗延忠吓得全身一抖。你干什么？别，你别过来啊！别逼我，求你啊！大约1刻钟之后，罗延忠蹲在角落里暗自神伤。师兄师姐，马上天就要黑了，我们找个安全点的地方过夜吧。罗延忠还沉浸在自己悲伤的世界里，他使用了好几次联络玉牌，对面一点回应都没有。等等我呀，我还没有跟上呢。不是说了让我给你们带的路吗？我还有利用价值啊，你们怎么能随意丢弃呢？多浪费啊！你刚刚不是喊我放了你吗？我放了，你走吧。开什么玩笑，我刚刚是说我自愿留下给你们做向导的，当牛做马，在所不惜的。我说什么来着？他现在心甘情愿留下来了吧？哦不，应该是死皮赖脸的留下来了。真就没有我们家小师妹解决不了的事情，我发誓以后一定会无条件相信你。小师妹确实智勇无双。已经收到了2人夸奖的叶玲珑，将视线转到了罗延忠的身上。不是吧，连他也要夸一句啊！他一个实打实靠勤奋和天赋修炼上去的金丹，被他往身上写了1刻钟的符文之后，修为直接从金丹降到炼气初期，导致他在这处处有危险的遮云城里柔弱的瑟瑟发抖，遇谁都送菜，跑也跑不快。没有得到罗延忠的夸赞，叶玲珑眉头拧了起来。惩恶扬善，干得漂亮！说的不错，这才是寄人篱下该有的姿态啊！叶子姐，您仔细着些，
我在前面啊，给您开路。这个地方呢，今天晚上我们来过，四周还算安全，不知道是有禁制还是怎么的。这里偶尔会有妖兽进来，但是邪灵很少，遇到了基本都是能应付一下。我们今天晚上啊，就在这里边过夜吧。你的同伴今晚不会到这里来吗？不会，这云城里有4个这样的祠堂，马上啊天就要黑了。往常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在祠堂里面待着，准备度过夜晚了。他们不会在外面游荡了，所以他们没出现在这里，就是去了别处。4座祠堂？对，在遮云城的东南西北4个方向，离得很远的。啊，那些邪灵未火，正好我是火系单灵根的，点上我的火呀，可以更有效的防御他们闯进来。我们就在这里啊睡上一晚吧。而他们3个此时正坐在阵法里面盘腿打坐，看样子竟然是打算要修炼。这么拼的吗？需要这么拼吗？你不是要睡觉吗？睡呀，别吵。你们真的要在这里修炼吗？拜你所赐。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么大个你站在我面前，时刻提醒我，要是不好好努力，就会变得跟你一样，金丹打不过筑基，现在还要变成炼器给人领路。说话就说话，能不能不要字字都是刺儿啊？确实，我也不想成为你这样的金丹。我谢谢你啊。我谢谢你们呐。对了，你可别趁着我们修仙的时候乱跑啊！要真出了事，我们可不会去救你的。我一个小小的炼气初期，能跑哪儿啊？我可不是危言耸听。知道我今天看到什么东西被吓得贴了3张加速符吗？我看到一个人在撕咬鬼魂。怎么可能啊？我们在这城里啊好多天了，没见过有人吃鬼魂呢。而且大白天的哪来的鬼魂？人怎么可能吃鬼魂呢？你爱信不信？小师妹肯定信我的，对不对？我真的没看错，我路过的时候被她注意到了，这才吓得贴了3张加速符跑的。我信，有人从外面邪道吃鬼魂提升力量不奇怪，哪天他们要是真看见，那就是他们这辈子最后一个画面了。所以你们来了这么多天都没遇见，给老天爷磕一个吧，他保佑你们的。跟老天爷磕一个，他配吗？没遇到邪修，但遇到夜灵龙啊，说不定遇见邪修都没那么惨。对了，你们来那么多天有没有遇见其他人？没有啊，这里危险又没什么宝贝，很少有人来的，就只遇见了你们。一问3不知，别跟他浪费时间了，修炼要紧。罗延忠心情不爽，要么他也就练吧。罗延忠内心热血澎湃，情绪豪情万丈的闭眼修炼，然后下一秒他就睁开了。穷逼不配修炼，睡觉吧，爱谁谁，开摆。罗延忠躺垫子上睡觉，说是睡觉就睡不着，毕竟外面全是阿飘，里面全是卷鬼，里外不是人。差不多过了半个时辰，他听到了轻微的动静，只见叶玲珑走到门外，绕着他们所在的屋子贴了一圈的符纸，而且朝着祠堂外面走去了。有内鬼，他们宗门不齐心。于是他偷偷摸摸的跟在叶玲珑的后面溜出去了。看到他一个小孩大胆的站在门口，他关了好多只邪灵在笼子里，把大街上所有的邪灵全抓了。现在大街上空荡荡的，于是就往更远的地方走去。他一路悄悄地跟在他身后，眼看着他把好几条街上的邪灵全部扫荡光光。他说什么来着？邪修都没他可怕，毕竟有邪修也不可能一晚上吃好几条街啊。下一秒，他看到叶玲珑的面前竟然凭空出现了一个气息非常强大、身形非常魁梧、模样非常狰狞的鬼王。那鬼王像是闻到了活人气息一样，转过身看向了他身后的叶玲珑。那一刻，
罗延忠吓得胆子都要炸了。妈呀，他死了可不关他的事儿啊！他一个小小练气，势单力薄，而且十分菜鸡，他却不去送死了。再见，这辈子都不要见了。跟啊，不是跟了一路吗？继续跟啊！去吃自助餐吧，挑你爱的，大胆吃不用省，我还给你打包好了8份。招财听到了，兴奋地转过身，朝着遮云城里飘荡的邪灵飞了过去。叶流龙足尖一点，挑了一个高处的屋顶坐下。醒醒，陪我一块欣赏招财用餐。胖头很想大骂一声：叶玲珑，你是魔鬼吧？可在他目光瞥到招财在下面一手一个鬼，几只塞满嘴的疯狂大吃画面的时候，胖头便发自内心的对招财的主人多了几分恭敬。你家招财真可爱。是吗？看我们眼光非常一致啊。罗延忠一路狂奔跑回祠堂的时候，陆白薇和穆萧然还在阵法里修炼。他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疯狂跳动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假装自己什么也不知道。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大概是天快亮的时候，叶玲珑回来了，手脚健全的回来了。那一刻他又吓疯了，他回到了阵法里面坐下，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你不是睡了一晚上吗？怎么人看起来这么憔悴啊？心情不好，自然憔悴。我们今天往哪走啊？往遮云城中心的燕府那边去看看吧。好嘞，罗延忠带路。罗延忠自觉地走在前面，给他们指方向。走着走着，他看到穆萧然正在和叶玲珑说话，于是他悄悄后退一步。你有没有觉得在这个队伍里边人心不齐啊？有啊。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就发现队伍里边有内鬼了？内鬼算不上吧，毕竟本来就不是一条心的。看样子你早就知道了。你一大早的脑子是坏了吗？你忘了自己是被胁迫来的吗？你不会觉得你和我们是一条心的吧？罗延忠深吸了一口气，重新组织语言。我的意思是，你们师兄妹3人里边是有内鬼的。不是，你能不能聪明一点儿？你挑拨我没用啊！我一不会解禁制，二打不过他们俩。我就算被你策反了，也只能是陪着你一起挨打而已。我空有美貌，但救不了你啊！罗延忠张了张嘴，半天找不到词儿，于是他大步往前走。走了好一会儿之后，他发现陆白薇跑去找叶玲珑说话，于是你昨晚上修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对劲儿啊？你想说什么直接点。就是你们队伍里边有人背着你偷偷做别的事情。我知道。你知道？罗延忠激动不已。昨晚修炼的时候听到动静了。你真的不知，哭死了我。你有什么想法？随他去吧。这么严重的事情你随他去，你不管你不怕吗？不过是5师妹修炼的时候趁机打瞌睡，这有什么严重的？毁灭吧，他累了。这时他身后忽然有个人拍了拍他的后背。你是不是也有话要问我？没有。不是吧？你找了我师兄师姐唯独不找我，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不敢。我还是老老实实的给你们带路吧。救命啊！有妖兽啊！只见他的身后跟了一只3级的青黑妖犬，是3级妖兽里比较弱的一类妖兽。你们这种表情是什么意思啊？他虽然不是特别的强，但我特别的弱呀。5师妹，小师妹，不如就把他交给你们练练手吧。对付他呀，不用2人联手，我师姐自己就可以。小师妹，
我一个人不行的。你可以的。你也看到了，我修炼的功法是加持场，这是辅助的功法，没有什么单独战斗的能力，所以从小到大，他们才会嫌弃我，觉得我永远是个半吊子。我也想练一些厉害的，可其他的我学不会，这个我一学就精通，那我能怎么办？好办，那就把加持类的法诀给学的精通。他们不觉得你厉害，那是因为他们的目光狭隘。听我的，你很厉害。真的吗？真的。我教你怎么用加持场拿下这只3级的青黑妖犬，3级哦，你才筑基，你若是拿下了，也算是越阶战斗咯。那你教我。武士让你看准他，先给他丢一个减速，然后去揍他一下，再给他丢一个加速，再去揍他一下。你就在加速减速中疯狂切换，把他连行动都给整不会的时候呢，再丢一个减防，再给自己加一个攻击，一击击杀。原来还能这么玩啊！可是这么短时间的切换，效果会打折扣。效果不是重点，重点是让他怀疑人生。我会了，看我的！陆白薇冲上去，对着青黑妖犬一顿操作，最后一击击杀的时候打偏了，然后他自己怀疑人生了。失败也是一种成长，挥剑再来一次，你一定可以的。武师兄，你拦着妖犬，别让他跑了。陆白薇重拾信心，又再试了1次、2次、3次，一直到第5次的时候，他切换加速和减速已经非常纯熟，成败在此一举。别说一直看着他成长的穆萧然，就连一旁的罗延忠都忍不住紧张了起来。就是现在，一击击杀！我做到了！你做到了？五师妹，你真的做到了！小师妹，我真的做到了！做得好，不过我们下次可以换个方法。这个办法有点费时费劲，是我设计的不好，下次我再教你新的办法。好。叶云龙是万万没想到，五师姐她脑子会了，但是手没会，杀了5次才勉强拿下，就像不能勉强炼气的3师姐和炼丹的4师姐战斗力惊人一样，他也不能指望修炼辅助法术的5师姐单独击杀妖兽，毕竟各有所长，不能勉强。我能不能不在前面带路了？我害怕呀，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认识路啊！别这样看着我呀，我们是在城里逛了好几圈了，但是在外围呀，没深入中心的。这里又不是我们家，哪敢随随便便的乱走啊？叶玲珑一直都知道这人满口胡话，特别能吹，但没想到他句句都吹啊！就在这时，前面忽然传来一道轻微的动静。怎么会有那么多黑妖豹？不是说找遍全城就那一只吗？就随口这么一说呀。当时是打算杀人越货的，那肯定是什么理由过分就编什么理由啊！把你们变得十恶不赦再杀了，这不是正派的规矩吗？宗门盟主跟我们烈阳殿那强调过很多遍的，正道的规矩是要遵守的。那你说什么两人互砍受伤呢？是伤了呀，虽然就只是皮外伤嘛。别敲了，别敲了，这是技巧，你懂不懂？什么技巧？遇见人的时候，先把过错全推到对方的身上，不管他严重不严重，都往严重里说，这样呢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如果这时候对方怂了的话，说明他们实力不强，那就可以直接杀掉。陆白薇一愣，如果对方没怂，还特别暴躁的话，二话不说就直接要动手，那说明踢到铁板了，可以准备跑了。这会儿就连穆萧然都愣住了。但我这还是头一次遇见，你们3个人心这么不齐的，你俩怂了，他没怂，导致我判断失误，错过了最佳逃命的时机，被你们俘虏到现在了。所以呢？所以啊，我痛定思痛啊，以后判断的时候多个心眼儿。单知道这人又蠢又坏还爱吹，
但没想到他能这么气人啊！别敲我了，你有这个力气了，留着去敲对面的黑曜豹吧。他们是4级妖兽，修为是高于我们，难搞得很。你在开什么玩笑？我一个筑基去对付他们？师姐，你确实要去对付他们的，也算不上玩笑。什么？我们去对付他们吧。我和你俩筑基，2个筑基期去对付2只4级黑妖豹，这不是越阶呀，这是越2阶啊！打归打，闹归闹，你们可别拿我的生命开玩笑啊！五师姐，你信我吗？信，我带你装逼带你飞啊！飞！五师姐，给我加速！好。黑妖豹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人类竟敢挑衅他，他便毫不犹豫地往前一扑。五师姐，给他减速，给我加防。好。于是黑妖豹的爪子和叶玲珑的长剑一撞，看得2个男人心都跳到嗓子眼上了。陆白薇紧张却又沉着的赶紧又给叶玲珑加了一个攻击。小师妹的命在她手里，用尽所有力量，发挥所有潜能，保住她的小师妹。好，小师妹，五师妹，做得不错。哎，你这样说话，谁听得见呢？夸都夸了，还装什么斯文呢？你2个师妹这么厉害，你不得助威呐喊，把气氛给燃起来呀！穆萧然一愣，快点，跟我学，打得漂亮，招式超棒，不愧是我叶子姐，帅炸了！穆萧然瞪大了双眼，要这样？另外一只黑妖豹看同伴陷入了劣势，他赶紧冲过来帮忙。他们2对1直扑叶玲珑面门。这时不用叶玲珑再开口，陆白薇自己就能主动通过形势来判断给他的加持，一通操作行云流水，一次比一次自信。而有了加持的叶玲珑简直就像是战神一样，越2级跟2只黑妖豹打得不分伯仲，甚至偶尔还会凭借刁钻的攻击方式小胜一筹。而那2只黑妖豹眼看打不过，萌生了退意，想跑，试试这个凤凰神火诀。顿时前面出现了一片火海，将2只黑妖豹逃跑的路给拦截住了。叶玲珑抓住时机，干净利落的击杀了他们。打赢了，胜利了！你们做到了，月2阶打败了强大的对手，你们超厉害的！五师妹，小师妹，我为你们骄傲，超级骄傲！穆萧然一愣，抬头望着天空，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那个 BOSS 的可以给我一个吗？气氛拉得不错，L5师兄人设都给拉崩了，只给奖励一个豹子。啊？什么？奖励一个豹子？不愧是我叶子姐，出手大方，为人豪爽。这辈子我……闭嘴！这趟结束你自己滚回烈阳殿，不准跟着我。他也不是一无所长啊，至少吹牛吹得倍儿响，不是吗？怎么样，我今天帅气吧？那加持给的，你羡慕吗？在遇见你之前，我从来就不知道加持系的修士居然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听听，最好让我老爹他们都听听，省得他们天天戳着我的脑袋，嘲笑我是个三脚猫。吴师姐，他们之所以觉得你是三脚猫，并不是因为你不行，而是因为他们自己不行，无法让你发挥出自己最强的实力。你看，今天跟我配合就很好，我觉得你超级厉害。要是你修为再高点，越2级算什么？我能带你越3级。叶玲珑这一夸，顿时让原本想要歇一会儿的陆白薇来了精神。小师妹，啥也不说了，摆阵吧。好的。他起身，开始在地上画符文布阵法。写完之后，穆萧然和陆白薇2个人自觉地坐了进去，开始修炼。他今天尝试用凤凰神火诀去攻击被邪灵影响的妖兽，效果十分显著。
邪灵邪灵啊，你在哪儿？叶灵叶灵，我来啦！于是，在到处漆黑的遮云城里，一团团红色的火焰在半空中燃烧了起来。在一片漆黑的大街上，叶玲珑手里抓着一团火，追着那些邪灵跑。罗延忠打了自己一巴掌：“求你了，没事别睁眼好。”看到空无一鬼的街上，招财那张狰狞的脸上似乎露出了那么一些委屈。他还没吃饱，还饿。唉，我可怜的招财，我带你去别处再吃点吧。于是他俩换了条街扫荡。扫着扫着，叶玲珑忽然发现他要迈进凤凰神火诀的2层了。他激动地往回走，他要去突破了。有救了，有救了！老天爷终于要眷顾一回他这可怜虫了。他们烈阳殿的首席大弟子赫连凤。于是他也不管外面还有没有什么邪灵，赶紧起身追了出去。这里危险重重，他怕半路杀出个叶玲珑，发现他逃跑了，他也不敢乱叫，只能一直在后面追。可惜他现在只有炼气期的修为，他正要喊大师兄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忽然就裂开了。那个平时严肃又高冷、强大又精彩绝艳，被所有烈阳殿弟子仰慕的大师兄，竟然在那里一口一口地吞掉眼前被他抓住的邪灵。罗延忠整个人都懵了，他觉得他的世界坍塌了。谁？罗延忠大脑已经宕机，第一时间已经不知道要逃了。这时一只手从后面将他的身体摁了下去，他正要吓得尖叫的时候，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了。他猛地一回头，看到了自己肩膀上贴了一张符纸。那一刻，他忽然不知道自己到底被哪个发现更危险一些。总之，孩子已经吓傻了。叶玲珑朝着他做了一个虚的手势，然后抬眼往前方看去。听到动静的赫连凤一边吞掉最后一口邪灵，一边眯着眼睛回头去找声音的来源。他们俩一练气一筑基，在赫连凤这个大元婴面前简直就是送菜。叶玲珑有那么一丝丝后悔，早知道就不过来救这个呆逼了。他听着赫连凤一点点的靠近，他吓得抖成了筛子。怎么办？现在怎么办呢？马上就要被赫连凤发现的时候，忽然一道嘶吼声传来。他到底做错了什么？最恐怖的3个一起在他面前晃荡，再铁的心脏也遭不住这么玩啊！这里竟然有只鬼王，怪不得今晚找了一大圈，才在角落里找到一只邪灵。原来是被你先下手，有意思。要是能吃掉你，我就能突破这个瓶颈了。他话音还未落下，招财已经忍不住朝着他冲上去了。不是画面里的人，可以吃啊，生吃。趁着一人一鬼开打，叶玲珑赶紧扯了扯罗延忠的衣服，示意他把外衣脱了。于是在赫连凤和招财打得火热的时候，叶玲珑狂奔了出去，身后还跟了一个裸奔的罗延忠。这不是大晚上危险重重的遮云城吗？为什么会有变态大叔追着小姑娘跑的戏码？这么重口味的？是鬼王还会制造幻境的？他中招了吗？这么厉害的？他这一愣，招财一爪子下来，抓破了他的胸口。陆白薇和穆萧然已经听到动静起来了，正站在门口四处张望。快跑！叶玲珑喊了一声，继续往前跑。这个地方已经不安全了，他心爱的招财可千万不能被赫连凤给吃了。好你个罗延忠，下流无耻，臭不要脸！你竟敢追着占我小师妹便宜，吓得她满街跑！你真的以为没人护着她吗？师兄，给我打，把她往死里打！小师妹，不用跑，别害怕，
师兄给你狠狠教训他。蹲在叶玲珑找到的一个新的不起眼的偏僻民房的角落里，罗延忠有些怀疑人生。给你医药费、精神损失费。罗延忠激动地打开了怀里的袋子，看到里面寥寥几百个下品灵石之后，脸又垮了下来。你不是很有钱吗？可是你的伤就值这么多呀，你觉得不够的话，那么我重新打一顿值钱的。你们是为什么会觉得我有那个勇气和能力追着你们家小师妹占便宜的？那画面看着就像呀。再说了，我家小师妹虽然平时挺厉害，可她终究只是一个11岁的小姑娘而已。对啊，她还只是个小女孩而已，她肯定会怕她。你们是不是对你们家的小师妹的定位有那么些偏呢？谁家11岁的小姑娘会徒手抓鬼啊？不是，你跟着瞎点什么头啊？你自己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自个儿心里没点数吗？啊！哎呦我的妈呀！你们清玄宗的人都这么离谱的吗？谁让你好端端的在街上裸奔？但凡你多穿一件，就不会有这个误会了。那我那衫也绣了红色太阳的标记啊，我有什么办法？你就算绣了个标记，你把那个标记给撕了不就行了？又不是全内衫都绣满了。听到这话，罗延忠愣了一下。对哦，单一个袖口上的标记而已，他干嘛要脱光啊？五师姐，别为难他了，但凡他聪明点儿，他们烈阳殿10几个弟子里面就不会只有他一个人被俘了。说得好，以后别说了。这么说来，你们也看到人吃鬼魂了吗？我之前就说我撞见了，你们都不信我。纠正一下，只有罗延忠不相信你，小师妹我是绝对相信师姐的。有句话说出来呢，虽然打击人，但事实就是这样子，越是不信邪，邪就越往自己身上挂。没想到贺连放竟然会用这种手段增长修为，跟他正面一比啊，柳元旭正派多了。你们平时没发觉到他的不对劲吗？他是首席大弟子，对我们来说，他远在山巅之上，我们哪有机会亲近他呀？所以你问我，我也不知道啊。不过他好像自从上次一次巅峰舞会差之毫厘输给司雨辰之后，整个人就变得更加的深沉了。那你回去以后打算怎么办？能怎么办？假装不知道呗。难不成我还跑去掌门那里啊，告状说他吸食鬼魂吗？不可以吗？那我现在告诉你，你家小师妹这俩晚上在外面徒手抓鬼，甚至还追着鬼魂满街的跑，你信吗？侮辱我可以，侮辱我师妹不行。大胆狂徒，拔剑吧！我虽不喜杀生，可若你一定要找我小师妹的不痛快，那我就让白虎送你一程。想起他那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同门，他顿时就心痛。算了，师兄师姐，今晚上他上演了一出大街裸奔，现在心里难受，口不择言。咱们呢，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他一会儿吧。我谢谢你宽宏大量啊。我要出门检查一下四周，你这么盯着我，是想跟我一起去吗？罗延忠吓得赶紧收回了视线，使劲摇头。我去，小师妹，我跟你去。师姐，我还是自己去吧，毕竟你有更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强大自己，震慑敌人，还有顺便看看这烈阳殿的细作。陆百薇认真的点头。小师妹你放心，强大我保证不了，但拿捏细作那是不成问题。交代完毕之后，叶玲珑迅速的离开了这屋子。不知道招财怎样了，叶玲珑担心的不得了。招财正被一大群人围攻，怎么办？有了！这什么玩意儿？这鬼王竟然会制造幻境吗？这么厉害的吗？待
待回过神来的时候，招财已经突破封锁，朝着叶玲珑所在的方向飞过去了。眼看着司玉晨马上带人冲到他的面前，他行动迅速的把招财重新装回他的棺材盒子里。救我！快救我！我好害怕！邪灵听到这哭喊声，挣扎得更厉害了，那丑陋又狰狞的表情上充满了恐惧。放开我！快放开我！挣扎之剧烈，搞得叶玲珑差点抓不住脱了手，一剑朝着恶灵劈了上来，然后再用他手里头那串佛珠的力量，把邪灵给当场打散了。大晚上的，这里怎么会有个小姑娘？大师兄当心！是你？是你？姐夫，我居然在这里遇见了你，我终于得救了，吓死我了！大师兄，他叫你姐夫，难不成他是荣月的妹妹？没听荣月说过他有个这么小的妹妹啊。哎，你怎么没有穿七星宗的门派服啊？你怎么会在这里啊？你是跟着荣月一起来的吗？叶玲珑瞪大了双眼，那稚嫩的脸蛋上看起来惊恐万分。别问，问就是惊吓过度，一概不知。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我和师兄师姐走散了。那你刚刚有没有看到鬼王？鬼王不是被姐夫一剑杀了吗？刚刚攻击你的那个怎么可能是鬼王啊？你要是真的遇上他，他一口就把你这个小漏牙给吃了。吃我真的只需要一口吗？是啊。那吃你岂不是只需要半口？那鬼王不一般呐，若是放任他离开，日后恐怕不知道会成长成什么样子。姐夫，鬼王真的那么厉害吗？我好害怕啊！能不能送我回我师兄师姐那儿？我一刻也不想在这儿了。好，我送你回去。谢谢姐夫。哎，你叫姐夫叫的那么甜，要么你也来叫一声哥哥听听。我娘说我出生的时候我大哥死了，满月的时候二哥死了，白天的时候三哥死了，在我周岁的时候我四哥逃命去了。你确定要让我叫你？江玉章，你干嘛老去调戏人家小姑娘啊？你把人家都给吓坏了。关你什么事？再说了，这又不叫调戏，我是看他刚刚吓坏了，想跟他说说话，省得他心里害怕。帮我师兄交代，不要跟陌生人说话。我又不算陌生人，我是你姐夫的同门。姐夫，送我回去需要你们同门那么多人吗？我怕耽误他们的事情。大师兄，你不在，没有佛珠在手，鬼王来了我们对付不了，你不会想丢下我们吧？司玉晨没办法丢下他们，你们安静点儿，别把他给吓坏了。于是一行人陪着叶玲珑浩浩荡荡的回到了他们躲避的那个小院子里。小妹妹，师兄师姐，我回来啦。奇怪，怎么你的师兄才金丹，师姐才筑基呢？竟然还有个炼器。首先，我罗岩中没有招惹任何人。姐夫，我也是个筑基啊，跟他们在一起很正常啊。确实，可你们这个配置出现在真人城是不正常啊，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姐夫，你说的对，这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我们天亮之后就离开。那怎么行呢？你们走到这个位置已经很危险了，靠你们自己肯定是出不去的。这人好烦啊，能不能闭嘴？没关系的，我五师兄很强的，他可以保护我们离开。他要是很强，为什么会把你弄丢啊？现在不仅是叶玲珑想打他，就连穆萧然也有这个冲动。再说了，即便你们能自保，可带着一个炼气期的拖油瓶，寸步难行啊。现在就连卑微俘虏罗延忠也想打他。的确如此，鬼王就在附近，这里很不安全。这样吧，你们先跟我们走，等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再放你们自己走。
气氛都到这儿了，他这贼船是不上不行了。那就多谢姐夫啦。客气。他们一路杀进去，轻轻松松，就跟砍瓜切菜似的，让叶玲珑占不到一点便宜。好不容易露了一只妖兽过来，江玉征奋不顾身地冲过来救他。沉默了片刻后，他终于忍不住问道：“这尸体能给我解吗？”当然可以，我帮你解。叶玲珑心情好了许多，终于不是颗粒无收了。谢谢。司玉晨带着队伍朝着遮云城那座最辉煌的戏院里面走去的时候，来了，重头戏可终于要来了。叶玲珑知道进到戏院以后的内容会很劲爆，但万万没想到一进门就是高潮。叶玲珑见此，赶紧从戒指里摸出了一袋灵果。罗延忠捧着手里的灵果，内心一阵激动。玉晨，你怎么会在这里？我不该出现是吗？是我搅扰了你们的好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一上来你连问也不问一句，就直接给我判罪。其实在你心里从未相信过我吧？亦或者说，我在你心里就什么都不是？看见司玉晨没？这就是不好好修炼，闲着没事谈恋爱的结果。他但凡没喜欢上我姐姐，现在就可以嘲讽一句你真脸大，被我捉奸还倒打一耙，老子不伺候了，然后拂袖走人。听到这话，其他三人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师姐，那过几天你要是在遮云城撞见他跟别的女人在一块儿，你该怎么做？结合了一下现场的反面教材，他给出了答案：上去祝福他们长长久久。不对，你要上去暴打他一顿。为什么？我又不在乎他们，我生什么气啊？你不在乎他，不妨碍你暴打他一顿啊！打他只是因为他骗了你家的乱心境，不是吗？对啊，我本来就是要来暴打他的。他身边有没有女人，不影响我这个决定啊。没错，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初心不变。谢谢师妹，受益匪浅。不客气，我也是刚刚从他们身上总结到的真理，不过是相互传授经验罢了。完了，他已经找不出小师妹话里头哪个地方不对了。哎，别说话了，快看，有新进展了。我和荣月之间清清白白，我们只是一同进了这遮云城历练罢了。他跟七星宗的同门走散了，我怕他一个人有危险，他担心我会被仇家找到，我们这才一路相伴，不离不弃的。他这话一出，司玉晨的脸色更沉了。玉晨，天佑他救过我，不可能明知道他的仇家在追杀他而丢下他不管的。若我真的是那样冷血无情、见死不救的人，你会开心吗？啊，这个我懂，我来给你们讲。我不能丢下他不管，也不能放弃你不要，这不就像极了我平时在外面杀人夺宝时候的样子吗？遇到一个杀一人，遇到两个杀一双，但是一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会为我的贪心不足而付出代价的。因为对面两个人发现之后啊，可能会联手把我自己给暴打一顿，导致我最后一个都逮不着，所以一脚踏两船是要不得的。两个都打不到，且还是被对方联手打了一顿，那只能说明你实力太差。与其总结经验不要一脚踏两船，不如提高自己以后遇谁都一锅端。想啥呢？一锅端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吗？我不想打击你，但我小师妹走到哪都是一锅端的。对啊，要不是你们搞什么遁地阵法，你们炼阳殿不也被我小师妹一锅端了吗？讲话就讲话，怎么还带人身攻击的？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学会一个道理，只要道行深，想要挤春就挤春。叶玲珑抬了抬下巴，折指前方的戏台子，竟然没谈崩，两个都留下了。归根结底，提高自己。他们拉拉扯扯那些时间，你们用来好好修炼，不眠不休的修炼，未来必定精彩绝艳。再说了，修为高了，实力强了，若是有人心变，一刀让他变太监，这样不是更爽？一刀让他太监，爽！听到这话，
罗延忠和穆萧然莫名的挺直了身体。小师妹，你年纪小，不要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有什么啊？我虽然年纪小，但还不是在这儿看人家秦家爱，我连男人裸奔都看过。我大师兄现在心情不好，换我来照顾你。你看我像是需要照顾的样子啊？你不如去照顾一下你大师兄，他太呆了，斗不过那只狐狸的。狐狸啊！糟糕，一时没注意，把许天幽来自妖界狐族的事情说出口了。你不觉得他长得就很像狐狸精吗？一直在勾引你未来大嫂，没准勾着勾着你就没大嫂了。你没大嫂是小事儿，万一你大师兄想不开，走火入魔，你们昆吾城就没有首席大弟子了。被叶玲珑这么一吓唬，江玉征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一些。那你能不能帮帮忙，去劝劝姐姐？他至今都没发现我在队伍里，你觉得我人微言轻的劝得动？荣月他好像真的没有注意到他妹妹也在这里。你伤心了？怎么会？姐夫越多我越开心，走哪都有人照顾我这个小姨子。最终，江玉征不得已转身去了司玉晨那里。小师妹，你有没有发现江于征好像对你有什么想法？发现了，他没事就来找我茬，大概是看我不顺眼，总想让我不痛快。这样吗？我还以为他总来献殷勤是想骗你钱。不是吧？我还以为他只是想来操你的死八福而已。穆萧然直接惊呆了，这里还有没有一个正常人了？那小子天天到他家小师妹面前来刷存在感，分明是因为他年纪小，好糊弄，方便套话呀。醒醒啊，你们都在想什么？白天看了一场狗血大戏，并受到了激励和鼓舞的叶玲珑四人正坐在垫子上打坐修炼。啊，玲珑，你怎么在这里修炼啊？修炼态度认真，不错。修炼态度是很认真，可方法也太不严谨了吧？这煞气遍布没有灵气的地方，认真有什么用呢？以前我们爹娘总是跟我们说，笨鸟要先飞。玲珑她一定是谨记了这个道理。对，所以当着姐姐先我一步开启了修炼之路。这里危险重重，你在后面跟好了，到时候要听指挥，自己不能乱跑，否则你出了事，我也保不住你。好的。玉晨、天幽，我和妹妹有点体己话要说。两人心领神会的转身离开。还记得上次我问你的凤凰神火诀吗？你把它给我，这只千年灵参就送给你了。你资质不行，难有进展，这只千年灵参可助你突破瓶颈，更上一层楼，是你最需要的东西。若真的有一天他需要靠嗑药突破，那还不如直接啃碰头，啃完再给他补上。谢谢啊，但本门秘籍恕不外传。如果你愿意，七星宗的法诀我也可以教你。谢谢，但我不想学七星宗的法诀。以我的天赋还有气运，未来必定前程似锦。你卖我个人情，跟我交好，对你来说是件好事。谢谢，你高飞是你的事情，我在茶里跟你八竿子打不着，这人情我恐怕用不上。哦，对了，你现在这么有钱，不如把之前欠我的债给还啦，我看你还欠多少。钱可以给你，欠条不准拿出来。如果你没钱也不要紧，这只千年灵参可以抵债。这话一出，叶荣月赶紧把千年灵参收回来，不让他再多看一眼。他从戒指里取出了一袋灵石，递给了叶玲珑。4000拿去，我还完了，以后不准再把那玩意儿拿出来。叶玲珑数了数灵石，确实有那么多。这件事情我不能答应你，因为你是还完了，可你大师兄还差我4500，以后我催债的时候还得拿出来，要不你替他把他那部分还完，我欠条直接给你毁了行吗？不行！这一吼，附近的人都朝着他们看了过来。
叶荣月赶紧露出了一个笑容。门都没有，你让他自己还。看样子又吵架了，这个哥哥的你可真忙啊！你又在阴阳怪气的算个什么劲儿？这时，忽然间，整个戏院之内光线一暗，只听一道哀怨婉转的戏腔从戏院的四面八方传来。这什么情况啊？好可怕呀！我也没经历过这个呀。先前见到的那些鬼都不会说话的。干嘛？又想占我小师妹便宜？哪有？我分明是害怕呀。害怕你不抓我五师兄，抓我小师妹干嘛？不是我现在讲给你听，你会信我吗？就在这戏腔唱了一段之后，一个黑色的鬼魂忽然出现在了戏院天花板上，正在俯瞰下面的人。昆吾城弟子，哎，叶流龙一看到大宗门的人摆阵法，第一反应就是昆吾城的弟子这是要开溜了，赶紧拿出笔，在穆萧然和陆白薇的掌心上画了一个符。罗延忠也赶紧把手心朝着叶玲珑伸过来，只见叶玲珑犹豫了半晌，迟迟没有下笔。你在犹豫什么呢？我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你竟然不管我的死活！不是啊，你身上有我的禁制，这里画不了符。那你就不能帮我把禁制给解了吗？不能。你怕我跑了呀？因为我不会。禁制你都给我下了，怎么解你就不会了？那我不慌，虽然我不会，但是我带了书马上可以学，你等我学会了就给你解。哎呦我的妈呀，我暂时不解了，你还是想想我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没有禁制吧。你幅画就能画那个位置吧你。其实要不了多少时间，但罗延忠如此着急，让你把脸凑近些。戏院房顶上的黑影迅速地奔冲了下来，以司玉晨为首的昆吾城弟子借用阵法的力量，将他们的灵力最大化，朝着那个鬼影轰了过去。这一轰，鬼影从一个变成了无数个，迅速地散落在戏院的各个角落里，朝着戏院其他人攻击了过去。我当时有多厉害呢？鬼魂打散反而更不好对付，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来砸场子的。然而司玉晨多一个眼神都没给他，握紧了手里的佛珠，不断的运转灵力，斩杀遍布各处的鬼魂。陆白薇和穆萧然没见过这个阵仗，他们不断的挥剑抵御鬼魂，挡不住的时候，只要把手掌心往前一伸，鬼魂就会退避一下。趁着这个空档，他们也算是顶住了压力。在他们三个认真挥剑抵挡鬼魂的时候，罗延忠两手空空，浑身抽风，他那写了符文的脸不停地往前撞，像极了不知哪里来的智障。为了活命，他真的拼。就在他们抵挡的越来越吃力的时候，所有稀碎的鬼魂突然间卷了起来，形成了一个恐怖的漩涡，要把人吸进去。叶玲珑眼看情况不妙，赶紧掏出了一根绳子，让他们三个系在腰间。男主有男主光环，女主有女主光环，炮灰有热乎盒饭，心溜为敬，有缘再见。他们三个人串成一串，被叶玲珑带着往边上走。师兄师姐，快拿爆炸符把这个门给炸开，我在后面给你们抵挡鬼魂争取时间。忽然听到身后轰的一声巨响，震得整个戏院都在晃荡。只见一座原本密不透风的戏院被炸塌了一面墙。我的戏院，我的大本营，你们竟然给我炸了！你们四个蝼蚁都给我拿命来！看到这架势，叶玲珑赶紧拉住了绳子，贴上了加速符，带着他们三个拼命狂奔。我让你们炸个门，我们悄悄溜走，没让你们把我老窝给炸了，仇恨直接拉满啊！我本来是打算贴2张爆炸符的，可我没想到50万一出手就丢了30多张呢。不是姐，你是不是对我的爆炸符有什么误解？
小师妹，有没有可能是我平时掏钱掏习惯了，一时没改过来？快，跑去前面的房间里面去藏起来。他把招财从棺材盒子里放了出来。看到鬼王的那一瞬间，他们吓得心脏都要跳出嗓子眼儿了。他们一边吓得魂飞，一边狂奔冲进了那个有佛像的屋子里。叶玲珑迅速地在门口布了一个又一个阵法，防止鬼爪冲进来。哎呦我的妈呀，这也太吓人了吧！我的个心脏啊！陆大小姐，以后你用符的时候能靠谱一些吗？我但凡用符的时候能跟我小师妹那么熟练，你现在就蹭不上我们的车了。叶玲珑靠在门板上戳了个洞往外看，这老鬼不但会说人话，而且一分为二，还战斗力这么强，肯定是得了机缘，开了荤，吞了不少同类。而他家招财这才刚满月不久，还是个可爱的宝宝，不行，他得想个办法让招财支棱起来。叶玲珑，想想老毕，想想我们在秘境里的情谊，再想想我是怎么帮你照顾长耳的，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胖头啊，你看看我们的处境，看看与你同处一处的招财，我养育你那么久，你是该对我有所贡献了不是？我知道我逃不过今天，我只有一个请求，能不能让我自己动手？可以，但我也有一个请求。叶玲珑十分嫌弃的道：胖头，你戏能不能别那么多？胖头骂骂咧咧，低下头往自己的手臂上、腿上还有脑袋上拔下来许多根开叉的根须，塞进了叶玲珑的掌心里。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叶玲珑将根须收了起来，趁着他不注意的时候，一枚银针戳进了他的屁股里，搅了一下又拔出来，将果汁滴在了干枯的根须之上。女流氓，你又趁机碰我屁股！屁股？谁在摸屁股呀？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我师妹还是个孩子，别天天在她面前说这些。就算是你要无脑货，你好歹也该明白这声音就是从你小师妹那边发出来的呀。他们要干架，不能换个地方吗？在我们房门口干架是几个意思啊？算起来已经是第3次看见这只鬼王了，也算是老熟鬼了。我们是不是这辈子都别想出去了？不要啊，我账上还有10来万零食没花呢。是我的错，我应该拦住你们的。就在他们内心无比悲伤的时候，叶玲珑忽然打开了房门。然后叶玲珑在所有人都没料到的时刻朝着招财冲了过去。电光火石之间，叶玲珑将刚刚收集到的沾了果汁的胖头的根须一把塞进了招财的嘴巴里。塞完之后，他嗖的一下回到了房间里，关上了房门。当看到招财吞了胖头的根须和果汁之后，整个鬼身壮大了一圈，力量也比之前强大了不少。他激动地叫了一声好。瘫倒在地上的其他3人一脸问号，他们真没看出哪里好，光提升自身实力不行，还得加点外挂。于是叶玲珑从戒指里摸出了一叠符纸，眼看着叶玲珑又有新动作，3人一伙迅速掉头往房间里狂奔。你们怎么跑那么远？吴师姐，快过来，我不能没有你。被点了名的陆白薇愣了一下，然后壮着胆子重新跑回到了叶玲珑身边。师姐，快给那个鬼弄一个加攻击的加持场。陆白薇点了点头，他拿着符枪对准了招财就一通扫射。在符纸和加持场以及胖头的3重提升之下，招财顿时变得勇猛无比，凶悍异常。他一张口把那个鬼爪的一个手指头给咬掉了。师姐，再加点攻击，把攻击拉到满格。加，死命加到疯狂，加到变态，加到无鬼能及。还要加？那鬼爪意识到不对，
赶紧往外跑。但是招财并不打算放过他，那鬼爪慌张了起来。这时他急中生智，这一夜月切人离别，可笑我曲终弦断，可叹我前尘尽忘。这摄人心魄的声音一出，两边的人脑袋都开始嗡嗡的疼。不就是唱歌吗？谁还不会了？于是他从戒指里拿出了一枚弹丸。这声音一出，那戏腔顿时抖了一下，一个心乱，直接唱破音了。但很快他调整了过来，几声叹息几消愁，我自心乱为君忧。他服了。在这戏院长了10几年的老鬼，现在整只鬼非常的凌乱。这时，在戏院大堂里焦灼的跟老鬼另外一半对战的主角团一行人，被老鬼这一手戏腔版好运来给惊呆了。这是什么新招数啊？他在唱什么东西啊？为什么这么洗脑啊？好可怕呀，比刚刚的那个戏腔还可怕。戏腔我还能抵御一下，这手一唱，我脑子嗡嗡的全是好运来，救命啊！小师妹，虽然外面的那个画面很恐怖，我不是很敢一直盯着看，但我还是想问一句，那个鬼王是在随歌声摇摆吗？应该是吧，这战歌一响，他战意点满。先前在外面吃的那些都是小虾米，一点营养都没有。这老鬼的道行可是比招财要高的，吃能吸收到的力量那可不一般啊！快吃快吃快吃，不要停啊，增强自己，你能行吗？终于，招财再次把自己放大的身体吃得鼓鼓的，他实在是吃不下了，这才松了手，放那老鬼离开。完了完了！这时鬼王飘了进来，在叶玲珑身边停下，隆重向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宠物，它的名字叫招财。小师妹，你管它叫宠物？对啊，上次在清玄宗的时候，我就想让你帮我驯化它一下的，结果二师姐不让，她说鬼魂系不是你的专长。五师姐你别怕，招财它很乖的。是真的吗？是啊，你没觉得在修仙界那些姑娘们都养兔子小鸟做宠物的时候，养一只鬼王很酷吗？陆白薇精神一振，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我要不也养一只啊？你就别养了，它的食物不好找，得去满是煞气的地方。哦，那好可惜啊。叶玲珑介绍完毕，把招财放回了棺材盒子里，让他在里面慢慢消化他的这一顿大餐。他走到佛像旁边，把昏倒过去的罗延忠给弄醒。醒醒，是我。罗延忠睁开眼睛，下一秒他重新昏了过去。陆白薇这时忽然有那么一点点理解罗延忠了。小师妹，下次还是我来唤醒他吧。哦，好的，我们先离开这里，找个安全的地方过夜吧。明天再往燕府里面走。还要往里走？此行暴打贺在田的任务没达成，我们怎么能无功而返？是吧，吴师姐？对，小师妹说的对。陆白薇愣了一下，收回了神思。小师妹，你刚刚说什么？捂着心脏的莫萧然忍不住又咳了2声。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哦，既然已经商量好了，那我们现在启程吧。五师姐，你去把罗延忠给叫醒。好。戏院大厅的位置已经没有了声音，想必是主角团已经打通了这一关，前往下一关燕府里边去了。燕府的大门敞开着，一看就知道主角团已经率先进去踩雷了。如今进来一看，
当年燕府灭府的时候啊，状况确实很惨烈，遍地都是白骨啊，一个都没逃掉。当年燕家有仇家吗？我查阅的资料上显示是没有。燕府虽然是8大世家之一，但是他当时各方面都不算突出，平时也很低调。燕家这么大个世家呢，要是能一夜之间灭府灭城，他招惹的仇家得多强啊！原著的所有侧重点都在叶荣月怎么如鱼得水的驾驭2个美男，又如何轻轻松松就捡到了城主的绝世宝剑。眼看着马上要天黑，叶荣龙选了个宽阔的大厅作为休息的地方。今晚先在这儿过一夜，明早我们走快一些。罗延忠忽然站起来，朝着门外走了去。哎，罗延忠，你去哪儿？只见罗延忠转回过头来，对着他贼兮兮的一笑。我去方便，你要跟着一起吗？叫你不要天天说这些不要脸的话，占我小师妹的便宜！罗延忠抬头瞥了他一眼，眼神里带了几分寒意。哎呀，他翅膀硬了是吧？他一个小小的练气，还跟我长脾气了。小师妹，你说的……他转过头去，看到叶玲珑也是一脸凝重的看着罗延忠离开的方向。小师妹，你也觉得他不太对劲，是吗？我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啊，那你觉得是哪里不对劲呢？叶玲珑出来追罗延忠的时候，跟陆白薇和穆萧然交代了一遍，让他们待在大厅里面不要乱走。他不明白罗延忠是中了什么邪，原本胆小如鼠的一个人，竟敢一声不吭的就往外冲。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他干脆把招财给召唤出来。招财，我让你在棺材盒子里好好消化昨晚吞进去的10几年份的老鬼，我没让你蹲在里面偷偷摸摸给我整容啊！啊！你这样吓死我！快给我恢复你那人畜皆惧的鬼样子！招财好像没听懂叶玲珑说的话，他歪着脑袋一脸无辜。邪乎，这也太邪乎了！走进这个地方，别说罗延忠变得胆大包天，就连招财也变得眉清目秀了。中招的可能不止罗延忠，还包括现在的自己。这时他想起了四师姐炼制的清心丹，他赶紧掏出来吃一颗。看到招财又变回了他那副鬼样子，带着招财一路狂奔，跑去追罗延忠。找到他的时候，他正蹲在角落里抱着一根人腿骨在啃。这不是叶子姐吗？旁边这位是姐夫吧？郎才女貌，实在是般配的很啊。将一枚清心丹递给了他。姐夫说你嘴甜，请你吃颗糖，拿去，不客气啊。这么说就客气了不是？怎么说咱也是自家人，叶子姐的男人就是我罗延忠的大哥。清心丹入口，眼前的景象顿时一变，原本是修真满满的烈阳殿庆功宴，顿时变成了荒废了10几年的宴府。罗延忠吓得尖叫起来。喂，你还好吗？如果你还没死的话，赶紧起来跟我走，我为了追你跑了好远，不知道我的师兄师姐们怎么样了，我得快点回去找他们。罗延忠脑袋嗡嗡的，但听到其他人也不安全，他还是强撑着站了起来，跟着叶玲珑往回走了。果不其然，陆白薇和穆萧然都不见了。他们找到穆萧然的时候，他的情况还算好，因为他意识到不对劲儿之后没有再挪动了，找了个地方安静打坐等待救援。叶玲珑走过去给了他一枚清心丹之后，他人就正常了。难搞的是陆白薇，他已经挂好了白绫，脖子也放进去了，就差脚一蹬，人就可以安息了。一颗清心丹下去，小师妹，我没想到临走前还能再见到你一面，对不起，我不能陪着你大杀四方，不能给你加持战斗了，你自己保重。怎么的？其他人看到的都是鬼片，陆白薇见到的是琼瑶剧，
一来就上演生离死别。不是姐，醒醒，你没事了？是啊，我这一去就什么事都没了。哎，我醒来的时候看着五龟抱着鬼王，都没有你这么想不开呀。你到底是看见什么了？我看到我被人强行推进了洞房里，一掀盖头，看到贺在庭冲过来把我抱住，再掀盖头，看到了罗延忠撅着嘴想要亲我，最后一次掀盖头，我没敢掀，我怕又要看到什么人间惨剧，我就闭着眼睛朝条白绫上吊去了。五师妹，你不会跳起来暴打他们吗？你怎么会想不开吊自己呢？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好难过，好难过，就一门心思想去死。对，就是这种感觉，我也是有点控制不住我自己啊。小师妹，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还是用老办法，我们4个人手里系根绳子，串成一串，保证不走丢，至少不会出现刚刚那样他跟蛊惑你上吊的情况。他们出门的时候，这才发现之前原本已经暗下来的天色，此刻还是亮着，所以之前以为的天黑其实是假的。这时有路过的燕家弟子礼貌地向管家点头问好。管家，咱们府上是来了贵客了吗？怎么准备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啊？哈，贵客算不上，但那是老爷的故交。来了很多人吗？啊，没有，就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师傅就要这么大肆招待他吗？那位故交特别吗？有多特别啊？说了你也不懂，你师傅的事情少过问吧。你们赶紧练功去，回头啊，老爷要检查你们的功课看，别做不好全挨罚了。你们看到了吗？管家、弟子、故交，这是燕府从前的画面。应该是吧？上去找管家问问，看看他搭不搭理我们。正要问话的时候，管家忽然转过头来，顿时他脸上露出了一抹极其惊恐的表情，然后下一秒他整个人被撕成了2半，眼前所有的和平景象全部消失了，白天变成了黑夜，整个燕府变得鲜血淋漓的。罗延忠的一声惨叫让其他3人回过头来，只见他的手臂碰到了绿色的邪火，整条手臂开始灼烧了起来。叶玲珑捏了个上善若水诀，一团水花砸到罗延忠的手臂上，但却一点效果也没有。啊，好冷，这像是鬼火，烧得我全身发冷，怎么办？越烧越大了，我的手，要不直接砍了吧？叶玲珑重新捏了个凤凰神火诀，一团火焰砸到罗延忠的手臂上，这一回那绿色的邪火被凤凰神火给烧掉了。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吃一枚清心丹就知道啦。清心丹很贵的，回头你还要试下把钱给我啊。能不能打5折啊？可以打5折，骗你的，赶紧吃。看样子这清心丹吃下去维持的时间不会很长，我们得隔一段时间就吃1颗，直到下一个机遇出现。什么？吃1颗不行，还要时不时的补1颗呀？若真的到了吃不起的地步，看样子只能卖自己了。走了没多久，他们看到前方有一座气势磅礴的阁楼，阁楼的前3楼会开放给世家的嫡系，中间3楼需要世家老一辈的掌权者、爷爷、叔公这种，类似于宗门里的长老才能进去。最后3楼基本上只有家主才有资格上，至于里面放了什么，每家都不一样，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机密。阁楼那边的天是黑色的，快走啊！小师妹，你要当心一些，那边有危险。
我知道啊，没危险我还怕他骗我呢，有危险才说明是来对地方了不是？小师妹，我来了。走吧，我殿后安全些。哎，我刚刚进来的时候，好像看到那边有个人影，应该是又中邪了。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吃一枚清心丹呢？暂时看起来没有什么危险，保不齐还是和之前一样的10几年前的片段。我们先静观其变。刚到2楼上面，他们就看到了2楼放物品的柜子旁边有人。小师妹，我怎么觉得这个片段里的人有点眼熟啊？哎，我也看到了，上面有熟人呢。我的天哪，怎么会在这片段里看见他呢？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我说的熟人是贺在庭，我看到那个靠骗婚骗走我家乱心境的渣男了。你都没见过他，怎么可能眼熟？哎，我不认识什么贺在庭啊，我说的是我们烈阳殿的首席大弟子贺连放，他在那里。这片段放的不是过去的艳福，而是每个人心里最恨的那一位。十有八九是了，不然贺在庭和贺连放怎么可能在一起？他们八竿子打不着啊！小师妹，这上面你有没有看到什么熟人？我好像也看到了一个眼熟的，而且这个片段也太假了。贺在庭出门之前，我被迫见过他一面，他当时还是个小金丹，可眼前这个，光看气势已经到元婴了，绝对不可能是他。纵使我知道他是假的，我也要冲上去暴打他一顿，以泄我心头之恨。打出经验以后，再见到真人，我一定狠狠削他。哎，那你嘴巴里边含着清心丹是干嘛呀？那不是假的吗？我怕出事啊，一有情况我立马就吞下去，万事大吉。于是他眼见着陆白薇朝着贺在庭冲了上去，动静之大，导致楼上所有人都朝着他看了过来。薇薇，只见陆白薇抬起凝聚了灵力的手，狠狠地砸向了贺在庭的胸口。眼看着贺在庭被陆白薇锤了，却一点反抗也没有。罗延忠顿时就来劲了，他把清心丹丢进了嘴里，朝着贺连放冲了过去，一拳砸向了贺连放的脸，一道灵力打在他的胸前，将他直接打飞了出去。你有病！他现在连假人都打不过，罗延忠当场气哭，然后把嘴里的清心丹给吞了。这好像不是幻境，罗延忠顿时就吓疯了。眼看着贺连放抬起手掌，正准备一掌了结他的时候，不好意思啊，他确实有病。自从修为跌到炼气之后，人受不住这刺激已经疯了。这位大哥，您大人有大量，不要跟一个疯子计较。你们是贺在庭家的亲戚。听到这话，贺连放果然收回了手，转过身去，懒得搭理他们了。你能自己起来吗？我起不来，你能？那你歇着啊，反正也没你什么事儿。小师妹，竟然是真的，怎么会是真的？你刚刚不是说你也看到熟人了吗？看到了当初修仙界收徒大会时，烈阳殿的那个管收徒弟的弟子啊，当时他凶巴巴的叫我滚远点，我就眼熟他了。小师妹，现在我们怎么办？踢到铁板了。没事儿，他可以假装爱你，你也可以假装先爱他呀。你可太信任我的演技了，压力顿时非常大。薇薇，你还没回答我呢，你怎么会到遮云城来？这事儿你爹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啊，就是他叫我来的。你的实力他再清楚不过了，他叫你到遮云城来做什么？他爹叫他到遮云城来找你。找我？你就这么担心我吗？对，他爹担心你拿了他们家的乱心镜跑路了，叫他帮忙把乱心镜追回来。我起不来，你能？那你歇着啊，反正也没你什么事儿。小师妹，竟然是真的，怎么会是真的？
你刚刚不是说你也看到熟人了吗？看到了当初修仙界收徒大会时，烈阳殿的那个管收徒弟的弟子啊，当时他凶巴巴的叫我滚远点，我就眼熟他了。小师妹，现在我们怎么办？踢到铁板了。没事儿，他可以假装爱你，你也可以假装先爱他呀。你可太信任我的演技了，压力顿时非常大。微微，你还没回答我呢，你怎么会到遮云城来？这事儿你爹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啊，就是他叫我来的。你的实力他再清楚不过了，他叫你到遮云城来做什么？他爹叫他到遮云城来找你。找我？你就这么担心我吗？对，他爹担心你拿了他们家的乱心镜跑路了，叫他帮忙把乱心镜追回来。哎，我很快就是要娶微微的，我们今后就是一家人了，我怎么会私吞他们家的乱心镜呢？吴师姐，你听到没？他说他马上就要还给你。不愧是小师妹，这也太会把人往沟里带了。于是他赶紧配合的朝贺在庭伸出了手。还我，谢谢。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啊？不影响你还乱心镜。我们事情一件一件来，不要混在一起搞不清。你犹豫那么久，不会是不想还了吧？师姐，你爹担心的没错，你这千里迢迢的不顾安危九死一生的来到这里找他，你终于找到他了。可是到头来，他却根本不在乎对你的承诺。陆白薇瞪大了眼睛，他还没想好词儿，他的后背上的肉就被叶云龙狠狠地揪了一下。没想到啊，没想到我老爹看走了眼，导致我所托非人。这下半辈子可怎么办呀？我不活了！师姐，那个千万别冲动啊！陆伯父满心期盼着你俩能够携手带回去火烛。若是你在遮云城有个什么三长两短，他老人家肯定会去找贺家算账的。到时候两家要是打起来就麻烦了，你可不能有事啊！别哭了。那你可以还给我了吗？你们说的我不信，你爹怎么可能会让你来追回这乱心镜？我保证我绝对没有撒谎，我拿我师傅的名誉给你担保。我人无足轻重不值一提，但我师傅是一宗掌门，我拿他给你做保证更可信一些。没错，我拿我师傅的性命跟你担保。不信，我让我五师兄也发誓，他是什么人你是知道的。我拿我师傅下半辈子的气运跟你担保，这样行吗？我拿我们首席大弟子的项上人头跟你担保，他爹的嘱咐我听见了，如果我撒谎，那就让我大师兄被天打雷劈，修为尽乱，众叛亲离，人人憎恶，不得好死。他这气势十足的一吼，把在场所有人都震惊到了。他们之所以敢拿师傅做担保，是因为他一辈子待在清玄宗的护宗大阵里混日子，名誉跟他无关，性命不会有事儿。至于气运，顶多就是爬山的时候摔一跤，委屈点没什么。罗延忠喊完之后，忽然发现自己有点上头，于是赶紧缩回墙角，尽量减少自己的存在感。你也听到啦，我们的发的是那么狠，师傅大师兄都拿来给你起誓了，你若是还不相信，那就说不过去了。可惜火珠我还没有找到，乱心镜我还需要用，现在暂时不方便还给你。薇薇，你相信我吗？我相信你乱心镜还要用，但这没关系啊，接下来我们肯定是要走一起的。你有需要的时候，我师姐便会拿出来用，她家的宝贝，她用起来是最拿手。我在跟薇薇说话呢，能让她自己回答我吗？我小师妹说的对。贺在庭就是千般不愿，也只能把乱心镜拿出来递给陆白薇。师姐，你不检查一下吗？
对啊，万一他给弄坏呢？弄坏不至于，顶多是给你一个假的。那是得好好检查一下。贺在庭这会儿气得脑袋更疼了，眼看着他检查好了乱心镜，把乱心镜收回了自己的戒指里面。你们两个筑基，一个炼气，是怎么一路到这里来的？那不是还有我五师兄吗？他一个保护你们3个？不行吗？我五师兄看起来这么不顶用吗？五师兄，他看不起你。木兄，你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干嘛还这么问？见过穆萧然好几面，知道他性格温柔大方，从不计较的贺在庭一脸问号。你们接下来准备怎么办呢？啊，我们打算跟你一起走。我师姐她千里迢迢九死一生，不顾一切来找你，你不会不管我们吧？哈，当然不会不管你们。我们刚走到这里，也在寻找续火珠的线索。你们请在旁边等一会儿，不要乱动。这里的东西啊，以免是发生危险，知道吗？知道啦。喂，你还好吧？修为被压制到炼气，被元婴打了一拳。你试试看。你都知道他是元婴，你还冲？那不是因为你冲在了前头，我看你没出事吗？他要是个假的，我清心丹吞进去就没事了。他要是个真的，他是我青梅竹马未婚夫，打他一拳，他也不会杀我呀。罗延忠呆住了。师姐，你别惊讶，但凡他能够聪明点。求你了，给我留点脸面吧，我保证回去多读书，勤修炼，从此洗心革面。那就是还要傻完这一路了，是吧？这种问题怎么回答？你们路上都看到了，贺连放堕入魔道，吸食鬼魂。现在贺在庭跟他在一块儿，说明贺在庭也不是好人。而且他出门的时候还吃金丹，现在续火珠都还没有找到，人就变成元婴了。是吧，吴师兄？我先前就说贺在庭不是好人，你还非说我爹眼光好。这不是重点，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保全自己。心术不正的人很容易坐视偏激，他们太危险了。小师妹，你为什么要跟着贺在林他们一块走？因为他危险啊。这话一出，其他3个人全愣住了。小师妹的思路怎么那么难跟呢？他不是好人，可我们现在把乱心剑给抢回来，我们要是走了，他能善罢甘休吗？不能啊！我们就这样走出去，万一他偷偷摸摸的跟在我们后面，趁我们陷入困境时团灭我们，这不危险了吗？危险啊！而且我们就这么走了，万一他们一路上去找到了许多宝贝，我们这不血亏吗？血亏啊！血亏啊！血亏呀！这话说完，他们竟然找不到任何一个反驳的理由。所以我们必须要跟着他们，假装柔弱，抱紧大腿，等他们趟完雷劈完命，咱们呢再顺手把宝贝给装进口袋里，他溜。是个好办法，但是听起来怎么反倒是自己不像好人了？小师妹，你说的都有道理啊，但我们趁机伤人夺宝，这是不是不太道德？吴师兄，对面如果是大好人，那我们确实卑鄙无耻。可是如果对面是大坏蛋，那我们这就是为民除害。你想啊，你在用智慧阻止一个邪修夺宝变强，是不是很伟大？这话没毛病，甚至还令人很期待。这2层里没有续火珠，我们上3层看看。好的。眼看着贺在庭他们几个人已经上了3层的楼梯，罗延忠赶紧起来，跑到2层的架子上去拿东西。叶玲珑也跟着回头去捡，顺手给了胖头一个麻袋。胖头心领神会，干起活来。叶玲珑，你不讲武德！小师妹，我就捡着玩，捡到的我全部给你。很快，
2层被席卷干净。他们4个人跟上了贺在庭的队伍，贺在庭和贺连放又开始带着人在3层找了起来。这碰那儿看看，依旧没有进展。于是他们上了4楼，招财、胖头和长耳又开始干活了。木兄，你真的如此清高，不拿一点儿？接下来扫到第4层的时候，穆萧然推了罗彦中一把，把他推到了4、5层的楼梯之上。罗兄，我其实没那么清高，只是缺个人替我把风。无语了，他再多嘴，他是狗。奇怪，燕振川就是燕家最后的一任家主，也是遮云城最后的一任城主。可这很奇怪啊，既然大家都是一起死的，为什么会有人给他把剑捡回灵堂里，还给他立了一个灵牌？这说明当年的那场惨案里有一个生还者。那他为什么这么多年没出现过？也许他有苦衷，也许他就是凶手。那可是一夜灭城，一个人是怎么做到的？如果这个生还者或者这个凶手就是燕城主的那位故人呢？那他也没办法一夜灭城。叶玲珑眉头轻蹙着，他有一个奇怪的想法。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云城为什么也有那么多邪灵？其他3人一愣。也？哦，你们不知道我家招财是怎么来的？只见贺连放往燕振川的灵牌走了过去，然后伸手去抓燕振川留下的那一把剑。兄弟好眼光啊！这把剑就是原著里女主叶荣月在遮云城里收获的那一把绝世好剑。那把剑看起来好好啊，比我们在下面扫荡的所有东西都要好。小师妹，她要拿走了，怎么办？邪修家好剑，那就是祸害苍生，你不管管？不用管，他拿不走。剑光一闪，迸发出强大的利刃。完了，我们应该是触发这里的机关了。我们不会被关在这里给燕府的人陪葬吧？闭嘴！我们上6层，6层会不会更危险呢？回头一看，陆白薇他们已经跑上6层了，为首的还是叶玲珑那个小屁孩。于是他顾不得上面有没有危险，赶紧跟着跑了上去。住手！这里边的东西别再乱碰了。叶玲珑已经打开了石台上的盒子，贺在庭和贺连放迅速地冲上前去，围在了石台旁边。他们两眼放光且激动地看着这一枚续火珠。贺兄，你当初来遮云城之前是承诺过陆家老爷子要为我师姐去寻找续火珠吧？是这样没错的，所以我会亲手把续火珠带回去，交给陆老爷子。不必这么麻烦，反正都是过我师姐的，他拿就好啦。对，小师妹说的对。陆白薇说完，正要伸手去拿续火珠，他的手就被贺连放拦住了。贺兄，你这是什么意思啊？续火珠我必须自己带回去，这一回你们说什么都是没用的。微微，你从小就很懂事儿，应该不会在这个时候做饭糊涂吧？贺在庭用尽全力，甚至运转灵力都没能把它拿出来。呀，看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啊，他们也没有啊。哼，这话说的，我拿不出来，难道你就能拿得出来吗？我当然也拿不出来啦。看到他伸手的时候，贺在庭和贺连放双双眯起了眼睛。若是他把珠子拿出来了，就杀人越货。看，这东西不属于我们任何一个人。他们转过头去，看向6层的其他地方，找找看有没有什么线索。师姐，要不你也试试？好啊好啊，我也试试看。反正你们拿不出来，我也拿不出来，我不丢人。
听到陆白薇那不靠谱又傻气的声音，贺在庭冷笑了一声，没当回事儿。下一秒，蓄火珠便到了他的手中。我拿出来了，这蓄火珠，嘿，竟然被我拿出来了！听到这话，其他人震惊的迅速回头，只见叶玲珑微微一笑，手掌在石台上摁了一下。下一秒，他们4个人像是凭空蒸发了一样，消失在了石台旁边。那个小孩一定是他。另一边，我的蓄火珠！叶玲珑和穆萧然见此，赶紧跑去追那一枚珠子。我的伙伴们，他落单了，在这个漆黑、恐怖又陌生的地方，他落单了。就没人来追我吗？是真的没人来追他。叶子姐，救命啊！你们知道罗延忠去哪玩了吗？下来就没看到他了。我也只看到蓄火珠滚进来。他怎么胆子那么大，一个人也敢跑那么远？有没有可能他又中邪了？忽然间，他们身后传来了一声低吼。咦，这里鬼魂挺有格调啦，身上还别了胸针。招财快尝尝，这品种的有没有更好吃一些？营养是不是更丰富一点？随后那一点绿色的鬼火被吞完进去之后，招财那双猩红色的眼睛忽然微微一亮，他嗖的一下转过身来。招财，你的意思是说那个绿色的鬼火特别好吃是吗？喜欢就好，这趟我带你吃到饱。师姐，你想不想去牵着招财去玩一下？想。跟他站一块儿，知道他身体抖成了筛子的穆萧然一脸问号。师姐你不用怕啊，招财不会伤害清玄宗的任何一个人。之前收养他的时候，我让二师姐给我做了个幻境，他天天看天天听，他认得清玄宗的人，不会下口的。小师妹，他真的好乖呀，我要带他去玩啦。罗延忠，本姑奶奶来救你啦，你给我等着！我在这里，快来救我！等他停下来的时候，人已经扑到了招财的面前。他吓疯了一样，赶紧掉头跑。一前一后，两鬼夹击，天要我亡，我不得不亡。罗延忠两眼一闭，昏死过去。陆白薇当场就吓傻了。小师妹不是说招财他不吃人吗？眼看着招财马上就要一口咬到罗延忠的身上，叶玲珑迅速的一个符指贴了上去，招财不动了。穆萧然赶紧冲上来，把罗延忠挪到后面去。叶玲珑重新放开了招财，招财眼前没了新鲜货，这才将就着把那只追着罗延忠的鬼魂给吃掉。小师妹，你不是说招财他不吃人吗？清清楚楚的听到了小师妹说的是不知清玄宗人的穆萧然无语了。五师姐，他只是不吃清玄宗的人。啊，我都快忘了，罗延忠他只是我们随手抓来带路的烈阳殿俘虏了。有没有可能他自己也快忘了？小师妹，现在要把他叫醒吗？叶玲珑看了一眼还在进食的招财，他可能更愿意再睡一会儿。小师妹，这里是什么地方？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事说来话长，你们等一下。叶玲珑说完之后，走到旁边弄了一个简单的阵法。小师妹，你在干什么？我们要唠嗑，没招财什么事儿，但时间宝贵，他不能闲着。笼子打开，里面存的魂魄全部被放了出来。招财立即张大嘴巴吃了起来，吃下去第一口之后，有些不太开心的回过头看向叶玲珑。招财，挑食是不对的哦，而且我要清空一下笼子，不然拿什么装你爱吃的新鲜的胸针鬼魂呢？他是真的把鬼王当宠物养啊，就连装口粮的器具都那么齐全。小师妹，你什么时候抓了那么多鬼魂呢？前几个晚上趁你们夜晚修炼的时候。那五师姐，这个蓄火珠给你。
你是为什么需要这个蓄火珠啊？因为我出生的时候天生体质寒凉，难以修炼。若是非要按照一般人的方向强行修炼，很容易走火入魔。所以我叔叔这才另辟蹊径，让我试试辅助系的功法。陆白未说完，将蓄火珠收进了戒指里面。所以我爹一直想给我找到蓄火珠，改变我的体质。他是不求我未来修炼有所大成，只求我能够安心活着，不需要整日担心哪天就走火入魔了。听到这话，叶玲珑仔细地回想了一下原著，陆府未来会出一个堕魔，堕魔屠尽陆家满门，最后被叶荣月诛杀，拿到堕魔手里的月氏宝轴。师姐，你知道你家的宝物放在什么地方吗？当然知道啊，我小时候很调皮，仗着我爹的疼爱，哪都去过。他大概知道了，如果没有今天这一出，他带着师姐拿到蓄火珠，那么这一趟贺在田无论有没有拿到蓄火珠，后续都不可能会送给陆家，送到陆白薇手里。他一直讨好并且接近陆家，那就一定是包藏祸心了，否则后续师姐怎么会走火入魔，陆家又怎么会满门全灭呢？原著说陆家是被堕魔灭门的，叶玲珑不信，因为他的师姐即使走火入魔了，也绝对做不出屠杀自家满门的事情来。师姐，这趟回去你记得跟你爹好好告状，让你爹防着他。那是必须的。贺在庭那个混蛋，他终于露出真面目了。告状没用的，他爹不会相信他的话。一开始就连我也不相信他，要不是亲眼见到，我想不到烈阳殿首席大弟子会是个邪教，更想不到处处优异的贺在庭人面兽心。他跟赫连放脚在一块儿，背后的肮脏事肯定没少做。那就只能不让他活着走出这里啦。小师妹说的对，不能让他活着离开。小师妹，我们为什么忽然就到这个地方来了？这是哪里啊？我们是不是要马上寻找出口？不然一会儿贺在庭跑了，我们就没机会打死他了。我刚刚在6层的时候看到那个石台上的符文，我知道这个蓄火珠上有阵法，它是开启传送阵的一个开关。小师妹，你也太厉害了吧！谢谢，我师姐你也很厉害。真的吗？因为其他人都没有办法把蓄火珠拿下来，只有我一个人拿下来了，是吗？是的。原来他这么厉害。穆萧然见此笑了一声，没拆穿。我师妹拿蓄火珠之前，小师妹先碰过了呀，她碰的时候肯定做手脚了。小师妹，所以你知道这里是个什么地方？不知道啊。刚才觉得小师妹非常谨慎，又有那么些高深的穆萧然，问号问号问号。不知道你还送我们进来？店家的传送阵嘛，以前他们自己用的，总不会传自己去送死吧？他是有谨慎的，但不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也不知道，不过没关系，我现在开始想，马上就给你们想出个办法来。哎，你们看，这些鬼魂身上都有绿火，但是外面的鬼魂就没有，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品种不一样？错，是因为外面的鬼魂把自己的鬼火弄丢了。为何每一个字儿都能听懂，凑起来就完全听不懂？你们还记得之前在燕府看到的片段里，这边城城灭当天晚上有绿火砸落下来吗？这辈子都忘不了。我在想，是不是那些鬼魂出去之后带着鬼火灭了遮云城，所以那个管家死的时候他是被撕开的。那你瞧，叶玲珑指了指正在进食的招财。我们家招财吃东西的时候很喜欢撕开了吃，可能这样是更美味。这两件事儿能不要放一块儿说吗？听着怎么那么恐怖啊？也就是说，遮云城灭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势力做的，而是这些带着鬼火的鬼魂做的。他们数量这么多，确实可以做到。对，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只需要有一个人把他们放出来就可以了。你说的是那个故人？灭尘当天来了应付的人，也是最后一个幸存的那个。他还把城主燕震川的剑带去了灵堂，给他立了灵牌。想必当时燕震川心里只有一句话：我谢谢你呀。按小师妹的说法，这个地方岂不就是这些鬼魂的来源处？我们这是闯鬼窝里来了。应该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在这里找一找，没准能找到这些鬼魂的来源。可我们为什么要找这些鬼魂的来源？我们不是应该马上跑路吗？毕老前辈为了镇守那些鬼魂，耗尽了性命。遮云城底下同样出现了这些鬼魂，不幸的是，他们被放出来了。城主燕震川临死之前，把遮云城的大阵启动了，这才让那些鬼魂无法离开遮云城去别处。前头是一人生命的代价，这次是一城生命的代价，未免有些太沉重。所以叶玲珑想知道他们到底是哪里来的。有一有二，没准就有三。当小三出现的时候，他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们确实是应该跑路，但是我们不知道往哪里跑，是吧？是啊。那些从前鬼魂竟然能够逃出这里，是不是说明他们知道出口在哪？对啊。那我们找到了他们的来源处，是不是就能反方向找到出口处？没错。刚才说的差不多了，我们这就起来找。好。醒醒，启程了。叶子姐，我真的好害怕呀！我这么弱小，你能不能……你提醒的对，我该给你解开封印了。于是叶玲珑从戒指里掏出一本书，翻了几页之后重新合上，整个过程没超过10秒钟。看到瞬间恢复的自己，就这么简单吗？就这么简单啊！现在你已经是一个强大的金丹了，保护我们往前走吧。这要走到什么时候啊？一直深入往下，感觉好压抑，好可怕呀，就像走入深渊一样。我也想知道呀，要走到什么时候是个头？这路上偶尔飘一只都不够招财吃，更别说囤新的口粮了。走了这么久，你们累不累？要不我们原地歇会儿？一个每分每秒都在卷天卷地卷所有的人，忽然建议大家休息一会儿，这是几个意思？小师妹，你为什么忽然叫我们歇一会儿？因为我怕这时候叫你们修炼，搞不好你们会走火入魔，所以还是歇会儿吧。很快，他布置好了一个阵法，将他们圈在里面。胖头，现在是你报答我的时候啦。什么？要我报答你呀？你竟然提出这种要求，那我就满足你。叶玲珑手指一划，在他的果皮上划了一道痕迹，雪灵果的香味儿一下子就飘了出来。你想做什么？叶玲珑二话不说，把它放到了长耳的背上，然后在长耳的身上贴了一张加速符。该你上场表演啦！一个一个去找他们太浪费时间了。你呢，去把他们都给我勾引过来，我一锅端，快去！什么？你让我一个果子去用生命勾引鬼魂？3张 S 帕符，涉及生命危险，多少张都没用。5张 S 帕符，好笑！我是这么没有原则的人吗？7张给你充满一个灵气玉，足够打破你的原则了吧？不行的话，我就另想办法啦。谁说不行？虽然我的原则不可被你打破，但它可以被我随时修改呀。成交，你不准反悔。没过多久，兔子带着果子飞速回来，身后还跟了一大批面色疯狂的鬼魂。叶玲珑迅速地装满了整整7个笼子的鬼魂。叶玲珑，我超额完成了任务，给你带了个大鬼回来，14张 SPA 做2次灵气玉，一个都不能少。他带回来的鬼魂硕大无比，他撞到了阵法上，
整个阵法开始颤动起来。他一爪子把那个笼子给拍碎了，里面的鬼魂从笼子里逃出来之后，被他左手一只，右手一只，直接塞进了嘴巴里。小师妹，这下怎么办？只能拼死一战了。我怕拼不过呀。醒醒，你现在是金丹，还不如继续当个练气呢。叶玲珑迅速地把招财从戒指里召唤了出来，同时迅速地拿出符笔，在雪影身上疯狂写遇鬼的符文。这时穆萧然也把自己的剑拿出来让他写。陆白薇见状也把自己的剑取了出来。师姐你就不必了，那我一个筑基都上了，你一个金丹躲我后面。罗延忠也把自己的剑取了出来，让叶玲珑写符文。小师妹，那我呢？展示你最强实力的时候到了，团战加持给起啊，能赢全得靠你。对啊，他是会加持的。小师妹，我准备好了。当了那么久的练气，老子也该爆发一回了。招天神剑诀，强大的剑气嗖嗖嗖地划开巨鬼的身体，每每切下他的一部分身体，招财就迅速地冲上去，把那一小片直接吃进了嘴巴里。罗延忠和穆萧然迅速地学着用叶玲珑的办法切这只巨鬼，只要功夫真，巨鬼消成真。三个人打着打着，越打越不对劲儿。陆白薇，我单独加一个最快速啊！陆白薇，防御给我加到满格啊！啊，陆白薇，弓箭，算了，我不弓箭啊，你给我加其他的，能保命的那种。啊，等一下，我怎么感觉我好像被针对了？他为什么只打我一个？我想不通啊！罗延忠被巨鬼抓得满场乱跑，叶玲珑顿时眼睛一亮，甩了3张加速符到他身上。下一秒，啪的一声，他直接就撞到了墙上。陆白薇，这也要算我头上？罗延忠，发挥你价值的时候到了，快点上蹿下跳嘲讽他，当他逮着你打，我和师兄负责在后面接片。于是罗延忠拿着剑满场乱跑，给叶玲珑和穆萧然消他形成了良好的环境。战斗结束，所有人都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胖头，你是不是不想在我这儿待了？我就问你，如果是你跑去引诱那些鬼，小鬼一抓一大把，大鬼半天才看见一只，你会忍得住不去撩他吗？当然忍不住，但作为胖头的现任监护人，这面子不能丢。那我必定会先询问一下大家的意见，绝对不会自己擅自做决定。他说这话是认真的吗？我的意思是，大人可以临时做决定，但你一个果子不该擅作主张。胖头瞪大了双眼，这人还要不要脸了？叶玲珑，你……胖头话还没说完，就被叶玲珑给收回了戒指里。抱歉，没有教育好这颗果子是我的过错。叶玲珑看到他们3个都在疗伤恢复，于是他从戒指里摸了一本书出来看，一边看一边还拿着符笔在地上写写画画做练习。试试这个。陆白薇踹了罗延忠一脚。你想先试试啊？行。叶玲珑便将符纸贴在了他的身上。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没有。哎，这符有什么用啊？叶玲珑就撤掉了他们周围的阵法。下一秒，他眼看着那只鬼魂看了他一眼，然后便往他身后的其他人扑了过去。叶玲珑立马啪啪啪，3个人每人贴了一张。顷刻间，那只鬼魂失去了目标，一脸迷茫的在四周围转圈圈。小师妹，这符也太厉害了吧！我们是隐身了吗？不，我们只是也变成鬼了。简单来说呢，这是叫鬼气符。
我把那些鬼的鬼气收集起来，封存到符纸里。符纸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会散发鬼气，遮掩我们的人气，这样我们就可以大大方方在他们面前路过。你有这东西了，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呀？我刚学的。你刚刚不是也在看书吗？你学了什么？展示一下。抱歉，这是烈阳殿的秘籍，恕不外传。说得好，这种秘籍留着祸害你们烈阳殿自己人就够了。叶子姐，我不要面子了吗？我们走吧。你们在这儿等我。你要干什么？我要去看一眼，就一眼，我保证我一定会安全回来。你们在这里接应我，好不好？不行，若是你一定要去，我陪你去。还有我们一起来的，绝不能分开。虽然我跟你们不是一伙的，但现在怎么说也在一条船上，要么还是一起去吧。好，我就等你们这句话了。现在他们后悔还来得及吗？只见叶玲珑抬手从戒指里取出了好几张符纸，来，人手一份，永不落空。说完之后，他啪啪啪的把其中3张贴到他们身上，贴完之后，剩下的全部贴到了自己的身上。叶子姐，你这是不是太过分了？我们就一张防身，你自己贴了那么多，你这……罗延州话还没说完，整个人就愣住了。我不能动了。小师妹，你做什么？小师妹，你竟然不带我一起玩了！等我。这跟在远处看到的一样，是一个深渊。他一鼓作气冲到了深渊的边缘，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涌上心头，像是踏入了地狱之门一般。抬手就撕掉了他们的定身符。走，快走，离开这里！小师妹都怕了，那就是真的该怕。于是他们人手贴了2张加速符，朝着来的方向跑了回去。小师妹，你怎么了？小师妹，还是死不了，就是有点累了。你到底看见什么了？怎么会忽然这样？我看见了那里。剑光一闪，渐渐抵在了叶玲珑的额头之上。怎么回事？他的剑中邪了吗？他们正要把这把剑给打开的时候，动什么动？你们要是想他死掉的话，就拦着我。哎呦，我的妈呀！这剑中邪了吗？他竟然会说话！你看到一把剑说话，中邪的那个难道不是你吗？你什么脑子？你知道我小师妹怎么了吗？他看了不该他看的东西。还有你们也太会了，竟然还问他看到了什么？你们是怕他死得不够快吗？我现在把他记忆给抹了，你们别嚷嚷。待会儿我剑一抖，抹多了，他醒来六亲不认，可别怪我。这一下其他人顿时不敢出声了。雪影剑光一闪，送入了叶玲珑的眉心之中。片刻后，剑光消失。这事儿啊，你们别跟他说，就当没有发生过，省得他不信邪，天天回去想。还有，你们身上那些乱七八糟的鬼气符，赶紧撕了吧，贴久了也不怕自己真的变成鬼了。玄影看着这群不靠谱的小孩，顿时就一阵头疼。干什么？看到叶玲珑脸色苍白的坐在那里，还染了一身的血，完了，这么快就要重新找下家了吗？叶玲珑，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小师妹，愣着干什么？快，挠！然后把自己全身上下看了一遍，最后折指自己中间的那条腿。割这个吧，赶紧的，别墨迹。他小刀在手，咬牙一挥，将他中间的那条腿给割了下来。目
萧然赶紧把胖头的腿简单清洁一下，送进了叶玲珑的嘴里，然后赶紧拿出一个植物系最爱的甜浆液，喂进了胖头的果茎里。过了没多久，叶玲珑就悠悠转醒了。你们看到他这副样子，其他3人顿时就被他给吓到了。小师妹，你不认识我们了吗？不会吧，你不会真的六亲不认了吧？哎，你还记得我是谁吗？我六亲认不认跟记不记得你们有什么关系？我绝对不可能有你这样的孙子。看，我好像有个重要的事情忘记了。想不起来就别想了。你的身体有没有好一点？要不要再休息一会儿？我想起来了。听到这话，其他3人顿时被吓了一跳，紧张地看着他。先前在艳府外面的时候，我的凤凰生火诀就领悟到2层的点上了，本来想突破的，结果罗彦中出了事儿，之后又遇到好几批人，就把这事给抛到脑后。怪不得我一直觉得有什么事情不上不下的没做完。不是，都到这时候了，还要卷？趁着现在这地方安全，我先领悟一下啊！你们帮我看个场子。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他成功突破到了凤凰神火诀的第2层漫天火雨。看到其他人还在修炼，他十分欣慰，且没有去打扰。他仔细地看着墙上雕刻的文字，上面的内容说的是燕家本来是普通人家，某一天从天上掉下来一块神石，他们顶礼膜拜，从神石中获得了力量。叶玲珑很想直接略过图上的各种自我吹嘘，但他一直走出去老远了，内容还是在吹燕家的丰功伟绩。小师妹呢？我那么大一个小师妹呢？怎么修炼着人没了？2种可能，要么是当场驾鹤鲜血，要么已经是走火入魔了。啪的一声，罗延中挨了一巴掌。叶玲珑她真的不见了？不会吧？她不会丢下我这颗果子跑路了吧？我自割一腿救她狗命，她竟然吃干抹净，负心薄幸！胖头正哀嚎着，忽然间他下面啵的一声长出了第3条腿。别嚎啦，还给你，从此我们2不相欠。你干什么？我费尽心思把它给割掉了，你给我长回来干什么？我是为了救你。说实话，3条腿不好骑兔子，中间那条不想要了。这时，罗延中和穆萧然表情复杂地盯着胖头。干什么？我一个成熟的果子，还不能决定自己有几条腿了？小师妹，这果子有没有性别啊？没性别。我不管，你赶紧给我整一下，我也要和你们一样2条腿跑。给胖头做完了割腿手术之后，我说你们为什么都长2条腿呢？原来2条腿比3条腿好用啊！他们4人重新出发，顺着密室的通道一直往深处走去。燕家的人为了保护那一枚天上掉下来的神石，特地建了一个地宫供奉它。叶玲珑看到神石，心情雀跃。小师妹，这神石好漂亮啊！是吧？我也这么觉得。我们把它带回去放清玄宗正宗吧。好啊！正宗？你可真敢想啊！你看燕家都被震成什么样了？罗延中刚说完，嗖嗖嗖的3个眼刀子朝着他飞了过去。这乌鸦嘴！好漂亮呀！这块石头配得上我胖头的气质，我想要它来给我造个新房子。胖头小手一伸，轻轻地摸了一下他未来的新房子。胖头摸着摸着，忽然看到了神石上贴着的一张纸条。叶玲珑，我不识字，你给我看看上面写的什么？所有人放眼望去，看到纸条上面的字，全都给愣住了。哎，别碰它，它会裂！裂了！叶玲珑，这块神石它真的裂了！哇，我的新房子！就这材质，你也不怕住进去就把你给埋了？
胖头顿时就不哭了，里面出现了一团柔和的白光。叶玲珑上前一步，好奇地观察着这团白光，一双好奇的大眼睛往他这儿一看，只见他爪子一抬，一脸傲慢地朝着他丢了一团光芒，仿佛是在恩赐于他。叶玲珑顿时感觉到了全身上下充满了浓郁的灵气，只见那只巴掌大的小兽从蛋壳里跳出来，直接跳到了他的脑袋上。完了，叶玲珑，你完蛋了！我要是完蛋了，你以为你能有什么好下场？有话好好说，这是什么玩意儿？他把你当成他仆人了，他刚刚那些灵力是他的恩赐，你受了他的好处，以后就要养着他了。还有，他现在肚子饿了，等着你赶紧给他找东西吃。宝物没找到不说，又被赖上。叶玲珑，我现在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胖头你就挺香的，要么我去拿去喂他。好消息是，他认定你是他的仆人，他不会伤害你。坏消息是，你迟迟没有给他找吃的，他要生气了。生气就生气，我还生气呢。出门就给赖上，一个你还不够呢，现在还多了个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我能受这气？你还是受着吧，你打不过他。他不懂，为什么是人是鬼是兽，无论是谁，第一选择都是他呀。我的剑呢？我咋3年才换的灵剑？我不活了！眼看着其他3人被追着满场跑，一不小心还会被咬到，叶玲珑终于知道这小东西是真的厉害了。别追了，不就是吃东西吗？我有的是，你过来，想吃多少给你吃多少，吃到你撑，吃到你饱，不那点事儿。叶玲珑，这里还有一个更坏的消息，你想听吗？他是饕餮。不是吧？他不是这么倒霉吧？给他一个世界，他能吃到自己就是世界。胖头，我怀疑你在胡说八道的欺骗我。作为一只常年混迹在各种生了灵智的花草树木小动物的森林里，那些个动植物想要表达的意思我门儿清。气氛都到这儿了，他除了先喂点吃的拖延一下时间，还能怎么办呢？谁知当他把妖柴的尸体拿出来的时候，小饕餮抬起头来，一脸不悦地盯着他，看起来十分生气。他在质疑你这个仆人的忠诚。不用质疑，压根儿就没有忠诚。他觉得你在用这些破东西打发他，他很不满意。他虽然能吃，但他也不是什么都吃，他是一只尊贵的饕餮。有多尊贵？饕餮一族的小太子。叶玲珑心口一阵抽痛，这运气也是绝了。这货不仅能吃，还挑食。不行，他绝不能让这只饕餮赖上，他必须想办法逃走。凶是小事儿，但烧钱那就是大事儿了，天大的事儿。尊贵的太子殿下，您且等待一会儿。妖柴的尸体需要处理过才能变得美味，相信我，纯天然的食材只需要经过最简单的加工，就能烹制出最佳的美味。小饕餮一脸怀疑地盯着他，将信将疑，但还是耐下心来等一等。小骡子过来搭把手，你把妖柴给宰杀掉，五师兄过来帮个忙，把他宰杀好的妖柴清洗干净。那我呢？师姐，你把清洗干净的妖柴尸体拿个架子架起来。好的。为了让太子殿下满意，他把家底儿都给掏出来了。他在上面涂了几层调料之后，指尖一动，凤凰神火便烧了起来，香味飘了出来。小饕餮的表情从怀疑到疑惑到期待，到最后变成了迫不及待。我饿了。小饕餮就一爪子拍在了他前方的地面上。好好干活，动什么歪心思？这样的美味，是你一个愚蠢的凡人能享受得起的吗？
将手里的腰柴送到了小饕餮的面前。只见他那么点儿大的脑袋，忽然一下变得巨大无比，顷刻间一口将腰柴吞掉。他嚼着嘴里的腰柴烤肉，眼睛微微眯着，看着就非常享受。三两口吃完之后，他又拍了拍爪子，催促他们：搞快点！太子殿下等不及了，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要你们有何用？这话一出，就连穆萧然都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胖头。干什么干什么，做事的时候专心一点。就连陆白薇都忍不下去了。胖头，你到底是哪边的？我当然是跟你们一边的呀，我这不是兢兢业业的给你们做翻译吗？你自己往他那看一眼。他果然正在生气地盯着他们，爪子在地上挠了一下又一下，地板都给他挠碎了好几块了。胖头原来真是他们一伙的。别慌，我有办法，你们好好干活。我尊敬的太子殿下，美食的制作需要耐心的等待，为了让您有个更好的体验，我这儿有个东西让您消遣，您可以一边看一边等，这样就不会着急啦。小饕餮迟疑了1秒，然后点了点他尊贵的头颅，表示同意。当叶云龙把爱的教育片播放出来给小饕餮看的时候，小饕餮果然全部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招财也从里面飘了出来，饕餮转头看了招财一眼，嫌弃的扭过头去没理他。这种东西一股子腐臭味儿，最是难吃。而招财感受到了饕餮的力量，他也本能的没去招惹。这不就搞定了吗？小师妹，那个画面上为什么全都是清玄宗的人啊？为了让招财认得自己亲人，招财每天都至少得看100遍，所以他肯定不会攻击咱们清玄宗同门。小师妹你好厉害呀！你这是你学来的驯鬼术吗？这不是我学来的，这是我自创的。也对，小师妹的思路无人能及。师兄，你不是御兽师吗？招财是鬼魂系的，你搞不定，那这饕餮是正儿八经的兽吧？你要不去驯化它看看？小师妹，驯化的前提是我比他强，再不济实力也要对等，比我高出一点也能接受。可那是上古凶兽饕餮啊！我现在过去还没开始训呢，人先没了。罗延忠在生死一线的送餐前线来来回回跑了几10趟，他身子一歪，倒在地上睡着了。他要是再不睡着就没招了。他肚子到底是怎么设计的？我快把整整10瓶的沉睡药水都给他用上了。沉睡药水？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啊？这是当初我制服鬼王的时候40节心炼制的，后来我让他改良之后给我准备10瓶，一般人喝1滴就能睡上个几百年。小师妹，如果那个人的寿命不到几百年呢？那就睡到死呗。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叶云龙转身走到石台上。小师妹，你捡这个石头做什么？做研究。又是听不懂的一次。不过没关系，他们也不需要懂。那我们现在要离开这里吗？走吧，我绝对不能让他赖上。叶云龙临走之前还往沉睡的饕餮身上贴了好多张符纸，他手往石台上其中一个柱子上摁了一下，光芒一闪，他们瞬间消失在了原地。离开了，我们终于离开那个鬼地方了。跑啊！你们不是挺能跑的吗？陆白薇，我给过你机会，可是你不珍惜，现在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许火珠和你们所有人的命，今天都要留在这里。小场面，别慌，我们是有大佬罩着的。只见叶云龙迅速地从戒指里摸出了棺材盒子，准备放招财吃点新鲜货。下一秒，从上面跳下来
一只大脑袋的小兽，恼怒地吼了一声。哪里来的小东西？原本还嚣张不已的叶玲珑那一群人，如今慌得一批，被吓得转身就跑。你们一个都跑不掉，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别打了，兄弟，听我一句劝，你们也快跑吧！哼，白痴！行，有本事你别跑，就站那儿，就超过3秒，我把他的头都给你送过来。你跟他打赌，送的为什么是我的头啊？忽然听到身后一道低吼声传来，贺在庭和贺连放下意识转回头去抵挡那只小兽的攻击，准备一剑戳死它。下一秒，令他们震惊的一幕出现了，他们2个元婴期手上的上品灵剑竟然被这只小兽一口吞掉了。从未把这只小兽当回事的贺在庭和贺连放顿时就慌了。这什么东西？嘴巴这么厉害！哎，当心，摆阵，一起全力对付他！还愣着干什么？趁着他们帮我们拖时间，快跑啊！跑什么啊？他能离开那个封印之后，他连地宫的封锁都能逃出来。从现在开始啊，他已经没有地方不能去了。放任他在天底下行走，会有很多无辜人受害的。对呀，说到底，他是我们放出来的。虽然我们不是什么好人，但我们也不能去祸害苍生啊。小师妹，是这个意思吧？叶玲珑点头，五师姐的觉悟跟得很正确。确实如此，这次我赞同2位师妹所说的话，连累无辜的事情我们不能做。那行，你说我们做。是时候拿出你的看家本领了。罗延中一愣，啊，吹大炮？对，一边吹大炮，一边宰杀妖兽尸体。小师妹，这个流程我熟。放心吧，我们给你拖时间。于是遮云城乱闯小破队的烧烤摊儿在阁楼5层重新摆了起来。那只原本疯狂吞食他们的小兽忽然停了下来，目光灼灼地盯着叶玲珑那些人，并且低低地吼了一声。叶玲珑歪了一下脑袋。太子殿下，请您再说一遍，我刚刚没带翻译。他说你们刚刚为什么要跑掉？是不是不想再给他做肉吃了？当然不是啦，我们的食材快用完了，趁着殿下您休息的时刻，出来给您找新的食材。叶玲珑抬手一指，指向了贺在庭和贺连放他们。这些都是鲜肉，比死去妖兽尸体要美味得多。这些都是我为殿下您找来的，请您慢慢享用。它们虽然新鲜，但还是烤熟的最好吃。要么，你现在把他们几个一起烤了吧。贺在庭他们几个心脏抖了一抖，而叶玲珑的手也跟着抖了一下。他虽然不是好人，但是生烤活人这个事情他也做不出来啊。太子殿下，不是什么东西都配用我的火烤的，抱歉啊，烤不好吃的食材我不做，我坚守底线，只为你献上最好的美味。听到这话，饕餮有些失望，但贺在庭他们松了口气儿，终于说2句人话了。所以委屈太子殿下您生吃了他们吧，等你把他们吃光了，正好我烤的肉也给你做好啦，完美。饕餮果然转过头去，张口就往他们身上扑。贺在庭见此，抓了一个身边的弟子往饕餮的方向扔过去。他抬手就去抓遮云城主燕震川留下来的那一把绝世宝剑，让他们去死，全都死。贺在庭面上露出了一抹狰狞的笑容。叶玲珑跑到了灵堂的另外一头，随手扭了一下柜子上的旋钮，机关一下子就停住了。哎，你怎么知道这个机关的关闭方法的？原著上写了的，你第一次碰我就知道了。第1句没听懂，但第2句足以让贺在庭再次疯狂。我去了，你之前就知道，那你不关掉？我为什么要帮你关掉？我们很熟吗？虽然我姐夫很多，但你绝不是其中一个。这时饕餮眯起了他的大眼睛，
掠过了所有人，朝着贺在庭扑了上去。贺在庭吓得迅速退开，只见那只妖兽凶狠的一张口，直接把城主的那把绝世宝剑吞进了嘴巴里。你别过来！救我！救我！贺连兄救我！若是有机会，我会替你报仇的。太子，他要逃了，先吃那个。饕餮转过头来，瞬间扑向了贺连凤，可已经来不及了。饕餮很生气，一转头把所有的怒火全都撒在剩余人的身上。不要！不要！微微，你救救我！我是你未来的夫君，我若是死了，你……我马上回去放鞭炮、摆戏台，再给路人撒红包，昭告天下，我摆脱你这个人渣，重获自由。你为什么这么恨我？因为我知道你的深情只是在长辈面前做戏。我眼看着你演了10几年，我见过你杀人不眨眼的那一面，就因为那一眼，我做了1个月的噩梦。我为了逃离，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清玄宗。可我每天还是很害怕，怕某一天你把自己的脏手伸向我家人的时候，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无力改变。所以我希望你死，趁早死。我苦心经营了那么多年，我竟然毁在了今天，毁在了你这个小师妹的手上。你预感的没错，我是别有用心。若事成你们陆家，后面的话贺在庭没说下去，他只是低低的笑了起来，笑得丧心病狂。差不多得了，你们聊完了吗？太子殿下等不及要吃鲜肉了，我要仗着自己是太子殿下唯一的奴仆就恃宠生骄。哎，搞快点，搞快点！太子殿下，聊完了，你慢用。该死！你们陆家全都该死！你们陆家面上跟我们贺家无所不言，可背地里却藏着贺家，藏了……师姐，别看了。小师妹，我要看，亲眼看着这个道貌岸然的东西，妄想毁我陆家的东西，被撕毁啃咬。我爹娘对他多好啊，当半个儿子看待。我哥对他有多信任呢？但凡有东西，必定跟他分享。师姐，结束了。以后不会再有人打你们家的主意了。那些年你做的噩梦，永远都将是梦，随着时间而消失掉，不复存在。叶子姐，你平时对人的时候说话那么直白，没想到你哄人的时候说话是那么的有深意啊，一套一套的，怪有文化的。高考语文满分，论文写一篇拿1次奖，你竟敢质疑我的语文水平？小罗听不懂，但小罗觉得十分厉害。小师妹，你准备好了吗？贺在庭用生命给我拖延了时间，我怎么好意思辜负他的狗命？我搞好了。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搞小动作，你们要是再敢逃，我就把你们通通吃掉。你们逃到哪里都没用，我的奴仆在接受我恩赐的那一刻就已经被我标记了。叶子姐，你刚刚说的大义凛然，什么天下什么苍生的，其实是因为你早就知道自己跑不掉才吹这个牛的是吗？小罗，你变了，你似乎智商有所增长。那么短的时间，他从地宫跑出来，忽略了那么一片一望无际的鬼区，直奔我所在的这个地方，连弯都不带拐的。你觉得还能是为什么？亏得他刚刚还跟着一块心潮澎湃来着，原来小丑仍旧是他自己啊。小事，跟着叶子姐，万事不慌张。尊贵的太子殿下，你看这画面里脖子上戴着项链的小人仔是不是都特别开心，特别好看？傲娇的太子殿下犹豫了1秒，点了点他尊贵的头颅。为了讨太子殿下您欢心，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更漂亮、五颜六色、闪闪发光，这才配得上您尊贵的气质和王者风范。意外的是，叶玲珑的手工活儿不太好，
对尺寸的估计也有相当大的误差。不慌，脖子上戴不了，脑袋上也是一样的。好看吗？太子殿下点了点头。那它以后就归你了。不过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说一下，你还是尊贵的太子，但从现在开始，我将登基为王，请你喊我一声爹。叶云龙看他不动，他微微一笑，把太子殿下面前的烤肉拿了起来，撕下一块，嚣张地放进了自己的嘴巴里。愚蠢的凡人，你找死吗？叶云龙笑着吃掉了烤肉，还顺手撕了一块递给了身后的人。五师姐，你做了那么多只，你不想尝一口吗？嗖的一下，贴了加速符的陆白薇光速赶到，并张嘴吃了一口。好吃。咚的一声，凶狠无比的太子殿下被一拳头砸到了地上。愚蠢的凡人，你对我做了什么？叫爹，做梦！叫爹，做梦！叫爹，做梦！叶云龙看了看委屈兮兮的饕餮，你是不是翻译错了？无论我翻译是对是错，我这辈子绝不可能叫你一声爹。这死胖头！作为一个翻译人员，做不到良心翻译，就必须炒鱿鱼。那只要你以后老实一点，认清楚自己的地位，那么你还是当你的太子，我则成为你的新爹，你认还是不认？太子疯狂摇头。你现在去换个爹，可没那个烤肉技术。太子顿时一怔，而且你喜欢看的片子，全天下只有我二师姐会做。你要是不认爹，以后动画片也别想看了。太子瞪大了双目。最后再问你一遍，认不认你新爹？太子犹豫了片刻，在其他三人震惊的目光之下，终于缓缓地点了个头。真乖，这是我新儿子，名叫太子，他很乖的，希望大家以后多多照顾啊。叶子姐，你可要想好了，这是一只饕餮，上古凶兽，大饕餮呀，它那么凶悍，你把它带在身边，你心里边不慌吗？小罗，我家招财凶吗？我每天都带它在身边，晚上还要放出来晒月亮，你觉得我慌吗？而且你这是在质疑我的封印水平。小罗劝说失败，穆萧然接替上场。小师妹，虽说这只饕餮被封印住了，但你也知道，上一个收留他的燕家已经满门全灭了，你应该不希望咱们清玄宗有事吧？五师兄，这点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养鬼本就是大凶，现在再养一只凶兽，他们负负得正，可保我清玄宗万世长存。穆萧然劝说失败。小师妹，师姐，你想抱抱它吗？好可爱的，它脑袋上这一圈毛软乎乎的，尾巴滑溜溜的，拎起来特别好玩。啊，真的吗？那我也来试试。真的好可爱呀！我就担心以后养不起它，它太难吃了。小事，没钱了你来找我，咱俩一块养。小师妹，你不说点吗？你们想听什么？想听你到底是怎么降服这只饕餮的。那个七彩神石是可以封印这只上古凶兽的，我拿那个神石碎片做了项链，又在上面刻了新的符文，这才把它的力量给封印住。哎，1个月后的巅峰舞会，你们会参加吗？会啊。那可太好了，再过2个月，我们又能见面了。罗岩宗，我觉得你这个人有一点好，就是凡事都往好的想。不然的话，还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吗？你就没想过你这次回到烈阳殿之后，未必有命再出来吗？你们家首席大弟子赫连放跑掉了，就是让他看到你，你还能活到巅峰舞会？罗延忠一愣，他怎么把这一茬给忘了？哎，没办法呀，谁叫你们这些个大宗门人手一张保命符呢？那怎么办呢？念在你这么多天还算是老实的份上，我给你指条明路吧。整容我帮你。整容？你帮我？不是？
放心，我有经验。来来来，你过来过来。叶子姐，你真的能信吗？行，整完你若是不满意啊，随时可以变回原样。看我的大重生术！啥玩意儿？怀着忐忑的心情，罗延忠等了1刻钟。还整残了。这话一出，罗延忠那颗上下跳动的心终于在这一刻崩毁了。叶子姐，你到底做了什么呀？你不是说你有经验的吗？是有经验，但不多，且不专业。罗延忠哭着从戒指里拿出了一把镜子，这是哪里来的野生长毛怪啊？小事，我的大重生术只长毛发，长不了皮肉。你自己拿把刀，把你不喜欢的地方都削了就行了。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剩下的交给你自己。你要是消残了，这锅我不背啊。彼时，叶玲珑正在抱着太子玩耍，忽然听到阁楼外面传来了一大群人的脚步声，主角团又来了。糟糕，叶荣月要找的那一把剑被太子给吞了。他在戒指里摸了半天，摸出了一把普通灵剑。太子啊，借你的牙用一下啊。按照他的记忆雕刻了个七七八八之后，叶玲珑终于放开了太子。胖头，借你果汁用一下。胖头怒而大吼起来。14张死帕符。在他用尽智慧搞完之后，他满意的把这把剑插在了燕振川的灵牌后面。啊，对，还插了点煞气。于是他又去薅了招财一把，最后大功告成，完美。妹妹，你怎么会在这里？姐姐啊，多亏你来救我，我们被人困在这儿，你若是再不来，我们恐怕这辈子都要出不去了。发现叶玲珑并没有先他一步发现了城主的那一把绝世宝剑，叶荣月松了一口气。你怎么只看见姐姐，没看见我吗？我也会保护你离开的。那你现在就保护我离开吧。师兄，我先带他们离开，再回来跟你们会合吧。让80弟和90弟陪你一块儿的送他们出去吧。不用了，我一个人。我一个人送他们确实不安全，辛苦2位师兄跟我走一趟吧。于是，昆吾城3个弟子护送叶玲珑他们4个人离开遮云城。就送你到这里了，我们要回去了。可是天已经黑了，你们现在进城没有阵法传送，里面都是鬼魂。你在担心我？江玉征笑得有些得意。叶玲珑不喜欢欠人情，毕竟他们肯放弃跟着主角团蹭经验的机会，送他们出来也不容易。他从戒指里掏出了3张鬼气符，递给他们每个人1张。那这个你们拿着，贴在身上不会被鬼魂侵扰。我在燕府的阁楼里找到的，我用不上，送给你们啦。江玉征拿到叶玲珑送的符纸，笑得更灿烂了。他竟然把这么宝贝的东西送给了自己。叶玲珑，我等你长大。不用你等，我也会长大。他说什么来着？他果然看自己不顺眼。这次送他出来，也是为了找个机会跟他下战书。小师妹，我们现在是回去了吗？明早再回去吧，大半夜的赶路，未免也太拼了。我们今天就在这里修炼1晚上吧。小罗，这段时间你跟着我们辛苦了，为了感谢你的一路相随。罗延忠眼睛一亮，顿时激动起来。我亲自送你回到通梅那儿吧。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们现在就出发。哎，走快点啊，入夜了，我家招财最后一餐，你别耽误他进食。天亮了，师兄师姐，我们该回去了。这一路上，叶玲珑拿出纸笔，不停地写画画，做总结。这一趟出门，五师姐拿到了续火珠，还弄死了贺在庭。遮云城之行的任务圆满完成，但这一趟行程还是暴露出许多严重的不足和短板。很快，他们便飞到了清玄宗。我回来了，我带着小师妹和五师妹一块儿回来了。大师兄，6师弟、7师弟、2师姐、3师姐、4师姐，你们谁在？快点出来啊！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他回来之前没有通知任何人的，他们为何都不在？不是吧？小师妹和五师妹就要砸在他一个人手里了吗？
他们一块儿走进了自己的院子之中。走到他屋子门口的时候，叶玲珑忽然停住了脚步。他眼前一花，脸上被什么东西糊了一下。祝小师妹12岁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对哦，他进清玄宗的时候刚过11岁不久，现在已经1年过去了，他已经12岁了呀。陆白薇把脸上的东西扒拉下来一看，竟然是沾了蜂蜜的花瓣儿，又香又甜。他甚至还往嘴里塞了一片，好吃哎！听到动静的穆萧然顿时从外面冲了进来，呀，原来全都在这里呢！太好了，他不是一个人了。哎，吴师兄，你怎么奇奇怪怪的？啊，我？是啊，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急急忙忙的样子，更别说小跑着冲过来。你不是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能闲庭漫步，举止优雅的吗？这不是为了给小师妹庆祝生辰吗？我怎么能迟到呢？优雅算什么？那可没有我小师妹重要。别愣着了，都进来吧，一起给小师妹过个生辰。哈，小师妹，我们没有去过番苏世间的，不太懂那边生辰的规矩，依稀是在书中见到，说要准备长寿面，我们就尝试着做了，希望你能喜欢呢。喜欢，师兄师姐给我做什么我都喜欢，那我就先吃。除了陆白薇和穆萧然之外，其他人看得一脸震惊。裴洛白一伸手就把吃光这一切的凶手给抓住了。这是什么东西啊？彼时太子被拎着尾巴掉下来，他气得爪子疯狂乱抓，但是他被封印之后根本打不过这人。五师弟，这是你的新灵宠吗？他看起来好凶啊，你最近喜欢这类型的？大师兄，你再认真的思考一遍，在座的所有同门，谁会养这种风格的宠物？抱歉大师兄啊，这是我的宠物。小子，你已经成功的引起了本太子的注意，你将会为你的无知和冲动付出惨重代价。太子？裴洛白一脸惊愕。这只宠物名叫太子，怀里这只。那头上的这只呢？啊，叫胖头，也是我的宠物。你出门2趟就带回了这2只宠物？其实还有一只，要我拿出来给大师兄看一眼吗？不必了。不知发生了什么的裴洛白和宁明成对视了一眼。虽然这一桌菜肴没有了，但生辰还是要过的，这是大师兄给你的生辰礼物，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其他人见此也纷纷把自己准备了许久的礼物拿出来送给叶玲珑。大师兄说得好，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未来的每一年，他们清玄宗的人都这么齐全，都这么开心，万事如意，无病无灾。今天是我生辰，就由我先敬大家一杯。先恭喜大师兄这段时间闭关修炼有成，已经达到了元婴后期，差一步就化神。这话一出，其他人配合的鼓起掌来。咱清玄宗也是有元婴后期大师兄的宗门啦，以后出门出去啊，那也是有人罩的啦。谁要是再敢随便欺负咱们，你们就报我的大名。嗨，小师妹不善酒烈，一口就醉，一醉啊就说胡话，你别喝了啊！你们也知道小师妹是开玩笑的，别当真了。若真的有事的话，应当报我名号才对的。除了宁明成认真的点了点头之外，其他所有人都不太赞同。根据他们的经验判断，小师妹没有在开玩笑。然后还要恭喜30姐和40姐成功突破金丹期，将清玄宗的平均修为水平提升了一大截。叶玲珑说完，大家再次配合的鼓掌。啊，这么说来，清玄宗岂不是只有我们2个筑基了？五师姐，你的觉悟很高，所以从今晚开始，你别睡了。陆白薇恨自己多嘴，小师妹真是急不来。再说，不是还有你陪着我吗？对啊，我陪着你啊，今晚开始我陪着你一块儿修炼。最后要说的一件事情呢，就是1个月后的巅峰舞会，大师兄你带队参加吧，这一届我们都去。一早就被小师妹洗过脑的他，连沉思都不需要，就直接应了下来。清玄一出，势必霸榜。说得好，清玄一出，势必霸榜。气氛被调动起来，大家的期待值一下子被无限拔高。清玄宗弟子们各自进入了准备状态。叶玲珑先去了一趟清玄宗秘境，到灵气浓郁的莲池旁边，他先把手腕上的小黑蛇重新放回那一朵中央青莲之上，然后自己在莲池旁边坐下，开始突破筑基后期。他花了半天时间就突破成功了。睁开眼睛的时候，感觉整个人都有所升华。你醒啦？小黑蛇点了点头。
上次多亏你救了我，你好不容易恢复了一点，结果全便宜我了。小黑蛇这会儿目光严肃地盯着他，叶云龙觉得他这副样子好笑极了。他总共也就自己一个手掌那么大，结果要用大人批评小孩子的姿态来批评他上次过于冲动。我知道了，我下次一定不会那么狼狈。九霄神魂诀，听起来像是修炼神魂的。小黑蛇点了点头。我主人的意思是说，你的灵魂力太弱了，哼，叫你练这一把九霄神魂诀呢，是练好了以后再去作死的时候可以死慢点。玄影话音刚落，小黑蛇的尾巴在空气中一滑，铮的一声，玄影剑身一颤，痛得他不停地发出嘶嘶的声音。我主人的意思其实就是修炼灵魂力啊，受益无穷。它呢是跟修炼灵体是两个方向的，灵力管的是身体的强大，灵魂力管的是魂魄的强大。低阶修灵力，高阶修魂力，魂魄不灭，万事永存。哦，我知道了。修炼魂力，无穷受益，1个月够入门。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刚突破了筑基后期，1-2个月的时间的修炼也不可能马上再突破到一次金丹，继续留在这里修炼收益低微。但如果我去修炼灵魂力，1个月就能入门，对1个月后的巅峰舞会大有益处。小黑蛇点了点头。巅峰舞会，一举多魁。好，借你吉言，我一定会一举夺魁，赢到最后。在藏书楼一待就是1个月，等他再出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启程要前往巅峰舞会的举办地点九华山之时。哇，这里小摊好多呀！小师妹，我们去逛逛吧，要什么师姐都给你买。五师姐，我要那个。作为这条街最中心的铺子，它的价格必定不菲，而且它背后的老板肯定不一般。陆百威看着那个铺子老半天，巴不得时光回到他答应小师妹给他买东西之前。师姐，其实我也不是想要你给我买铺子啊，我是想找你做合伙人，你把铺子买了，我来经营后续铺子的收益，我们再做分成。你这不是给我花钱，是我带你一块挣钱。挣钱？对啊，你爹天天嫌弃你这没用那没用，就会花钱的。你不想做点功绩给他看看，证明你不但没有乱花钱，你还赚钱了吗？想啊。而且咱们清玄宗虽然人均不穷，可也没有富到横扫修仙界的地步。如果多了这个铺子，以后行走在外，那物质不是更充足了吗？是啊。那还等什么啊？我们去把它买下来吧。好，只让五师妹一个人出钱，她可能一下子拿不出来那么多，所以我们5个人一起出钱吧。师姐，你这最后一句我不同意。这店铺我一个人买就行了，你们各有所长可以出货，但是我除了钱一无所有，所以我出钱，你们卖出的东西跟我分账，如何？听到这话，叶云龙朝着陆白薇竖起了大拇指。五师姐，你终于开窍一回了。夸了，但好像又没夸。决定好之后，陆白薇就跑去买铺子了。这事儿确实不容易，中途还联络了他家老爹，花了9牛2虎之力，终于把铺子给买到手了。那交给小师妹保管吧。小师妹，你给店铺取个名字吧。一叶遮天。一叶遮天，好霸气，但又不全是霸气的名字。天灵地灵不如我灵，走过路过不可错过。哎，奇怪了，这店铺不是今天刚刚才开张的吗？怎么里边一个人都没有？阿走，趁着现在时间还早，还没开山呢，我们进去看一眼。几个好奇的人刚迈进去第一步，便听到耳边传来一道好听的女声：“欢迎贵客光临。”嗨，有意思啊，这也太有意思了吧？哪个大能在这里开的店呢？烈阳殿弟子造访，让一让，全都给老子让一让！一叶遮天，嘿呦，好大的口气！什么人这么嚣张啊？哎，叶灵，不会吧？他激动地跑进店铺里，一声好听的欢迎贵客光临，让他更加确定了，这不就是好运来演唱者的声音吗？兄弟们，都给我进来！叶子姐的店，咱必须得捧场，让他开张大吉。进去之后，他没看到叶云龙他们，反倒是看见了店铺里的各种阵法。店铺里没有一个小二，也没有一件商品陈列在外，但店铺里足足放了8张石台，每个石台上都刻有简单清楚的字。他点了一下石台上符纸的选项，加速符、变大符、定身符等等，全都是好东西啊！这下好了，遇上了叶子姐的店铺，他赶紧购买补货。
那算了，买把剑吧。他的剑被太子吃了，还没寻到好的。灵气灵剑已售罄，丹药清心丹亦售罄。罗延忠猛地回过头去，看着乌泱泱的一大片人，烦死了。我没想到啊，东西真的很好吗？当然了，能一天弄出这么大个阵法，用这种无人售货的方式经营的店铺，肯定是某家大能啊！店铺的格调都不一样了，东西能不好吗？好得很，我今天来的早，抢了好几张符纸，试了一张之后，又跑来多存一些，结果全卖光了。不仅符纸好用，我刚刚在这里还买了一把剑，那手艺是真没得说，也不知道是哪个大宗门出品的，反正我赚大发了。罗延忠是一刻也听不下去了，气得转身就跑了。店铺存货已售罄，感谢各位光临，老板不会时间不定，大家有缘再见。请问各位是清玄宗？清玄宗？修仙界有这个宗门吗？没看到清玄宗的名字呀。清玄宗有的，但他们门派除了收徒大会参加之外，其他宗门联盟的活动一个都不参与的。那就是有了，辛苦。我们一共9个弟子，玉牌每人1个，在上面写下你们的名字，它会作为你们在巅峰舞会的唯一标识，请勿弄丢了。多谢了。他们就跟散修一样的临时参加，来之前是没有门派统一报名的。哎，这是什么宗门啊？要弟子自己报名的？他们师傅不管吗？看起来不像是有师傅的样子。天哪，还有这种门派？修仙界之大，无奇不有，他们是重在参与，帮忙垫底。这话一出，那些个散修全都看着他们笑了起来。喂，你们是哪个宗门的？他们喊得很不礼貌，清玄宗的弟子们没有一个搭理他们。看见没？都被这样羞辱了，还一声不吭的宗门，基本都是来送菜的。大叔，小不点儿，有事啊？你为什么要嘲笑我们？嘲笑就嘲笑啊，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可是我们宗门那么弱，而且无组织、无纪律、无人管，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你光是嘲笑两声吗？不拿出点实际行动过来占占便宜吗？这话好有道理啊！大叔，你嘲笑了我们，我们很生气，我们也是要面子的，要么我们就堂堂正正比一场吧。那人一愣，要是你赢了我们，我赔你1000块中品灵石；要是你输给我们，我也不要你钱。你知道我们门派特别可怜，你在我们正式比武的时候，去给我们装个声势就行。这什么宗门啊？出来的小孩怎么傻了吧唧的？不怕亏的钱袋都要空了吗？你怎么还在犹豫呢？你年纪这么大，阅历这么深，该不会怕我一个小孩子坑你吧？那人往叶玲珑的身后扫了一眼，他的同门也都是年纪不大，修为不是筑基就是金丹，看起来确实不厉害。胡说八道，我怎么会怕了你？那行，我们开始签协议吧。不是吧？这么认真的？我签好了，轮到你了。那人反复的看了好几遍，赢了血赚，输了不亏啊，天上掉馅饼了，真有这种好事儿？那人犹豫了一下，一咬牙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丁家鹏。他都签了，肯定不会坑，有便宜不赚是傻子。来来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啊！叶玲珑这么一吆喝，刚刚嘲笑他们的7个人全部签了名字。大叔，都超过20了吧？我们清玄宗到九华山，且年纪超过20的男弟子只有1个。你们等一下，我去喊我大师兄过来给你们比武。怎么了，小师妹？我替你接了一场比武，不用很长时间，大概率都不用打，亮相一下就行。看到连个掌门长老都没有的宗门，忽然蹦出个元婴期大师兄，签了约的丁家鹏7人震惊了。你们区区7个小金丹是一个一个送呢，还是直接一波团灭？要么别打了，直接认输吧啊！比试之前还暴打，我怕影响你们的比试心态。别说了，你就没有哪句不搞我们心态的？签不签？不签我喊人啦！师兄师姐，他们欺负我！身后的人全跑过来了，齐刷刷的目露凶光。既然是签约比试，那就堂堂正正的比一场，不战而降这种事情我做不到。这位兄台，请赐教。丁家鹏直接连人带剑飞了出去，实力差不多的可以赐教，差得远的就是纯属找打。他内心痛苦的抬起头，正准备说几句话挽尊，可谁知一抬头却看到其他6个人跑去签字认输。紧，他为什么要讨这个打？师兄们，
我啦啦队都跟你们找好了，你们要是打不了几场就淘汰，好丢人的。所以这2天你们就别出门了，不吃不喝不睡的修炼就行。还有这个，我新研究的贴身符，给你们每人一叠，困了累了贴一张，保证一贴精神爽。对了，胖头会不定时的去巡查，你们别被吓着啊。你们也不想被胖头打小报告吧？他那个果呀，说话不好听的。一瞬间又回到了当初在青蓝峰上被小师妹支配的恐惧时光。小师妹放心吧，师兄们都很自觉的。师兄们超棒的，我等着你们大杀四方，带我装备带我飞。4个师兄被他这模样给逗笑了，那一瞬间忽然觉得努力点也是应该的，省得连爱惹事的小师妹都保护不了。巅峰舞会正式开始的那一天，一大早，所有参加舞会的散修以及宗门弟子都会在第2峰的最大的主会场集合，听宗门联盟的盟主任堂莲发表讲话，一起前排大宗门的强大气势。清玄宗9个人站在最后，十分的安静。眼看着盟主讲完，4大掌门各自上去发言，流程比他前世的运动会开幕式还长。叶玲珑便有些后悔，为何不多修炼1个早上。头一回参加舞会的师兄师姐们，听上面的人讲话，听得那叫一个热血沸腾，情绪全部调动起来了。也好，上午打了鸡血，下午比试的时候猛一点也不错。很快，一早上的讲话结束，盟主宣布大家解散，并且按照赛程安排各自去做准备。巅峰舞会的第1天比试安排的全都是个人战斗比试，大师兄今天第1场对上的便是7星宗的弟子。亏了你提早拉了一群人来，不然咱们这边没几个人给大师兄助威，他可太惨了。叶玲珑点了点头，感谢那几位散修送的温暖。其实吧，小组赛的时候没什么好看的，咱7星宗的弟子每年的小组赛都能全部出现，也就是掌门非要咱来看个热闹。你们呐，这巅峰舞会是5年1次，每次都会有那么1、2个意外了，这不就是看点吗？再说了，天天待在宗门里面，你们不腻吗？多看看这些后辈吧，后辈才是咱修仙界未来的希望啊！是，掌门说的是。那我们且好好看看，咱7星宗这修仙界未来的期望如何，能不能稳定发挥，带来惊喜。惊喜呢，就不必期待了，毕竟这一场是跟一个没听过名字的小宗门，叫什么清玄宗的，大概率是速战速决了。7星宗任家园。清玄宗裴洛白。看到裴洛白是个元婴的时候，台上台下的7星宗人全都傻眼了。20岁以上50岁以下的弟子里面，修为能达到元婴的屈指可数。大师兄威武，大师兄必胜，大师兄打他！他这一喊，气氛组立马就跟上，在一旁尽职尽责地喊着。7星宗的弟子们准备喊起来，他们刚开口，名字刚喊完，助威词还没出口，咚的一声响，战斗结束。这就很突然，也很没面子。大师兄赢了，大师兄超级厉害，大师兄，大师兄！陆白为这一喊，气氛组马上跟上。我现在就要清玄宗和裴洛白的全部资料，把你们知道的全部都说出来。但不曾想，竟然没有一个人开口回答他们的问题。荣月师妹，不如你来说吧，你妹妹不是拜入清玄宗了吗？你应该最了解。所以他也会消失吗？其实我有一个疑惑，像我这么明显的废柴不被人发现也就算了，大师兄这么优秀，天赋这么高，师傅是怎么从授徒大会捡漏捡到他的？师傅的弟子大部分是他在外面自己捡的啊，也就只有我们5个是收徒大会上捡漏捡来的。那其他师兄是哪里捡的？那就要问师傅或者问他们自己了。多好一个苗子，怎么就被师傅诓回来了呢？那大师姐呢？他就更神秘了，我们来的时候他就在闭关了，没怎么见过。发什么呆呢，小师妹？刚刚大师兄比武看见了？看见了。没偷懒吧？叶玲珑一愣，没有。那以后能不能把胖头巡逻的环节给取消了呀？胖头来巡逻就算了，可为什么太子也会来？就怕哪天连招财都飘屋顶了，这谁顶得住啊？好吧，我叫胖头别来了。4位师兄顿时一喜，有空我自己来。 4位师兄顿时一僵。
还是胖头来吧，我怕影响你修炼。其他师兄把头一点。啊，好吧。叶云龙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比武场次安排表，快走啊，要赶下一场了，气氛组注意跟上啊。第2场比试是莫萧然的。打不过我大师兄就算了，不会喊个口号都喊不赢别人吧？这口气不能扬啊，这面子不能丢。说的好有道理啊。比试前，比武场上气氛超级热烈，双方呐喊的火拼持续不停，一直到比试开始后的几秒后，世界安静了。搞什么呀？喊半天就打一招啊！大家都是金丹呐，怎么你们一碰就碎啊？质量不行啊！走了，马上下一场。接下来他们一连赶了2场，季子卓的场和宁明成的场，两人依旧是没有意外的速战速决了。随着清玄宗4场大优势全胜，清玄宗的名号在巅峰舞会渐渐的响了起来。去看看他们下一场是不是又秒杀呀？哎，竟然是在初级组的比试，那不是小孩打架吗？可是往年初级场的比试不是都没人吗？为什么今天那么多人呢？等下，我们好像挤不进去啊！气氛组一看这状况，顿时就慌了。不会吧？对面是什么来头？场面这么大的，这怎么喊得赢啊？喊不赢就算了，一下午啦，你们也歇歇吧。就最后一场了，我们尽练。不喊也没事儿，我不在乎这虚荣。不在乎这虚荣？你绑架我们当3个月的气氛组？谁这么大的牌面，能让一个初级组的比武场挤成这样子？还能有谁啊？叶荣月呗。小叶子的对手也不可能是叶荣月呀，他们不在一个组啊。刚刚我中途离队去参加自己比试的时候，曾路过叶荣月的比武场，那观众人数啊，完全比不上这里。啊，这就匪夷所思了。哈，原来都是他的老熟人啊。叶子姐必杀，叶子姐秒杀，叶子姐超凶啊！竟然喊一个12岁的小孩做姐。看什么看？她一天是我姐，一辈子就都是我姐。叶子姐威我。玲珑，我们来给你助威了。之前说好了巅峰舞会见的，这不就又见面了吗？几个月不见，玲珑她变得更可爱了。搞什么啊？那小子到现在还惦记我家小师妹，谁给他的脸？怎么回事？我担心了一整天，怕他比武没人看，专门带人过来给他助威，结果人家还抢我前头了，我还以为满场的人都是对面请来的，是我天真了。嗓门大点儿，不然人家听不见的。小豆芽，看这边，哥哥来给你镇场子了，好好发挥，不要有压力啊！实在打不赢的话，结束以后哥哥给你1对1临时恶补。他大师兄我还在这里呢，用不着你费心了。就是，我叶子姐的强悍，你是一无所知的。哼，没错，玲珑很厉害的，她才不用你教。谢灵翼原本只是想来看看有没有人能暴打叶玲珑。叶玲珑，好好打，你姐姐和我们都会支持你的。谢灵翼他抽的什么风啊？下一秒，看到他眼神瞟向司玉晨示威的时候，他秒懂，皱着眉的柳元旭不过是想来看看这死小孩被鬼王反噬没有而已。同门这几个喊这么大声做什么？好气呀！黑着脸的贺连凤，也就是想知道那个凶手到底有没有被这个死小孩抓住而已。同门为何全身上下散发着白痴一样的气息？好烦呐！咚的一声响，比武正式开始。前头师兄们都是一招秒杀了，他若是跟对手打得难舍难分，就不太礼貌了。于是他长剑一甩，直接把对面拍飞，干净利落地结束了这一场比武。一场毫无悬念的比武，下面的观众们却非常的激动。好久不见呐，小师妹的风采比当初更盛了，可喜可贺呀。小师妹，你竟然叫我小师妹？日升月落这么多天，你入清玄贼心依旧是不死啊？东方剑一愣，不是啊，他不是这个意思呀。叶子姐，你别理他，你理我，我就没这个想法。毕竟我已经是烈阳殿的宝贝了。叶子姐，我不像他这么不识抬举的，我的请求很简单的，什么时候啊能帮我干掉我们首席大弟子？醒醒，天还没黑就开始做梦了。啊，那我再把请求放简单一点，能不能给我点纸符啊？上次我的宝剑被你家太子给吃掉了，现在只有一把普通的，明天比试的时候很吃亏啊。首先你的剑被吃掉时，他还不是我家太子，这事儿呢我不负责。其次，如果你不服气，我可以叫他出来，你找他算账。
哎呦，叶子姐，闭嘴！叶玲珑从戒指里掏出了几张符纸，塞到了罗延忠的手里。罗延忠两眼放光，激动不已。玲珑，你为什么要给他送符纸啊？是因为他喊的卖力吗？我刚刚也挺卖力的，要不……雨星洲还没说完，叶玲珑就已经把符纸掏了出来，递给了他。拿去，不谢。不是吧？他费尽唇舌才拿到的符纸，那毛小子话都没说完就给了？凭什么？叶子姐这也太偏心了吧？不是吧？这么快就打发他了吗？他还想多跟他说几句话呢。他无助地回过头去看他的师兄，只见徐之锋指了指自己，他立马心领神会。还有我师兄他……雨星洲话还没说完，叶玲珑又掏出一叠递给他，替我向你师兄问好。对话就又结束了。辛苦大家，让一让啊！哼，好笑。江玉铮被这两人拦住，没能如愿走到叶玲珑的面前。他正要开口，发现叶玲珑那几个师兄也跟着一块儿把他给挡住了。这下直接连人都看不见了。第二天，他们清玄宗的比试只有幻术、炼气、炼丹以及制服，这几项比赛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叶玲珑到比赛场的时候，比赛很快就开始了。比赛内容很简单，在规定的时间内写出20个基础类型的符文，写完交上去就算结束。叶玲珑拿到符纸之后，刷刷刷的写20张符纸，他1分钟不到就写完了。看到他写完上去交符纸，其他人顿时就愣住了。你这是弃赛？我写完了。你在开什么玩笑？写一张符纸需要全神贯注，需要运转灵力，需要境界合一，这样写出来的符文才有用。你是糊弄谁呢？我有没有糊弄？你看我符纸就知道了。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莫着急，莫着急，让我来看看这位小弟子的符文，若是写的不好，淘汰掉便是了。你怎么不说话了？也被这不端正的态度给气到了。他正要去把符纸撕下来，结果却发现符纸在他身上消失了。见此，叶玲珑又拿出符笔，重新写了一张。现在我交的符纸算数了吗？哎呦，算呐，怎么能不算呢？不知你师从哪位高人呢？师从掌门华修远。哎呦啊，可惜了呀！若是有机会，我定登门造访，向你师父请教。那我可以离开了吗？你可以回去了，我们下一场比赛见。这是你的符纸，你可以拿回去了。多谢大师。叶玲珑拿走了自己的符纸，走出了比赛场。好不容易解开了禁言符的崔星辰，你小子故意的吧？那么多张符，你给我挑了张禁言符不让我说话，你是不是对人家小女娃动了心思，怕我跟你抢人，所以才暗算我的？有些人表面和善，实际上一肚子坏水，贼得很。小组赛结束后休息了2天，新的分组和场次安排便公开了。小师妹，什么情况？这是有人在针对你吧？无所谓啊，要拿魁首迟早要对上，他上赶着提前给我当垫脚石，那我就成全他呗。只是这么明显的针对，就怕对方会做手脚。可我还是担心呢。大师兄，你不要这么慈悲心啦，人家都针对小师妹了，你还担心人家干嘛？小师妹，这里是巅峰舞会各大掌门长老云集的地方，咱们清玄宗暂时还是名门正派，你到时候明面上收敛点。他转头去看了一眼跟着点头的宁明成。你懂了？不懂，但可以装懂，这样不会显得格格不入。玲珑，你在这里啊？你看到淘汰赛的安排了吗？看到了。你怎么会那么倒霉，遇上曹永新呢？不过没关系，我之前研究过他。原来是送情报的，那就欢迎欢迎了。曹永新是北斗宗掌门的儿子，从小因为天赋不错，被北斗宗倾尽资源去培养，所以他突破的速度也是很快的。到今年15，没准啊，已经到金丹中期了。所以这个曹永新，你不可小觑啊。叶玲珑点了点头。哼，说什么屁话呢？要我说呀，他这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实力远远比不上我们叶子姐。他是有天赋没错，但是为了他一个人，整个北斗宗啊都被拖垮了。就是因为北斗宗所有的资源都往他身上给倒了。说了半天有没有讲到重点呢？我给你查清楚了，宏宇商行这些年渐渐嚣张起来，就是因为跟北斗宗勾结了。大的宗门他们不敢动，小的宗门全都压得死死的。谁家的炼丹师、炼气师、符师出了货，全都要走他们商行。
价加的很低的，全靠北斗宗在后面支持啊。你们清玄宗3个人在非战斗类的比赛中表现很优异，炼制出了不少好东西，但却不愿意跟他们合作，直接惹毛了他们。所以他们现在花钱买通排赛阵的人，想让你提前滚蛋。这个我懂。宏宇商行的人看你不顺眼，但是因为你们出门带保镖，他们奈何不了，所以啊，就想办法在正赛场收拾你。一般这种情况是要下黑手了。什么叫下黑手？下黑手的意思吧，就是正大光明的在比武台上把你打残，甚至打死。比武虽然是从上点到为止，但难免会有些意外。上了比武台是生死不论的。如果你连认输都没能说出口，人就没了的话，对方是可以不负责任的。叶玲珑立马一副我学到了的样子，使劲点了点头。所以小师妹，你一定要小心呐。刚刚怎么说的？收敛点，收敛点，小师妹，你一定要收敛点。收敛是什么鬼？最好的办法就是上去二话不说，先给他贴张禁言符，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那个出门就要搞事打架的七师弟，张口闭口收敛点；那个平时温文尔雅的五师兄，开口就是贴个禁言符，贴上去，然后呢？是他想那样吗？小师妹，我觉得这个办法最稳妥。万一北斗宗来报仇呢？简单啊，报清玄宗地址，师傅会搞定的。这样确实没有后顾之忧了。不是，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一句没听懂。江玉洲说完，雨行舟赶紧跟着点点头。你们不需要懂，只需要……罗延忠话还没讲完，他身后一个同门叫了他一声，跟那个同门讲了几句。哎呦，叶子姐，啥也不说了，抄家伙吧，这忍不了。最新消息，他们要在你和曹永俊比赛当天早上去砸你家店铺，砸完之后会在你比赛时准时跑来羞辱你。他们既要杀人，也要诛心呐。好事呀！怎么样？还有1个时辰，他的比赛就开始了。你能不能在1个时辰内拆掉他所有的东西，毁了这个铺子？不过是一个年幼小女娃搞的孩子而已，要搭建不容易，要拆除那可太简单了。那行，咱今天就让他知道，屁颠大的宗门也敢招惹宏宇商行下场会有多难看。看到门口上贴了张纸条，本店全部货物售罄，暂不开门，闲杂人等请勿进入，违者倾家荡产，没地儿哭。幼稚把戏，我偏要进去，给我上！二当家率先冲在前头，一脚踹开了一叶遮天铺的大门。今天的铺子里什么也没有，下一秒店铺的门就给关上了。二当家，我总觉得这铺子好像是有蹊跷啊。废话，就你看出来了吗？要不我们先退出去看看？退什么退？来都来了，谁退谁怂。哎呦，这不是怂不怂的问题啊，这显然是不对劲儿啊。我们，诶，刚刚是谁在说话？声音这么欠揍。我呀，哼，你罗大爷，我在这里呢。你们带的是什么狗屁的服饰啊？这么简单的隐身符都没有看穿，业务水平不行啊！你怎么在这里啊？隐身符啊，这都不知道？你们这个服饰是骗子吧？天哪，我还以为来了一群什么厉害的人物，原来是群傻子。这都还没开打呢，就先被服饰给骗了一笔。胡说八道什么？老子是北斗宗的高级服饰，掌门亲自派来的，能有假？哦，原来宏宇商行勾结北斗宗啊！知道了。不是，你为什么要自报家门呢？我也不想了。你怎么回事？你不是马上要参加淘汰赛的对战了吗？离开时不到1个时辰了，你还不去？你是怕了打算弃权吗？弃权不好吗？你们安排曹永新揍我，我弃权在这儿蹲你，这样一来我店铺也保住了人员安全了，不是吗？你觉得就凭你们2个能保得住你这破店？这么巧，我今天也是带人的。哎，别想了啊，咱们直接明牌吧。我们就是来店铺里看一眼有没有东西卖而已，没想做什么。看见没，七星宗，以后你要是想联合北斗宗寻仇什么的，我们随时欢迎的。你们不是清玄宗的吗？怎么会有七星宗这么大的靠山呢？我姐姐是七星宗的叶荣月啊。我错了，我也是受人唆使的。
你错哪儿了？你不就是进我铺子里来了吗？也没打砸抢啊。对呀，咱也没有到不死不休的地步嘛。放心，我先都提醒你们了，我只是要你们倾家荡产而已。一夜遮天，无人售货，来偷来抢，留下当货，明码标价，欢迎赎回。呵呵，有意思，太有意思啊！我来看看啊，这些小偷都卖什么价格？这个最贵，这个最便宜，然后是这个，哎，莫不是按照颜值定价的？虽然，但是真的会有人来赎他们吗？这么高的价钱，要换做我就当不认识算了。我只能说，一夜遮天的老板简直太牛了。不行，太有意思了，我来玩一会儿。叶玲珑，快，马上轮到你了！北斗宗那边已经就绪了，我们这边气氛组也准备好了，你一定要赢啊！北斗宗，曹永新，清玄宗叶玲珑。比试正式开始，曹永新手中的长剑一挥，便朝着叶玲珑砍了过来。叶玲珑迅速地拿出玄影应战，几招之后，叶玲珑竟然被曹永新打得节节败退。我妹妹走到这一步，已经是超常发挥，也该止步了。怎么办？小师妹好像真的打不过呀，会不会有危险呢？完了，早知道之前就陪她多练练了。她又在搞什么东西？她能不能认认真真的打一场？她为什么总是跟闹着玩似的？小师妹的演技越发的炉火纯青了。我赌100个零食，曹永新可能要血本无归。虽然没看懂，但我知道结局一定是虐身又虐心的。哎，干什么？气氛搞起来啊！群演不用努力的嘛。哎，叶子姐顶住，叶子姐你别怕，叶子姐，你就算输了，也是我内心最大的骄傲。只见叶玲珑被曹永新的法术击中，整个人摔了一跤，绊倒在比武台上，来不及逃跑。太子救我！叫什么太子？叫天王老子也没用。你今天死定！我的紫霄剑，杀了他！你给我杀了他！曹永新回过神来，迅速从戒指里重新掏出了一把剑，继续朝着叶玲珑追了上去。我的后天剑，我的霸王刀，我的禅行斧，我的六叉戟，求你了，空手打他吧，别再用武器了。北斗宗的掌门长老们的心碎了一地。是他，就是他。叶玲珑那个坏小孩，真的把那只凶手给抓了。贺兄啊，兄弟我没法为你报仇了。此时比武台上，曹永新也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从戒指里掏出了一样武器。那只小兽果然跳起来去吃那一把武器了。时机一到，就是现在。他激动地掏出他最后一把压箱底儿的剑，朝着叶玲珑刺了过去。叶玲珑站在那里不躲不闪。铮的一声响，曹永新手里那把普通的不行的灵剑直接被叶玲珑手中的玄影给斩断了。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曹永新看到这一人一兽这么凶，他紧张地后退了好几步，吞了口口水。怎么办啊？太子等了几秒钟，发现这个愚蠢的人类竟然没有继续掏武器了。他低吼一声，朝着曹永新冲了上去。不给吃的，那就吃你吧！叶玲珑眼疾手快的把太子给紧紧的抱住。这太子要是当着所有人的面一口把曹永新给吞了，清玄宗就要变成歪门邪派了。现在给你10秒钟，赶紧借一把像样的武器过来，我正大光明的跟你打，免得说我是欺负你这个小金丹。曹永新一听正大光明，那他可就不怕了。快给我把武器！那只灵兽已经被收起来了，快借我把剑呢！我不会输的。是收起来了，但也不是不可以再放。北斗宗主的动作瞬间停顿。你怎么那么多话？到底还打不打？随便你，不打你就自己跳下去呗。要打的话，我过来了。求求了姑奶奶啊，别搞心态了啊！眼看着自家儿子在比武台上要崩溃了，北斗宗主一咬牙，从戒指里掏出了一把上品灵剑，往比武台上一送。他足尖一点，长剑一挥，气场全开的朝着叶玲珑攻了上去。叶玲珑毫不迟疑，运转灵力，从容应战。叮叮叮，长剑相撞的悦耳声音从比武台上传来。两个人一开打，便是旗鼓相当。就在这时，叶玲珑后退了2步，手中的玄影往前一送，招天神剑诀。曹永新脸色一下子变了，他在剑招下不停地躲闪。这是什么剑诀？好强大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他迫不得已疯狂后退，比剑法他根本就比不过呀！再打下去，他迟早要被削成泥。好在他是土系丹灵根的天才，千山万重诀。
眼看着无数的落石从他脑袋上砸下来，大重生树，无数的荧光从他掌心处飞散开来。下一秒，附着在土石上的种子迅速的生长壮大，强大的根系将所有落石从内部开始土崩瓦解。他竟然是木系修炼者，他的灵根是木系的，木克土啊！这曹永信也太倒霉了吧！我去，我还以为木系的修炼者都跑去炼丹了。不是吧？我还以为木系修炼者都是可爱漂亮的小姑娘，捏个法诀就能温柔的治愈伤痕、治愈内心、治愈全世界呢。兄弟，你这话我就不同意了。台上那位长得不可爱吗？不漂亮吗？不是小姑娘吗？叶玲珑借势，足尖一点，迅速飞起，直冲到了曹永新的面前，刺到了他的心口之上。银丝甲直接被刺穿，曹永新一口鲜血吐了出来。我的儿啊！我的甲呀！我感谢。他从戒指里掏出了一张符纸，露出狰狞一笑，然后把这张符纸往叶玲珑身上一扔。这人怎么还能徒手接符纸的？爆炸符，你要炸我啊？不然呢？炸自己啊？一张不够哦，我这儿有一叠，来，给你试试啊。曹永新整个人就像吓傻了一样，连滚带爬地冲出了比武台。投诉！我要投诉！他刚喊完，咚的一声响，裁判同时宣布了比赛结束。顷刻间，全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超激动的喝彩声。盟主，你可千万要替我们做主啊！一场比赛，他那只灵兽吞了我们这么多灵气。盟主，我们师父身体不适，在宗门休养，这次只有我们弟子前来，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担待，有什么事情直接冲我来就好了，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说话就说话，那么凶干什么？吓坏小孩子了。没事的，盟主，我不怕。师父说了，没有人保护的孩子要自己勇敢。你这孩子真懂事，但你们也是可怜，那么多孩子在这里没人管。哎，我听说你们就连报名都是自己去的。是啊，还好盟主的手下办事周全，不但给我们分配了房间，还知道我们去报名，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说话就说话，你拍什么马屁呀？还拍得这么自然而然的，往年你们都不参加的，今年怎么忽然就参加了？师父叫我们来的。你们师父也是的，自己不来，偏叫你们来。所以即使我们受了委屈，我们也会忍一忍，这样不会得罪人。果不其然，任堂莲看着他的表情更加温和了。北斗宗主，你先前要投诉什么？他人来了，你再跟他说一遍。我要投诉他。温和的说。一肚子的火，你让我温和着说。盟主，不是我生气，只是这一次我们宗门损失太大了，武器就被吃掉了5、6把，还有防具等等。他那只灵兽这么危险，若是不能控制住，恐怕是必成大祸呀。他要是一直带着那只灵兽，以后谁敢跟他比武啊？可有此事啊？盟主，比武规定是可以携带自己契约的灵兽的。确实可以，你不过是筑基，评级特别高的你是契约不了的。若是种类特殊，那本盟主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确实要采取一些行动的。你的灵兽可以拿出来给我看看吗？可以啊。这是什么灵兽啊？是铁兽。是铁兽？任堂莲一怔，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个？真的吗？这天下还有盟主没听说过的灵兽？可以给我看看吗？叶玲珑犹豫了一下，没交出去。他脾气不太好，我怕他伤着你。你这只灵兽是怎么来的呀？师父送的。什么是铁兽？我刚刚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甚至想吃了我的儿子。他就是个危险极大的灵兽，搞不好还是个妖兽，必须得处理掉。北斗宗主，他不吃人。胡说八道，他分明是吃人的。你见过？我是根据经验所猜的。经验可不算数，实践才出真知。要么我把他给你抱一会儿看看他吃不吃人。盟主，这东西啊必须得处理，否则后患无穷。一没证据，二没道理，你就让我处理他的灵兽，是仗着他师父不在就欺负他一个小孩吗？比武本就生死不论，连命都不能保证，武器保不住有什么奇怪的？光这件事他不算违规，
所以此事不必再提了。但是有一点也确实没错，这只灵兽在以后的比武里，你不可以再放出来了。我知道了，反正其他人也不值得我辛苦我们家太子一趟。盟主，这事没完呢，他投诉完了，现在轮到我了，我也要投诉。你要投诉什么呀？我投诉我上一场对手北斗宗曹永新在比武过程中违规使用符纸，害我差点受伤。比武有规定，为了保证公平，不可以携带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进行战斗。武器和防具类的一般难以判定，但是灵兽和符纸就很好判定。租借别人的灵兽，购买大师的符纸用于战斗，那就不行。可有此事？确有此事，但我儿只是不小心拿了出来，并没有使用它呀。他都把爆炸符扔我身上来了，这就不算使用吗？你不是没受伤吗？我心灵受伤了，我当时人都吓坏了，那可是高级符式的爆炸符哎，吓得我脑袋都不清醒了，不得不闪反而徒手去接，天哪，这多么危险！我这只手差点就炸没了。能不要编得这么声情并茂吗？北斗宗主气得浑身发抖，这小孩怎么能这么坏呢？这确实是曹永兴违规了，按照规定，禁赛5年，你可以离开了。北斗宗主气得心梗，只好拂袖离开。盟主，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要回去修炼了。其他人可以走，你留下。盟主，小师妹她年纪还小，我作为她的大师兄，还是留下来陪她吧。哼，怕我会伤害她？我可是盟主，一举一动多少人看着呢。大师兄，你们在外面等我吧。小师妹都发话了，他们也不再坚持。清玄宗好玩吗？好玩啊。你师父多久没出来了？1年吧，上次去了收徒大会。任堂莲点了点头。你那只灵兽脖子上的项链是封印吧？不愧是盟主，好眼力。你师父怎么会给你这个东西呀？盟主，师父给徒弟抓灵兽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那你能保证他不会欺负人吗？能啊。那你跟我保证，以后不要再拿出来了，至少公众场合不要拿出来。不仅是比武，这修仙界里眼力好的人可不少呢。叶玲珑一脸乖巧又无辜的点了点头。初级组的魁首，有信心吗？盟主觉得我可以吗？如果你拿到了，我送你一样东西，好不好？好啊。行，那我等你好消息。回去吧。叶玲珑告辞离开，看着他离开的背影，任堂莲眉头轻蹙。凶兽现世，必有大劫呀。叶玲珑，干嘛？要不是因为这里是九华山是盟主的地盘，就凭你嚣张拦路的行为，我直接就动手打你了。他把自己要放的狠话提前说完了。好，好得很，这笔账我记下了。今后我北斗宗和你清玄宗是势不两立。听见没？以后在外遇见北斗宗的不用客气啊，直接往死里揍。他们宗主亲口说的。清玄宗众人点了点头。对了，你刚刚在里面一口一个咬定我家太子会吃人，是有人告诉你的吧？我听不懂你说什么。你心里要是没鬼，你会慌吗？我不慌啊，我就是告诉你，赫连放他不是好东西，他快自身难保了，你还凑上去跟他共沉沦，你是不是傻？他竟然知道了，什么共沉沦，什么自身难保。还有啊，谢谢宗主啊，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巅峰舞会上受了委屈还能投诉的。学到了，学到了。持续心梗的北斗宗主捂了捂心口，难受啊。叶玲珑看对方狠话已经放完，他便安心的离去了。眼看着他要走，北斗宗主忍不住追了2步问道：哎，你刚刚说赫连放他？还真是赫连放啊，我随口说的。嘿，这你也信啊？时间一晃而过，一直到最后1个月，全部项目的决赛圈比赛开始。在所有单人排名赛开始之前，极其受各大门派重视的宗门团战先行开战。每个宗门派出固定7个人参赛，清玄宗是唯一一个又小又凑不齐7个金丹，还坚持着上去参赛的宗门。不是吧？真就还有7个金丹都凑不齐也要硬上的宗门？哦，那是清玄宗吗？那不奇怪了。胡说八道什么？
就算是清玄宗，也未必能出奇迹吧？虽然他们有一个元婴，但是有2个筑基啊，2个，其中一个连个人赛都没参加过，来混日子的那种。反正我不看好清玄宗。也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故意，团战第1场，清玄宗对上的就是北斗宗。比试即将开始的时候，全场观众都非常的紧张。比武台下，裴洛白看着身后的师弟师妹们，忽然有点紧张，又期待又担心自己发挥不好，影响了师弟师妹们。哎呀，我好紧张啊！我一会儿要是打不好，你们多多担待，我真的很努力了。我努力了2个月，修为终于冲到了筑基后期。可金丹太难了，我就是上不去。我也不想拖后腿啊，可是，哎呦！其他同门顿时心头一松，原来大家都紧张呀，看样子不是我的问题。师姐，有什么好紧张的？对面那几个连当初真云城那2只黑妖豹的实力都没有，你当时就能赢，这次肯定能打爆他们。真的吗？那我不慌了。这一场团战我们怎么打？就按照你之前设计的那个阵法打吗？不，就打那几个小金丹，连个元婴都没有，大师兄冲上去一顿乱砍就完事了。所以我们就快点收工回去修炼。不回去，今天就在会场里找个角落，我给你们搭个阵法修炼。我们还是要看看4大宗门的团战，他们是有2个元婴以上的，而且排兵布阵的实力都远超其他，我们的对手是他们，其他小宗门啊随便打打。那行，就按照小师妹说的，速战速决。很快比试正式开始，双方弟子上场。北斗宗、清玄宗。各自的大师兄报了宗门名字之后，咚的一声，团战开始。北斗宗弟子迅速摆阵，气势一下子就出来了。北斗阵，这是北斗宗最出名的那套阵法。看样子北斗宗来报仇是认真啊。虽然他们很厉害，但是连个掌门长老都没有，谁给他们排阵法？必定一盘散沙，不成气候。来了来了，紧张的时刻到来了。他们果然开场就针对清玄宗2个最薄弱的点，就看他们能不能扛下来了。清玄宗4个男弟子挡在了3个女弟子的前面，就在无数观众都嘲讽清玄宗团战短板明显，不战先退，清玄宗的4个男弟子一人一剑，砍瓜切菜似的，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把北斗宗的7个弟子暴揍之后，全扔比武台下去了。当清玄宗气氛组带头呐喊喝彩的那一瞬间，全场被带动着爆发出了一阵阵掌声。在实力碾压的时候，谁管你什么花里胡哨，一个不剩全部拍飞。这场一点也不好看，实力碾压了呀！胡说八道，这一场特别的好看，颜值碾压了。这一场结束，清玄宗众人迅速地离开了比武台。这次他们选了个无人关注的角落，直接坐下打坐。叶玲珑直接在阵法上做了改进，在阵眼上弄了个吸收灵气充裕阵法的。九华山的灵气那么浓郁，如果能一次性储存起来，以后他们外出是不是就不必要烧自己的灵石了呢？小师妹，你怎么不进来？我在思考，我准备做个实验。3师姐、4师姐，你们也出来一下啊，我们搞点事情。这时陆白薇也激动地跑了出来。搞事情怎么能少了他呢？伟大的工程总会需要默默无闻的人在你们身边端茶递水打杂。还是5师姐贴心。柯心兰有点道心不稳，她眼神飘了好几回。小师妹的搞事，她也好想参加啊。2师姐，你也来帮个忙吧。这话一出，柯心兰直接跑了。小师妹，我也……叶玲珑一抬头，目带凶光。我也帮不上什么忙，还是和师兄们一块修炼吧。要是小师妹对待师兄的时候，也能跟对待师姐那么温柔就好了。每次历练，师兄都是冲在前面挨打的，师姐都是跟在后面捡宝的。嘤，不公平。我是这样想的，灵石是天然的，可以储存灵气的东西，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模仿灵石，做一个更强大的储存灵气的东西呢？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九华山的灵气储存起来，随身携带，去哪儿都能够修炼。小师妹，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不错。咱们清玄宗灵气贫瘠，每次下清玄宗秘境修炼也不太好，那里环境着实有些刻苦。我倒是知道，有一种和灵石相类似的材质可以吸收灵气，我回头把配方改，加以研究，我来负责研制吸收灵气的东西。能够封存灵气的材料，我之前见过。我回头尝试一下炼制灵气储存器，尽量做到最小、最方便携带，而且成本最低。
那就由我来负责研制聚集灵气的阵法，到时候咱们阵法100，储存器拿出来就疯狂的压缩储存灵气，能吸多少吸多少。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帮助3师姐和4师姐找材料啊，他们需要什么啊，就辛苦你们也去找到并采购回来。到时候做实验的时候呢，也可以帮忙打个下手。总之，2位师姐也很重要，我们还要打团战修炼要紧，回阵法里去。对，你们就在这里修炼，顺便看4大宗门打团战。我和4师妹呢，回房间里去了。我现在非常想尝试啊，这个点子太有意思了。我也很想试试。3师姐，我们快回去吧。叶云龙一边在想这个事情，他时不时就站起来调整一下他的阵法，一调整，阵法的吸收速率便被提升，再调整，速率再提升，浓度再提高。终于，坐在观众席上的任堂莲皱着眉回过头去。叶云龙被发现之后，立即改掉了阵法的吸收速率，使得他重新变回正常值。奇怪呀，我怎么感觉这个比武场上的灵气一直在波动，而波动地方不是比武台上，反而是某个角落里呢？会不会是盟主这段时间劳心劳力的举办巅峰舞会太过辛苦，导致产生错觉了呀？整个九华山最厉害的人都在咱这一圈坐着了，哪里还有谁能够掀起那么大的波澜？放心吧，在我们几个的眼皮子底下，难道还能有人搞出大事情来？哈哈哈！再说了，九华山的灵气能出什么事情？稳定了那么多年，总不能一夜之间就全没了吧？盟主，你是多虑了。难不成自己是真的错觉了？小师妹，你带我们来这里做什么？练习打团战啊。怎么打？跟谁打？别急，你小师妹我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有办法的。辛苦你们今天在这儿帮忙啦。丁家鹏他们瞪大了双眼。啊，不是吧？你们让我们陪练，我们还不如被你们直接拍飞的北斗宗呢。当然不会，我让你们来是另有安排，你们就在这个区域把这些妖兽的尸体给处理了，烤好放上调料就行。叶云龙简单交代了一下怎么烤，怎么放料，交代完之后又提醒他们，做好你们的本职工作，不要好奇，不要回头，不要去看我们做什么，不然会很危险。丁家鹏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好好做，一头妖兽我支付你们20中品灵石。一听有灵石，其他人顿时就两眼放光，积极性就上来了。那我到时候能不能用灵石跟你买点符纸啊？当然可以啊，你们是清玄宗的气氛组，买什么都半折。这话一出，丁家鹏他们全都激动坏了。做不就是烤肉吗？有手就能做。二师姐，辛苦你弄个幻术模糊一下大家的容貌。完了，小师妹玩这么大的，好可怕呀！叶玲珑迅速地划了块地盘，布了一个简单的阵法，然后把他的2个好大儿全都放了出来，还当场就摘掉了他们部分的封印。他转过头去，微微一笑：“陪练就位，食物已经准备好了，但愿你们不要想不开，给他们做餐前点。”被吓疯了的其他人震惊了，一时之间竟分不清到底是招财和太子恐怖，还是小师妹更恐怖。团战场次少，进行得很快，到第3天的时候就剩下8个宗门。为了公平和刺激，8个宗门当场抽签，决定自己的下一个对手。我抽的是甲。司玉晨亮签的时候，旁边手握甲签的山海宗首席表情瞬间裂开。山海宗也太惨了吧，抽到昆无尘跟直接止步有什么区别？昆无尘太强了，上届巅峰舞会不但团战第1，高级组和中级组都是第1啊。快看，烈阳殿抽到金鼎宗，隐月宫抽到了赤羽门，那不用说呀，七星宗抽到的那就是清玄宗啊。今年这签啊，抽的也太巧了。不过也好，4大宗门提前晋级，明天才有精彩的可看了。七星宗掌门笑道。任堂莲微微挑了挑眉，看样子七星宗对这一团战是十拿9稳了。若是换了其他宗门，我可能不敢说这个话，但清玄宗这些人显然是硬凑的。4个男弟子确实厉害，但那3个女弟子嘛，要不咱下个赌注？怎么，盟主看好清玄宗吗？也不是看好，
就是觉得这一届巅峰舞会，他们创造了太多的奇迹，就想看看奇迹能不能延续。延续奇迹，也要看看基本的实力。前面几场清玄宗开战的时候，都是男弟子站前面战斗结束，那3个女弟子啊，都没敢往前走一步，他们连个阵法都没有，也就是前面宗门实力弱，到了七星宗这里，这个可不好使喽。既然你们4个都觉得七星宗必胜，那就我一个人选清玄宗了。既然盟主非要散财，那我们就却之不恭了。赌什么呀？就1万上品灵石吧。哦，赌这么大，那可是上品灵石啊。各位掌门这不是有钱吗？行，我赌。跟我七星宗相关，我有这个自信。他说完之后，其他掌门纷纷加入。有钱不赚是傻子。盟主，你这笔钱啊，我们就先收了呀。几个掌门笑了起来。时间很快过去，烈阳殿、隐月宫、昆吾城的战斗顺利结束，4大宗门顺利晋级3个，剩下就看七星宗了。虽然七星宗必赢，但我莫名紧张，怎么回事啊？哎，不用紧张，你马上就有一笔横财入账了。他期待这场比赛好久了，因为只有这样看起来特别悬殊的比赛，他的那些冤种同门才会义无反顾地压清玄宗的对手赢。叶子姐搞快点儿，他都迫不及待要报复了。清玄宗弟子心中没有一点波澜，毕竟见识到了解开部分封印的太子和招财的恐怖。且在他们面前艰难求生一整天之后，他们看对面那几个七星宗弟子，都觉得他们慈眉善目，特别温柔，而且很好欺负。很快，比赛正式开始，双方弟子上台。七星宗、清玄宗，咚的一声，开战。面对七星宗，叶玲珑毫不犹豫地把他珍藏了许久的阵法摆了出来。小白鼠1号，来见证他伟大的作品吧。阵法一摆，气场全开。清玄宗竟然是有阵法的啊！他这个阵法还怪好看的。哎，难道不是因为人长得好看吗？人好看，摆什么都好看啊。万变不离其宗，还是4个男弟子顶前面，3个女弟子站后面，他们没有新玩意儿了，100%没戏。七星宗率先集体攻上前来，陆白薇在瞬间释放加持场，眼看着大师兄最快对上了七星宗首席唐一凡，陆白薇给他加了个速度和攻击。与此同时，他有条不紊地给其他6个同门加不同的场。清玄宗竟然修炼加持场的修士，天哪，这可比任何一个其他种类的修士都要珍贵啊！他平时看起来空有美貌傻里傻气的，现在加持全开的样子好帅啊！天哪，这是什么神仙同门？我也想拥有！哎，快看，有加持的裴洛白和唐一凡对上了，2个元婴，2个首席，他们对上了。两人拼剑的时候，那气势，那剑招，那速度，看得人惊心动魄，浑身紧绷。这谁看了不得说一句，高手过招，招招精彩，真的太好看了。裴洛白竟然接下了唐一凡所有的攻击，并且打得有来有回。那可是唐一凡啊，七星宗首席弟子，去年高级组第3的唐一凡啊！我听说他今年突破了瓶颈，是有望和司玉晨争第1的。裴洛白竟然跟他打平了。打什么平啊？你眼睛瞎吗？裴洛白慢慢占上风了，你没看见吗？无论是速度还是攻击强度，他都开始压着唐一凡了。天哪，这加持场也太香了，神仙队友啊！七星宗另外一个元婴跟这边的穆萧然打了起来。作为金丹期的穆萧然召唤出他的腾云白虎一块作战，一个金丹面对元婴丝毫不虚。谁说金丹就一定是被元婴秒的？那也要看什么金丹。清玄宗的金丹也太凶了吧，有加持场之后更凶了，怪不得4个师兄顶前面，后面的师妹们直接划水划到8强呢。完了，刚刚还说七星宗一定能赢的，现在看来真的是说不好啊！我天哪，怎么还有偷袭的？本来唐一凡跟裴洛白打就打压力山大了，这忽然被一个幻术给砸中了，人有点懵，差点就被踢下比武台了。这边也是啊，穆萧然只有一只腾云白虎的，不知道谁丢了个幻术，他现在有3只，3只凑一块，不知道哪只是真的。七星宗那个元婴快疯了呀！哎，快看，
在加持场下和幻术的帮助之下，清玄宗那俩金丹竟然都在1挑2啊！这也太顶了吧！天哪，这么看来，轩辕战斗系比不上各司其职啊！清玄宗的这个配饰太豪华了吧！观众席上的那几个掌门全都一脸菜色。哎呦，看呐，这不有趣多了。叶荣月首先在其他师兄的掩护下突破到了清玄宗的后方去攻击陆白薇，只要他一倒，清玄宗就全线溃败了。好啊，我的荣月啊，就靠你了。咚的一声响，他就撞到了一个透明的墙上，整个人冲的有多猛，弹的就有多远。叶荣月迅速调整状态，重新爬起来。就在他忽如其来调转攻击方向，眼看着已经冲到柯信兰前面，忽然间金光一闪，2张符纸啪啪贴在了他的背后，顿时他整个人被定住了。这一定，柯信兰发现他偷袭，回过头来一巴掌精准无误地打在他身上，直接将他拍飞了出去。清玄宗到底是什么魔鬼宗门？这一场团战打得着实让人崩溃。观众席上，任堂莲依旧是笑意盈盈。这世间的模式久了，总要有打破陈规的出现。今年的巅峰舞会很有看头啊，搅一搅这多年不变的格局，有意思，有意思的很呢。当叶荣月的剑刺向叶玲珑的时候，台下观众席发出了一阵阵抽泣声。嚯，姐妹俩还真打起来了！长剑相碰的声音传来，两人迅速的缠斗在一块儿。陆白薇给叶玲珑的脚下丢了个加速度和加攻击，这一提，叶荣月的压力顿时倍增。他一咬牙，迅速将自己的状态提升到最顶峰。然而，看到他全力提升状态开战，陆白薇干脆撤了大师兄脚下的加持，把他那份全都砸到叶玲珑脚下来。所以，爱会消失，对吗？正准备速战速决的叶荣月也无语了，他合理怀疑自己被针对了，这不公平，太不公平了。可不公平还是要打，他吃力地应对叶玲珑的各种攻击，裴洛白那边的加持都取消了，大师兄他那么长时间还打不赢吗？他到底是干什么吃的？他几乎要气疯了，就连叶荣月都被压制成这样，这团战是真的毫无希望了。叶荣月被叶玲珑一脚踹出了比武台，咚的一声响，叶荣月被判定淘汰，他成为了七星宗团战第一个被淘汰的人。天哪，希望都压在叶荣月身上了，结果他是第一个出局的，他一个金丹竟然被筑基给打败了。搞清楚好吗？叶玲珑是有加持的，而且是双倍。叶荣月他没有啊，公平对战，叶玲珑根本就打不过叶荣月，2打1打赢的，有什么好骄傲的吗？换你去打，你只会更丢脸。叶荣月出局之后，陆白薇和柯新兰没有了威胁，更加肆无忌惮了。1挑2的姬子卓在叶玲珑的加入之后，2打2，迅速的把对面的2个金丹给扔了下去。他俩没了对手之后，跑去宁明城那边，3打2又丢了2个出去。紧接着，他们3个又去找穆萧然，把那个元婴给扔了出去。最后，比武台上就剩下一个唐一凡。清玄宗弟子毫不客气的把他包围起来，然后动手暴揍，根本就不在乎什么以多欺少，什么公平对战，打爽了再说。唐一凡没想到自己成为了七星宗里最倒霉的那一个，丢下去之前，他被揍得有点惨。咚的一声，比赛宣布结束，清玄宗胜。下一秒，在清玄宗气氛组的带动下，观众席上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不好意思啊，一个打赌净赚4万商品零食，各位臣让了。你早就知道。不知道啊，我只是觉得他们很有趣罢了。而且我一直想不明白，全员晋级决赛圈的宗门，你们为什么会小看他们？时代变了，一成不变的思想也该换一换了。其他掌门没说话，显然是不太接受。清玄宗的弟子且慢，我想知道这一场团战你们打下来感觉如何呀？有没有信心下一场也能赢呢？叶玲珑正准备开口，我想请今天表现最佳的陆白薇回答一下。这问题问他最容易得到真实答案。七星宗弟子又温柔又清秀，不凶残不吃人，不会一次比一次更强，也不会不知疲倦，也不能打完加餐。
这是我这几天来打的最轻松的一次团战，感谢七星宗弟子。怎么好像没太听懂啊？说话要注意场合。陆白薇一愣，完了，没想那么多呀。感谢七星宗弟子作为我们的对手，给了我们一次这么酣畅淋漓的大战。对方很强，我们打得很吃力，双方难分伯仲，最后是我们运气好，小胜一筹。希望接下来的对手能够高抬贵手。七星宗掌门直接拂袖离开，连多1秒都不愿意停留。小师妹，我说错了吗？五师姐，你没有说错，只不过胜利者的任何发言对失败者来说都是打击，因为你赢了。对呀，我赢了。之前是不愿意抽到4大宗门，现在是谁也不愿意抽到清玄宗了。1000，柳元旭的眉头顿时皱成了一团。隐月宫抽中了清玄宗。哎呀，昨天我们七星宗大头阵探了他们的底，也不知道隐月宫昨晚商量出对策没有啊？半决赛很快开始，贾谦的昆吾城和烈阳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比起昨天清玄宗的花里胡哨，昆吾城和烈阳殿打得简单粗暴。拥有3元婴的昆吾城最后靠着综合实力最强拿下了胜利。下一场，清玄宗对战隐月宫。柳元旭，你又获得了挑战我的资格。柳元旭的脸当场就黑了。清玄宗，叶玲珑。哎，你要投敌啊？你们掌门同意了吗？打个招呼罢了，大惊小怪做什么？隐月宫，准备好了。咚的一声，比赛正式开始。清玄宗以不变应万变，摆出了昨天的那一套熟练到极致的阵法。柳元旭二话不说，直接提剑冲向叶玲珑。陆白薇吓得赶紧给他加了速度和防御，柯仙兰赶紧往柳元旭面前丢了个幻术。柳元旭果然被吓得动作一顿，叶玲珑强大的防御力起了作用，他手持玄影挡下了柳元旭的这一击，一击不成，柳元旭便追着叶玲珑砍。叶玲珑掉头就跑。我还以为清玄宗有多团结呢，叶玲珑被柳元熙逮到就死定了，竟然没有一个人过来帮他。咚咚咚，连续3声传来，隐月宫连续被淘汰了3个，而柳元旭此时竟然还没能打死叶玲珑，他还在那里上蹿下跳的贴各种符纸，设置各种障碍，到处躲到处藏。不愧是你们隐月阁的新策略，着实惊呆所有人啊！话音落下，被群殴的隐月宫弟子又淘汰一个。柳元旭非常的后悔，本以为自己找到了突破口，结果带崩了全宗门，最后敌众我寡。咚的一声响，隐月宫以极其愚蠢的方式输掉了这一场比试。清玄宗气氛组各种道具齐上，热烈气氛直接拉满，带动着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清玄一出，绝不会输！各位，恭喜你们又一次见证了奇迹！这时候，压力来到了昆吾城这边。你们至于吗？不至于，就是有点忽然想看看昆吾城被拉下神坛，大家一起共沉沦的样子。要不城主透露一下你们的新策略呀，省得跟隐月宫一样那么意外，到时候你反应不过来，不知道怎么打圆场。正在安静的治愈心伤的隐月宫公主心口又中一刀，这鬼地方她是1秒也待不下去了。问题不大，他明天还会准时出现的。我也是。昆吾城主顿时就沉默了。时间一晃，一夜过去，团战总决赛终于在这一天打响了。玉峥，听说你前阵子3天2头跑去清玄宗那边混，你对他们熟悉的很，到时候在比武台上可要好好的提醒你们的同门，万一对面耍什么手段。师傅，就算对面耍手段，我也没办法呀。你永远也没办法猜到他们下一步会干嘛。哎，你这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吗？师傅，到这个时候自欺欺人没有用的，你得问大师兄有没有信心，我们得靠硬实力赢。终于遇到对手了，不是吗？大师兄，咱们要是赢不了，师傅他老人家的脸面就没了，真要输了，那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丢脸的，他会自我安慰的。我是没想到最后的对手不是荣月师妹，倒变成了小豆芽，他是真的出人意料啊。大可不必在我这炫，你不过是个蹭福的而已，大家关系很纯洁的。小师妹，你说我们能不能赢啊？昆吾城是真的好强啊，3元婴哎！放心，包赢。
其他人那颗紧张的心立即松了不少。小师妹说能赢，就一定能赢。来，把手叠一块，跟我一起壮个声势！天霸，清玄无敌！带队上台，创造属于我们的奇迹，拿下清玄宗第一个魁首。好。裴洛白走在最前头，带着师弟师妹们一块上了比武台。走在最后的叶玲珑抓了抓自己的手心，他骗人了，他其实慌了一批。昆吾城，清玄宗。咚的一声响，比试正式开始。清玄宗和往常一样，摆出了他们最熟悉的阵势。昆吾城亦然，大战一触即发。清玄必胜，清玄无敌！清玄无敌！清玄无敌！昆吾城这边不甘示弱的也跟着喊了起来，每个人对应的都是对面跟自己一个档次的对手。裴洛白跟司玉晨，穆萧然对上另外一个元婴，宁明成也对上了一个元婴，季子卓则继续1打2金丹。为了保证4个男弟子的战力全部拉满，陆白薇所有的加持场全部只给他们4个，多一个人的压力给到了后方的柯辛兰。柯辛兰一边布置幻术，一边在应对昆吾城的金丹。叶玲珑迅速的给他贴了2张加速符，让他迅速跑开。而叶玲珑此时也对上了昆吾城的另外一个金丹。玄影，我告诉你，我要是打不赢对面的金丹，我今晚就把你主人拍醒，然后在他面前上吊。一直以来安安静静的做一把普通灵剑的玄影无语了，怎么会有人比他还像把剑啊？光芒一闪，就这么猝不及防的把对面金丹的眼睛给闪了。叶玲珑赶紧抓住他呆愣的间隙，一剑刺过去，那弟子迅速的偏开，剑锋堪堪与他擦肩而过，划破了对方的肩头而已。就这点本事，你有什么资格天天吹大炮？玄影怒了，顿时灵力爆发，带着叶玲珑一块越战越勇。那弟子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筑基竟然如此厉害，他不敢大意。这时一声惨叫从不远处传来，玄影你看着办，我先走了。哎，你是认真的吗？这样好容易穿帮的呗。叶玲珑才不管他，超级无敌秒杀一切神剑诀。叶玲珑火速赶往柯辛兰被击落的位置，他迅速的抬手画符，将符文往柯辛兰的对手身上砸。遭到叶玲珑攻击的金丹回过头去看了他一眼，他从戒指里取出了一把备用的灵剑，往叶玲珑的方向砸过去，拦住他的脚步。他迅速的一剑刺向被击落的柯辛兰，将他丢下了比武台。咚的一声响，清玄宗淘汰一人。完了，清玄宗少人了，6打5，他们这次打不过了。打不过正常啊，他们配置再好，可修为太低了。对面3个元婴呢，这边2个筑基，嗨，你以为是闹着玩的吗？好，我的好弟子啊！他们是来看好戏的，不是来被人炫的，难受。你们这苦大仇深的干什么呀？4大宗门最后的脸面啊，赶紧给我们助威吧！能打赢你们是出其不意，再者就是他们花里胡哨伎俩多。可今天昆吾城若是赢了，那也就证明了硬实力不是没机会打赢的，你们只是大意了而已。这话一出，其他3家心里立即舒服了。确实，昆吾城应该有实力能赢。昆吾城弟子打得的确好啊，先淘汰一个，清玄宗应该顶不住了。那当然，毕竟3元婴嘛，希望昆吾城能再接再厉，一举拿下。在那金丹不顾一切淘汰柯辛兰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后背暴露在叶玲珑的面前。那金丹被减速后，再被定身符砸中，身形一顿的时候，被叶玲珑的闪光符给闪到，瞬间被闪瞎了眼的他下意识闭了一下眼睛。当他缓过来用灵力震碎身上所有的符纸时，叶玲珑提着另外一把剑冲到了他的面前，伤口的位置顿时生根发芽往里钻，剧烈的疼痛让他眼前一花。咚的一声，昆吾城淘汰了一个。好，清玄必胜，清玄无敌！精彩，实在是太精彩了！昆吾城主脸上挂着的笑容还没消失，就僵住了。夸呀，继续夸昆吾城呢，捧高点儿，不要停呢，你们4个一起呀！你是魔鬼吗？这下好看了，不到最后一刻，根本不知道鹿死谁手。这样一看，清玄宗也确实好强呢。原本跟叶玲珑对战的同门，此时刚好把那把剑给抽飞出去，眼看着玄影被击飞，马上就要落下比武台。嘿，
见回。给了玄影台阶之后，玄影一个回旋儿，重新飞回到他的手中。他的治愈剑术也太强了吧，竟然可以做到人剑分离，隔空控制啊！天哪！要不是大家都看到他是个筑基，我都要怀疑自己的眼睛了。这死小孩又在演，这哪里是他什么鬼超强的御剑术，分明是那把剑有剑灵好吗？战局重新陷入了焦灼之中。对战季子卓的2个金丹迅速地摆脱了季子卓，一个人纠缠，一个人突击后方，准备一同夹击拿下陆白薇。叶玲珑心中一急，他顺手掏出好几张符纸，往那边2个金丹丢过去，减速符、定身符丢完之后，又扔了几张到陆白薇那边，帮助加固阵法。他这一分心，自己的对手抓住机会，一剑全力刺到了他的胸口，刺破了他戴的护心镜。穆萧然那边的元婴也不愿意跟他多纠缠了，一个转身朝着陆白薇冲了过去。他们虽然暂时攻击不到陆白薇，但是全在他周围打架，那些灵力和剑气不断的甩到他面前的阵法上来，护着他的阵法已经摇摇欲坠了。就在此时，江于正一剑朝着陆白薇的阵法劈了过去，陆白薇瞬间暴露在所有人中间。叶玲珑一咬牙，霹雳旋风无敌神剑诀！他的对手当场就愣住了，这法诀名字还不一样的。叶玲珑瞬间赶到了陆白薇的前面，铮的一声响，挡是挡住了，但没有玄影的保护，江于正的剑力震得他虎口发麻。从前不知玄影是个宝，直到手里换了根草，他赶紧拽着陆白薇往后退。再握上玄影的时候，他已经整个掌心血肉模糊了。5师兄、6师兄、7师兄，过来！季子卓和穆萧然以及宁明成瞬间过来。哎，干什么？1对1不打了，搞混战？可是混战清玄宗也是不占优势啊。叶玲珑在说什么？为什么他一个小孩子说话，其他人全都听啊？不知道，反正好紧张，总感觉要搞什么大事情。穆萧然瞬间把他的7只长毛雪狼全部召集了出来，对方没看懂这几只小狼能成什么气候，于是迅速的挥剑抵挡。但是下一秒，叶玲珑7张放大符扔了过去，小狼变成了巨狼，差点一脚踩到他们。就在他们迅速躲避的时候，脚下忽然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藤蔓，迅速缠绕他们。阵城全都是假象，他们是故意在吸引自己的注意力，通过调整自己的战斗位置，把自己引到叶玲珑隐藏在藤蔓下布的阵法上面。这人是有10个心眼吗？最后呼啦啦的一场大动静，8只大狼带着昆吾城的弟子冲下比武台，而昆吾城的弟子临走之前死缠着清玄宗的弟子，把他们一块带走。台上顷刻间就剩下了利用自己阵法逃脱的叶玲珑，以及最后一刻摆脱了阵法和藤蔓缠绕的江于正。还能这么玩，长见识了。这个叶玲珑是真的心眼多呀，这么短时间内能搞出这么多动作来，不然这么打下去，清玄宗肯定输。你怎么不说他的同门配合又听话，完美的执行了他的计划？这下人少了，可我更紧张了，胜负到现在还没个趋势呢。这叶玲珑，也难怪柳元旭上场就针对他呀，他真的是个大的隐患啊。昆吾城的2个元婴、2个金丹就这么没了。但是清玄宗也少了3金丹1筑基啊，尤其是少了个加持的，他们没王牌了，只能硬拼实力了。但是叶玲珑还在上面啊，搞不好他又有新的想法了。昆吾城主当场就慌了，还不如把叶玲珑给一块带下去，留一个其他人呢。莫慌，你那2个宝贝徒弟放心吧。哎呦，可是我不放心叶玲珑啊。江玉征趴在比武台边缘，大大的松了口气。还好知道这个豆芽菜鬼主意多，阵法又很厉害，他留了个心眼儿。叶玲珑就扛着玄影冲过来，对着他一顿乱砍，吓得江玉征赶紧翻身爬起来。他迅速地跑到司雨辰的身后。豆芽菜，你好狠的心啊！这几剑砍过来的时候都不留手的，我这浑身的伤，你是怕砍不死我吗？难道不该砍你吗？莫说是在比武台上，比武台下我也想砍你，一天天的，搞得我小师妹跟你很熟似的。司雨辰压了压差点忍不住翘起了嘴角，炫呀，赛前跟他炫呀。听见没？人家跟你不熟。小师妹，有想法吗？没有。叶玲珑话音落下，当场就掏出了药丸塞嘴里，同时换了一块新的护心镜，然后再拿出符纸
噼里啪啦的在剑上身上贴了一堆，完事儿之后给裴洛白也贴了一份。硬打吗？硬打！司玉晨再度冲上来，裴洛白接上了他的剑招，而另外一边江于征也跟叶玲珑打了起来。叶玲珑显然打不过江于征，但是他会跑啊，他就跟江于征耗着，他伤重自己伤轻，耗到最后谁剩一口气儿还说不定呢。这比武台上的对战再次陷入了僵持之中。就在这时，疯狂跑路的叶玲珑忽然朝着司玉晨撞了过去。他疯了吗？金丹都打不过，还要去碰元婴，而且还是司玉晨。就在所有人一颗心揪起来的时候，冲过去的叶玲珑被司玉晨打了一掌，他一口血喷出来，整个人像是断线的风筝一样被甩飞了出去。就是现在！裴洛白不用他喊就已经知道了他的打算，他毫不犹豫地迅速凝结了所有的力量，胜负在此一举。司玉晨眉头一皱，迅速地发现了不对劲儿。刚刚叶玲珑过来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往他身上贴了张符，他正要毁符的时候，他身上的符纸和地下不知何时布上的阵法结合在了一块儿，迅速生效。就在裴洛白袭击过来的时候，他动不了了。大师兄，小心！江玉征见此，赶紧过来帮司玉晨抵挡。不对，你别过来，你先去把叶玲珑弄下去。但这话说完了，定他比定司玉晨容易，当他自己跑进了叶玲珑的阵法，人就走不掉了。裴洛白所有的力量打了过去，迅速暴力破解阵法的司玉晨凝起灵力，抵御裴洛白的攻击。高手过招，就这一步足以致命。他被裴洛白打中，眼看着马上就要掉下比武台，他迅速做出反击，连带着裴洛白一块拉下去了。但裴洛白早有准备，他下去的时候顺手把旁边的江于征一块带走了。比武结束，趴在比武台上重伤的叶玲珑成了最后一个幸存者。第101届巅峰舞会团战魁首清玄宗。顷刻间，全场爆发出一阵疯狂的呼喊声，气氛瞬间点燃，达到爆点。精彩，真的太精彩了！清玄宗竟然真的赢了，这么大的劣势他们给做反了，不到最后一刻永不言弃，真的太热血了！我的天，那个叶玲珑他是真的疯啊！不到最后一刻，根本就猜不到他会干什么。不怕敌人强，就怕敌人疯，又强又疯的，那真的是恐怖啊！阿比，这一次巅峰舞会真的是太精彩劲爆了！谁能想到只凑出9个人来参赛的清玄宗夺得了巅峰舞会团战的第1名？这可是这一届首个第1啊！我全程见证了，我好激动啊！江山代有人才出，1倍更比1倍强，年轻人的天下果然很热血呀！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我们七星宗打不过的，你们隐月宫和昆吾城也打不过。七星宗掌门压抑了几天的气，终于在这一刻得以抒发出来了。我就是想不明白，弟子们个个这么强，做上门的是怎么能够心安理得的躺在宗门里不出现的？是啊，这要是我们家弟子，我就算只剩下一口气，我也得让人把我抬到现场来。谁说不是呢？这几个孩子表现得太好了，尤其是那个叶玲珑，他在符术和阵法上的造诣真的是绝了。就那天赋啊，我眼红都忍不住想要挖墙角了。据我所知，这个叶玲珑是1年前修仙界收徒大会从凡世间收来的，跟你们七星宗叶荣月是同一届呢。这不就是变相说他们眼瞎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清玄宗这么一个小的宗门，是怎么把这么多方面的各种天才给培养到极致的呀？这话一出，所有掌门都疑惑起来。谁说他们掌门名字叫不出来？华修远呢？我认得。哎呦，能给盟主认得的，想必也是个高人吧？这就解释得通了呀。但我还是不服，我觉得他不配为人师。你做什么？强几个回来！这人还是和从前一样，强到莽夫一个。小师妹，你有没有事儿？能不能起来？起不来，他是能动。他二话不说，就把叶玲珑从比武台上背了起来。我好想睡觉啊！这话当场就把所有人都给吓疯了。小师妹，你别睡，你挺住，你不会有事的。续命丹，赶紧吞下去。回去以后，师姐就算豁出命也要救你回来。小师妹，你若真的是有事，我就去屠了昆吾全城。还有
我也去，要死大家一块死，拉着他们一起死。小师妹，你别吓我呀，我打不过，但是没关系，我回去喊我老爹和我哥哥，我们一起给你报仇。趴在裴洛白背上的叶玲珑忽然笑了，说啊，你们再多说几句，虽然绝无可能发生，但是我爱听啊，我喜欢听你们为了我拼命的样子，也喜欢看你们为我痛哭的样子啊，我好重要啊。这小师妹真的不是魔鬼吗？她狠起来连自己人都不放过的。所以你什么情况？困了想睡觉的情况，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要脑补那么多，但听起来也怪开心的。小师妹还是那个小师妹啊，她一点事情都没有，真好。我们烈阳殿时刻招收任何有天赋有资质的弟子，你们谁愿意来，我必定倾力培养，绝不委屈。天哪！我当初还以为你们烈阳殿那个罗延中想要策反我们小师妹入你们烈阳殿，是他自己胡说八道的。没想到原来这是你们烈阳殿的传统啊！罗延中啊，想起来了，是殿里3长老座下的弟子，但可惜我们都没上当。胡说八道，什么上当不上当？他当初说的我都能答应你们，你们随便一个谁愿意加入都可以，全部加入我也照单全收。谢谢店主的抬举，我们几个暂时没有另投其他宗门的打算。可你们师父连这么大的场合都不出席，你们受得了这气啊？店主，我们不敢生气，师傅他……叶玲珑叹了口气，他如何？他难道还能威胁你们？本店主在此，我就不信他敢为难你们。说不清，要么您自己去问问他吧。他们师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啊？他平常是怎么对待弟子的？怎么弟子这么怕他呀？他到底是哪号人物？曾经有什么丰功伟绩？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么个人呢？我跟他不熟，不如你们自己去问问。这真的是甩的一手好锅。裴洛白把叶玲珑放回到床上，花诗晴赶紧过来给他看伤。小师妹，你太冲动了，你以后不可以再这样了。你有没有想过，你豁出命去给司玉晨贴符，若最后江余征没去救司玉晨，而是转身去把你给丢下比武台，你所有的伤就都白挨了吗？大师兄，江玉征自己也受伤了，他若是过来丢我，我可以再想办法把他一起拽下去啊。他掉了，司玉晨被控制，你赢不了吗？可你伤得那么重，你要是没能把他拽下去呢？好，就算我真的被他丢下去啊，当时司玉晨被控制，江玉征受伤，你占大优势，你就不可能选择跟他俩一块跳下台啊，没准你会用别的办法打败他们呢。那如果我打不过呢？我就是辜负了你的牺牲啊。那就说啊，我们尽全力了，就是有差距，就是赢不了，那也没办法啊。以宽无成的实力，他们难道不配赢吗？说到底还是不够强。小师妹，你好好的养伤，我回去修炼了。其他3个师兄感觉自己好像也没脸待了，技不如人才会被虐成这样。于是他们3个分别安慰叶玲珑之后，也迅速的回去闭关修炼。师姐，我发誓我这次是没想让他们去卷的。那也就是说，你平时都是故意的呗？他们就是担心你，你年纪那么小，一个人承担那么多，他们几个大男人过意不去。话说回来，确实好危险啊，对方是大元婴啊，你要是真的被打死了怎么办？要换作是对面是柳元旭或者贺连放，我都不敢这么玩。可对面是司玉晨啊，他只是想把我打下去，并没有想过要杀我，所以呢，他这一掌下手是有分寸的，我肯定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几个师姐点了点头，照顾小师妹的事情呢，就交给我吧。团战结束，我接下来也没有比赛了，你们3个接下来还有比赛呢。那行，师姐们也要努力，让所有的帮手全部写上清玄宗的名字。啊，谁啊？是我，江余征。你来做什么？我来拿伤药给小豆芽，这是我大师兄压箱底的好药，他本来舍不得的，被我无数次抨击他的良心之后，他终于舍得拿出来赎罪了。谢谢，药留下，人快走。不让我进去看一眼吗？我怕你被我师兄发现，有命进来没命出去。那你好好养伤。多大点事儿？你被我砍了那么多剑，不还活蹦乱跳的吗？那能一样吗？就你那点力气，伤口过一会儿就愈合了。叶玲珑沉默了2秒。师兄，敌军偷袭，速速增援。那给你4大宗门，也就昆武城还像个样子。时间一晃而过，
在休息几天之后，各项比试的决赛圈比拼开始了。最先进行的是幻术的决赛，10个弟子一同登台，一块布置幻术。在大家各显神通的时候，一首爽朗大声又极其洗脑的好运来，就这么在整个比武场上响彻起来。那歌声，那旋律，让人精神一振，震了又震，整个脑袋嗡嗡的。最后，柯新兰以绝对的优势拿下了幻术赛的魁首。第2天便是炼气师的决赛，这一届的题目是灵剑。别人拿到题目的时候还在思考，莫若琳则已经迅速投入到制作中了。为了公平起见，炼气比赛会由比赛方提供材料，免费的必须拿呀，而且使劲拿，不耗光对不起他辛辛苦苦挺进决赛。最后结束时，别人出1把，他出了3把。在给符师刻符文的时候，他直接放弃了大赛提供的符师，把他家小师妹给招过来给他刻。当鉴定出来3把剑全部为上品灵剑的时候，全场一片惊呼，他成功的拿到了炼气赛的魁首。和莫若琳一样，免费的材料疯狂薅。花诗情比莫若琳更狠的是，他一次捡了一大锅，别人控制不住火候，一颗一颗来。他熟练的就跟呼吸似的，一锅一锅来。那些评委心酸的怀疑，他却不是来比赛的，他是来薅材料，顺便拿个魁首的。花诗情从一大锅出炉的丹药里精心挑选了一枚品级最好的交了上去。交之前还让小师妹帮忙刻了丹纹，花诗情不出意外的也拿到了炼丹赛的魁首。这一场比赛是叶玲珑的制符赛，符师的决赛场上有2个机关木头人，符师需要迅速的写画符纸贴在战斗中的木头人身上，帮助己方的木头人加各种属性，给对方木头人设置各种障碍。在对方符师还在聚精会神写符纸，叶玲珑已经啪啪啪甩出了好几张，大家眼看着他的那个木头人一路砍瓜切菜，在极短的速度里一路连胜杀到最后，毫不意外的夺魁了。巅峰舞会的赛程进行了一大半，剩下的便是巅峰舞会的重中之重，最后的决赛名额争夺一触即发，气氛又开始重新紧张了起来。太子和招财从一开始的人人惧怕，到后来变成了排队预约的陪练对象。太子心情不是很美丽，哼，别跟那些愚蠢的人类一般见识，他们总是要讨打，那是因为他们天生孱弱，没本事，天赋又低又垃圾。要是像我们这样天生就很强，根本就不需要努力呀。太子一听心里舒服不少，转了转眼珠子，也不知道他听懂没有。罢了，尽管他们愚蠢又孱弱，但服务还不错，凑合着满足一下他们就会花更多力气供养我们。一晃眼，最紧张最刺激的时刻终于到来。初级组的比赛打起来结束得非常快，8进4的时候，叶玲珑、吕星洲、叶荣月还有一个昆无城弟子各自打败自己的对手，成功晋级。初级组比赛结束后，中级组的比赛便开始了。穆萧然迅速打败了金丹期对手，晋级前4，但到了季子卓和宁明成这里就焦灼起来了。清玄宗弟子首个门派内战，一开始两人打得还算比较客气，你来我往，有来有回。他们不是同门吗？而且年纪还相仿，为什么他们的剑招完全不一样啊？就像是2个门派出来的。这么一说，好像是。多打一会儿吧，我继续欣赏他们的盛世美颜，让我师兄继续研究对付他们的办法。叶玲珑在旁边听得眉头一皱，这不行啊！师兄超厉害，打赢了回去好好休息，打输的陪我出门历练。这一喊，这仿佛换了有血海深仇的2个人似的，你砍我戳，你死我活。最后成天上门打架且拥有水系丹灵根的季子卓，在丰富的战斗经验以及属性克制的优势下，以微小的优势打败了宁明成，成功的晋级了中级组4强。我愿称小师妹为全场最佳。客气客气。六师兄，小师妹今后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她。小师妹。六师兄，我知道你输了比赛很难过，没关系的，我以后陪你一块儿修炼，你未来进步一定能超过7师兄的。高级组的比赛里，裴洛白对上的是隐月宫的柳元旭。隐月宫的弟子们紧张的几乎要脑袋冒烟，一转头看到清玄宗弟子都在嗑瓜子儿、吃灵果，悠闲的不像样，顿时他们就不紧张了，因为10有8九打不过。很快比武开始，裴洛白的剑法稳健又强劲，柳元旭果然开局不久之后就陷入了劣势当中，他苦苦支撑了差不多半个时辰，才在裴洛白的剑下落败。成长，
你以为你为什么能打赢我？要不是叶玲珑，输归输，心态要搞，要在明面上把叶玲珑的名声给毁了。不会吧？叶玲珑在赛前做了手脚？这有什么奇怪？他那个人主意特别多，为了赢什么都做得出来，估计是干了什么事情让柳元旭有苦难言。啊！我的天啊！原来裴洛白胜之不武吗？怪不得我觉得柳元旭怪怪的，还不如上一届巅峰舞会时那么强呢。看到这效果，他满意的准备走下台，恶心了一下清玄宗，他好受多了。然而，柳元旭，我知道我伤害了你，可我没想到你会因为我的拒绝，你因爱生恨导致练功走火入魔，差点救不回来的。柳元旭顿时整个人就懵了，他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啊？若我早就知道，那我也不能答应你啊！我才12岁，你脑子里想什么呢？这下大家讨论得更凶了。你别乱说，我没有。你没有？为了这事，你一怒之下把护心镜碎了，把保命符撕了，甚至还往自己喉咙上割了一剑。你说你不要活了？看不出来啊，柳元旭竟然是个恋爱脑，为了求而不得的爱情，把这些保命的东西全部给毁了。他这是真的不想活了呀？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被别人打成这样的？你在开玩笑吗？他是演员光首席，年轻的大元婴，谁能把他打成这样？他肯定是自己不想活了呀。可连人家吉吉都不等，就迫不及待表白吗？这么禽兽的吗？你在瞎乱编造什么？那你说一说你那些东西是怎么没了的？该不会是被我打没的吧？还有你那一身的伤，解释一下。我就没受伤。没受伤，你输给我大师兄，那就是技不如人呗。你赖我干嘛？蹭我热度，要脸吗你？柳元旭怒哼一声，转身走了。也好，他不要脸蹭热度，总比之前的好。小师妹，你跟柳元旭是怎么回事啊？大师兄啊，你想知道啊？这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吗？他怎么笑得那么贼啊？拿了魁首，我就告诉你。玲珑，我可以让你的师姐先回去吗？我跟你说会儿话。好啊，我们去那边走走吧。玲珑，你和柳师兄他不是那回事儿，你们还是自己问他吧，这事儿我可是不好说。本以为自己的回答会被追问，谁知雨星洲他竟然松了口气儿。叶玲珑头一回，发现自己好像有点看不透人心了。明天就是4+2的比赛了，好在我们虽然都在初级组，但是我没跟你分到一起。叶玲珑点了点头，要是分到一边，明天就不好打了。我就是想问，你明天能不能给我助威？虽然我知道我的对手是你的姐姐，但是我也想得到你的祝福。我想进决赛，我想跟你打一场，我祝你心想事成。雨星洲一愣，啊，这么快啊？我是说明天你一定要打赢他，我们顶峰相见啊！顶峰相见，这是他听过最好听的话了。我一定会好好的打他，我要做你的对手，我要拿初级组魁首。行啊，我等着。第一场初级组的战斗，叶玲珑打败了他的筑基系对手。第二场马上就迎来了雨星洲和叶荣月的战斗。叶荣月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底牌，之前都没见到他用过，看来之前的对手都太弱了。这个雨星洲也好强，他一个人撑了那么久，而且还在不断的反击。哎，快看，叶荣月又祭出新法宝了，他的宝贝好多呀，雨星洲要撑不住了。叶荣月和雨星洲这一场足足打了半个时辰，叶荣月奇招频频，雨星洲就全靠自己的硬实力在撑着，一直撑到最后一刻，被叶荣月一剑刺到心口，狠狠地踢下了比武台。叶荣月还是强啊，担得起他的名声。初级场的比赛结束，很快便到了中级场。这一场他的两个师兄季子卓和穆萧然又对上了，他开场就召唤出腾云白虎，一点儿给同门面子的意思都没有，像是怕中途发生什么意外似的。他们打得又快又狠又迅速，最终在两人斗了快半个时辰之后，单打独斗的季子卓遗憾落败。五师兄还是厉害啊，若有下次，我还会再向他讨教。你来讨教之前先约个时间，我回去要闭关的，我回去也先闭个关。再次被痛击的宁明成无语了，此仇必报。高级组的比试开始，最先开始的那一场是司玉晨和唐一凡的对战。大师兄，你得见过一下。
没问为什么，就把自己的剑递给了叶玲珑，拿出伏笔，在剑身之上写写画画。小师妹，你写什么东西啊？赫连放为了这次巅峰舞会豁出去了，你忘了啊？那大师兄会不会有危险？这不就给他加上专用符文了吗？唐一凡这次巅峰舞会是做足了准备的，他比起5年前更强大了，在司玉晨的手底下接了一招又一招，但实力还是司玉晨更强，所以这一场比武还是以唐一凡落败告终。烈阳殿，赫连放，清玄宗裴洛白。比试开始。罗彦中，这场比赛你压了谁啊？我记得你之前有清玄宗必压清玄宗的，这会儿清玄宗跟我们大师兄打，你该不会背叛宗门吧？怎么会？我对烈阳殿的忠心，需要你们来质疑吗？龙彦中看他们都松了一口气儿，他忍不住低声一笑。他当然不会背叛烈阳殿，可赫连放走了歪门邪道，已经不配为烈阳殿弟子，双方陷入了势均力敌的焦灼之中。过了一会儿之后，赫连放眼看着自己渐渐落入下风，但却不疾不徐，胸有成竹。很快，赫连放退后2步，脱离了战局。他捏起法诀，顿时飞扬的尘土将整个比武台全部包裹其中。看了那么多次比赛，还是头一次看了个寂寞的。他俩在里面做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儿呢？这还让不让看了？兄弟，你说话注意一点。以裴洛白的颜值，他不至于这么不挑吧？不要污蔑他。该不会这烟尘一遮，直到结束吧？有黑幕、下黑手，还是什么独门秘籍啊？急死我了！里面到底怎么样了？小师妹，真的不会有问题吗？问题不大，马上就要结束了。只见比武台上的烟尘渐渐的散开了。裴洛白打赢了，怎么回事啊？赫连放布的陷阱，结果自己被打崩了。好气呀！为什么不让看？伤成这样，刚刚里面必定很精彩呀！他万万没想到，准备了那么久的必杀技，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他不能接受，可却不得不接受。如果对方是司玉晨，他就可以一雪5年前的耻辱，拿下他，拿下这一场对决。可偏偏对方是裴洛白，他的剑上和身上贴了专门克制他必杀技的符文。叶玲珑，又是叶玲珑。那天晚上被变态大叔追着的那个小姑娘就是他，他果然什么都看到了。赫连放越想越气，气得发抖，抖得剑招都变形了。最后被裴洛白一剑刺中，丢下了比武台。叶玲珑，干啥啊？又来一个碰瓷的？说吧，你想从哪儿碰起？赫连放张了张嘴，想到柳元旭的下场，他没敢出声。奇怪啊，赫连放堂堂一个烈阳殿首席弟子，输了为什么也喊叶玲珑的名字？不会吧？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惊！一个未及笄的12岁少女是如何让4大宗门首席接连沦陷？看来这个赫连放和那个柳元旭差不多，都不是什么正经人。能不脑补吗？有时间去修炼好吗？活该你们现在都修为低，实力差，只能当个观众呢。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又要拒绝一个变态大叔了呢。他都闭口不言了，他能不要一个人那么多戏吗？现在就是后悔，非常后悔，实在不该多那一嘴的。那个赫连放，大师兄，你要是想知道话，要等我拿魁首的以后是吗？不是，得武师兄拿到魁首。等下，你们俩为什么是拿我来做约定？我招谁惹谁了？五师弟，好好努力吧。大师兄，你刚刚跟赫连放在里面打什么呀？怎么奇奇怪怪的还不让看呢？说实话，我也没看懂。沉沙起来之后，里面出现了很多幻象，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吓人的鬼魂，一剑刺过去的话就碎了，攻击力是很一般的。幻象全部打没了之后，沉沙就消失了，就这样。其他人没听懂这玄机在哪儿，和这赫连放搞那么大动静，就是搞了个幻境。第二天一早，整个巅峰舞会最重要的时刻来临，5年一届巅峰舞会的个人战斗赛总决赛，最先开始的是初级组的比赛。叶子姐必胜，叶子姐威武，叶子姐长寿。七星宗叶荣月，清玄宗叶玲珑。玲珑，这一次没有你同门的加持，你可要小心了，我不会给你放水的。哦。咚的一声，比试正式开始。叶荣月挥动着手里的长剑，朝着叶玲珑刺了上来。叶玲珑迅速的拔剑迎战，一开始两人便打得你来我往，有来有回。很快，
叶荣月拿出了他最强的那一套七星宗亲传弟子才能修炼的剑诀——天影剑诀。8个！叶荣月的身影一个变成了8个。我听说过七星宗的这套剑诀，那是掌门亲传弟子才能学的。他这待遇也太好了吧？他才入门1年，修为达到金丹，就这样的资质天赋，难道不配学吗？而且，即便是学习这一套法诀的人，除了少数几个顶尖弟子，也没有谁能够像他这么厉害，练出8个影子吧。叶云龙不慌不忙，迅速将手中的玄影往前一送，玄影一变9把灵剑嗖嗖嗖的朝着叶荣月的8个分身刺了过去。叶云龙迅速的在虚空中画出3个加速符，下一秒，他的身影快的只剩下一个残影，几乎叫人看不清楚。他的身影迅速的在叶荣月的8个分身中穿梭了一遍，飞到了其中一个分身的后面，被发现了。8个分身里面只有1个是本体，叶荣月瞬间收回全部身影，全力应对叶云龙往他背后刺的那一剑。叶荣月迅速后退，怎么会？他竟然在开局就落了下风。我刚刚根本就没有看清楚叶玲珑是怎么做到的，他速度也太快了吧！这就把叶荣月的法诀给破了。我怎么感觉叶玲珑一个筑基，在叶荣月这个金丹面前，其实一点也不输啊！这比武结果要有悬念了。我的个天哪，叶子姐她也太牛了吧！3张加速符啊，那速度她竟然驾驭住了。回想当初我撞墙撞得差点把脑浆子都给撞出来了。叶荣月发现叶玲珑的速度奇快，拼剑很难占优势。烈火玄鸟一出，火焰瞬间烧满了整个比武台。与此同时，叶荣月召唤出了他的火灵，火灵一出，火势疯长，瞬间将叶玲珑全部包围了起来。来了！作为火系单灵根天才，叶荣月的绝招来了。叶玲珑是木系的，属性被克，他要打不过叶荣月了。不就是玩火吗？这些人就没有见过叶子姐的火？那是连鬼都能烧的。叶玲珑唇角微微勾起，上善若水诀，他除了火灵根和木灵根，竟然还有水灵根吗？他的灵根那么多，他是怎么把每一条都修炼得那么厉害的？我单知道叶子姐的火是很厉害，我竟然不知道她还会水，她还有水灵根呢。我也，谁不是呢？我说以她的勤奋程度，她怎么修炼速度那么慢呢？这还叫慢？他入门1年，从炼气到筑基，又学了那么多东西，这速度还叫慢？是比金丹的叶荣月慢一点，但是他会的也比叶荣月多呀。他催动烈火玄鸟，将所有的火调整到最大最强，同时从戒指里取出了一个嵌了火晶石的菱形盒子。他将所有的灵力注入到菱形盒子当中，得到双倍力量加持的火势迅速反扑，把叶玲珑四周围的水不断的烧开烧干，将它的水圈不断的变小再变小。那是什么宝贝啊？好强大呀！竟然可以把自己的力量注入放大，这下即便是属性相克也克不动了，毕竟实力悬殊实在是太大了。看叶荣月比赛真的是时时刻刻都有惊喜啊！听说他一直外出历练，身上的宝贝无数，全是靠自己的本事得来的。她真的是天选之女，明明只是一个凡世间来的弟子，机缘却远超大多数修仙界的人，叶玲珑要打不过了。叶玲珑趁着周身的水袋还未完全被烧干，提着玄影朝着叶荣月冲了过去。看到叶玲珑攻上来，叶荣月迅速的加大火势。叶玲珑冲着冲着，身影忽然消失在了他的面前。忽然间，他耳边传来了一道风动的声音，叮的一声，打中了。一把没有人操控的剑出现在了他的眼前，接下了他的剑招。叶玲珑人呢？风中气息涌动的声音传来，叶荣月迅速的回过头去，可此时已经来不及了。当叶玲珑发动攻击，导致隐形符失效的那一瞬间，砰的一声响，叶荣月的菱形盒子直接被叶玲珑的灵剑击碎了。叶玲珑！他怒吼一声，抬起手里的剑就往叶玲珑身上刺。玄鸟，用全力给我烧死他！凤凰神火诀，强大的火焰顿时铺天盖地的朝着烈火玄鸟包围了过去。疯了吗？叶玲珑还会火，而且这个火好强啊！他竟然是3灵根，木水火3灵根呐！怪不得当初收徒大会没人捡，我还以为是其他宗门眼瞎呢。原来他是真的灵根不行啊！你在说什么屁话？这叫灵根不行？3灵根修炼，把专业的单灵根给比下去了，这叫不行？3条灵根一起修炼，他好夸张啊！他哪里来的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真的给他练起来了？比武台上，眼看着烈火玄鸟被困，
自己的灵仙盒子被毁，叶荣月顿时脸色发白，眉头紧皱。初级组魁首是他的，大气运在他这里。于是他迅速地从戒指里拿出一串手链，只见他将手链往上一抛，7颗珠子迅速地散开，化作了7枚放大的圆球，下一秒朝着叶玲珑攻了上去。叶玲珑被打得迅速后退，在7颗圆球接连猛攻之下，他在比武台上迅速地逃窜躲藏起来。叶荣月提起了自己的剑，朝着叶玲珑围追堵截了过去。他要在叶玲珑落下比武台之前将他重伤。叶荣月将所有的灵力全部倾注在他的剑上，对着叶玲珑轻力一击，叶玲珑凭空消失了。怎么会这样？叶荣月迅速地回过头去，只见在比武台的另一端，叶玲珑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脸上露出了一抹轻松的笑容。与此同时，比武台上光芒大闪，一道道符文出现在他那7颗圆球的四周围，把他们包围了起来。眼见着符文迅速锁紧，将圆球的力量不断的挤压再挤压，叶荣月赶紧把圆球收回他的手链上，他却怎么也收不回来了。而且那些圆球还在符文的作用下失控的往他所在的方向撞了过来。他反应极快的将自己的灵剑送出去，拦截那些圆球，给自己争取时间。叶荣月狼狈的逃出了包围，还没等他喘口气儿，叶玲珑又提剑朝着他冲了上来，圆球收不回，灵剑卡在那边。叶荣月一咬牙，只能重新从戒指里取出一把新的灵剑。铮的一声响，叶荣月手中的剑一点挣扎都没有的就直接被砍断了。他瞪大了双眼，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把自己专程去一趟遮云城取回来的灵剑。假的？是你吞了我的宝剑，你造假骗我！叶玲珑，你一早就在针对我，你简直无耻至极！大气运是你的，未到手的宝物是你的，初级组魁首是你的，所有荣耀和宠爱都是你的，你凭什么？凭你脸大吗？你拿剑再好好照照你自己吧，你身上哪有一点大成者的气质？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得知自己是天选女主之后，那种蔑视一切、自尊自大的态度是真的好烦。想要又不努力，一切全凭气运，全凭开挂，全凭光环，全凭我是叶荣月，恶心谁呢？不就是开挂吗？谁还不会了？他可是手握原著的人，以后一切各凭本事。抢了我那么多东西，你还说的那么理所应当？叶玲珑，你当真是卑鄙！像你这样跟在我身后不停地觊觎我一切的人，一抓一大把，而你只是其中一个，你不会有好结果的，你迟早会被反噬，会下场凄惨的。你爱怎么想都可以，但是现在作为一个失败者，你该滚出这个比武台。不可以，他不要输。他迅速地去摸索他的戒指，叶玲珑一剑挑开了他的手腕，一脚将他踹下了比武台。咚的一声响，全场都在疯狂喝彩欢呼。巅峰舞会个人实力排行初级组第一正式诞生，叶玲珑一举夺魁，惊艳全场。赢了！叶玲珑竟然真的赢了！他竟然越阶打败了叶荣月，他真的好强啊！他把阵法和符文完美的融入到了战斗之中，做到了一个符师和一个战士修士都无法做到的事情啊！关键他才12岁啊，这个年纪这个成就，未来能走到哪一步，谁也不敢想啊！我竟然见证了一个天才的诞生！当时打团战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厉害，毕竟清玄宗是他带赢的，而不是他有了加持才打败的叶荣月呀！3灵根的天赋啊！当初收徒大会谁也看不上的一个弟子，竟然打败了同届收徒大会的第一单灵根的天才呀！这大反转真的是好励志啊，好热血！我忽然觉得我也可以，我叶子姐超强，她真的拿了魁首，月姐打败了叶荣月，她做到了。我是魁首他爹，干什么呀？喊起来，造起来呀！叶子姐这不牛吗？不值得你们一声喝彩吗？雨星洲的耳膜都要被罗元忠给震碎了，他点了点头。值得，当然值得呀！剑招法学符纸阵法，全都是他自己的硬实力。他是靠硬实力击溃了叶荣月那些法宝的。开心一点嘛，这才第1场，后面还有2场，说不定今年所有的战斗赛魁首，4大宗门一个都拿不到呢。忽然，任堂莲的笑容瞬间消失了，他猛然回过头去，只见控制那7个圆球的符文消失。叶玲珑正准备跳下比武台的时候，那几个圆球疯狂地砸向他的后背。
小心，休得伤人。叶荣月，比赛点到为止，怎能恶意伤人性命？趴在地上的叶荣月攥紧了手心，眼底闪过了一丝强烈的怨恨和惋惜，但仅仅一瞬间便消失了。盟主，我没有要伤害他，这7颗圆球不是控制在他手中吗？他已经撤掉了所有的阵法。啊，看样子这圆球被他控制过后便失控了。玲珑，你对这圆球做了什么？他们怎么会失控？我只是用阵法锁定他们的位置，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失控，我也不知道。这不是你的法宝吗？别人随便一碰就失控了，那这东西好危险啊！轻易失控的东西确实危险。既然如此，那我就替你处置他们吧。任堂莲话音落下，掌心的灵力一震，那7颗被他拦下的圆球瞬间化为了灰烬。不要！叶荣月喊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攥着的手心已经被指甲抠出血来。今天所有的欺凌，所有的耻辱，日后他一定会10倍讨回。叶玲珑，我们不死不休！七星宗掌门，你这弟子是个好苗子，但须得走得正才行。回去好好教导他吧。是，盟主，我回去定会好好的教导他。叶玲珑，任堂莲喊了他一声：“盟主，你找我有事儿？”过来，一会儿看比武，你坐我旁边。听到这话，不仅是周围的观众，就连掌门席位上的那些掌门都惊到了。叶玲珑面无表情地问了句“为什么”，并且脸上明晃晃写了“不想去”3个大字儿。你们清玄宗没有掌门或者长老到场，一会儿你师兄还有比试，想来想去，有些话只能让你代为转达。听到这话，其他人松了口气儿。原来是这样，以后心眼子不要那么多，容易伤人伤己。不就是看出来叶荣月偷袭他的时候，他早有警觉，却故意不躲闪？不就是借他的手毁掉叶荣月的法宝？至于把他喊过来罚坐吗？很快，终极组的比试开始。穆萧然对上的是烈阳殿的弟子，跟他一样都是金丹期修为。叶玲珑，你觉得这场比试谁会赢呢？那肯定是我五师兄啊。哦，要是他输了呢？他不敢输。你家师傅给他压力了？他会自己给努力。这还是头一次看到盟主吃瘪，其他掌门忍不住笑出了声来。哎呀，那一剑下去角度偏了点，该不会要输吧？他可是烈阳殿最后一根独苗了。哦天哪，差点就打赢了，就差那么一点。我家弟子实力确实不凡，对面运气也太好了吧？我建议你留着点力气啊，一会儿用。为何呀？身为4大宗门之一的烈阳殿弟子，掌门亲传重点培养，竟然输给一个人数不满15、没有名气、没有后台，自己跑来参赛的清玄宗弟子，难道不该劈头盖脸的狠狠骂一顿吗？烈阳殿主一愣，严师才能出高徒，留着点力气，一会儿使劲骂。这话一出，其他掌门全都忍不住笑出了声来。果然和叶龙说的一样，打了一阵子之后，烈阳殿弟子果然陷入了劣势。没过一会儿，穆萧然便借着优势打败了烈阳殿弟子，成功的夺下了终极组的魁首。好耶！五师兄第一，五师兄最棒，五师兄帅炸了！盟主，快放我回清玄宗，我道具在那儿呢。任堂莲看他如此激动，无奈的点了点头。昆无城，司玉晨，清玄宗，裴洛白。咚的一声，比武开始，双方迅速的进入状态，出招又快又狠，灵力又猛又凶。司玉晨是真的好强啊，在下面都能感受到他的气势。大师兄若能打赢他，就能成为下修仙界弟子中的第一人了。强大的剑势，气势不断的从比武台上溢出。任堂莲不止一次起来用灵力加固比武台的保护阵，避免伤及观众。两人打得天昏地暗，每次有人落了下风，很快就会被调整回来。半个时辰过去，两人打得酣畅淋漓，无所顾忌。1个时辰过去，两人依旧势头不减，越打越凶。1个半时辰的时候，终于攻势稍减，看起来要分胜负了。2个时辰的时候，两人又忽然倾尽全力血拼起来，仿佛之前的疲乏都是假象。
终于打到2个半时辰的时候，两人已经到了极致，就看谁绷的那根弦先断裂了。终于在第3个时辰的时候，全场观众那颗疯狂跳动的紧张的心要跳出嗓子眼了。要拼命了，剑好快啊！当心刺中了！顿时全场观众尖叫沸腾起来，热烈的气氛瞬间达到了顶点。赢了！大师兄他真的赢了！我要激动死了，小师妹，大师兄赢了！我也好激动啊！我们大师兄真的赢了！掉落到舞台下面的司玉晨用剑撑起身体站了起来。原来我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你很强，但下次再交手的话，我一定会赢回来的。那我等着。巅峰舞会高级组第一，清玄宗裴洛白；初级组第一，中级组第一，高级组第一。清玄宗第一次参加巅峰舞会，成功霸榜3个含金量最重的第一。小师妹，说好的霸榜，我们真的做到了。叶玲珑使劲点头，他们做到了。那天晚上在青兰峰上一起喝酒，一起许下的清玄宗霸榜的愿望，每个人都在很认真的对待。拿到了荣耀和辉煌的这一刻，用努力兑现了诺言，他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儿，可以大声说一句清玄宗最强。忽然间，比舞台处传来了一道不大不小的声音，像是什么开放了一样。哎，愣着干什么呀？那是灵气珠。每次巅峰舞会结束的时候，盟主都要给全场的弟子放一枚的，这可是每年必备的大福利，快吸收吧。这灵气集九华山的精华所在，吸一口身心舒畅，吸2口飘飘欲仙，吸3口原地升天。明珠里的灵气来得快，散得也快，中间能吸收多少全凭个人实力。整个巅峰舞会在这一刻落下帷幕，大家纷纷退场。这时任堂莲再次叫住了叶玲珑，你们等我一下，他还欠了我一样东西，我拿了就回来。还记得我当初答应过你，你拿了魁首就送你一份大礼吗？叶玲珑点头如捣蒜。你天资聪颖，修炼刻苦，你这孩子我甚是喜欢。不要你喜欢，给奖励，麻溜的。我决定收你为徒。好家伙，他有空手套白狼。盟主，我这个人呢，眼皮子浅，不喜欢这种虚的，能不能换个奖励啊？我想要宝物，再不行你拿灵石打发我也行。收徒这件事情呢，你还是留给有缘人吧，我呢只会败坏你的名声，你还是不要与我共沉沦。啊，你当我的弟子，我有资源自然会给你，至于名声，你还能怎么败呀？叶玲珑一看，这人根本就不是诚心给奖励，他就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却发现自己整个人都被定住了，根本动不了。玲珑啊，你看你一听要当我弟子，就高兴的都挪不动步子了。盟主，我有师傅的。一个师傅可以有很多弟子，一个弟子也可以有很多师傅。他教他的，我教我的，我们不冲突是不是？盟主，强人所难不太好吧？我这人不服管。所以我才要管你呀。你实力不俗，天资聪颖，必须要得到正确的教导，才不会走错路。盟主你在说什么啊？我们清玄宗是名门正派，我一个正道弟子怎么会走错路？你的师兄师姐还在等你呢，你还不如考虑一下，是不是应该早点回去。这个老狐狸，如果今天不答应他，他绝对是不会放自己走的。最终还是叶玲珑妥协了。也罢，不就是多一个背锅的吗？他愿意凑上来，他还跟他客气。师傅，收徒的见面礼你准备好了吗？灵气不是上品的不要，丹药煤气品以上不收，灵兽别拿来我不养啊，灵石太俗气了。盟主收徒怎么说？出手也得阔绰一些。他原本十分笃定要收他为徒的，现在忽然有点不太确定了。你不会是要反悔了吧？一言既出啊，盟主，你要做表率的，搞快点，我师兄师姐还在等着呢。任涛莲顿时更慌了，怎么好像现在变成他要赖上自己了？当然不会后悔啊。那你先放开我。任涛莲取消了叶玲珑身上的法术。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这么草率？因为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呀？收徒礼啊，
说了半天，你准备好了没有？任汤莲顿时就有一种自己被讹上了的感觉。为了天下苍生，为了修仙界的安定，他这牺牲也太大了吧。他微微一笑，夺目的光芒瞬间从他们两个脚下生成，迅速的扩散出去，蔓延到整个比武会场之外。他们正震惊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任汤莲掌心一抬，来自师傅的灵力像是3月的阳春一样，让他浑身舒畅，有所敬意，宣告所有人他要收自己为徒了。盟主这是在做什么呢？叶玲珑为什么要朝着他下跪啊？你眼睛不会看就摘下来，这么明显你都看不出来吗？盟主这是亲自收叶玲珑为徒了。天哪！盟主化神期的修为乃下修仙界最强，手下没有一个弟子，而巅峰舞会上涌现那么多天才，他唯独选了叶玲珑。这个老狐狸竟然先我一步把人给抢了，他是故意的吧？选给谁看的？气死我了！这不是趁你没走，赶紧弄点光让你知道，专程炫给你看的吗？老狐狸多年不收徒，破天荒的收这么一个，能不炫吗？只是他这收徒，我怎么觉得是早有预谋的呢？谁知道呢？他做事情经常这么神神叨叨的，他搞这么大动静，以后要针对叶玲珑的，可要掂量着点了。任汤莲的光芒持续了许久，让前来观摩的人看了个真真切切后，他才满意的收了回来。这枚珠子你好生收藏着，出门在外遇到危险的时候再拿出来，可以救你一命。谢谢师傅啊！你刚刚说我是你的弟子，有好的资源自然会给我，算数吧。算数？等你跟我回镜花山，你要什么威势都给你。叶玲珑点了点头，至少这个便宜师傅还算大方。那师傅，你还有其他弟子吗？也就是说我还有师兄师姐吗？有一个，不过他行踪不定，为师也不知他去了哪里，好几年没见过了。哦，走吧。师傅，我应得先回清玄宗。任汤莲点了点头，是这么个理儿。拿着玉牌可以随时联系我。今天去跟你的师兄师姐告别，让他们带你转告华修远，明天我便带你回镜花山。好的，师傅，那我先回去了。叶玲珑简单的把任汤莲如何空手套白狼，以及他是怎么顺势找来一个新冤大头的故事，告诉了他的同门。盟主收你做弟子，这是一件好事。他很强，而且也很稳。小师妹，恭喜你，你有新的靠山了。同喜同喜，我有靠山不就是你们要靠山啦？有货随便闯，有事师傅担，这个担完那个担，永远不到我身上。听到这话，其他人也跟着笑了起来。巅峰舞会结束，所有宗门的弟子们回到各自的房间里，收拾东西，准备明天一早离开。因为没有了比赛，九华山的最后一夜格外的热闹，大家聊天散步感慨，好多人聚集在九华山的广场上，人头攒动，热热闹闹，在临别的一晚做最后的狂欢。当晚，清玄宗弟子们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地走着，眼看着马上就要远离广场，忽然间身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有人。你们怎么会跟上的？啊，明天就要离开了，我们是来道别的，但发现你们好像是有大事要做，我们就安静地跟着，没敢出声。算了，你们一起来吧，不要惊动其他人。其他人？他算吗？叶子姐，我一看你们这边情况不对，我怕你们出事嘛，我就赶紧跟过来了。我举报，那边还有2个。你们怎么来那么齐全？其他人安静，你来回答。是罗延忠说的，我们几个蹭符的要团结，你们有个风吹草动啊，就要互相通知的，不可以单独蹭符相互欺瞒，否则大家就相互损失。清玄宗所有弟子的眼刀全部朝着罗延忠飞了过去。我举报，今天这个消息是气氛组给的。猝不及防被出卖了的气氛组无语了，这人怎么能这么狗？你们都不用回到各自门派庆祝吗？庆祝什么呀？胜利是你们的，我们什么也没有啊。那你呢？你爹允许你离队？我才不要听我爹的，我打算明天呢就自己下山历练去。还有你不用去安慰你大师兄。弱者才需要安慰，强者会自己调节，输不起的人没有未来的。
也就是说100%赖上了是吧？叶云龙忽然露出了可爱一笑。行，那就一起来吧。回头被发现了呀，4大宗门除了七仙宗以外，全部都有帮凶。这话一出，其他人顿时就有点慌。但慌归慌，夜黑风高的，大家一起沿着小路摸黑上山搞事情，想想就好刺激啊！大功告成，今晚巅峰舞会的最后一晚，你们将一同创造奇迹，就是现在，一起把灵力注入到9根石柱里面，不榨干不准停。灵力注入，瞬间阵法被催动着运行了起来。下一秒，他们感受到大量的灵气正在往他们所在的地方涌了过来。灵气在石柱里面迅速的流转，然后化作了一滴滴灵液。那些浓稠的灵液在巨大的圆形灵气里，不断的被装入一颗颗小小的珠子里面。装满的珠子迅速封存了起来，给阵法外的人一人发了1枚。以后随身带，想要修炼的时候呢，就把珠子放在身前，打开这个珠子里的小孔，里面的灵气就会源源不断的飘出来，这样在何时何地都能够开始修炼，不浪费光阴，不懈怠修炼，积少成多，默默的努力超过所有人。其他的人看着这强大的吸收转换灵气的这套装备，眼睛亮的都要发光了，都不用叶玲珑催，干活搞事打包全带走。半个时辰之后，第5峰周围的灵气迅速的被吸光，其他峰的灵气迅速的往这边补充过来。何人敢在我九华山上作乱？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如此大胆，竟敢在我们举办巅峰舞会的时候，在宗门联盟的地盘上撒野。第5峰上，叶玲珑他们还在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把引来的灵气全部转化到灵珠里面去。现在全部停手！叶玲珑说完之后，迅速的把阵法给撤了，把器具全部收拾干净。他们过来了。完了完了，我们被发现了！这个时候再跑，肯定要被抓到的，怎么办？怎么办？怪不得让我们当共犯，原来是为了分摊火力呀！怎么办？怎么办呢？硬扛，反正这灵气是供大家用的，大家马上下山又用不着，我们顺手捡了，那是不浪费的美好品德。他们不至于让我们血溅当场吧？慌什么啊？我的计划岂会如此失败？都给我过来！只见他手里拿着一叠符纸，发给他们每人1张。还记得初级组的决赛上，我打败叶荣月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吗？记得，阵法，瞬移，原地消失。下一秒，叶玲珑笑着将符纸贴在自己的身上。奇了怪了，我刚刚明明感觉这边有人的，怎么现在这里一个人都没有？任堂莲走到峰头上，蹲下了身体，仔细一看，看到了上面残留有阵法使用过的痕迹，而这阵法的风格，任堂莲当场就心梗了。九华山的灵气被吸干，可不是小事啊！盟主，此事儿必须得彻查。没错，我们绝不允许有人在我们的地盘上如此嚣张。任堂莲袖子一挥，将所有的痕迹全部抹除。误会一场，回去吧。啊，误会？什么误会啊？九华山最近灵脉上出了点小问题，为了这次巅峰舞会如期举行，3个月你们来之前，我做了点小布置，等这舞会举办完，我再亲自去解决灵脉上的问题。现在不过是期限到了，出现点小波动罢了。任堂莲这话一出，所有人都惊呆了。这么拙劣的谎言，会有人信吗？他到底想要隐瞒什么啊？这可不是小问题啊！九华山是全宗门举办各种活动的圣地，出了这种事情，我们可都是不安心的，必须得彻查。盟主，你忽然一改态度，含糊其辞的，你不会是想隐瞒什么吧？他这话一出，其他人全都跟着点点头。眼看着群情激愤，大家都想讨要一个说法。我觉得七星宗掌门说的非常有道理，这可是大事，必须得彻查。既然你觉得我给的结果你不满意，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我现在就给你让道，以免耽误你办事。好好查，不要辜负大家的期待。任堂莲说完之后，竟然真就走了，徒留七星宗掌门站在原地一脸懵逼。七星宗掌门，你觉得这事儿该怎么查起呢？六师兄，你确定要带我出去？刚刚还挺确定的，叶玲珑这么一问，他又不确定了。我陪着你们一块去吧，我来照顾小师妹。大师兄，感谢你的陪伴，小六莫齿难忘。说什么东西呢？我是陪小师妹，谁要陪你啊？就在这时，叶玲珑的手疯狂地抖动了起来。怎么了，小师妹？
叶玲珑，你这破玩意儿能不能丢了？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的睡眠。胖头气的踹了那块玉牌一脚。叶玲珑，你这个逆徒，你给老子立刻马上现在回来！好什么好？你有病啊！我没要的。这是哪个的声音啊？他那个刚收了1天都不到就给他闯祸的猎徒呢？你是哪个？我是你大爷。听起来像个孩童，怎么说话这么没礼貌的？叶玲珑呢？找他干嘛？大半夜的，你一个老头找他，你想干嘛？你要脸吗？这可不行胡说啊！我是他师傅，你把他给我叫过来。师傅算个屁，我还是他爹呢，我叫他走也没见他走啊，凭什么听你的？此时，玉牌里传来了任堂莲牙齿咯咯响的声音。你等着，我已经查到你的方位了。听到这话，刚刚还气势凶悍的胖头顿时转身一跳，跳回了叶玲珑的戒指里，跑得贼麻溜。剩下清玄一众弟子面面相觑，一脸懵逼。抱歉，看样子我不能跟你们一起明天走了，我现在就得逃命去了。叶玲珑说完，将桌子上的玉牌随手扔到了窗外，假装是搞丢以后被哪个倒霉孩子捡来玩。小师妹，盟主不是收你为徒了吗？为什么会来追你？他要带我回镜花山。你没答应？我答应了。那你……我一个小孩子说话算什么数？只有大人才会当真。趁现在赶紧跑，我先撤了啊！大师兄、六师兄，你们麻溜的跟上。带他出门的这一趟旅程还没开始，3个人就先踏上逃亡之旅了。季子卓脑袋一歪，嘴角一咧，祝你们旅途愉快啊！穆萧然也跟着祝福了一句，希望他们2个归来仍是自己。夜色之下，叶玲珑带着2位师兄一路逃窜离开九华山，连夜飞了好几个城池之后，在热闹的蓟城停了下来。他们找了间客栈进去休息。叶玲珑进了门，就拿出今晚刚得到的珠子，决定用一晚上试试效果。另一边，裴洛白的房间内，他双膝盘坐在床上，正准备打坐闭目休息一会儿，忽然间他听到了门外的一声异响。一夜过去，我就知道你们都是骗子，你们这么做良心不会痛吗？叶玲珑睁开双眼，这灵珠是真的太神了，他吸了一晚上的灵气，那枚灵珠里面不过少了1/10的量，简直就是居家旅行的必备良品。骗我！大师兄，你竟然骗我！大师兄跑了，他抛下你不管了。有事离开，你们先走，日后联系裴洛白。大师兄原本工整的字迹，这会儿在上面有些凌乱，看样子走得很是匆忙。六师兄，你昨晚没听到大师兄房间里有什么动静吗？没听到啊，我要是听见了，我能放他走吗？六师兄，从此以后我们就要相依为命了。倒也不必说的这么凄惨，听着就好让人伤心啊。只见叶玲珑从戒指里拿了个玉牌出来。你在联系大师兄？问他为什么要抛下我们这2个小可怜。消息送过去后，叶玲珑便收起了玉牌。以大师兄离开的匆忙程度，想必这个时候是顾不上给回应的，他也不必等着了。他仔细地回忆了一下原剧情，离他出事还有一段时间，应该不是那回事儿，不用太担心。小师妹，接下来你想去哪里玩啊？要不你送我回清玄宗吧。你不是说不想回去面对师傅吗？出来都出来了，你回去干什么？我怕你会后悔。宁明成一愣，恍然发现他这2天的表现有点太过分了，肯定是伤了小师妹的心了。我怎么会后悔呢？不就是带你出去玩吗？五师兄一个带着俩不也活着回来了，我才带了你一个，应该不至于埋骨他乡。但我在清玄宗待了快1年了，不像他们经常出门在外，一时之间我还真想不到能带你去哪玩呢。不过没事，一会儿我去打听一下，我们现在出门吧。好。哎，听说了吗？大妖现世了。你说的是昨天晚上九华山出的事儿啊？这个事儿我也听说了，整个九华山的灵气都被吸干了。嗨，不是这个事儿，是青云州那边有大妖现世了，整个青云州现在都变成了一个水城，大雾弥漫，危险重重啊！你是说那件事儿？我知道，这有一段时日了，是在巅峰舞会举办途中出现的，不过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听说宗门盟主任唐莲派人去过，估计还算可控，所以先把巅峰舞会办完了。昨晚大妖在青云州现世了，青云州被毁了1/4呢。听说盟主啊，已经拉着4大宗门的掌门在商量对策了。
啊，不会吧，这么严重了？昨晚九华山上出事儿，同时青云州出事，咱们修仙界是要完了吗？小师妹，你不要听他们胡说，这些人开口闭口就是修仙界要完了，修仙界日常要完，不必理会。六师兄有大妖哎，我们不去看看吗？宁明成一愣，小师妹，收起你这危险的思想，那可是大妖，修为至少大元婴，甚至到化神以上，你凑上去当什么炮灰？六师兄，可是我想去看看大妖长什么样子。好的，小师妹，一会儿我去给你买一本妖族图谱，给你看个够。六师兄，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就自己去了。你放心，回去之后我肯定会写一封免责书，写清楚是我一意孤行，我独自找死，一切与你无关，这样其他师兄师姐们就不会责怪你了。只是，叶玲珑深吸了一口气，眨了眨那双顿时弥漫雾气的大眼睛。说我这一去回不来，希望你能劝劝其他同门不必去过收尸了，毕竟青云州是真的好危险。小师妹，你别说了，我陪你去。好，六师兄，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别说了，还没走呢，先不高心态好吗？走啦，六师兄。叶玲珑说完起身就走，特别兴奋。小师妹，你慢点。六师兄，你快点，再不快点，我们就要错过二师兄了。哎，你说什么？叶玲珑决定去青云州，也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他记得在原著里，他们家二师兄沈离贤最开始出场的地方，就是这个出现了大妖的青云州。小师妹，你说二师兄是怎么回事？你不是没见过二师兄吗？怎么会知道他在青云州呢？六师兄，在九华山上的时候，我给他算了一卦，算到他在青云州。你什么时候学会的算卦？我师傅教的啊。咱师傅不是在清玄宗？我师傅不是咱师傅。就是说，但凡小师妹找个像样点的借口，他都会说服自己相信的。六师兄，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没有了，没必要浪费那个力气了。如果你没问题的话，到我肩上来，我带你御剑飞往青云州。小师妹，我自己会御剑的。可你的剑不会自己飞啊。他会御剑，为什么要剑自己飞？六师兄，你至今不明白你为什么输给七师兄吗？不就是比武的时候我出错招数，正好被他克制了吗？错，因为你不够努力。作为师兄的你，年纪比他大，活得比他长，但凡你比他再努力一点，你也不至于会输给他。你想啊，如果你的修为到元婴了，打他一个金丹，那不是打着玩吗？还需要考虑出招吗？还用担心属性克制吗？说的好有道理啊！气氛都到这儿了，他也不是不懂事儿的人。小师妹别说了啊，做你的剑，我立刻马上全心修炼。六师兄，你这个人虽然没有什么特点，也不是最强，但你真的很上道，轻而易举的就接受了现状，不像五师兄和七师兄当初还挣扎一下呢。小师妹，论扎心你真的没输过谁？快点修炼吧，要见大妖了，拿出我们最好的面貌来。玄影飞得很快，差不多1天时间就飞到了青云州外的半空之上。就在这时，原本飞行平稳的玄影忽然急速下坠。小师妹怎么会突然俯冲？六师兄莫慌，玄影有分寸。是出什么意外了吗？遇见我新拜的师傅了，算意外吗？他果然带人来到这边处理青云州的大妖了，我们得快点抢在他前头进入青云州。为什么？因为搞不好他要跟大妖打架，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肯定要封锁青云州，到时候我们就进不来了。你都知道他要在这边跟大妖打架很危险，我们为什么还要进来？为了二师兄啊，你不会这么狠心不管他了吧？天哪！不是，小师妹，这罪名可不能乱扣。虽然，但是二师兄修为比我们高，我们2个有什么资格去拯救他呀？你说的对，我们这个修为啊，说不好真的救不了。那你还来？不要紧，救不了他就跟他一块留在这里啊。宁明成现在就是后悔啊，当初还以为不至于埋骨他乡的，现在想想，他可能思想不够成熟。你宁死也要救二师兄，我真的是被感动到了。谁说我们留在这里就是死了？那不然呢？打不过就加入嘛，这修仙界大妖初来乍到，应该挺缺小弟的。若真走到那一步，你说这个锅我是甩到哪个师傅身上好呢？小师妹，你前2次出门也是这么勇的吗？那没有，前2次带了师姐刻意收敛了，这次好，就带了你一个，做没了我也不心疼。听到他说要放飞自我，宁明成那颗心又在隐隐作痛了。六师兄，我们好像快要落地了。叶玲珑话音刚落，两人猝不及防的从玄影身上跌落下来。
宁明成的整个脸直接砸到了地上，埋进了土里。六师兄，你看前面那是什么东西？只见一棵大树下，一只螃蟹妖、2只虾妖、3只鱼妖正围在树下吃什么东西，吃的那叫一个津津有味。他们吃的竟然是人，而且已经吃的就剩下一条手臂了。妈呀，是妖，真的是妖，而且是真的吃人的妖啊！喂，你们是不是没吃饱？叶玲珑指了指宁明成的方向，那边还有个大的，要不要试试？看到眼前个头稍微大一些的宁明成，顿时2眼放光的扑了上去。六师兄扛住，我观察过了，他们都是金丹，跟你一样。可是他们有6个呀。六师兄，你不会打不过吧？要是真打不过，跑总是会跑的，你自己贴2张加速符呗。后路给他安排好了，他是不是要感谢一下小师妹很贴心呢？六师兄，你好好打，检验你有没有认真训练的时候到了。眼看着叶玲珑一边说话，一边从他和那几只小妖面前走过，却没有被攻击。小师妹，那些小妖为什么不攻击你啊？六师兄，大概是因为我长得好看，他们舍不得吃吧。宁明成决定还是不聊天了，他使出浑身解数，1挑6，终于在筋疲力尽跌倒在地之前，把他们全干趴下了，就连最强的那只螃蟹妖也落败了。宁明成松了一口气，正准备一剑过去了结他的时候，六师兄，你全部杀完了，一会儿谁去报信？不是，你还想留个报信的？你是怕自己死得不够快吗？小师妹，1挑6是我的极限了。没关系，我这趟出门也不全靠你。叶玲珑说完，将那只螃蟹妖给抓了起来，用尽全力往前一扔。去吧，把你的好兄弟全部给我叫过来。宁明成知道自己左右不了小师妹的决定，于是干脆迅速的找个安全的地方，看看一会儿大部队来了，他们应该躲哪儿比较合适。小师妹，你能不能告诉我，刚刚为什么他们没攻击你啊？因为我刚刚贴了张鬼气符，他们以为我是阿飘啊。你这是提醒我了，一会儿我试试做个妖气符，回头可以完美的融入他们。咋的？你还真的想给大妖当小弟啊？小师妹这个人说干就干，抓了一只鱼妖尸体上去，对着那几具小妖的尸体在那里使劲捣鼓，一边捣鼓一边还翻书，甚至还一边做笔记，写写画画的，还真有那种做正经研究的架势。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六师兄，怎么了？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那个螃蟹妖怎么还没带兄弟过来？他刚刚趁着六师兄杀妖的时候，在一旁布置好阵法，就等着那些小妖组队跑来送温暖。可等了半天，怎么一直都没有啊？就连刚刚放走的那只也没再回来过。不对呀，我不知道啊，会不会是你这个办法不起效呢？怎么会？这种入场先来端一锅的事情，我是有多打2次以上的经验的专业人员。我思来想去，这问题断然不可能出在我身上，10有8九是你的问题。我？这也能是他的锅？别的师兄做诱饵的时候百试百灵，到你这儿就不灵了，当然是你啊！有空你反思一下。哎，还以为能给太子带来一顿海鲜大餐呢，现在好啦，就那么几个小鱼小虾，我都不好意思把它叫出来吃。罢了，我自己藏起来吧。六师兄，你说这些妖吃了修士能够补灵气长修为，那我们吃了这些妖，是不是也大补啊？听起来好有道理啊，应该是大补的吧？不对，自古修士们杀妖，没听说过谁杀掉以后还要拿来吃的呀。再说了，这可是妖啊，吃下去不怕沾染妖气，导致灵气不纯走火入魔吗？这可不能乱尝试的啊！而且咱们是名门正派，名门正派的弟子怎么能吃妖呢？对哦，我差点忘了，我现在还是个名门正派。那我先存着吧，回头不是名门正派了，要一起杀穿整个修仙界，再拿出来补一补。好端端的，为什么不做名门正派？为什么要杀穿修仙界啊？他忽然发现自己的接受能力也没有那么强了，搞不好这一趟他结束回去，他就不再是他自己了。好气呀！鱼没捞着，蟹放跑了。这些都什么妖啊？还没妖兽讲义气呢，真离谱。哎，算了，我们去别处。我看到了，他在那边，他找到他的同伙了。六师兄，人家宁愿跑去干别的事情，也不愿意过来顺便报答你一顿。你这号召力不行啊。就是说，他要这种号召力干嘛呢？既然他们连血海深仇都不报了，那我们不如就此作罢，去别处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力比你还强。小师妹，那对妖的数量至少有10多只啊！
你太保守了。根据我的经验判断，往那边去的不只有一队，如果有好几队的话，至少是30来只。那你还冲过去啊？我说怎么血海深仇都不报了，原来是有灵宝，亏得我跟来了啊，不然我要错过几个亿。哼，这种好事必须要轮到我。小师妹，里面那么多妖，万一被发现了，就是给人家送点心，你不能进去啊。六师兄，你说的好有道理啊，我确实不能进去，我怕我会忍不住往里面再添一把火，我现在有点饿了。什么东西啊？里面不是群妖聚集的地方吗？我找找我戒指里的调料，看看还剩下多少。天知道我从到这里以后就再也没吃过了，都快把孩子给馋哭了。山洞里面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灵池，灵池里泡着各种小药，鱼虾蟹乌龟应有尽有。看久了还真就觉得里面不是小妖聚集的场所，而是一个美味的海鲜火锅。宁明成发现自己的思想不受控制的时候，整个表情都跟着扭曲了。六师兄，我们干件大事吧。不行不行，必须稳住道心，我们是名门正派。小师妹，咱不能吃啊。六师兄，都还没抓到呢，你就考虑吃了吗？你怎么比我还着急？这倒打一耙，打得他猝不及防。那你想怎么样？你看这山洞周围还有不少的植物，一看这里原本就不该是一个有灵池的地方。这像是临时生成的一个灵池。灵池这么宝贝的东西在这个其貌不扬的山洞里面形成，说明什么？说明有宝。六师兄，你终于聪明一回了。小师妹是不是对他有什么误解？你想夺宝？胡说八道！我一个名门正派，怎么会干抢夺宝这种事情呢？那你想做什么？斩妖除魔，匡扶正义，那些吃人的妖必须要得到惩罚。首先得要没收他们的作案工具。小师妹，咱俩都这么熟了，就没必要装了吧？那你想怎么做？不会又要我去当诱饵吧？刘师兄，既然你自己都提出来了，我也不好拦着你牺牲小我，造福苍生。小师妹不挖坑，她真的会活不下去的。可是里面有近30只妖，最低修为金丹，最高元婴，而我只是一个连10里都打不过的孱弱金丹。不慌，我已经为你想到了万全之策。你别想了，我求你。六师兄，你在这里看着他们，别让他们跑了啊！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回来。他们即便是真的跑了，他也看不住啊。叶龙没管他，转身就往身后跑了去，布了一个阵法，将这一块地圈了起来，做成了一个结界。给你们个临时任务，一会儿我六师兄呢会去海鲜市场进货，等会儿来的那一批海鲜，招财和太子帮忙牵制一下。胖头，你就在结界外面蹲着，我六师兄没什么魅力，就容易丢怪。你呢，把嘲讽技能拉满，不要让他们跑了。事成之后该有的好处不会少你们的，都给我好好干活。六师兄，看到那个地方了没有？我在那里呢，给你布了一个结界，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一会儿你就往那边跑，知道了吗？只见叶玲珑把那几具小妖尸体从戒指里拿了出来，他往尸体上贴了几张爆炸符，然后连符带尸体一块扔进了山洞里面。轰轰轰，几声震天的炸响传来，里面的小妖们被炸到，顿时全怒了。哎，是谁这么大胆，竟敢杀我妖族？这时叶玲珑忽然推了宁明成一把，原来是个人类修士，找死！给我上！谁先抢到他就归谁。毒食！一听到毒食2个字儿，里面的小妖全部都疯了一样的冲出来，他吓得赶紧转身就跑。这一跑，他发现自己身上的隐身符虽然被撕了，但是小师妹竟然给他多贴了一张加速符。小师妹是真的好贴心啊，贴心到他想哭。眼看着马上就要跑到的时候，这哪里安全了？一只上古凶兽饕餮，一只吞噬万鬼成王，没有小师妹在，他可不敢自己去送啊。然而这也不能后退啊，宁明成真的要哭了。都什么废物啊！那么多只妖追一个人都追不到，你们配吃饭吗？我是小师妹的师兄，我们是一伙的，我们见过好多次了，你们千万不要误伤友军的。放心啦，在那些小妖被吃完之前，他们是不会吃你的。意思是身后这30只小妖吃完了，就轮到自己了吗？宁明成整张俊脸顿时就扭曲了。小师妹，你说过会保护我安全的。山洞里，叶玲珑偷偷摸摸地走了进去，忽然间咔的一声响，他猛地一回头，看到灵石旁边竟然趴着一只龟妖。这只龟妖的气息很稳，一看就知道已经到了元婴期的修为，惺忪的睡眼正准备打开。叶玲珑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啊？何人敢？他正慢吞吞地说着话，嘴巴一张开，叶玲珑立马将沉睡丹丢了进去。他沉重的眼皮正在缓缓落下。叶玲珑刚要松一口气的时候，他忽然感受到身后有一道强大的气息朝着他袭来，下一秒直接打爆了那只乌龟的脑袋，血溅3尺，凶残至极。看到他躲闪的动作，那人皱了一下眉头，语气很凶：知道害怕，刚刚还不跑，看到那个龟妖就吓傻了。好强的元婴啊！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人还长得挺好看。离开这里，好自为之，别挡我道。救命啊！再不救我，我真的死给你看了！叶玲珑一脸淡定，是时候让他学着坚强点了。从他1年多以前入门清玄宗开始，他就在宗门里修炼。1年过去了，他都去了好多个地方了，他还在宗门里修炼。这温室的花朵要不得，必须要接受一下大自然的洗礼，让他从身到心都变得强大起来。只有这样，他才能百折不挠，万事不慌。然而叶玲珑没动，他眼前的大元婴动了。哎，这人刚刚不是准备要下灵池来着？对他冷漠至极的，结果六师兄这一声吼，他就去了。这难不成就是传说中的真爱？趁着那个大元婴响应六师兄呼唤的时候，赶紧跳进了灵池里面。下一秒，他差点吐了出来。灵池是好灵池，就是被那些妖污染过了之后，池水里全都是妖气。乍一眼看过去，那些土地竟然有发黑的趋势。要真给他们这样在青云州造下去，青云州迟早会变成妖气弥漫的废城。强忍着潜到最下面，把埋在里面的东西挖了出来，然后迅速地出了灵池。他仔细地翻看手里的东西，那像是一枚珠子的碎片。这时他注意到灵池上冒的灵气消失了，是个大宝贝啊，就是不完整。放心，我这人最是心善，这一趟离开之前，我肯定让你们这些可怜的小碎片一家团圆的啊。他往外看了一眼，六师兄好像得救了，他没再乱喊了。说好干大事儿的，只干了一件小事儿怎么能成？再说六师兄被美男所救，此刻估计在唧唧歪歪，没空找他。于是他捏了个法诀，掌心出现了一枚种子，他埋进了灵池的最下面。大重生树，种子在灵池下面不停地生根发芽，没有了碎片的灵池快要变成一个普通水坑了。于是他肉痛地从戒指里拿出了一枚快用完的灵珠，塞进了刚刚埋碎片的位置。灵珠一放，灵气从里面冒了出来。他造假多次，从未失手，搞定收工。身心俱疲的宁明成转头看了一眼劈碎节气的人。二师兄，我刚刚听到你的声音了，还以为听错了，没想到真的是你啊！你来这里干什么？来不及了，快追！他刚要跑，就被沈离贤给拦住了。哎，那边聚集了那么多的妖，刚刚跟着跑过去的还有一个鬼王和一头凶兽，你还想找死吗？不想活了就早点说，枉费我专程过来救你，错失了先机啊！要不是为了救他，现在那灵池里的碎片他已经到手了。跟温和沉稳的大师兄不一样，二师兄是出了名的又冷又凶。不是，小师妹在山洞里啊！沈离贤紧拧的眉头一下子撑开。你说什么？刚刚在山洞里边的那个小姑娘是谁？小师妹啊，1年前师父刚领进门的小师妹。小师妹？她竟然是传说中的新入门的小师妹。这1年来，他在大师兄玉牌里传送过来的只言片语里听说过她，是个可爱又活泼、漂亮又乖巧的小姑娘，平日里对同门都很好，还曾问过她的情况。他原先还答应过，若有机会回清玄宗，便送她一份入门礼的。此时沈离贤脸色一变，嗖的一下冲得比宁明成还要快。若是因为他的过失导致小师妹出了事，他即使是万死也难辞其咎啊！沈离贤跑在前头，宁明成一刻也不敢歇地跟在后头。贴了加速符的他勉强能跟上二师兄的步伐。就在这时，他被一个从侧边跑来的娇小的身影拽了一下。小师妹，你没在里面呢。算里面干嘛？煲汤！来，快来跟我一起搞大事。这时宁明成才发现叶玲珑的面前有一根藤蔓，凤凰神火诀。大火迅速地沿着藤蔓一直烧到了土里，土地被这些藤蔓的叶子撑开，并没有紧紧地包裹藤蔓，所以大火可以沿着藤蔓一直往里烧，烧到不知什么地方去。小师妹，你在烧什么东西啊？
海鲜锅。你快去洞口守着，虽然我过了结界，但是我怕煮熟的海鲜还会跑，要是有活的出来，你就赶紧把它们塞回去。一回头就看到沈离贤正准备拿起剑砍破结界，他片刻不敢息地冲了过去，一把抱住了沈离贤，阻止了他的动作。正在外面烧火的叶玲珑看到他俩忽然就抱上了，眼睛瞪得老大，且若有所思。许久不见，老六这是精神不正常了。动作比脑子快，一心只想阻止二师兄破结界的宁明成无语了。二师兄身上有杀气。你做什么？小师妹不在里面，你别破结界，再破那些小妖就又跑出来了。杀气顿时消失，宁明成松了口气，放开沈离贤。里面的灵池此时已经烧开翻滚，但里面泡着的鱼虾蟹以及乌龟却一动不动的全都睡着了，任由高汤将它们熬煮，没有一点反抗。看着看着，宁明成还真的看饿了。不行不行，那是妖，不能吃不能吃。但是他怎么好像闻到了胡椒的味道？乍一闻似乎还有葱姜蒜。小师妹她真的往里面加了调料，她要干什么啊？不是在泡灵池吗？怎么全都煮熟了呀？还是带着香味的那种海鲜汤啊！啊，好香啊！我都饿了。真的不能吃吗？六师兄，炖这么大一锅，真的一口都不能吃吗？不是，这问题问他干嘛？不能吃又不是因为他拦着，而是因为那是妖啊！宁明成，二师兄有何指教？你这一路都教了小师妹什么东西？那是妖啊，又不是真的海鲜，这玩意儿能吃吗？你自己要剁妖，你自己去，你带他干嘛？不是，我没教他这个。那她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怎么会有这种危险的想法呢？就是说呀，他也想知道啊。二师兄，你就是二师兄？沈离贤原本冰冷又严肃的面色，被燕龙这一声又甜又乖的二师兄给喊崩了。他收起了那副又凶又冷的模样，斟酌了一番。啊，小师妹，初次见面，刚刚多有得罪，希望你不要跟师兄计较。怎么会？你刚刚在里面救了我，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你没有生气就好，我不该把你一个人给丢在里面的。没关系啊，反正我也不危险，倒是六师兄喊的凄惨，你过去救他也是应该的。沈离贤转头看了一眼宁明成，眼底的嫌弃毫不遮掩。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们跟我来。走的时候，叶云龙特意放慢了脚步，他怕二师兄一时之间接受不了，于是偷偷摸摸的把招财和太子放了出来。海鲜锅他是吃不成了，但总不能浪费呀。小师妹，二师兄，要不要我御剑带着你？二师兄你也太贴心啦。带你御剑就算贴心了吗？这一路上你就没有得到一点的照顾？你是怎么照顾小师妹的？来的路上你让她自己御剑吗？那么长的路途，她一个筑基怎么撑得住呢？宁明成瞪大了双眼，他毫不怀疑，如果此时他说自己这一路上非但没有御剑带小师妹，且还蹭小师妹的剑蹭了一路，二师兄一定会暴揍他一顿的。二师兄，六师兄其实有照顾我的。哦，怎么照顾的？一瞬间，叶玲珑和宁明成都沉默了，想了半天，好像还真的没找到过一丝照顾的痕迹。有，他为了我的安全牺牲自我，把那些小妖全部都淹走了，然后丢你一个人在那个危险的山洞里，差点被一只元婴期的乌龟妖给吃掉。二师兄，我其实没有那么弱小，这些我能应付得了。对，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小师妹为了你不挨骂，再使劲的撒谎，你自己听不出来，还好意思点头吗？宁明成的心又咔咔的碎了。沈离贤带着他们在一棵大树旁停下，他在附近简单的做了点布置，若是东西靠近，他会第一时间发现。喏，小师妹，这是幽兰花露，香香甜甜的，送给你尝一尝。叶玲珑高兴地接过瓶子，打开来，一阵浓郁的香味飘了出来，沁人心脾。他正要喝，看到了宁明成递过来的眼神，稀有，很贵，大宝贝，省点喝。叶玲珑点了点头，他也觉得是大宝贝，但是二师兄说的那么轻巧，让他以为这个东西很寻常，差点他就一口闷了。
宁明成，你是脸抽筋了，还是皮痒痒了？他都不说话了，还不行吗？二师兄啊，我这花露好香啊，可我现在喝不下，一想到那些妖，我就没胃口。沈凌贤看了他一眼，知道他又在维护六师弟，便也没再说话。这么乖的小师妹，这六师弟怎么不知道宠着点呢？宁明成，你怎么会带着小师妹到青云州来的？这里很危险的。宁明成抬起头，张了张嘴，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他带我来的。二师兄，是我要来的。夜黑风高的那个晚上，我们师傅掐指一算，说你在这个地方会有危险，我一听很是担心，就让六师兄带我来了。六师兄也很担忧你的安危的。宁明成点点头，是这么回事儿。小师妹，你倒也不必处处维护你六师弟的，他是什么人，我心里有数的。你真的有数吗？你们回去吧，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那你呢？二师兄也跟我们一块走吗？我不能走的。叶玲珑一愣，他说的是我不能走，为什么呀？难不成这青云州的大妖跟他有关系？为什么不能走？小师妹，这事情你别管，和六师弟一起离开青云州，去你们该去的地方去历练吧。可是我们不能丢下你啊。没有可是，我也不需要你们来管，以后再见到我的时候就当作不认识，我们就此别过，有缘算了，那都是孽缘。为什么呀？这不是要划清界限吗？哪来的这么多为什么？宁明成，你是没挨我的打，想试试吗？正好山洞里水煮群妖的这事儿，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一个不小心你们全部都被吃掉，区区一个金丹，你怎么能这么大胆？二师兄，其实烧一锅海鲜汤是我的主意。小师妹，你接下来是不是还要说，就连烧他们的火都是你放的？叶玲珑点点头。你以为我不知道宁明成是火系丹灵根吗？你就不敢自己承认吗？叶玲珑望了宁明成一眼，要不这回你配了？宁明成也望了叶玲珑一眼。罢了，我接受能力很强的。二师兄，这事是我先考虑，我以后……他以后怎样，自己说了也不算数啊。这不是上有二师兄，下有小师妹，他只是个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可怜嘛。我以后一定勤修炼，爱闭关，强大自己，打架打赢。沈凌贤眉头拧成一团，他在说个什么玩意儿？二师兄、六师兄，这是第一次带我们出门历练，没经验是正常的，不能要求太多。老六不满20，小六不满15，不过是2个孩子罢了，也不必过多的苛责呀。能见到你们，我很高兴的，但到此为止了，你们必须得回去。见俩人不说话，沈凌贤又道：宁明成，之前你做的那些荒唐事，我不跟你追究了，但你必须得答应我，现在就带着小师妹离开，且永远不能带着她再靠近青云州。如果你不答应的话，那我就只能对你动粗了。他赶忙回头看向小师妹，小声凑到她耳边：听到没？二师兄动真格的了，他真的会揍死我。小师妹，你不会不管我死活的对吧？那你答应他？那你真的跟我回去啊？他叫你不要带我靠近青云州，那我带你靠近不就行了吗？你实在良心过不去，我可以敲晕你，把你拖进来。对策总比政策多，哪有空子就往哪钻，别头贴。是个好办法。你们在嘀咕什么呢？宁明成，你说。二师兄，我答应你，我这就带小师妹离开。真的，六师兄他可以发誓。好，那你发誓吧。小师妹，你一刻不把师兄推进火坑里，你是一秒都不舒服是吧？我宁明成发誓，一定会带着小师妹离开青云州，立刻，马上。若是你做不到呢？那我就宁明成转头看向叶玲珑，拿大师傅的声誉给你做担保。二师兄、六师兄人微言轻，也没什么好歧视的。可他是真的在意师傅，要不怎么在清玄宗一蹲那么多年，日夜相伴，舍不得出门呢？这话好像哪儿都是毛病，但又一点儿也挑不出毛病。对，我拿师傅的声誉做保证，拿性命也可。那好，我相信你们一次，现在就离开。我若是在青云州再见到你们，沈凌贤转头看向宁明成，我就打你。
搞来搞去，原来这是一个他独自受伤的世界。沈离贤从戒指里摸出了许许多多的东西，大的小的，值钱的好用的，全都一股脑的交给了易玲珑。给的最多的就是零食了，一袋袋的，就没心疼过。看了宁明成一眼，给了他一个灵果，算是见者有份儿，无人落空。沈离贤这送礼的豪爽程度，就跟分遗产似的，一点儿也不留恋。保重。沈离贤毅然转过身，他不愿意他们看到他眼底那些多余的情绪。山高路远，就此作别，愿你们仙途璀璨，一路平坦。小师妹，你有没有觉得二师兄像是在交代后事啊？自信点，把巷子去掉。那怎么办？他的礼我收了，以后就是我的人了，我当然是要罩着他啦。宁明成一脸问号。算了，上面的问号撤回。小师妹说话听不懂，也不是一次两次。那咱具体该怎么操作呢？换条路走。小师妹，那接下来我们该去做什么呢？去找宝物碎片。小师妹，这是你在灵池下面找的？是啊，据我所知，那山洞里之所以会形成灵池，就是它的作用。你想啊，一片碎片就能够形成一个灵池，一枚完整的珠子得多厉害，这可比咱们人工研发的灵珠要强大多了。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修为到了金丹和元婴的妖，实力完全跟不上他们的修为，除了那一身硬壳有点用之外，其他方面弱的不行。发现了，要不是修为摆在那里，我还以为金丹的只有筑基，元婴的只有金丹呢。所以我猜测，他们的修为之所以能长这么快，全靠这碎片生成的灵池，要不然他们怎么不管死活都要进去泡一泡呢？那还等什么呀？我们赶紧去把剩下的碎片都给找到吧。六师兄，刚刚好像有人要劝我回去哦。确实，但劝你的人已经离开了，现在剩下的是一个无条件支持你的人。六师兄，你变了。我这不叫变，我这叫接受能力强。另一边，原本放满了煮熟的海妖的山洞里，这会儿竟然空空如也。沈离贤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切，苍水珠的碎片被人拿走了，到底是谁有这手眼通天的能力，能在他眼皮子底下把这山洞清理得这么干净？这人到底是想做什么？如果只是为了苍水珠，又为何清理妖族的尸体？他眉头皱成一团，心中一阵紧张。那小师妹岂不是危险？糟了，他不该放他们自己离开的，一定要尽快找到他们。小师妹，你打算怎么做？我们找了一大圈，好不容易找到这些海妖，可是七星宗的人在那里，身为名门正派，我们不好直接办事啊。六师兄，我有个大胆的想法。宁明成浑身一震。有多大胆？叶玲珑小声地在宁明成耳边说了几句。是岂止是大胆？你是认真的？我认真的，这是一次找齐所有碎片的最好办法。你放心，要是真出了事儿，打不过还跑不掉吗？我有后招。六师兄，这个你拿着。这个是什么？我模仿那些大门派做的保命符，他们的保命符受气血静养许多年，使得符纸跟自己命数相连而成。但以咱们这种搞事情的频率来看呢，他们那种长期养符的办法太费时费事了。这个我就做的简单了点，你就凑合着用吧。那用起来跟他们的有什么不同吗？他们的保命符百丝百灵，我的看运气，正好撕到一张能跟你契合的，就能够瞬移离开。保命的东西还看运气啊？万一运气不好呢？紧急情况下哪有时间一张一张的撕？我能不能一把全撕了？反正肯定会有中的。不能，因为撕一张你就尝试一次离开，一起撕全部一起尝试容易出事儿，搞不好同时生下好几张，你的手和头去的不是一处。这是什么惊悚故事？那如果我运气不好，岂不是要撕到最后一张才能离开？六师兄此言差矣，你若真的运气不好，撕完了你也不能离开。小师妹的保命符简单的确实有点太简单了，关键时刻还得玩心跳。那你多给我几张呗，搞不好这一叠没有一张契合我的。给多了没用啊，这么多张你撕完还没走，对面肯定已经想把你送走了。宁明成握着叶玲珑给的那一叠符纸，面如死灰，一点保障都没有。小师妹，如果真的出了事，自古修仙逆天改命，哪有不危险的？而且你要天才地宝，不得付出点代价？磨磨唧唧干什么呢？相信我，这件大事干完，你必定整个人都会升华的。你确定不是升天吗？那就升啊！叫你不好好修炼啊，叫你打不过七师兄，叫你打不过对面，升天你怪谁？你不得自己好好反省一下吗？
说的好有道理啊！快点儿，他们要撑不住了。死就死，你一个筑基都敢玩，我一个金丹怕什么？这不就对了，人生难得放纵一会儿，去战斗吧，骚年！尔等妖族，休要猖狂，在我人族地盘上放肆，问过我手中的剑没有？宁明成怒喝一声，大义凛然地加入了战斗之中。得救了，终于得救了！我操嘞，竟然来了个厉害的，要打不过了。别慌，你们拖住时间，我去报告大王请求增援。我报你个头嘞！就凭你还能见到大王？你来拖，我去找。英雄，他们数量众多，拖下去对我们不利，趁此机会我们赶紧走。区区人类修士到了我的地盘上，你们还想跑？谢灵翼瞪大了双眼，声音认得，每一个字都听得清，但为何连在一起他没懂呢？来支援了，我们来支援了，围住他们，别让他们跑了。这不就是叶玲珑吗？他什么时候成了妖了？只见他手腕轻轻一抬，顿时空中弥漫的那些水汽全部流动起来，迅速的凝结成一团团巨大的水珠。他手一挥，水珠像是倾盆大雨一样往他们的身上砸落下去。叶玲珑双手一收，再次捏了个法诀，顷刻间，落在对面身上的倾盆大雨变成了坚硬的冰块。这回砸脑袋的时候，真的是咣咣咣的。我擦嘞！我们这个元精好强啊，太爽了！打死他们，打死人类！没的要砸扁了！哎呀，不然一会儿还要从地上抠起来吃嘞。嘿嘿，他是谁呀？我怎么好像没见过？他怎么修为好像才到筑基而已啊？我操嘞，真的是筑基啊！筑基能画形画得这么完美，修为这么强大，脑袋上还长角呢。那不就是蛟族吗？就在此时，只见他足尖一点，凭借着他筑基的修为，直冲对面最厉害的那个金丹。在所有人的见证之下，他一掌打在了对面金丹的胸口之上，对面金丹当场被甩飞出去。好强啊！宁明成捂着胸口喊道：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妖？难不成就是赫赫有名的蛟族公主玲玲珑？是在玩什么呀？他正震惊着，叶玲珑下一秒目光便转向了他。他将灵力凝聚于掌心，然后瞬间一掌打在了谢灵翼的身上。打宁明成是装模作样的打，打自己他是真枪实弹的打呀，好痛！你这个修士倒是有几分厉害，竟硬生生扛下了我这一掌。叶玲珑说完，再次抬起了手掌，吓得谢灵翼当场就倒地了。我好像要死了！公主殿下超强，公主殿下无敌，公主殿下杀他！住手！你们出门不带脑子吗？公主殿下好霸气啊！不愧是血统强大的蛟族公主。这几个修士骨瘦如柴，连塞牙缝都不够，光吃他们有什么用？留活口，我要利用他们做诱饵，把他们的同伙全部引出来一锅端了，到时候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一妖吃几人，这不爽吗？公主殿下好聪明啊，高级妖就是不一样，智慧和美貌那都是顶尖的。捆下来带走。等一下，难看的捆起来，好看的不用捆，本公主要贴身伺候。听到这话，那群小妖全都笑了起来。懂，秒懂，把谢灵翼和他两个师弟捆了起来，宁明成放在了外面。很气，这是对他全方位的侮辱。谢灵翼表示不服。我就算比不上他，也不至于归于难看的那类吧？人丑话还多，也罢，你若非要过来伺候我，也不是不可以。我错了，我立刻马上反省。嘿嘿，这两个长得挺漂亮的，要捆吗？你傻呀，玲珑公主肯定是想要美男子伺候，这些美妞还不如就交给我。叶玲珑抬手就是一道灵力打了过去。动手动脚干什么啊？你把他逼急了，他要是自尽，你去当诱饵吗？耽误大家吃大餐，你赔得起吗？公主殿下，那这两个小妞是捆还是不捆呢？他们重伤在身，都快死了，再捆两下，万一人没了，岂不是得不偿失？我这人从小挑习惯了，尸体不碰，就爱吃新鲜的。我操嘞，不愧是尊贵的蛟族公主，跟我们这些普通的小妖就是不一样啊！行了，少废话，把他们带走。叶玲珑说完之后，足尖一点，落在了一只龟妖的背上。
从今天开始，你就当本公主的坐骑了。虽然寒碜了点儿，但出门在外，本公主便不挑了。那只龟妖已经是元婴的修为，得知自己成为了尊贵的骄族公主的坐骑之后，激动的点了点头。你过来伺候本公主。是。这乌龟背有点小呀，在背上给她画了一个变大符。这样就合适了。这个公子一块坐吧。其他小妖羡慕的快要疯掉了。呀，这乌龟爬的也太慢了吧！于是叶玲珑随手在乌龟背上又画了个加速符。这下合适了。他们也想为公主殿下当牛做马呀！我擦嘞！那只老龟妖都快笑疯了，嘴脸好丑啊，气死我了！要不今晚咱们宰了它？哎，你一直瞎掺和什么？你宰了他，公主殿下也不会骑你啊，多不优雅！就是有这个时间，不如好好想想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在公主殿下面前表现一番。于是全体小妖陷入了沉思之中。大师兄，叶玲珑他这是干什么呀？明明已经打败这些妖了，就我们离开不就好了吗？谁知道，我跟他又不熟。不熟吗？你不是还欠他钱吗？他后来没跟你要账啊？很快，小妖的队伍便从倾塌的大街上走到了一个平坦宽阔的山脚下。公主殿下驾到，尔等还不速速前来接驾？拜见公主殿下，公主殿下经验四座，威震八方。甚至还把一直在老巢里没有见过叶玲珑的也带偏了一片。叶玲珑顿时觉得她生来就该是个公主。公主？哪里来的公主？我怎么没听说过？桃儿，她是萧族的公主，货真价实，她那一身的水系法术特别强大。萧族公主怎么会忽然来到修仙界？这么巧又来到青云州来？这话她说，你们就信吗？我为什么到这里来，需要跟你一个低等妖族交代吗？你是不需要跟我交代，可若你是假的呢？叶玲珑笑了，笑得又嘲讽又嚣张。我知道我的到来给你造成了威胁，你不愿意臣服我，也不愿好不容易收服这些小妖入我麾下。废话呢也就别说了，用最简单的办法，打一架，赢者称王，输者煲汤。哈哈哈哈！打一架，就凭你一个筑基的要打我这个元婴，你是疯了吧？跟我打你配吗？本公主从不轻易出手，先派本公主的俘虏跟你玩玩，你打赢了她才能获得挑战本公主的资格。你去打死她，本公主重重有赏。话音落下，她从戒指里取出了一瓶补灵丹。叶玲珑粗暴地撬开了聂明成的下巴，将掌心里的补灵丹全塞进了他的嘴巴里。那一刻，全场爆发出一阵激动的尖叫声。补灵丹，公主殿下掌心总共到了8枚补灵丹一口闷了，天哪！哎呦，酸死谁了？我再来，原来是酸死我了。公主殿下，我也想替你出战呐。打死他，这瓶补灵丹就赏给你了。宁明成瞪大了双眼，努力地演出一副震惊又激动且特没见过世面的模样来。我愿为公主殿下效劳。喏，武器还给你，好好打，别叫我失望。说完，他足尖一点，飞跃而起，踩在那些鱼虾蟹的脑袋上，一路飞到了一棵大榕树下，站在了平坦的地面之上。他手指轻轻一点，脚下的植物迅速的生长变大，他轻盈的身体往后一躺，公主风范拉满。小妖们看他这一连串的施法，眼睛都看直了。公主殿下简直是我的神啊！叶文成一看气氛搞得差不多，小师妹在小妖们的心中已经众望所归，该动真格了。于是他长剑一挥，便朝着那只河豚妖杀了过去。高手过招，打得快，输得也快。元婴期的河豚妖被宁明成以金丹期的修为越级打败了。长剑挥下，河豚妖当场丧命。可还有谁不服？服！公主殿下英明威武，无人不服。我等愿意为公主殿下当牛做马，绝无二话。气氛再一次被带动了起来，全场所有的小妖一声声高呼公主殿下，声音震天，场面浩大。瞧，他也是有信徒的人了。你们大王呢？我来青云州有一阵子了，怎么没看到他？别说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呀。他带你们来修仙界攻占青云州，竟然不管你们？我们说是他带的，其实啊，只能算是顺带的。
他不知从哪里得了个宝物，在妖界啊开辟了一条通道去通往修仙界的。我们也只是跟在他后面过来的，他知道我们来没阻止，但也不带着我们玩啊。那这么说来，你们基本上是处于无人管的状态。之前是，可现在不是有您了吗？咱以后誓死效忠公主殿下，绝无二心。没错，我们愿为公主殿下干到毒殿，当牛做马。放心，很快就会有机会啦。你们知道那颗珠子为什么会变成碎片吗？哪颗珠子呀？笨蛋，苍水珠啊！哦，对，苍水珠原本是青云州城主的宝贝，大王去把城主家给灭了之后，把苍水珠给带了出来。带出来之后，他当场就把苍水珠给震碎了。苍水珠震碎成好几块碎片之后，他随手扔给我们了。哎呀，说到这个我就来气，当时我们其实是抢到一个碎片的，就在咱们头手里。后来咱头脑子不清楚，被隔壁女妖一骗，把碎片给送出去了。我们那个气呀！倒也不必太丧气，本公主这不是来给你们做主了吗？属于你们的碎片必须要给你们夺回来。公主殿下，你说的是真的？你真的能帮我们夺回苍水珠碎片？不是我帮你们，而是我带你们。你们本来就是实力很强的妖啊，只是缺了一个引领你们的人，否则以你们的实力，别说隔壁那群妖，就是整个青云州的妖也能拿下。对，公主殿下你说的对，我们本来就很强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抢回来？莫慌，本公主已经制定好了一套作战计划，抢回灵珠，干翻隔壁。没错，干翻隔壁，抢回灵珠，干他！这两位不是你们七星宗的师妹吗？为什么没有穿门派服啊？宁兄，他们不是我七星宗的弟子，他们是青云州城主的遗孤，我们是在路上碰见的，他们两个东躲西藏的很可怜，就带着一块走了。不对呀，你小师妹不是被夺舍了吗？你才被夺舍了，可他那一身妖气，区一点妖气，还有他头上的角，不过2个小角，竟然全是假的。你们这么玩，你们师父知道吗？不知道啊。他没来，他为什么要来啊？盟主召集修仙界有实力的宗门前来青云州杀妖救人，你们清玄宗在巅峰舞会上出尽风头，难道没有收到通知过来救援？没有啊。那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当然是因为我小师妹接到了他盟主师父的特殊任务。混进妖族也是盟主的任务？是啊，没想到吧？既然你现在都知道这是盟主的密令了，就管好自己的嘴巴，坏了盟主的事你吃不了兜着走。本不想告诉你的，但就怕你那张大嘴巴到处叭叭叭的，造谣我小师妹被夺舍。你才是大嘴巴，你和你小师妹才是大嘴巴。那现在你们打算怎么办？我们要一直做俘虏吗？会不会没命了？会啊。干嘛这个表情？出来混还对我们清玄宗保全你们七星宗弟子的性命？要不你们七星宗集体成为清玄宗下属宗门？谢灵异不说话了，他就知道有叶玲珑在，他必然不会好过。所以那2个姑娘是城主遗孤？是。算他谢灵异走运，他的死活我本来是不打算管的，也罢，就当是做了拿了城主苍水珠的回报。他的那2个遗孤给他送去盟主那边吧。你打算怎么送？叶玲珑思考了一会儿，回忆了一下原著。原著里叶荣月也来过这个地方，他是跟着男二，也就是妖界狐族的许天幽一块来的。前期他们俩在星云州里游荡了一圈，一边杀妖一边寻宝，找到城主遗落的9转灵丹之后，才去跟七星宗会合，然后联合几大宗门一起杀了大妖，拯救了青云州。免费的主角不用白不用啊。叶玲珑就把计划给宁明成说了一遍，说完之后就让他回去了。谢灵异，算你走运，我小师妹决定救你一回，让你离开。谢灵异顿时眼睛一亮，他终于善良一回了。不过你得先把钱还了。他就不该对叶玲珑抱有太大期待。拿去，这辈子我们两不相欠。你能不能不要每次说话都不过脑子啊？什么相欠？我小师妹是正儿八经的债主好吗？啊，单方面的。这种面子话不要抠细节好不好？今晚天黑以后我带你们离开。谢兄，你赶紧用你们七星宗的联络方式联络你家师妹叶荣月，我把你们交到他手中，到了他那里你们就安全了。我家师妹在附近。宁师兄，
你不跟我们走？对，你怎么知道？我师妹说有小妖看到他了。他的师妹竟然在附近，有救了，有救了！此处危险重重，你为何不跟我们走？危险个屁！人家师妹还在号令群妖镇威风呢，那需要人担心？全都走了，他们很快就会追上来的。重要的有一个人在后面拦着他们，否则一个都跑不掉。可是，别可是了，身为清玄宗弟子呢，匡扶正义，牺牲小我那是理所应当。你们安全离开，便是我最大的心愿。听到这话，那城主遗孤当场就感动的掉了眼泪。谢灵一忍不住又抬头看了一眼，年纪轻轻真好骗。也罢，继续给师妹发消息，任何人都不如师妹重要。宁师兄，若我们得以安全离开，我必会求盟主派人来救你。谢谢，还是不要好了，我一个人好逃脱。但若有更多的弟子陷进来，搞不好我还得回头救他们。宁师兄，我叫尹诗涵，在此谢过你牺牲和照顾，此恩诗涵铭记于心。客气，这是清玄宗弟子的本分。叶玲珑新官上任，拿了酒出来赏所有小妖喝，给他们的时候在酒里加了些料，使得这会儿他们全都睡着了。应明城偷偷摸摸地带人离开了。白天的时候，叶玲珑派了好几个探子出去查探过，这广泛的撒网还真叫他们给遇到了叶荣月，所以应明城带人逃出来之后，便直奔叶荣月他们所在的方位。宁兄，你不会是骗我们吧？我师妹怎么会在这种地方？你是不是以为我们知道的太多了，所以要骗我们出来杀人灭口啊？你有脑子吗？我要杀你灭口，你现在连骨头都拼不齐了好吗？还需要带你出来？你师妹呢？联络那么久，她没跟你说她在哪儿啊？谢灵义这会儿连脸都皱成了一团。不会吧？她该不会丢下你不管了吧？怎么可能？又不是你师妹，她怎么可能会害我？你话要说清楚了啊！我小师妹可没害过你。现在不是争执这个的时候。你在污蔑我小师妹，我不能忍。行，是我错了，可以吧？对不起，我再也不会诋毁你家小师妹了。啊不对，等我找到我师妹，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出现在你们面前了。谢灵一说完，又低头给叶荣月发了好几个消息。这时，应明城往前一指：“啊，你师妹找到了。”谢灵一转头看去，还真的是荣月师妹，有救了！他终于不必再提心吊胆、处处受气了。他内心激动的准备朝着叶荣月的方向跑过去，然而下一秒，他整个人的脚步就被定住了。荣月，你别生气了，为谢灵一侵害了你的身体根本不值得。谢灵义算是什么东西？这些日子以来，一件事情都没有为我做过，还要3番4次的让我给他收拾烂摊子，一次不理便一直罚，他怎么不去死啊？荣月，你若实在生气，我去替你杀了谢灵一便是。不必了，为这种废物浪费时间，根本不值得。九转灵丹还没找到呢，绝对不能再让叶玲珑抢了先。我这次不仅要抢在他前头，我还要等在那里，我要等他来抢，等他走进我的陷阱里，然后用最狠的方式让他生不如死。我要把我所受的所有屈辱全部都给讨回来。好，我陪你一起，你做什么我都陪着你。那谢灵义呢？不用管他，路上若是遇见了，杀死便可。我们可以杀了他，嫁祸叶玲珑。毕竟他们有仇，你师父座下的弟子可都知道呢。若实在遇上，也只能如此了。他自己是个废物，就别怪我心狠。荣月，那若是遇到司玉晨呢？你好端端的提他做什么？我就是好奇，他在巅峰舞会上输给了裴洛白，不但没给你找回面子，反而害得你面上无光。他知你受了委屈，不但没想给你报仇，反而劝你不要跟叶玲珑计较。这样的人，你心里还放着他吗？他是对不起我，可你呢？你一定要戳我痛处吗？一定要让我难受吗？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没想到你这么在乎他，即便是被他伤害了，也还惦记着他。所以呢？你现在是要离开我吗？叶荣月深吸了一口气，看起来很是难过。那你走吧，我一个人也可以，我们永不相见。我不是这个意思，怎么会离开你呢？怎么会舍得你一个人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呢？荣月，对不起，你别生气了。别道歉，你没错，我错了。不是的，谢兄，你师妹跑了，你还不赶紧追啊？
我追什么？你没听见吗？他碰见了我就要杀我！怎么会？她是你的师妹，不是我的小师妹啊！我的小师妹会害你啊，可你强大的师妹只会保护你啊！你故意的是不是啊？你故意在戳我伤口是不是？那倒没有，我只是怕不能把你送走，你要砸在我手里了。宁师兄，你能不能带我们离开？我想跟着你走，我还想活着，想给我爹报仇。我暂时不能离开，要不跟我一块回去吧。好。谢灵翼猛地一抬头，只见宁明成真的走了，尹诗涵和他的侍女紧紧跟在他身后，就连他七星宗2个同门都跟着一块走了。你们2个也要背叛我吗？大师兄，跟着叶玲珑顶多丢钱，跟着叶荣月那是丢命啊！我们又没爱他爱到失去理智，不至于的。来自同门的暴击击断了谢灵翼最后一根弦，眼看着他们渐行渐远，谢灵翼赶紧追了上去。叶玲珑正坐在叶子椅上打坐修炼，听到动静，他睁开了眼睛。哎，怎么回事？没找到？不可能啊！小师妹，给你讲个笑话，我们被赖上了。叶玲珑坐在那里，听宁明成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果然是个笑话。也罢，既然你们留下了，明天就和我去打江山吧。叶玲珑一大早点兵出征，她坐在乌龟座旗身上，尹诗涵和她的侍女正式成为了公主殿下的贴身丫鬟，朝着棒妖的地盘冲了过去。叶玲珑在乌龟背上看的那叫一个津津有味，啧啧称奇。她这辈子还是头一次看到那么多海鲜打架呢。就在这时，宁明成率先冲到最里面，眼看着就要一头扎入灵池之中夺回碎片，那个棒妖出现了。那棒妖没料到对面一个小小的金丹竟然打出了元婴的气势，他好强，他好凶，他好帅啊！眼看着硬打要打不过了，他赶紧放出他的媚香泡泡，准备用美色诱惑将他征服。在他话还没出口的瞬间，一剑将他了结。很快，苍水珠碎片到手，看到脚边的棒妖尸体，他迅速捡了起来，然后霸气的往群妖中间一扔。小师妹，看我看我！棒妖杀掉，碎片到手，我已经成长了，未来1年都不需要你再操心了。原本正打得火热的虾兵蟹将们也都纷纷收手，战争在这一刻戛然而止，快得他们几个都没反应过来，就连乌龟背上的叶玲珑也没看懂。他转头朝着身边的尹诗涵递了个眼神，尹诗涵秒懂。怎么回事？刚刚不是还在打架吗？怎么全停手了？发生什么事情了？不会有诈吧？你们这些人类修士懂什么？在我们妖界上门挑战，打死对方的王，把对方王的尸体扔在他下属的面前的这种行为，就等同于告诉对方下属，你们的王已经死了，要么臣服，要么去死。所以，刚刚宁师兄丢了棒妖的尸体之后，大家都停手了。也就是说，他们全部放弃抵抗，臣服我们公主殿下了。恭喜公主殿下，成功的收服了他们，我们队伍又壮大了。彼时，外面的小妖们正在开开心心的吃晚餐。叶玲珑坐在他自建的树屋里面检查碎片，手里的这一块和之前的那一块完美的拼接上了。拼一块之后，碎片的光芒比之前更亮了。这苍水珠好有灵性啊！喜欢吗？等我拼完之后见你几天，让你抱着睡觉。真的吗？不对，小师妹的表情不太对。小师妹，你说错了，我若拿到了苍水珠，必定是抱着修炼，绝无可能抱着睡觉的。我必须要努力超越所有人。叶玲珑微微一笑，这就对了。小师妹也太会挖坑了，不过问题不大，她接受能力强，应变能力快。小师妹，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吗？必须继续，苍水珠是我大宝贝，我肯定是要找全的。那叶荣月给你设陷阱这事儿，他不是要在找到九转灵丹的地方蹲我吗？就让他蹲着好了，等我找齐苍水珠一统妖兵，我再点齐兵马，再去给他个惊喜。不愧是我小师妹，头脑清醒，目标清晰。不过我不懂啊，叶荣月从前不是你姐姐吗？她为什么这么恨你？就因为你上次巅峰舞会打败她了？大概是吧，她从小就是天之娇女，习惯了别人众星捧月，被打下神坛之后接受不了，心理扭曲了吧。她从小就是天之娇女，那你呢？
我从小就是混世魔女，简直不能再正确了。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修士？一男一女，男的差不多17岁，女的差不多12岁。没见过。不准撒谎，否则我就杀了你。真的没撒谎，两个人类修士年纪那么小，一眼就看着很好吃啊！就他们这个组合啊，在全部是妖的青云州地界上，走不出2个时辰就会被吃掉的。沈离贤眉头一皱，神色更冷了。他一抬手结束了那只妖的性命。啊！那个教族公主他们杀过来了。什么？昨天才听到有教族公主的名号，今天就是杀过来了。听说她已经收服了2个妖泉，势头很强啊。教族公主？哦，对，她最近杀疯了，地盘疯狂扩张，小兵成倍增长。她手里已经抢走了好几块苍水珠碎片。要命的是，她长得超漂亮。我作证，我刚刚看见了，是真的好漂亮啊！这位兄台，你这么强，要不你去会会？教族公主她没有兴趣，但是她声势如此浩大，指不定她能有小师妹的消息。带路。兄弟，你看，就是她，教族公主最强大的人类左狗。沈离贤当场人就呆住了。宁明成，兄弟，这边就是她，美丽又强大，智慧又霸气的教族公主。小师妹，人类走狗，教族公主，这是在干嘛呀？她活了那么多年，即便是当初知道自己是半妖的时候，都没有现在这么震撼。宁明成刚一剑斩杀了那只章鱼妖，忽然一股强大的气势朝着他侵袭而来。宁明成内心一慌，回头挥剑抵挡。下一秒，待他看清楚来人时，内心咯噔一声，完了。二师兄，你听我解释，救命啊！我死了！这个元婴级别人类的修士，这从哪里来的呀？我们的战神被一巴掌给打飞了。完了，这一次是不是打不赢了？要不要现在就撤退啊？沈离贤再次朝着宁明成走了过去，眼看着自己又要挨揍，宁明成赶紧连滚带爬的跑走，然而没有用，硬生生的又挨打了一巴掌。二师兄这人果然言而有信，眼看着准备要再挨第3个巴掌的时候，叶玲珑赶紧飞过去阻拦沈离贤，没带一点灵力，胸口只是被轻轻摁了一下的沈离贤一脸问号，趁着其他人看不见，偷偷摸摸的喊了一声二师兄的叶玲珑。区区人类元婴也敢在本公主面前造次，今天定要叫你知道本公主的厉害。叶玲珑话音落下，再次一掌打在了沈离贤的胸口。沈离贤呆了1秒钟，然后一点征兆都没有的咚的一声倒地了。这辈子都没干过这种事情，也不知道倒下去的姿势正不正确呀。小师妹，她是这个意思吧？是要演吧？会不会太生硬了？要吐个血吗？这个好难呢。有点羡慕六师弟了，毕竟他是真的吐血，不用考虑演得好不好。那倒下之后呢？是要闭着眼睛还是睁眼呢？是心有不甘还是认输求饶啊？这学问好多呀。就在他惴惴不安时，整个山谷爆发出了一阵激动的叫喊声。公主殿下战无不胜！公主殿下神勇无敌！公主殿下惊艳四座，威震八方！起来吧，从今往后你便是本公主新收的俘虏了。沈离贤从地上站了起来，他呆呆地看了叶玲珑好几秒，一直到愿为公主殿下效劳。受到了指点的沈离贤顿时茅塞顿开。原来是要这么演。六师弟果然是好专业呀。愿为公主殿下效劳。好。叶玲珑说完这一声，全场的小妖们再次跟着一块儿尖叫了起来。叶明成一转身，熟门熟路地跳进了灵池里面，再出来的时候，他的手里多出了一块苍水珠的碎片，并且将这块碎片双手奉上，恭敬地递给了叶玲珑。叶玲珑大战获胜，便带着新收的小妖浩浩荡荡地回去了。二师兄，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不如你听小师妹解释，你该不会连个说话的机会都不给她吧？宁明成，你竟然躲在小师妹的后面，你要脸吗？我要命！变了，六师弟他变了。上次分别之前，他还没敢顶嘴的，
二师兄，你不要生气啊，这件事情我们也没办法，真的。叶玲珑赶紧开始现场编故事。你也知道我们两个势单力薄，那青云州的妖那么多，我们那天没走多远就碰到了一群妖，敌众我寡，力敌不行，只能智取了。是我的错，我不该放你们自己离开的，我应该护送你们出去的。二师兄，你不要自责了，我们现在都好好的。好吗？几天不见，你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一开始我以为你被夺舍了呢，没想到你竟然是成了堕妖啊！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二师兄，我经历了粘脚和贴符2个步骤。沈离贤抬手扯了一下叶玲珑额头上的角，竟然一扯就掉了。造假？这么假，为何这么多天无人发现啊？同时，叶玲珑将贴在身上的那张妖气符撕了下来，瞬间，他身上的妖气全部消失了。宁明成，这又是你的主意？你为何不自己贴这玩意儿，要让小师妹来贴？二师兄，你为什么会觉得这是我的主意？谁在领导群妖，你看不出来吗？二师兄，其实这是我的主意。哼，那他耀武扬威的杀妖，又气势万千的夺跑，这些也都是你教的喽？这……叶玲珑回头看了一眼宁明成，你还替他狡辩，就是他的主意，就是他一肚子坏水。宁明成，你在清玄宗里待了那么久，修为没长进，都研究这些东西去了？不然今天这一出，你怎么演得那么顺呢？二师兄，你有没有想过，我能演那么顺，不是因为我长时间研究，而是因为天赋摆在那里，瞬间上手，一点就通。变了，六师弟真的变了。即便你们是为了自保才会出此下策，可长此下去终究是危险的。我马上就带你们离开吧。二师兄，现在还不行，我藏水珠的碎片还没凑齐呢。只见叶玲珑从戒指里取出了苍水珠的碎片，加上之前的那2块，现在有3块了。小师妹，外面不是说了你抢了2块了吗？还有1块是怎么来的？就山洞里炖海鲜汤那次啊。沈离贤瞪大了双眼，那块碎片是你拿的？是啊。那妖师呢？我收的啊。又是你在背后做的安排。都这样了，二师兄，你对小师妹的滤镜还没碎呢。但凡你清醒点，你就会发现伪装成妖以求自保的人，怎么可能号令全妖？怎么会征战四方？二师兄，这锅我背。好家伙，变了，六师弟变得好陌生，连阴阳怪气师兄都学会了。看这枚珠子的缺失情况，应该是还差4片。只见沈离贤从戒指里取出了1枚碎片，递给了叶玲珑。二师兄，你竟然也有，这样就差3片了，收集完整就能复原了。小师妹，此处危险。二师兄，你说的对，我们现在确实是很危险。我连战2场名声已经打出去了，青云州就那么大点儿，再过几天就会全部传遍。等消息传入那只大妖的耳朵里，他便不会再袖手旁观了。沈离贤一喜，他懂，他都懂。那我们今天就……今天不行，太赶了，小妖们吃不上大餐，睡不好觉，这战斗力就不行的。明天吧。明天？对，明天开始打完我们就前进不回营地了，连续3天打3场，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把苍水珠的碎片凑齐。小师妹，她是真的意识到了危险了吗？小师妹，那只大妖是化神修为，不是泡灵石泡出的化神，是正儿八经的化神，不是开玩笑的。我知道，所以这个你们必须人手1叠随身携带。叶玲珑说完，将1叠保命符塞进了沈离贤手中，另外1叠塞进宁明成手中。劳烦六师兄把保命符发给其他人，并且教会他们使用方法。第二天一大早，叶玲珑便率领着400虾兵蟹将，雄赳赳气昂昂的前进了。这一次，他们比之前更熟练，开打的速度比之前更快。他们杀得热火朝天，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叶玲珑安静地坐在乌龟背上，看着他打下的这一片江山，心中甚是满意，手中集了5个碎片。于是第二天，他再接再厉，又攻下了一个妖群，手中拿到了第6个碎片。眼看着就差最后1枚碎片，叶玲珑就要搞定收工的时候，意外出现了。当天晚上，叶玲珑躺在一棵大榕树的树枝上，懒懒地看着下面的虾兵蟹将们大快朵颐，他馋得咂了咂嘴巴。就这么想吃啊？叶玲珑听到声音，浑身一震，
他疑惑地看着四周，却什么也没看见。想吃啊，可我不想变成剁妖。想吃就吃，去挑你喜欢的，我来帮你。叶玲珑眼睛一亮，激动地从榕树上跳了下去，假借着巡逻，悄咪咪地顺了一块鱼肉、一块虾肉、一个蟹腿儿，还有他最想吃的河豚刺身。你还在吗？我挑好了，快给我想办法。叶玲珑话音刚落，只见手腕上传来了一阵金色的光芒，光芒迅速化作一缕光烟，往叶玲珑碗里的那些海鲜卷了过去。光烟迅速消失，连带着一起消失的还有海鲜上的妖气。哇！叶玲珑激动的不行，赶紧夹起来就往嘴里送。她馋了好多天了。你等会儿，我还想要吃。来来回回好多次之后，叶玲珑吃了个心满意足。你什么时候醒的？这几日陆陆续续有睁眼，每次睁眼都能看到你上阵杀敌的威风样子。叶玲珑讪讪一笑，坐在龟背上看别人打架也威风吗？最威风的难道不是指点江山让别人打吗？你以后都会醒着吗？不会，但至少现在可以自主苏醒，可以张口说话了。恭喜你啊！吃饱了吗？吃饱啦。快跑吧，那只化神的大妖已经知道了，他要往这边来了。你不早说。你不是想吃吗？可是他要来了。是啊，他要来了，你再不吃以后就没机会了，所以让你先吃个饱。那我还有没有机会带着人先去把最后一窝妖给端了？能，速战速决，然后带人直奔青云阁，正好能赶得上赴约。赴约？叶荣月的约呀。你怎么安排的这么周全？但别忘了，临走之前把玄影留下。叶玲珑瞪大了双眼，懂，秒懂。遇事不慌扔玄影，这个他熟。于是叶玲珑不再耽搁时间，他迅速地跳下大榕树。虽然我不愿意你们如此辛苦，可是我刚刚收到线报，拿着最后一片碎片的妖群，准备明天一早跑路。为了不让他们逃脱，为了不让这几天的辛苦白费，今晚跟我一块儿杀他们个措手不及。此事若成，我就带你们上青云阁，届时里面所有宝贝遥遥有份，永不落空。此话一出，原本还在迷糊的小妖们顿时来了精神，杀他个措手不及！杀！这一场大战来得突然，结束的也干净利落，没什么大意外发生。聂明成拿到碎片之后，叶玲珑就带着新队伍出发了。叶玲珑微微一笑，朝着虾兵蟹将们一挥手，他们便迅速地冲入青云阁之中。久等了，叶荣月，我来了。又是新的一天到了，叶玲珑她竟然还没来。他该不会是怕了吧？不可能，他应该不知道我在这等他。那怎么办？我们还要继续等下去吗？我们已经等了好多天了，这么多天时间里，本可以做好多其他的事情的。你是在怪我浪费时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他未必有胆子来，毕竟他只是区区一个筑基，应该……青云阁九转灵丹，我来了。叶荣月冷笑一声，面儿上露出了一丝狠辣。区区一个筑基，他要送死，谁也拦不住。叶玲珑，我今天就让你知道，得罪我。在窗边站定的那一刻，叶荣月脸上的笑容顿时就僵住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了？听我令，即刻搜查青云阁，若是有人藏匿其中妄想抢夺属于我们的宝物，就地格杀，不必手软。谨遵公主殿下之令。他话音落下，那些妖兵迅速地冲了进来，飞快往楼上搜索起来。叶玲珑怎么会变成妖族公主？说好的埋伏叶玲珑一个人呢？怎么会来了那么多的妖兵？到头来，他们竟然变成了被围困的那个。别怕，这些妖兵实力很差，我带你杀出去，把叶玲珑给杀了。好，我等不及了，我要他立刻马上给我。你们也去吧，省得有什么阴险玩意儿在这里面鬼鬼祟祟搞埋伏。这年头人心险恶，什么人模狗样的都有，都当心着点儿。是，公主殿下。这时，叶荣月便看见从叶玲珑身后走出来两个人，一个是金丹期的宁明成，实力很强；另一个实力更强，竟然是个他没见过的大元婴。叶玲珑，荣月，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他们人数众多，来势汹汹，若是不走的话……若是不走，他还会杀了我吗？我是七星宗的弟子，大家都是名门正派，他凭什么杀我？都找快点，可别让人跑了。我来此处的事情必须保密，死人才不会透露消息。你都听见了，我们已经看到他跟妖在一块了，他要看到了肯定会杀我们灭口的。
我知道你不必反复提醒我，但凡你修为再高一点，我需要受他这气吗？许天佑面色一白，荣月，你别生气，荣月师妹，你怎么会在这里啊？你也是跑到这里来避难的吗？叶玲珑的人已经包围上来了，我们要逃不掉了。所以呢？所以我想好了，横竖都是死，不如就死我一个。我现在去攻击他，给你们拖延时间，你们迅速离开。大师兄，这种时候我怎么忍心让你为我而死？有什么不忍心的？你不是本来就要杀我吗？你说什么？我说再见了。话音落下，谢灵翼纵身一跃，跳出了窗口，朝着楼下的叶玲珑扑了过去。叶荣月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荣月，他把九盏灵丹偷走了。谢灵翼，你出卖我！对啊，怎么的？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出卖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别装了，那天晚上你摔玉牌的时候，我在附近。叶荣月受伤的表情瞬间裂开，转而变得狰狞。你们，叶玲珑，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哎呀，上面还真有活口，你们怎么办事的？上3楼杀的吗？两人从窗户跳了出去，朝着青云阁上空飞走。然而他们还未飞出青云阁范围，便被守在上方的宁明成和沈离贤拦截了下来。叶荣月被宁明成击落下去。荣月，眼看着落地的叶荣月迅速被妖兵们包围起来，许天幽又急又怒，瞬间爆发出来，身后出现了3条狐狸尾巴。原来是狐族，你竟然藏了那么久。他竟然真的是只狐妖！我说我怎么斗不过他呢？当时我还为此深刻检讨了许久，是不是自己不够体贴温柔，导致叶荣月他对我渐行渐远？原来就这还用深刻检讨许久？看长相不就知道了吗？叶玲珑十分不同意。不是啊，看长相看不出他是个狐妖啊。可看长相就知道为什么叶荣月选他不选你啊？这倒也不用甩锅到体贴温柔上。长得好看有什么用？长得好看至少不用被捆。这就没法反驳了。你的关注点不对，你难道不是应该震惊于叶荣月藏了只狐妖在身边藏这么久？这可是修仙界，一只狐妖跟着他横行霸道，你们七星洞的弟子不觉得自己好危险吗？搞不好哪天被妖族灭了都不知道为什么。谢灵翼浑身一震，对啊，这个不是小事，你要好好斟酌回去啊，报告你们掌门。看到谢灵翼迅速点头并十分认真的样子，叶玲珑便满意了。忽然间，嗖的一下，他的身后飞来了一把剑。叶玲珑看到玄影匆忙归来，便知道那只大妖已经在他们身后，马上就要到了，没时间了。于是他足尖一点，迅速的朝着叶荣月冲了过去。你们都干什么啊？住手！全部都给本公主住手！叶玲珑这一喊，宁明成第一个停了手，旁边的妖兵不敢违抗叶玲珑的命令，也迅速的停手了。哎呀，你们干什么呀？她是我姐姐，你们怎么能打我姐姐呢？一个个都眼瞎了吗？你总算还记得我是你姐姐，我以为你打算六亲不认了。怎么会呢？姐姐，刚刚都有得罪，请你不要介意啊。说完，叶玲珑把叶荣月扶到了他那只乌龟坐骑的身上，殷勤的替他整理好衣裙。叶玲珑还掏出了一枚珠子，当着所有人的面恭恭敬敬的双手奉上，递给了叶荣月。姐姐，这是我的赔礼，还请你笑纳。说完，看他没伸手接，叶玲珑迅速直接就塞进了他的怀里。忽然间，一股强大的威压从身后传来，这气息沈离贤再熟悉不过，他迅速的停止了打斗，回到叶玲珑身边。这一刻终于来临了，接下来就是验证大家人品的时刻了。大难临头各自飞，考验逃命你能行。各位，我先走一步了啊，有缘再见。叶玲珑说完，迅速的撕掉了一张保命符，一张即成。公主殿下好强啊，她竟然会原地消失术。我擦雷，他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带上我呀？哎，这好像是大王的气息啊，越来越近了。大王来了，我们大王要来了。就在这时，沈离贤也迅速的撕了一张保命符，一张即成，他也瞬间原地消失。眼看着小师妹这个东西那么好用，宁明成顿时激动不已，他也赶紧拿出来撕。一张不成。这时他目光瞥见不远处的尹诗涵，撕了一张也是没成功，但撕第二张的时候，他瞬间消失了。宁明成松了一口气儿，可能再撕一张就成了，于是他接着撕，2张没动，3
3章还在。这时，就连尹诗涵的那个侍女都在4到第3章的时候消失了。宁明成他还在原地，此刻那只大妖已经到了青云阁的前面，他整个人懵了。不会吧，他不会成为小师妹保命符的第一个牺牲品吧？搞什么？叶玲珑他不会骗我吧？谢兄，你也还没走啊？天哪，我2个师弟都走了，最后竟然是你留下来陪我了，我们不会走不掉了吧？何人敢在我的地盘上作乱？大王来了，我们的大王终于来了！你就是骄族公主？叶荣月瞪大了双眼，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人在说什么。荣月，这下麻烦大了，他就是霸占青云州的大妖。你找错人了，我不是骄族公主，我是修仙界的人。哼，你是人？修仙界的人身上怎么会散发着妖气？你弄错了吧？这里小妖众多，妖气浓重，他们之前并没有注意到，可现在仔细一看，叶荣月的身上真的在散发妖气。死到临头了，还想狡辩？你们说，她是不是骄族公主？小妖们愣了一下，但他们的小脑子转得很快。她是公主殿下的姐姐，骄族公主的姐姐当然也是骄族公主啊。没错，她就是骄族公主，尊贵的骄族公主。骑着乌龟妖，带着人类修士，在我的地盘上欺骗我的小妖，聚众打架抢夺苍水珠私藏，你好大的胆子！只见那只大妖抬手便是一掌，朝着叶荣月打过去，两人被大妖一掌甩了出去，叶荣月直接摔落在地上，一大口血吐了出来。荣月，你没事吧？叶荣月活了那么长时间，还从未有过一次感觉自己这么接近死亡。荣月！许天幽迅速地摸出了一枚丹药，塞进了他的口中。怎么回事？她不是骄族公主吗？大王为什么要打她呀？这样不会得罪骄族吗？难不成他是假冒的？毕竟他脑袋上没角啊。岂止是没角，他现在被大王打了一拳，他身上连妖气都没有了。他是个人类修士，他是假冒的。我们被骗了！小妖们一个个激动地呼喊了起来。她不是骄族公主，那岂不是连他们的公主殿下也被骗了？这也太可恶了吧！你们这群蠢货，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你们都信了个什么玩意？打来打去那么多天，被一个人类给耍得团团转，苍水珠都弄丢了，脑子不好使，就都别要了。小妖们顿时也好生气啊！都怪这个冒牌货，还是公主殿下温柔，他还说你们超棒，今晚奖励大餐。大王，苍水珠就在他身上，我亲眼看见的。对啊，我们也看见了。叶荣月气得脸色发白，又一口老血吐了出来。他说叶云龙怎么忽然变得那么快，又喊姐姐，又送珠子，还带他骑乌龟。我没有苍水珠。你们自己丢掉的脑子，自己找回来。这里所有的人类修士，还有他的妖族走狗，今天必须要死在这里。他这一吼，所有小妖全部往叶荣月那边冲了过去。都瞎了吗？还有那2个。大妖怒而指向角落里还在瑟瑟发抖撕符纸的宁明成和谢灵义，眼看着那些妖兵朝着他们冲了上来。宁兄，今日我们一同丧命于此，黄泉路上也是有个伴儿的。谢灵义话音刚落，撕拉一声，宁明成在他面前原地消失了。搞什么？到头来受伤的竟然只有他自己。他内心顿时一阵痛苦，导致一个分神被小妖们追上一顿毒打，他手里就剩1张保命符了。可他不想死啊！他深吸一口气，绝望地撕掉了最后1张。撕拉一声，他感觉到自己身形一晃，成功了！我终于成功了！我逃出去了！他确实成功瞬移了，没错。可瞬移的地点从离大妖10丈远变成了离他3丈近。就在这时，他手指忽然碰到了什么东西，拿起来一看，是一张伤他最深的符纸。去他妈的符纸！他怒而撕碎，哭喊一声：“叶玲珑，我恨你！”王主，如今青云州这形势，想要全部杀光那些潜入的妖族，已经是很难了。你牵制的那只大妖那么多天，我们派出去的弟子们已经差不多把能救活的人都给救出来了。以我所见，直接封了青云州吧。
这是损失最小的办法了。我也赞同，那只大妖修为一道化神，只要打起来后果无法估量。即便最后盟主能打赢，可化神期打架可不是小事啊！轻则殃及池鱼，死伤无数；重则毁灭一方，山河崩塌。我也赞同选择丰州的方式结束这一场动乱。只要他们出不来青云州，对于修仙界来说，那结果是一样的。一旦盟主你全力跟那只大妖对战的话，你若是受伤了，那宗门联盟可就没人能坐镇，只怕会引发动荡，没必要把自己给搭进去，两败俱伤啊。这话一出，大家纷纷点头。既然如此，那就丰州吧。但凡宗门里还有另外一个化神，他倒也不怕豁出去跟那只大妖正正经经的打一场了。叶玲珑，我恨你！哎，这好像是你们七星宗的弟子啊，谢灵异。掌门，我出来了，我又活了！吐出来的血还是热的，活着活着，他还活着。也不知道是不是弥补前一张符纸瞬移7丈远的离谱距离，这一张符纸竟然把他直接移出了青云州，移到掌门跟前来了。你怎么会伤成这样？你刚刚说叶玲珑？你说什么叶玲珑？你恨他干什么？他人在哪里？不会在青云州吧？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是不是他把你给害成这样的？胡说八道！叶玲珑要杀他，他岂能活着？盟主，你开什么玩笑？叶玲珑是筑基，谢灵异是金丹呐。哦，你自己说吧。叶玲珑要杀你，你真的能挣扎？谢灵异一口老血吐出来，这世上还有没有一个不扎心的地方了？他正喘着气要说话的时候，忽然胸口一痛，两眼一黑，昏了过去。你没事吧？公主殿下。四下无人，倒也不必这么入戏，更何况他已卸任了。此处是青云州的边界，我带你们离开这里吧。外面有宗门的人，你们跟他们会合就安全了。那你呢？你不跟我们一块走吗？我还要去找我师兄，先把你们送出去，我便没了那么多顾虑了。尹诗涵本想说，可你只是一个筑基呀，但话到嘴边，发现根本说不出口。那好，我们听你的安排。于是叶玲珑带着他们两个飞到了青云州的边界，那边应该就是宗门联盟驻扎的地方了，你们自己预先飞过去吧，我们就此别过。只是这苍水珠，公主殿下救我们一命，这大恩大德我们没齿难忘。即便是爹爹还在世，一枚苍水珠他没什么舍不得，更何况我现在无依无靠，即将要寄人篱下，连自己都保护不好。这苍水珠是至宝，若我将它带在身上，恐怕我的下场比死在青云州里的好不了多少。那我就收下了。我不知公主殿下此去还要做什么，其他的事情我有心无力，但这个你拿去，日后也许能用到。叶玲珑打开一看，竟然是城主府的地图。一开始青云州只是云雾弥漫，我爹带着大家寻找原因，找了半天都没能找到，也就没有太紧张。直到某一天，那只大妖在我家忽然现世。你家？对，城主府。他们最开始出现的地方是城主府，所以我爹连逃都来不及，人就被杀了。你若是有其他的想法，城主府你一定会去的。我最后能帮你的就只有这张地图了，剩下的一切要靠你自己保重。谢谢啊。应该是我谢谢你，若是没有你，我恐怕已经去见我爹了。可现在我不但还活着，甚至还有可能看着那只大妖被诛杀。你就这么相信我？因为我也是公主殿下的无脑拥护者啊。公主殿下惊艳四座，威震八方。对，公主殿下惊艳四座，威震八方。万万没想到有人比他还上瘾呢。保重。送别了他们，叶玲珑重新回到了青云州上。醒醒！醒了。我的保命符是随机瞬移，我不知道我的师兄们去哪儿了，你可以感知到他们的位置吗？若是没有刻意收敛气息，修为越高，感知越易。你二师兄应该可以，你六师兄，我先试试。过了一会儿，小黑蛇重新睁开了眼睛，一睁眼便看到他目光灼灼的模样。想学？想啊。上次叫你练的九霄神魂诀呢？练了。练到第8层就可以尝试了。刚
刚刚摸到第1层门槛的叶云龙无语了。我找到了你2师兄和6师兄了。真的？你6师兄情况算好，但你2师兄情况不妙。他们在哪儿？你6师兄在高速移动，应该正在被追上。这情况算好，那我2师兄呢？到陈主府去了。叶云龙顿时脸色一白，那岂不是去了大妖的老巢啊？你2师兄应该是自己过去的，得先去把6师兄给找到，然后再去找2师兄。决定好之后，叶云龙便出发了。盟主，掌门，谢灵异他醒了。盟主，掌门，又有弟子活着从青云州出来了。这青云州里到底还有多少人啊？叶荣月大大的松了口气，若不是许天幽挡在他前面，给了他撕碎七星宗保命符的机会，他恐怕已经没命了。许天幽已经被打出了原形，看样子是活不成了。别怪我心狠手辣，一切都是你逼我的。我要你彻底成为修仙界的耻辱，成为全宗门的公敌。又活着回来一个，是七星宗的叶荣月，快带他去见盟主和掌门。荣月，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受了那么重的伤啊？掌门，你一定要替荣月做主。叶玲珑他……叶荣月故弄玄虚，酝酿情绪，正准备狠狠地告叶玲珑一状的时候，他把你给救出来了。叶荣月一怔，什么？他们都是叶玲珑救的。叶荣月转头看去，只见包括谢灵异在内的3个七星宗弟子以及2个青云州的女子全都在这房间里，而此时他们正看着他，笑得有那么一些不怀好意。小师妹，你要带我去哪里啊？你苍水珠都到手了，我们还不离开青云州吗？6师兄，你忘了我们当初来青云州的初心？什么？我们还有初心？呼呵，你竟然不把2师兄当回事儿，他人都还没找回来，你就要弃他于不顾，我等会儿就告你一状。宁明成深吸了好几口气，不要慌，他接受能力很强的。那2师兄在哪里？长州府啊。小师妹，那是大妖的老巢，你真的要去啊？我地图都准备好了，你说我去不去？也罢，他的接受能力又在变强。找到2师兄以后，我们就回去了是吗？是啊。答应的这么干脆。小师妹，你没骗我。6师兄心照不宣。宁明成捂着他狂跳的小心脏，深吸了好几口气。你给我个实话吧，啊，你到底要怎样？干掉 BOSS， 打通关。虽然波斯是什么没听懂，但打通关他听懂了。小师妹她疯了吗？那只大妖是化神，超强的化神。小师妹拿了地图，是直接全文背诵后直接闯的。小师妹，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换个目标？6师兄，我们到了。2人飞速狂奔进了内院之后，宁明成更加慌张了。只见叶玲珑从戒指里拿出了2张妖气符，每个人身上贴了1张。不仅如此，叶玲珑还从戒指里拿出了新的道具，2人都做了简单的伪装，沿着地宫一路往里。喂，你们2个鬼鬼祟祟的干什么？我们迷路了。不对啊，你们一个筑基，一个金丹，是怎么会化形度这么高的？大哥，因为我们捡到宝了啊！你看，就是这个玩意儿。那只海马瞪大双眼，赶紧凑过去看。这时叶玲珑却忽然收了起来。怎么，有宝物还不愿意共享？也不是，只是这个地宫太复杂，我们迷路了。你给我们指个路，就借你用用。你要去哪儿啊？回妖界去。这修仙界太乱了，可吓死我了。大王又不管我们，我们要么挨打，要么被骗。这地方不适合我们这种单纯的小妖。简单啊，从这里往前走，左拐右拐，左拐左拐再右拐，就到了。是啊。6师兄问完了，辛苦你哄海马大哥睡个觉。睡觉？睡什么觉啊？我说过我要睡觉了吗？走啊。叶玲珑跟宁明成按照海马妖的指示一路往里走，果真找到了被那只大妖打通的修仙界和妖界的入口。就在这时，2人的身后忽然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一回头他吓了一大跳，身后的石墙上不知何时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像是红绳却又不是红绳的东西。它看起来很柔软，而且是活的，眼看着就要戳进他脑壳里了。而红绳的最尖头的位置竟然泛着黑光，有毒，而且是剧毒。他赶紧拉着叶玲珑拼命后退。
就在那一瞬间，所有的红绳瞬间退回，迅速消失。妈呀，小师妹，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不记得海里有这种生物啊！哎，小师妹，你看见了吗？我刚刚不会是幻觉吧？那肯定是你的幻觉啊，我什么也没看见。小师妹，这里好诡异啊，我们还是离开吧。你说的对。哎，小师妹，这不是原路返回吧？你去哪儿啊？这就是原路返回，你是不是太晕了，脑子都不清楚了？小师妹中邪了，还是她中邪了？聂明成左看看右看看，又开始怀疑自己，怀疑人生了。小师妹，你没听见有什么声音吗？没有啊。那你看到红绳了吗？六师兄啊，年轻的时候多修炼，不要天天想着牵红绳，这种地方你想跟谁牵？螃蟹还是大虾或者乌龟？不过呢，无论是哪个，我都绝对不可能喊他一声嫂子的。忽然间，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里面冲了出来。二师兄，你们怎么会来这里的？我们来找你啊！找我做什么？你们也看到了，大妖实力有多强。你们应该迅速的离开青云州，回到安全的地方去。二师兄，你脑袋上怎么会有红绳呢？小师妹，这下我总没有看错吧？你别再说我头昏眼花了。叶云龙看了看一脸好奇又不知死活的聂明成，又看了看脸色越来越低沉，唇线绷得越来越紧的沈离弦，一脸的无奈。六师兄，你睁大眼睛看清楚，这个不是红绳，这是花瓣。花瓣，你瞎吗？沈离弦攥紧了手心，在考虑要不要将他打昏送走。只见聂明成瞪大了双眼，整个人都懵掉了。他看懂了，知道这脑袋上的花瓣不是偶然，也不是伪装了。二师兄，搞了半天，原来你是彼岸花妖啊！这是能直接说的。小师妹，原来你早就知道了，你分明看到了我说的那些红绳，知道那些是花瓣，懂得这里面有人，你甚至知道是二师兄，你还说是我产生了幻觉，你就是故意欺骗我，把我当傻子是不是？六师兄，我主要是呢，没想到你接受能力这么强。都到这种时候了，不强还能怎样？我其实接受能力也不是很强的，要么你还是告诉我这是幻觉吧。哦，这是幻觉，能不这么敷衍吗？叶玲珑也不想这么敷衍，因为他记得原著上二师兄被发现是半妖的时候，他是化作了一头狼的，所以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一只狼妖的后代。我万万没想到，我那么冰冷又凶狠的二师兄竟然是朵花，是朵柔软又细腻的彼岸花。天哪，二师兄，你绽放的时候会扭来扭去吗？沈离弦的身体又是猛地一僵，他怎么会问这种问题？他不要面子的吗？宁明成脑袋猛地一抬，这是重点吗？虽然但是，二师兄他真的会迎风摇摆吗？叶云龙从沈离弦的背上跳了下来，从戒指里拿出了一本书，封面上写着《万妖谱》。二师兄，给我点时间重新认识一下你，我怕自己知识匮乏导致用力过猛，折了你这朵小花妖。就在叶云龙低头翻书的时候，聂明成赶紧凑了上去，也跟他一块儿看书，看看彼岸花妖是个什么情况，补充知识，重新认识。看到他俩不恐惧，不尖叫，不逃跑，不厌恶，不惧怕，反而在他面前翻起书来，沈离弦当场就懵掉了。他是妖啊，潜伏在修仙界许久的妖啊，他们就不怕吗？眼看着他们翻了一页又一页，沈离弦心中那根紧绷的弦渐渐地松弛了下来，所有的彷徨和恐惧全都消失了。看什么看？有问题不能问我吗？我问了你就会回答吗？事已至此，再瞒着已经不可能。既然他们接受了自己，那便为他们敞开心扉吧。问吧，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沈离弦做好了豁出去的打算。二师兄，你们彼岸花需要把自己插土里吗？啥玩意儿？我看那些海妖虽然上了岸，但是最喜欢的地方还是海里，并且时不时呢去泡个水什么的，舒服的不得了。所以你也会随时把自己插进土里吸收营养吗？沈离弦深吸了好几口气，是打算要豁出去，可也不是这么豁呀，他不要面子的呀。小师妹，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啊！你说这需要土壤，那我就可以给你准备随身携带的土壤，还可以在里面给你添加各种营养元素，让你舒舒服服的健康成长。小师妹是真的把自己当朵花了。小师妹，你怎么没对我这么好过？六师兄，你拿过我多少张死帕符，你自己心里有数吗？宁明成一愣，对哦。二师兄，那你尽管提，我们享受到的舒服，你也不能缺。宁明成刚说完，沈离弦就一个五爪削到了他的脑袋上。
管好你自己吧。二师兄还是那个暴力师兄，一点都不像是一朵小娇花，痛心。小师妹，这事儿啊，就不用你研究了，这里很危险的。二师兄，你刚刚不让我们进那个房间，是因为里面有大量毒液吗？你怎么知道？你跟我们分开之后直奔城主府布置那么久，不就是想用那点彼岸花的毒液和你这一身的修为跟那只大妖血拼吗？小师妹怎么那么聪明？你跟他说的。宁明成正犹豫着要不要顺势背下此锅的时候，沈离贤自己否认了。应该不是，你没有那么聪明。二师兄啊，你这样是打不过的。他是化神，你是元婴，化神和元婴之间犹如天堑，打不赢的。既然你知道我此次埋伏那只大妖是凶多吉少，那你们还来帮你啊？帮我？你们一个金丹，一个筑基，怎么帮啊？你们在这里不过是多送2条命罢了。哎呀，二师兄，我们不要成天打打杀杀的，我们要学会智取。叶玲珑带着他俩重新走回了存在连接妖界和修仙界入口的那个密室。他足尖一点，跳跃到半空中，落在了那一块星盘前面，仔细地观察起星盘上面的内容。一边观察，他还一边拿出纸笔来写画画。忽然他转过头来，我在做研究，你们俩愣着干什么？小师妹，你是需要帮忙吗？你说，我一定会。沈离贤话还没说完，袖子忽然被扯了一下，只见宁明成已经坐在了地上，并且取出了一枚灵珠，正放在身前。二师兄，快修炼！这种生死关头，修炼？眼看着沈离贤没进入状态，叶玲珑又道：二师兄，你知道我为什么辛辛苦苦在这里做研究吗？因为打不过大妖。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打不过大妖吗？因为我们修为不如他吗？没错，就是因为你不好好修炼，打不过大妖，导致你的小师妹在这里辛辛苦苦绞尽脑汁。可即便是这样，你现在也还不知道努力，还要质疑，你好令我伤心。说的好有道理啊，这一切的根源竟然是在于他不努力。于是沈离贤嗖的一下坐了下来。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叶玲珑忽然抬起手往星盘上拨动了一下，下一秒一股强大的飓风从入口涌了出来。叶玲珑赶紧重新拨动星盘，飓风瞬间消失。忽然间那个入口里飞出了一样东西，撞在了他的身上，把他一块儿带走了。二师兄，你快去救六师兄！二师兄，小师妹，救命啊！哎呦，跟着那只呆头妖鱼久了，你们还学人类那套，还辈分，丢不丢人？吃我一击！宁明成迅速地逃窜到沈离贤的身后，沈离贤一抬手，替他挡下了对方的一记杀招。你也是个元婴啊，而且看起来还挺厉害的。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当那条妖鱼的走狗啊？给你个机会，投入到我的麾下，我保证带你吃香的喝辣的。沈离贤眉头紧皱，脸色低沉。大哥，你这光滑滑的皮肤，还有这一身帅气的电法，以及你这强大的气势，你该不会是闻名妖界那只人人闻风丧胆的电鳗吧？妖界什么时候有一只令人闻风丧胆的电鳗了？小师妹张口就乱扯，怎么会有人信啊？你这只小鱼妖有见识，我喜欢。你刚刚说呆头摇鱼？怎么，我这么形容你们大王，你不服？不服也没用，他就是脑子呆。山海那条妖鱼是全妖界最呆。这下他们才知道，原来霸占青云洲的那只大妖名叫山海，真身竟然是一条瑶鱼。大哥，他呆不呆呢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已经不打算认他做大王了，所以我们才会聚集在这里研究怎么回妖界。好端端的，你们为什么不认他？因为他如今自恃强大，目中无人，对我们这些小妖非常冷淡。我觉得跟着他没有前途，我不想留在他身边了，我要回妖界去。他那点能耐算什么强大？不如你们跟着我吧，以后我罩着你们，必不会像他那样脑子不好使。这话一出，不仅是叶玲珑，就连沈离贤和宁明成都惊讶了一下。他这水平，估计连沈离贤都打不过吧？他竟然看不起山海。要我们跟着你也不是不可以，但作为小妖，我也不想一次混得比一次差，所以等你打败我们袁大王，我就认你做我们的新大王。你若是打不过，我就不跟你当炮灰了。
你开什么玩笑？我怎么会打不过他？就他那点本事，我随便就收拾了。那你快去啊！我告诉你他的位置，你去杀了他。我们在这里等你一块儿回妖界。行，我就喜欢你这么爽快的小鱼妖，可爱呀。于是叶玲珑把山海最后出现的位置给电鳗说了一遍，并且告诉他怎么走出地宫，说得非常的详尽。说完之后，他便高高兴兴地走了。小师妹，你为什么要告诉他这些？二师兄，那个星盘是山海用自己的力量驱动着不断运行的，所以妖界和修仙界的通道才一直处于开启的状态。我刚刚动了一下那个妖盘，山海必定能感觉到，他这会儿呢十有八九是要来查看情况的。叶玲珑微微一笑，这不就有冤大头送上去替我们顶包了吗？沈离贤心神一震，小师妹竟然是这样的小师妹，难不成之前真就冤枉六师弟了？啊！我那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小师妹，发挥一如既往的稳定。他顶在前头，我就去搞研究去了。大约1个时辰之后，外面传来了一个痛苦的哀嚎声。你们这些无耻小妖！大哥，你是去寻仇还是去整容了？你真的是刚刚那只玉树临风的电鳗吗？你这只小鱼妖，都怪你！你为何不告诉我山海已经是化神期的修为了？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啊，他分明半年前还是个元婴的，气死我了！我要知道，我还能去找他寻仇吗？大哥，你刚刚把自己实力形容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我那么单纯不该相信你吗？总之，算我倒霉，我走了。眼看着他马上就要跳进去了，叶玲珑手指迅速又灵活的移动，再一次拨动了星盘。救命啊！什么鬼？我死了，要命了！眼看着马上就爬出来了，不知道为何又被拖了进去。小师妹她到底干了什么啊？大哥需要帮忙吗？快来救我呀！师兄，帮忙拽一下。于是宁明成和沈离贤赶紧过去，把那条电鳗给拽了出来。大哥，你没事吧？你看我像是没事的样子吗？大哥，这是我家祖传的救命灵丹，全身上下仅有的一颗，给你了。谢谢你救我一命，你这善良的小鱼妖。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的沈离贤，小师妹，她好像有点恐怖啊。经历过无数毒打的宁明成，看样子小师妹对师兄们还是手下留情了的。大哥，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在那头看见了什么东西啊？滚！数不清的鬼魂，就像是去到了地狱里面，好恐怖啊！天哪，妖界什么时候变成那样了？你们海底已经完蛋了，要不你们跟我去河里，我们大河那边应该还没有沦陷的。有没有可能你是真的去了鬼界？不会吧，这个通道不是妖界通向修仙界的吗？这个跟鬼界有什么关系？山海这个法宝那么厉害，有没有可能是它并不只能打开妖界和修仙界，其实呢它可以打通任意2界，做出一个通道来。毕竟单单能打通指定某2个界的法宝一般不太存在。虽然小师妹这话听起来像是猜测，但2位师兄都知道她肯定一早就看出来了。小鱼妖，你好聪明啊！我觉得你说的对，那边应该就是鬼界。大哥，我还有一事不明，想虔诚的跟你请教一下。你说吧，你这小鱼妖可爱，我什么都回答你。沈离贤和宁明成忍不住互看一眼。你刚刚出去跟山海打架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妥？有，他好像刚受伤，脾气很暴躁。若他不是化神期的修为，就他那伤，我分分钟就能把他给拿下。看样子每一次驱动这个法宝，都会大大的损耗山海的力量，毕竟这东西是他的力量供给的。我不懂啊，他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改掉通道的方向啊？当然是为了针对你啊！他知道你对他的威胁有多大，自然不敢随便的放你回妖界。你回去之后若是闭关苦修啊，那没过多久就要超越他了，他岂不是很快就打不过你了？是这样吗？就连他都没把握这辈子能上化神，山海那死妖鱼竟然这么信任他。
大哥，你是真的好厉害啊！你一个元婴竟然成了化神的心腹大患，可见你天资卓越，未来可期啊！这小鱼妖怎么比自己还崇拜自己啊？完了，竟然觉得自己要飘起来了。哎呦，小鱼妖，那现在我该怎么办呢？我回不去妖界，我就没有办法修炼了。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这事儿呢，首先你得对自己有个定位，遇事不能慌，遇见了化神不要怕。你知道自己有多强吗？你一个元婴冲出去跟那个化神打了一架，你不但没被打死，你还逃回来了，这是正常的元婴能办到的事情吗？光凭这点儿，我愿意称你为最强元婴。其实是这样的，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刚受了伤，他暴打我一顿后，我跑掉了。他要是追我，我肯定逃不掉的。但是他听下属报告说，人类修士正在外面布阵风中呢，他不得已紧急赶过去处理了，我这才有命逃回来呀。无论是什么原因，可你逃回来那就是不争的事实。换了别的原因被他暴打一顿的时候，那当场就死了，还有能耐逃？对啊，最猛烈的暴打他都扛下来了，他确实是厉害的呀。小鱼妖，你这么一说呀，我觉得很有道理。是吧？你可以的，你完全能顶得住他的一顿暴打，而且现在还有人类修士在对付他吧，他更是顾不上你了。所以呢，这跟我回妖界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啊，他跟人类修士打架，你在一旁时不时搞个偷袭，他打你就跑，把他心态搞崩了，他实在是受不了就放你回妖界，眼不见心不烦，至少这个关键时刻别给他添乱。电鳗瞪大了双眼，这样真的行吗？我不会被打死吧？当然不会，我把我的祖传法宝都给你，你拿回去之后保证死不了。你刚刚给了我一颗祖传灵丹，现在又给我祖传法宝，这么珍贵的东西，你说给就给，你不会是骗我吧？大哥，你是在怀疑我这个善良的小鱼妖吗？不是的，我就是疑问，我不是怀疑你，你别这个表情啊。大哥，我且问你，刚刚那枚丹药吃下去效果如何？是不是上好的丹药？丹药自然是上好的。那你觉得我一个筑基期的小鱼妖能拿出这个品质的丹药，除了祖传还能有别的可能吗？对不起，我误会你了。我帮你，其实我也是有私心的，因为我也想回妖界，你怎么能怀疑我呢？我错了，真的，你别跟我计较了。罢了，大哥虐我千百遍，我待大哥如初见。叶云龙说完，在电鳗的愧疚之下，拿出了几张符纸。这怎么像是人类修士才会有的东西啊？要不怎么能说是祖传？大概是我太爷爷那一辈吧，之前闯过名堂。这个是加速符，贴一张加速，贴2张超速，你到时候逃跑的时候自己斟酌使用。好东西呀！这个是爆炸符，你可以一边骚扰一边炸它，虽然造成不了多大的身体伤害，但它呢是你旧仇，怎么搞他心态，你比我懂。连这儿都有。还有这隐身符，贴上去之后虽然还能感受到你的气息，但是一眼看不见了，最适合他无暇分心的时候，出其不意的搞偷袭。哇，你祖上好富裕啊！大哥，我没骗你吧？没有，绝对没有。那你上路吧。怎么听着那么不吉利啊？但抱着试试的心态，电鳗还是调整了一下状态，揣着符纸出去了。看着电鳗真的被忽悠去了，宁明成和沈离贤瞪大了双眼。小师妹是真的有那么些可怕的。六师兄，你也去？为什么不是二师兄去啊？他比我修为高，能撑得比我久啊。二师兄，事到如今你还不愿意跟你六师弟说实话吗？他确实没说实话，但这实话也没跟小师妹说过呀。山海是来追杀我的。他为什么要追杀你啊？妖界有人察觉到了我的存在，但不确定。为了不放过这个可能，又不大动干戈，便找了山海，给了他这个开辟2界通道的法宝。二师兄，那个人在妖界是很厉害的存在吧？是我们现在绝对惹不起的存在，因为他不但能给山海这个法宝，为了让山海有足够的力量启动它，甚至还把山海的修为从元婴提到化神，所以那只电鳗以为他的旧仇还是个元婴。小师妹的猜测全部正确，确实是这样的。六师兄听到了吧？如果二师兄去的话，盟主电鳗以及二师兄之间，山海会毫不犹豫选择诛杀二师兄。再说了，我也没有让你冲锋陷阵，你就去围观一下，给我报个实时的信息，我好操作星盘。宁明成点了点头，是该他去。二师兄，我能问问
你为什么会招惹到妖界很厉害的存在吗？因为我是彼岸花妖，我的身份在妖族。沈离贤犹豫着怎么解释的时候，二师兄，我在妖族图谱上没看到过彼岸花妖，你们应该算是很特殊的存在吧？存在即是秘密，不可让人察觉，对吧？他没想小师妹这么贴心，他什么都能猜到，却又一早给他留了足够的余地。是，那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出去盯着那只电鳗，第一时间给小师妹反映情况。哼，这一关我们3个肯定能过去。那来叠个手啊！宁明成配合的叠了上去。沈离贤虽然没见过这个仪式，但莫名的觉得热血又感动，于是他也学着把手放了上去。我们替上。宁明成离开之后，叶玲珑没有着急回到星盘旁边，而是找了个靠近星盘的必经之处，迅速的布置结界。眼看着他布置完，重新回到星盘附近，他忍不住问他：小师妹，你有把握吗？二师兄，山海之所以这么放心的把这个星盘放在这里，是因为他觉得没有人能够弄懂这个星盘的操作，并且操作它需要巨大的力量。师兄，我要撑不住了。小师妹，不行的话就别硬撑了。所以二师兄，我需要你的帮助。山海是化神，我们几个是怎么都不可能打得过的，要赢他只有一个办法，我们不停地波动星盘，让星盘不停地运转，开辟新通道，疯狂消耗他们的力量，把他们耗干耗尽，耗到他们无以为继，胸围大跌。你知道山海为什么宁愿让这个通道一直开着，星盘一直放着也不关闭吗？因为关闭后重新开启是最耗能量的，考虑到任务完成之后他还要回妖界，所以他便一直开着。你是想关闭它再开启？对，开有关，关再开，给他惊喜，让他意外，崩他心态。好，你说我做。叶玲珑从戒指里掏出了一块玉牌。小师妹，电鳗又挨了一顿打，现在正在被山海追着到处跑呢。他的嚎叫声你听到了吗？叫得不错，等他回来给他加鸡腿。那我们接下来要行动了吗？再等等，电鳗不成气候，得碰上咱们大盟主的时候才可以。对了，师兄，你的玉牌呢？还没互相留个印记呢。沈离贤之前就没想过还要和他们有牵扯，但事到如今，他忽然有些贪恋同门的温暖，不想走得干干净净了。我现在就拿出来。两人交换了一下玉牌上的印记。小师妹，你师父又带人来丰州了，山海跑去阻拦他了。刚刚还跑得跟孙子似的电鳗又回头去撩山海了，现在真的被山海暴打，打得好凶啊！他俩到底什么仇？你师父？新点的师傅，宗门盟主任唐莲。沈离贤一怔，他愿意带你是件好事，你多了个靠山的。大师兄也是这么说的。小师妹，山海跟你师父杠上了，你师父在拖延时间给其他长老丰州呢。二师兄，抓紧我的手，往我手上注入灵力，我要开始了。好。沈离贤抓住叶玲珑的手，不遗余力地往他手里注入大量灵力。只见叶玲珑轻轻松松地关闭了开启的通道，但下一秒重启的时候，他的手却犹如千斤重一般，挪动得非常艰难。更何况只是筑基期的小师妹。看着他这万分痛苦的样子，沈离贤紧张的不行。小师妹，能不能你告诉我，我来挪动它？不能，非星盘主人强行波动过程很复杂，不仅是手动，还需要灵魂力加持，你的灵魂力做不了这个。可是小师妹，专心点，我能行。只见星盘被叶玲珑一点一点的拨动开，原本已经关闭的入口再一次重新打开，光芒一点点的出现。小师妹，山海吐血了，吐了你师父一身。我也快吐血了，马上就吐你一耳朵，你好好说话。哦，好的。1秒后，小师妹，他从半空中掉下来了，他在迅速的后撤，不管你师父了。他往地宫的方向来了，要不要喊你师父拦截他？不需要，我们自己搞定。真的吗？他一个人身边那么多外人，要是让他们都知道了，我们辛苦来这趟也就什么都捞不着了，名声发大财不好吗？通知他们过来干嘛？他们一来，我们又要被迫名门正派了。对呀。快，六师兄，你跟爹们回来，在地宫拦截山海。好嘞。终于到了要直面山海的时候了，最终对决即将来临。很快，他们的视野之内出现了迅速奔跑的宁明成和电鳗。他们跑入地宫，穿过了叶玲珑布置的结界之后，叶玲珑迅速的让结界生效，将他们和山海阻隔起来。原来是你们几个小杂鱼在背后作怪，你就是欺骗我下属，带他们聚众斗殴的那个人类修士吧？
怎么，这次不伪装成骄族公主，开始伪装成小鱼妖了？看到山海充满了杀意的目光落在叶玲珑身上，沈凌贤下意识地上前一步，挡住叶玲珑。你的气息很熟悉，你好像就是我要找的人。真巧啊！扰乱我妖族的冒牌货，追到修仙界要杀的有目标，以及你这条愚蠢又落后、早就该死千遍万遍的死电鳗。大哥，他随便几个词打发了我们，却用那么多难听的字眼来形容你，这你能忍？士可杀不可辱，作为一个强者，怎能容许昔日宿敌如此轻慢自己？你这条臭不要脸的死妖鱼，之前在元婴毫无进展许久，忽然就化神了，你肯定是走了什么歪门邪道、无耻之极，你还有脸嘲讽？有本事你回元婴，我们公平打一场啊！我要什么公平？我只想要你死而已。你们该不会以为这纸糊一样的结界能够挡得住我吧？愚蠢！山海大笑着，抬手便是一道灵力朝着叶玲珑的结界打了过去。轰的一声巨响，那道结界竟然真就硬生生的顶住了。叶玲珑也没料到他竟然真的能顶住，这是他新学的一种上古结阵的方法。等着！他话音落下，拧起强大的掌力朝着四周轰了过去，持续不断的轰炸，炸向整个地宫的四面八方。眼前的结界打不碎，他就把整个地宫给毁掉。叶玲珑赶紧运转大重生术，在他所在的这一方小小的空间里不断的生长蔓延，撑住了这一个小小密室的坍塌。不够，还远远不够。山海比他想的要强，这几次波动星盘虽然让他受伤，但还没有让他修为跌落。你们三个去拦着他，我要继续动星盘了。叶玲珑把太子和招财从戒指里放了出来。去吧，帮我拦住他。不，什么情况？这里怎么会有一个鬼王跑出来？哎呦，还有这里，怎么还会有一个凶兽？这是什么品种的？喂，别咬我呀！不是吧？不是他想的那样吧？六师弟，二师兄，你有话就说，我有锅就背。发现那边一阵混乱，叶玲珑赶紧把胖头也拿了出来。你给指挥一下，我安心的干活。事成之后，好处绝对少不了你的。来活了，长耳去那个位置。长耳带着胖头跳到了一个最佳观战点，对着下面指指点点起来。太子，你搞错了，那个蓝色的东西丑了点儿，但他喊得这么惨，还需要你出手吗？咬那个胸前染了朵大红花的那个。哎呀，招财呀，不是这边。你看太子攻击谁，你跟他一起啊。哎呀，那位蓝色的不知什么东西的兄弟，麻烦你别打了，蹲一边去好吗？你的战斗力不但不行，你的存在还严重的扰乱了队伍的和谐。我用得着你管？你不听是吧？太子，咬他，先把我方不和谐因素抹除。我走还不行吗？电鳗一溜烟跑出了战斗圈，叶玲珑头也不回的掏出了厚厚一大叠符纸递给他。打不了就在边缘为所征服，搞台心态。你不是把祖传的符纸都给我了吗？怎么还有这么多？这重要吗？现在重点难道不是打败伤害苟活下去？只要他败了，你这趟不就来对了？要是他没败，那你就要埋骨他乡了。你说的对哦，但是你为什么在这里动这个星盘呢？这不是山海的宝贝吗？他的宝贝在我手里不就是我的？我的宝贝我不能动？能啊。那还不快去扔符纸？打不过山海还阴不过他，那你还报什么仇？你的敌人已经是如此的强大了，你再不努力啊，就只能当一条砧板上的傻鱼，任其宰杀。被劈头盖脸一顿骂之后，电鳗拿着符纸哭哭唧唧跑去边缘暗算山海去了。叶玲珑转过身重新拨动星盘，只是这一次没有了二师兄的帮助，他拨不动了。他从戒指里取出了那一枚刚得的苍水珠，他深吸一口气，豁出去了似的准备把它吞进去。别吃，灵力爆了，用不完堆积在你身体里，你也会爆的。专心播，我帮你。叶玲珑点了点头，片刻也不敢耽误的重新开始拨动星盘。
苍水珠在小黑蛇的尾巴上运转着，将从四周源源不断的吸收灵气，转化成灵液，滴落到蛇尾之上。蛇尾迅速地吸收掉所有的灵液，然后化作灵力，迅速地在叶玲珑的手腕上释放出来。有了之前的经验，这一次叶玲珑关闭通道，然后再重新开启。这一系列操作熟悉的不得了。噗的一声，山海又是一大口血喷了出来。山海感觉到体内一阵乏力虚软，他恨意浓重的抬头盯向叶玲珑，放弃跟他们纠缠，趁他们不注意，迅速的绕开，攻向叶玲珑。小师妹，当心！噗的一声，又一口血喷了出来。你怎么会？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刚发现了一个更快捷的操作方式。这么难的星盘，玩通就罢了，操作熟练就算了，怎么还带手法改进呢？眼看着又一场战斗重新开始，叶玲珑心情愉悦的又跑去玩星盘了。你这个该死的小孩，你给我住手！我就不听，有本事你来打我啊！这世上怎么会有那么讨厌的小孩？你刚刚又乱动了什么？山海，我有个很大胆的想法。这话一出，山海瞳孔一震，连带着聂明成和沈离贤都有些慌。你这个星盘可以开辟一条通往两界的通道，我之前试过修仙界通向妖界，修仙界通向鬼界。如果让他开辟一条从修仙界到仙界的通道，我就不用辛辛苦苦的飞升仙界，我直接走去仙界，你觉得如何？听到这想法的时候，别说是山海了，就连其他人和妖都给惊呆了。不行，不可以，你疯了呀！叶玲珑微微一笑，低下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小黑蛇。我可以试试吗？当然可以，你想试就试。听到这话，叶玲珑更加兴奋了，于是他真就开始操作星盘了。住手！住手！但他置若罔闻，谁也无法抵挡他求知的欲望。这时，伴随着山海的惨叫，就连四周的人和妖也开始发出惊悚的叫声来。只见原本还在战斗的山海，整个身体漂浮到了半空中，强大的力量从他身体里迅速地迸发而出，飞速流失注入到星盘之中。而此刻，他的胸口像是被撕开了一样，随着力量的强势索取，裂口越来越大，眼看着就要把他整个人撕成两半了。也就是说，山海的力量撑不到他完成开辟通往仙界通道的操作，在那之前，他会先被抽干力量，身裂而亡。果然，修仙没有捷径。眼看山海快要没了，叶玲珑赶紧停止了一切，把他放了下去。他可不能没了，这里就他一个化身，就他有能力开启这个法宝。他要是没了，在场的妖就全都回不去了。别的不说，至少电鳗大哥是无辜的是吧？叶玲珑低下头看向小黑蛇。你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了，对吗？那你还叫我试试啊？你想知道你就试试，你想提高你就去闯荡了，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如果因为我已经知道结果，你便什么都不去做了，失去了人生的乐趣，你会不快乐的。叶玲珑一怔，对了，任何事情最精彩的就是过程呀。我不想因为我的存在而改变你任何的决定，你要继续做你自己，而且我也没比你好多少。我遗忘了太多东西，遗忘就等于不会，说不好我会的还没你多呢。我们半斤八两吧。叶玲珑忍不住笑了下来。谁给你半斤八两？你快要飘到自己几斤几两都不知道了吧？要不回头我给你找个秤来称一称。就在叶玲珑关闭星盘的那一瞬间，山海的身体迅速地坠落下来。现在的情况，他要打破这僵局只有一个办法。不好，他要跑了！叶玲珑反应过来，迅速地提醒其他人拦截他。他算是看穿山海的意图了，他没办法靠近星盘，切断他和星盘的联系，他就远走，走得越远，影响越小。为了不死，先躲了又何妨？拦我，也不看看你们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山海怒而运转灵力，正准备将那些人拍飞，第一个拿来立威的便是离他最近的电鳗。然而他一道灵力打过去，电鳗轻而易举的就躲开了。不仅是躲开了，
而且那道灵力打出去，打到他身后围观的那群小妖的身上，小妖伤了一大片，却没有一个当场被震碎。山海的修为跌下来了，现在就只有元婴了。眼看着场面已经控制下来，叶玲珑赶紧把太子和招财连同胖头一块儿收了回来。既然你们逼我逼到这份上，那就不要怪我鱼死网破。山海深吸一口气，骤然调动全身的力量。不好，他要自爆，拦着他。他要是死了，没人能启动这个星盘，到时候你们全部都回不去。叶玲珑这一吼，电鳗当场就急疯了。他迅速的变回原形，尾巴一甩，滋滋的声音传来，他的电散发出刺眼的光，直接把山海给电麻了。叶玲珑趁这个机会，迅速的再次拨动星盘，利用山海身上残余的力量，勉勉强强的打开了修仙界通往妖界的通道。山海一大口血喷了出来。愣着干什么？他撑不了多久，赶紧回妖界，不回去的这辈子都别回去了。听到这话，那些小妖们吓得赶紧呼啦啦的冲过来，头也不回的跳进了通道里面。公主殿下威武，公主殿下霸气，公主殿下再见了，爱你啊！通道在极短的时间里关闭了。叶玲珑足尖一点，把悬浮在半空中的星盘拿了下来。这可是个高阶别的大宝贝，走到被控制的山海面前，最后一次开启通道，他的修为直接从元婴跌到了金丹。刺激他的眉心处，让他在死之前现出完整的原形，快！叶玲珑一道灵力砸在了山海的眉心上。为什么要让他现出原形？取骨。取骨？瑶鱼的血脉虽然比不上蛟族尊贵，但也算部分，更何况他的修为还大过化神，全身的血肉骨头都是淬炼过的，尤其是他那一身软骨，比起坚硬的骨头可塑性更强。你把他的软骨取了，用来打造一副适配你的武器。武器？是啊，从开始到现在，他用的一直都是小黑蛇的武器，他始终未能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武器。他的骨头可以用来造什么武器？你喜欢什么样子的武器？首先要长得漂亮，其次他身上要自带攻击手段，以及他还要有防御效果，帮我抵挡攻击，最好是不打架的时候也能日常用用。啊，对了，御他飞行的时候最好躺着要舒服一些，悬影太细了，我不喜欢。沈离贤和宁明成迅速的转过头来，一脸震惊的看着叶玲珑。小师妹，她是不是想的有点多呀？哪有武器可以满足那么多要求的？还好，要求不是很多，你想要的正好都可以满足。还真的有这种武器吗？给你造把伞吧，收起来当剑用，打开当盾牌，平时遮风挡雨，飞行的时候圆形的伞面也足够你躺着。小黑蛇这么一说，叶玲珑顿时就充满了期待。正好这瑶鱼的软骨用来做伞架，软硬适中，可以收缩最好不过了。喂，兄弟，你自己死吧！你这么珍贵，我都舍不得下手了，我怕把你弄坏了，我心疼。事到如今，他已经不可能再逃了。他深吸一口气，把心一横，凝聚灵力，准备自尽。等一下，别！能用刀子解决的，不要用灵力，我怕你又把自己给炸了。唉，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马上都要死了，为什么还要反复侮辱他？他越想越气，重伤难救的他当场一口血吐出来，双眼一翻，没气儿了。这种死法应该不伤骨头啊？不伤，就是肺可能裂了。谁管他肺裂不裂，我要取骨啦！还是宁明成和沈离贤帮着他一块儿取的。将取好的骨头收起，看着剩下的鲜美肉质，把太子和招财放了出来。小师妹养的都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刘师弟，那只鬼王是小师妹的宠物，名字叫招财。那只凶兽也是小师妹的宠物，听说是上午来了饕餮，名字叫太子。尽管之前就见过，可如今正式介绍了，沈离贤还是觉得离谱。那只果子呢？应该也算是宠物吧，一只味美但嘴毒的雪灵果，名字叫胖头。五师弟就没有给小师妹抓一只她这个年纪适配的宠物吗？有啊，看到那只被果子骑的兔子没有？就是那只，也不知道经历了什么，给果子当坐骑，好惨呐！这些事情
你是怎么接受的？还允许我不接受吗？那大师兄怎么说的？大师兄打不过全状态的招财，你觉得他能说什么呀？要不你试试？沈离贤深吸了一口气，下意识捂了捂心口。二师兄，我有个经验，要传授给你吗？你说。一直对自己说，我接受能力很强的，很强的，很强的，多说几遍就洗脑成功了。沈离贤那张常年面无表情的脸忍不住崩了。搜刮完了山海的戒指，叶云龙开始搜刮城主府，顺便帮尹诗涵看看还有没有他特别需要保留的东西。若是没有，他就都带走了。彼时正安静地坐在那里思考人生的沈离贤，听到动静回过头，看到他那位可爱又漂亮、天真又无邪的小师妹正带着他的宠物土匪似的搜刮城主府。他默默地又把视线挪了回来，好像之前分别的时候他还给过他一笔财产，就他这种雁过拔毛四处搜刮的架势，保不齐他比自己还有钱得多。这么一想，他一个并不富裕的人，为何要把大半的积蓄都捐给一个家产万贯的富人？为何呀？就因为他可爱吗？二师兄，你还愣在这里做什么？小师妹快搜刮完了，你再不去捡一点，回头你真的连个破烂都看不见了。谢谢你的提醒，可我为什么要去捡破烂呢？二师兄，你确实不捡破烂，可小师妹她捡呢。你想，你连破烂都捡不过她，有好东西你还能捡得到？六师弟，我想问你个问题，小师妹她富裕吗？富裕？你用这个词简直就是在侮辱小师妹。沈离贤忽然就不想听了。大师兄把自己9成的灵果都给他了，二师兄，你上次把家当给他了，我之前担心他出门没钱花，把一半的零食送给他了。5师兄和7师兄不清楚，但肯定给过。沈离贤捂了捂心口。你以为这就是全部了吗？2师姐给小师妹做了很多幻境丸，3师姐给小师妹做了很多灵气，4师姐更是一批一批的丹药给她。最离谱的是5师姐，一出手几个铺子全送在小师妹手里了。别说了，求你别说了。他以为自己是在救助小师妹，没想到他单纯的是在给小富婆的金山银山添砖加瓦。放心吧，小师妹也不止耗自己人，她对外耗得更狠。记得那个谢灵异和叶荣月吗？都是给小师妹解过欠条的人。还有巅峰舞会时那个宏宇商行来针对小师妹，被他坑到倾家荡产，商行现在都经营不下去了。所以二师兄，你真的不去捡破烂吗？你不去我去了，那么有钱的小师妹都在捡，我一个穷光蛋有什么资格不捡？我先走了。把它放入这阵法之中，阵法便成了。你来吧。尹诗涵接过灵珠，深吸了一口气，也不知星云州里面现在如何了。当时盟主询问关于叶玲珑消息的时候，谢灵异他说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而叶玲珑是第一个走的，想必现在已经到别处祸害去了。尹诗涵当时没有说话，他不确定叶玲珑要做什么，他内心希望他能完成那一件他期望的大事，他盼着他能创造奇迹。他即便是没有成功，他给他的城主府地图里是有一条密道可以单向通往外面的。尹诗涵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往阵法里放灵珠。快看，青云洲上的水雾散去了，我看到青云洲里边的树木了。怎么回事啊？是阵法带来的附加效果吗？青云洲的天空竟然变了，这意味着青云洲以后再无灾难了吗？哎呦，今天果然是个好日子啊！不论为什么，这是个好兆头啊！尹大小姐，以免日长梦多，快放灵珠吧。灵珠放好，阵法大成，顿时整个青云洲外面金光一闪。顷刻间，一阵欢欣鼓舞的声音从乌泱泱的人群里传来：成功了，我们再无后顾之忧了！结束了，妖族妄想屠戮修仙界的计划结束了。那里真的有人呐！无需害怕，阵法大成，他出不来了。这话一出，下一秒，整个已经大成的阵法轰的一声震颤起来。大妖，大妖他又出来了！检验封印质量的时候来临了。郑长老，我们花那么多天时间
那么大力气做的封印，应该不至于会碰2下就碎了吧？照理说不会的。上次您跟那大妖对战的时候，我们也在场，他的实力还不至于让这封印一敲就碎啊。那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也不知道啊。现在还能修吗？应该可以吧。快，我们现在就去检查加固一下，以免……那长老话还没说完，底下人还在慌张一片的时候，砰的一道碎裂声响传来，封印裂了。顷刻间，所有人迅速后退，任汤莲一马当先挡在前头，做好了十足的应战准备。哎，人出来了，但气息不对。啊，出个青云州竟然有那么多人迎接我，我这牌面也太大了吧！感谢感谢感谢各位这么给面子啊！叶玲珑，叶玲珑，看到他，所有人震惊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小师妹，这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啊。他万万没想到自己一出来就被所有人抓包了，但问题不大，新收的师傅不是在旁边吗？天塌下来他顶着。小师妹，这些不会也都是你忠诚的信徒吧？叶玲珑露出一抹惊讶的表情，然后对着所有人一点头。那肯定是啊，你看他们望着我的眼神里充满了不可置信，仿佛是天降神光，神奇降临。倒也不必把自己说的那么厉害。此时渐渐缓过来的宗门众人一下子不知道该换上什么表情。为了封印化神期大妖而设计阵法，被一个筑基期的叶玲珑给破了，也没花多少时间和力气，就这么破了。你破坏了我们布置多天的阵法，坏掉了盟主的丰州大计，犯下如此滔天大过，你可知罪？是啊，封印坏掉了，大妖岂不是随时就能出来？就在人人责怪叶玲珑的时候，任汤莲站了出来。郑长老，他还只是个孩子，倒也不必如此苛责。更何况他也许不知道丰州一事是我们的计划，毕竟他这些日子一直在青云州里东躲西藏，能活着已经很不容易了。他只是一个孩子，可他一个孩子把我们几个老头的心血全都给毁了。这事难道该反省的不是诸位吗？苦心孤诣的布置了那么多天的阵法，一个孩子说破就破，这真的能挡得住化神期的大妖吗？他们能不知道这离谱吗？但也用不着这么戳心窝吧。顿时郑长老的火气就升起来了。既然盟主不信任我们，那就让你的宝贝徒弟自己破的阵法自己修补吧。任汤莲眉头一皱，这是要撂挑子不干了吗？这些人自己做的东西被别人破解了，不去想着怎么提高，反倒是死要面子，直接摆烂，自视甚高又本事不强。他这会儿也恼了，这些天布置阵法的时候唧唧歪歪的，他也受够了。玲珑啊，这阵法你能不能布啊？不能也没事，大不了我现在就冲进去跟那只大妖打一场，把他给废了。我就不信我全力出手还打不赢他。总之你能安全回来就是好事。他一个孩子怎么能可能？我能补啊。你可别大放厥词，这丰州大阵可不是小事。怎么就不是小事？我从破阵开始到结束不过1刻钟，能有多大事儿？你能补就你补，你补好之后，回头师傅用来准备赔礼道歉的东西全送给你。谢谢师傅的大礼，那我先收下了啊。不过呢，我还有一个比补封印更好的办法，可以完美解决青云州大妖的危机。真的？什么办法呀？不封印？难道开打？不可能啊，损失太大，我们不打，顶多是讲和。讲什么和呀？他为祸修仙界，谁还跟他讲和？只能封印了。就在这时，尹诗涵脸上挂着笑意和期待的看着叶玲珑，试探性的询问：也许是青云州的这只大妖被打死了呢？这话一出，大家都觉得他好天真。这时叶玲珑笑着把头一点：
不愧是尹大小姐，料事如神。你说真的吗？那只大妖真的死了？死了，连尸体都没剩下。太好了，太好了！叶玲珑说他就信啊？他怎么那么天真呢？这么大一只化神期大妖，说死就死了，谁信啊？真的假的？叶玲珑，你真的把他给杀了？我说你怎么明明逃出来了却不见人影，原来是跑回去杀他了。你这也太厉害了吧！哎，干什么干什么？你哪位啊？好端端的跟我叶子姐套什么近乎？他杀了化神期大妖关你什么事啊？让开点！我叶子姐威武，我叶子姐超凶啊！啊，不是吧？我都还没有开始历练，你就先杀了化神期大妖啊？你这进步也太快了吧！我都要追不上你了。在昆吾城弟子的期待之下，江于征也跑过来问情况了。小豆芽，你真的杀了化神期的大妖？原以为这么离谱的谎言是不可能会有人相信的，没想到一眨眼竟然有那么多人信了。他们都疯了吗？触姬怎么可能打败化神呢？就连盟主都没有十足的把握，他怎么可能做到呢？是吧，大师兄？柳元旭被身边的弟子这么一问，整张脸全部皱成了一团儿。不是吧？不是这么离谱吧？把元婴玩弄于股掌之中就算了，现在连化神都敢去祸害了，这样下去，他的仇这辈子还有机会报吗？另一边，贺连放深吸了一口气，抬头仰望蔚蓝的天空。贺兄啊，这仇是真的报不了了。他已经开始对化神动刀子了，如此丧心病狂，这谁敢惹啊？看到小师妹身边一下子聚集了一大波人，沈离贤整个人都懵了。这么离谱的事情也有人信？柳师弟，这情况……淡定，未来只会更夸张。咱清玄宗不是很低调的吗？算不上吧，毕竟刚结束的巅峰舞会，咱清玄宗霸榜了。眼看着场面越来越乱，任堂莲拧着眉头轻斥了一声：“都给我滚回自己的位置站好！”他这一吼，大家全跑光了。玲珑，你说青云州的那只大妖死了？是啊，不然这里边水雾怎么会消散呢？可他修为明明已经到了化神呢。叶玲珑从戒指里拿出了一块玉佩，见过这个吗？玉佩一出，顿时全场一片抽泣声。这是那只大妖的随身玉佩。这时，叶玲珑又得意地从戒指里取出了一枚妖丹，放在掌心里转了个圈儿。知道这个是什么吗？看到妖丹的那一瞬间，全场直接就没了声音。妖丹，那可是化神期大妖的妖丹，看着好大好圆好亮啊，就是裂纹有点多，难不成死之前遭受了非人虐待？任堂莲忍不住惊呼了出来，然后下一秒激动的上前，低声凑到他耳边：“那只大妖的全部财产已经到你手里了。”师傅，他的归他的，你的归你的。刚刚在那么多人面前答应我了，你该给的1分也不能少。任堂莲的心顿时就一阵阵的抽痛，他做这些都是为了谁呀？这小混蛋有没有点良心呢？看样子，那只大妖是真的死了。是与不是，你们自己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封印缺口在这儿呢，欢迎大家进去查看。饶是大家都信了叶玲珑，但他们还是忍不住都进去看看。青云州大妖死了呀，他真的死了哎，而且是死在一个筑基期的手上，这世界好玄幻啊！眼看着几乎所有人都飞了进去，只有尹诗涵还在外面没有动。你不去看看吗？不去了，伤心之地不宜久留。城主府的东西我都收起来了，你有什么想要的吗？尹诗涵摇了摇头，没有了。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去投奔我外公，就孑然一身的去。我外公疼我，我又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孤女，想必日子不会很难。叶玲珑，我会好好修炼的。叶玲珑一怔，从今往后，做一个强大到足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的人。再有下次，
我必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被人所害，颠沛流离。我要向我无比强大的公主殿下看齐。虽然你什么都不想要，但有一样东西你还是要拿着。尹诗涵一愣，只见叶云龙从戒指里拿出了一幅画，画卷缓缓打开，只见里面出现了一个满面笑容的小姑娘，笑得像花儿一样娇。看到她的时候，尹诗涵忍不住捂着脸哭了出来。那是他12岁那年，他爹亲手给他画的肖像画，就挂在他的房间里面，下面还有他爹的落款。那留着吧，好珍贵的。他已泣不成声，一个字也发不出来，只能使劲的点点头。还有这个也给你，这个是我画的符纸，里面有完整的一套，一共是18张，加速的、隐身的、逃命的都有，我送给你啦。尹诗涵感动地接过叶云龙所赠的符纸，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谢谢公主殿下，谢谢你专程为我准备的这份礼物，我很喜欢。那倒也不是，我做了几百套，顺手送你一套，剩下的准备拿去铺子里面出售，挣他一大笔。你还想要吗？好，有金价9折，想要赶紧囤啊，不然我一放店铺里啊就会被秒光的。不必了，一套足够。哦，那我走啦。等下，我这里还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你那位好姐姐叶荣月被七星宗掌门罚去七星宗撕过牙，撕过半年。叶云龙一愣，勾结妖族就只是被罚撕过半年？修仙者寿命比普通人长上许多，区半年不过弹指一挥。他不承认自己勾结妖族，只说自己是被蒙蔽的，哭得声泪俱下，演得十分逼真。所以他们都信了？是不是真的相信不知道，但他是七星宗弟子，盟主不好插手，而七星宗掌门显然是没舍得这棵好苗子，顺水推舟就信了。叶云龙点了点头，女主光环如此强大，总不可能这点罪名就直接嗝屁了，但至少他能消停半年了不是？哦，我知道了。我们有缘再见。走啦，二师兄、六师兄，快跟上啊！玲珑，你给为师镇住！任涛莲迅速地追了上来。终于交代到你了。也不算，我在这儿等你呢，你没看见？任涛莲一愣，怎么总感觉他又要反客为主了？你等为师做什么呢？你刚刚说要给我一份大礼的，我们这么熟了，这客气的话呢就不必多说了，你也不用纠结过送什么才不亏待我，我呢就直接点单。玲珑，这次无论如何，我要带你回镜华山。我没说不回啊，我连同我2个师兄一块儿给你带过去，这总行了吧？你2位师兄想必有事要忙。你们有别的事情吗？我们……宁明成在小师妹更可怕还是盟主更可怕之间犹豫了1秒钟。什么事情都没有，很闲，很空，很无聊。我的意思是，带你的2位师兄去镜华山不方便。师傅啊，其实带上比较好。为何？人质在手，我岂能逃？任涛莲以及宁明成和沈离贤3个人同时惊到了。镜华山不大，但确实人杰地灵，适合修炼。今天开始，你就在这里住下吧。如果没什么事情，我先回房了。分别后差不多半个时辰，师傅，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镜花山是他的地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他不知道。任涛莲怀着一颗好奇的心跟在叶玲珑的身后，路是他熟悉的路，景也是自家的景，一直到他们走过一条上山的小径，这里的灵气好像比其他地方的都要浓郁一些。他眼眸微微一闭，仔细地感受了一番，怎么好像桃花林之外的灵气比之前要稀薄？上次叶玲珑在九华山上耗光了灵气的那一股不安感再度袭来。这是什么呀？灵池啊。哪儿来的？我不记得我镜花山上有灵池啊。我刚挖的。刚把人带回来不到半个时辰，就已经开始改造他的镜花山了。师傅，你看到这灵池是不是激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是不是万万没想到还能在自家山头上泡灵池？不过师傅，这池子是我一个人的，你要泡灵池的话，前面左边那个灵池是给你的。你竟然挖了2个灵池！
错，挖了3个，还有一个是宠物专用。师傅，你还愣着干嘛？去隔壁啊！我要跳进去了。你先跟我捡。砰的一声，水花溅起，叶云龙直接跳进了灵池里，吓得任堂莲嗖的一下转身离开了。任堂莲去到了那个叶云龙给他留的灵池，沈离贤和宁明成已经在里边了。原来根本就不是专程孝敬他这个师傅，他只是个顺带的而已。他一个长辈跳进池子里去跟2个小辈泡一块儿是什么意思？他正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里边的2人听到动静，主动的挪了个位置，让出了中间的一大块给他。气氛都到这儿了，他好像也不太合适甩脸离开。当灵池浸泡全身的时候，任堂莲舒服的眯起了双眼。他的修为已至化神，灵池对他的提升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但进去之后是真的很舒服，单纯身体上的享受罢了。这徒弟是顽劣了点儿，但好歹能想到师傅，念他初犯也不是不能原谅他一次。自己忽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可是人工造的灵池啊，这要是传出去，不知道得让多少人疯狂，届时人人争抢，腥风血雨，死伤无数，那场面不是开玩笑的。玲珑啊，你这个珠子是怎么来的？你说苍水珠吗？苍水珠，这不就是青云州城主的宝贝吗？你这趟去青云州到底捡了多少宝贝？不多，也就4个大宝贝，10多个小宝贝，以及数不清的破烂宝贝吧。这叫不多。看样子青云州之所以这么干净，应该是被他扫荡过了。除了这个苍水珠，你还得了其他3个什么大宝贝？师傅，知道的太多对你的安全不利。我已至化神，这下修仙界的人谁还能随随便便对我不利呀？青云州的大妖也是化神啊，现在不还是连尸体都找不全？你还没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杀他的？靠智慧。什么样的智慧呀？师傅，知道太多对你的安全不利。干什么？你难道还想试尸啊？不可说。那你有什么是可说的？有，你抬头往天上看一眼。纸上漂亮的字体列了个清单，单子上写了许许多多的材料，样样都是又贵又罕见又难找的。你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做武器。武器？你手里那把剑不是挺好的吗？不好，长得丑，话又多，心又坏，利用完了是该抛弃它了。最重要的是呢，那把破剑它不是我的。不是你的？只是散身卖身给我当牛做马而已。他抬头又仔细地看了一眼上面的清单，这一看心又忍不住隐隐作痛了。这是捡来个吸血鬼回家吧？你这是要做什么武器呀？做把伞。伞？对，关闭的时候像剑一样攻击，打开的时候可以当做防具，出门的时候坐上面舒坦，晴天遮阳，雨天挡雨。这确实是个好思路，但造的条件也太苛刻了。伞骨呢？用大妖的骨头，它是条瑶鱼，血脉珍贵，修为不低，骨头很适合。任堂莲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前几天他还当做对手的大妖，转眼就变成了他徒弟的伞骨，跟这个一比，其他的材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了。罢了，徒弟没武器，做师傅的岂能不管？都到这份上了，其他的材料我索性就帮你备齐了吧。多谢师傅。不过这里边还有一个材料我这里没有，我得带你出门去找才行。好啊。那你的师兄们？再等他们10天吧。10天后我2师兄要突破到元婴后期，我6师兄要突破到元婴啦。你确定他们真的可以突破？我之前看他们2个积攒的都差不多了，也该到突破的时候。连那些愚蠢的小妖都能突破，他们俩还不如那些小妖。我千辛万苦带他们来净化山耗灵气，他们总不能不争气吧？也就是说，没突破就泡里面不用起来了，好惨啊！时间一晃而过，跟叶云龙预计的一样，你们来我净化山也有些时日了。
如今成功突破，也是时候离开了。多谢盟主款待，大恩大德，我们没齿难忘。今日一别，你当多保重。心地善良的你，一定会有好报的。告辞。两人说完之后，头也不回地跑了。那一刻，任堂莲忽然有一种被坑了的感觉。师傅，不是要去找最后一个材料吗？出发啦！任堂莲准备了一下，便陪着他出发了。这一路上倒是很顺利，仅仅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他们要找的材料虽然花费了一些代价，但也找到了。材料找齐之后，就该开始铸造了。任堂莲正思考着应该找哪位炼气大能来帮着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收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彼时，叶玲珑正安静地坐在桌子前翻书，未察觉到他的异样。玲珑，我们北上吧。刚刚收到我那炼气宗师朋友传来的消息，他在北漠城。好啊。他继续低下头看书，翻了2页之后，任堂莲出去了。这时，他从戒指里把胖头抓了出来。他有事瞒着我，你去给我打探清楚啊。事成之后，好处会给你。胖头干这种事情最是熟练，也最是合适。不知为何，他的眼皮不停地在跳。他有预感发生了很严重的大事，并且跟他相关。玲珑，我们现在就出发吧。早点去，早点把你的武器造好。师傅，天快黑了，先一晚上再赶路不行吗？现在离天黑还有几个时辰呢，现在才刚刚是下午啊。师傅，你很着急吗？为什么我觉得你有点奇怪？任堂莲一怔，他也太敏感了。我能有什么奇怪？既然你不愿意赶路，那就明天启程吧。不过你得早点，我们有求于人，迟到真的不好。知道啦，啰里吧嗦的。叶玲珑坐在位置上继续看书。入夜之后，叶玲珑和往常一样回了自己房间。发生什么事情了？出大事了！你家大师兄出大事了，他一个人灭了丹心堂满门。现在神医谷正向全修仙界发布悬赏通缉，诛杀裴洛白者可得元生令1枚，整个修仙界都沸腾了。现在无论是宗门、世家还是其他的势力，全都要争着抢着去杀裴洛白。怎么会？他记得原著里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他穿到书中时间点的3年后，现在才过了2年不到便发生了。按照他原来的计划，大师兄的修为在那个时间点应该是足够达到化神的，可时间提前1年多，他如今还是个元婴，便开始与整个修仙界为敌了吗？不对，事情不对。这事儿也许一开始就是有人在背后操纵这事情的人，因为某些原因迫不及待的要对他动手了。大师兄是白羽灵灵主的儿子，而白羽灵也是神医谷下的分支。传闻10年前，白羽灵灵主因贪图修炼速度而走歪路，导致走火入魔，失去理智，一夜之间杀光了白羽灵所有的人。最后是离白羽灵最近的分支丹心堂的堂主带人赶到，才将他诛杀。神医谷得知后震怒非常，同时从神医谷分配了新的长老过去接手白羽灵。那时白羽灵已经一个活人都没有了，当年的白羽灵灵主也成了神医谷里的耻辱。原著里大师兄屠杀丹心堂满门的理由便是丹心堂杀了他父亲。神医谷的悬赏1枚元生令非常诱人，有了这枚令牌，持令牌者便可上神医谷求医一次，无论是多难的伤病，甚至是死了，只要没粮，神医谷都会倾全谷之力把人救回来，不惜一切代价。所以悬赏发布之后，裴洛白被修仙界所有人争抢诛杀。元婴后期修为的他彻底杀疯之后，战力非常的强，去杀他的人死了一大片，最后他死在了叶荣月的手中，而他身上带的那一个至宝也落入了叶荣月的手中。叶玲珑深吸一口气，想到大师兄对他的百般照顾，想到大师兄那温和如风的脸庞，想到他如今正在被正道围剿，名声全毁，伤痕累累，生死不知，他心里就一阵阵的难受。怪不得他那便宜师傅要带他北上，神医谷在南方，他这是不打算让他知道，也不让他掺和进去。他的大师兄早已经是所有人认定的大魔头了。丹心堂医者仁心，救人无数，他却灭人满门，怎么看都是十恶不赦，丧心病狂，毫无底线。所以任堂莲觉得他现在最该做的就是划清界限，
否则卷入这一场恩怨，面对诸多唾骂和追杀，他日后的前程就毁了。可是前程，他要什么前程？他一开始的目标就是在清玄宗快乐苟活呀，清玄宗都没了，他初心不在，前程还有什么意义？更何况路在他的脚下，他的前程又怎么轮得到别人给他定义？别人不信大师兄，他信；没有人与大师兄站一边，他站；被群起而攻，无人救援，他救。总之，要动他大师兄，得先过他这一关。叶云龙迅速地把胖头收回了自己的戒指里面，同时捏了捏手腕上的小黑蛇。我大师兄他出事了，我需要你的帮助。只是这件事情有些麻烦，而且他不在正义一方，你要先听来龙去脉吗？不必。小黑蛇回答得很干脆。虽然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但从自我认知来看，我应该不是什么好人。叶玲珑一愣，顿时就什么担心都没有了。我要躲开我师父，离开这里，去10里外那座山头，那里灵气浓郁，妖兽丰富，是金丹期修士的历练地。我需要突破到金丹，同时要把我的武器炼制出来，然后去找我大师兄。那就让玄影引开你师父，再用苍水珠造灵池。至于武器，我来给你打造，但需要你的帮忙，过程可能会有点不适。叶玲珑一怔，什么样的过程会不适啊？他把玄影拿出来，简单的交代了一下之后，在他的剑身上贴了一张妖气符，然后将他全身包裹起来，避免妖气过早外泄。待他飞到人多的角落里时，再将他的妖气全部展露出来，并且大干一场。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外面开始传来各种声响，惊呼声、求救声以及尖叫声此起彼伏。玲珑，有事？外面有妖族出没，你跟为师要出去玩吗？我准备好了。为了不出意外，任唐莲带着叶玲珑出门。出了门之后，他迅速地锁定妖气所在的位置。他正要带着叶玲珑冲过去的时候，师傅，那边好像也有妖。吃人了！妖怪吃人了！快跑啊！师傅，我去那边看看，你别愣着，赶紧抓妖，不然那些人会有危险的。任唐莲不敢耽搁，迅速地转头去抓另外一只了。毕竟多一份犹豫，就可能多一个人被吃。叶玲珑往另外一个方向跑了之后，迅速地在屋顶上找到骑着长耳、贴着妖气符、疯狂搞事的胖头。他连果带兔一块收起来之后，贴了3张加速符，嗖的一下消失在这小镇之上。另一边，任唐莲刚锁定了妖族的所在，下一秒，那妖族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任何气息都没有了。糟了，被骗了！叶玲珑落地后第一件事就是迅速地挖了个坑，往里面放了苍水珠。苍水珠在聚集灵气的时候，他顺道在一旁布阵，将灵池隐藏起来，避免被人发现。做完之后，他迅速地将戒指里的材料拿出来，灵池渐渐生成。叶玲珑跳进了灵池里面，他一早就足够突破金丹了。自己毕竟是3条灵根一起，根基一定要足够牢固，所以一直压着没有突破。现在大师兄出了事，他等不了了。小黑蛇正在查看着这些材料，去把戒指里的那只小饕餮、雪灵果和小鬼魂一块叫出来。玄影二话不说，又嗖的一下飞进了叶玲珑的戒指里面，再出来的时候带了一串的宠物。小饕餮，过来把它们弄碎掉，但不可以吞，不然我把你牙拔了。听到这话，太子浑身毛发一炸，下一秒便听话的过去折腾材料去了。小鬼魂，那边几个材料你用煞气浸染一下，但别弄坏了，不然把你撕成2半，撵不回去的那种。招财身形一颤，眼珠子微微一动，老老实实的飘了过去。这时，小黑蛇抬起头来，看向胖头：“老大，你说我做，绝无二话。”你自己去榨汁吧。好残忍啊！小黑蛇转过头去看了一眼玄影，愣着干什么呢？去砍树。那边山头有几棵几百年的青松，砍过来，一会儿要生火炼化的。玄影嗖的一下又没影了。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叶玲珑花了1个时辰，成功从筑基突破到了金丹。当丹田内一枚金光闪闪的玉金丹生成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整个人的五官变得更灵敏，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变得更加清晰了。突破好了。好了。我也准备好了，你起来吧。你要做什么？闭上眼睛，不要反抗。叶玲珑想也不想的就照做了。
下一秒，他感觉到浑身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往身体里边挤进来，挤得他浑身上下很不舒服。他下意识的想要去排斥。别动，别把我挤出去。你在做什么？再进入你的身体。竟然还能这么玩，他瞬间就不动了，呼吸还有点小紧张。他这是已经把自己的魂魄从蛇身上分离出来了吗？接下来他要跟自己共用一个身体啊，一个身体两个魂魄，打架了怎么办？感受是一样的吗？发出的指令不一样，身体听谁的？受伤了算谁的？疼痛会分摊吗？就在这时，他抬起手往自己的脸蛋上掐了一把。我挺疼的，你疼吗？眼看着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进去完全的小黑蛇，一个没绷住，魂魄自己弹了出来。让他不要反抗，没让他这么快就全盘接受并且玩起来啊！啊，怎么忽然不挤了？我被弹出来了。我没挤你啊。我没操作好。该不会是怕疼你不进来了吧？他悠悠的叹息一声，稳定道心，尝试重新进入。来了，你又卷土重来了。他无奈的低声劝他，别动。会怎么样？会走火入魔吗？你走还是我走？我们一起走。哦，那我还是别动了。在叶玲珑的配合之下，小黑蛇的魂魄完全进入到了他的身体里。你能进来我的身体，我是不是也能跑进你身体里？理论上可以。听到自己嘴巴里说出来的回答，叶玲珑感觉奇妙极了，就是自问自答，有点傻。那你教我啊，我要进去玩。你进不去。为什么？灵魂力不够，离开躯体会魂飞魄散的。你的灵魂力很强吗？比你强一点。既然你能够进入到我的身体，你是不是也能够进入到其他人的身体里？那你要是不想当蛇了，是不是可以换一个物种啊？我本来就不是蛇呀。那你是什么？我不记得了。感觉到他又要动嘴说话，小黑蛇赶紧抢在了他前头。你还造武器吗？造啊。那我们先造武器吧。我能不能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刚才是不是在抢我的话？我感觉到了，我好像抢不过你。我甚至可以现在就粉碎你的魂魄，占据你的身体，这称之为夺舍。叶玲珑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夺舍就是这样啊！就因为我灵魂力比不上你？对，所以你好好修炼，不然我随时抢你的身体。没想到你竟然还有颗少女心，要不你去画个人形，然后我们交换吧。你去跟我的师兄们嘤，我要手拿大刀砍四方。不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你这样弹我，你会疼吗？会啊。下一秒，叶玲珑抬手就往自己脑袋上来了一巴掌。你干什么？你刚刚打我们礼尚往来。小黑蛇悠悠地叹了口气，别叹气了，会老的。你好不容易当一回少女，你要珍惜。好，我们先造武器吧。你安静点，不要动，身体交给我。他说完，叶玲珑还真就不动了。明明是很简陋的条件，可在他手里却操作的比那些拥有大量法宝的炼器师还要好。那感觉就像是所有一切取自于天地，所有一切承之于天地。叶玲珑这还是头一次发现，他的凤凰神火竟然可以精准地调节细微温度变化，调整火烧的方向和角度，灵活的就像是这火也有一双手一样。他仔细的观察，认真的学习，细细的去体会，这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就像是有人现场手把手教学一样，教会他如何重新使用他的身体，把所有技能都用到极致。他从深夜造到了黎明，又从黎明造到了黄昏，从黄昏又造到了快黎明，手中一刻不停。累吗？这话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好像有点恍惚。不累。快了，你再坚持一下，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歇会儿。那你呢？你累吗？这对我来说好像很容易。好像。感觉越做越简单，无论是手法还是灵魂力的消耗，都比我想的要轻松很多，就好像我本来就很会做。你难道之前不知道自己很会吗？不知道，只是潜意识里觉得可以尝试一下，但没想到自己竟然真的会。这是什么凡尔赛发言？搞不好你以前是个炼器师。不是啊？因为感觉我应该会很多，但具体会什么记不清了。算了，不聊了，专心造武器吧。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天边的第一缕晨光从云层中漏下来。好了，叶玲珑迅速从瞌睡中惊醒，原来2个魂魄一块用身体，另外一个是可以偷懒打瞌睡的呀。他一眼就看到了手里放着一把精致的小红伞。哇，好漂亮啊！我教你用。灵力注入到伞柄之中，伞身光芒一闪，化作了一把剑身周围萦绕着红色的犹如丝绸一般柔光的长剑。一道剑气划了出去，直接就把他布的隐藏阵法给打碎了。不仅如此，剑气不停带着强大的力量一直往前冲，顷刻间前面一排的树木全都倒下了。叶玲珑还没来得及感叹，只见他手腕一转，一道剑气朝着边上瞌睡的太子打了过去。来，太子大叫一声，抬起爪子就狠狠一划。那是你喊我打的，伤了我不负责啊！太子的爪子上带着凶兽天生自带的蛮荒之力，凶狠地攻了上来。只见他往剑柄上注入灵力，迅速地切换了手中剑的形态。砰的一声，小红伞被撑开，将太子的爪力完美挡住。嘤，还能这样的欺负兽，他不玩了。就在这时，他的手忽然又是一抬，小红伞被送到了半空中，紧接着身体被控制着，他足尖一点，跳到了小红伞的伞面上，坐了下来。这宽敞的伞面坐着是比健身舒服多了。叶玲珑拿着手里的小红伞，又翻来覆去仔细的看，越看越是喜欢。还差最后一步，第1版的功能基本上完成了。最后一步，只见他的手再度被操控，小红伞化作了剑的形态，剑身在他的手指上划了一道，殷红的血液迅速的冒了出来，顺着剑上的纹路一点一点的滴入了剑中。那一刻，他感觉到身体里的力量正在迅速的流失，就像是被小黑蛇吸血的时候一样。你的血可让万物生灵，加一点可以刺激它加快萌生散灵，好好养着，应该要不了多久就能生灵了。滴血停止，剑身红光一闪，变得比之前更有气势了。你刚刚说第1版？你不是还想要攻击特效和防御特效吗？太匆忙了没有做，而且也没遇到什么好的材料，以后见到了再随时给你改。还能再做得更好？当然，以后遇到更好的材料，还可以给它做升级，不断完善，不断的改进，做到跟你最匹配。叶玲珑脑袋一歪，微微一笑，真好。我们出发吧，造武器花了点时间，虽然他还能撑得住，但我也该去找我大师兄了。好。体内的魂魄正准备抽离，大喊一声：“哎，别走！”怎么了？我失血过多，想歇会儿，但是又不想坐玄影身上。只见小红伞迅速飞起，他身体一轻，飞了上去。他被小红伞带着，高速飞往南方神医谷所在的方向。你真不记得你叫什么名字了？我总不能一直对你没个称呼吧？让我想想。几秒之后，他又答：“哦，想起来了。”叶玲珑一下来了精神。只见他从戒指里把玄影给拿了出来，在玄影的剑身上用灵力擦拭了一下。叶清玄，你叫叶清玄？应该是。好巧呀，你也叫清玄？我也是刚知道。叶玲珑被他给逗笑了。你姓叶，我姓叶，4舍5入我们同姓，我决定了，准你借我的字一用。啊？以后我便喊你大叶子吧。看来我该喊你小叶子。准了，我的大叶子。好的，我的小叶子。睡吧，我带你去找你大师兄。他手一挥，让玄影飞到伞下去，拖着他们一块儿飞。这假假的御伞飞行，飞了1天1夜，让玄影在附近的城镇落了地。刚落地都不用打听，他就听到路上的人在讨论大师兄的事情。听说裴洛白那个大魔头现在正被困在石泽谷里面做困兽之斗呢。哎呀，他刚打败了司玉晨，在巅峰舞会上霸榜呢，怎么一下就这么想不开了？大好的前程不要，变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大魔头，何必呢？谁知道呢？反正别说呀，是神医谷不放过他，就连宗门联盟啊，也在联手除掉这个让宗门蒙羞的败类呢。出这么大事情，他们清玄宗掌门呢？没出来表个态呀？不知道啊，这人就跟不存在似的。要不是宗门的盟主说认识他呀，大家都要以为他是虚构的了。
算了吧，他出来也改变不了这结果。我听说4大宗门已经派人去围剿了，冲在最前面的是昆吾城，七星宗紧随其后，估摸着快要交手了。叶玲珑一边听着旁边人的讨论，一边跟着队伍一块儿去了石泽谷。听闻裴洛白那个大魔头已经杀疯了，脚下全是尸骨，身上鲜血无数啊！他杀疯了？难道不是你们自己送上去给他杀的吗？如果不是为了那1枚元生令，为了他身上携带的浮屠塔，你们会挨个给他送人头吗？浮屠塔的消息是叶玲珑到了这里才听说的。神医谷看裴洛白久久没能拿下，又发布了一条信息：裴洛白灭了丹心堂满门，夺走了丹心堂的至宝浮屠塔，塔在他的身上，若谁能够杀了裴洛白，浮屠塔便属于谁。神医谷绝不追究。这小姑娘想法怎么那么奇特的？可他是个大魔头啊，人人得而诛之啊。可他并未来杀你，你却因为大魔头3个字去杀他，到头来自己被杀死，要把血仇挂在他身上，还要给自己安上英勇就义、匡扶正义的美名。你们好会赚哦！这话怎么那么有道理呢？一下子还不知该如何反驳。可是如果人人都不杀，这大魔头当如何伏诛啊？替天行道，我辈是义不容辞。哼，可拉倒吧！就算人人都杀，他也不会伏诛。为什么？因为我不允许。说完，叶玲珑也懒得理他们什么反应，贴了张加速符，迅速地冲上山去了。姑娘，前方危险，请勿再靠近了。虽然大魔头人人得而诛之，但是丢了性命就不值了。叶玲珑，你等一下，我去喊师兄过来，你别乱跑。很快，江于征便跟着那个弟子匆匆忙忙地赶了过来。看见叶玲珑到来的这件事情不可以说出去，知道没有？知道了。江于征看了一眼，四下无人，便带着叶玲珑往林子里面走了去。你一个人来的吗？你其他师兄呢？不知道，他们可能还没收到消息吧。里面什么情况？你大师兄在里面？他们交过手了。裴洛白情况不太好，尤其是状态非常不好，见人就杀，不听劝，不收手，不冷静，看起来快要走火入魔了。我大师兄没跟他硬拼，因为真的要惹毛到裴洛白，他临死之前会拉着满山的人陪葬的。所以你们就守在外面，劝大家不要进去。他们进去有什么用呢？实力都不在一个档次上，就只会添乱。还有呢，把你知道的消息都告诉我。收到消息的时候，我们昆吾神的弟子离这边最近，所以盟主派我们第一时间赶过来控制场面。七星宗的在后面，但是很快他们首席唐一凡也要到了。他若来跟我大师兄联手，制服裴洛白的概率就增加了。虽然有我们在前头控制场面，但是神医谷的奖励太诱惑了，来的人越来越多，很快里面就要乱成一锅粥了。叶玲珑记得之前在原著里的时候，昆吾城弟子是没有在前面拦人，也没有出手控制场面的。看样子是因为这一次巅峰舞会，清玄宗打出了名头，所以大师兄出事的第一时间，宗门联盟出手干预，避免事情完全不可控。你要怎么打算？他这个情况应该离伏诛不远了，最好的情况是我们宗门的人解决了，他好歹能有个全尸，下场不至于太难看。但若是落到别人手里，就说不好了。我不会让他死的。江于征一愣，虽然是意料之中，可他一个人不可能跟全修仙界为敌，加上你也不能，你去就是送死啊！所以我就不该去吗？你家大师兄要是出事了，你去不去？可他毕竟真的灭人满门，这罪过……你们只看到他灭人满门，可他被人灭了满门的时候呢？谁曾给他做主？而且你们又怎么知道被灭门的不是10年前就该伏诛的凶手呢？江于征一愣，这里边对错恩怨那么多，谁能说得清楚？退一万步来说，你觉得他灭人满门罪大恶极，那我难道就是好人？我也许本来就是个小魔头啊，跟大魔头混一块也没毛病。你真的要一个人进去吗？对，我一个人进去。你要是看到清玄宗的弟子，你帮我拦一下，就说我召集他们在下面小镇集合。叶玲珑从戒指里掏出了一个玉佩，递给了江于征。那信我给你。你就这么信任我？因为你长得很可信。你一定要想好对策再去啊！他已经附魔了，快六亲不认了，不要指望那点同门之意能打动他。知道啦。他在第2座山峰顶上的位置，你抄近道过去，应该能够比那些被我们骗位置绕圈的人快一些。谢谢你啊。还有，叶玲珑回过头，江于征愣了一下，不知道说什么了。朱颜犬。好。
叶玲珑往里走了一段，刚要接近第2座山峰的时候，忽然间身后传来一阵动静。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会飞过去，我追不上呢。太显眼了，我没直飞，我就只能顺着这林子走。怎么了？我刚刚回去一趟，听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叶荣月上山了。他不是被七星宗掌门罚在四过崖半年吗？罚他是要给大家一个交代，七星宗掌门哪舍得真的罚那么久啊？而且叶荣月那个人很会撒娇，一般人遭不住。你们之前不是一口一个嫂子的哈？之前是啊，但我们又不瞎。在遮云城的时候，他不是跟那个许天幽在一块吗？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喜欢他了，觉得他配不上大师兄。后来巅峰舞会那会儿，他跟你对战的时候，最后不是下黑手了吗？我们都看见了。这跟他以为的无脑配角不太一样啊。不仅这样，他后来还跑去跟我们大师兄吹耳边风，想要煽动他帮忙出手对付你。我们大师兄劝他多花点时间在修炼上，他给气跑了。后来他挨了七星宗掌门的罚，我们才知道他竟然跟妖在一块了，好离谱啊！不仅这样，你知道他刚刚上山的时候跟谁在一块吗？神医谷谷主的亲儿子。好家伙，你说他怎么去哪儿都有人一块呢？而且个个来历不凡，去大妖现身的青云州跟妖一块，来诛杀神医谷的仇人跟神医谷的儿子在一块。别怀疑，大家都是他鱼塘里的一条鱼，包括你家大师兄。那你们都知道他不是好人，远离就是了，还这么生气干什么啊？你家大师兄不会是还没清醒吧？是啊。叶玲珑一愣，这谢离义都上岸了，司玉晨还淹着呢。你不知道他有多会哭啊！之前不是舞会上朝你下黑手吗？又怂恿我大师兄去对付你。我大师兄怀疑他人品的时候，他就跟我大师兄哭，说自己有了心魔，他控制不住，他好难受，求我大师兄救救他。我大师兄一心疼，还能这样？学会了，学会了。后来他跟妖在一块那事情，他说他不知情，而且还带了一身的伤回来，看起来要死要死的，哭得好可怜，说是自己太单纯，被骗得好惨。看到他一身是伤，寻死觅活的，我大师兄又忍不住原谅他一回了。你是没见过，他是真的会哭，哭得我都要信了。那你咋不信啊？他又不是对着我哭，我随时可以跑掉啊，只要不被洗就能保住脑子。还好他没看上我。这人怎么还骄傲起来了？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没被他洗脑，但是你被我洗脑啦？真的吗？那你能不能洗的时候认真一点，努力点，时间长一点？你洗2句人就跑没影了，太敷衍了。为什么叶荣月来了，你要迫不及待的跟我报信？因为我不信任他，他们首期还没到呢，他就带着一个外人往山上冲，明知道我师兄在上面，估计是想打感情牌，借他们之手拿下裴洛白，所以我就跑来通知你了。那你们跟叶荣月说位置的时候，我那个师弟一张嘴就把忽悠外人的地址给他说了。干得漂亮！那叫不得人心。我师弟说的给的是错误地址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直飞。没事儿，我们加快速度，尽量别让他们发现了。叶荣月先他们一步到达，但叶玲珑他们也没慢多少。玉晨，你怎么来了？你们首席唐一凡不是要晚些时候才到吗？你又没有跟七星宗的人在一起。玉晨，你不愿意我来吗？可我担心你啊，这大魔头迟迟拿不下，你就还在危险之中。你听见没？他多会啊！你不是要给我洗脑吗？你学着点。神经病啊！我不危险，你先回去，等你们七星宗的弟子再一起来。我不回去，我要和你共进退。他已经是强弩之末，玉晨和詹一行一起把他控制住，我来亲自手刃他。放心吧，大家都是元婴期，他即便是再强，还能上天吗？反倒是这位昆吾城的首席大弟子，你也是元婴后期，那么多帮手迟迟拿不下，有点说不过去啊。司玉晨眉头紧皱，不可冲动，他已经是元婴后期，差一步化神。他若是自爆的话，这整一个石泽谷都会被波及到。第一峰上面那么多无辜，参与进来那就不是无辜。再说了，他们又不是不会自保，受点伤算什么？荣月，你不要任性。到底是我任性还是你有私心？你若真的全力以赴，他撑不了那么久。说白了，你再给他机会。他是清玄宗的人，属于宗门联盟的一员，他应该被带回去接受审判，而不是被乱箭杀死。等你唐一凡师兄带着人来，昆吾城和七星宗联手，我们可以将他给活捉回的。还有什么好审的？他就是个大魔头呀！丹心堂是什么地方？妙手神医悬壶济世，他灭人满门，他还能有什么苦衷？这么多人命在身上，他
死不足惜。荣月，你怎么还不动手？你该不会是为了叶玲珑吧？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如果不是为了叶玲珑，你手下留情这么久是什么意思？难不成你还跟他惺惺相惜？你忘了巅峰舞会上他给过你多大的侮辱啊？而且他是魔头，你是名门正派，你要跟他混一块吗？司玉晨眉头紧皱着，手里的剑攥得很紧很紧，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叶荣月，像是想要将这个人看透。是啊，我只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你犹豫什么？既然你们都不想好好的活了，那就陪我一块儿死。要不是你们宗门联盟的人一路拦着，其他势力早就围上来杀他了。时至今日啊，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们竟然想包庇，可笑！我绝不会让你们得逞。他冲上去之后，叶荣月也跟着冲了上去。裴洛白手中的剑一挥，迅速地跟他们打了起来。玉晨，你还愣着干什么？动手啊！你难道要亲眼看着我死在他手里吗？我若死了，你这辈子能心安吗？你对得起我吗？动手啊！再不动手，其他两波势力要上来了，到时候我们未必能手刃这个大魔头了。这机会不能让别人抢了去。司玉晨，我让你动手，立刻马上！叶荣月没想到宗门联盟会想要活着带他回去，所以他必须要在大部队赶到之前诛杀裴洛白，否则到他们手里他就前功尽弃了。可司玉晨就是在那里不动，明明只要他动手就能拿下裴洛白，还好他知道司玉晨不可控，他没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他拿出一个笛子放在嘴边，用力一吹，10来个人嗖的一下从树林下御剑飞起，直奔山顶。风雷帮！江玉征惊呼，叶荣月竟然还找到风雷帮的人，这个帮派名声不好啊，他们给钱办事儿，什么杀杀抢掠都做，里边的人没一个是干净的，一般名门正派都不会跟他们有交集的。看样子叶荣月为了诛杀大师兄，拿到元生令和浮屠塔，这是什么都准备好了。裴洛白，今天就是你的死期，我保证会带着你的尸体回去，给你家小师妹好好的看看，你这清玄宗的耻辱死得有多难看。杀我可以，但你要动我小师妹。裴洛白手中长剑一挥，边上的石头骤然被轰碎。那你的命就必须要留在这里。单凭你和这些人想杀我，哪有这么容易？哼，如果我们不够，那还有他们呢。叶荣月得意地笑着，只见从山顶两边处上来2拨人。完了，他们就是今天一早被我实力欺骗去别的地方绕圈的人，这会儿竟然都来了，肯定是因为听到了叶荣月的笛声，找到了方位。叶荣月他是真的疯了，为了杀你大师兄，能勾结的能利用的无所不用其极。他就这么恨你大师兄啊？他这么高有没有想过我大师兄怎么办呢？他恨的应该不是大师兄，而是我。你干什么？他们人那么多，所以我更不能让我大师兄孤立无援了。但是听我的，你蹲着别出来啊！这事跟你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得随时准备好救你大师兄。啊？这跟他大师兄有什么关系啊？你再强，但我们人够多，这一次你必死无疑。被围困的裴洛白面无表情地扫了他们一眼，只见掌心里出现了一座7层宝塔。浮屠塔。看到这座塔的时候，在场的人全都急红了眼。都来！你们不要逼他，你们疯了吗？为了这些宝物都不要命了吗？然而没有人理他，在唾手可得的宝物之前，理智不存在的。一起上，杀了他，浮屠塔就是你们的。他们就站在那里看着，等他们去消耗，等他们两败俱伤，等待最佳时机。司玉晨看他们都上去了，他正要动，叶荣月先一步拦在了他的前面。你今天若一定要去，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为什么？他今天必须死。你为什么这么恨他？他好歹是你妹妹的大师兄啊！哼，总之他一定要死。我就算什么也拿不到，我也要他死。而且他只是第一个，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你在说什么？司玉晨发现他已经看不懂他了。忽然间，在他们面前噗的一声响，明亮又灼热的火焰忽然就爆了开来。下一秒，一把展开的小红伞迅速的飞旋出去，叮叮叮的声响传来，强大的反弹力震得他们虎口发麻，连连后退。是谁？
我啊。叶玲珑的声音一出，叶荣月的脸色骤变。只见那一把飞旋出去的小红伞迅速的一个回旋，重新回到了叶玲珑的面前。他足尖一点，踩在小红伞的伞面上，一个漂亮的跳跃落在了裴洛白的身边。他手腕轻轻一抬，小红伞回到他的掌心里，红光一闪，化作了剑的形态。干什么啊？欺负我大师兄身边没人啊？小师妹，裴洛白看到叶玲珑，浑身一震。我在呢，大师兄。你不该来的。该不该都来了，你现在好好想想应该怎么保护自己，保护我，而不是想着同归于尽。你死了你觉得不可惜，但你舍得我死？裴洛白脸色一变，他一个人无所谓死不死，死之前能带走几个算几个。可小师妹在这里，他怎么能看着她死？你来都来了，我们一起当魔头啊！不然就你一个魔头，你该多孤单啊！他说不清心里什么滋味，他不愿意小师妹来，可她如今来了，毫不犹豫地站在他的身边，他觉得好开心。小师妹，你大师兄，你相信我吗？信。那就别怕，有我在，不会有事的。裴洛白一怔，他好像有点明白师弟师妹们为什么在关键时刻总是毫不犹豫地信任小师妹了。他是真的能给人带来安全感啊！叶玲珑，叶玲珑他金丹了，他竟然金丹了，而且手中的那一把剑看起来好厉害，竟然还能切换2种形态。他到底是凭什么运气这么好啊？呀，这不是我那个在青云州跟妖族勾结的姐姐吗？你不是闭门思过了吗？怎么就放出来了？听到这话，所有人全都转回头看向叶荣月，跟妖勾结，那就是背叛人类。你们不要听他胡说。我胡说，这件事情宗门联盟里谁不知道？随便向谁打听都可以啊。我是被蒙蔽的。蒙蔽？太好笑了吧！你一个小小金丹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他为什么要千里迢迢从妖界跑修仙界来蒙蔽你？为了爱情吗？你休要在这里胡说八道！你如今站在大魔头裴洛白的身边，你也不是什么好人，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我没指责你啊，我就是想要提醒你，要杀人夺宝站前面来一点，你躲大家后面干什么？我记得刚刚还一起上的人是你吧？这一下子，那些刚刚冲在前头的人全都回过头去怒瞪叶荣月。他就知道叶玲珑一出现准没好事儿。你们这是要被他三言两语给分裂了吗？他才是我们的对立面呢。是这样没错啊，但你这个位置确实说不过去啊，往前面站点吧。就是啊，说好一起上，你们2个凭什么站后面，带头冲锋啊？赶紧啊，难不成真让你拿我们当炮灰啊？被那些人逼迫着，叶荣月左右为难，只能上前几步，站在了最前头。若不是你，我又岂会被推到刀尖上？司玉晨，你没有良心！我若死了，那便是你害的。叶荣月，你说什么屁话呢？你要是死了，那你就是技不如人，技不如人还想杀人夺宝，你不当炮灰谁当炮灰？大家都是原因的才敢来，你一个金丹就来了，你还想杀出重围？你看不起谁呢？叶荣月本想利用司玉晨的愧疚逼他出手，结果被叶玲珑给毁了，气得他顿时气血翻涌，咬牙切齿道：叶玲珑，叫什么啊？要当炮灰就靠前站点儿。我可是筑基的时候你就打不过我啊，现在金丹你就更打不过我，所以待会儿啊，我第一个就杀你。你敢？我为什么不敢啊？我大师兄是大魔头，我现在是小魔头，他杀人无数，实至名归，我连人都没杀过，我怕我小魔头的位置坐不稳，我不得表现一下吗？叶玲珑眼看着叶荣月被逼到前面，他唇角一勾，手中的剑顺势一抬，朝着叶荣月攻了上去。这一挡，他感受到了那把剑的力量，好强，真的好强。他不但有凤凰神火诀，他还有这一把比他任何一样武器都优秀的剑。还愣着干什么？我都开打了，你们倒是动了！这一下子，其他人也赶紧朝着裴洛白冲了上去。叶荣月在叶玲珑的强势进攻之下，越打越吃力，他被打得连连后退，最后被叶玲珑一剑抽飞，摔倒在地上。就这点实力啊！哎，几个月不见，你真是越来越丢人了。愣着干什么？一行，这边帮我呀！哟，打不过就喊人，喊的还是新勾搭来的男人，又是一个新姐夫吗？喂，兄弟，你看过你头顶吗？我看见了一道绿光闪闪发光。哎，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詹一行大怒，一边生气一边加快了手上的攻击。哦，我看错了啊，你只是个备胎，还没获得绿的资格呢。原来你还在排队啊！哎，好可怜哦。我告诉你一个捷径啊，
你把叶荣月是如何勾结风雷帮，又是如何处心积虑想要杀死裴洛白，破坏宗门联盟计划的事情宣扬出去。一旦他成了宗门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他就只能投奔你了。到时候谁还能跟你抢？专一行手上的动作一顿，他说的好有道理啊。我跟你说哦，他之所以现在还舍不得司玉晨，是因为呢，他是宗门里天赋最高、前程最好的那个。可如果你回去干掉你爹，变成了神医谷的谷主，那从地位上你就超过了司玉晨了。毕竟他也就是一首席，连掌门都不是，比你差远了。你给我闭嘴！而且你也知道啊，叶荣月手段很多，法宝无数。你趁着这个机会啊，利用他帮你搞定神医谷，执掌大权不好吗？你在这儿给他铺路，他回头又进司玉晨的怀抱里，你岂不是人财两空？小小年纪说话如此难听，叶玲珑，你怎么那么卑鄙无耻、下流下贱呢？一行，杀他呀！留他在那里废话做什么？哎呀，别生气啊，姐姐。一会儿呢，你这位新欢打不过我，你还得靠司玉晨救你呢。好在他够蠢，你三言两语他就又信了，所以你赶紧装一下，别温柔无辜、善良柔弱的人设搞崩了呀。叶荣月回过头去看向司玉晨，他都这样嘲讽你了，你还不动手？愣着干什么？你是真的蠢吗？司玉晨站在那里，依旧是一动不动，目光之中甚是无喜无悲，让人看不透他在想什么。叶荣月看他靠不住，气得一跺脚，重新拿剑朝着叶玲珑冲了上去。哎呀，我大师兄挨欺负了，不玩了，结束吧。叶玲珑话音落下，手中的剑迅速的旋转剑花，让人眼花缭乱。同时剑尖之上，凤凰神火噗的一下烧起，他招数一转，原本的势均力敌忽然变成了强势攻击。詹一行被他打了个措手不及，连连后退，几招之后被他一剑刺中了胸口，转眼落败。我就说嘛，你这位新欢是真的打不过我，你这眼光越来越次了，怎么找的一个比一个差？叶玲珑迅速的捏了个大重生术，地下的藤蔓迅速的生长起来，将叶荣月的腿缠住了。眼看着叶玲珑马上就攻到眼前，他迅速的召唤出他的那只烈火玄鸟，替他挡了一下，被叶玲珑一剑刺中。叶荣月捏了个火诀，朝着烈火玄鸟扔了过去。轰的一声，烈火玄鸟被炸开，叶玲珑手中的剑迅速的切换变成了伞形态，硬生生的给他挡住了。伞面裂了一道，可见烈火玄鸟鸟身爆炸带来的力量之强。叶荣月看到叶玲珑没受伤，顿时就笑不出来了。他牺牲了他的灵宠去抱叶玲珑，他这都没死，那把伞到底是有多强？詹一行忽然拿出了神医谷的暗器细雨银花针，他没有攻击叶玲珑，而是朝着正在不远处苦战的裴洛白的方向发射了过去。察觉到他意图的叶玲珑迅速地把小红伞甩了过去，帮助裴洛白挡了大半。他这一回头，给了叶荣月和詹一行足够的时间，他们两个迅速地挣脱了他的藤蔓，转身跑走了。他收回自己的伞，迅速地回过头，到了裴洛白的身边。大师兄，我还没杀过人。裴洛白一怔，染血的手抓住了叶玲珑的手腕，想把他往身后带。那就让我。那就从今天开始。叶玲珑唇角微微勾起，我这才算是真正踏进尸骨无数的修仙道了吧。血花在不停地飞溅，一个又一个人倒下，又一个接着一个冲上来，身上血流如注，脚下尸骨成山。他们两个并肩而战，遇神杀神，来人杀人，气势很强，剑法凶悍。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身后传来了大量的动静。只见原本在第一峰上的人基本全跑过来了，是谁把他们喊上来的？这时他们同时看到了混在人群里的叶荣月和他身边的詹一行。疯了，他真的是疯了，他真的不顾一切，不择手段了。浮屠塔就在裴洛白身上，杀了他就能拿到元生令。叶荣月在人群里不断地煽动着。叶玲珑手里那把宝剑是双形态的绝世神剑，杀了他，剑就是你们的。人人皆知叶玲珑是强大的符修，他的符旨千金难求，他死了，大家人人有份。他的每一句话都让冲上来的人更加疯狂，场面一度混乱的控制不住。小师妹，对不起，是我害了你。裴洛白紧紧地抓着叶玲珑的手腕。大师兄，我说了我是来救你的，我没打算跟你一起死，有我在没问题。叶玲珑反手抓住裴洛白的手背，小小的手掌此时温暖又柔软。我在等一个时机。什么时机？我要救你，不是救你被围剿这一次，我是要救你离开这深渊泥潭。
我要你重活在这阳光下。现在我要等的时机到了，他们都来了。裴洛白一怔，他们？浮屠塔给我。裴洛白毫不犹豫地将浮屠塔交到了叶玲珑的手中，只见他手掌一抬，在所有人面前运转起浮屠塔。人人都想要浮屠塔，可你们都不知道里面藏的都是什么东西。这座从丹心堂夺走的神医谷的至宝到底有多宝贝？你们不想看看吗？现在就让我们所有人一起见证，悬壶济世的丹心堂到底在里面养了什么东西啊！所有人屏住呼吸，紧紧地盯着。只见浮屠塔光芒一闪，煞气顿时从塔身之中迸发而出。怎么会？怎么会啊？大量的鬼魂从浮屠塔里涌了出来，朝着在场的所有人扑了上去。瞬间，煞气浓郁，黑烟弥漫，恍若地狱之门大开。恶鬼！浮屠塔里装的竟然是恶鬼！当心，快闪开！哎呀！有人猝不及防的一声惨叫，被放出来的鬼魂撕开了，血溅当场。吓得剩下的人赶紧拿出长剑抵御那些汹涌作怪的鬼魂。顷刻之间，石泽谷的山顶上哀嚎一片，尖叫无数，人和鬼干了起来，场面顿时大乱。跑什么啊？怕什么啊？这就是你们心心念念的浮屠塔，这就是悬壶济世的丹心堂养的好东西啊！你们不是想要吗？都拿去啊！怎么会这样？浮屠塔里面养的不是天才地宝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鬼魂？太可怕了！丹心堂到底在做什么呀？他们真的是悬壶济世的名医吗？公然养鬼！神医谷这是疯了吗？这时不仅场面大乱，所有人都惊呆了，就连叶玲珑身边的裴洛白也惊呆了。叶玲珑已经在布阵画符，眼看着马上就要大成了。他们想逃，快拦住他们！拦截他们的不是别人，正是跟叶荣月有勾结的风雷帮。裴洛白迅速的执剑跟他们打了起来，眼看着阵法马上就要生效，他们再不走就要前功尽弃了。就算浮屠塔里装的是鬼魂，那也是宝贝，更何况还有元生令呢。叶玲珑冷笑一声，宝贝是吗？想要是吗？那就让你享受个够。叶玲珑一道灵力打在浮屠塔上，下一秒，一个巨大的鬼王从浮屠塔的光圈里飞了出来，直扑叶荣月的面门。利爪划破他的脸颊，上面浓重的煞气瞬间冒出来，侵蚀皮肉，带来万分的痛苦。我的脸毁了！眼看着鬼王又重新再抓过来，詹以行迅速的带着叶荣月后退撤离。这时，司玉晨迅速拿出了自己的佛珠手串。那些小鬼魂尚且可以对付，但鬼王他必须要出手，否则会有更多的人被殃及。眼看着招财马上要挨打，叶玲珑迅速冲到招财身边，拿起浮屠塔收。瞬间，招财被他收回了戒指里。这时，一道带着杀意的强大力量忽然从他背后偷袭而来。他猛地回过头去，看到了他身后的司玉晨倾尽了全身的灵力替他挡下了这一击，自己还因此受了内伤。谢谢啊！带你大师兄离开。如果他有冤屈的话，如果丹心堂真的是恶贯满盈，还他一个清白。叶玲珑愣愣地看着司玉晨，这时伤痕累累的裴洛白已经杀出重围，冲到他的面前。叶玲珑二话不说，拽着他的衣袖，在阵法最后失效之前带着他跳了进去。青光一闪，他们的身影消失在了原地。看着他们离开，司玉晨莫名的松了一口气。然而下一秒，他的身后一股带着杀意的剑气侵袭而来。受了伤的他第一时间没来得及躲开，只能硬生生回头接了一剑。你竟然对我动手，你不该放走他们，这是我的事情。然而下一秒，一把锋利的剑毫无预兆地刺向了他的背心。你救了叶玲珑，你放走了他们，你背叛了我，你该死！说完，他将手中的剑狠狠的一旋，在司玉晨的心口旋转了一圈，将他狠狠重伤。大师兄！叶荣月看到有人帮忙，他迅速后退。詹以行拉着他的手，飞快地消失在这混乱的人群之中。大师兄，你没事吧？司玉晨看着叶荣月离开的方向，以后都不会再有事了。话音落下，他整个人昏死了过去。叶玲珑带着裴洛白落地的时候，他们正好在第二峰的半山腰上。
他之前之所以走得那么慢，就是为了找落点布阵法。落点不能太远，阵法容易失效，但又不能被人轻易发现。大师兄，你还撑得住吗？他刚问完，裴洛白便一大口血吐了出来。他在强撑，因为他的小师妹还在，他不能倒下。叶玲珑迅速地往他嘴里塞了一枚从叶荣月手里抢来的9转灵丹，同时把玄影拿了出来。他扶着裴洛白飞坐到了玄影身上，往十字谷深处飞去。山顶上厮杀声还在继续，但要不了多久就会平息。那几个鬼魂兴不起什么大风浪，而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是他计划的第一步，算是圆满完成了。叶玲珑迅速地收回神思，不停地用大重生术给裴洛白做治疗。玄影迅速地飞着，很快两人便飞进了石泽谷深处，在谷底的潭水旁边停了下来。叶玲珑拿出苍水珠放入潭水里，然后迅速地在周围布置结界，将他们所在的位置遮掩起来，以免被人找到。一切弄完，叶玲珑把裴洛白放入了灵气浓郁的潭水之中，赶紧又拿出了灵药往潭水里不要钱似的扔。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看到裴洛白的脸色渐渐的好了一些，身体情况稳定下来，他松了口气。小师妹够了，你歇会儿，我不会死的。大师兄，你差点吓死我了。是吗？我看你淡定的很呢，倒是我要被你吓死了。是吗？是啊，好端端的一个浮屠塔里面冲出来那么多的鬼魂，能不吓人吗？你连招财都不怕，你怕那些小鬼做什么？小鬼？你该不会真的以为他们是从浮屠塔里面放出来的吧？那些是招财的口粮，是从我装鬼的笼子里放出来的。加点障眼法把所有人都骗了，造假之事我是专业的。裴洛白一愣，竟然是这样。那你可真的是太专业了，连我都骗过去了，可是吓了我一跳啊。说明大师兄的小心肝不耐造，但凡你跟我出过门，都不会这么大惊小怪。不信你去问问其他师兄。有机会？有机会的，你不要想那么多，总有一天真相大白，也会沉冤昭雪的。你就这么相信我？可是我真的杀了人呢。那肯定是因为他们该杀。裴洛白一怔，他的小师妹竟然这样无条件的相信他吗？大师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不要瞒着我，不要说什么连累我卷入这场漩涡，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带走你，这事我就再也脱不了干系了。我其实是神医谷下上一任白羽灵领主之子，10年前白羽灵满门全灭，只有我一个逃掉了。这桩往事我打听过，面上说的是你爹走火入魔杀了白羽灵满门，最后被丹心堂的人诛杀，从此以后你们一家被神医谷除名，成了神医谷不可提的耻辱。白羽灵是被丹心堂灭的门，我爹一介丹修，再如何的走火入魔，他也没有那个能力一人诛杀白羽灵满门，一个都逃不出去啊。我记得那天晚上丹心堂的人全都来了，他们来的时候客客气气的，像是探访一般，而唯有我爹，他慌张地将浮屠塔交到我的手中，让我躲进密道里面去。他对我说，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可以出来，这浮屠塔他要我交到神医谷的手中，若是我做不到的话，就毁了他。我是我们白羽灵唯一的一个剑修，从小就不听话，喜欢练剑，不喜欢炼丹。我爹看我没有那个天赋，继承衣钵，也懒得管我了。可谁曾想到了最后，我却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带走浮屠塔的人。我爹把我藏起来之后不久，丹心堂就动手了。我躲在密道里，我想出去救人，我想去拼杀，我想去跟白羽灵共存亡，可我不能，我只能听着我的亲人一个一个在痛苦声中死掉，自己躲在暗处苟活。裴洛白深吸了一口气，闭上了双眼。我记得没错的话，浮屠塔一直是丹心堂的宝物，怎么会到你爹手里？因为有一次到丹心堂做客的时候，我爹不小心发现了丹心堂的秘密，所以回来之后他就一直想办法把浮屠塔拿到手。他以为他做得很好，可丹心堂马上就发现了，他还没有来得及把浮屠塔上交给神医谷，丹心堂就找了过来。后来呢？你去哪儿了？后来我被丹心堂的人给发现了，他们一路追杀我，
我不太想直接去神医谷上交浮屠塔，可我还未到。裴洛白的声音低沉了下来，灵池中的身体不停地颤抖着。你还未到就听到了神医谷的宣判，你爹走火入魔杀了白玉灵满门，你们一家被除名，而丹心堂诛杀他有功。我没有想到神医谷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但凡他们仔细查验便会知道，我爹不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要帮着丹心堂冤枉我爹？为什么要我们一家蒙冤？可笑，我爹在临死之前还要我一定把浮屠塔交给神医谷的，让他们公正处理。裴洛白深吸了一口气，声音发颤。我爹是这样信任神医谷，这样信任他的师兄的。好绝望啊，那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只能不停地跑，没有希望，漫无目的地跑，带着浮屠塔一路逃亡，逃到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后来我被丹心堂追杀，坠入深谷，我以为我死了，可等我醒来之后，我就被带回了清玄宗。原来大师兄是被这样捡回来的呀。回来之后你当时就没想过要报仇吗？为什么到现在忽然想起要报仇了？因为我的记忆被封印了。这就说得通了。他说之前大师兄整个人好好的，一点都不像是带着血海深仇的样子。也就是说，你忽然去诛杀丹心堂满门是因为你的记忆被解封了，你想起了一切。对，封印了10年的记忆忽然涌上来的那一刻，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切是历历在目。我的家人死在了他们深爱的故土，背着骂名含冤10年。10年前的我没有能力为他们报仇，10年之后我已经可以做到，那我为什么不去做呢？他们该死，早在10年前就该死。丹心堂满门没有一个无辜的。眼看着裴洛白的情绪渐渐失控，叶玲珑赶紧伸手捂住他的眼睛，同时大重生术的力量一点点注入进去，帮他慢慢的平缓心情。大师兄，你不要去想了，那些都过去了。那些过不去，我无法为他们含冤昭雪，至少我能为他们报仇雪恨，哪怕是死。反正10年前我已经找不到活着的意义了，死之前我要帮他们一起带下去，带到我的面前磕头认罪。大师兄你别这样，他们能沉冤昭雪，我陪你一起，我们可以做到的，你相信我。小师妹，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该卷进来的。怎么没有关系？从我入清玄宗的第一天，你给了我1枚戒指、1袋灵果、1万灵石开始，你的一切就都跟我有关系了，受你之恩一世不忘。裴洛白苦笑一声，那算是什么恩呢？我说算就算，那时候没有人收留我，我凡事的爹娘也偏心眼，对我不疼不爱，是你，是清玄宗给了我一栖身之地。我只是例行公事的。可是对于我来说，那是珍贵的善意和无条件的疼爱啊。大师兄，若是有一天我被人围剿，我人人得而诛之，你会不管我吗？当然不会啊。所以我也是啊。那一刻，裴洛白许多年未曾湿过的眼眶温热了。大师兄，你感动了吗？正满腔感动，甚至眼角温热的裴洛白一脸问号。我看鸡血也打得差不多了啊，我跟你说点现实的问题。正在努力适应小师妹节奏的裴洛白无语了，倒也不必转折如此突然。你的记忆肯定是师傅给你封印的，除了他也没别人，他为什么封印你记忆又带你回来，居心和目的尚未可知，是好是坏我也说不准，但这时候解开你记忆封印的人肯定不是个好东西。裴洛白从满腔的情绪之中抽离出来，此刻也冷静了下来。解开我封印的人是神医谷的，是当时我表弟找回来的，说他是神医谷弟子里面的新天才，说让我试试，我去了，而他也真的恢复了我的记忆。叶玲珑眉头一皱，你表弟？对，是我表弟，跟我关系很好。那次我本想和六师弟一块儿的带你出去历练，中途就是遇见了他，我才离开的。你不是不记得了吗？是不记得了，但他的身上有一块跟我一样的玉佩，我认了出来。可他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你面前？他说他是听到了巅峰舞会的消息，
知道我在清玄宗，特地赶过去找我的。可当初我们是在继承分开的，我们躲我们的新师傅躲那边去的，不在九华山。他为什么会在继承跟你遇见？我不知道，但他应该不会对我下手的。我们感情很好，而且他看起来不像是有这样心机的人呢。他不知道我家的事情，只知道我家灭了门，特地听说了我的消息来找我的。你出了那么大的事情，那他人呢？我去丹心堂寻仇之前，把他捆在了石泽谷外面小镇的一个客栈里，避免他跟着我送死。以他的实力来看的话，这会儿应该还捆着呢。这得是实力多差，一眨眼都过去4天还捆着呢。小师妹，你是怀疑是他在背后操纵吗？可直觉告诉我，跟他没关系啊。听你的描述，应该是没多大关系。毕竟他听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估计是被人给利用了。被人利用？对，也许是有人从巅峰舞会结束开始就在策划这件事情，先引导你的表弟上来找你，又让他在你身边，让你对自己的身世有个简单的概括，然后又欺骗他说神医谷弟子可以恢复你的记忆，从而利用他做桥梁，解开你的封印。如果有人这么早就开始布局，布了好几个月，那这心思也太可怕了吧。大师兄，给你解封印的人是不是一个女人？看起来就比我大一些，修为金丹，她甚至都没给你把脉，直接就上手给你解开封印。小师妹，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猜的，看样子猜的没错，就是她了。是谁？叶荣月。什么？那天他给自己解开封印的时候戴了个面纱，来得快，走得也快。他被大量的记忆冲击的根本没心情想那么多。可是他为什么要冒充神医谷弟子来解开我的记忆呢？为了让你去屠灭丹心堂满门，从而有机会亲自手刃你这个大魔头。你死了，你手上的浮屠塔才会落在他手中。他是个名门正派，要杀人夺宝，不得需要点理由吗？可是我不明白，当年的秘密他怎么会知晓的一清二楚呢？甚至连怎么解封印他都知道啊。我也在疑惑呢，为什么哪有宝物哪就有他，而且他人还没到，就笃定那宝物是归他所有。他要么和他一样穿越重生，要么就是有法宝，一个可以给他提供许多信息的法宝，这就能很好的解释他的锦鲤体质和大气运了。原来都是假的，他利用的就是掌握信息，曝光清玄宗每个人的隐私，把清玄宗所有人逼成反派，然后再堂而皇之的杀人夺宝。怎么就那么巧，清玄宗人人都有不可告人的过去呢？而叶荣月这法宝又是哪里来的呢？大师兄，你是不是至今都不知道浮屠塔的秘密？我确实不知道，10年前被追杀的时候没有时间研究。小师妹，你……裴洛白正想问，便看到叶玲珑已经拿出了浮屠塔，打开了它的第7层。那一瞬，他瞪大了双眼，震惊非常。只见在浮屠塔的第7层，里面种植着一种奇异的植物，这些植物下面的根系埋在红色的土壤里，土壤中飘来一阵浓重的血腥味儿。植物的上面长着一个又一个透明的圆泡泡，每一个圆泡泡里面装着一个小小的人儿，这些人儿蜷缩着身体，一动不动地漂浮在泡泡之中。若不是泡泡底端有一根经脉连接着每个人的心脏，他们能看到心脏的跳动似的经脉里的血液和营养在不停地输送。他们甚至要怀疑这些一动不动的人全都是死的。这是……好可怕，好吓人啊！怪不得当年他爹拼了性命也要把浮屠塔弄到手，交给神医谷处置。他们除了身体活着，魂魄早就被抽干了。他们被养在里面，单纯就是被当作躯体来养，用于给那些身体坏死、灵魂还未飘去的鬼界的人重生。原来这就是丹心堂的起死回生术吗？原著里叶荣月发现这个秘密之后，选择了隐瞒。在后面的剧情里，他为了救他的舔狗，甚至把里面的躯体拿出来用过，所以他对这些的用法一清二楚。所以丹心堂所谓的起死回生，其实就是一命换一命。不是无数条无辜的命换一条。什么？人若是长时间没有魂魄，肉身是会腐坏的，所以要保存这一肉身需要很多道工序，做出很多残忍的事情。工序多了就容易出岔子，一出岔子这肉身就废了。这里边的肉身能留下那么多，为他而死的人至少是翻几倍。在裴洛白震惊不已的时候，叶玲珑又道，而且新的魂魄进入到躯体内是有可能不适应的，一旦不合适，那具拿出来的躯体也废了。
一直到找到魂魄契合的躯体，至少要浪费好几个。光是听着，裴洛白便觉得心惊肉跳，残忍至极。这得是多丧心病狂不择手段，才会想到这样的办法去救人。所谓的妙手神医，背后竟然如此泯灭人性，他们死得一点儿也不冤。大师兄，这浮屠塔明明是10几年前就已经被你带走，可这一次神医谷却对外宣称是你灭了丹心堂，夺走了丹心堂至宝浮屠塔。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裴洛白摇了摇头，这么多人心险恶，这么多阴谋诡计，他根本就算不清了。意味着神医谷并非上下一心，有的人跟丹心堂串通，但有的人却是不知情的。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借着你灭丹心堂的契机，把浮屠塔丢失推到你身上，以隐瞒10年前白羽林灭门的真相，对上奇瞒，对下隐藏。裴洛白听完叶玲珑的分析，渐渐地理清了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当年神医谷直接给我爹判了刑，就是因为有人跟丹心堂串通一气，因为怕10年前的旧案被掀开，也怕浮屠塔的秘密被发现，所以这一次顺势全部把罪名推到我这里。叶玲珑点了点头，正是因为这样，才给我找到了突破点。所以，你故意在所有人面前用浮屠塔释放鬼魂，让所有人怀疑这一座浮屠塔里不干净。对，一旦有人怀疑，就会有人想要求证。一旦打开浮屠塔，这秘密就藏不住了。届时10年前白羽林被灭门的真相，以及10年后你灭丹心堂报仇的原因，才会大白于天下。为父报仇，惩奸除恶。大师兄，你是受害者，不是大魔头。裴洛白怔怔地看着眼前的小师妹，心情很复杂。他以为他只是凭借着满腔的同门情谊就冲过来救他了，没想到他早早就做足了准备。他说可以救他出这个泥潭，不只是说说而已。看着眼前13岁还差几个月的小师妹，裴洛白忽然间觉得老天爷并没有真的放弃他，他派了一束神光降落到他的身侧，将他从深渊地狱之中拯救出来。大师兄，此时的裴洛白看着叶玲珑的目光更温柔，更疼爱了许多。他想，即便是他想要天上的星星，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摘下来给他。你可知错？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辛苦又艰难地跟你分析别人的阴谋吗？还要费脑子去思考如何破局。因为敌人太阴狠了。不是因为你太弱小。我之前在清泉宗的时候一直跟你说，叫你好好修炼，不惜一切的叫你修炼，可你呢？我修炼了呀。成果呢？元婴后期。如果不是这段时间被小师妹压榨着拼命修炼，他现在恐怕只有元婴中期。假如你再努力一些，现在是个化神，你还会被人围剿吗？我还需要千里迢迢来救你吗？我们还需要分析谁的阴谋诡计吗？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所有阴谋诡计那都是垃圾。你本可以化神修为，站在丹心堂的废墟之上，等着那些蝼蚁过来仰望，然后大声告诉他们，老子为父报仇，哪个不信过来受死。说的好有道理啊，但凡他修为再进一步突破化神，他都不需要考虑什么同归于尽。所以大师兄，你知道错了吗？气氛都到这里了，裴洛白也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我知错了。那就不要浪费时间了，灵吃都给你准备好了，整理一下你自己啊，迅速投入修炼中，赶紧突破化神，带我装逼带我飞。裴洛白深吸了一口气，就赶紧开始修炼。他仅差一步化神，若能突破成功，他很快就能让他爹和他自己沉冤得雪，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叶云龙没管裴洛白心里想那么多，一心惦记他那把第一次用就被划了个口子的小红伞，他快心疼死了。这该死的叶荣月，招财划他脸算轻的，下次就该把他的脸给撕了。大叶子，叶清玄现了身，睁开眼睛，一脸无奈地看着他。他才刚入睡没2天，消耗的灵魂力还未补充回来。怎么了，小叶子？我的伞坏了。叶清玄一怔，干大架去了？对啊，他不惜爆掉自己的灵宠来炸我，也忒狠了。那你受伤了吗？没有，招财把他的脸划了。不过下次再遇见，我定要杀了他。我给你修伞吧。叶清玄刚说完，转眼看到了他身边的浮屠塔。哎，这儿还有一座宝塔，里面的药材不少啊。是啊，我看到有个材料不错，修完正好给你升级一下。叶玲珑眼睛一亮，这小红伞不仅能修好，还能顺手做个升级，这也太棒了吧。那你进我身体里来。叶玲珑眼睛一闭，倒有一副我的身体随便给你的架势。他到底有没有点概念？这没心没肺的样子真的叫人好无奈啊。他
他俩有了上次的经验，这一次他进入的时候更快更顺畅，下一秒他便睁开了眼睛。叶清玄拿出那把损伤的小红伞，正准备修补。小师妹，你在干什么？我在修补我的小红伞。需要帮忙吗？不需要了，大师兄你好好疗伤，抓紧修炼。叶云龙回答完了之后，看到叶清玄已经在动手修伞，他的身体借给他用了，他现在有点无聊。对了，身体用不了，魂魄还是自由的，他可以修炼九霄神魂诀呀。于是他迅速的集中精神，进入到了修炼状态当中。裴洛白身上的药已经上完，他抬起头的时候，发现小师妹还在修伞，而且过程好像很复杂。小师妹，你这把伞是你的新武器吗？看起来好漂亮啊。裴洛白问完，却发现小师妹没理他。小师妹，叶清玄手一顿，抬起头。不是让你修炼吗？还在这儿问东问西的，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修为这么低吗？小师妹怎么忽然变得那么凶啊？而且声音好冷啊。我只是关心你一下嘛。再不修炼，我把你头给掰了。他是被鬼上身了吗？怎么会忽然变得那么恐怖啊？刚刚那个口口声声说要救他出泥潭的小师妹呢？就在裴洛白吓得脸都白了的时候，叶云龙忽然对着他转过头来，然后冰冷的脸上忽然露出了一抹甜甜的笑容。大师兄，我跟你开玩笑的，快点修炼哦。裴洛白看到这忽如其来的笑容的时候，他浑身僵直，觉得小师妹更恐怖了。裴洛白迅速地转过身去，生怕小师妹下一步会做出更吓人的举动来。这一定是他重伤之后的错觉，赶紧修炼，突破化神，一切妖魔鬼怪全消失。看裴洛白进入修炼状态，叶云龙也放心地重新修炼起九霄神魂诀来。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叶清玄花了1天1夜造好的武技，又花了1天1夜的时间修补。修补好了之后，他从浮屠塔里拿出了新的材料，他将新材料用于小红伞之上，又花了1天时间给他做了个升级。升级好了之后，他拿起小红伞尝试了一番，效果不错。从小红伞上迸发出去的力量刺入了周围的石头之中，石头瞬间裂开，碎片掉落下来。叶清玄满意的点了点头。裴洛白正在灵池里震惊的看着他，他原本想跟小师妹说一声，他要进入突破的关键阶段了，需要花费1-2天时间，让他自己小心一些。小师妹，你什么时候学会的练气啊？我记得你之前想要灵气都是直接找三师妹做的呀。关你事？又来了，那个要掰他脑袋的凶巴巴的小师妹，她又来了。我就是问问。2天了，我伞都修完又升级了，你还没突破啊？2天时间，他又疗伤，又把修为提到突破口，还不够快？小师妹，我正准备尝试突破呢。哦，给你1个时辰啊，搞快点。裴洛白简直不敢相信他听到的，1个时辰是什么鬼？闹着玩的吗？小师妹，1个时辰可能不够吧？那就1个半时辰。裴洛白深吸了一口气，一脸的为难。1个半可能也1个半时辰搞不定，你还修什么仙？拿把刀抹脖子，重新投个胎吧。啊？说不定下辈子资质能好点。那一刻，裴洛白心态崩了，他的表情正光速裂开的时候，叶玲珑忽然闭了一下眼睛，然后露出了一抹甜甜的笑容。大师兄，我跟你开玩笑呢，你不会当真了吧？好可怕呀！大师兄，你说你要开始突破化神了吗？你看啊，我就说了你要多努力一些吧，你一开始努力就进步神速，2天时间就突破点上了。你放心突破吧，这几天我会在这儿守护着你，直到你突破完成的。他是不是在说反话？会不会1个半时辰之后他突破不了，他就把他头给掰了，送他去投胎，重新抽个好资质？大师兄，我一定会尽快的。说完，裴洛白一句话也不敢多说，赶紧吞掉戒指里最值钱的那几枚丹药，豁出去了。幸亏他醒得及时，不然大师兄又要被叶清玄给吓坏了。我的伞修好了。修好了，还做了个攻击特技。真的？示范给你看。等等，我们走远一点。裴洛白从结界里走出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小师妹正在拿她的新武器疯狂砍树碎石，几乎要把这一片都荡平了。
下一秒，他一个回身，无数的红叶朝着他攻了上来。裴洛白感受到红叶里强大的力量，他后退一步，抬起掌心，硬生生的将他所有的红叶接下。大师兄，你突破成功了，你真的成功了！裴洛白心情愉悦的点了点头。你才花了1天时间哎，你也太快了吧！裴洛白的笑容顿时一僵。他是真心在夸吗？还是又在阴阳怪气的？下一秒会变脸吗？我清玄宗第2个化神诞生了，我看以后谁还敢再乱动我清玄宗，死，统统给我死！裴洛白被他这副模样给逗笑了。哎，小师妹，你当心点儿，别摔着了。怎么可能会摔？我化神期的大师兄不允许。大师兄，我们走啊！去哪儿？去杀穿修仙界。叶玲珑当然是开玩笑的。小师妹，你学过易容？大师兄这叫化妆，在我们家乡人人都会。化妆堪称变脸，奇操物溜。简单的遮掩了一下彼此的容貌之后，叶玲珑又花了点时间在裴洛白身上做了个静止，把他化神期的修为压到了金丹期。搞完之后，叶玲珑便带着裴洛白离开了石泽山谷。唉，这次没能抓到裴洛白啊，实在是太可惜了。那么多人死在了石泽山上，结果还是无功而返。我听说呀，最惨的当属是昆吾城了，他们那个首席大弟子被一剑穿心了，现在还生死未卜呢。这个我也听说了，好可惜啊！他那么强，在他的带领下，昆吾城才拿到4大宗门第1的位置。我还听说这一剑是七星宗那个天才少女叶荣月给赐的。宗门内斗吗？听说是因爱生恨。那他回去怎么交代呀？他压根就没敢回去。昆吾城掌门去找七星宗掌门要说法，七星宗掌门也没办法，人他也找不着，就赖着呗。听说2宗直接就决裂了，盟主都拉不回来。要我说，这七星宗掌门也太冤了，昆吾城竟然把账算在他头上了。别胡说，七星宗掌门可一点也不冤。听到这声音，其他人都好奇地转过头看向叶玲珑。看什么啊？我小道消息很多的。那你快说说。上次在青云州，叶荣月勾结妖族，人人唾弃，结果七星宗掌门只罚他4过半年。更过分的是啊，才2个月他就把人给放出来了。叶荣月就不是个好东西，恶狗不好，官职却要放出门去，咬了人七星宗掌门不该负责吗？该全责好吧？叶玲珑这么一说，其他人都纷纷点头赞同。你不是说你还有很多小道消息吗？啊，都说说。我还听说了关于浮屠塔的事情。这下大家更激动了，全客栈的人都围了过来。不仅如此，外面路过的人也都往里凑热闹。石泽山上大家都看见了吧？浮屠塔里面关着的是无数的恶鬼。看见了，那么多天过去了，神医谷都没有给个解释。你们想啊，妙手仁心的丹心堂至宝浮屠塔里为何会有无数的恶鬼？说明他们在人前是悬壶济世，在人后杀人如麻。听到这话，在场的人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知道裴洛白为什么会灭丹心堂满门吗？为了浮屠塔呀。屁话，浮屠塔再好能有他的大好前程好吗？巅峰武会高级组第1，清玄宗首位，年轻有为，潜力无穷，打败了4玉辰的人哎，这为了抢一座浮屠塔去自毁前程，他有病啊！大家一听觉得十分有道理啊。那是为什么？那肯定就是寻仇啦！哎，你们肯定已经忘记了10年前神医谷下白羽林的灭门惨案。他在那边绘声绘色地说着，仿佛人就在现场一般。大家听得一愣一愣的，还真就有不少人信了他的话。很快，修仙界里流传着司玉辰和叶荣月八卦的同时，也流传着裴洛白为亲人报仇的传言，连同七星宗掌门放恶狗咬人的恶劣行径也一起被流传开来。操纵了一波舆论之后，叶玲珑跟裴洛白挤出人堆，离开了客栈，去寻找裴洛白的表弟。算算时间，这至少得有7天了，这还捆着呢。怪不得裴洛白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他是真的很不聪明啊。看到裴洛白回来，陈七元激动的了2声，表示让他赶紧放了自己。你怎么不扶我一下呀？你也没喊我扶你啊？陈七元一愣，他说的好有道理啊。那我下次提前跟你说一声。叶玲珑点了点头，这属于是傻的合情合理了。表哥，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为什么把我捆在客栈里啊？他杀人去啦，
我把你捆在这儿，难道还要带你去送人头吗？表哥，他开玩笑的吧？没有。那你以一人之力诛杀丹心堂满门，又被修仙界各大势力围剿，最后成功逃脱。唉，就是可惜了那一身的修为，被人从元婴打回到了金丹，好可怜。表哥，你怎么那么傻呢？裴洛白震惊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张了张嘴，最后一个字儿也没说。算了。神奇元跑到裴洛白身边，拿起他的手腕摸了一下脉搏，摸到他曾经受过伤，此刻更加深信不疑了。那现在怎么办？我有一计，他如今这一身跌落的修为，我有神异蛊能治了。那不就神异蛊？可是表哥灭了丹心堂满门，神异蛊怎么会给他治伤呢？所以我们不能让神异蛊知道他的身份。可身份不明的人，神异蛊不治的。我们别走正常的治病流程不就行啦？神医谷新一堂，排队，有序排队，一人一根签，金丹排这边，不要乱了秩序。神医谷走了一批弟子，现如今急需招收新弟子补充进来，所以临时开通了一次神医谷弟子选拔。听到他说金丹排另外一边，陈其元便自觉地朝着金丹的队伍走了过去。隔壁筑基的队伍长得一眼望不到头，而这边金丹的队伍人数则相当少，加上他一共才4个。哎，4个？表哥和小师妹呢？陈其元转回头寻找他们的身影，看了一圈，终于在筑基队伍的最后面看到了他们2个。他俩不是金丹吗？发什么呆呢？赶紧进去。怎么？不是来考试的？那赶紧走。好，我是来考试的，只不过为什么金丹和筑基不是一个队伍？因为修为不一样，考试难度不同。我是来学医术的，不是来修炼的，为什么要以修为来区分难度？你这么有想法，不如新一堂交给你来当家。也不是不行。眼看着那负责人正准备揍他，陈其元赶紧拿着签跑进里面考试去了。干什么啊？他又没撒谎。区新一堂他还看不上呢。大师兄，你说他医术很厉害，他不至于金丹的考试过不去吧？很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极强的天赋，我爹呀把他当亲儿子一样的教。后来呢，他又拜了医圣徐天成为师。他的医术水平别说是这种小考试了，就是神医谷亲传弟子来了也是比不上。叶玲珑点了点头。他没什么心眼儿，战斗力又很弱，他那一身金丹修为啊，还是他自己用丹药给堆上去的。听说他再过不久他就能够堆到元婴了。大师兄，他一个学医的金丹够他用了，可他为什么还要往上堆修为呢？为了上化神。他是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吗？去找他师傅继续学医算不算呢？他师傅去上修仙界了？是啊，他师傅的修为成功堆到化神了。上了化神之后，他抛下了我表弟，高高兴兴的背着行囊就跑路了。这是什么奇葩师徒啊？小师妹，我们真的要进去吗？我们都不会医啊，就算是筑基考试，我们也考不过呀。大师兄别慌，我打听过了啊，这考试很简单的，只考基本药理和1万种常见灵草。这哪里简单了？1万种啊？也就1万种啊。1万种很少吗？反正不多，我昨晚熬了1个通宵就给背完了。这给他熬1个月，他也背不完啊。可我1种也不会啊。不慌，作弊神器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那看到胖头那充满了轻蔑的眼神时，裴洛白从身到心都是拒绝的。大师兄，你把胖头当成是你自己的灵宠带着，让他来指导你该怎么答题。虽然他不学医，但他是毕清波老前辈养的果子，从小就跟着那些仙灵药草一起玩长大。别说他们的种类特征了，就是他们的隐私，胖头也给扒得一清二楚。是这么个道理啊，就是你家胖头不好带啊。小师妹，我怕我带不动他呀。大师兄你醒醒，你是要报仇的人，承受这点屈辱算什么？那行，我带着胖头去了。走进考场里，裴洛白置身于一个奇妙的空间之中，四周围漂浮着各种各样的仙灵药草，半空中出现了一行字：找出10种可以解眩晕状态的灵草。胖头的小手啪的一下敲在了裴洛白的脑壳上。念呀，我又不识字。他一化神，
竟然就这么随随便便被一个毫无修为的果子给敲脑壳了。念完之后，胖头往四周看了一圈，迅速的给裴洛白找到了10种。很快这题结束，下一题迅速跳出来。只念关键字，搞快点！我不想输给叶玲珑。你要是拖后腿害我输给他，等下走出这个门，我就举报你作弊。这果子胜负欲强就算了，为什么要把他也拖下水？时间一晃而过，他们很快就答完了。区区这点题目根本毫无难度，这群愚蠢的人类。这果子身上也没长刺啊，怎么出口句句扎人呢？裴洛白刚走出屋子，就看到外面有个神医谷的弟子在等他。你是目前为止参加选拔的人当中唯一一个在1刻钟之内完成所有题目挑战的人，你的成绩啊非常的优异，新一堂会重点的关注你。这根红色的签给你，你跟我来吧。他们走进了一个大厅时，彼时里面已经有很多弟子在等着。趁着厅里的人不注意，裴洛白偷偷摸摸的朝着叶玲珑走了过去。小师妹，你怎么是蓝签呢？你不是说你都背下来了吗？大师兄，我们不是混进来寻找你仇人的吗？当然要混人群里平平无奇。你这一只独秀的是想留下来当亲传弟子重点看护吗？他不想啊，他又不会医的。那现在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啊？我以为你混进来之后装装样子就行了，可现在你成了重点的培养对象，我只好还得将胖头借给你。你俩相依为命吧，好好学习修成神医，大师兄你可以的。裴洛白瞳孔一震，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呀。排队就好好排队，不要随便乱走。白小裴人呢？被点了名的裴洛白身形一震，被迫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年纪轻轻，你未来必定前程似锦。你的情况已经上报上去了，很快就有专门的长老过来亲自带你入门。你好好的在神医谷学。裴洛白的脸上看不出任何一丝高兴。不错，宠辱不惊。学医者最需要这样的心态。谢谢夸奖，心态一崩。新一堂弟子的宿舍内，叶玲珑正悠闲地躺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啃灵果。裴洛白一脸颓丧地从门外走了进来。他看到叶玲珑的第一秒愣了一下，他是太过想念小师妹导致自己精神恍惚了吗？大师兄，我看你好像不是很想进来，是在考虑是否要回去好好学习吗？小师妹啊，你怎么跟我一个宿舍？这男女有别，你怎么都不应该跟我分一块儿啊？男女有别算什么啊？有钱的是鬼推磨啊，贿赂管事这点小钱我还是花得起的。还是小师妹办事妥帖，安全靠谱啊。小师妹啊，你不知道我今天过得像是做梦一样。呼呼，我仿佛回到小时候我爹逼着我学医的日子了。那些复杂又乱七八糟的灵草在我脑袋上跳，我瞪着眼珠子都要瞪瞎了，可是还是分不清它们，更别提记住它们的作用了。小师妹，我要被那个长老逼得快疯了。我甚至想了，不装了，摊牌吧。没想到人都长那么大了，还得重新学医，好可怜啊。小师妹，你不用学医的吗？用啊。那你为何一早就回到宿舍里了？因为我学得太快了，长老顾及到其他弟子的进度没往下教，就喊我回来睡觉。不过大师兄你情况特殊，你是另外一个长老1对1的教学的，你若是学得太快，他只会教得更多，不会让你回来睡觉的。哎，你说你为什么那么冲动要考个第一呢？求求了，别戳心窝子了。就在裴洛白痛苦万分到怀疑人生的时候，你们两个果然在这里啊！我可算找到你们了！你们竟然把我一个人丢下！你们知道我这一天都经历了什么吗？看来你比我大师兄过得还精彩。屈原，你快说说，你今天如何了？我成为了神医谷大长老的亲传弟子，被安排住在大长老的山头。过几天的神医谷的月度考核，他要带我去参加。厉害啊，屈原哥，你都直接打入敌人内部了，你什么成绩啊？也没什么，就是一不小心打破了现任神医谷首席入门成绩而已。你们来神医谷是要大杀四方，成为最强？陈其元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思绪，也想起自己为什么生气地冲上门来了。你们两个是不是在骗我？表哥的修为根本不是因为受伤跌落的，对不对？怪不得他第一时间没找到原因所在，原来不是受伤，而是自己下了禁制，封了自己的修为。对啊，那你们为什么骗我？怕你不肯来神医谷，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到神医谷？为了找到神医谷里隐藏的那位导致大师兄全家背负骂名至今的凶手。以大师兄现在的实力，没有人敢在二话不说直接围剿他，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他有能力站在所有人面前揭发浮屠塔的秘密，揭露丹心堂的面目和10年前的真相。可他一旦这么做了，所有的错误到丹心堂这里就停止了。当年神医谷里以手遮天纵容丹心堂污蔑白羽林的人，将永远也不会抓到。因为神医谷大可将所有的错甩到了灭了门的丹心堂身上，死无对证，再也无法救出他来。之前大师兄灭丹心堂报仇是无奈，因为他只能做到那么多。可现在有我了呀，我一定会帮他把凶手一个不落的找出来。而且浮屠塔里这肮脏的勾当，肯定不只是丹心堂所为。只有把真正的元凶抓住，大师兄的父亲在九泉之下才会瞑目。只有一切都解决了，大师兄的心结才会彻底消除，才会变成原来的那位被封了记忆的宽广温和无忧无虑一心修炼的我的大师兄。裴洛白彻底没了声音。陈其元听到这番话也安静了许久。行吧，我既然已经打入了敌人的内部，能做的肯定比你们多。你们说吧，要我做什么？叶玲珑勾唇一笑，傻是傻了点儿，但医术是真的厉害，不然他也不会带他来。简单，你既然已经在核心圈里了，你就应该给我打听一下10年前到20年前那段时间，谁是神医谷医术最强，可以做到起死回生的人。这是为何？叶玲珑把浮屠塔的情况简单的给陈其元讲了一遍，他听到之后震惊非常，并且立马就知道了叶玲珑的意思。你打听的时候自己小心点儿，别暴露自己的目的。你只是一个新来的向往最强医术的弟子。嘿嘿，放心，这个我懂。交代完之后，陈其元便回去了。叶玲珑从戒指里取出了2张隐身符，贴上之后，他和裴洛白便出发了。裴洛白看着下面的弟子们，有的挑灯夜读，有的已经进入梦乡，他叹了口气：“怎么了，大师兄？”我爹就是师出神医谷，以前也是在这里当弟子的，后来凭借超强的医术晋升为长老，再后来被派往白羽林坐镇。小时候时常听他念叨起神医谷的种种，那是他很向往的地方。他常说有机会带我回来看看。如今我来了，他却不在了。大师兄，今天上课的时候，长老说神医谷有个碑林，那是为过世的玄乎济世的神医所立。未来若有机会，给你爹也在里边立一块碑吧。碑林就在前面的谷主峰的后面，我带你去看看吧。好。2人在碑林前面落地。哪位贵客深夜造访我神医谷，何不现身进来，到老朽这里喝杯茶呀？小师妹，我被发现了。啊？那个老者是化神，我也是化神，他感觉到我的存在了。我们走。你的禁制没掉啊？小师妹，化神之所以是上修仙界的门槛，是因为到了化神，一切都跟之前不一样了。那如果真要动手，你有机会打赢神医谷那位化神吗？500年之前，他就已经是化神了。没关系，船到桥头自然直，没准儿他跟我们不是对立面呢。既然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和跟对方的差距，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希望你自觉。裴洛白认命地爬到床上，拿出灵珠，开始了修炼。几天时间眨眼而过，就在裴洛白快要学不下去，而他的传授长老也已经开始怀疑他入门考试作弊的时候，神医谷月度考核开始了。叶玲珑往场上一扫，轻而易举的就看到了陈其元。然而下一秒，叶玲珑就看到了一个老熟人詹一行。大师兄，我去杀个人，你在这儿等我哦。小师妹就放飞自我了吗？现在他杀人那么随便吗？裴洛白也没心思看热闹了，他赶紧跟了上去。小师妹去杀人，那他得去把风啊，不然让人发现了他有危险怎么办？2人穿过了弟子们的宿舍区。你们是什么人？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这人叶玲珑没见过，这声音他也不熟悉，可他莫名的就觉得眼前这个嚣张跋扈的小小金丹非常讨厌。而此时那个紫衣女子看着他，眉头也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为什么他会觉得这人莫名的讨厌呢？讨厌的人杀了便是。打定主意之后，那紫衣女子忽然就拔出了手中的剑，朝着叶玲珑刺了过来。那熟悉的剑招，那丢人的气势，以及那令人非常太讨厌的气质，原来是他叶荣月。好家伙，化妆的遇上整容的，他俩谁也没认出谁，但就是莫名的相互讨厌，讨厌到直接动手杀人的地步。他一抬手拦住了一旁的裴洛白。你别动，让我来。
住手！神医谷里不可杀人。阿行带你回神医谷治病，你便是神医谷的客人。可你嚣张跋扈，性格蛮横，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故意伤人了。你若再让我遇见，我必将你赶出神医谷。叶荣月看到他了以后，直接甩脸走人。多谢姑娘搭救，我们先走啦。叶玲珑说完，赶紧跑去追叶荣月。你跟我来吧。于是两人便跟在那坐轮椅的女子身后。叶玲珑发现，他们竟然进入了谷主峰后山那一片布置了结界的区域。我叫你们跟我进来，没有别的意思，只是那位姑娘性格太过暴躁凶狠，她已经不是第一次为难我神医谷弟子了。我曾见过好几次，能救的便救下来。恕弟子无知，看那位姑娘的穿着，不像是神医谷的人，她为何能在神医谷如此横行霸道？没有人管吗？啊，她是阿行带回来的客人，阿行很喜欢她，对她百般照顾，宠爱有加。神医谷内自然不会有人能管得了她。原来是少谷主的朋友，那姑娘你呢？我看她挺叛逆的，你是不是能管住她？你在打听什么？我只是害怕再遇见她，我只有筑基修为。碧罗，不要把这小弟子给吓坏了，他本无心，倒是你在欲盖弥彰，引人怀疑。再说了，我的身份也不是什么秘密，作为谷主夫人，我管一管屋里的客人还是可以的。她竟然是谷主夫人，神医谷谷主詹于怀的夫人宫佩兰。听闻她当年风华绝代，倾国倾城，妙手兰心，与詹于怀是一界的一对神仙眷侣。可今天一看，她竟然这么年轻，岁月像是根本没能在她脸上留下痕迹似的。可叶玲珑总觉得，相比起传闻中的她，现实中的她少了一丝灵气，就像是一池不会流动的水，花落满池却一动不动。少谷主很喜欢她，处处宠着护着。若真的大动干戈把人赶走，伤了母子和气，只怕夫人的身体会受不了。无论如何，多谢夫人出手相助，也感谢你带我一程，今后我会自己小心的。行了，出口在那边，你们自己出去吧，以后机灵点，别靠近这边了。夫人，那我们先行告退了。叶玲珑说完，带着裴洛白走了。眼看着马上就要走到出口的时候，叶玲珑忽然惊叫了一声：“哎，我的耳环怎么掉了？师兄，你快看看是不是掉我领子上了？我怎么找不到了？”没有啊，会不会是刚刚动手的时候弄掉了？裴洛白万万没想到自己也会有这撒谎不眨眼的一天。不会吧？那只能一会儿绕回去找找看了。我娘给我打着保平安的，我可不能丢了。碧罗，你带他们去找找吧。夫人，你又心软，别人丢东西你也要操心，丢个耳环而已，又不是丢命。去吧，有你盯着，他们能如何？是，夫人，你们跟我回去找吧。多谢夫人。叶玲珑跟着碧罗一起回头，他们沿着原路找回去，果然找到了她丢失的耳环。找到了就快点离开吧。谢谢碧罗姐姐，以后小心点，碰到他就走远点，不要再被逮着了。知道了。叶玲珑和裴洛白两人离开了这个院子。小师妹，你是看出什么不妥了吗？所以才又回头一趟。那个结界不是绝对封闭的，他们两个可以自由进出。我研究了一下，做了点小动作，现在我也可以自由进出了。不愧是我的小师妹，不过你是不是对她有所怀疑啊？大师兄，你当真是个学渣，渣中之渣。你在神医谷得到1对1教导这几天，当真什么也没学会吗？你家长老是要气吐血了吧？你说的没错，我离被赶出神医谷是不远了。叶玲珑抬手摁在了自己的脑袋上，头秃啊。所以那个院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里面种植了很多植物，乍一眼看过去呢都是观赏的，但是我发现观赏的植株里面藏着不少可以催眠的。催眠？对，长期在里面会让人容易昏昏欲睡，所以宫佩兰看起来一直都不太有精神。他们夫妻不是很恩爱的吗？詹于怀为什么要这样控制他呢？还不清楚，这个疑点先留着，未必与我们有关。不过在我找到真相之前，大师兄你能不能稍微好学一点点？我不指望你能够保持入门考核的水准，你至少别被赶出去啊！压力顿时来到裴洛白这边，这也不是他能控制的呀。小师妹，能不能……表哥，小师妹，我可找到你们了！大消息，我得到一个非常劲爆的消息。
那你倒是赶紧说呀。是这样的，刚刚不是月度考核吗？我顺手拿了个第一。我们家大长老问我想要什么奖励的时候，我就说我想学能起死回生的医术。接着我其他同门的就笑我说算是找对人了，说我们家大长老在10年前3个月内连续救了3个人，成功的让他们起死回生了。当时这一消息震动整个修仙界，他获得外界所有人的一致肯定，一时风头无两呢。没想到10年前还真的有那么一件事情。大师兄啊，10年前你15岁吧？你是神医谷分支白羽林领主的儿子，按理来说你当时也在这个圈子。你表弟当时年幼无知，可为什么你也没听说过？你对医术的抗拒是到了大脑可以自动过滤与之相关的一切事情的程度吗？裴洛白一愣，顿时表情就有些绷不住了。算了，我们继续聊我们的。当时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家大长老脸色一下就不好看了。明明是件很光荣的事情，但他却一副不愿提及的样子，给我奖励了一株上品灵草，这事儿就算过了。后来我偷偷一打听才知道，当年他风头强到对谷主的地位造成重大危险。当时谷主在医术上的建树比不上大长老，神医谷里很多人不满意谷主的平庸，掀起过一场要求谷主退位让贤的情绪。当年的事情越演越烈，最后神医谷差点搞分裂了。后来是神医谷里坐镇的那位化神出面才摆平了一切。结果你也看到了，谷主没有退位让贤，他的位置坐得稳稳当当。后来白羽林出了事，伏头塔被我表哥带走，大长老便再也没用他起死回生的手段救过任何一个人，甚至还有小道消息说他经历了这些之后元气大伤，身体一直不怎么好呢。这么一看，倒是所有的情况都能对上了。那你有没有要他教你可以起死回生术？我拿了株灵草不甘心，硬着头皮上去问，他拒绝了我，叫我以后不要再提了。那这么看来，大长老蒋新奎的嫌疑最大，我们就从他查起。裴洛白忽然从后面冒了上来。小师妹，你能不能想个最简单高效的办法呀？我记得神医谷给人看病都会留下档案，只要我们找到10年前那3个人的档案，然后去探查这3个人现在的情况，他们用的是别人的身体体征肯定会有所不同，只要证实了这件事情，大长老的罪名就洗不掉了。那今晚我们就去一趟大暗阁，速战速决。白小培，石七长老，你要找的白小培在那边。听到这声音，裴洛白嘴角刚浮起的一点笑容顷刻间消失了。白小培，我找了你半天了，我今天给你放假了吗？别人来看阅读考核是长长见识，你什么水平你自己不清楚吗？你有什么资格浪费时间来这里看？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不把精草集给弄明白了，我就把你给逐出师门。那一瞬间，叶云龙和陈七元的目光同时刷刷的往裴洛白的身上看去。只见他面沉如水，双拳紧握，一看就知道在爆发边缘反复横跳。大师兄，我们今晚还要去大暗阁，你别这时候被逐出师门啦。裴洛白深吸了一口气，表情瞬间裂开，真的绷不住了。怎么回事啊？他不是我们这一届的筑基第一吗？是不是17长老要求太高了呀？肯定是啊，这么好的苗子还被骂成这样，而我远不如他，还天天的被18长老表扬。没想到人和人之间的差距那么大，看样子我不该满足现状，是要更努力一些了。17长老抬起手中的戒指，然后怒瞪裴洛白。只见裴洛白配合的抬起了手掌心，啪的一声，17长老毫不留情的打了下去，看得叶云龙和陈其元目瞪口呆。该说不说，这场面值得珍藏一辈子。叶云龙想了想，还是要保护一下大师兄的自尊心。17长老，其实他很努力的，这会儿正向我们讨教问题呢。讨教问题？你们少为他撒谎。他17长老一看是叶云龙和陈其元，火气一下子就消了。一个是新一堂学习成绩第一，一个是神医谷月度考核第一，能跟2个优秀的人混在一块儿，他这个猎徒或许没有那么差。原来是你们呐，我刚刚一下没认出来。17长老眼里只有你这位最心爱的弟子，看不到旁人多正常。爱之深责之切，17长老是个很好的师傅呢。哈哈，你这张嘴呀也太会说话了。要是我这猎徒有你这一半，我做梦都能笑醒啊！师傅，那我就继续跟他们你跟他们告别吧，我带你回去学习了。裴洛白背脊一挺，浑身上下写满了拒绝。唉，表哥他看起来有那么些可怜呢。要不我们去看看他吧。关于这一株剑月草我已经介绍完毕了，请你来回答我，
他跟这里的哪一株草药相克呀？裴洛白握笔的手一顿，他低下头去翻他刚刚做的笔记。师傅，你刚刚只介绍了他的性状，没介绍他跟谁相克呀？我就知道，剑月草是大寒之物，跟他相克的自然是大火之物啊。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要我跟你一个字一个字的讲清楚吗？现在，你告诉我，他跟这里的哪一株相克？裴洛白认真的看了看面前的几株草药，又低下头翻了翻他的小本本。抱歉，你昨天讲的内容我记在另外一个笔记本上了，但我今天没带，我下次一定带全了。石七长老气得差点一口气没顺过去，浑身都在发抖，不停的咳嗽。裴洛白赶紧起身，将他微薄的灵力注入到石七长老的背后，帮助他顺过这一口气来。我教了你这么多，你光用手记啊？你不用脑子记吗？以后你要真的去给别人看病，难不成还从头到尾的翻笔记本吗？人都病死了，你都还找不着吧？大师兄自动过滤跟医术相关的任何内容的本事真的好强啊！石七长老还是心疼他的，不然也不会光戒尺抽不用灵力了。大家都是修炼之人，这点外力真的不痛不痒的。痛不痛不是关键，关键是他们彼此忍耐、相互折磨的过程，真是闻者落泪，见者伤心。是火焰草，火焰草，火焰草，带着火字，大火配大寒，你记住了吗？大火配大寒，这人不死也得残。完了完了，石七长老他被逼疯了。记住了。石七长老缓了口气。那你现在去把火焰草拿过来，我给你做个演示，让你看看他俩是怎么相克的。去吧。火焰草是哪一株啊？你这个不学无术的猎徒，我要将你逐出师门。大师兄学医是真的费长老。我原本想在这里等着大师兄下课以后一起去档案馆的，现在看来我可能撑不到那时候了。唉，我先回房去看书了。夜幕降临的时候，裴洛白拖着疲惫的身躯从外面走回了房间里面。小师妹，我活着回来了。那石七长老呢？他还活着吗？裴洛白认真的想了想，再这样下去的话，他那副身子骨应该熬不了多久。我不想再背上一条人命了，我们快去档案馆吧。进入档案馆之后，他们三个人迅速的查找10年前的档案，找齐全了，都在这里。这3个人，我去查，找到人我会想办法把他们带走的。那我先留在神医谷，若有事情可以给你们做个内应。我也留在神医谷吧，替你去盯着大长老，避免中途发生意外。好，那我现在马上离开。表哥，你先誊抄一份吧，不然你忘了怎么办？不必了，你们是对我有什么误解吗？区区3个人的信息，我还需要抄吗？裴洛白一脸好笑的挑重点信息给他们复述了一遍。就这样，我走了。裴洛白迅速消失，留下叶玲珑和陈其元2个人在当场，心情复杂。裴洛白离开的第1天，我的徒弟呢？我那么大个徒弟呢？怎么一晚上就不见了？谁跟他一个宿舍的？他人呢？啊，叶玲玲，白小培呢？他走了。走了？对，他一大早收拾行囊离开了。那他还会回来吗？不知。他怎么就走了呢？我昨天打狠了，他受伤了吗？我也没有真的把他逐出师门呐。石七长老他学不好，你教的也辛苦，他走了对你们来说是一种解脱，你不必太过伤心。你再找找，一定能找到资质和基础更好的弟子，未来。胡说八道，管别人好不好？那是别人的弟子，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收了他，自然是要教到底的。我都没把他逐出师门，他怎么能自己走呢？自己走的不算数。可是他学不会啊。哎，你说话注意点啊。什么叫他学不会啊？他肯定能学会的。虽然他是笨了点，记性差了点，思维慢了点，但是他求学若渴的态度好啊。叶玲珑张了张嘴，这话从头到尾他竟不知从何处反驳起。唉，无论我怎么凶怎么吼，他从来不跟我发脾气。凭这一点呢，我就愿意教他呀。长老，我是真的不知道。啊，那他要是想通了后悔了，你叫他回来吧，我就在这里等他。放
心吧，石溪长老，说还有机会见到他，这话我肯定带到。石溪长老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最后叹息一声，失落又难过的离开了。真是一对冤种师徒，还是临时的。我一直听说黑山盟，但这还是第一次见到黑山盟的人，他们好凶啊！我感觉谷主他们要招架不住了。叶玲珑随便拉了拉旁边人的衣袖，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是来神医谷求医的。求医？这求医搞得像是来寻仇。黑山盟的少盟主死了，尸体就在轿子里面，他们要神医谷把人救活了。人都死了，这还怎么救？起死回生术啊！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来的。但是大长老已经很多年不用这个了，除了他，谷主和其他长老也不会啊。不救又会怎么样？神医谷里不是有一个化神吗？他们也不敢胡来吧？他们当然不会在神医谷胡来，但是他们来之前把神医谷的分支蓝之物给买卖带走了。要是救不活他们少主啊，蓝之物买卖要给他们陪葬。咱神医谷是有个化神，但黑山盟也有啊，现在打上去救人根本不可能的。这黑山盟行事可真霸道，但这对他来说也算是好事一桩。算是有机会见到大长老的起死回生术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大长老答应了吗？还没呢，你看其他人都在劝大长老呢，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坚持不用，明明是救人的艺术嘛。时间不等人，我们少主若是救不回来，你们蓝之物上下所有弟子就等着陪葬吧。黑山盟可不是什么名门正派，我们说到做到，绝不食言。大长老此刻的表情越来越难看。最后他叹息了一声，无奈的点了个头。谷主詹于怀见此，松了一口气，把你们少主抬到大长老峰去吧，他已经答应去救治你们少主了。还叫叶云龙给裴洛白发去一个消息，然后迅速跑到跟着大长老的陈七元身后，拍了他一下。小师妹，带上我吧。啊？亲传弟子是可以带一个其他弟子当助理的，你带我啊？对呀，这兄弟俩都有那么点傻，只是方向不太一样。了琴，准备一下，我们开始吧。各位出去吧，结果出来我会通知你们的。大长老能否保证一定救活我家少主？不能，世间没有100%的事情啊。我要你跟我做100%的保证。我做不到。那就等着蓝之屋的人陪葬。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你若觉得陪葬是万能的，你现在就可以去葬，反正葬的也不是我。你再多说几句，你们家少主真的死透了，救不回来了，我必告你状，带着你一块下葬。那领头的彻底没了声。七元，你留下吧。陈七元愣了一下，指了指自己。对，你不是要学起死回生术吗？那就进来看看吧。但你可想好了，一旦进来了学会了，可不要后悔。作为你的师父，我提醒你一句，这起死回生术不学最好。陈七元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叶玲珑一眼。如果你不想去，那就不要去了。浮屠塔在大师兄手里，他若真的救活了，说明这一切与他无关，不必近距离观看。大长老，我想好了，我跟你进去。那你进来吧。陈七元走进去之后，叶玲珑跟在他身后也一起进去了。师傅，这是我在新一堂招的药童，以后就跟着我。大长老取了他的银针，一根一根的扎在黑山盟少主的身上，每一根他都清楚的给陈七元解释一遍。除非这人死的时候是魂飞魄散的，否则人刚死1天之内，魂魄不会走得很远。这个时候用金针封住他身上的穴道，保持肉身的状态，同时也让魂魄不能走远。然后掌心拧起了一道灵力，将灵力送上半空之中。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重要，那就是把他的魂魄给拉回来。这时他的助理廖琴迅速地站到他的身后，运转灵力全力助他。在他寻找的过程中，他额头上的汗水越来越多，脸色越来越苍白。差不多半个时辰过去，大长老才忽然睁开了眼睛，手上的法诀变换了一下，很快2条灵力被收了回来。在灵力的末端似乎捆着一个魂魄，强行将那魂魄往身体里送。那魂魄挣扎得更剧烈了，连带着大长老也快要控制不住了，
陈其元见此，迅速走到助理廖琴的身后，给他增加灵力的支持。靠药堆起来的修为极差，他给的支持跟没给一样。大长老和助理双双一愣，世上竟然还有这种金丹！叶玲珑看不下去了，直接把陈其元给抓走，然后将自己的灵力接了上去。他又深又厚的灵力一来，大长老和助理再次双双一愣，世上竟然会有这种筑基！有他的帮助，大长老脸色缓了一些。他将魂魄强行送回到了少盟主的体内，然后重新拿起银针，再次封住他的其他穴道。他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身体已经坏死，不能再用了。若是他的身体依旧是死亡状态，他魂魄回来了，也还是会再走的。听到这里，叶玲珑和陈其元嗖的一下抬起了头，等了那么久的重点终于要来了。如果这个时候有可以置换的健康身体，那么一切就简单多了。只见大长老走到他的柜子里，拿出了一个医药箱。我们先处理他的伤口，坏死的地方要迅速清理缝合，并且按照重伤给药。大长老一边说，一边动手处理少盟主被刺穿的心脏，里面已经很多地方坏死。他一边使用药物，一边使用他的治疗术，精准地给他的心脏做了一个处理。他动作很娴熟，手上很是仔细，一点一点的让叶玲珑见证到了修仙界医术的神奇。这最后一步啊，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那就是让他这副身体重新的运转起来。大长老说完之后，划破了自己的指尖，指尖上的血滴落下来。他将滴血的指尖送到心脏的伤口之上，从哪里停止，就从哪里重新再开始。起！他说完之后，指尖的血混着他强大的生息，通过特殊的法诀，迅速地注入到少盟主的心脏之内。叶玲珑和陈其元瞬间瞪大了双眼，他们看到的不仅是生息被注入到死亡的心脏里，他们还能看到生息的力量从大长老身上不断的流失。世上哪有什么起死回生啊，不过是以命换命罢了。齐远，我为何不让你学？因为你若不会，你就不用拿自己的命去换了。你若是会了，别人会逼着你去换，即便不是逼，你心甘情愿的去换，那也是用命去换呢。这也是为什么10年前大长老连救了3人之后，他身体不堪重负，不再使用起死回生术救人的原因了。他是真的要撑不住了，养了这10年，如今这事儿一来，全白养了。看着渐渐变得苍老虚弱的大长老，想到那些还在外面大厅喝茶等待结果的谷主和长老，陈其元便觉得很不是滋味。师傅，廖琴迅速地找出一枚丹药塞进他的嘴里。这时少盟主的身体开始剧烈颤抖起来。不好，身体还没有恢复，他的魂魄又要跑了。所以啊，哪有100%成功了呢？看样子蓝之物的人救不下来了呀，这害他们百来好人被杀的罪名，我是背定了。就在他近乎绝望的时候，叶玲珑上前画了几个符文，将少盟主的魂魄给压了回去。你怎么会？以前家里是抓鬼的，对魂魄类的有点研究。大长老，你专心做自己的，我来压他的魂魄。好。在叶玲珑的帮助下，少盟主的心脏跳了一下，接着第2下、第3下，成了。下一秒，脸上挂着笑容的大长老便往后倒了下去。师傅，长老！叶玲珑见此，赶紧拿出一枚9转灵丹送入他的口中。你这是9转灵丹？你怎么会有这个的？家里以前还卖过药，这瓶太贵了，压箱底卖不出去，我就留着了。大长老，你若是实在过意不去，那回头你把账给结了，按市场价给我就可以。大长老和廖琴愣愣地看着叶玲珑，这小药童家里怎么什么都干过？后续便是陈其元一个人在忙活了。我时间不多了，其元，我跟你有缘，我会在有限的生命里，把我毕生所学教给你。虽然你先成为了别人的弟子。陈其元手上的动作一顿，别以为我不知道，就你那一身医术基础，
还有你的行医风格，之前必定是有人教的。虽然我不知道你来神医谷做什么，但既然你来了，成为了我的弟子，那我便倾囊相授。有个人能继承我的衣钵，也是好的呀。师傅，你在胡说什么呢？你的命还很长呢，你是修仙之人，就算你只有金丹，金丹也能活300岁的。10年前我意气风发，以为会了这起死回生之术，便可成为神医谷的第一。为了证明自己，我一口气连续3个月救了3个人。那个时候，整个下修仙界都在为我鼓掌。我满以为神医谷会从此落到我的手中，毕竟能当谷主，谁愿意当长老呢？谷主能接触到的机密，可是比长老多多了呀。可是结果你们也知道了，可笑我白忙一场，什么也得不到。所以我付出的一切都成了一场大梦啊。梦醒之后，我便安心地做自己，为10年前的轻狂无知去救赎弥补。这破身体养了这么些年了，没想到又在今天是功亏一篑了。别人的金丹能活300年，我这个金丹能活到100就顶天了。今年我已90，七元我还有10年，你好好的学呀。听到这番话，陈七元更沉默了。他安静地做着手里的事情，仿佛只要他不回答，大长老就不会死似的。看到大长老，又想起17长老，似乎这些学医的长老们都很爱惜徒弟，而且心胸也很豁达。那么到底是谁这么阴狠，会用那种手段救人呢？大长老，你知道10年前白羽灵是怎么灭门的吗？这是能随便问的吗？不会露馅吗？你怎么会忽然问这个？你是什么人？你是不是有什么目的？我只是在想，10年前白羽灵灭门，前不久丹心堂灭门，现在兰之屋面临灭门，神医谷既然庇佑不了，为什么要弄出这么多分支？大长老神色一缓，原来只是好奇。神医谷之前一直是这样，后来也想过撤掉分支，但你也知道，内部人多，意见大，一直没有成功。我是赞同撤除分支的，但是还没有等到我登上谷主之位，白羽灵就出事了。我记得没错的话，白羽灵出事那会儿，大长老在养伤，毕竟连续3个月救了3个人，是元气大伤的。再加上当谷主的梦想破灭了，心情不佳，大病接踵而至，根本就没有精力去管那些的。若是有机会，就都撤了吧。神医谷只有1位化身，可保不住4方分支。今天的情况，若是其他人也效仿，大长老你就没有10年可活了。你提醒得很对，我是该想想办法了。大长老，我有个办法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你有什么办法？为救上盟主，修为大跌，身体大损，从此以后再也用不了这起死回生术。身体大损可以办到，可这修为大跌的话，我有办法。你们不必怀疑，我是七元的朋友，未来他还要留在这儿跟你学医术呢。他替我做担保，出了事算他的。啊？干什么啊？我还能害了你？师傅，他应该不会害你啊。大长老和廖琴顿时一惊，应该？这玩意儿还能应该的？你说吧，我相信你。不过陈其元从此以后要抵押在我这里。成交。你们问过我同意了吗？救活了，救活了，只是救活了就好，这个是件大好事啊！你刚刚说只是什么？只是大长老身体大损，修为大跌，如今只剩炼气期的修为了，以后恐怕……你说大长老怎么了？修为跌到炼气了？炼气期的修为能做什么？以后怕伤废了吧？他这会儿在哪？我们去看看他，让我来给他把脉看看。他从把脉开始到结束，眉头紧皱着，放不下来了。让他好好休息吧，他为神医谷所做的一切，大家都不会忘记的。谷主没再多说，直接转身离开了房间。
大长老，从此以后一切权利再也与你无关，神医谷会养着你，但你的权利就没了。我本来就没什么权利呀，这样很好。以后我不需要再管一整风了，不需要再悬壶济世，不需要再起死回生，只要管好七元就够了。从大长老的房间里走出来之后，陈七元眉头紧皱着，一脸的不开心。怎么不愿意跟着大长老学医术？那倒不是啊，只是以后我留在这里，没有人照顾你和表哥。我和大师兄为什么会需要你照顾？你们要是病了伤了快死了，若是没有人替你们医治，很危险的。我谢谢你替我们想那么周全。一家人应该的。陈七元啊，有个非常光荣的任务要交给你完成。有多光荣？就是一旦有个意外就光荣了的那种光荣。很拗口，但听懂了。我们要不等表哥回来吧，这样擅自行动恐怕不妥呀。他即便是回来也得听我的，有什么区别？对呀，我们得抓紧时间，越快越好，晚了有可能会出意外。什么意外？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我封了大长老的修为，并且公开了出去，有人要着急了。他们偷偷摸摸的上了谷主峰，在谷主峰的某个位置，他身上被画了一堆符文，然后嗖的一下天旋地转，他成功用脸着地了。是谁在那里？出来！那人看着外面没有动静，转了一圈之后便回屋去了。这是什么地方？叶玲珑对着他做了一个虚的手势，然后便拽着他的袖子往里走。刚刚外面是有什么动静吗？应该是碧罗听错了。不必那么慌张，左右我也活不了多久，病了这许多年，生死早就看淡了。夫人，你不要胡说，你还有很长的时间要活呢。少谷主都还没有成亲生子，你说你想看到他儿孙满堂的。宫佩兰只叹了口气，什么也没再说了。夫人，夜深了，休息吧。好。你们俩就绕着这儿跑，别给抓住了啊！去吧，皮卡丘。胖头和长耳被放出去之后，跑步的动静瞬间把碧罗给引了出来。宫佩兰此时已经睡下，叶玲珑悄悄地点了根催眠香放在一旁。夫人，夫人。看到他没反应了，叶玲珑才带着陈希元靠近床边。你看出他有什么问题了吗？他很奇怪，他这张脸有被人动过的痕迹，他之前应该不是长这样子。陈希元把手指搭在了宫佩兰的脉搏之上。奇怪，他的身体在衰败，而且快要撑不住了，可他的身体没有任何损伤，一点病症也看不出来。那从脉象上看，这一副身体应该在多少岁？虽然衰败的厉害，但他最多30啊。30？他的儿子詹义行今年已经40，他的夫君神医谷主詹玉怀今年80。不会吧，我学了那么多年，不至于把了脉连身体年龄都看错。我不会出错，那出错的就是谷主夫人，这身体不是她的。搞了半天，利用浮屠塔做那些肮脏勾当的不是大长老，而是谷主詹于怀。为什么当年白羽灵死的那么冤枉，却没人查？因为谷主他不让查呀。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先离开这里，他要不择手段对付大师兄了。他心思深沉，城府极深，大师兄会有危险的。叶玲珑说完，迅速的在宫佩兰的身上做了一个标记。做完之后，他们正要离开。客人既然远道而来，何不直接现身呢？这样偷偷摸摸的，我要怀疑阁下是不是别有用心了。就在陈希元快吓傻了的时候，他的手忽然被人抓住了。救命啊！我这里有个密道，你们先藏起来，否则被余怀发现，你们今晚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听着外面詹余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陈希元激动的一点头，然后毫不犹豫地朝着入口跳了进去。多谢夫人大救之恩。我只是不希望有人再因此丧命了。那么多年，我受够了。他转眼看向叶玲珑，你怎么还愣着呢？快进去吧，我身子骨弱，他要做的事情我已经拦不住了。叶玲珑点了点头，足尖一点，也跟着跳进了入口之中。他们刚走，他的房门便被詹余怀推开。有人来了。宫佩兰唇角微微勾起，露出了一抹温和如风的微笑。这里好黑啊，这是什么地方？我好像摸到了不该我摸的东西啊。
这里黑，你把夜明珠拿出来不就行了？架不进你金丹期的修为，那捏个灵力在手上也能勉强照个光啊，还有什么用？这里的照明设备又不是声控的。哎，对啊。陈其元拿出了一枚夜明珠，往身边一照。这是什么东西啊？我摸到了，还粘在了身上，好恶心啊！我要死了！你要死呀你！你直接掏把剑出来抹脖子了结了自己，安静点啊！小师妹，为什么你非但不安慰我，你还要说那么多风凉话？按常理说，门派里的小师妹不都是暖心的小棉袄吗？我即便是棉袄，我也不会暖你，你又不是我清玄宗的。哎，对呀。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不知道啊，我刚刚闻了一下，闻到里面有几种灵草的味道，它摸起来湿湿软软、冰冰凉凉的。这东西不是天然的，应该是人工调制而成的，还带点甜味，营养应该很好。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陈其元从戒指里拿出了一枚种子，他将种子放在了里面，然后注入了一点灵力，几秒钟的功夫就已经长出了叶子，开出了一朵白色的小花。这东西不只是有营养，而且是养分十足，不含任何毒素。若是用来培育灵植，那绝对非常好用，甚至还可以有其他的用法。总之，这可是个宝贝。既然如此，那我不客气了。一眨眼的功夫，整一个房间的木桶就被他全部搬空了。等他意识到的时候，他赶紧把眼前剩下的最后一桶抱起来，塞进了自己的戒指里。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据为己有？咱们得了谷主夫人的庇护，怎么能随便拿她的东西呢？你说的对，你刚刚收起来那桶呢？拿出来，摆回去。陈其元想了想，是该放回去，于是他便拿出来摆回了地上。那你也……他话还没说完，叶云龙便顺手捡起，塞进了自己的戒指里，一桶都没给他留。小师妹，你怎么能这样？是你说不能拿他东西的，你还回来是应当的。我可没说这样的话，我继续搬走那也是应当的。此刻，可是你把人家的东西拿完了，真的好吗？是他自己喊我进来的。我这个人走到路上看见一块零食都要捡的，何况是看到这么多宝贝。穿过这个房间之后，他们进入了下一个房间。那房间里面放着许许多多的草药，桌面上还放着一箱子烫过银色纹路的白纸，看起来特殊又珍贵。白纸旁边放了一把剪刀，剪刀下面压了一张剪成了白色小人的纸。叶玲珑看了一眼之后，顺手拿起，全部塞进了自己的戒指里。有了刚刚的教训，陈其元迅速地跑到另外一边，跟着眼疾手快地捡。就在这时，安静的密室之内忽然传来了一道轻微的咳嗽声，不会是宫佩兰来了吧？那他们该怎么解释呀？他眼见着叶玲珑大胆地走入了下一个房间里面，他刚进去，吓得他头皮发麻，浑身发抖，脚底发凉。空间四周的墙壁上放着一个又一个半人高的罐子，罐子是透明的，他能清楚地看到每一个罐子里都装着一个人，而包裹着这些人的就是那些淡红色的透明营养物。陈其元被吓得心几乎要跳出嗓子眼来。我的个妈呀，乍一眼看过去，四周的墙壁上全放满了，至少好几百个呀，那可比浮屠塔里的躯体多多了呀。小师妹，到底是为什么会有咳嗽声啊？就在这时，叶玲珑抓着陈其元的手腕，拉着他走到最近的一个罐子前面。这人还活着，看看能不能救出来。活不了了，他已经被放进了这红色的营养物里，现在把他拿出来，他的身体会枯竭而死的。那就没办法了。那些被封存起来的躯体，最外面的最新鲜，最里面的最陈旧。陈旧的那些甚至已经皮肤干枯，失去了活性，从使用角度上来说算是废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你还有哪里没明白？我哪里都没明白。叶玲珑头一点，也对，这才符合他的人设。你没发现这里的躯体有个共同的特征吗？她们都是女人，而且是年轻漂亮的女人。对啊，之前在浮屠塔里我还看到有男人，这里真的全都是女人，为什么？因为浮屠塔里养的躯体是丹心堂在用，丹心堂是用来为人续命，自然男女都需要准备。但这里的躯体只供宫佩兰一人使用的，所以全部都是女人。你是说，这里死了那么多人，全都是为了宫佩兰一个？怪不得他刚刚说不希望再有人丧命，这么多年他受够了。这神医谷孤注也太丧心病狂了。叶玲珑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七块兄这不聪明的样子也太丧心病狂了。
浮屠塔不愧是至宝，它养出来的躯体基本都能养活，倒是这些营养物养出来的躯体，死亡的概率实在是太高了。所以这10年间没有了浮屠塔，为此而死的人更多了。这詹玉怀干了那么多丧心病狂的事情，隐藏了那么多年，他真的该死！我们一定要揭露他，阻止他再继续作恶，然后把宫佩兰解救出来。七元兄，啊？你毕生所学的医术里面，有没有可以帮助人长脑子的？那要看情况，如果这个人是天生的脑萎缩，就很难治好，因为本身不具备这个条件。但如果是后天脑部受到创伤，是有机会通过治疗重新长好的。哦，原来你早没救了。啊？陈七元完全没懂，脑子有问题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两人一路走，穿过这个巨大的房间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只见前面黑暗处出现了一个人影，这人和之前见到的所有躯体一样，也是女人，只是她站着的姿势十分诡异，那种感觉就像她是一个牵丝木偶一样，被丝线吊着站立。而此刻她的脑袋垂落着，没有支撑，没有气息，没有温度，皮肤干枯，她应该是死了很久。陈七元跟着叶云龙再往前走，发现这一片广袤的空间里竟然挂着许许多多像他一样的躯体。之前看到的那些被营养物封存的躯体多达100具，而如今看到这些被制作成牵丝木偶一样的躯体，乍一眼望去，数量是他的3倍。这是不拿人命当命啊！两人一路走进去，看到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张桌子，看样子那些在营养物里面凋零了的躯体，最后都被拿出来做成干枯的牵丝木偶，做另外的一种用法了。叶玲珑说完，看到桌面上除了各种药物和材料罐子之外，还压着一个白色的纸片小人儿。诶，詹于怀这人好有闲情逸致啊，在干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的时候，还捡纸片小人来解闷吗？叶玲珑没说话，他总觉得这个纸片小人不一般。这些躯体做成了牵线木偶，驱使他们的时候必定是有术法的。他走到其中一具做成了牵线木偶的躯体旁边，运转灵力，仔细地铺满整个躯体，细细地查探他身上的每一处细节。叶灵王往背心处看了过去，在隐隐闪动的光芒中，他看到了一个纸片小人的形状。原来是这样，做这些牵线木偶的人是利用这些纸片小人来操控这一具躯体的。这种法术他有印象，应该就是传说中非常难练且非常偏门的傀儡术。小师妹，我刚刚逛了一圈，这个地方似乎是某个山体里面，后面没有房间，往里深不见底，这里面有300多个牵线木偶，就算群殴也能把我们打死。怎么办？怎么办呢？要是被詹玉环发现，我们就完蛋了。不慌，我来想办法。什么办法？还不清楚，给我点时间，我一会儿告诉你。说完，叶玲珑便找了个地方坐下来，从戒指里掏出了一本又大又厚重的书，迅速地翻了起来。小师妹，事情紧急啊！所以你安静一点，别影响我的进度。叶玲珑说完，陈其元真就不敢出声了，只能在叶玲珑旁边坐下，拿出纸和笔，认真地写了起来。落笔的第一行便是：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命丧黄泉。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在陈其元撕掉第18封遗书的时候，叶玲珑自信的啪的一声合上了书本。他迅速拿出纸笔画了一张符，画好之后甩到了那个他刚刚捡出来的小纸人身上，下一秒将那个小纸人焚烧成了灰烬。成了，这里300多个牵线木偶，他也不知道等人来的时候他能写多少，于是掏出了一瓶补灵丹，往嘴巴里倒了一把，然后聚精会神地开始写符纸，每一张符纸都生涩难写。他不仅手疼，额头还冒汗水。不知道为什么，叶玲珑有一种预感，他会拉满全部仇恨，然后被疯狂针对。叶玲珑聚精会神地写符纸，希望时间能再多一点，但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他手里刚有100多张符纸的时候，安静的密室里传来了一个轻微但清晰的脚步声。陈其元被这声音吓得抖成了筛子。你慌什么？你忘了当初是宫佩兰为了保护你，让你进来这儿躲藏的？除了他，谁还知道你在这儿？这声音肯定是他来接你了。哎，对呀。陈其元站直了身体，鼓起了勇气，借着夜明珠的光芒，陈其元看清楚了来人。夫人，你可终于来接我们了，我快被吓死了。余怀已经怀疑我了，我好不容易骗走他，所以就匆忙赶来接你们了。你们没事吧？我们没事，但这是什么地方？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奇怪的东西啊？这些年詹于怀都干了什么？一切如你所见，我劝不动也没办法。我能救的只有你们，我带你们离开这里。啊，跟你一块的那个小姑娘呢？她去哪儿了？她？陈七元一回头，他的身后空空如也，哪里还有叶玲珑的身影？跑了！小师妹她竟然跑了！你们在玩什么把戏啊？这里是有特殊结界的，没有我带着你们，谁也出不去。不要乱走，这里很危险，快把他给叫出来。他刚刚还……陈七元正要说话，忽然意识到了不对劲儿，眼看着宫佩兰一步步朝着他走来，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等一下，怎么了？你不是坐轮椅吗？你怎么现在会自己走路了？啊，身体不适而已，腿又没断，能走路很奇怪吗？不对，如果这个密室是属于詹于怀的，那为什么你床头的机关能打开入口？你不是一直不赞同，也没有参与他的事情吗？啊，我没说这个密室是詹于怀的呀，他是我的，只是我病倒之后，他被詹于怀利用了而已，我控制不了啊。你控制不了？你为什么还能走进来？你既然可以走进来，就可以毁掉这些。啊，你怎么变聪明了呢？沈七元快哭了。是你，这些都是你做的，是不是？是啊。所以当年要更换躯体来续命的人也是你，对不对？对呀。10年前白羽林灭门，浮屠塔丢失，在背后操纵甩锅白羽林领主保住丹心堂的人也是你。唉，别提了，丹心堂那些蠢货连个浮屠塔都保护不好。我原以为这东西交给他们，神医谷的人没机会触碰，就不会发现这里面的秘密，没想到他们竟然让白羽领主给发现了。幕后的元凶竟然是他。浮屠塔丢失，所以你转头就用这些营养物来培养躯体，来供你更换。是啊，本来不用这么麻烦，搞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的，就是因为浮屠塔丢了，损失可太大了。啊，你是不知道，别人的身体用起来不顺心，而且还容易坏。比如我现在这个，走2步就喘一下，快用不了了，到了该更换的时间了。不仅如此，你还把那些干枯的躯体做成了牵线木偶。啊，那是我祖传的傀儡术。我们宫氏一族在修炼上没什么天赋，只有这祖传的傀儡术拿得出手，这也保证了我的生命安全，不是？不然你以为为什么那么多人听我的话？陈七元看他全部承认了，反而更慌了。救命啊！宫佩兰嗤笑一声，5根手指迅速地动着，像是在操控牵丝线一般。下一秒，陈七元身边的几个牵线木偶立即就朝着他扑了上去。陪你废话那么久，我已经没有耐心了。那个小姑娘在哪儿？如果不把她交出来，我现在就把你撕成碎片。我也不知道啊。既然你这么嘴硬，我现在就让你尝尝被分尸的滋味。就在他尖叫的时候，忽然间噗噗噗火焰灼烧的声音传来，接着下一秒便是咚咚咚躯体倒地的声音。你不是普通的神医谷弟子，你是什么人？哼，搞了半天你不知道我是谁啊？看样子你费尽心思把我骗进来，还真的是为了我这可爱又迷人的身体。虽然你得不到，但是我可以给你透露一下，我这身体超好用的。你可终于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丢下我不管了，吓死我了。宫佩兰那才是幕后主使啊，他刚刚全都承认了。我知道啊。你知道？你之前不是也以为是詹于怀吗？是啊，但宫佩兰给我们打开密室入口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才是主使啦。那个时候就知道了？不该知道吗？他一向以柔弱大度的形象自居，但是却在那时候装睡放我们进来，又刻意打开密室入口让我们躲藏。正常人都应该联想到他有问题吧，不然装睡干嘛？那你都知道你还跳进来？因为你毫不犹豫就进来了，我不跟着你就放任你一个人死在这儿。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你刚刚还跑掉了，害得我一个人后知后觉跟他斗智斗勇那么久。要的就是你跟他斗智斗勇那么久啊！啊！对面的宫佩兰才发现自己原来被摆了一道，给叶玲珑拖了好长一段时间。愚蠢小人，今天你们2个都得死在这里！
那些不知疼痛又力大无穷的牵线木偶再次扑了上来。按下这个扳机能发射一张符纸，符纸对着牵线木偶发射过去啊，不一定是背心，打中身体就行。他迅速地接过来，朝着扑上来的牵线木偶开了一枪，一枪打中，牵线木偶的背心瞬间灼烧倒了。陈其元面上一喜，激动不已，无敌了，无敌了！他就这么猝不及防的无敌了。于是他拿着符枪，朝着奔冲而来的牵线木偶连续几发打了过去，一发不漏的全中了。可以啊，七块兄！宫佩兰气得浑身发抖，一个纸糊的金丹，一个小小的筑基，他一个元婴不至于连他们都搞不定。于是他停止了所有傀儡的行动，直接朝着两人冲了上去。叶玲珑迅速地取出了小红伞，挡在了陈其元的前面。红伞一出，红叶飞舞，犀利的叶片朝着宫佩兰攻了上去。他的手臂、脸庞、腹部，甚至脖子上都被划出了血痕。一个小小筑基竟然有一把这么厉害的武器！你到底是谁？叶玲珑手中的小红伞一收，迅速地切换到了剑形态。区区一小傀儡师，也配知道我的姓名？宫佩兰当场就恼羞成怒了。可恶，他这辈子就没被人这么嘲讽过。速战速决吧，我很忙的。他强忍着恨意，五指迅速地晃动起来。今天就算是损失所有的傀儡，他也要把这两个人弄死在这里。他拿出了他家祖传的傀儡哨，哨子一吹，整一片空间里所有的傀儡全都动了。陈其元吓得疯狂大叫起来，他一边叫一边开枪，依旧是枪枪命中，弹无虚发。叶玲珑和陈其元两个人，一个开枪，一个刷符。他们一边应对着奔冲而来的牵线木偶，一边迅速后退，一直到退无可退。我的遗书还没写完呢！你们不是很嚣张吗？打呀，跑啊，我看你们还怎么逃！刚说完，宫佩兰脸上得意的表情就裂开了，原地消失了。他们竟然就这么原地消失了。别以为能逃掉，这里有特殊禁制，你们出不去。我即便是绝地三尺，也要把你们挖出来。他话音刚落，便听到了陈其元那吓得疯狂尖叫的声音。都不需要绝地三尺，他们就这么随便的出现了。故意的吧？那死小孩怎么能这么欠呢？别叫了，他们又扑上来了。那边，叶玲珑拽了陈其元一把，他转过头看见之后，迅速的又好几枪打出去，又倒了一排。边跑边打。陈其元被叶玲珑拽着跑，他一边跑一边还不忘回头开几枪。那些追过来的牵线木偶为了抓他们横冲直撞的，把墙上的那些罐子撞掉了不少。听着砰砰砰罐子破碎的声音，宫佩兰心如刀绞，那都是他花费大力气培养的躯体啊，气死他了。眼看着他们迅速的被逼到了角落里，宫佩兰心中一阵激动，操控傀儡赶紧弄死他们。叶玲珑忽然转过头看向宫佩兰，你快点啊，我还在等着你放狠话呢。算了，你先前放了那么多狠话，现在估计是词穷了。你那点文化水平我是不指望了。叶玲珑嚣张的说完之后，便和陈其元一同消失在了原地。宫佩兰气得浑身都在发抖，怎么会有这种人？那个死小孩真就是故意的！你给我出来！下一秒，真就又听到了陈其元嗷嗷叫唤的声音。死！你们都给我去死！他吹起傀儡哨，指挥着他们朝着叶玲珑所在的位置冲过去。进去之后，他感觉整个人都要被气得肝胆俱裂了。他装草药的房间全都被搬空了，他放傀儡纸的桌子也干净的连把剪刀都看不见了。宫佩兰气得连傀儡哨都吹不稳了，导致傀儡们的攻速放缓下来。他们速度一慢，陈其元便忍不住开始聊天。小师妹，你这个瞬移阵法好厉害，什么时候弄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就在你跟他斗智斗勇的时候，所以我说你很重要吧。小师妹，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瞬移到最开始的那个房间？你干嘛把我们的路线告诉他？啊，就剩这一间了，他不会猜不到吧？谁知道呢，我看他快气昏了。那怎么办？我都告诉他了，他会不会提前去堵我们？喂，谷主夫人，你会提前安排围堵我们吗？做个人吧。宫佩兰气归气，但绝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能弄死他们的机会。完了，小师妹，他比我还聪明，他所有房间都准备好了傀儡蹲我们。那怎么办？陈其元一脸轻松的表情瞬间就裂开了。怎么办？小师妹竟然问他怎么办？
如果问题真的到了他这里，那就唯有一死了。两人跑到了他设置的阵法点处，两人再一次消失在了这个房间里。宫佩兰深吸了一口气，等着他们落地的声音。谁知等了半天没能等到，出去了，不可能啊！他慌慌张张地跑到了最后一个房间，在看到所有营养物都被搬空的时候，他强忍着心梗，又跑去了装躯体的房间。就在两处都没见到叶玲珑他们的时候，宫佩兰急得脑袋都要冒火了。就在这时，他感受到了自己傀儡的消失。陈其元竟然一枪都没打中，这是什么情况？叶玲珑抬手一撕，撕掉了陈其元身上的禁言符。你干嘛浪费我的符纸？不是我，是那个傀儡，他有问题。陈其元这一说，叶玲珑才注意到这傀儡操纵的牵线木偶是真的有问题。比起其他那些听指令的木讷的牵线木偶，这一只特别的灵活，躲得又快，而且走位还有自己的想法。那只傀儡竟然在摸鱼，他并不是真的想要扑他们，而是为了不让人看出来他异常，正混在牵线木偶群里边假装干架。好家伙，这是一个有灵魂的傀儡啊！你往他左边打，但是不要打到他，我去右边堵他。我要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不是，咱们现在不是在逃命吗？你觉得我浑身上下哪有一点逃命人的品质？哎，对呀，我之所以现在还留在这里啊，完全是为了这天下苍生。哎，不对，这我没看出来啊！赶紧干活，我要抓住他。于是陈其元配合的一边躲避其他牵线木偶的攻击，一边去开枪攻击那个特殊的牵线木偶。眼看着其他的傀儡疯了一样的扑上来，陈其元吓得手一抖，打中了那只灵活的小傀儡，然后嗖的一下，他瞬间消失在了他们的面前。你干什么啊？我的傀儡哪儿去了？你前面给我的符用完了，我把另外一叠符拿来用了，是不是两种符功效不一样呢？叶玲珑第一叠给的是烧傀儡的符纸，第二叠给的是保命符。符用光了，打不过他们了啊！赶紧跑！说完，他便撕了手中的符纸，一个瞬移，人不见了。陈其元赶紧开始撕自己手里的符，一张、两张、三张，死了死了，他要命丧于此了！你们这两个小杂碎，给我死！宫佩兰的密室有特殊结界，一般情况下是逃不出来的。但是叶玲珑在密室里布置瞬移阵法的时候，发现了这一点。为了接下来好跑路，他在密室的结界上破了一个小口子，所以他用保命符瞬移出来的时候，是从小口子里出来的。同理，那只小傀儡瞬移出来的位置也是同一个点。叶玲珑赶紧朝着那只小傀儡追了上去。喂，别跑了，再跑你就死定了！叶玲珑刚喊完，一个身影瞬间落地，扑在了那只牵线木偶身上。小师妹，救命啊！你按住他，你跑什么呀？你赶紧把他抓住！他强忍着恶心，死死地摁住他。叶玲珑迅速地冲过来，手指在空中画了个符，把那只小傀儡从里面抓了出来。他一离开，那具躯体就倒下，再也不会动弹了。他这张傀儡纸的纹路比之前那些都要精致复杂，并且这只小傀儡它是有眼睛和嘴巴的。下一秒，他就嘤嘤嘤地哭了。这么蠢萌的玩意儿，他还是第一次见。身后忽然传来了一阵巨大的动静，他疯了吧？这可是密室之外，神医谷之内啊！吓得叶玲珑和陈其元赶紧往前山逃去。眼看着马上就要逮住的时候，叶玲珑忽然听到掌心里传来了一声细软的声音，马上就要扑上来的傀儡忽然就停住了。但他们没停多久，因为宫佩兰很快就发现了端倪，他重新吹响了他的傀儡哨。哨响的那一瞬间，他们又重新追上来。叶玲珑把手中的小傀儡抬了起来，于是他们又不动了，就在这一声声中卡顿似的，一动一停，一停一动。凭借着他们卡顿的时间，叶玲珑带着陈其元朝着神医谷的前山跑了去。而那只柔柔弱弱、哭哭啼啼的小傀儡，这会儿像是被激起了胜负欲一样，跳到了叶玲珑的肩头，冲着身后咿呀咿呀的叫个不停。一人一傀儡，像是吵架一样。胖头，我肩膀上那个小可怜吵架没吵赢，你帮个忙啊！哪个吃饱了闲着没事干，脑子不清醒的跑来找人吵架的？该不会是那位大妈吧？哎呀，你跑个步喘成那样，歇会儿吧。再不行，你那么多小弟，你喊他们抬着你跑呀！你这把老骨头何必折腾呢？宫佩兰脸上的表情瞬间就崩了，她说的好有道理啊！别哭了，过来报仇。你能控制一群，单独控制2个也可以吧？就那俩抬着他的，你让他们把他的脸朝地砸下去，还能这么玩啊？
看到小傀儡重新起来的宫佩兰已经准备好跟他开始新一轮的对抗，吱吱咚的一声，他猝不及防的被一个倒栽葱，整个人脸朝地被砸了下去。小傀儡仿佛打开了新世纪的大门，两人一块儿站在叶玲珑的肩头上，恶整宫佩兰。是时候了，反杀时刻来临！只见在胖头的指挥下，宫佩兰此时已经狼狈不堪，他状态不好，傀儡的控制力也不如从前。就在这时，他身边的一只傀儡迅速地抢下他手中的傀儡哨，朝着叶玲珑的方向狂奔而来。他发现，尽管那些傀儡都是他做的，但他对傀儡的控制力远不如那只小傀儡。叶玲珑他们还没动手，那群傀儡就先自己打了起来。在胖头的鼓励下，小傀儡信心倍增，越控越勇。眼看着宫佩兰被他的傀儡反杀，让你追我，我让你杀我，让你冤枉我大师兄，你受死吧！谁敢在此伤害我家夫人？宫佩兰的援军到了，叶玲珑嗖的一下转过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逃亡。来呀，杀我呀！就你们两个杂碎还妄想动我，给我冲！一定要弄死他们！就在宫佩兰气势汹汹杀回去，他们又掉头杀回来了。那个死小孩信心满满，不像作假，但他也只多了一个筑基帮手啊。大师兄，你可终于回来了！我给你发的信息你收到了吗？我收到的时候已经查完了，那些人确实是自己的身体，没有作假。你调查人家身体是不是自己的，怎么调查的那么快？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吗？不需要啊，一过去把他们全家抓起来，关一个屋子里，让他亲近的人说出他身体特征，答对了说明没换呢，所以这事儿我一晚上就搞定。不是，温文尔雅的大师兄呢？做事怎么那么反派的？要反杀吗？直接冲到他们前面呢，又不是干不赢。他家表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暴躁了？表哥，你别冲动啊！前面有足足11个元婴，虽然有一个很弱，但还有10个厉害的。区元婴，你自己不也是元婴？你凭什么看不起人家元婴？冲吧，夫人，速战速决，不然那些傀儡被人发现，我们就得不偿失了。杀了他们，一个不留。遵命，夫人。叶玲珑眼看着他们真的冲回来送人头了，他慢悠悠地站起身来，拿出戒指里的武器，正准备撕掉禁制，露出修为，大干一场。停下，撤退！我就说吧，这小孩奸诈得很，他既然敢在这里等我们，必定有后手。全体赶紧后退，后退！大师兄，小师妹，什么连累大家的话，你们不该来的话，叶玲珑也不可能说出口。无论前路是否凶险，无论大家身在何方，无论彼此在做什么，听到消息之后，没有一个人退缩，没有一个人犹豫，没有线索也要大海捞针的找过来了。叶玲珑不知要说些什么，他忽然就觉得穿越到这里做的所有事情，好像没有一件是白费的。他转头看了一眼裴洛白，只见他那双清澈的双眸里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雾气。大师兄，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小师妹她有毒吧？哇，你们来了呀？他很淡定。大师兄，好久不见呢。裴洛白顿时浑身一僵，这是当初那位爱答不理的冰山二师弟啊。大师兄，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也不喊我们，干什么呢？我们是怕干架的人吗？虽然五师弟的温柔人设早已崩塌，但这么好战，他还是有点不习惯。哎，大师兄，你不感动吗？你为什么没哭呢？六师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欠揍了？敢捏他的脸，这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吗？裴洛白眉头一皱，一巴掌盖在了宁明成的脸上，将他推开了。干什么？现在是叙旧的时候吗？敌人还在身后呢，杀他们呀！算了，还是我身先士卒吧。小师妹，煽情的场面不适合你，我们干架去了。听说你有一把新武器，拉风的很，我迫不及待的要见识一下。等等我，还有我也要干架。哎，怎么回事？你之前不是元婴吗？怎么变成筑基了？还有你们清玄宗的5、6、7原本不是金丹吗？怎么全都变成元婴了？你们的修为怎么全乱套了？哦，你们家小师妹没乱套，还是个小筑基。眼看着谢灵义带着七星宗的弟子杀了过去，裴洛白一脸的不理解。他们是七星宗掌门送过来赔礼道歉，外加帮忙干架的，不只是他们，还有其他人来的，回头再跟你细说，先干架。说完，其他人也跟着冲了上去，原地就剩下了裴洛白和陈七元2个人。表哥，那我们不是我们，
是我去干架了，但你就别冲了，在后面喊个口号就行。别问，问就是感动。表哥果然永远把他的安危放在第一位，不像小师妹，巴不得他死不掉似的，哪里危险闯哪里。宫佩兰他们几个脸色骤然大变。怎么回事？这里还是神医谷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闯入？夫人，他们是今早上来的，不只是他们，神医谷来了好多人，场面已经控制不住了。谷主担忧你的安危，这才叫我们来接你的。你不早说！我也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快找到后山这个位置呀。夫人，当务之急，快把这些傀儡收起来吧，一旦曝光惹众怒，后果不好收场呀。那我们其他人呢？堂堂神医谷就被人这么骑在头上吗？不会拦着他们吗？应该。碧罗紧张地说着，忽然眼睛一亮，来了，夫人，我们有救了！只见前方不远处，谷主詹于怀带着大批神医谷的护卫队迅速地飞了过来。各位，远道而来便是客人，在我神医谷大打出手，不应该吧？我本感激你们关怀神医谷，被黑山盟威逼一事前来看望，但没想到你们不过是寻了个由头来找我神医谷的麻烦。宗门联盟竟如此无耻吗？我们确实是来慰问神医谷的，但一不小心发现了有同门被困于此，我们前来拯救同门有什么错吗？神医谷只有神医谷弟子以及图谋不轨者，怎么会有你们宗门的同门？若真的是有，那他们便是图谋不轨之人，这种人神医谷就该当即格杀。来人呐，把他们给我全部控制住！有话好好说，欺负一群孩子做什么？作为医者，张口闭口就是杀，这不太好吧？任当莲站定之后，他转回头去，你这不孝劣徒，为师都已经到了，你还装作没看见？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呢？这么多人看着呢，他没打算出风头呀。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敷衍。哦，盟主这是什么意思？到底是在慰问我神医谷，还是带人毁了我神医谷？谷主言重了，我当然是来慰问神医谷的。不仅是我，还有后面这些修仙界其他势力的人，他们也关心神医谷的安危，心情急切，还望谷主能明白我们的苦心。他们正说着场面话的时候，叶云龙随手抓了个七师兄来询问情况。你和大师兄在石泽谷失踪，我们收到消息后在石泽谷相聚了，正准备一起决定三尺找人的时候，盟主出现了，他让我们稍安勿躁，因为他收到消息神医谷被黑山盟盯上了。过了1天之后，神医谷果然出事了，然后他又借这个由头吸引了一批修仙界其他势力的人一同上神医谷慰问，说是要帮神医谷撑场面，给黑山盟压力，劝他们离开。原本这个谷主不想答应，但是来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涉及到的势力太多了，他没办法拒绝，只好放我们进来接待我们了。其他势力这么乖乖听他的话？你家那个便宜师傅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就是利用其他势力想横插一脚捞点好处的心思，把他们拐过来给自己当借口。好处？难不成还都想抢浮屠塔？浮屠塔是一回事儿，重要的是，要是神医谷真的垮了，其他势力的人肯定会抢人的。要是自家里头放个神医，谁还有每次都舔着个脸到神医谷来求爷爷告奶奶？以后出门干架底气都足了。那天你在石泽山上把浮屠塔里的鬼魂放出来之后，大家便开始怀疑神医谷本身，以及开始相信大师兄灭丹心堂满门和10年前白羽林灭门案有关了。2个怀疑加起来，再加上黑山盟这事儿，各方势力当然觉得神医谷要动荡了。如你们所见，神医谷无恙，黑山盟少盟主我们也已经救活了，你们可以离开了。神医谷当真无恙吗？那请问护卫队身后的那些人是什么情况？他们是患了一种特殊疾病的人，在我神医谷后山休养，你们的打扰让他们如今身体情况非常的不好，还请你们迅速离开。至于更多的细节，我想我没有必要再跟你们交代了吧。这时叶云龙轻笑一声，戳了戳自己肩膀上的小傀儡。干活了，回头给你奖励。他举起自己的小手手，呀一声操纵了起来。忽然间，宫佩兰身后那些正有序撤离的傀儡们疯了一样的横冲直撞起来，引起了一阵巨大的骚乱。快拦住他们，不准他们冲出去！宫佩兰此时也迅速的使用傀儡术控制他们。要拦不住了啊！大家快帮帮忙！他说完之后，最先冲上去，
撞开了一个口子，把那些混乱的傀儡给放了出来。在胖头的唆使之下，小傀儡放弃了控制其他的傀儡，集中控制那几只被叶玲珑撞开口子钻出来的。那几只发了疯一样的扑向神医谷以外的人，他们迅速的挥剑抵挡。有了证据，任堂莲再次找到了话头。谷主，这就是你说的病人，他们好像失控了呀。这哪里是病人呢？身体干枯，瘦骨如柴，完全没有了呼吸。这已经不是活人了呀！你们不是悬壶济世吗？医者仁心吗？你们怎么会偷偷摸摸的在圈养这些怪物？你们养这些东西是要做什么？我之前看到浮屠塔里面出鬼魂，我还持怀疑态度。现在一看，神医谷就是内部有鬼，歪门邪道啊！这玩意儿攻击力好强啊，不怕受伤不会痛，纯是无脑攻击，伤害性太高了。神医谷养了这么大一批，未来是要靠他们纵横整个修仙界吗？这些好像都是活人制成的怪物啊！你们到底杀了多少无辜的人？神医谷的背后竟然做了那么多肮脏的事情，这事必须要给个交代。对，必须要给一个交代，必须交代，交代！眼看着场面越来越乱，詹于怀已经控制不住。各位远道而来皆是客，神医谷自然是欢迎。可若是各位不想当客人，神医谷便无需再以礼相待。这一声怒斥落下之后，一个白发苍苍的身影骤然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是守护神医谷的那位化神。完了，他也出来了！难不成他要包庇谷主和他的夫人吗？他到底知不知道这是在害神医谷啊？不知谁说了这话，那位老者手中的拐杖用力一敲，整个地面迅速地裂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像是一个阻拦一样，将神医谷众人和外人分隔开来。我做事还需要你们这些后辈来教吗？不知天高地厚，谁若是再敢说一句，我定不饶他。前辈，哦，你就是宗门联盟的那个化神，年纪轻轻，确实天赋不错，但这不代表你就可以在我神医谷撒野。我并非撒野，我只是想向神医谷讨个说法。神医谷杀害活人，将人如此残忍地制成怪物，然后圈养这些怪物，到底是意欲何为？这无论如何都不能是一个医者该做出来的事情。若说任堂莲之前是为了救叶玲珑和裴洛白，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只觉得神医谷确实丧心病狂。豢养怪物？老者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哪里有怪物？又是谁在豢养？他话音落下，五指朝着虚空一抓，瞬间所有的傀儡化成了粉末，飘散在了空气之中，化为了乌有。前辈，你……我神医谷的事情轮不到你们来管。现在你们说的怪物根本就不存在，若是硬要找茬的话，那老夫便奉陪到底。有他在，就没人敢对神医谷动手，即便是任堂莲此刻也要掂量着些。听老夫一句劝，都离开这里吧。神医谷内部的事情，老夫自会解决。就在大家都陷入沉默的时候，一声嘲讽的笑声从人群中传来。嘲讽一个化神？谁这么大胆啊？只见那人抬手撕掉了脸上的伪装，是他，裴洛白。当他从人群中走出来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小筑基就是裴洛白。真的是裴洛白吗？他修为怎么跌到筑基了？难不成这段时间他一直藏在神医谷里？不是吧，他这是要做什么？出去硬刚神医谷的化神吗？神医谷追杀他那么久都没成果，这一下算是自投罗网了吧？你真的是裴洛白？朱凤红问道。我真的就是裴洛白。你好大的胆子，竟然还敢在神医谷出现！那么现在我就为我丹心堂死去的100多个弟子报仇！朱凤红怒斥一声之后，迅速地抬起手掌，毫不留情地朝着裴洛白打了过去。大师兄！就在全场皆惊的时候，裴洛白不躲不闪，双掌拧起了一道灵力迎了上去。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裴洛白要完了的时候，
两股灵力相撞，迸发出强大的能量，向四周散射开来。接下了，裴洛白他竟然接下了朱凤红这一掌。神医谷那边的人匆忙的抵挡，却还是伤了一片。这边叶玲珑迅速的撑起他的小红伞，红伞往前一顶，他挡住了清玄宗的人。而任桃莲迅速的支起保护，将剩下的宗门弟子护住。任桃莲回头看了叶玲珑一眼，又把目光挪了一下，落在他那把小红伞上面。小师妹，你这把伞比传说中的还要牛啊！化神一击，他竟然给挡下了。是啊，2个化神的冲击啊，这就是升级过后的小红伞吗？这是不是逆天了？这简直……哎，又裂了一道。叶玲珑忽然就不笑了。不是吧？我没看错吧？裴洛白他竟然接下了！快看，裴洛白的修为！化神呐，他才25吧？他岂不是下修仙界最年轻的化神？宗门联盟出了第2个化神了！大师兄，你化神了！你竟然化神了！没错，大师兄花了1天时间就突破了化神，厉害吧？叶玲珑一脸的骄傲，那可是他亲眼见证的。你竟然突破化神了！他忽然深刻明白了小师妹日夜盯着他修炼，逼着他苦练，陪着他上化神的意义了。如你所见，如今的裴洛白很是平静，因为别人已经没有了冤枉他的资格。你确实是很有天赋，你是我见过最有天赋的人。可惜了，可惜你与我神医谷为敌。你不知道的是，当年我可也是神医谷的一份子啊。我就是10年前满门全灭的白羽灵少领主。这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我爹空有一颗医者仁心，却不知人心险恶。10年前，他发现了浮屠塔里的惊天大秘密。为了不让丹心堂再为非作歹，他盗取了丹心堂的浮屠塔，想要交给神医谷。然而，他还未来得及上交，便被丹心堂灭了满门。临死之前将浮屠塔交到了我的手中，要我一定要交给神医谷，处置丹心堂。可我爹却是万万没有想到，他全心全意的信赖的神医谷，早就包藏祸心了。当年白羽灵被灭，神医谷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定了他的罪，判定是他练功走火入魔，灭了白羽灵满门，将他除名。听到这话，全场一片震惊，没想到这背后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冤情。你住嘴！不想听吗？可是我偏要说，想知道当年我爹拼了命也要拆穿的浮屠塔的秘密是什么吗？大家可要睁大眼睛看清楚了。裴洛白话音落下，他将浮屠塔拿了出来，然后将最高层培植的躯体全都放了出来。看到眼前的一具具活生生又死沉沉的人类躯体，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早在10年前就在豢养这些活人躯体，用来给濒死之人换身体，以实现他们所谓的起死回生。这话一出，全场又是一片惊呼。我爹以为这只是丹心堂所为，却忘了这浮屠塔可是神医谷交给丹心堂的宝贝啊！神医谷内怎么可能会无人知晓？是吧，谷主夫人？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听不懂没关系，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时，叶玲珑从人群中走了出来，站到了裴洛白的身边。站定的时候，还给自己的脸上施了个清洁术。你介绍一下，清玄宗叶玲珑。是你？就是他在石泽谷上带走了裴洛白。早知道是他，他在见到他的第一眼就一定会毫不留情的把他弄死。是我啊，我给你看个东西，那是我的新发明，第一次就让你用了啊，你超荣幸的。说完，叶玲珑从戒指里拿出了一个海螺，他将海螺放到半空中，然后敲了敲螺口。很快，螺口内便出现了宫佩兰和陈七元的对话，两人在密室里的一问一答，一字不落，清清楚楚地落入了所有人的耳中。听到这些话的人，除了震惊还是震惊。怎么会有人能做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来？你阴我！你一开始就已经算计到了一切！你这个心思深沉又可怕的死小孩！怎么说话的？分明是你一开始先算计的我啊！你为了抢我的身体，把我骗进你的密室里，我没你聪明，所以就上当了。他是怎么能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来？宫佩兰当场被气得心梗。
够了！朱凤红怒斥一声。够了！叶玲珑面对化神丝毫不慌。不够！前辈不是喜欢毁灭证据吗？你不等我一桩桩一件件全部罗列完，你怎么知道还有多少证据要毁灭的？毁了那些怪物有什么用啊？证据我多的是呢，看清楚了。叶玲珑从戒指里取出了一具做成了牵线木偶的躯体。这种躯体宫佩兰一共做了300多个，你毁掉的只有200多个，还有大几十个呢。我这里有，他密室里也有，你要辛苦一趟去毁吗？说完，他又从戒指里取出了一个罐子，罐子里装着一个人，他甚至还会微微的颤动。看到的时候，在场所有人的心全都揪了起来。这人还没死透呢，他还会动呢。天哪，神医谷是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的？太让人难以接受了。这个罐子里面装的是宫佩兰培养出来供自己更换的躯体，我这里有，他密室里呢还有100多个，你要毁的时候可得顺手毁干净了。叶玲珑又从戒指里拿出一个傀儡小人儿，傀儡小人儿放在他的掌心处，微微的颤动着，一看便知道不同寻常。大家再一次开了眼，听说过有傀儡术，这还是头一回见呢。这就是宫佩兰捡的傀儡，虽然我不会操纵，可大家一看便知他身上是有某种力量的。这傀儡纸我这儿有，密室里也有，只要是愿意搜，大家什么都能搜得到。朱前辈，回头你可得仔细找找，别漏悔了啊！放肆！你这小小的后辈，竟然也敢在我的面前大放厥词！裴洛白见此，往前一步，挡在了叶玲珑的前面。我大放厥词，那还不是前辈黑白不分，是非不明？是啊，前辈刚刚说神医谷的事情，神医谷自会自己解决。可你都是怎么解决的？你真的有做到公平公正的守护神医谷吗？你真的对得起当年神医谷给你的嘱托吗？你放肆！你算什么东西？你也敢教训我？我为什么不能教训你？神医谷已经将我爹除名了，我便不是神医谷的人。我一个外人，需要尊重你这个黑白不分、刚愎自用、包庇恶人的人吗？说得好，就该这么跟他硬刚。仗着自己是个化神，罔顾自己守护神医谷的职责，黑白不分，妄图掩盖罪恶。这师兄妹俩今天真的是大快人心啊！你今天毁灭这些怪物，不准外人插手的做法，和你当年纵容单于怀夫妇冤枉我爹息事宁人的做法有什么区别？你以为你是在为了神医谷的名声好，所有的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将影响给压到最低。可是结果呢？你包庇的都是什么东西？你包庇的就都不是东西，可见你空有一身修为，却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可笑至极。我说了，神医谷的事情我自会解决，他们再有错，也是我神医谷的人，也应当由我处置，外人无权干涉。由你处置？你要是真处置了，那你10年前就该处置他们了。你不曾取信于人，又叫别人如何信任于你？怎么？你们今天是一定要与我神医谷为难了？对，我今天即便是豁出去，也要神医谷还我爹一个公道，也要神医谷给天下一个交代。我裴洛白孤身一人，不是盟主没有顾忌。你若真的要动手的话，那我便奉陪到底。裴洛白说完，取出了自己的长剑，做好了硬刚到底的准备。抱歉，刚刚我大师兄一时激动嘴瓢了，我来更正一下，我大师兄不是孤身一人，他背后还有我将与他并肩作战。今天必须要神医谷给个交代。再次抱歉，刚刚我小师妹也嘴瓢了，我再次更正一下，他们不是2个人，他们的背后是整个清玄宗，整个清玄宗将与他们共进退，共同对敌。今天神医谷必须要给我大师兄一个交代。共进退，同对敌，神医谷必须要给大师兄一个交代。我的白小培竟然是个化神！看呐，你徒弟变成化神了，我徒弟变成金丹了，他们好威风啊！边上的大长老听了，一个劲儿的去找他那个各方面都优秀的离奇的徒弟，最后在人群末尾的角落里找到了他。哎，那我徒弟怎么还是个劣质金丹呢？这不合理啊！大长老，如今看来，当年你用起死回生之术连救3人，风头无两。
大家都要求谷主退位让贤的时候，老前辈出来平定了一切呀，恐怕也是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吧。他以为守护神医谷便是不让他有动荡，而不是真正从他本身出发，解决他所有的祸端根源。所以他不赞同你当谷主，根本就不是你不够格呀。当年你为了这事儿差点过不去心里这道坎儿，自我怀疑许久，不断的找自己身上的毛病，没想到出毛病的不是你，而是他。罢了，都过去了，我已经放下了，提他做什么？现在这形势，詹于怀是不可能再当谷主了，你就没想过？我一个小小的炼器，想那些事情做什么？拉倒吧，我走一步喘三喘。我有那空啊，不如找个大树乘凉，然后教一教我那不成器的七元呐。朱凤红整张脸皱成一团，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更不愿意让别人插手他的决定。你们可想清楚了？没什么好说的，您虽然已经成为化神很多年，但应该也是很多年没打过架了吧？晚辈想要讨教一番，请您不吝赐教。我年纪大，跟小辈一块打架不合适，但要保证几个小辈安全，还是可以做到的。你们尽管打，后方有我在，谁也别想浑水摸鱼，趁火打劫。当然，若真的打不过也不慌，我会带你们离开的。那我就成全你们。朱凤红大喝一声，从戒指里取出了一把长剑，朝着裴洛白攻了上去。化神打架，其他人纷纷迅速撤退，只剩下清玄宗的人依旧顶在前头。陆白薇二话不说，直接释放加持场，其他人迅速地摆起了阵法。这可是清玄宗第一次联手大战化神啊，绝对不能输的，输了面子就丢光了。瞬间加持场铺开，阵法布上，气势拉满，仿佛又回到了当初在巅峰舞会上并肩而战的那一刻。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该站在哪个位置？为何大家如此熟练，而我却是一无所知呢？叶玲珑一看二师兄站那儿发呆，他迅速地拽了他一把，给他安排了一个临时位置。二师兄，回去检讨一下你自己。凌厉的比拼，招式的对战，力量的碰撞，一边是已经上了化神修为几百年的老者，另外一边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这一场战斗看得人热血沸腾，围观的人后撤后撤再后撤，几乎是把一整片山谷都留给了他们。时间一点一点过去，眼看着他们炸了几个小山头，又铲平了一片小林子，双方焦灼的战斗渐渐的有了明显的倾斜。朱凤红开始落下风了。都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呐，凭借自己的实力应战化神，清玄宗的这帮孩子前途不可限量呐。你们宗门联盟的这个清玄宗确实不错，后生可畏呀。他们清玄宗是你们第一宗门？当然不是了，他们宗门到现在啊，我就见过这8个人。所有人震惊又怀疑的看了任堂莲好久。搞什么搞什么？叶玲珑这货竟然已经惊呆了。谢灵义一边看一边忍不住酸。师兄，不要以为叶玲珑修为长得快是因为他的天赋好，你看他的师兄们哪个没升修为呀？那是因为什么？肯定是因为清玄宗啊，所以咱修为不长也不必怀疑苛责自己，大概是我们不行，而是七星宗不行啊。你是懂自我安慰的。另一边，眼看着朱凤红节节败退，宫佩兰气得直跺脚。怎么会这样？再怎么说，老祖也化神了好几百年，竟然打不过一帮毛头小孩，他有没有在认真打呀？你说这话之前，怎么不想想自己？你要是一开始就把叶玲珑给解决了，哪里会有那么多事情？再怎么说你也是元婴，怎么会打一个金丹都打不过？你在指责我？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当初若不是为了救你，我会死吗？我若是没死，我需要搞出这么多事情来苟活吗？你知道我每天活得有多痛苦吗？都是你，一切都是为了你。詹于怀这会儿的脸色也变得很不好看。干什么？提到这个你就不出声了吗？詹于怀，
当了那么多年的谷主，作威作福，高高在上，是谁给了你今天的荣耀？你不会不清楚吧？怎么现在开始嫌弃我了？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我告诉你，今天要是老祖败了，我保不住，你所有的一切就都要玩完了。那就玩完了，大不了就是死啊！反正10多年前我就该死了。你要不救我，我也不必忍耐这么多年，纵容你做下那么多丧心病狂的事情来。你终于说你的心里话了。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怨我、恨我、怪我，你甚至巴不得我死。只要我死了，你就再也不必每天跟一个怪物生活在一起了，是不是？詹云环，当年所有的海誓山盟，所有的柔情蜜意，在我死的那一刻，也跟着全都死了，是不是？夫人，息怒息怒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不是闹脾气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等到死了以后吗？你没看见吗？老祖他打不过一群毛头小子，他寿元将近，除了这一身化神修为，他一无所有。这些年，他光享受神医谷当牛做马伺候他去了，他自己根本就没有修炼，他已经保不住神医谷了，他早就是个废物了。说完，他红着眼睛，将视线转移到下面正在战斗的叶玲珑身上。我们今天要输了，我们或许都会不得好死，可即便是这样，我也绝不会放过他。都愣着干什么？看到红衣服的那个小贱人了没有？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给我杀了他，一定要杀了他！不准动！你们一动，任堂连他们就会动。到时候，你们若是受伤折损，以后谁来守护神医谷？你说什么屁话呢？神医谷要完了，马上就要完了，还需要什么守护？今天要完蛋的是你和我，而不是神医谷。我们死了，神医谷就真的太平了。詹云怀，这些年你做了多少龌龊事，你心里没数吗？都到这个时候了，你才想起你师父当年把神医谷交到你手中时对你的嘱托吗？事到如今，你心里还装着神医谷的未来吗？你好不好笑啊？总之，詹云怀话还没讲完，宫佩兰迅速的反手握住了他的手腕，猩红的眼眸里透着一股阴狠。总之，神医谷我说了算。话音落下，他催动自己的傀儡术，唤醒种在詹云怀体内多年的傀儡。詹云怀瞪大了双眼看着他，痛苦地挣扎了好一会儿，最终他的双眸失去了神采。宫佩兰放开了他，詹云怀站直了身体，挥手下令：全体听令，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一定要杀了叶玲珑。是，谷主。于是神医谷的100人护卫队迅速地朝着叶玲珑攻了上去。眼看着他们加入战局，任堂连毫不犹豫地动了。他一动，七星宗弟子全部跟上，包括那些想来分一杯羹的各大势力也跟着上了。神医谷之内瞬间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混战之中。另一边，裴洛白一剑刺入了朱凤红的肩口，将他打落在地。朱凤红一口血吐出来，他已经不可能赢了，苦苦支撑也只能是拖一点时间而已。叶玲珑抬头看了一眼山头上一意孤行的詹于怀和宫佩兰，他一眼就发现了詹于怀的不对劲，而他身边的宫佩兰一脸恨意地盯着他。叶玲珑瞬间秒懂，然后笑了：大师兄，你看好这位化身前辈，其他师兄帮我拦一下这些护卫队，我去杀个人。他真就飞走了，手中萦绕着红色光舞的长剑一挥，他强势穿过正在打斗的人群，直奔宫佩兰所在的位置。你要杀我，哪里需要搞那么麻烦？我们都那么熟了，你喊我一声，我肯定来。眼看着叶玲珑冲上来，宫佩兰整个人吓得后退了一步，他回过头冲着碧罗大喊道：快，你给我杀了他！他既然敢自己上来，就绝不让他活着回去。是，夫人。叮叮叮的声音传来，两人迅速交战，身影快如闪电。碧罗没想到叶玲珑在自己的面前完全不虚，怪不得夫人在他面前没有一点还手之力。叶玲珑越打越凶，越打越狠，招天神剑诀搭配凤凰神火诀，疯狂的输出，将这一片天烧得火红。叶玲珑越打越兴奋，直接就把碧罗当做了陪练，而且不用担心误伤，打死都无妨的那种。碧罗被他打得节节败退，最后被叶玲珑一剑戳进胸口，从半空中打落了下去。碧罗没了，玲珑还在啊！夫人别怕啊，我来了。
别过来！他将身边的詹于怀往叶玲珑的方向一推，詹于怀便朝着叶玲珑攻了上去。趁着这个机会，宫佩兰迅速地转身跑了。詹于怀中了傀儡术还未清醒，但是他作为医者，战斗力也就比宫佩兰好那么一点儿，远不及碧罗。所以詹于怀攻上来的时候，叶玲珑一剑将他挡开之后，顺手就给他甩了2个巴掌。巴掌清脆又响亮，他被抽的脸都肿了。随着宫佩兰越跑越远，对他的控制越来越弱，再加上叶玲珑提神醒脑的那2巴掌，他快清醒了。于是叶玲珑抓着他的袖子用力一甩，把他朝着师兄们的方向甩了过去。多扇他几个大嘴巴子啊！再不扇醒他，到这辈子都醒不过来。毕竟这种狗东西啊，活着还不如死了呢。叶玲珑贴了几张加速符，跑去追宫佩兰。宫佩兰已经没有了任何依仗，他还未飞出这片山头，就被叶玲珑一把剑扔出去，砸到后背跌落下去。叶玲珑，你不能杀我！为什么？第一次见面我曾救过你一回，救命之恩你怎可不报？宫佩兰说完，被叶玲珑一巴掌打在脑袋瓜上。你这事不提我还忘了跟你算账。但凡你晚1秒出现，我就能成功把叶荣月给杀了。元婴我都不怕，会怕他那个小金蛋？我需要你来救？你脑子有包吧你？听到这话，宫佩兰差点一口老血吐了出来。怎么办呢？难不成今天真的要死？你可听说过神医谷的起死回生术？如果你放了我……宫佩兰话还没说完，又被叶玲珑一巴掌盖在了脑袋上。如果是你那种换人家身体的，我不需要。我这身体年轻又好看，你那玩意呢我看不上。如果是大长老的起死回生术，谢谢啊，我已经会了。还能不能给人一点活路了？那如果我将我家的傀儡术交给你？这一次巴掌来的比之前还要迅速。不是，你脑子还有救吗？你这傀儡术打不过我，我干嘛要去学一个连自己都打不过的法术？以及那只小傀儡现在已经是我的了，有什么事情我不能喊他干吗？需要我自己去学？那你要怎样？宫佩兰这回话都没说完整，就被叶玲珑贴了一张禁言符以及一张定身符。我对你这种丧心病狂的人没有一点的所求，也没有一丝的兴趣。走了，带你回去接受你该受到的审判和惩罚。詹于怀已经醒来，混战已经停止。叶玲珑将宫佩兰随手一扔，扔到了詹于怀的前方。事已至此，大长老你们也不必再藏身了，该出来的便都出来吧。叶玲珑说完，藏在后面静观其变的所有神医谷之人全都走了出来。你们神医谷的事情我不想管，也没有兴趣。我来这里只是做一件事情，给我大师兄一个交代，还我大师兄一家清白。叶玲珑走到詹于怀的身边，狠狠地踹了他一脚，将他狠狠地踹跪在地上，摁着他的肩膀，让他面对着裴洛白。现在请你当着神医谷所有人以及在场所有外人面，给我大师兄一个交代，以高为他亡父的在天之灵。你若是不说，我说10年过去了，我终于可以说一句真话了。裴洛白，当年白玉陵灭门一案，我一直都知道是丹心堂所为，你爹是无辜的，可我没有办法，我只能看着他含冤，我心里也很难受。他是我师弟，当年最拥护我的师弟呀。不必再说了，你那些师兄弟的情谊，我爹跟我说过很多次了，我听腻了。啊，你爹他真的一直念叨吗？不重要了，他是神医谷优秀的弟子，是师父得意的弟子，最该出名的是我，不是他呀。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你爹，对不起整个神医谷啊。那是你的事情，与我无关的。我会以死谢罪，也会在临死之前让你爹回归神医谷，大可不必。他这些年做自己很好，我这些年在外面做自己也很好，可是我从未想过让我爹重回神医谷。我也不认为我今天站在这里听着你们的忏悔和痛哭，是因为这个世间真理和公道永存。我能给我爹讨回一个公道，仅仅只是因为我足够强而已。所有人都愣愣地看着裴洛白，这不是他声名大噪的最好机会吗？他不利用这一次树立大孝子的形象，奠定自己在修仙界的威望吗？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好人，也不想当一个好人。丹心堂灭我满门，我便灭他满门。人若是不犯我，我便不犯人；人若是敢犯我在乎之人，我必要他无法生存。
裴洛白说完之后，回头看了清玄宗所有同门一眼。我要做的已经做完了，我要说的只有这些。若有不服的，快来讨教。师弟师妹，我们走吧。听到裴洛白的呼唤，清玄宗的弟子们迅速地聚在了他的身后，跟着他离开。没有一个人有疑问，也没有谁觉得不甘。大师兄喊走，那便走了，就像来的时候那样毫不犹豫。看着他们离开，其他人内心都十分震撼且非常不理解。即便丹心堂已经以命偿命，可詹于怀、宫佩兰和朱凤红谁都不无辜啊，尤其是他们还做了那么多丧尽天良的事情。这个时候趁着他们人人喊打的机会，以正义之名诛杀他们，报仇雪恨，把这个仇报得彻彻底底，不好吗？白小北，你不准走，你给我站住！只见原本潇洒不已的裴洛白身形一顿，脸色瞬间变得不自然，然后嗖的一下起飞离开，在一眨眼的时间里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野之中。只见一个金丹期的小老头从人群里冲了出来。站住！你给我站住！人都已经看不见了，他还是要喊他站住。这就是25岁化神心中十分忌惮的人物吗？眼看着裴洛白是追不上了，石七长老赶紧回头去找清玄宗队伍里的叶玲珑。叶玲玲，叶玲珑嗖的一下迅速的消失了踪迹。你带我去找你们大师兄，不然你这个胳膊就别想要了。猝不及防被选中的季子卓一脸懵。你要是敢动手打我，你不尊长辈欺负弱小的恶名立马就传出去，你败坏清玄宗的风气，你罪大恶极。忽然就被一个金丹小老头拿捏住的季子卓快要哭了。一番小小的拉扯之后，清玄宗弟子还是离开了，带着固执的石七长老一块儿离开了。另一边，陈七元看着表哥和小师妹都跑了，他正想去追。好汉，我只是无辜的小人物啊，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徒儿莫慌，为师只是怕你也跑了而已。怎么，裴洛白都走了，你们还想要追究吗？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把我身上的定身符给弄掉！他吼完之后，詹于怀没有动。詹于怀，你聋了还是瞎了？还是在故意跟我作对？快放开我！你不必喊了，即便是裴洛白走了，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们的。他们凭什么？就凭你这些年来诱骗杀害来给你自己做备用躯体的人。他们要杀我，那你呢？你这些年跟我在一块做过的肮脏事少吗？你以为把所有罪责推到我身上，你就能逃掉了吗？我逃不掉，我也不打算逃。佩兰，10多年了，该结束了。詹于怀手中的匕首深深地扎进了宫佩兰的心口，宫佩兰瞪大了双眼，生命在迅速地流失。我没有错，我只是想活着，我有什么错？我没有。他的话还没喊完，匕首带着灵力全部刺进了心脏之中，顷刻间崩毁了他的心脏，结束了他的性命。詹于怀轻轻地给他盖上了双眼，然后抱着他催动灵力当场自爆了。朱凤红重重地叹息了一声，仿佛又苍老了许多岁。今天的事情我也有过错，让你们看笑话了。今后老夫会好好的守着神医谷，历任谷主将会精挑细选，绝不会再发生这等事情。既然如此，我们便不再打扰神医谷，告辞了。在任桃莲转身离开的时候，大长老带着人跑了过来。大长老，你来的正好。老夫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将神医谷交给你。朱凤红说完，便等着大长老上来感恩戴德的跪他，然后再当着所有人的面敲打他几句，这面子算是能找回来一些。老祖，我何德何能啊？怎么，你不想？你快步走到老夫面前，不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吗？啊，老祖您误会了，我是看任盟主要走了，所以我赶紧上来拦下他的。朱凤红一愣，顿时心口一堵。不知大长老找我所为何事？啊，盟主，您看我现在就一炼气修为，大的本事没有，唯有这一身医术还算是有点用。我想加入宗门联盟，希望盟主成全。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竟然要加入宗门联盟？
你把神医谷置于何地？老祖，我已经是一个废人了，这辈子都不可能用起死回生之术了。我如今修为只有炼气期，寿元只有100年，而我今年已经90，谷主之位交给我并不是明智之举。从今天起，我退出神医谷，寻一个愿意收留我的地方，了此残生。他这什么意思啊？自己可以拒绝他，但他凭什么拒绝自己啊？难不成就因为10年前没有支持他？说什么收留呢？我苍山72宫愿意给你想要的优待，只要你愿意来我们这里。任涛莲眉头一挑，你要坚信自己的第一选择。我听说你跟我徒弟叶玲珑的关系不错。我受过他的恩惠，也尝过他的嘱托，正是他把奇缘交给我的。那真好，你跟我走，大家彼此相熟，日后也方便一些。盟主愿意，我自然是高兴的。那就走吧。好，我们走吧。我们愿追随师父，请师父不要放弃我们。大长老蒋新奎看了一眼任汤莲，任汤莲毫不犹豫地笑着挥手：“一起走吧。”多谢盟主，多谢师父。眼看着一大群人跟任汤莲走了，朱凤红气得差点当场发飙。还有没有不想留在神医谷的？现在可以跟我苍山72宫离开。所有神医谷弟子，我们都将给予最高规格的优待，保证其安全和资源，无需自己勾心斗角，也不存在各种恶意竞争。你当你们是什么东西？滚！都给我滚出神医谷！老前辈别着急啊，若他们想走，你便是留也留不住。谁敢走？我看谁还敢走！大长老他叛逃神医谷，永世不得再回来。朱凤红吼完之后，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整个神医谷全走空了，甚至还把各自种植的灵草书籍全都带走了。他气得疯狂怒吼，灵力乱砸，当场就把那片山谷给砸崩了。为什么？话音落下，他一大口血吐了出来，染红了他身下的废墟。蒋兄啊，我不明白你为何要离开神医谷，明明谷主已经自尽，我就是下一任谷主，前途无量，为何还要离开呢？是，外人不清楚，可神医谷里的老人看得真切。那些被做成怪物的傀儡，10之23是神医谷的弟子。任堂莲心中大震，面上一惊，老祖能为了自己的面子和所谓的稳定，颠倒黑白到这样的地步，留在神医谷的下场不会比战于怀好多少。那你为何选择我宗门联盟呢？因为叶玲珑。哦，其他势力我不熟悉，但他我是信得过的。哎，我刚刚听盟主喊我蒋兄，也就是说，咱一向不敢透露年纪，且力压上百宗门，威震四方的化神大盟主，至今未有90喽。这就暴露年龄了。原来还是个弟弟呀！任堂莲当场就裂开了。裴洛白逃跑的时候，给其他同门留了信息。此刻他正坐在一家客栈之内喝茶等人。小师妹，何事如此惊慌呢？嗨，大师兄，你休得再逃！啊！裴洛白正疑惑着，其他的同门便走了进来。走在最后一个的季子卓手臂上还缠了个人。我的徒儿啊，我可算找到你了。你上次不辞而别，是不是因为我对你太过严苛了？不是的，我去查线索了。真的？真的。我就说嘛，你不可能是不想当我弟子了，你肯定是因为有别的事情才离开的。虽然呢，你不可能再留在神医谷了，不过没关系，我跟着你走便是了。你去哪儿，我就教到哪儿。我并不17长老，我大师兄的意思是说，他并不是不想跟你学，只是千玄宗平时要求一天练10个时辰的功，剩下2个时辰，你舍得不让他睡觉吗？当然不舍得呀。而且现在我大师兄还有一事相求，
不知道石溪长老能不能帮忙？哎，求什么求？师徒之间一句话的事儿，说吧。叶玲珑戳了戳裴洛白的手臂，裴洛白一怔，他竟然都懂。师傅，我有一挚友被人所伤，刀剑刺入心口，还被剜过。如今生死未卜，你能不能帮我治他呀？当然能啊！我虽不会大长老的起死回生术，但只要他没死，我就能给他治回来。真的？真的。啊，谢谢。谢什么谢？你现在就带我去，赶紧的。为师必须要给你争这个脸。好，我要带我师父去一趟昆吾城，你们作何打算呢？石七长老听到师父二字，他得意的扬了扬脑袋，心情愉悦的下巴的胡子一抖一抖的。大师兄，你的挚友在昆吾城吗？看样子我们都不认识，那么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吧。大师兄的挚友就是我清玄宗的挚友，毕竟能让大师兄放在心中深处那么久，属实很重要。毕竟能找到一个与自己步调一致、三观相同且一眼难忘的人不容易啊。裴洛白眉头一皱，总觉得六师弟全身上下洋溢着的气息名叫欠揍。能不伤心吗？人家之所以生死未卜，就是为了大师兄的，以一人之力扛下了所有的压力啊，给大师兄争取了时间和生机，让他去寻找真相，洗刷冤屈。当初大师兄可是与天下为敌的大魔头呢。裴洛白眉头皱得更紧，为什么越说越不对劲儿呢？他要是没记错的话，当初司玉晨是为了救小师妹才被叶荣月刺伤的吧？怎么这事儿也能算他头上？这时沈离贤忽然恍然大悟，我懂了，这样有情有义的未来大嫂是要一起去见一见的。沈离贤这话一出，在场的所有清玄宗的弟子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吓得后退了一大步。什么情况？他说错话了？大师兄，这可是二师兄说的，我们什么也没说。不然的话，你还想说什么？裴洛白额头上青筋突突的，大师兄要杀人了！他们都跑掉之后，裴洛白到柜台上拿了壶酒上楼去了，冷静一下。小师妹，什么情况？大师兄竟然如此在意，发那么大的脾气，他不会真的……长老，喝点酒歇一会儿，我们出去采买点东西就出发去昆吾城。哦，好的。没能听到徒弟八卦的石七长老拿着酒一脸失望的离开了。唉，大师兄并不是因为大家误会才生气的。那是为什么？可能这段时间暴躁成习惯了，一下子没改过来。啊？这就要从他跟石七长老的爱恨情仇说起了。刚刚跑掉的那4个男弟子不知什么时候又回来了，而且看样子八卦已经听完了。那他昆吾城挚友这件事情，这事说不准，有些人一见如故，有些人相看两厌，缘分的事情啊很玄妙，三言两语解释不清。说了又好像没说，所以呢？所以就不解释了，我们收拾一下出发吧。一行人浩浩荡荡的飞往昆吾城。没想到啊，上次跟你们见面还是在巅峰舞会，这一转眼呢，已经差不多时隔1年了呀。唉，你出事的时候，昆吾城虽然离得最近，但当时大家手里有任务，并不适合马上前往。但玉晨做了决定，第一时间赶到石泽山。我听玉正说，他想给你争取时间。裴洛白眉头微微一皱，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内心是悲喜交加的。我知道，他这是把你当作知己，人生难得一知己啊。当时你遭逢大难，他第一时间想办法救你，希望你这回也能不遗余力的救他。唉，玉正，还是你带他们去自己看吧。是，掌门，我师兄就在房间里面，不过我建议不要那么多人进去看他，让裴师兄带着神医进去便好。我们去那边等着吧。原来大师兄的挚友是个男的，你们怎么不早说呢？我们也没说她是女的啊。可你们形容的很是暧昧啊。心中无女人，拔刀自然神。二师兄，是你的心乱了。这倒打一耙的功夫简直离谱。小师妹，你们怎么在这里啊？好家伙，大长老也跟着过来了。可惜你们走得太快了，后面好多场好戏你们都没有看到。后来神医谷全走光了，就剩老祖一个人。陈七元兴奋地说了起来，叽里呱啦都不带停的。
所以你和大师兄是投奔了宗门联盟，被盟主派到这里来给司玉晨治伤。是啊，不过你们先来了一步，所以我和我师父先在外面等等，先看17长老的诊断结果。你们离开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少谷主和他的心上人？你不问我差点就忘了，谷主和谷主夫人有个儿子，可他俩出那么大的事情的时候，他儿子就没出现过。这个我倒是有所耳闻。我救活了黑山盟少盟主之后，黑山盟的人隔天就带他们离开了。听闻他走的时候带走了少谷主心爱的女人，少谷主痴情，想也不想的就追了过去。所以神医谷出事的时候啊，他俩早就走远了。叶玲珑点了点头，跟他猜的差不多。叶荣月是万人迷体质，黑山盟确实是很好的选择。他们够凶够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小师妹，为何忽然关心起少谷主和他的心上人？因为他的心上人是叶荣月啊。叶荣月是导致大师兄这次被围剿的始作俑者。他？对，诱导大师兄去灭丹心堂的人就是他，以正义之名诛杀大师兄，想要夺走浮屠塔的人也是他。只可惜我去的及时，他没弄得成。那我们要不要到黑山盟要人呢？黑山盟是什么地方？都能拿上百条人命要挟神医谷救人的，他们怎么可能会因为叶荣月做了坏事就将他交出来？听到这话，其他同门便冷静了下来。但是别气馁啊，修仙界就那么大点儿，总有机会的。小师妹说的没错，等我下次见到他，我必要他狗命。五师妹，我们建议你见到他跑快点，不然我们清玄宗和叶荣月又要多一桩仇恨了。陆白薇不吱声了。五师姐，下回你要是真遇见他了，你先假装逃跑，然后跟我会合，我们再联手反杀他。陆白薇顿时就高兴了。小师妹，我手里进了几个新铺子，一会儿你挑一个，划你名下。低声低了个寂寞，在场的全听清楚了。五师妹赢了面子，小师妹赢了金钱，他们都很开心。滚滚滚！你给我滚远点！大师兄，你怎么被赶出来了？不知道啊。那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司玉晨被我师父弄醒了，他睁开眼睛愣愣地看着我，我看他呢有点呆，好像没认出我，我就说了一句：别怀疑，虽然我已经突破了化神，但我确实是裴洛白，没错的。全体人员顿时大惊。然后呢？然后司玉晨一口血吐了出来，人重新就昏了过去。喊他滚蛋确实是有道理的。后来师父喊我去拿凝气丹喂他，我一不小心就拿错成了活血丹。懂医的跟不懂医的全都惊呆了。你喂进去了？没有，师父把活血丹塞我嘴里，把我赶了出来。看样子17长老的脾气比从前好了许多，都这样了也只喊他滚。大长老七元，你们怎么在这里啊？来给司玉晨看伤，拿便进去吧，他伤的真的是很严重啊。后来他们才知道司玉晨的伤有多严重，因为心头上的伤，他在走火入魔的边缘徘徊，时而清醒，时而沉睡。沉睡的时候还算正常，但清醒之后容易发狂，如果不好好控制，他会伤人伤己。叶元龙不太懂，他跑去问陈其元，身体上的伤也会引起走火入魔吗？还是因为他失恋了，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儿？陈其元的回答是，心里也许有，但不是主要原因。他被剜心的时候，全身的灵力在运转，一时岔了气，乱了经脉，这才导致的体内灵力失控，接近走火入魔。叶荣月的大女主气运确实厉害，连男主都扛不住她这祸害。在后续的治疗里面，裴洛白还是被喊去帮忙了。毕竟司玉晨接近走火入魔，他若发作起来，他们4个医师是控制不住的。这一次4个人紧紧地盯着他，他总算是凭着良心没再出错了。那边司玉晨还在治疗着，大师兄还在被租借。这边昆吾城迎来了一件大事，昆吾城的金叶神树结果了。听闻金叶神树每隔10年结果一次，
它的果子灵气浓郁，不仅能够增长修为，还能够治疗内伤，是非常珍贵的果子。不仅如此，金叶神树的金叶还是具有木属性的真金，材料珍贵且难得。只是这金叶神树很神奇，任何靠近它的飞行物都会被它压制的落地。换言之，要摘果子只能徒手攀爬。而攀爬这金叶神树也不容易，上去以后它会给人很大的阻力，越往上爬，阻力的加成越强，而修为越高，阻力也会越强。清玄宗弟子在一旁围观，看得那叫一个津津有味儿。毕竟大家这还是头一回见到宗门活动。掌门，根据以往的经验，金叶神树上的果子和叶子被摘取的情况如何？果子会被摘掉30%，叶子嘛，没人摘到过。那没有被摘走的果子和叶子，后续是怎么处理的？枯萎后掉落，最后毫无价值。好可惜啊！是很可惜啊，那可是70%的果子和全部的金叶啊！即便是玉晨在的时候，他也没摘到过金叶。金叶在最顶端，那里的阻力真的是太强，即便是我也摘不到。你摘不到，那是因为你修为太高了。即便是炼气的弟子上去，修为虽然低，可顶上的阻力系数很大，那么点修为也能给他放大成许多倍的阻力，就吃不消了。掌门，你觉得我如何？昆吾城掌门一愣，你觉得我上去能摘到几个？你已经是金丹期的修为了，昆吾城那么多金丹，你看他的最高的到现在也才摘到1个，结束的时候顶多是摘到2个。你虽然天赋异禀，但也不可能抵得住那金叶神树的阻力，顶多摘3个吧。掌门，你小看我，我才摘2个，我不信，我至少能摘10个。年轻人不服输是好事儿，但这金叶神树啊，你还真不得不服。那掌门敢不敢让我试试？没准服的是你们，不是我呢。放心，我必然不会抢夺昆吾城弟子的果实，我等他们摘完了，剩下的要在金叶神树上枯萎的时候，我再去摘。听到这话，昆吾城掌门和长老顿时就震惊了。低矮的果实都被摘完了，他们摘不到，你还能摘到吗？你这未免也太看不起我们昆吾城的弟子了。对啊，他们都没有我厉害。好大的口气！若是你摘不到10个呢？少摘1个赔你们1万灵石，1个都摘不到，10万灵石送给你们。这下掌门跟长老都被逼急了，这孩子也太嚣张了吧！行，我同意了。等他们结束你就上去，可别叫我失望。好嘞。师兄师姐，你们快告诉我，那棵金叶神树上都有什么好东西？但凡有点价值的都不要遗漏。怎么，你想上去摘？叶玲珑点头。不可能，昆吾城掌门能同意？叶玲珑再次点头。小师妹，你记好了，上面的好东西还真不少。花诗晴立即跟叶玲珑介绍了起来，叶玲珑一个不落的全部记下。差不多大半天过去，果然和昆吾城掌门估计的一样，上面的果子剩了70%，而顶端的金叶无人能摘。叶玲珑足尖一点，跳到了金叶神树下面。我保证天黑前一定收工，绝不会让你们加班的。我来喽！叶玲珑信心满满的爬上了金叶神树。一开始他的速度还挺快的，但是到了树干中段的时候，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正当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等着他费尽全力往上爬了一段也找不到果子后，自己认栽跳下来时，叶玲珑忽然在第一根树枝上坐了下来。难不成想要歇口气恢复体力再爬？
叶玲珑从戒指里掏出了一叠小小的白色纸片人，放在一旁，然后又从戒指里掏出了一叠符纸以及一叠匕首。小白，你指挥一下，让他们每个人拿把匕首往上爬，把这棵树上所有的果子和金色的叶子都给我摘下来。小白萌萌的一点头，便开始跳起舞来，一边跳还一边咿咿呀呀的。他们没有修为，轻飘飘的，被小白的特殊的非法术力量操控着，所以他们可以无视金叶神树的压制，迅速的往上爬。一群纸片小队咿咿呀呀的往上爬，看着又呆又萌又壮观。他们迅速的爬到果子上，用小匕首割掉果子，果子掉下来，叶玲珑便在底下一个一个的接，一个不落的全都收进了戒指里面。不仅如此，他摘完了果子，开始摘顶端的叶子，摘了金叶，就连金叶旁边的枝丫也不放过，枝丫薅光了，树皮还铲走了好几块。坤无城掌门捂住自己的心口，呼吸困难。他说的是10个，可他现在至少摘了100多个，信谁都不会再信叶玲珑那张嘴了，真的好离谱啊！我天，那么多的果子和金叶呢，全部归他一个人了，那么大笔财富，真的酸死我了！哎呀，这招真绝啊！现如今修仙界几乎找不到一样听指挥且没有修为的东西了，可他竟然有一大叠啊！哎，等下，我好像学会了，我忽然有个大胆的想法。你这么一说，我也……懂了，我也懂了。10年后，我也要这么干。懂什么懂？都给我闭嘴！今后，金叶神树摘果子，再加一个规定，必须自己亲手摘，不准带宠物作弊。坤无城弟子一下子就委念了下来。收割完毕，转得盆满钵满的叶玲珑爬下了金叶神树，高高兴兴地走到了坤无城掌门面前。多谢掌门成全。坤无城掌门瞬间心梗，谢什么谢？还不如直接消失。哼，你倒是聪明啊，就是不走正道。掌门，摘个果子还分正邪吗？我的意思是，你应该用常规的方法。我的方法不常规吗？那你下次早点提醒我啊！他竟然还想有下次，那么大个便宜，他能准许他赚2次？坤无城掌门气得侧过身去，努力调整呼吸。据说当晚坤无城掌门亲自去了一趟司玉晨的病房看望他，确定他伤势已经稳定下来，后续只需要慢慢调养之后，第二天一大早，坤无城掌门就把清玄宗所有的弟子连同裴洛白一块儿叫去吃了顿送客饭，把他们送出了坤无城。离开之前，裴洛白还专程最后去看了司玉晨一眼，听闻他当时醒着，看到裴洛白进来之后，裴洛白还未开口辞别，司玉晨先送了他一个字：滚。事已至此，他也无甚好说，需要他的时候抓着他的手臂，压制体内乱窜的灵气；不需要他的时候，见面第一句就是滚，翻脸无情不认人。走吧，没你在的话，司玉晨大概1个月就能好。有你在呀，他这伤可能要再拖半年。为了我的病人着想，你还是先行离开吧，等为师有空了再去寻你。于是他们清玄宗一群人大受欢迎的来，颇为寂寥的走。掌门有新交代，七星宗和叶玲珑都是坤无城新的重点关照对象，他们若再来，必须第一时间上报。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好呢？其他人嗖嗖的目光全都看向叶玲珑。是该回一趟清玄宗了。回去做什么？看看师傅死了没有啊？我们出门在外3天2头拿他赌咒发誓，没准他老人家真的英年牺牲了呢。到了清玄宗之后，大家也没去青兰峰，而是直接朝着师傅所在的主峰飞了过去。刚到主峰的山门上，他们便听到了一道悦耳的鸟叫声。我记得师傅之前好像没有养过鸟的。走进山门后，他们迅速地走到了华修远的院子里。只见华修远院子里那一棵巨大的榕树的树枝上站着一只水蓝色羽毛的鸟。这鸟绝非凡品，
没想到师傅竟然还偷偷养了一只这么珍惜的灵鸟，这小金丹出息了呀！大家从大厅找到房间，又从房间走了一圈到后院，找遍了每一个角落，愣是没有找到华修远的身影。师傅出门了？师傅竟然也会出门？不是吧？我之前每次来的时候他都在的。有没有可能他已经离开很久了？如果说他真的早早就离开了，那么巅峰舞会的事情没出现，大师兄的事情没出现，倒也正常。正常吗？巅峰舞会的事情，但凡他还在宗门联盟的范围内，便不可能不知道；而大师兄的事情，但凡他还在下修仙界，也不可能不知道啊。还记得最后一次见师傅吗？那次我在藏书阁弄出了点动静，他便迅速过来查看了。现在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他一直就没出现过，那就不正常啊。难不成师傅他老人家真的被我们咒死了？师傅热死了，那尸体呢？这就要问在座的各位了，你们都交代一下，拿师傅赌咒的时候都咒他死哪儿了？师傅是真的没有他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简单。叶玲珑指了指那只灵鸟，直觉告诉我，它不是下修仙界的灵鸟，而且师傅的院子周围有许多的禁制。禁制？对，而且很难，难道我未必能解开？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的阵法和符文在外面所向披靡吗？因为我见过最难最复杂的阵法和禁制，全都在清玄宗。一直以来，大家都以为清玄宗是个小破宗门，分分钟要解散的那种。但现在好像不是，这里藏着许多的秘密。那么，他们这几个被选中的人，也一定是有特殊理由的。好啦，大家也不用瞎想那么多，船到桥头自然直，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考虑吧。没准过一会儿呢，师傅他老人家就回来了呢。但所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心里都觉得师傅可能不会再回来了。回去吧，该闭关的闭关，该修炼的修炼。要是还有想法要出门历练的，歇2天再走吧。大师兄裴洛白发话之后，其他同门便没再停留，一起回青兰峰去了。那只灵鸟忽然回过头来，目光落在他们所有弟子的身上，看着他们离开。他们离开之后，他又视线一转，目光看向东方。小师妹，快开门！叶玲珑打开房门，陆白薇高高兴兴地跑了进来。小师妹，你那些小纸人呢？拿出来给我玩一会儿好不好？看着好好玩啊！叶玲珑轻笑一声，把那一叠小纸人拿了出来，然后把小白也放了出来。别怕呀，姐姐只想跟你玩一会儿。去吧，小白，他不会伤害你的。过了一会儿，他的房门又被敲响，三师姐莫若琳跑了进来。小师妹，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武器，看起来好厉害啊，我都锻造不出这么强大的武器呢。叶玲珑轻笑一声，从戒指里把小红伞拿了出来，递给三师姐。哎，他怎么坏了一道啊？大师兄和那个化神老者打架的时候，我拿出来挡了一下，它就坏了。还好坏的不严重，应该能修。只是以我的水平，好像没法修。没关系，回头我去找锻造它的人。小师妹，你能告诉我是谁吗？我想跟他讨教一下。叶玲珑张了张嘴，想到大师兄被大叶子给吓得够呛，以后有机会我给你介绍，现在不太合适。莫若琳点了点头，继续研究武器去了。很快，2师姐和4师姐也来了。清玄宗的5个女弟子聚在了一块儿，有说有笑的聊了起来。大家一起分享这段时间的经历，又聊了很多有趣的话题。叶玲珑的院子亮着灯亮了一整晚，大家都困倦回去休息的时候，天边已经微微泛白了。这时，他戳了戳自己的手腕。大叶子，我好困啊，我想睡觉。所以呢？我睡觉去了，辛苦你帮我把伞收一下。叶清玄叹了口气，进入了他的身体，然后配合着把桌子上的那把武器捡了起来。武器刚拿起来，他便看到了上面一道裂痕。
某个人弄坏了武器，不敢直说，要用这种方式找他来修。你是不是在昆吾城摘了金叶？是啊。正好可以用来修伞。哈，那真是太巧了。叶清玄摇头一笑，他分明早知道金叶是能够修缮他武器的材料才去摘的。你可以去睡觉了，等我修好我叫你起来。大叶子，你真的是太好了。叶玲珑放心的把自己交给叶清玄之后，便睡觉去了。叶清玄坐在他的房间里，开始给他修武器。他的动作很快很迅速，在最后一片金叶用完之后，他想了想，在小红伞的伞柄上刻下了2个字：红颜。最后一笔落下的时候，叶清玄忽然一下眉头皱起，他将红颜收了起来，起身走出了房间，足尖一点，飞到了青兰峰的峰头上，站在那里远眺东方。小师妹，哎，这一大早的，你怎么会在这里欣赏晨光呢？你这化神掺水了，东方卫那么大动静，你听不到？裴洛白一怔，他顾不上思考小师妹为何又变得如此凶狠，所有的思绪都集中在另一个点上了。小师妹，你也感受到了？连你都能感受到，我为何不能？啊！正当裴洛白发呆的时候，身后又传来了新的动静。哎，一大早的，大师兄、小师妹，你们在做什么？沈离贤走了上来，顺着他们的视线往前看了看。你们在看什么呀？我怎么什么也没看见？东方卫好像出了大事儿。我跟小师妹在看，东方卫出事了，哪儿呢？我没看出来呀。他拽了拽小师妹的袖子。要是连你这区区元婴都能看出来，那只能说大难临头在眼前了。沈离贤震惊地看着叶玲珑，一大早的，他开始幻听了。叶清玄把视线从东方收了回来，反正天塌了也跟他没关系，只要小叶子没事，其他的都不是问题。小师妹，我怎么就成了区区元婴了？不然，你觉得元婴很厉害吗？元婴也不是很厉害，但也不太差吧？不差吗？你身负人族和妖族2族血脉，跨族结合生子本就是逆天而行，能在违背天意的情况下存活下来，说明此子天赋异禀，资质超群。这么好的硬条件下，你都20了还是个元婴，你哪来的脸说自己不差？沈离贤震惊地张着嘴，他看了看裴洛白，又看了看叶玲珑，愣是半天说不出一个字儿来。看到沈离贤这副怀疑人生的样子，裴洛白压了压翘起的嘴角，最后没压住，甚至只能把头扭过另外一边，然后暗自偷笑。小师妹，你说的对，但凡我努力一些的话，现在也许就是个化神了。谁知叶清玄看了他一眼，目光中带着几分失望。化神算什么？便是突破炼虚也不为过。炼虚期，小师妹一个金丹对着一个元婴，跨越了化神，直接谈炼虚。炼虚的话，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呀？有什么夸张的？叶清玄看了裴洛白一眼，他都能化神，你上个炼虚不是理所应当的吗？还在偷笑中的裴洛白顿时就笑不出来了。人已靠边站，嘲讽依旧来。呵，原来以我的资质是完全可以超过大师兄的呀。大师兄，我准备闭关去了，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超越你。不用有朝一日了，今晚就行。啊，去，我们梦里见。眼看着裴洛白回头离开，沈离贤迅速地跟了上去。大师兄，东方卫出什么事情了？你不是马上要炼虚了吗？问我一个区区化神做甚呢？他俩说话的时候，穆萧然正好从他们身边经过。什么？谁要炼虚了？区区化神？化神现在已经可以用区区形容了吗？
穆萧然一头雾水，但不妨碍他迅速地跟上两位师兄。大师兄，你慌了；二师弟，你飘了。你快告诉我呀！我也不清楚，不如你去问小师妹吧，她看起来比较懂得多呀。问小师妹？大师兄，你故意害我的吧？你们在说什么呀？发生什么事情了？哎，五师弟，你来的正好，东方卫出大事了。小师妹看到了全过程，你要不去问问吧？那你们怎么不去问呢？两人都没说话。喊六师弟去问吧。年轻人呢，就得要多踩坑，方能迅速成长。片刻之后，季子卓上门找叶文龙了。他去的时候，叶清玄刚躺下不久，听到扰人清梦的敲门声，他整个眉头皱了起来。下一秒，怎么回事啊？七师弟，你怎么被丢出来了？我也不知道啊，六师兄让我去找小师妹，说有急事我就去了，谁知道他连门都没开，二话不说就把我丢了出来，快得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呢。哎呀，我可怜的七师弟啊！我说五师兄有事找小师妹，为啥不自己去呢？原来是这样。这些人怎么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啊？这时，叶玲珑的房门打开，他从院子里走了出来。师兄们怎么都在我的院门口？是因为早上东方卫的动静吗？其他师兄立即互看一眼，警惕地看着叶玲珑。我刚刚认真地想了想，这事情不简单。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师兄们随我去看看。他说完之后，裴洛白便上前一步。那就去看看。这场面他可再熟悉不过了。一般来说，小师妹凶残不了多久就会恢复正常。恢复正常的时候，比平时都要温柔许多。就比如现在，那只灵鸟飞走了。奇怪，能养在院子里的灵鸟，竟然还能自己飞走的。我昨天就有注意过，它的脸朝的方位一直是东方，但是当时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问题。直到今天一早东方卫有了大动静，我联想到他昨天的朝向，于是就想来看看，谁知他竟然不见了。小师妹，你看出什么了？没看出什么。那就算了，我们先回青兰峰上去吧。回去之后，裴洛白召集了所有人，把目前的情况说了一遍。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不如我们即刻动身前往东方卫，飞去看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修为高，速度快，应该很快就能回来。二师弟，你呢便留在清玄宗照顾好师弟师妹们。好，在我回来之前，你们就先留在清玄宗，暂时不要外出历练了。好。他离开的时间里，沈离贤带着师弟师妹们去了清玄秘境。进来之后，叶玲珑重新设计了一个阵法，阵法还把未见过的三师兄和四师兄的位置也给安排好了。他们不在，不影响阵法的使用；他们回来了，阵法便更完整。花诗晴赶紧炼制更多的保命丹药，莫若琳也给大家的武器挨个的加固升级。就连柯心兰也在改进他的幻术丸子，他现在还往里加了晕眩的效果。看到师妹们这么努力，师兄们修炼得更加专注拼命了。差不多过了1天1夜之后，裴罗白回来了，他的神色非常的严肃，连带着大家的心都不由得咯噔了一下。东方卫的情况我已经弄清楚了，现在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说好消息吧。好消息就是，昨天早上在东海的半空之上，凭空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岛屿。那座岛屿一眼看不完全部，但所见之处灵气浓郁，天才地宝是无数。凭空出现一座岛屿？对，我打听了一下，以前这种情况也是有出现过的，大家称之为天降福岛。福岛据说是上界掉下来的，里面资源无数，灵气浓郁，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谁捡到了便是谁的福气。那坏消息是什么？
坏消息就是，天降福岛的时候，进入福岛需要携带的符石降落在海面上。各方势力拼了命的争抢，在争抢的过程当中，咱宗门联盟的任盟主被暗算重伤了。什么？小师妹，你别着急，他已经被救回来了。虽然是伤得有点重，但是性命无忧啊。可他是化神啊，堂堂一个化神，竟然也会被偷袭重伤吗？因为偷袭他的是2个化神。一出就2个化神，化神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不值钱了？是什么人啊？黑山盟的人，他们为了抢夺符石，不择手段地偷袭了盟主，成为了宗门联盟苍山72宫黑山盟百教神殿4方势力中获得符石最多的一方。一旦登岛，就意味着黑山盟可以在里面以人多欺负人少，随意围杀宗门联盟的人。可若宗门联盟不去的话，后果会更加的不堪设想。什么后果？上一次天降福岛是在1000年前，听闻那一次最后留在福岛上的人里面，有10个突破了化神。10个化神？听到这个消息，清玄宗所有人都沉默了许久。那盟主那边是怎么打算的？盟主重伤，群龙无首，那4个掌门在那边吵得不可开交，我没有多停留就回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去一趟镜花山。那贾老头是在镜花山养伤吧？是在镜花山。那贾老头天天装作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算计大家，故作沉稳，但其实他能力也就那样，人一倒谁都可以欺负。家里就我一根独苗了，我得去帮他撑场子。走了，你们都保重啊。我陪你去吧。说什么屁话呢？是我们陪你去。对啊，这种好事我们怎么可能错过？这可是清玄宗崛起的大好机会。10个化神是吧？哼，9个出自我们清玄宗。走了走了，又到了我们集体干架的时候了。宗门联盟必定不会垮台。有家一起打，有宝一起分，有祸一起扛，清玄一出，当世无敌。于是，在裴洛白的带领下，大家迅速地上了镜花山。叶玲珑看到任汤莲的眼睛还闭着，他眉头便忍不住皱起。我师父还在疗伤，人都还没醒呢。4位掌门在这里等着，是有什么大事要商量吗？听到叶玲珑说话这么不客气，另外4个掌门脸色一下子不太好看起来。长辈的事情，小辈不要过问。但我师父的身体我能直接负责吧？你们在这儿影响他休息了。他一会儿就能醒。那他醒了，你们再进来不就行吗？一直等在这里是干什么呢？他只是伤了，又不是死了。他还是宗门联盟的盟主呢，未来还得靠他撑场面呢。放尊重点不会吗？你一个小辈就是这么说话的？对什么人我就说什么话，不就是因为符石还在我师父手里，你们都想在第一时间决定他的去处吗？但你们别忘了，镜花山还有我这根独苗在，有我在，我就不准你们这么没规矩的逼迫我师父，谁也不行。被叶玲珑这一呵斥，其他掌门脸色更加难看。请各位掌门先出去吧。叶玲珑看他们不动，大师兄帮忙送一下4位掌门。裴洛白立即上前对他们做了一个请的手势。4个掌门一看到裴洛白，便当场没了脾气，尽管脸色再不好，也还是离开了。他们在这里好久了，怎么都喊不走，还是你厉害呀？哪，只是我大师兄厉害而已。这一直都是一个强者为尊的世界，只是之前我师父把大家保护得太好了，所以联盟里大家彼此关系一直挺融洽。大长老，我师父伤得重不重？挺重的，但性命无忧，只是需要休养很长的一段时间。现在当务之急，符石分配的事情很重要，解决不好的话，黑山门还没打来，内部就得先瓦解了。他什么时候能醒？不好说呀，
快的话，今晚有机会。你呀，行医之人就是太过保守，哪里需要到晚上？需要我醒来的时候，我这不就醒了吗？你没事吧？死丫头，刚刚我昏迷的时候，你一声声的师傅叫得多好听呢。现在我醒了，就直接改成你了，你有没有良心呢？没有。任堂莲愣了一下，然后无奈地笑了起来。他一笑就忍不住咳嗽。差不多得了，都这样了还笑什么笑呀？很好笑吗？开心呐，听到你这么维护为师，为师心里乐呀。你也太容易满足了吧？要不我再告诉你一个更让你乐呵的消息。受伤一回，竟然有这么多惊喜呀！有啊，我刚回了一趟清玄宗，你猜怎么着？我那清玄宗的那位师傅没了。没了？什么叫没了呀？不知道是死了还是走了，所以统一称之为没了。也就是说，以后你就只有我这一个师傅了。是好消息吧？哎呦，那可真是太好了。叶云龙好气又好笑地白了他一眼，这假老头好幼稚啊！说正事呢，谁打伤的你？任堂莲一怔，我以为你要讨论的正事是符石怎么分配呢。比起符石，你竟然更关心我。因为无论如何我都要拿到一块符石啊，不然怎么去跟你报仇？此去福道危险，我未必会给你。我需要你给，你随便给谁，出了这杏花山，我保证马上就抢到手。我大师兄除了你之外，宗门联盟的唯一一个化身，有他在，我想要几块就有几块。这也太嚣张了吧！也别说什么后续报复的废话了。我清玄宗现在就10个人，大家现在都在一块行动，就算是想挑软柿子，宗门联盟现在暂时也没谁能够捏得起，所以你分配的时候最好自己想清楚，不然你的联盟里出现恶性抢夺事件，你更不好善后。叶云龙说完，笑得更嚣张了。任堂言深吸了好几口气，气得脑袋嗡嗡的。哎，息怒啊，留口气活着，回头还要亲眼看着我给你报仇呢。你这样大逆不道，竟然还想着给我报仇！哎呦，我可太感动了。那必须报仇啊！你现在是我挂名师傅，你挨揍了，我面子上过不去。符道出现后第5天，便可以凭借符石进去。没时间了，把他们喊进来吧。很快，他们便进来了。进来的时候还多看了叶云龙好几眼。差不多得了啊，他一个小孩子，你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跟他计较什么呀？你就惯着他吧。他要是你的弟子，你不惯，要不盟主你把他让给我试试啊。凑什么热闹？说正事儿了。我七星宗得不到的，你们也别想要。也就坤无尘不知珍惜，把人赶出了门，不就几个果子吗？小气的。坤无城掌门一看战火烧到了自己这里，顿时就急了。这是几个果子的问题吗？得了，说正事，是一共散落近1000枚。按照4大势力均分的情况，我应该有200多枚，但因为黑山盟的偷袭，我如今手中只有120枚。他们手里只有120枚，这意味着黑山盟手里有近400枚。所以派进去的实力不行，就是单纯送头。可如果都派精英，若全都折损在里面，后果更加严重。这话一出，大家又都沉默了。盟主，你心里是怎么打算的？我的意思是，4大宗门每个宗门分配20，清玄宗分配10个，
其余30平均分配给剩下的6大宗门。盟主，这不太公平吧？清玄宗全员能去吗？对呀，即便是他们分到5个，我也赞同的。毕竟他们弟子实力确实强，但那几个金丹期的女弟子，他们去了做什么？拖后腿吗？什么叫金丹期女弟子去了拖后腿呀？啊，你问问我徒弟，这话他同意吗？4个掌门齐刷刷的转回头，看向金丹期女弟子叶玲珑。这个特殊啊，可以多给他们1枚。对，清玄宗6枚，我同意。我不同意，我们清玄宗弟子共进退，要么去10个，要么1个不去。只不过你们想好了，我大师兄这个化神若是不去，你们的弟子死了，那没人能救了哦。这话一出，其他4个掌门全都被噎到了。这下没意义了吧？盟主的决定，我们岂敢有异议呢？算了，他们少去4个，我们也就每人多去1个，改变不了什么大局。盟主如此看重你们，但愿你们清玄宗能在这一次有个好的表现。没错，你们好好准备，这一次去九死一生不是开玩笑的，因为能进辅导的年纪必须是100岁以下的弟子，而偷袭在盟主的那2个化神就是黑山盟100岁以下的弟子，他们这次一定会去的。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偷袭师傅的不是黑山盟老祖一样的人物，竟然是黑山盟的弟子而已。那这个黑山盟实力真的好强。拿到自己的那份符石之后，4个掌门终于干净利落地离开了任汤林的房间。你答应过要给我报仇的，现在我人员都给你配齐了，你不会做不到吧？不就是2个化神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说了帮你报仇，肯定会帮你报仇的。你等我的好消息啊！年少就该轻狂，他的努力和天赋配得起他的所有自信。对了，你那把武器可以给我看一看吗？叶玲珑从戒指里取出了小红伞，递给了任唐莲。灵气分上中下品，即便是上品2字，用在你这把武器上也是显得非常寒碜。幸亏当时你跑了，没有让我替你找人打造。叶玲珑听着任唐莲的夸奖，脑袋扬起，嘴角快要翘上天了。识货，果然很识货。他的名字叫红颜吗？叶玲珑一愣，他低下头来，这才在剑柄上看到雕刻的红颜2个字，是大叶子的字迹。对，他叫红颜。很好听。任唐莲把红颜还给了叶玲珑。明天出发，我会亲自送你们去。你这样没关系吗？放心，我好歹一化神，没那么脆弱。回去准备一下吧。好。听完上一次出现天降辅导是在1000年前，换言之，现如今在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曾经见过辅导。搞什么嘛！昨天还说盟主寻死，你们自己也寻死的厉害吧？司玉琛重伤还未痊愈，现在脸色都是白的。昆无尘掌门，你竟然给他1枚符石啊！哼，玉琛他马上就能痊愈，不差这几天。以他的实力，绝对足够突破化神。那隐月宫呢？大家派的基本上都是元婴，即便有金丹，那也是少数能力突出的。你怎么还夹带了一个自己的儿子呀？要你管呢？我儿子就是能力突出的，不行吗？他这都金丹后期了，有什么气不得的？就你话多。七星宗掌门，你往里面塞了个金丹期的小弟子是什么意思啊？我可没有夹带私货，七星宗元婴期的人就那么点儿，剩下的都是金丹的。金丹选哪个，我直接全宗门抽签，选中他也只是遵从天意罢了。
七星宗掌门这操作，让人忍不住想要喊上六。你把我们都数落遍了，你又是个什么好东西？你不也夹带金丹了？这位是你烈阳殿的弟子吧？不是，我可没有夹带私货呀！我发誓，我没有让他来的。你自己交代一下，怎么回事？这呀，还真不能怪我们掌门。这个名额呢，是我从其他门派手里面买来的。买来的？这个那么珍贵的名额还能买啊？哪个宗门那么丧心病狂，又目光短浅呢？这名额是从谁手里买的？是我卖掉的。我北斗宗这些年出来的人才不多，与其占着这个名额，不如换些灵石供全宗发展。你真是糊涂啊！说你们宗门多一个人实力提升，带来的好处可比那点灵石多了。盟主，此言差矣啊！多一个人去，也只是多一个炮灰而已。毕竟我们十有八九是要被黑山盟给锤的。另外，请不要用那点儿这两个字来形容卖名额获得的灵石，它可以供北斗宗1个月的开销了。这连烈阳店主都震惊了，他竟不知他手下有这么个大款。你的灵石，掌门，来源绝对干强，我凭智慧赚取的。是个人才，别人拼命修炼，他低调赚取灵石。小师妹，罗岩终于看你之后，似乎聪明了许多，说明跟着我长进快啊！这不，一会儿肯定要上来蹭车队了。不至于吧？他们烈阳殿有队伍的。叶玲珑看了一眼带队的赫连凤，打赌吗？一间店铺。不赌，我直接送你。我世界你赢了，哦不，双赢。很快，大家飞到了福岛的前面，那里3个势力的人已经聚集好了。叶玲珑扫了一眼，在人群最前面看到了黑山盟的少主，而他的身边果然跟着叶荣月。他听到动静，立刻回头，视线果然落在了叶玲珑的身上。看，这就是塑料姐妹花之间的默契。小师妹，你笑什么呢？我们很快就能有仇报仇，有怨报怨了。我发誓，若这次再让他跑了，我头给你们砍下来当凳子坐。这还是小师妹第一次发这么毒的誓呢，看来她是要动真格了。没想到宗门联盟竟然还敢来，而且还是盟主您亲自护送这些小孩子来呀！没什么不敢，不到最后一刻，鹿死谁手人未可知。下修仙界有4大势力，宗门联盟在东方，苍山72宫在南方，黑山盟在西方，白教神殿在北方。大家离得远，鲜少有来往，基本上没什么交集，所以这些年除了边界上一些小争执之外，没有过大矛盾。虽然如此，但不代表彼此没有野心，谁都想获得更多的资源。这么看来，黑山盟最强，而我们宗门联盟是最弱的。并不是，之前黑山盟也只是一老一少2个化神的配置，小的化神是最近才突破的啊，这个我懂。新突破的那个化神得力于黑山盟新任少主夫人，是他给黑山盟带来了机遇。听说等少主的伤势痊愈了，他就要冲击化神了。他们正聊着，忽然间感觉到远处有一道视线盯着他们这一边。只见黑山盟的那位新晋化神，此刻正在盯着裴洛白，目光中的挑衅毫不遮掩。叶子姐，这人啊叫金世虫，原本呢是黑山盟里边黑岩山的天才弟子，今年刚过38，因为天赋过强，在他们舞会的时候啊夺得了高级组的魁首，后来被黑山盟盟主给看中，招入盟主手下的黑金山。这事儿啊其实不太光彩，就是相当于你在巅峰舞会上表现得非常的好，最后觉得清玄宗给的资源不好，转而投入到4大宗门麾下，
背叛师门的一个意思啊。那原来的黑岩山能同意他这样做，倾所有资源培养一个天才，就这么跑了？当然不能同意啊！但是黑金山是盟主麾下的，这实力强，态度硬，再加上金世虫心意已决，黑岩山也没办法呀。这苦啊，就只能是打掉牙的往肚子里边咽了。似是看出来叶玲珑他们在讨论自己，金世虫冲着他们嘲讽一笑，然后对着他们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嚣张至极。啊，不就是一破化神吗？他至于那么骄傲吗？什么玩意啊！我这暴脾气，要不是我打不过，我肯定不能忍。不能忍就别忍啊！叶子姐，重点不是我不能忍，而是我打不过呀。你打不过他总骂得过吧？他不是喜欢挑衅吗？都送上门来了，这还不开骂？骂死他呀！那进辅导以后，他杀我怎么办呢？怕什么？他不来，我还要去找他呢。天塌下来有我顶着，你今晚骂。那我去了。你放心去。罗延忠一听，当场就乐了，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跟着叶子姐就是爽，出门见谁挑谁，连路过的鬼都要挨一巴掌，这玩意儿算什么？哎，瞪什么瞪？就算你瞪到眼珠子都掉下来了，你也不配当一只青蛙。嘿，就你这长相，顶多就是个蛤蟆，还是妄想吃天鹅肉的那种癞蛤蟆。你算什么东西？切，也有资格骂我？哎，是你自己朝着我们这边挤眉弄眼的，不就是找骂了吗？哼，我当然要趁你还活着赶紧骂呀，不然过一会儿你死了，哼，本着尊重死者的原则，我就不能骂你了呀。跟你不一样，这单基本的素质我还是有的。金世虫气得胸口上下起伏，他抬手便是一道灵力，朝着罗延忠劈头盖脸的砸了过去。裴洛白眼疾手快的替他挡了下来。怎么，现在就想开打？这争执来的突然，其他人直到现在才反应过来。只见黑山盟的盟主皱着眉头，正要恼怒的开口，被任堂莲抢先了一步。黑山盟主若是不想进这辅导，要现在就开打，那我宗门联盟奉陪到底。苍山72宫和百教神殿的道友们，你们不妨多等一会儿，没准一会儿所有的符石就归你们平分了。宗门联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无所谓，但黑山盟就算是亏大发了。黑山盟主直接怒哼一声，扭过头去忍了，一直到前方光芒闪耀，天降辅导正式开启。黑山盟的人站在离辅导最近的位置，所以辅导开启的一瞬间，他们那些拥有符石的弟子便率先进入到辅导之中。现在辅导里空无一人，进去的越快越能抢占先机，掌握主动权。因为手握符石进入辅导之后，落点是随机的，先到的人先有所准备，便能够轻易埋伏，甚至杀死后来者。眼看着其他3个势力的人走得差不多了，宗门联盟这边的弟子也迅速的跟上。一眨眼的功夫，原本在辅导前等待的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都消失了。这时，剩下的人所有的目光全都聚焦到了宗门联盟那群还没离开的弟子身上。怎么，任盟主，你们这是怕了，不敢去了？哼，怕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也奇怪他们为什么不走，不如一起往下看。只是，但愿一会儿你还笑得出来。故弄玄虚。彼时，燕龙正在摆弄他从戒指里取出来的绳子，这绳子是他和三师姐联合打造的，坚韧无比，而且还贴了符文，必定不会拽断的那种。他正将绳子的一端捆在自己的腰上，然后将其他的递给清玄宗的弟子。清玄宗的弟子10人挨个把自己给捆了上去，
捆完之后，罗延忠赶紧接过剩下的绳子，迅速捆在自己的腰间。陆白薇一看，罗延忠果然来蹭清玄宗的车了，蹭得这么不加掩饰，幸亏他聪明，当场就给了小师妹铺子，不然这面子可是要丢的。罗延忠厚着脸皮捆完之后，下一个捆绳子的竟然是陈七元。全清玄宗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你哪里来的副食？你师父刚刚忽悠我师父买的，不好吗？有我在，你们只要不死，都能起来继续干架。不，死了我也能拉起来。简直不要太好。”季子卓伸手拉了陈七元一把，殷勤地帮他把绳子给系牢。兄弟，我排第7，你叫七元，就凭这缘分，从今以后我走哪儿都带着你。倒也不必，起死回生术你家小师妹也会。小师妹这不声不响的就掌握了神医谷至高医学了。尤其震惊的是边上的裴洛白，大家一块儿去的神医谷，陈七元会就算了，怎么连零基础的小师妹都会了？这不是显得自己……打住，还是思考一下，一会儿怎么对付黑山盟的人。只要他不想，他就不必遭受这打击。还骗你的，流程我会了，但是具体的办法没学过。以小师妹的本事，书看一遍就会了，有什么难的？好家伙，人人争抢的起死回生术，他们说有什么难的？就在陈七元系完之后，绳子的另一端被人给拿去了。只见司玉晨正面无表情地把绳子往自己的腰上捆。你又是什么情况？我重伤未愈，需要保护的。他是怎么说的这么理直气壮的？大男主气概呢？重伤一场忘了女主，连男主人设都不要了吗？但为什么是要我们清玄宗保护？我不是要清玄宗保护，我只是需要裴洛白保护。怎么回事啊？是有什么他们不知道的惊天秘密吗？这真的不是未来大嫂。二师兄，注意你冰山美人的人设。司玉晨，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呢？石七长老说，我本来今天就可以痊愈的，但是因为你的种种，没有10年脑血栓做不出来的操作，导致我现在还没痊愈，所以你要负责，在我病愈之前保护好我。他的后面，江玉征毫不犹豫的高高兴兴的把自己给捆上了。于是整个昆吾城跟清玄宗捆在了一块儿，放眼望去，总共32个人，像是串糖葫芦似的，看起来十分沙雕。不是吧？人家都是一个个进去的，他们一大群串成一串一起进去啊！哎呀，这就厉害了，别人都是单人落地，他们直接空降一群，谁挡得住啊？不是啊，你之前还把人家赶出昆吾城，现在怎么有脸蹭人家的团了呀？因为当时叶玲珑在祸害昆吾城，可现在不一样啊，他要去祸害别人了，我们当然要跟上啊。你这么凶干什么？你们不是还有个独苗在那儿吗？就连其他3大势力的人都惊呆了，这30多个人串一串，谁见谁死，就是化神也遭不住啊！我们出发了，也不知道谁那么倒霉被我们第一个选上。不会吧？不会是黑山盟吧？毕竟黑山盟人最多。这话一出，3大势力的人，尤其是黑山盟的，顿时就笑不出来了。作弊！他们作弊！就在其他3大势力急得不行的时候，叶玲珑他们那一串队伍朝着福岛飞了进去。不可能吧？随便一条绳子都能改变福岛规则的话，那福岛的规则岂不是一个笑话？这也太天真了。但是福岛也从未明示过所谓的规则，所有的规则不都是前辈经历积累下来的经验吗？可别自作聪明，到时候反而被福岛所反噬了。此言差矣，福岛里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厮杀，不会有任何反噬。能不能封住他那张嘴？
一张口就惹人心烦。黑山盟主不服气的转头看向苍山72宫和百教神殿的人，你们有什么看法呀？你问他们做什么？他们跟宗门联盟又没有什么死仇，不像黑山盟，又偷袭伤人，又入道前嘲讽。虽然没嘲讽赢，但也算是坏事做尽。黑山盟主气得脑袋嗡嗡的，神他妈没朝赢！修仙界谁斗嘴皮子？平时他们也不练这个呀。就在他们斗嘴皮子的时候，忽然前方浮岛上的石碑光芒一闪，石碑上2个光点灭掉了，砰砰2声强大的落水声传来。哎呦，瞧瞧这一身帅气的衣裳和憔悴的脸色，以及那痛苦的表情，可不就是黑山盟的人吗？怎么回事？黑山盟主又气又急地问道。我们也没办法呀，我们刚好落地，好不容易遇到了同是黑山盟的人，正准备一起走，谁知道哗的一下，面前突然出现了30多个人，他们腰间捆着绳子，落地整整齐齐，其中还有一个化神的，这谁打得过呀？黑山盟主不想说话，但又还是不得不问，因为根据前辈的经验，人在里面被杀死了就是死了，没听说过还有人能被弹出来的，这可是头一回，这信息很重要。后来呢？后来他们把我们的全部家当抢走了，毁掉了我们的符石，我们就被弹出来了。这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原来在浮岛里面，除了杀人以外，还有毁掉符石、把人丢出浮岛的操作呀。你们宗门联盟的人还挺善良，这格局确实令人叹服啊。黑山盟被这些话说得脸上青一阵紫一阵的，非常的不爽。多谢大家谬赞，我宗门联盟一向是以正义为己任，绝不会滥杀无辜的。行了，你们倒霉也没办法，回去吧。他们把我们送出来之前还放了狠话。什么狠话？说他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以后见到黑山盟里除了黑金山以外的人，束手就擒的直接没收掉戒指，毁掉符石送出浮岛。什么玩意儿？除了黑金山？对。黑山盟盟主气得头顶冒烟。那要是见到了黑金山的人呢？格杀无论。别说其他3大势力，就连人堂连也惊呆了。还有就是因为金世虫的脑瘫操作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为了给他足够的重视，要是遇到黑岩山的人表现好的话，可以有一次不丢出岛的豁免权。这什么意思啊？这是要从内部瓦解他们吗？人堂连，这就是你说的宗门联盟一向是以正义为己任，绝不滥杀无辜。人堂连也没想到还有后续呀。我是这么说过。那你的意思是我们黑山盟里只有黑金山不是无辜可以滥杀的？这可是你自己说的，跟我可没有关系。这人还要不要脸了？我知道上次偷袭你不服气，既然你都已经如此不要脸的针对我黑金山了，我也没必要对你客气。黑山盟主息怒，说不定是一场误会呢。误会？有话就说，一次说完，我让他死得清楚明白一些。盟主，这不是误会，他们放狠话的时候，那个为首的小姑娘说了，让您记住她的名字：宗盟联盟清玄宗叶玲珑。说完了吗？还有一句。讲。他说他是人盟主的宝贝徒弟，这次专程给他报仇去的。这就是你说的误会？你家弟子嚣张成这样，哪里来的误会？眼看着他马上就要提剑冲过来，任堂连心里一惊，动真格啊！黑山盟主是个元婴，他倒不怕，但是他身后还站了一个化神老祖，可如今他重伤在身，不宜动武，不能打，不能打！快看，又有光点消失了！趁着黑山盟主一晃神的时间，带着宗门联盟所剩的所有人一起卷铺盖跑了。任堂连拿出了一面镜子，他
手一挥，镜子飞到半空中迅速放大，变成了一个光影。光影里出现了福岛前面的画面。这一次的人数竟然有8个啊！这招也太牛了，直接化劣势为优势，开局就淘汰了10个黑山盟的人。怎么样，我徒弟服不服啊？4大掌门互看一眼，默契的不吭声了。服归服，但见不惯你这小人得志的嘴脸。忘了刚刚落荒而逃是个什么样了吗？福岛之内，叶玲珑看着他们这一大群人，陷入了沉思之中。不行，我们这个速度还是太慢了。他们必须要尽快将散落在各处的那些落单的人找到，在他们聚齐一窝之前把他们给送走。毕竟这福岛确实是一块巨大的宝地，这里面的宝藏值得慢慢搜刮。那小师妹是有什么新的想法了吗？有啊，我有一个好玩又刺激的想法。所有人浑身一僵，总觉得又有人要倒大霉了。我们分工合作。叶玲珑环视了一周，手指一指，选了个风水宝地。我选择那里做我们的新的屠宰场，现在由我来指定最强屠夫人选。叶玲珑手指点点点，点了10个人。你们去那边蹲着，我顺便给你们布个阵。那剩下的我们这些人呢？当诱饵喽，去寻找各自的猎物带过来。豆芽菜，你们这些金丹去当诱饵我懂，可是为什么连我这个元婴也要当诱饵啊？因为你长得欠揍啊！司雨辰当场就笑出了声。那我大师兄为何也是诱饵？因为他看起来快死了。司雨辰马上就笑不出来了。清玄宗那几位不太擅长战斗的师姐师妹们，他们都留在了基地。叶玲珑走之前把这一片地圈了起来，在外围布置了阵法和结界，有人闯入他们会立即知道。小师妹，我要跟你走一块儿，你带我去大杀四方。好啊。两人便一起出发了。叶玲珑还把胖头、招财、太子以及小白放了出来，让他们一边跟着自己走，一边搜刮路边的东西，但凡是有用的通通捡光，一个不留。为此他来之前还准备了10来个戒指，不同的东西分类存放，便于日后清仓。至于那些大宝贝，他并不着急去跟别人抢，毕竟人家就算抢到了，最后也是来给他送快递而已。哎，这里怎么会有2个金丹期小姑娘？长得好漂亮啊！估计是哪个势力的领头带的女人吧，不然就凭他俩，怎么可能有资格进来呢？对呀，咱少主不也把少夫人带进来了吗？喂，小妹妹，你们是谁家的？要不要过来投入到哥的怀抱啊？陪我们玩爽了，就不杀你们了。哎，小师妹，看这个穿着，好像是黑金山的人呢。哟，你还挺识货的。你这话说的，你们黑金山的货色丑到别具一格，我们怎么可能会不认识？你嘴巴放干净点，不然一会儿有你们的苦吃。小师妹，他们只有4个人呢。怎么，现在知道怕了？倒不是怕，就是觉得你们人有点太少。还有兄弟吗？多叫几个过来。4个你们还嫌少？你们胃口挺大的呀。但我觉得4个太多了，再多几个就分不过来了。小姑娘，你们先把我们4个伺候好了再说呀。好好伺候，从头到脚，伺候舒服了就留你们一条命，伺候不好就直接分尸了。说完，那个黑金山的弟子还拿出了一件染血的肚兜，在叶玲珑和陆白薇面前晃了一下。看见没，在你们之前有个不识相的香消玉殒了，才玩了1次，好可惜呀。看到他们这恶心的嘴脸，陆白薇气得不行。你们比她长得漂亮一点，都乖一点啊。然而他们还没碰到叶玲珑和陆白薇，就被从一旁草地上扑过来的太子给挡住了。他咬住了其中一个人，紧紧地拉扯着，眼底的煞气抑制不住地迸发出来。太子说好久没吃人肉了，这几个不准再放走了，别把戒指给吞了就行。听到叶玲珑同意，太子回头就是一口吞，吓他们脸色发白，转身就跑。一边发现情况不对劲的招财立即扑了上来，迅速地抓住一个拎了起来。那黑金山的弟子看到招财，吓得浑身都在发抖，把身上的那一件染血的肚兜都给抖掉了。讽刺的是，下一秒那件肚兜上便沾上了新的一片血迹。招财手撕了那黑金山的弟子之后，顺手咬掉吞进了肚子里，终于又能吃到手撕人类了。另一边，一个黑金山弟子正被一群纸片人围堵，他的手脚和身体上爬满了纸片人。小白指挥着他的小弟们迅速地侵占那黑金山弟子的身体，控制了他的意识，然后下一秒他便伸手咔的一声拧断了自己的脖子。
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求求你放了我吧。叶玲珑心中有些迟疑，看着这人的目光多了几分打量。这个人从一开始就站在他们身后装模作样，他从未放过狠话，眼神有些闪躲，就因为他一直躲在后面，所以第一时间才跑得最远。你的兄弟呢？不会就你们4个人吧？在那边。愣着干什么？带路呀！好，我马上带路。他这辈子就没有压力这么大过，好可怕呀！他们是等着自己完成带路任务之后就迅速开抢吗？还有一段路呢，我们聊聊天呗。您说，跟我说说你们那位少主夫人的事情呗，我对她好奇得很啊。她长得很漂亮，但为人很凶残，比你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不是真的？他都已经带着这几个好大儿吃人了，竟然还输叶荣月一截，怎么个凶法？他来了之后，在黑金山上设了一个炼狱，但凡是不听话的，或者是得罪了他的，就送去炼狱里面。里面具体有什么不知道，但是进去的人没有一个能完整出来的。什么叫没能完整出来？就是尸体会被抬出来，但是抬出来的时候已经被全身吸干，并且面目全非了。就是他用法宝吸掉了人的修为？不止，吸干之前他应该还做了别的事情，因为那些被吸干的人皮肤很松弛，像是被人膨胀过。不仅如此，他们身上的皮肤还五颜六色，各不相同，一看就知道之前中过剧毒，而且……那人越说越激动，甚至掩饰不住自己眼底的恨意了。而且每一个死去的人眼睛都是睁着的，饱受痛苦，他们全都死不瞑目。叶玲珑轻咳了一声，提醒一下这位老兄别丢了演技。我的意思是他们死得其所。为什么死得其所？因为他们的死亡换来了金世虫的化神啊。黑山盟人人崇拜金世虫，知道他天赋超群，修为卓越，也知道他是在少夫人的帮助之下突破的修为，整个黑山盟都在感谢他们俩呢。到了。只见他们已经到达了黑金山弟子休憩的地方，那里有10多个黑金山弟子，而此时他们正在折磨被俘虏的其他势力的弟子。有女弟子此时正被其他3、4个黑金山弟子摁在地上施暴，有一个男弟子正在被绑在树干上，他们正一刀刀的从他身上削肉放到架子上烤，还有一个男弟子正被摁在地上放血，那场面看起来简直丧心病狂。小师妹，这好可怕呀！他们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因为少夫人喜欢这个调啊，越是残忍越是变态的事情越能得到她的赞赏。你们少夫人是个疯子吧？或许是闯到人间的魔鬼呢。叶荣月到底想做什么？他如此教唆黑金山的弟子，然后又帮助他们变强，助长他们侵略整个下修仙界，这是要把下修仙界变成人间地狱吗？哟，来了新人呐！还是2个漂亮的金丹小妞吧。来，一起伺候大爷呀！啊！红颜一出，光芒闪耀，带着凌冽的剑气迸射四方。穿黑衣的都是食物，不用客气，放开了吃。叶玲珑这话一出，招财太子便冲了上去，就连最胆小怕事的小白也嘤嘤嘤的指挥着小弟们动起来了。而叶玲珑手握红颜，直冲那个女弟子所在的方向。同一时刻，慕白薇迅速的在他脚下铺了加持场，双方很快打了起来。叶玲珑一招一式都流畅又果断，剑起剑落，所过之处血花飞舞，一片肃杀。那一刻，被俘的弟子们愣愣地看着他，仿佛是看见了从天而降的战神一般。当所有黑金山弟子全都死完的时候，叶玲珑手中的红颜还在滴血，地上一片狼藉。就在这时，被他挟持而来的那个黑金山弟子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你杀了我吧，我死而无憾了。”“你真的死而无憾了吗？可你最大的仇人还活着呢。”听到这话，那弟子猛地抬起头来，嘴唇被他咬破，双眸一片红肿。叶玲珑走到他的面前，将他梳起的发髻轻轻一扯，他的长发便落了下来。他抬着头，愣愣地看着叶玲珑：“她竟然是个姑娘！小师妹，你是怎么看出来的？你什么时候发现的呀？我竟然一点也没有察觉到。”“你起来吧。”“你不杀我？”“我今天心情不错，打算收一个俘虏，给我姐妹俩端茶递水，传递消息。”叶玲珑抬手便在他身上做了个静止，把他元婴期的修为直接压成了炼气期。
现在你就一练气，你若是离了我，在这杀戮遍地的福岛，你一刻也活不下去。而且我给你的禁制上还做了标记，以后你就是我的小跟班了。这姑娘好厉害呀！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秋灵雨。我叫叶玲珑，以后你叫我一声叶子姐就行。叶子姐，你还未及笄吧？什么啊？我20且嫁人了。这时，一旁的陆白薇忍不住笑出了声来。我们家小师妹有一颗大姐大的心，你这个小俘虏，让你喊姐那就喊姐，你哪儿那么多事情？叶玲珑回过头瞪了陆白薇一眼，陆白薇瞬间不笑了。有资格喊我家小师妹姐的人屈指可数，那是你的荣幸，快喊！叶子姐。叶玲珑没理他们，走过去查看那女弟子的伤势。只见她全身衣服都被撕碎了，身上伤痕累累，惨不忍睹。他从戒指里递了一枚丹药给她，然后又对她用了一次大重生术。好点了吗？好多了，谢谢你。不客气，药价和治疗费等会儿结一下。见过杀人的，见过救人的，没见过收费的。不要那么惊讶，福岛遍地杀戮，总有人是打不过的。我难道还要见一个救一个吗？我又不是好人，身上没有佛光的，还是保持最纯洁的金钱关系吧，省得你们回头又来报恩，牵扯不清。那女弟子咳嗽了2声，从戒指里取出了一个瓶子，递给了叶玲珑。这是我们醉花宫独门秘方酿制的醉花玉露，可助人迅速恢复伤势，重塑经脉，重长骨肉，非常珍贵。你拿去吧。醉花宫，听起来应该是苍山72宫的人。那行，你走吧啊，我去找那俩收钱去。我小师妹喊你走，你就赶紧走吧。我们出来是打劫的，一般遇上了都要没收全部家当，驱逐出福岛的。现在只收了你一瓶醉花玉露，他的内心一定非常煎熬。那弟子愣了一下，然后顺势点了点头。他的另外2个师兄也交完了钱。恕我冒昧，姑娘可否告知姓名？宗门联盟，清玄宗叶玲珑。宗门联盟，清玄宗陆白薇。那3个醉花宫的弟子点头表示记下了，然后就转身走了。一眨眼，这是13个戒指又到手了呀，美滋滋。你还知道其他弟子的行踪吗？不知道了，我进来以后就只跟他们会合。那你可有办法联络附近的黑金山弟子？有。那你现在给他们发个消息，就说你们在这里遇到了埋伏，侯门死伤无数，对方十分嚣张的放狠话说，就说看上了你们家少夫人，迟早要把她抢到手。秋灵雨一愣，虽然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但还是按照他说的去给黑金山的弟子发了信息。发完了，我们是要在这里等吗？别说黑金山的弟子了，就是你们少夫人也不配让我等。你这一身黑金山的衣服换掉，然后继续搜刮扫荡。一开始他还不懂得搜刮的意义，直到他们所过之处就跟绿洲变荒原似的，他才理解了搜刮的含义。你召集了黑金山的弟子，或许他们已经到了，你为什么不等等他们？你就这么巴不得他们死？对，我就是想他们死，我希望整个黑金山全都死干净。为什么？因为他们杀了你的夫君？我的夫君为了救我，被叶荣月送进了炼狱里，成了金氏虫的养料。在这之前，他是整个黑金山最有天赋的弟子，年纪不过25，便已经是元婴后期，差一步化神。比起38的金氏虫，50岁的魏正坤资质好太多了。可即便是这样，叶荣月强行把他送入炼狱的时候，掌门不阻止，少主不阻止，甚至他的其他同门也只敢眼睁睁地看着那么优秀的他成为一个废物金氏虫的养料。就单单是因为他不听话，不肯把我交出来，所以在他们眼里，日夜相处的一个人到底算什么？所以叶荣月想要的其实是你，你身上是有什么他垂涎的东西吗？秋灵雨一愣，他没想到叶玲珑这么会抓关键。你若是不想说就不说，这话题便到此为止吧。叶玲珑转过身去，继续他的扫荡。叶子姐，快，大鱼，有一池子大鱼，而且还在打架呢。听到罗延中的话，叶玲珑和陆白薇赶紧跟着他一块儿跑了。秋灵雨迅速的跟上，他们在一棵茂密的大树后面看到了偷偷摸摸蹲着的江余争。叶子姐，他们打得也太久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收割呀？你还想等他们两败俱伤再收割？你做梦呢！啊？他们打了半天还是不分胜负，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当然是不打了。
虽然打不输，但是也打不赢啊。有这个时间，还不如换个目标呢。你看，你自己都知道不适合再打，他们不知道吗？等他们领悟过来，你的鱼就分头跑了。那怎么办呢？当然是抓紧时间去劝架了。怎么劝呢？叶玲珑唇角勾起，狡黠一笑。罗延忠和江玉正两个人立即浑身一僵。正当黑山盟的人正犹豫着要不要撤退的时候，他们余光瞥见不远处有3个人正鬼鬼祟祟的趁着他们不注意爬上了那一棵茂密的大树。看到新目标之后，黑山盟的人迅速的脱离战局，朝着那棵树跑了过去。百教神殿的人看情况不对，他们也迅速的跟着跑了过去。而罗延忠手里的灵果则干脆控制不住，挣脱他的手掌，自己跑掉了。灵果，那是生了智的灵果，他们自己会动，大宝贝啊，这是。然后所有人朝着他们3个追了上去。不行了，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们分开跑，看谁倒霉吧。眼看着他们3个兵分3路，黑山盟和百教神殿的人嗤笑一声，他们人多呀，也分3路不就得了？幼稚。追着追着，分开的3路人忽然在同一个路口又见到了自己的兄弟们。哎，等一下，不会有埋伏吧？哎，你们怎么不追了？后退。没退路了，既来之则安之，把学费交上来，我自然会送你们离开。什么学费？不是吧？你们都被人设计引诱到陷阱里面了，到现在还没学会警惕？就你们几个想困住我们那么多人？下一秒，嗖嗖嗖的，守候在基地的人一个个迅速出现，把他们围一圈围了起来。说吧，走一遍流程呢，还是直接快进？什么流程？什么快进？走一遍流程就是你们尝试反抗，然后被我们暴打一顿，最后交出所有家当，滚出辅导。快进呢，就是直接交出所有家当，滚出辅导，省去了挨打的那一步。开玩笑，就凭你们？欧了，他们要走一遍流程，那动手吧。喂，等下！黑山盟和百教神殿的人万万没想到，对方说暴打一顿，是真的下狠手暴打一顿。这个被他们称之为屠宰场的地方是有阵法的，他们所站的位置是挨打位，被画了圈出不去的。而宗门联盟的人站的位置是打人位，他们可以在周围自由的移动，选择往中间丢法诀、丢剑气、丢爆炸符、丢各种能够造成伤害的东西。这群人的手段老练，装备齐全，流程细致，分工明确，能做到那么专业的打劫，是真的让人叹为观止啊！直到天快黑的时候，那个红色衣服的小姑娘才喊大家停下手来。一整天了，思想觉悟有没有提高？有。排队吧，黑山盟的一队，百教神殿的一队，挨个上交家当之后呢，就可以安全离开辅导啦。就这样，真的放他们离开了？不杀了他们，不怕以后报复啊？哼，开玩笑，辅导资源那么丰富，等我出来的时候啊，就你们这群小元婴根本高攀不起。这人看起来好善良。行了，赶紧排队啊，马上天黑了，麻溜的。于是在这一刻，大家听话的排起队来，一是被揍的没了脾气，二是狗命保住了，做人要知足。哎，你们是黑山盟哪个山头的？我们是黑岩山的。呀，怎么？忽然被点了名，顿时黑岩山的人就有点慌。黑岩山的有一次免踢出岛的豁免权。啊！在场的10来个黑岩山的弟子全都瞪大了双眼，惊喜怎么来的那么突然？啊，那我们呢？当然是踢出去啊！你们又没豁免权。凭什么？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啊？有啊，他们黑岩山那个全力培养出来的天才金侍从，二话不说忘恩负义的背叛了他们黑岩山。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不会心中充满了正义吧？倒没有，只是因为金侍从在入岛前得罪了我，敌人的敌人就是半个朋友。没错，那事之后我们跟金侍从势不两立，要不是打不过黑金山，谁能咽下这口气啊？家当清点完毕之后，叶玲珑把他们的服饰挨个毁掉，送他们离开了辅导。叶玲珑他们开始盘点今天打劫获得的戒指，总结今天的收获，得到的结论是还是不够快。于是商量之后，大家便再次改变策略，从明天开始，所有人分小组都出去扫荡。分配结束之后，叶玲珑用苍水珠造了2个灵池，隔了座山，男女各一边。清玄宗的弟子们迅速地开始了修炼，1分1秒都不耽搁。一直有传言说清玄宗弟子光修炼不睡觉，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话说回来，这么好的机会，这么珍贵的灵池，谁舍得睡觉呢？不得不说，蹭清玄宗的车队真的是蹭对了。啊，又是新的一天，出门干活啦！他们是真的1秒钟都不浪费啊！一大早，叶玲珑带着他的队伍前往昨天遇见黑金山弟子的地方，想看看有没有人收到丘陵雨的信息后来送头。叶子姐，昨天没来得及问，你这个小跟班儿哪里找的呀？他昨天第一次做诱饵，竟然完美的融入到我们，有点天赋啊！平常是没少演吧？他的未婚夫是黑金山的天才弟子，在黑金山被害了之后，他忍辱负重，混迹其中，打算伺机报仇。被害了的黑金山天才弟子，罗延中思索了一番，啊？莫非是忽然消失了的那位城北？25岁元婴后期，差一步化神。丘陵雨面色一僵，这人不是宗门联盟的吗？怎么黑金山的事情这么清楚？不对呀，我记得他年纪轻轻，天赋超群，一表人才，喜欢他的人很多的，但是他尚未娶妻啊！你不会骗人吧？叶玲珑回过头去，挑了挑眉，似笑非笑地盯着丘陵雨，知道他没说真话，没想到连这都能变。丘陵雨被盯着十分难受，被拆穿的他一脸窘迫，不知所措。他们忽然看到了前方有人，是黑金山的人。叶子姐，咋整啊？我在这里布个阵，你们去把他们引过来。行，哎，换身黑金山的衣服跟我走吧，城北的切。丘陵雨昨天就觉得这个人当诱饵的时候贱兮兮的，没想到他只是本色出演。换好黑金山的衣服之后，便看见罗延中伸出双手，嘿嘿，我来抓你喽！妈呀，不是说演戏吗？能不能不要这么逼真啊？七修上苍赐他一双没见过罗延中的双眼。救命！救命啊！丘陵雨1秒进入状态，快，有人在追我！黑金山弟子见此，迅速的提剑聚集了过来。罗延中追着追着，看到他们人数众多，他吓得摸了一把挂在脖子上那颗又大又圆、超值钱的宝珠，然后掉头就跑。黑金山的弟子一看，手里的灵草顿时就不香了。别跑！带着这群大傻子呼啦啦地跑进了叶玲珑的陷阱之中。哼，你们完蛋了！昨天你们那群被杀的黑金山弟子也是这么上当的。当叶玲珑和江瑜征共同收拾掉了6个人之后，罗延中也终于打败了那个元婴。我做到了，我越阶战斗，我打赢了。叶子姐，我除了赚钱有天赋，我打架竟然也很牛啊！你自己看看脚下。罗延中一低头，发现自己的脚下全都是加持的光圈。小骡子，希望你以后能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知。罗延中沉默了2秒之后，陆姐，你就是我的神呢！这颗大珠子送给你，挂你脖子上吧。陆白薇怀疑罗延中是在恩将仇报。忽然间，一道强劲的灵力径直打在了陆白薇的身上。小骡子，叶玲珑和江瑜征迅速地转过头去，只见他们身后不远处，不知何时站了一个大元婴。我终于等到你们了。兄台哪位？昨天是谁口出狂言，要抢走荣月的？原来又是叶荣月的舔狗啊，怪不得长得这么好看，原来是求而不得的配角脸。我啊，你一个小姑娘，为何要如此口出狂言？你怎知这是狂言呢？没准改天我就把他抢到手给你看。既然你如此的不知悔改，那我也不必再对你客气，动手吧。他竟然喊我们打他哦！那就打呀，跟他客气什么？都提出这种要求了，必须满足他呀！江瑜征话音落下，率先冲上前去。叶玲珑迅速拔出红颜，加入到了战斗之中。2打1，哎呦，好痛啊！罗延中捂着胸口，整个人面色有些发白。你要不要紧啊？伤得重不重？心在滴血，算不算受伤啊？陆白薇低头一看，发现他穿在衣服里边的防御甲给打烂了，但是人没事儿。这人装备比他还齐全，他忽然有一种自己钱多，但是没用在正确地方的感觉。他们打起来了，那个人看起来挺厉害的，你快去帮叶子姐他们，咱这面子得找回来呀！
兄弟，你长得人模狗样的，怎么年纪轻轻就眼瞎了呢？好可怜呐你！你在胡说八道什么？难道不是吗？这年头竟然还有人看得上叶荣月，这不是眼瞎是什么？他整容都把脸给整残了，你还那么喜欢？难不成是他那曾鬼贤的气质吸引了你这个同类吗？你给我闭嘴！嘿呦，大哥，就你这点实力啊，连我叶子姐都打不过，你就要去保护叶荣月了，脸还要不要了你啊？他迅速从戒指里拿出一个法宝，正准备先把后面那个铺加持场的给打掉。哎，那个开加持的小姑娘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干嘛？打不过就开始调戏了？你连我陆姐都敢动主意啊？哼！咦，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你有点眼熟啊。内心一个咯噔。你们是清玄宗的师妹，所以你真的是五师妹陆白薇。我想起来了，你是四师兄杨景洲。罗延仲震惊地闭上了嘴巴，竟然还真的是自己人啊！叶玲珑也愣了一下，他回想了一下原著，四师兄杨景洲苦恋女主而不得，最后为了他黑化、滥杀无辜、坏事做尽，死在了男主司玉晨的手中。万万没想到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见到四师兄，确实一表人才，就是没长脑子。喂，你们住手啊！别打了，自己人。谁跟你自己人？你现在是叶荣月的走狗，走狗不配当人。陆白薇说完之后，手中的加持场还放得更狠了一些。不是的，你们是不是误会荣月了？他现在虽然在黑金山，可那也是被七星宗掌门给逼的，他是无辜的，现在被害得身败名裂，无家可归了。无家可归？你认真的吗？人家现在是黑山盟的少夫人。那是被迫的，他找到机会就会离开的。你脑子有病吧？有病趁早治啊！叶子姐，你解开我的禁制，我忍不了了，我也想打他。就在所有人都加足了马力，开始打爆杨景洲的狗头的时候，之前攻势最凶狠的叶玲珑却忽然停了下来。小师妹，你怎么不打了？毕竟是四师兄，难得见面一次，我们应该有话好好说。什么意思啊？昨天不还手撕黑金山弟子吗？事出反常必有妖。虽然不懂，豆芽菜好像要搞大事啊。根据经验，每次叶子姐那么温柔的时候，就有人要倒霉了。小师妹说的对。你就是新入门的小师妹，真是温柔又可爱，漂亮又乖巧呢。四师兄，很高兴见到你啊。杨景洲这会儿心情更好了，他从戒指里取出了几样价值不菲的礼物，送到了叶玲珑的手中。喏，这是四师兄给你的见面礼。谢谢四师兄。对了，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我们清玄宗都在这里啊，我带你回基地吧，我们边走边说。好呀。叶玲珑说完之后，把黑金山弟子的戒指全收了起来，然后带着杨景洲回基地去了。叶玲珑找了个地方让杨景洲休息，他要去处理一下刚刚捡回来的戒指。很快，收到消息的清玄宗弟子陆陆续续的回来了。四师兄，大师兄、二师兄、五师弟、六师弟、七师弟、二师姐、三师姐、四师妹，你们竟然都在这里啊！太好了，没想到有朝一日还能看到清玄宗聚集的这样齐全呢。大师兄，这2年不见你，今天突破化神了，你也太强了。你也是啊，我记得你外出历练的时候还是个金丹呢，现在已经到元婴了，还是后期呢。杨景洲一边接了裴洛白的话，一边讲述着自己在外的经历，使得原本冷冷清清的基地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这个是我研制的丹药，各项用处都有，瓶子上贴了名字，你看了就会用。二师姐就送你几颗咱们清玄宗人人都装配的幻术丸吧，很有意思哦。咱的物资和装备啊，都是几位师妹准备的，我们没什么可以送你的，不如就一起喝点酒吧，我的珍藏的佳酿。大师兄，你居然有珍藏？我跟你一起在清玄宗那么久，你从来都没有拿出来过。好东西当然要在关键时刻拿出来了。四师兄，我送你一只紫狐吧，跟你这身很配的。谢了，五师弟。小师妹呢？对呀，他怎么不在呀？他去处理刚刚捡到的戒指去了。五师妹，你怎么不过来啊？你看起来怎么好像不是很开心的样子？
我就是想不通。想不通什么呀？想不通小师妹为什么不让我们继续暴打四师兄？为何要暴打四师兄？因为我们不是偶然遇见他的，他是为了给叶荣月找场子，专程对付小师妹的，而且是他先和小师妹动手的。啥玩意儿？你说什么呀？我怎么一句也没有听懂？叶荣月是四师兄的心上人，是四师兄愿意付出性命维护的人，他为此甚至不惜动手暴打小师妹。他当时并不知道是小师妹才动手的，知道之后就没打了呀。而且他们3个人联手，被暴打的那个人好像是他，没错吧？就在他正要解释的时候，你喜欢叶荣月啊？杨锦州点了点头，然后下一秒，前面的酒坛子不见了，怀里的紫壶被拿走了，还被二师姐柯心兰敲了脑袋。二师姐，幻术丸呢？还给我，快点，立刻马上！还有我的丹药。杨锦州整个人都惊呆了。不是，你们为什么？然后下一秒，裴洛白便一抬手把他的后衣领拎了起来，用力往外一扔，直接扔出了他们的基地。四师兄呢？扔出去了。扔哪儿了？远吗？不远，也就翻过了那座山吧。怕杨锦州走掉，叶玲珑赶紧转身去追。杨锦州被丢出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懵的。他看着空无一人的荒野，整个人还有点嗡嗡的，感觉好不真实。这算不算被逐出清玄宗了？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了匆忙的步伐声。他一回头，看到了狂奔而来的叶玲珑，但没了之前的激动，反而有些忐忑。小师妹，你是来补刀的吗？当然不是，我来接你回去的。那你觉得我喜欢荣月，喜欢错了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你自己觉得错了，才是真正的错了。就是说，你觉得我没错吗？四师兄，我才13岁啊，感情的事情问我不合适。对哦。你跟我回去吧。可他们……放心，我有办法。你是我见过最善解人意、最温柔可爱、最聪明漂亮的姑娘了。那跟叶荣月比呢？杨锦州认真的想了一想。你和她是不一样的。你是很暖心的小姑娘，活在宠爱和快乐之中。她是身世凄苦的女子，在悲痛的命运中坚强前行。叶玲珑一怔，别的不说，四师兄他是真的一点心眼儿都没有啊！别人给他展示哪一面，他就毫不犹豫地相信了那一面，根本不带一丝怀疑的。这么实诚的师兄，世间少有，得好好珍惜。于是叶玲珑又笑着问道：那如果我跟叶荣月同时掉进了水里，你会先救谁？杨锦州顿时就愣住了，整个人呆呆的，半天想不出一个答案，仿佛真的很是为难。好啦，我们不会同时掉进水里的。杨锦州松了口气，但我们有可能不死不休。杨锦州顿时整张脸又揪成了一团。走啊，我们回去吧。杨锦州被带回基地的时候，除了清玄宗的弟子，昆吾城的弟子也回来了不少。五师兄，你藏的紫壶呢？莫萧然看了看杨锦州，又低眸看向他，一动不动，也一言不发。五师兄，别小气。穆萧然没办法，只好把紫壶给拿了出来。叶玲珑一回头，就把紫壶放进了杨锦州的怀中，然后又带着他去找大师兄裴洛白。裴洛白看到小师妹过来，一脸无奈的把佳酿拿了出来。然后叶玲珑又去了二师姐、三师姐和四师姐那里，他们也把原本要送给杨锦州的那一份礼物交给了叶玲珑。那都给你要回来了，你不要跟他们生气。杨锦州微微一笑，收起这些礼物。谢谢小师妹，虽然我知道他们都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理我的，但他们没有再次把我丢出去，我就很高兴了。我也有礼物给你，这里面是一叠符纸，各种用法都有，用法说明也写在里面了，有空你看看吧。小师妹，你是符修吗？对啊，我是符修。那你可太厉害了。对了，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灵珠，里面存了很多灵气，你可以吸收里面的灵气用于修炼。小师妹，你怎么什么都有啊？拿着吧，清玄宗人人有份。你先在旁边休息吧，我去忙一会儿。你忙完过来找我，我给你一样东西。是什么啊？暂时保密啊。好。
杨景洲找了一个不错的地方坐下休息，然后拿出了他最喜欢的那一套工具，开始忙活起来。小师妹，你什么情况？四师兄心眼不坏的，他就是被叶荣月给骗了。我们当然知道啊，所以才把他丢出去，让他反省一下。可是你这样，他根本就不会意识到自己错了的。大师兄，四师兄迟早会看清叶荣月的真面目，现在不急。为何不急？因为我还要逮叶荣月呢。他既然能够认识到并且爱上叶荣月，还相信了他那些乱七八糟的身世凄苦，那肯定是能找到他。而且他十有八九也是为了算计我，才会忽悠四师兄的。我就说小师妹怎么可能这么温柔，肯定是在算计四师兄吧。叶玲珑凶巴巴地瞪了他一眼。六师兄，请你纠正一下你的言辞，这叫不忘初心。你们难道忘了我来之前就说过，这次不干掉叶荣月，我就把脑袋砍下来给你们当凳子坐？你们舍得我掉脑袋吗？我赞同小师妹的做法，只要能够逮到叶荣月，四师弟委屈一下也是无妨的。这算什么委屈？要我说，是他自己眼瞎，怪得了谁？虽然我不知道四师兄为何如此天真又轻信于人，但目前来看，他确实是需要一场来自险恶世道的毒打了。没时间给他领悟，直接让他见识一场风暴来临。你们这么一说，我竟然还有点期待。这得是叶荣月第3次痛失群下城了吧？而且一旦抓到他，我们手里就多了筹码，回头收拾黑金山那俩化神的时候就好办多了。届时我们清玄宗将称霸福岛，无人能敌。大家的情绪便被调动了起来，满心激动。称霸福岛，无人能敌。四师兄，你手上拿的什么？刚做的点心。我在福岛里面发现了一些外面没有的灵芝，味道非常的好。你们快来尝一尝吧。看，这么可爱的师兄，把他丢出去太残忍了。小师妹，请你揣着良心再说话。叶玲珑3两步跑过去，高兴地拿起一个放入口中，香脆酥软，入口即化，里面弥漫着浓浓的灵气。这是什么修仙界美味？这也太好吃了吧！开始吃的时候，大家都很优雅，吃着吃着就变成了拼手速的比赛，拼到最后，盘子里就剩下最后一个了。大家相互对视了一番，宁明成要下手的时候，沈离贤一个眼刀送了过去。这时，叶玲珑拿起最后一个，送到了杨景洲的面前。那辛苦我们四师兄啦，最后一个给你吧。还是留给你吧，我喜欢做东西，平常自己也是经常吃的。这话一出，大家多少有点良心不安。可是接下来你要回归清玄宗的，以后每天我们都能吃到哎。杨景洲愣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大家，发现没有人反对。那以后每天我都给你们做，这个呢，我想留给小师妹吃。叶玲珑点了点头，毫无负担地把点心放入口中吃掉了。四师兄，你今天晚上歇一晚上，明天呢我们就带你一块儿去扫荡。好。和往常回得极晚不一样，司玉晨今天回来的非常的早。云龙，可否帮我弄一个专属灵石呢？我修为到顶了，想尝试突破。这么快啊？他昨晚泡了一夜灵池才伤愈吧？今天就能突破了？司玉晨从戒指里拿了一个寒冰果递给了他。今天运气不错，找到了这个。不愧是大男主，恋爱脑没了，大气运还在。只有2个，这个给你，别外露。给我弄个灵池吧。叶玲珑对着他比了个 OK， 他这个人办事效率又高又靠谱。以后有这种好事啊，请第一时间来找我，我什么都会，不仅是造灵池，搭灵堂我都能给你办到。倒也不必业务那么广。干活吧。心情愉悦的带着司玉晨去找了个风水宝地，指挥他挖了个坑之后，他便拿出了苍水珠开始造灵池。造完之后，叶玲珑很识相的转身退下。终于要突破化神了，行吧，给你1个时辰，搞快点。他在说什么玩意儿？1个时辰，那可是突破化神呢。等下，该不会当初他突破的时候，就只用了1个时辰吧？司玉晨顿时内心一滞，忽然感受到压力排山倒海而来。1个时辰，怎么可能呢？那就1个半时辰吧。雷洛白，1个半时辰。你认真的吗？我是认真的呀。元婴破化神而已，又不是飞升成仙，
多大点事儿啊！一个半时辰你还搞不完的话，那你就自尽吧。下辈子投胎的时候，说不定资质能够好点。咱宗门联盟马上就要有第4个化神了，这样一来的话，咱在福岛上打击的底气都足了好多哎。痛失爱情的司玉晨，果然开始走上巅峰了呀！痛失爱情，他的心上人离开了吗？啊，他以前呢跟叶荣月在一起过，这事儿啊，全宗门联盟的人都知道啊。那他们为什么分开了？啊，这个说来话长了，我一会儿啊还要去修炼，来不及了，我就跟你说最后吧。在石泽山上，司玉婵被叶荣月一剑穿心了，导致重伤，差点没命了。后来救回来之后，又险些走火入魔，以至于拖了那么久才开始突破化神的。如果说他要是没恋爱脑的话，说不定你家大师兄啊压不过他的。荣月他怎么会这样做？他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嘿嘿，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哦，这听故事嘛是要收钱的，带上你的点心啊。喂，别走啊！哎，再不走，缺席了晚修，你家小师妹要杀人了。罗延忠挥挥手走远了。小师妹明明很温柔的呀，这人有一句真话吗？然而当他走到灵池附近，发现所有人都准时聚集，无人迟到的时候，真的是小师妹的力量。杨景洲这一晚修炼都不太专心，脑袋里总是回荡着同门的反应以及罗延忠说的那些话。第二天一早，天边第一缕阳光洒落地面的时候，大家迅速的结束修炼，结队出门。小师妹，我们今天去哪儿啊？我们今天打算换个方向看看有什么好的机缘。那个方向是黑金山少主的落点，黑金山那些厉害的弟子都往那边聚集了。那你不想去见见叶荣月吗？可是以我们现在的实力，若是靠近了，只怕会死无全尸的。黑金山的弟子像是中了什么魔障一样，莫名的非常的凶残，连带着黑金山关系好的几个山头风气也变坏了。可是黑金山一直在，你总不能一辈子不见叶荣月吧？那也得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再去嘛，那边危险，我不能让你们跟着我一起去涉险的。可是我也想见见未来四嫂，毕竟她能够让我四师兄如此的魂牵梦绕，必定是个很厉害的人。真的吗？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可其他人都不喜欢荣月，而且她也未必愿意嫁给我。四师兄，别人不喜欢她，那是因为不了解她呀。不喜欢算什么？了解她的人会直接砍死她。小师妹说的每句话都好好听呀。所以四师兄，你带我去见见她吧。不行。那你可以联系叶荣月啊，你就跟她说你见到清玄宗同门了。而且这几天呢，带着小师妹在外寻宝，说不定她也很想见见你的同门呢。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他确实有提到过清玄宗的弟子，他说他很是仰慕，但他如今名声狼藉，不敢高攀，让我见到了你们，不要提他的名字。他说的时候一定是哭得梨花带雨，我见犹怜，非常伤心吧？是啊，眼睛都哭肿了。多愁善感、心思细腻的女孩子是爱哭的。四师兄，你快联系一下她，说不定她也愿意见见我呢，好不好嘛？杨景洲无奈一笑，不知道其他师兄是怎么扛住小师妹请求的，反正他是扛不住。他从戒指里拿出了玉牌，想了想措辞，然后发了过去。今晚再看吧，他在黑金山有诸多不便，回消息总是很慢的，大多数的时候都是不回的。说完，他便准备收起玉牌，结果玉牌一亮，秒回。小师妹，他说他也想见见你，不过他说了，让我不要透露他的身份，怕你知道了不愿意见他。怎么会呢？你跟他约定一个位置，明天呢带我过去就好了，你别让他知道我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不然他可能不愿意来见我了。好，那等明天我们相互给对方一个惊喜。好。四师兄这些年都去哪里游历了？为什么做出来的东西那么好吃？我这些年呢，鲜少在修仙界的，因为修仙界的人都不太吃东西，要寻找美食还是得去凡世间的。怪不得如此单纯，却存活至今，原来是去了凡世间。
大家敬畏都还来不及，谁敢算计他呀？哎，你在凡世间那么长时间，那边灵气稀薄，你是靠什么修炼的？靠我的美食啊。美食？我有一个法宝可以吸纳并储存灵气，然后将灵气注到美食当中。我每天呢都要尝试很多自己新做的食物，会吃进去很多灵气的。这下罗延忠和陆白薇更激动了，光靠吃就能提升修为啊？努力修炼办不到，疯狂吃美食，这谁不会啊？这其实就跟吃灵果一个道理，灵果里的灵气也很多，你们也经常吃啊，长进了没？顿时罗延忠和陆白薇脸上的笑容就僵了。吃谁不会啊？吃进去能高效率的转化成修为，那就是天赋异禀了，对吧，四师兄？小师妹好聪明啊。杨锦州确实是有一套自己的修炼法诀的。虽然你们现在还是金丹，但只要你们愿意努力，以你们的天赋突破元婴也不是没可能。欧了，这种话就不必讲了。叶玲珑看他们这么爱偷懒，其实还有一个人的修为不是靠修炼长起来的，而且快元婴了。叶子姐，你不早说呀？陈七元啊。对，很好。有了走捷径的办法之后，罗延忠和陆白薇的心情便愉悦了起来。能用钱搞定的事情，那都不是事情。大师兄，你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啦？没有不开心呢，我只是在沉思呢。哦吼，我就知道大师兄肯定能突破化神的，要是当初没受伤，他指不定是宗门联盟弟子里头第一个突破化神的。原来是这样啊！司玉晨突破化神的时间比大师兄少了1个时辰，哼，这就是男人之间的胜负欲吗？叶玲珑回头扫了一圈，确定四师兄正在专心致志地做他的美食后，他便拉着司玉晨和裴洛白一块儿开会去了。我有件大事要跟你们说一下，我约了叶荣月明天干架。别说是司玉晨，就连裴洛白都愣住了，这进度怎么拉得这么快？你怎么约的？四师兄帮我约的。这样也行？不确定叶荣月会带多少人，因为他以为我是被骗出来的，说不定他不会带那么齐全，但即便是齐全，也就是2个化神。裴洛白看向司玉晨，怎么说也是老情人，搞不好余情未了，下不了手。若是我们输给黑山盟的人，别说我们性命不保了，出去之后宗门联盟也会陷入战火之中。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趁着他不知情，先把他给抓在手中，抢占先机。所以我会全力配合的。那就好办了，一切按照计划进行，万事俱备，只待明天。此时杨锦州刚做好了几大盘子的点心，点心出炉的时候香味四溢，飘满了整个基地。哎，你们别跑啊，我还没给完呢。罗延忠和陆白薇跑得一个比一个快，什么丹药堆修为，他们被坑哭了。那些丹药是人吃的吗？每一颗吃下去效果都不同，刚吃完全身发寒发冷的，立马就又吞一颗烈火烧心的，接着吃一颗痛入骨髓的，然后还要吃一颗浑身发胀的。这是在堆修为吗？是要人命啊！想放弃的时候，陈其元还不乐意，说什么你都吃了4颗了，只需要再吃96颗，就有机会从金丹后期达到金丹圆满了，坚持啊！听听，这是人话吗？他俩同时意识到自己被叶玲珑整了。两人跑了一路之后，正好看见大家在分杨锦州的点心，两人像是见到了救命丹药似的，赶紧跑过去饿狼扑食。罗延忠一边吃一边觉得好委屈，他需要吃更多的美食才能治愈他受伤的身心。哎，昨天你不是还要听八卦的吗？我讲给你听啊。一个八卦，1盘点心，价格公道，公开透明。杨锦州笑着从戒指里拿出了1盘，塞给了罗延忠。啊，好吃。那你可以跟我说了吧？你想听哪个？是冤种大师兄谢灵义全心全意跪舔，结果反遭追杀，还是情种狐族3殿下许天幽为爱付出性命，亦或者是情深根重天之骄子司雨辰为爱一剑穿心？哦，差点忘了，还有傻种神医谷少谷主众叛亲离，生死相随，随了个份子钱。这什么跟什么嘛？喜欢荣誉的人这么多呀？嗨，
你呀，只是万千爱慕者当中很不起眼的一个，就你那点付出啊，在他们丢脸、丢亲、丢命、丢道心的付出面前，简直就没脸说了。罗延忠越说越起劲儿，终于有人肯付费听他那一肚子的八卦了，心灵瞬间被治愈。以后我举例子的时候啊，绝不会加上你，除非你为了他出卖整个清玄宗同门，害死他们。嚯，那就牛了！我跟你保证，叶荣月必定会十分感动，并且送你去跟他们团聚呢，让清玄宗在另一个世界啊整整齐齐的。看到杨锦州一副呆愣的样子，罗延忠立即劝道：真的，这是个好机会，我要是你啊，我必定是好好的把握。因为叶荣月啊平生最恨清玄宗了，尤其憎恨叶子姐。毕竟呢，他每次作恶多端呢，都是被叶子姐给拆穿的。嗨，那叫一个恨呐！荣月，他竟然跟清玄宗有那么多的牵扯，可他明知道我是清玄宗弟子，从未跟我说过这些呀。小师妹跟荣月真的有很多过节吗？有啊。你想听叶子姐巅峰舞会踩脸叶荣月一战成名，还是想听叶子姐青云州智慧反杀叶荣月，披露她勾结妖族，亦或者是想听叶子姐实则骨上干翻叶荣月，救下万人围杀的裴洛白？不过这些是得另外去付价钱了，2盘起步，不还价的。啊，这还能坐地起价的？杨锦州认真的想了想，拿出了他压箱底儿的全部存货，堆到了罗延忠的面前。这么多，那岂不是要讲一整夜？那晚自修怎么办？翘了吗？罗延忠含泪收下了所有的点心。啊，叶子姐，对不起了，不是自己想要旷修，实在是你家四师兄给的太多了，这玩意儿不但好吃啊，还长修为的。就这样，他们从天黑讲到了天亮，讲到罗延忠口干舌燥，两眼冒泡。这年头混口饭吃真的好难。杨锦州双手抱在胸前，情绪非常的低落。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当然啦，不然你觉得我是在编故事骗你吗？不信的话，你随便抓一个宗门联盟的问，但凡有一个地方跟我讲的不一样，那一定是他消息不灵。可是我清玄宗的同门没人告诉过我呀。哎，他们呢，大概是怕你伤心吧。你最爱的人和你最亲的同门竟然是不死不休的血仇啊。杨锦州一怔，原来是这样啊，我随口一说的。一大早的，你们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没什么呀。啊，不是要出发去扫荡吗？我们走吧。小师妹，我们今天不去赴约了吧？什么情况？兄弟，你没点眼色吗？昨晚跟你说了那么多不可传扬的八卦，你不知道要保密一下的吗？叶玲珑眉头一皱，视线往罗延忠身上扫了一眼，然后再将视线挪回到杨锦州身上的时候，发现他此时的表情很是沮丧，满脸写着我做错了事情几个大字。为什么不去了？对叶荣月一见倾心，是我太过肤浅，我不该在不了解一个人的情况下就义无反顾地喜欢他的。他以前做的那些事情我都知道了，跟清玄宗的恩怨我也清楚了。他害了你，又害了大师兄，这事情触及了我的底线，我无法接受。叶玲珑顿时觉得又暖心又无奈。小师妹，听我的，你别去了。他既然什么都知道，一定是故意引诱你，他一定会带人来杀你的。四师兄你说的对，他肯定会带人来杀我，但问题不大，我也点齐了人马准备杀他。他在利用我，你也是。是。事到如今，叶玲珑只能承认。对不起啊，四师兄，你可以恨我怨我，但我不后悔利用你。叶荣月掌握了我们清玄宗所有人的秘密，大师兄那件事情只是开始，他若不死，全宗门都要出事的，无一幸免。所以我这一次必须要杀死叶荣月，以绝后患。所以四师兄，容许我利用你一次，带我去见叶荣月，过后你要我怎么样都可以。既然说穿了便不是利用，也算是我为自己的错误而弥补。我只希望我们清玄宗未来的所有同门都能够越来越好，就像是现在这样，前所未有的相亲相爱，积极向上。再说了，他坏事做尽，
害我清玄之人，他该死，我当然要找他报仇，取他性命。心中有恨，愿意配合，很好。那好，我们出发吧。好。一旁的罗延忠松了口气儿，这笔账回头再给你算。完了，被杨锦州大兄弟害惨了呀！非要出卖他吗？不能演一下吗？罗延忠苦着一张脸，跟上叶玲珑的步伐。快要走到的时候，叶玲珑回头瞪了一路上苦着一张脸的罗延忠一眼。别给我露馅了啊！这么不专业的事情，我怎么会做呢？就算我怕的抖成了筛子，我也能假装的那是得意的抖着身子。那 OK。一看到叶荣月，叶玲珑立马露出了一抹震惊的表情，她迅速的后退了几步。叶荣月得意又激动的开口：“锦州哥哥，你家小师妹好像有点害羞，你快抓住她呀，不然她要跑掉了。”杨锦州顿时眉头紧皱，一脸生气。果然和罗延忠说的一模一样，用最娇媚的声音说最恶毒的话。但想到要配合小师妹，他把情绪都隐忍了下来。小师妹别跑，荣月要抓你。锦州哥哥，我不是那个意思。叶玲珑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戳了戳杨锦州。那你是哪个意思？讲清楚点啊。四师兄，你的爱意呢？你是来吵架的吗？姓杨的这么快就被洗脑了？男人这么不靠谱的吗？不行，再试探一次。你是不是听了他们对我的误会之后便不爱我了？世人不解我，冤枉我，你也如此吗？我以为你会是特别的。杨锦州听到这话，震惊一脸。天哪，他之前怎么会那么瞎？杨锦州被叶玲珑捏了手臂。爱你啊。叫他演的叶玲珑和陪他演的叶荣月都沉默了。叶玲珑满面震惊，内心崩溃。哎，我是不是演砸了呀？杨锦州偷偷摸摸地询问罗延忠。不是，这话你好意思问吗？罢了，你退后吧，四师兄。看样子现在到拼硬实力的时候了。叶荣月，好久不见，你的品味还是一如既往的差，整容怎么就整成这个鬼样子了啊？叶玲珑，嘲讽我之前，不如先拿镜子照照你自己。你若真的好看，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男人喜欢你？而我走哪儿都有人为我疯狂，就连你的四师兄也不例外。你恨我，可你四师兄爱过我呀。他笑着笑着，忽然注意到叶玲珑和罗延忠正在用看白痴一样的眼神看着他。这两个人什么意思？叶子姐，他这脑子已经没救了，咱还是不要跟他废话那么多了吧。听他说话听多了容易降智的。我也没想到他已经愚蠢到这种地步啊！天哪，幸亏不是亲姐，不然我就要担心家族的血脉是不是有毛病了。你们什么意思？他竟然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你如今才13岁，尚未及笄，还是个孩子啊。他可能在男人堆里面呼风唤雨久了，忘记自己老了我近4岁，所以才会肆无忌惮在我一个小孩子面前谈论他数不清的男人。哎，可怕呀！你们！叶荣月被这一顿嘲讽气得脸都歪了，杨锦州的眼睛瞪得老大了，心底的懊悔不可控制的疯狂汹涌，这将会成为他这一辈子无法抹去的黑历史啊！好得很，嘴皮子厉害是吧？我倒要看看过了今天，你们这双嘴皮子还能不能用？从他身后忽然出现了一大群黑金山的弟子，这些弟子一个个的全都是元婴，实力非常之强。金世虫缓缓地从最后走了出来。动真格了是吧？哎，要干架了啊，出来吧！在裴洛白的带领之下，清玄宗的弟子们走了出来。我早就料到你那个化神期的大师兄会跟你在一块儿了，只不过你有一个化神，可我有2个呀。哎呀，夫君，我本不想惊动你的，可是没办法呀，这次辛苦你了。出生化神，你正好拿他们练练手吧。黑山盟的少主赵尚宇从后方走了出来，他一出来，叶荣月软若无骨似的抱住了他的手臂，粘到了他身上，媚态尽显。那么接下来就是最刺激、最激动人心的场面了。新欢旧爱齐聚一堂，旁边还有一个演砸了的爱慕者。一场8点档狗血大戏，他又来了。叶玲珑按捺下激动的内心。哦，原来是新突破的化神，好巧啊！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刚突破的，不知道一会儿打起来谁能占上风。话音落下，昆吾城的弟子便出场了。待他看到已经成为了化神的司玉晨的时候，他的双手下意识地收紧了起来，目光里一下子就染上了泪光。
叶玲珑在一旁看的那叫一个心潮澎湃。原来搞了半天，旧情难忘的不是司玉晨，而是叶荣月啊！叶玲珑看他那一脸窒息的样子，猜测他大概连呼吸也痛。只见叶荣月在万分伤痛地看着司玉晨的时候，他的手一用力，把赵尚宇给抓疼了。你认识啊？叶荣月咬着唇，迟迟不语，看起来很是委屈。现在荣月是我的妻子，她的过去我虽然没有参与，但她受到的委屈，我会全部替她讨回。叶荣月抬眼看向赵尚宇，眼眸里带了几分感动，还有几分得意。剧情到这儿，叶玲珑忍不住转头去看四师兄的表情，然而他那位傻师兄还沉浸在发现自己瞎得离谱后的无限懊悔中，满脸写着“这黑历史抹不掉了”这几个大字儿，对这一场狗血大戏毫无感觉。只见司玉晨目光转向了裴洛白，黑山盟少主一会交给你，我去对付金世虫。正在一旁看戏看得津津有味的裴洛白愣了一下。为什么？我对若姬没兴趣。他的关注点怎么会在那里？他的心里、眼里真的没有一点点我了吗？弱鸡，这愚蠢的东西竟然敢骂自己是弱鸡，什么玩意儿？找死吗？他对若姬没兴趣，难道我就对若姬有兴趣了吗？突破个化神而已，还没成仙呢，就开始不说人话了。抛去了恋爱脑的大男主，竟然就剩下了一身对天对地对空气的龙傲天气质，牛批啊！愣着干什么？动手啊！早点打完，早点收工。福岛资源丰富，有时间不如去寻宝吧。一场混战打得非常激烈，难舍难分。虽然黑金山的人数有优势，整体修为有优势，但对上清玄宗和昆吾城联手，他们的优势根本发挥不出来，甚至还有些打不过。叶玲珑抓紧时机，手持红颜往叶荣月那儿杀了过去。叶荣月回过头来，一双紫黑色的眼眸对上了叶玲珑的眼睛，那双眼眸中的紫黑色就像是一个漩涡一样深不见底，吸人魂魄。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叶玲珑忽然感觉到背后狠狠一痛，有人刺破了他的肩膀，他迅速地从紫黑色的漩涡里抽离了出来。喂，醒醒！叶玲珑迅速反应过来，然后在极短的时间内破掉了他的禁制，恢复了他元婴的修为。叶玲珑转回头去看向叶荣月，只见他的双眸已经恢复了正常，他正脸色苍白地喘着气，额头上的汗水不停地冒着。叶玲珑迅速追上去，抬手一剑朝着他的心口刺了过去。忽然间，一道凌厉的剑气朝着叶玲珑劈了过来。叶玲珑迅速地收回长剑，切换红颜的伞形态抵挡。轰的一声响，他被这一道猛烈的灵力打得急速后退。只见黑山盟最强的化神魏正坤出现在叶荣月的身边，刚刚打过来的竟是化神一击。叶玲珑第一反应去检查红颜的伞面，看到他面上完好无缺之后，大大的松了口气。魏正坤的眉头皱成了一团，他一个小小的金丹竟然挡下他用了60%力道的一击，不但人没事儿，竟然连武器都没折。司玉晨和裴洛白两个人迅速的脱战后挡在了叶玲珑的面前。堂堂一个化神出手偷袭一个金丹期的小姑娘，这事儿传出去的话，我都替你丢人了。裴洛白很生气，要不是小师妹那把武器逆天，他现在人就没了，这可太吓人了。大师兄，你少了一个关键点，化神偷袭金丹起失败，这样传出去啊，他更丢人。这个嘴皮子利索的小金丹果然好讨厌，确实是卑鄙无耻不要脸。金丹期的事情就该交给他们2个小金丹自己解决，不是吗？更何况这还是2个姑娘，你一个大男人竟然也能毫不介意地掺和进去。什么叫金丹期的事情自己解决？我打不过他呀！你这样不是让我送死吗？修仙界以强者为尊，你打不过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对方，难道就不该死吗？更何况你修为比他高，天赋比他强，年纪比他大，这都还打不过，你怪谁呢？叶荣月气得浑身发抖，豆大的眼泪不要钱的掉。你是故意要这样对我的吧？你求而不得，你因爱生恨，所以你要这样狠狠地刺伤我。叶玲珑一听，这狗血发言又来了，于是他从2位化神身后冒出了个脑袋，打算强势围观看个全景。有病趁早治，
治不好就别出门，真的很丢人啊。哎，这就是没有了恋爱脑的龙傲天男主吗？就硬对啊。对一个姑娘说话如此恶毒，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好东西？我说话向来如此，与男女无关的，以及有病这事儿也与男女无关，建议你一块治吧。原来这才是冰山男主的真正人设，心冷嘴毒，没得感情。对面来了3个化身，我们2打3，你不会拖我后腿吧？你看不起谁呢？这3个我们来对付，剩下的交给你们。两人顶在前面，气势凶悍，又拼又疯，这才是天之骄子该有的样子。自信大胆，敢拼敢战，年少轻狂就该这么狂。疯了疯了，这群人是真的疯了，碰到这群疯子好可怕呀！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巨响，整个福岛晃动了起来。借着这个时机，黑金山的弟子迅速地拉开了距离，结束了战斗。就在所有人抬头望向福岛深处震动发出来的方向时，一切都消失了。福岛之上一定有事发生，多半儿是出了什么厉害的东西。先撤离，按阵势要紧。逃跑就逃跑，说那么好听的骗自己干嘛？你放心，此仇我们必报，你且等着。干嘛？你还有招啊？叶荣月听到这话，他目光看向清玄宗的人群之中。少主，你看到了吗？就是邱灵雨这个叛徒，害得我刚刚差点被杀了。这件事情必须追究他的责任。你生是我黑金山的人，死是我黑金山的鬼，你给我回来！叶云龙后退一步，走到了邱灵雨的身边，一脸敷衍的把手里的剑架在了邱灵雨的脖子上。哟，原来他是你们黑金山的人，少主如此在意，看来是个重要人物了。谢谢少主和少夫人，现在人在我手里，你们想要是吧？行，那咱们来谈一谈赎金吧。朝着罗延洲那边看了一眼，跟班小骡子秒懂。啊，叶子姐，谈钱伤感情啊，不如一换一，拿叶荣月来换吧。开什么玩笑？叶荣月也配？他躲在黑金山，我也能杀他，换回来干什么？我们这边谁还要他？也就是黑金山少主不嫌弃脑袋绿。你们这些无耻之徒！没词啦！哎呀，有空多读书，不然一打又打不过，吵又吵不赢，多丢人啊！总之，此仇必报。我们走。有仇当场报不了，后续也是送人头，一头不够送2头，来送几头收几头。宗门联盟里头是开设了什么嘲讽专业课吗？怎么一个两个嘴巴都那么毒啊？黑山盟弟子的脑子里顿时就剩下了一头2头送人头，送完这头送那头。金不想忍，但不得不忍。他们一走，宗门联盟这边气氛一下子爆发了。万万没想到，他们第一次正面硬刚黑山盟，竟然刚了个大获全胜。骂人骂赢了，干架也没输，气势上来了，打着还痛快。他们憋着这一口气儿憋太久了，每个人都高兴的不行，就连表情常年冰封的司玉晨也跟着笑了起来。虽然你没拖后腿，但实力也就那样嘛。裴洛白顿时笑容一收，这是挑衅吗？又想干架？你自己又好到哪里去了？好不到哪里，但至少说明下一次我再跟你公平一战的时候，我打赢你。这人呐，还记着巅峰舞会之上被打败的事情吗？小肚鸡肠，目光短浅，难当大任。期待你们4年后的巅峰舞会再比一场啊！想什么呢？他们已经化神了，等上修仙界的收徒大会开启人就走了，谁还跟你参加巅峰舞会？你自己称霸去吧。罗延忠一脸震惊。叶子姐，你觉得4年之后我能称霸？为什么不能？可我应该打不赢你吧？叶玲珑嚣张一笑。你不必答应我啊，因为下一届巅峰舞会我也去上修仙界了，这魁首之位就让给你了。也不知道这福岛出了什么厉害的东西，我们要不要现在过去看看，抢占先机啊？不用，动静这么大，他们一时半会也解决不了，其他人若是能在半个时辰内解决，说明也没有多厉害。我们原地休整半个时辰内出发，刚刚那一战大家伤的也不轻。 30来个人坐下休整，该吃药吃药，该治疗治疗。
队伍里有花诗行和陈七元在，大家的外伤虽然很多，但都得到了很好的处理。不仅如此，莫若琳还帮大家简单的修补损伤的武器和防具，以便在下一场战斗时大家能够有最好的状态。看到大家都在忙，杨锦州也默默地忙了起来。做点心太慢，他决定做灵气丰富、最滋补养伤的大锅汤，人人有份儿，永不落空。看到大家已经有序地忙活起来，叶云龙决定自己先去查探一下情况。罗延忠和陆白薇赶紧跟上。我们一块儿去吧，相互有个照应。干家务不行，逃命的话是霸榜第一的。行，一会儿真要有个特殊情况，还能有人帮忙分担一下。叶玲珑临走之前，把邱凌雨也叫上了。小师妹，注意安全。无论情况如何，都先回来，不要莽撞。放心吧，大师兄，就这出门的配置，我想莽也莽不动啊。你好好养伤，你们两个化神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叶玲珑说完之后，把玄影拿了出来。在了4个人之后，玄影开启了自动巡航模式，直冲福岛震动爆发的方向。邱凌雨知道自己逃不过了。谢谢你救我。老实交代一下吧，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其实是赵尚宇的未婚妻。这么狗血的吗？那叶荣月岂不是抢人夫君的小三？我和赵尚宇是有婚约，但我一直就没喜欢过他。这个我知道，你心里边喜欢的是程伟，但喜欢又不能在一起，你们苦恋无果，陷入了僵局，直到叶荣月的到来。这解释合情合理。叶玲珑和陆白薇忍不住点点头。其实程伟只是我表哥。不是啊，能不能不要这么多转折，走一走俗世的套路不好吗？不过我不喜欢赵尚宇，但却要为了双方家族的面子留在黑金山准备完婚，一直到叶荣月的到来。他来了之后，迅速的和我成为了朋友，然后给我出谋划策，帮我搅黄这桩婚事。虽然我知道他一直想当少夫人才会帮我，但是我不介意，因为大家目标是一样的。后来我们联手，加上赵尚宇的努力，终于让黑山盟主答应了退婚，同时给他俩成婚。新婚夜，我作为他的朋友，我也很高兴。可我没想到他会选在新婚夜对我下手，那可是他的新婚夜啊！他趁我喝醉，安排人凌辱我，可惜被我表哥察觉到，先一步把我救下了。又是叶荣月的套路，在害人之前，先给对方安排罪名和污点，然后用这个污点做借口，掩饰他在背后下的黑手。表哥救了我，自己却走不掉了。我一个人躲在表哥掩藏过的黑暗岩石缝隙里，眼睁睁的看着他被他们送进了炼狱里。我整整在那个缝隙里待了5天，直到后来看着他被抬出来的时候，人已经面目全非。说到这里，邱凌雨已经泪流满面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找机会混进黑金山弟子的队伍里。为了给表哥报仇，我甚至混进了福岛里。我等着他被反噬的那一天，我一定要亲眼看着，替我表哥看着。那种痛，叶玲珑懂。若不是他阻止得快，大师兄、二师兄、七师兄和4师兄以及师姐们也是这样的下场。他在指尖捏了个大重生术，然后轻轻地拍了拍邱凌雨的手背，让他放松下来。所以你躲在那个黑暗的缝隙里，除了看到这些，还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叶荣月她有一面镜子。镜子？什么样的镜子？我听叶荣月称之为前尘镜。起初我以为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法宝，直到后来我亲眼看到他在拿出前尘镜的时候，镜子里出现了天降福岛的画面，而那个时候天降福岛的消息还未传开。后来他把消息传给了黑金山赵章元，这才使得黑金山在第一时间做了准备，带人前往天降福岛的位置埋伏。若不然，福岛在东方位，而黑山盟在西边，黑山盟怎么可能有机会赶在地处东方的宗门联盟之前到达？也就是说，前尘镜会给他传递信息，而且是很重要的信息，甚至预言了天降福岛的发生。是，我还听到他向镜子提问你4师兄。前尘镜不但告诉他你4师兄的位置，还把你4师兄手里的法宝信息也详细的告知于他。陆白薇和罗延忠当场就惊呆了，世上竟然还有这种宝物，可以预言未来，还能知晓一切。天哪，这东西这么厉害，天道能容得下它？原来是这样。
叶荣月本不是什么有大气运的女主，全凭钱晨静提供的信息，这才让她能够要什么有什么，收获无数至宝，骗取他人信任。你刚刚说你要亲眼看着他被反噬。对，今天你接近他的时候，你看到他那双眼睛了吗？变得无比可怕。看见了，有点不像他了。对，这说明他被钱晨静反噬了，钱晨静控制了他的灵魂。叶玲珑一怔，这不对，很不对。如果他没有穿书，一切按照原著上的发生，叶荣月应该是被钱晨静带着登顶巅峰了。可若钱晨静会反噬叶荣月，即便他没有穿书，叶荣月最后的下场也不会好。那是不是说明叶荣月很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天道选中的大女主，而是被钱晨静选中来替自己完成某个大计划的人，一个轻而易举能控制的人？那这本书的真正主角是谁呢？讲的是什么故事？是谁在这背后操纵这一切？到底有什么目的？到这个时候，叶玲珑便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忍着看下去。叶玲珑气得直敲脑袋，只不过他敲的是隔壁罗延忠的脑袋。罗延忠正一脸莫名的时候，陆白薇也跟着敲了敲。太气人了！猝不及防就被左右敲打的罗延忠无语了。虽然但是他一动不敢动，毕竟左边和右边没有一个惹得起。钱晨静会随时控制他的灵魂吗？不会，情况发生的很少，而且每次发生的时候叶荣月都在反抗，所以控制结束之后他的脸色会很苍白，整个人很虚弱。叶荣月这个人又无能又贪心，明知道自己控制不住钱晨静，还要被他反噬去，还舍不得丢掉他，丢掉这个可以让他轻而易举得到一切的东西。其他人都点了点头，说白了就是贪。所以他一定会被反噬的，对吗？你既然想要报仇，与其靠近他被钱晨静反噬，为何不亲自手刃了他呢？因为我做不到，就连表哥那样的天才都没能躲过，我这样的废物又怎么能？如果你都觉得自己不能，那你真就一辈子都不能了。你觉得我是可以的，是吗？我也觉得你不行。正准备好接受一大口鸡汤的邱凌雨满脸问号。因为杀叶荣月是我上辅导的一个重要目标，我必取他狗命，谁也不能截胡，所以我不可能让你得逞的。你的思想觉悟很正确，你确实是做不到。跟叶玲珑聊天，心脏没点耐造度真的不行。所以他追杀你到底是为什么？他想要你的什么东西啊？破土珠。也是他问钱晨静问出来的？那倒不是，是我自己告诉他的。当过一段时间的好姐妹，我不小心说漏嘴了，没有想到他是这样的人。我们连你好姐妹都算不上，你也漏嘴给我们，你真的太爱炫了。你的破土珠借我看一眼。当初叶荣月知道以后也是偷偷谋划而已，叶玲珑这是明抢吗？不是姐，你的血火珠拿出来给他炫一下。陆白薇二话不说，立即把血火珠拿了出来。邱凌雨面色一惊，见此竟鬼使神差的把自己的破土珠给拿了出来。而此时叶玲珑把自己的苍水珠拿了出来，3枚珠子摆在了一块儿。有意思。看样子这钱晨静还想集齐5枚含有5行属性的珠子呢。玄影的背上一行4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叶玲珑还在撑着下巴整理今天获得的这些信息，他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就在这时，前面出现了大量的声音。收起玄影之后，他们悄悄地往前方靠近。此刻山里头隐藏着的一头巨大的龙龟妖兽破山而出，正对着前方的人拍打撞击，尾巴横扫，要把这些侵略者全都杀死。而在他的身后，崩塌的山体之内藏着一株已经成熟的七彩果。这是什么果子呀？一株竟然有7个颜色。不知道啊，我对八卦非常精通，但仙灵药草是我的知识盲区啊。叶玲珑从戒指里把胖头给拿了出来。认识一下，前面那位是不是你认识的兄弟？哦，七色猪梨果，干什么？你想要啊？还没熟透呢，最下面那个紫色的果子还差点光泽，不然你以为那只龙龟妖为什么留到现在都不吃掉？那他有点倒霉，快成熟了，结果被人发现了。他倒什么霉呀？你以为他为什么长那么大？这七色猪梨果他都吃过好几轮了，再吃下去要无敌了。什么叫无敌？无敌的意思是，别说你们这些小金丹小元婴了，就是化神来了也得被爆头。这么厉害？快练虚的修为嘞，
就差这一株了。等他吃完这一株，就该吃掉你们所有人了。哼，那我被吃掉之前，我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给吃了。我的果子绝对不会让别人占便宜。这七色猪梨果长修为这么快，是绝对的大宝贝啊！叶子姐，这情况怎么办呢？要不要把其他人喊过来？这七色猪梨果可千万不能落到黑山盟的手中，否则他们再多几个化神的话，我们下次真就是打不赢了呀。叶玲珑看着眼前僵持的局势，沉思了片刻，然后微微一笑：“哼，我们来玩点刺激的啊！”陆白薇和罗延忠眼睛一下子就亮了，干大事了，又要干大事了。只见叶玲珑在戒指里面掏啊掏，掏出了一个透明色的圈圈，圈圈拿出来的时候只有戒指大小，他注入灵力之后，圈圈迅速变成了花盆大小。然后叶玲珑拿出一张符纸，用符笔在上面写写画画，最后贴在了花盆大小的圈圈上。小白，你让你的兄弟们把这个圈圈送到那株七色猪梨果那儿，将它套住，然后再把圈圈上的符纸给撕下来。小白点头，然后露出了一个超乖巧的笑容。真乖，下次给你捡一身新衣裳，喜欢什么颜色的都可以啊。现在呢，你先去指挥他们干活，速度可以慢一点，不必着急，只要别被发现就好。小白接到任务之后，开始高高兴兴的干活去了。叶玲珑迅速的拿出了一张白纸，画了一株七色猪梨果，然后在旁边写了许多七色猪梨果性状和气味的描述。写完之后，他把纸撕了下来，递给陆白薇。辛苦师姐回去一趟了，把这个交给三师姐和四师姐，让他们按照上面的描述给我仿制一个。你让他们在1刻钟之内搞完，搞不完呢就搞个大概。最重要的是啊，你一定要按时回来。放心，包在我身上。那该你上场表演了。前方几大势力的人还在跟龙龟妖互相试探，一直在来回切磋，但一直没怎么动真格，进度慢的让人昏昏欲睡。这时，一道稀稀疏疏的声音传来：“是谁？”魏正坤回头怒喝一声，同时一道灵力砸了过去，吓得罗延忠迅速的从草里跳了出来。宗门联盟的人，叶玲珑的走狗。你才走狗，你全家都是黑金山的走狗。只见他骂完之后，头也不回的就跑了。别跑！废话，当然要跑了。你们既然偷偷摸摸的在这里杀妖兽夺灵宝，等着，我去喊人来收拾你们。这人一去一回需要时间，掐指一算，叶玲珑他们那群人到达之前大概还有至少1刻钟，如果不能快点拿下，到时候他们就要来分一杯羹了。于是黑金山为首的几个人商量了几句后，决定速战速决。苍山72宫和百教神殿的各位，你们也听到了，再拖下去，宗门联盟的大批人马就要来了。与其再加他们一起分一杯羹，不如我们联手速战速决，打败了这龙龟妖的时候，大家平分。至于那株灵宝，谁能抢到手，大家各凭本事。赵尚宇说完，其他2个势力都没有意见，唯有唐一凡带领的七星宗被排除在外。在达成一致之后，黑金山率领着其他2大势力开始全力围攻那只龙龟妖。叶玲珑眼看着他们还是打得难舍难分，嫌弃的摇了摇头，一个个看起来很努力的样子，其实一点都不够拼命。我这就来给你们加把火，做好事不留名，你们不用感谢我。他目光转向了七色猪梨果的方向。小白，位置可以了，动手。小白一点头，迅速操纵那些小纸人。只见他们行动迅速的把圈圈往上一套，符纸往下一撕，然后往圈里一躺，结束了自己所有的使命。圈圈之上迅速的升起了一道透明的屏障，整一颗七色猪梨果给隐藏了起来，包括灵气、香气瞬间全无。激战正酣的龙龟妖感觉到空气中的香味消失了，一回头他便看见那一整株七色猪梨果不见了。可恶，这些无耻的人类竟然趁他战斗的时候把七色猪梨果给偷走了。龙龟妖气得疯狂怒吼起来，整一片山谷都颤抖了起来。他爪子狠狠往地上一拍，地面又多了几条小裂缝，尾巴往山体上一甩，山体直接被打碎了。之前看那只龙龟妖懒洋洋、慢悠悠，一点也不凶的样子，他们还以为他只有化神初期，这才选择速战速决的。谁知道他前头竟然只是跟他们玩玩而已，现在是真的发怒了。就在所有人都慌张不已的时候，七色猪梨果不见了！这怎么会不见了？不
不知道啊，没看到谁过去偷啊。那么深的距离，有人过去再回来，怎么会不被发现呢？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七色朱离果都没了，那还打什么呀？撤退，全部撤退！然而，他们这时候想要撤，龙龟妖却不肯放过他们了。龙龟妖怒吼一声，强大的气息朝着眼前这些人直接喷洒而去。几个化神艰难地顶在前面，撑起一个巨大的屏障，苦苦支撑。砰的一声，屏障破碎，还是震伤了在场的所有人。叶荣月看到这一幕，吓得脸都白了，幸亏他手里法宝多，不然他刚刚得跟着爆开。龙龟妖庞大的身躯直接腾空飞起，朝着地面上的人砸了下去。5个化神迅速的凝聚灵力，联手抵挡。这样下去不行，化神能逃，其他元婴的也逃不掉。若是元婴都死光了，就是剩下化神的话，这损失谁也承受不起。这么说来，你们是有主意了。黑金山有一个很厉害的阵法，可以联手越阶战斗，只不过阵法需要修为相同的5个人方能运转。虽然你们不是黑金山的，但现在已经是顾不得许多了。郑坤，那是黑金山的不传阵法。那少主是希望我们今天死在这里吗？我同意把黑金山的阵法告诉2位。赵尚宇没有办法，他一咬牙不说话，算是默认了。这时，魏正坤从戒指里取出2个玉简，其他家的2个化神接过玉简，将玉简里的信息直接提取送入脑中。摆阵！魏正坤大喊一声，下一秒，在场的5个化神迅速地摆出了一个强大的阵法。在龙龟妖下一个重击落下来的时候，他们5个人竟然硬生生地给扛住了。这时候，他们再跟龙龟妖打的时候，便不再是单方面的碾压，而是开始打得有来有回了。对嘛，这样打才好看。他一边蹲着看，一边偷偷摸摸地研究他们黑金山的这套上古阵法。这阵法你会吗？我只是即将要嫁到黑金山，并不是真的嫁了，就是一般的弟子也学不到，得是掌门亲传才可以。这么珍贵？那当然，不然你以为赵尚宇为什么舍不得给？果然强大的阵法不可能一眼看穿，黑金山这阵法有那么点儿跟得上清玄宗阵法的档次了。研究不出来，叶玲珑干脆专心看打架。小师妹搞定了，这也太逼真了，怎么做的？3师姐、4师姐和陈七元3个人联手打造的。哦，对了，4师兄也参与了润色和香味的调制。邱凌雨默默地竖起了大拇指，他将7色朱离果送到了邱凌雨的手中。该你出门送快递了，选一个你喜欢的人，送他一份大礼吧。邱凌雨一愣，然后迅速换上了黑金山弟子的衣服，往自己脸上抹了点血，散乱了头发，遮掩了面容之后，他方向精准，毫不犹豫跑到最后尾的叶荣月所在的地方。我就知道他一定会选择叶荣月的。那你不拦着他，叶荣月要是被龙龟妖一口给吃了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你许下的诺言了呀。不慌，根据我们和叶荣月大战300回合的经验来看，他这次就算是被算计成功了，10有8九也死不了，就是又要掉几个保命法宝而已。五师姐成长了，对于杀叶荣月这件事情，叶玲珑一点儿也不着急，有的是时间一层一层剥她的保命装。彼时，叶荣月正在全力闪躲他们打斗过程中掉落下来的妖兽之力。少夫人当心！一个黑金山弟子忽然冲到他前面，替他挡掉了前面的妖兽之力。叶荣月正要松口气，那个替他抵挡的弟子忽然回过头，就往他的心口上刺了一剑。砰的一声，叶荣月胸口的护心镜碎了。来人，救命！还没等他看清楚那个弟子的容貌，他便转身逃了。看到那个人身上掉落了一个包裹，那是什么东西啊？黑金山弟子赶紧捡起来，送到叶荣月的面前。在叶荣月的示意之下，他打开了包裹，露出了里面的7色朱离果。真是大包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那弟子话都还没说完，自己连同身边那几名弟子当场就被龙龟妖的一爪子拍成了肉泥。叶荣月反应快，在看到7色朱离果的第一时间，从戒指里拿出了他的保护球，将自己罩在其中。他被狠狠地震了一下，一大口血吐了出来。虽然受了重伤，但是命保住了。跟龙龟妖激战的化神5人组迅速赶到，并救下了幸存的叶荣月。7色朱离果怎么会在这个位置？原来是你们黑金山的人偷的。不是我。还狡辩！7色朱离果已经得手，
你们竟然还骗我们陪着你们一块儿去对付龙龟妖，简直是无耻至极。龙龟妖重新抢回了七色猪梨果，此时他停止了攻击，正张大嘴巴准备把七色猪梨果一口吞掉。七色猪梨果要被他给吞掉了，怎么办？当然是拦住他呀！他要是吃掉了，那我们今天的折损岂不是全白费了？他刚刚已经被我们重伤了，现在是最好的时机，趁他伤要他命，我们继续联手。我们绝不可能再跟黑金山联手，要打你们自己打。这果子都到他嘴边了，还骗我们去抢，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吗？没错，一旦他把果子吃掉，修为大涨，实力大增，到时候谁都别想活。苍山72宫听我令，趁此机会迅速撤退。白教神殿，迅速撤退。两大势力都趁着龙龟妖吃果子顾不上打架的时候迅速撤离了。赵尚宇无奈的道：撤退，开始撤退。黑金山的弟子听到命令，迅速转身逃亡。那只龙龟妖没追来，他们松了口气。然而没逃多远，看到前方冲过来的大部队时，又一口气提到了嗓子眼上。撤，快换条路撤！赵尚宇一喊，黑金山的弟子立即换了个方向落荒而逃。我们现在已经强到这种地步了，黑金山的人见到我们，竟然远远的就绕道逃了，有什么奇怪的？3个化神打不过2个化神，他们不跑，我都替他们着急啊。一凡兄，你们怎么在这里？洛白兄，玉晨兄，在这里遇见你们真是太好了。清玄宗和昆吾城竟然这么快集合了吗？那倒不是，一开始我们就是一起进来的。唐一凡没听懂，但是没关系。你们快走吧，前面那只龙龟妖吃掉了七色猪梨果，本来就恐怖的实力马上就要爆发了，连黑金山的人都跑了，你们现在过去就是送死啊！清玄宗和昆吾城的弟子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他真的吃下去了？千真万确呀，我亲眼看见的。那还等什么？赶紧去收割呀！确定不是去送命？唐一凡不能理解，但是没关系，自己跑就是了。唐一凡正准备带着七星宗的弟子撤离。谢灵异，首席师兄，他们都跑过去了，必定是有好事啊！你这么相信他们？我不相信他们，但我相信叶玲珑啊！真的，首席师兄，你信我，必有好事啊！唐一凡犹豫了一下，但想到叶玲珑3个字，他一咬牙，回头。另一边，黑金山弟子灰溜溜的一口气跑了老远。这件事情，希望少夫人能给个解释。荣月，你解释一下吧。叶荣月气得咬了咬嘴唇，没想到赵尚宇也靠不住，豆大的眼泪开始不要钱一样的往下掉，然后抽抽搭搭的开始解释起来。最后他把眼泪一抹，眼底露出了一丝狠辣。你们放心，我有办法让黑金山的实力更上一层楼，到时候别说洗刷今天的屈辱，就是灭了其他3方势力也不在话下。当务之急，先把黑金山所有弟子召集齐全吧。好，就按照你说的做。下次再见宗师联盟那些狗东西的时候，必定要杀他们个片甲不留。所有人都跑掉之后，叶玲珑也没敢直接跑到龙龟妖面前去，他还蹲在原地看他的反应。这么大浓度的沉睡丹制成的果子，他竟然还能撑那么久。我下次不会这么鲁莽了。我倒是觉得你做的不错哎，你要是直接给他，他肯定是警惕，他自己好奇捡回来效果更好。你就别取笑我了，你明知道我想杀叶荣月，刺杀不成，陷害又没弄死他，我……邱灵雨气死了，这女人又不强，可就是怎么弄都弄不死。习惯就好了，你又不是第一次失败，后面还会有好多次呢。听听，这说的是人话。我说过了，他的命是我的，除了我谁也不能动，可你偏不信。年轻人就是容易盲目自信。能不能搞清楚到底谁年纪小啊？走啊，干架去。于是清玄宗、昆吾城和七星宗3个宗门联合，把昏昏欲睡又重伤在身的龙龟妖给收割掉了。他一死，庞大的身躯倒下，整个地面震了一震，同时也振奋了宗门联盟弟子们的心。感谢黑金山，感谢苍山72宫，感谢百教联盟，白送我们一只这么大的龙龟妖。好在他现在不是敌对方，不然真的要被气死。小师妹，七色猪梨果到底哪儿去了？那他还在这里茁壮成长呢。众人看到七色猪梨果，激动的眼珠子都要瞪掉下来了。
叶玲珑又把罩子给盖了回去，再养养，低调养。盖回去之后，大家开始准备瓜分这一头巨大的龙龟妖。这样，你们把自己想要的部分写好，交给你们各自宗门的大师兄，写完之后交给我，我考虑一下再做分配。大师兄，你看昆无尘都跟着清玄宗了，他们日子过得那么滋润，我们宗门联盟本是一体的，不如……唐一凡眉头一挑，他也这么想。这小姑娘跟他平时没什么交集，所以他去的时候把谢灵逸给带上了。叶子姐，我们想给你当个跟班，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收了我们？我们什么活都能做，苦力活、打架活、演戏活都会，还挺指挥呢。当然可以啊，宗门联盟本就是劣势，大家能团结是最好的。那就在这里谢谢叶子姐了。我代表七星宗弟子感谢叶小师妹。唐一凡规矩地朝着叶玲珑行了一礼。客气了，唐师兄。那你先忙，我们先去帮忙收拾一下这里。叶玲珑点了点头。大叶子，起床了。哦，你看到那只龙龟妖了没有？修为快炼虚了，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大叶子睁开眼睛扫了一眼，用看垃圾似的眼神看着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大宝贝。没有。哦，那你觉得有没有什么是我需要的？大叶子又扫了一眼。留个龟壳吧，内丹你也留着。龟壳这么大，是有什么用吗？给你升级红颜的防御力。你今早不是被那个小化神打了一下吗？是啊，但是红颜没裂开，我也没怎么受伤，这不是挺好的吗？哪里好了？要是他一道灵力打过来你没事，他被反震个内伤，这才叫好。这样下次他还敢打你吗？你求他都不敢打。还能这么玩？看到叶玲珑一副瞪大了双眼，久久不说话的样子，大叶子仔细的反思了一下。怎么，嫌龟壳太丑啊？无妨，我给你提炼成花的样式，对方打过来，反震效果出来的时候，一朵花状的灵力出现，挡住了攻击的同时，花瓣反向飞正。打架就打架，打架还要搞这种美学，简直让人激动哭了好吗？他上辈子是个颜狗吧？啊不，颜神。赌10个零食，他本人必定长得好看。好好好，我同意。等你拿到龟壳再喊我，我再睡会儿。大叶子，那内丹呢？内丹用来做什么？不知道，它最值钱，所以留着。大叶子深得我心。叶玲珑跟叶清玄商量完毕之后，迅速在分配的单子上又写了几行，然后满意的点点头。拿到分配结果的唐一凡不由得感叹一声：小谢啊，还是你眼光毒辣，不然我们差点就错过了。首席师兄，你不知道，我这毒辣的眼光是吃了多少亏换来的。要是时光倒回从前，他一定在西山秘境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叶子姐混了。一凡师兄，你快带着弟子去分割吧。好的。对了，龙龟妖的血灵气很浓，一凡师兄你自己多留一些。你也是元婴后期的人，差一步就上化神境了，这次抓紧机会好好努力，你可以的。化神？他竟然觉得自己这一次是有机会上化神的。豆芽菜，你这元婴中期还不够努力啊？怎么说这趟辅导结束也该上个化神吧？你分明是可以的。江玉征一愣，化神？他还在元婴期死命拼搏，叶玲珑却觉得他可以上化神。天哪，他竟然这么相信自己，自己岂能不努力？二师兄，你什么时候化神啊？我等了好久了哎。沈离贤一怔，猛地抬头。我化什么神？他不是直接上炼虚的吗？大师兄，你受过伤，所以就一定要捅人家2刀吗？这阴阳怪气的，你差不多得了。哎，上炼虚了，二师兄你努力点，我等你带我去沙川黑山盟统一辅导，登顶巅峰。哎，小师妹别起哄啊！不对，小师妹才是始作俑者呀！别到时候4师兄和5师兄都破化神了，你还在元婴跟一群孩子玩耍。忽然被点了名的杨景洲和穆萧然猛地抬起头来，人在歌龙归，锅从天上来。我今天看到了黑金山、苍山72宫和百教神殿大战龙龟妖了，打的那叫一个精彩，天崩地裂，好厉害啊！叶玲珑这么一说，一起观战的罗延忠和邱灵雨便也跟着说了几句，确实打得很精彩啊。他们黑金山有个上古阵法好厉害的，我看了之后仔细的研究了一下，我竟然摸到了门道了。叶玲珑这话一出，罗延忠和邱灵雨又忍不住抬起头，震惊的看着他。他不是没研究出来吗？如何？那上古阵法需要6个化神方能达到效果最佳，如今我们只有2个，人数远远不够。哦，叶子姐的常规操作。
所以二师兄和四师兄和五师兄是必须要上化神的，否则他们那个阵法一来，我们根本就打不过，到时候呀就是全军覆没。等下，你说需要6个人，可你刚刚说的只有5个呀。对啊，从兄位上来说呢，我觉得二师兄、四师兄以及五师兄是可以达到的。至于这最后一个名额，叶玲珑看了看宁明成，又看了看季子卓，看得这2个人浑身发毛。又来了，就看你们2个谁更努力一点啦。果然，谁最后没选上6人阵法的，剩下那个呢就陪我一块修炼，带着我一起上化神吧。宁明成和季子卓，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沉重的打击绝对不能落在我身上，死道友不死贫道，大家各凭本事吧。看到6师兄和7师兄眼中擦出了你死我活的火花，叶玲珑满意的转身走了。大家保持一个向上拼搏的状态，良性竞争，这才是正确的嘛。趁着大家都在忙活的时候，他一个人钻进了那条深不见底的裂缝里面去。他拿出夜明珠往下爬了爬，下面除了是裂开的土地，好像什么也没有。他坚持着又往下爬了一段，还是什么也没发现。但好像下面的空间似乎变大了。他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声音是从上面传来的。他迅速地爬出了裂缝，看到蔚蓝的天空上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难道是他幻听了？他刚刚分明听到了灵鸟的声音，那只在师傅院子里出现过的灵鸟。师兄师姐，怎么了，小师妹？你们刚刚有没有听见师傅院子里那只灵鸟的声音？小师妹这么一说，我好像是听到了。原来不是我幻听，我刚刚好像也听到了，是不是那个方向传来的？剩下的人全都惊呆了，抬头望向东边的天空，那里什么也没有啊。大师兄是化神，五师弟精通御兽，他俩能听到不奇怪，为什么小师妹一个金丹也能听到？你自己修为低不好好修炼，还怪小师妹本事强，你好意思的？好一手拉踩。奇怪了，这浮岛之上怎么会有灵鸟呢？可是我们都没有看见，光听声音不能确定就是了。鸟叫声大差不差的，会不会是我们先入为主了？就是先不管，他真的要在这岛上，下次必定还能遇见。若是听错了，那就是虚惊一场。你去哪儿？弄个灰头土脸。我到裂缝里去看了一眼。看到什么了？什么也没有，但是下面好像有个很大的空间。以后这种事情你不要一个人学，喊你6师兄或者7师兄陪着，要是有危险的话让他们顶前面，毕竟他们真的是缺乏锻炼的。晚上篝火点起来的时候，整个山谷变得无比热闹，大家开始处理自己分到的部分。生的龙龟肉吃起来不好吃，他们便花零食让杨锦州帮忙加工。罗延忠一看，这可是大生意，于是他迅速地支起了一个烧烤摊，干起了老本行，还用3寸不烂之舌忽悠谢灵义和江玉征一块加入他的店铺，成为合伙人。陆百威看他们忙不过来，自告奋勇的去帮忙收零食，赚点小外快，一边赚一边还蹭了好多口肉吃。看到他大串大串烤肉拿走去跟叶玲珑分着吃，烤肉师傅3人组是一个字儿也不敢蹦。除了吃，陈七元和花诗行那边的生意也是好到爆棚，很多人拿着材料去给他们，用材料跟他们换取丹药，也有花钱让他们帮忙制药的。而莫若林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很多弟子们折损的灵气需要修补或者打造新的灵气，都只能找莫若林一个人。不仅有炼气师和炼丹师，他们还有御兽师。在福岛上抓到了未驯化灵兽的弟子，也跑过来找穆萧然帮忙。一时之间，清玄宗的弟子们成了香饽饽，被大家围着送钱，一晚上赚得盆满钵满，幸福非常。大家正热闹地做着自己事情的时候，叶玲珑悄悄地找了个人烟稀少的风水宝地。大叶子，我来啦！叶清玄一睁眼，看到的便是一片漆黑偏僻的小树林，这氛围怎么搞得像偷情似的？大叶子，你快上我身啊！叶清玄叹了口气，迅速地上了叶玲珑的身，跟他挤在了一块儿。刚上去，便看见他足尖一点，跳到了一棵树上，找了一根高处的枝丫坐了下来。他从戒指里掏出了2个大肉串，放进嘴巴里啃了起来。好吃吗？好吃。我汤也给你留的。小罗子的手艺是越来越好了，脑子也比以前好使，怪不得他能成为清玄宗弟子之外唯一一个今晚赚大钱的。叶清玄轻笑一声，陪着他慢慢的把嘴里的烤肉吃完。他吃完之后，又摸出了一盒点心以及一盅汤。这个是龙龟骨头汤，我4师兄做的，超级好吃，非常滋补的。当然最后补的还是我的身体，但是你可以享受一下这个滋补的过程。叶玲珑说完之后，又吧唧吧唧的把一盅汤给喝完了。叶清玄无奈一笑，这些食物确实不但美味，而且滋补。快要达到炼虚修为的龙龟肉，灵气丰富又很厚实。少吃点，灵气吃进去太多来不及转化，你会撑坏的。我还有一盒点心呢。
叶玲珑喝完汤，又拿了一盒点心出来。我四师兄做的，他可太会做吃的了。从我来到这里啊，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了。我也很久没有尝到这么好吃的食物味道了。真的吗？那我下次多留点给你尝尝。好啊。大叶子啊，我今天看到黑金山有一个很厉害的阵法，但是我没有看出门道来。那是因为你的阵法造诣需要进阶了。可是我陷入了瓶颈，容易的我一眼就会，难的我怎么也看不明白。你不是看不明白，是你的灵魂力不够了。灵魂力等级太低，导致你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看破更高阶的东西。所以我需要继续进修我的灵魂力了，是吗？九霄神魂诀你好像才1层吧？1层还未圆满，你觉得你需要进修吗？叶玲珑从未想到有那么一天，他也会被人问功课。我最近事情比较忙，但是等我找到时间，我会努力的。意识到自己不足的时候，说明接触到的东西更高深了，这是好事啊。你还有很多时间，别担心。没想到你除了会对人，你还会安慰人。我不会对人啊。那我大师兄的疯魔是假的？我只是实话实说。我带你做个游戏如何？很好玩的。好啊。闭上眼睛。这些是什么啊？这个游戏叫推石碑。推石碑？对，由其中一个人出题，选中这石碑中的其中一个。选好之后，你根据那个石碑上的符文，推测出下一个石碑上的符文，把它推倒。那我是怎么根据上一个符文找到下一个的呢？规则是什么？没有规则。没有规则？对，准确的说，规则是由我们彼此制定的。试试看就知道了，很有意思的。这是个纯烧脑的游戏，纯动脑的游戏他可太喜欢了。大约在他艰难困苦地推了5个石碑之后，眼前的所有一切都消失了。叶玲珑一怔，等他再睁眼的时候，看到的已经是晨曦的微光从天边透下来了。天亮了，竟然天亮了！他推了一整夜，就推了5个碑。叶玲珑第一次对他的智商产生了怀疑。其实推石碑还有另外一个规则。什么规则？时间限制1刻钟，推不掉的人就输了。那他岂不是从第1个碑就开始输了？叶玲珑当场就石化了。这时，叶清玄低低的笑声传来。很好笑吗？你试试再回忆一下黑金山的阵法。我找到眉目了，我好像看出了点门道，不是毫无研究方向了。我的天，我好像有点突破瓶颈的意思。你这个游戏好厉害。以前修炼灵魂力是比拼的游戏，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灵魂力3重，也就是至少能修炼到九霄神魂诀3层的人才开始玩的游戏。这是大叶子这一晚上说的最好听的一句话了，当场就把叶玲珑感动得痛哭流涕。天亮了，你去忙吧，我睡觉了。叶玲珑一怔，等下，他好像忘了有什么事情没有做。他的武器，时间可真不经用，要是有时光机就好了。他足尖一点，飞回了大家所在的位置。叶玲珑去看了一眼结界里的7色猪梨果，最后一颗紫色的果实已经成熟。他想了想，最后只摘走了7色猪梨果的果实，剩下的便留在了这里。这里应该是最适合它生长的地方，这样它还可以有下一次结果的可能。摘走之后，他没将它周围的阵法撤除，与其被暴殄天物，不如等有缘人来解，搞不好他就是那个有缘人呢。一连3天，他们白天分开扫荡，晚上聚集在一起挖灵池修炼，不浪费每一分每一秒，大家相互监督，有人偷懒就要举报。终于在大家勤奋的修炼之下，柯新兰、罗延忠和谢灵义突破了元婴。第4天的时候，他们还未走远，忽然间听到了轰的一声巨响，整个浮岛又晃动了起来，听着声音好像离他们还不太远，这回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吧。于是他们迅速地朝着震动发出来的地方飞过去，一条身形巨大的河螺鱼，一手10身，看起来非常的凶悍。也看到了裂开的湖底下有一个巨大的贝壳，贝壳里面散发着强大的光芒。我们尝试一下，把它拿下。叶玲珑点了点头，司玉晨和唐一凡也表示同意。检验他们这几天有没有用功的时刻到了，于是3个宗门分别摆起了自家的阵法，阵法一出，气势就来。于是他们开始朝着河螺鱼攻了上去。小师妹，这样下去不行了，我们打不过，必须要智取了。叶玲珑后退一步，开始想办法。然而办法还没想好，叶玲珑便感觉到不对，他布置在后方的阵法被人碰到了。有人来了，大家当心！迅速切换红颜的伞形态，
抬手一挡，铮的一声，灵力打在他的伞面上，一口血喷了出来，又是化神一击，而且这次比上次还狠。听到动静的众人也迅速地脱离了跟河洛鱼的对战。只见赵尚宇为首的黑金山弟子从他们身后赶来，走在最前面的便是魏正坤。他看到叶玲珑一脸不爽，上次用了6成力，这一次他直接用9成。9成打下去，他那把伞竟然还顶得住。人虽然受伤了，但是没死啊。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呀？可终于让我们抓到你们在偷偷打妖兽了。湖底下有宝贝吧？这次轮到你们滚蛋了。当然，不滚也可以，打一架喽。这是把整个黑金山所有的弟子都召集齐全了呀。最要紧的是，此时金世虫的身边还站了一人，化神。黑金山如今竟然有4个化神了。这次还打吗？要打我们奉陪呀。现在是修为比不过，人数被碾压，怎么看怎么没得打了，头铁吃亏不划算啊。于是叶玲珑朝着身后的弟子做了个手势，弟子们看到之后瞬间秒懂，大家默契的从戒指里拿出了一张加速符，偷偷摸摸的贴到了自己的身上。不就是4个化神吗？那气势像是得了10个化神似的，有什么好嚣张的？叶玲珑上前一步，强忍着胸口的气血翻涌，冷笑道。身后的人看到他在拖时间，有序的做起准备来。实力不大，口气却不小。哼，既然你们不服气，那就打一场，我们求之不得。看来你真的很想我揍你啊，这么欠吗？你少废话，听我令，都给我上！黑金山弟子没有一个动的。他正一脸难堪的时候，赵尚宇一挥手，但在黑金山的人动之前，宗门联盟的人先跑了。叶荣月气得直跺脚，你们别跑，都给我追！于是宗门联盟的弟子跑得更快了。叶子姐，前方有熟人呢。叶玲珑看他们被甩得越来越远，于是飞到了最前面。你们快走，别往那边跑了，我们被人围追给堵截了，情况很不好。你们身后是什么人？几个化神？什么叫有几个化神？化神是走在路上就能随便看见的吗？眼看着双方就要碰面了，他们还傻傻的愣着不回答。叶玲珑干脆不管了，继续带着队伍往前冲。是百教神殿的弟子，那可是全元婴的队伍啊！叶玲珑一听，跑得更快了。瞧，肥羊这不就送上门了？喂，你们走了，去抓百教神殿的大肥羊了。好歹是兄弟，带着一起喝口汤不成问题。可他们是全元婴队伍，足足有30多个人。哎，兄弟，你自己往后看一眼啊！我们是带俩化神的50人队伍啊，那你们还跑什么？因为追我们的是有4个化神的100人队伍啊！啊，这怎么玩的一个比一个狠？于是，在隐月宫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宗门弟子迅速往前冲，遭遇了百教神殿的30人队伍，然后轻而易举的把他们一锅端了。黑金山的已经不追了。于是叶玲珑便耐心的挨个打劫，抢走了他们的符石，集体销毁。他们瞬间消失在了符岛之上，踢出局去了。黑金山这件事，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可是不合理啊！他们没有大机缘大宝贝，龙龟妖被我们抢了，人员损失惨重，这不应该呀。凌雨，这个问题你给他们解答一下。因为叶荣月掌握了用人来做养料，供给其他人吸收的阴毒手段。他们虽然损失惨重，但只要抓到别人家的元婴，用来提炼成养料，就可以快速的增强自己。所以我估计他们要不了多久还会再出一个。还要用这个方法再出化神，他们不怕遭天谴吗？肯定要出啊！他们那个阵法需要5个化神。哎，小师妹，那天晚上你说的6个呀？5个还是6个？这影响了你的修炼的决心吗？当然不影响。小师妹，我不该打断你，对不起，你继续。4个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对付了，若是5个，我们势必跟他们卷到底，绝不认输。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必须要找回这场子。叶玲珑一脸坚定地看向在场的诸位，说吧，你们谁去上个化神？2个名额，先到先得。在场所有人就都惊呆了，这是上化神啊！2个名额？你的意思是你有秘法帮助我们上化神？说过我有办法，你就报名是吗？啊，你有办法，我当然要报名啊！上化神啊，谁不想呢？说是如此，我自己上不就好了吗？为你们做甚？还不熟悉他节奏的唐一凡、柳元旭等人当场呆住。再说了，我们现在还是名门正派的，当然是要靠自己的本事自己上啊！你脑子里装的什么歪门邪道啊？雨欣中，你们
你们这个首席思想作风不正的，你多留意一下，没准半路就叛变了。其他话也不说了，咱必须要在近期内上2个化神，不管用什么代价，不然后面没得玩。咱清玄宗呢，先做个表率，二师兄，你算是其中一个。好，还有一个谁来？剩下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说话。一凡师兄，你不想挑战一下？我来试试吧。五师兄，怎么？你觉得我不行吗？当然不是，我就是特别骄傲。你要是成功，我们清玄宗就是3个化神了。小师妹，你说错了。若是20弟和50弟成的话，那么我们13人里边便有4个化神了。我天，师兄们如此给力，我竟然还是一个小金丹，我也太落后了吧！说什么呢？你虽然只是金丹，可你无所不会啊。没错，我们家小师妹很厉害的。好羡慕清玄宗有这么个厉害的小师妹，她不仅自己强，她还带着同门一起强。化神不嫌多，我也试试看，万一我成了，那我们就是5个化神。一凡师兄说得好，这才是首席弟子该有的气势。商量完毕之后，大家各自在原地休息准备，而叶玲珑跟司玉晨以及裴洛白去寻找新的风水宝地。这次他只挖了3个灵池，把灵气都集中给这3个尝试突破化神的人。叶玲珑趁人不注意，偷偷的往沈离贤和穆萧然手里各塞了个东西。沈离贤打开一看，竟然是一枚寒冰果。司玉晨突破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我给你，你一定要成啊！小师妹，这么贵重的东西，你自己不留着吗？二师兄，你在青云州的时候，全部家当都快给我完了，我也就还了你一个果子，你不必这么激动。小师妹是懂语言的，她这话一出，她顿时就心安理得了。小师妹，我必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另一边，穆萧然打开叶玲珑给的包裹时，看到了里面的7色朱梨果。小师妹，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给我呢？龙龟妖就是靠他长修为的。东西再贵重，也没有我五师兄贵重。你是我的五师兄啊，而且那家物尽其用。你现在给我吃掉，我也就上个元婴，没有用啊。我也没想到五师兄有这样的勇气，我真的是好高兴啊！到时候清玄宗3个化神，我必不负小师妹的期望。对了，这果子吃下去的顺序啊，我跟你说一下。我看见龙龟妖吃了假果子了。好。彼时，七星宗弟子正在凑资源，唐一凡还向司玉晨借了一些。叶师妹，你来了。一凡师兄勇气可嘉，我这个小金丹呢没什么好东西，这里有带灵石，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多谢小师妹慷慨相助，此恩我记下了。客气，一凡师兄，我看好你哦。真的吗？不过我确实跟你们家五师兄的修为差不多，也许我们有机会同时突破呢。你在这里装什么客气？你修为比他更深一点，按常理来说，你会比他快的。好好突破，别输给清玄宗那个小子。排行第5也能赢你的话，我们4大宗门的面子往哪搁呀？玉晨，做人还是谦虚一些，不然容易被打脸。自信点儿，你能赢的。叶师妹一开始看好的，不也是你吗？唐一凡一怔，是这么回事儿，他确实可以自信一点。四师兄，啊，小师妹，我去给2师兄和5师弟送餐，我把之前存的宝贝拿出来给他们做了一份有志于突破的餐食。啊，七星宗的师兄也有一份，不过我材料不够，他的就意思一下。叶玲珑点了点头，干得漂亮。叶玲珑又在路上看到了花诗情。四师姐，小师妹，我去给2师兄和5师弟送灵丹，压箱底的，本来是用来给自己突破的，不过我数量不多，七星宗那边我就送一个普通的，意思一下。我懂，去吧。接着叶玲珑看到陈七元上去了，就连裴洛白也上去了。那师兄，你去做什么？做不知道，我清玄宗不能输的。看着他们上去之后，自己便心情愉悦地走了下来。大叶子，我又来喊你起床了。你受伤了？这都还没上身呢，就发现了？一点点。不是小伤，还是那个化神。是啊，他上次打了发现红颜太坚固，这次又打，下狠手了。你想报答他吗？想，当然想。你有办法吗？有。叶玲珑眼睛一亮，内心激动不已。不过以你的修为，很容易被他反手打碎，所以你只有一次机会，一击不成必须逃离，而且稍有不慎，容易玩死自己，非常非常的危险。危险我也要尝试。可即便是你成功了，你顶多就是打伤他，你也打不死。打不死我也要打，有机会我当然要打了。我已经挨了他2次打了，我没脾气的吗？那好，我先帮你升级红颜。叶玲珑一点头，
乖乖的不动了，身体给他，他闭关修炼九霄神魂诀去了。小师妹，这大晚上的你鬼鬼祟祟的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呢？大晚上的你不修炼，一个人鬼鬼祟祟来找我做什么？季子卓一怔，老天作证，他是光明正大来的。我就看到这里有个人影，所以来看看情况。既然你不是敌人，那我就放心了。我先……你来的正好，坐下。季子卓此时就是后悔，非常的后悔。平时的小师妹很可怕，但现在的小师妹那是3倍可怕。为什么要坐下？因为你修为差。啊？整个清玄宗男弟子里就你最差，也不知道你平时是怎么好意思待得下的。虽然这说的是事实，但小师妹能不这么残忍吗？你放心，我这就回去修炼，绝对不会输给六师兄的。他跟你半斤八两，你去拿他当目标。小师妹今晚为何字字诛心呢？我其实……别废话了，开始修炼吧。在这儿？怎么，你还挑地方？这里的地面草太茂盛，你不喜欢？还是树枝太低毁了你的道心？不是啊，他不是挑地方，他只是不想在恐怖版的小师妹身边修炼，压力好大的呀。不是，那就修炼，天亮之前上个元婴中期吧。他才上元婴不久啊，愣着干嘛？快点！小师妹，天亮之前就上元婴中期，是不是太着急了一点儿？不着急，因为我天亮之前够时间把武器升级完。你升级武器跟我到元婴中期有什么必要的联系吗？我怕你只有元婴初期，到时候挨不住我一剑，当场归西。到中期的话，应该还能剩口气，即使治疗的话残不了。小师妹她在说什么鬼故事啊？小师妹，你为什么要刺我一剑呢？升级完了是效果，不然喊你留下来干嘛？季子卓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倒霉，都怪这该死的好奇心啊！于是两人重新进入了和谐之中，一个修炼，一个修散，气氛十分温馨。宗门联盟的弟子在这一片地方卷了整整3天，3天时间里，叶清玄3次升级叶玲珑的武器，反正效果是做好了，但为了达到打伤化神的程度，他在上面做了一次特殊强化，用了就没了。但没关系，叶玲珑这个人记仇，一次报仇那也是报仇。在冲击化神的3位大兄弟里头，沈离贤毫无意外的第一个冲击成功。而如今3天过去，穆萧然和唐一凡依旧没有动静。突破了，终于又一个突破了。五师兄，你真的做到了？对，我真的做到了，我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没有辜负你们的付出，我做到了。清玄宗第4个化神是我。就在这时，砰的一声，罗延忠在他们身后放了一个礼花。恭喜恭喜啊！干什么？上化神失败多正常啊，一次不行就下次呗。你还年轻，机会多的是。若是以前他不会觉得失落，可如今看到他们都是一遍成功，一个比一个天赋更强的时候，才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准备一下，一会儿出发，我们这就去把场子给找回来。叶子姐，能不能安慰一下我家大师兄呢？他到现在都没有走出失败的阴影来。如果是说安慰的话就不必了，我耳朵快起茧子了，我没事，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可你没有时间了。唐一凡愣了一下，我们要去干架了，可是你这状态不行啊，双方化神4打4，剩下我们元婴和金丹的数量不如他们，数量不够只能拼质量，你是我们质量中重要的一环，你是不能打，我们就危险了。我哪有什么质量，我只是个废物啊。你错了，你不是个废物，你只是个穷鬼。七色朱莉果我给五师兄了，这大宝贝他竟然给穆萧然了。还有我四师姐突破用的压箱底灵丹，我四师兄珍藏多年的灵宝食材，还有陈七元和大师兄都去帮忙了。你看，我们富有的清玄宗弟子贡献了大家压箱底的宝贝，而你们穷困的七星宗弟子凑了半天也没凑出什么像样的玩意儿来。唐一凡那颗心被治愈了一半，所以你不是废物，只是个穷鬼。唐一凡的那颗心另外一半被毁完了。奋斗吧，少年，努力修炼，好好赚钱，争取别再做个穷鬼。唐一凡感觉自己没有被安慰到，但是他的天空好像不再灰暗了。辅导这么多宝贝，我必须报复一回。在他面前许愿报复，叶玲珑笑笑没说话。机械打完，叶玲珑带着队伍重新出发。我们回来了。翻越了好几座山之后，他们终于回到了那个湖泊附近。他们已经走了，我们要怎么办？不慌，可以从痕迹找到他们离开的方向。叶玲珑说完之后，他仔细地看了看地面的痕迹，他眉头忽然一皱。怎么了？有埋伏。就在叶玲珑话音落下的时候，他们身后传来了一道脚步声，迅速又整齐地将他们包围了起来。啊，不是黑金山，这是
百教神殿。为3天前在此处附近被你们杀死的百教神殿的弟子而报仇。那行，那就打一场。来吧，小化神。那百教神殿的化神一愣，然后感觉到自己被侮辱，拔出长剑朝着叶玲珑冲了过去。他竟然被击伤了，化神，而且是2个化神。不对，情况不对，退！我们撤退，这仇先放着，以后再报。师兄，退不了了。什么情况？苍山72宫的人围过来了。什么？百教神殿的化神正要发怒的时候，他们也在撤退，好像是被黑金山给围了。就在他们沉浸在巨大的震惊中的时候，黑金山和宗门联盟的人已经走到眼前，将他们包围其中。要不我们往旁边退一退，没准他们自己会打起来呢。你说的有道理啊，我们退一个试试看。在他们撤出中间之后，没了一大群人的遮挡，宗门联盟和黑金山终于站了个面对面。这么巧啊，又给我们见面了，你们也够倒霉的。这次准备怎么逃啊？不巧，我们是专程找来打爆你们狗头的，一会儿可别跑啦。既然你们要送死，那我就成全你们。黑金山的阵型全部摆开，赵尚宇一声令下，黑金山的弟子迅速地朝着宗门联盟冲了上去。叶玲珑得意一笑，双手往身边的沈离贤和穆萧然身上一放，破掉了他们身上的禁制。摊牌了，不装了。宗门联盟4大化神向黑金山讨教。这下子，对面黑金山的弟子瞬间惊呆了，看到他们冲到眼前，穆萧然和沈离贤抬手便是一剑轰了过去，直接把冲在最前头的元婴给轰得血肉翻飞，连退后的机会都不给他们。我记得我当年突破化神的时候，全宫上下把所有的资源都给我了，而且还有师傅护法，千辛万苦才上去啊。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今年突破化神的时候花了半年时间，中间还失败了一次，我也不容易啊。人比人气死人啊！我的天哪，宗门联盟是真的凶啊，70个打上百个，气势就没输啊。看见了吗？啊，我怎么觉得黑山盟打不过了呀？1对1化神对战，黑山盟的实力竟然不如宗门联盟，为什么呀？啊，他们用了特殊手段才搞出那么多个化神，为什么宗门联盟也可以啊？万万没想到，嚣张不过3天又被反杀了。魏正坤眉头一皱，目光落到了叶玲珑的身上。本来黑金山陷入劣势，他们正愁没有突破口呢，现在好了，叶玲珑自己送上门来了。魏正坤对着裴洛白做了一个虚晃攻击，趁着裴洛白躲闪的时候，他迅速的掉头，抬起手中的剑，一剑朝着不远处的叶玲珑劈了过去。小师妹，所有人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上。死，给我死！来了，小师妹钓到了想要钓的人，见证奇迹的时刻终于要来了。叶玲珑手中的红颜瞬间切换形态，剑劈到伞面上的时候，伞面上绽放出一朵红色光边的花，花在碰到剑尖的那一瞬间爆了开来，迅速的朝着魏正坤反击了过去。魏正坤一大口血喷出来，身体被甩出去很远，直到撞到了后面的山体上，直接把那一座山给撞崩塌了。在场的所有人，无论是哪个势力的人，全都瞪大了双眼。叶玲珑也跟着愣了一下，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手腕。大叶子，你在我身上。怪不得刚刚他回头抵挡的时候，感觉到除了自己，好像还有其他人在操控一样。你怎么醒了？虽然你练了很多次，但我还是怕那个万一，我睡不着。叶玲珑心口一暖，你做得很好，即使刚刚没有我，你也一样是做到的，恭喜你，成功报仇了。他唇角边的笑容更大更灿烂了。金丹打化神，他成功了。小师妹，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他甚至还转头看向黑金山的弟子。或许我这山体都轰塌了，你们黑金山那个化身果然好厉害啊！看这情况，也不知道是他伤得重还是山毁得狠。哎呀，你们这些头们怎么回事？都不去挖一下吗？说不定还能抢救一下的。你们不会这么快就放弃治疗了吧？赵尚宇立即挥了个手，示意身边的弟子去查看魏正坤的情况。黑金山的弟子亦然，他们迅速地脱离了战局，往后撤了一些。跑什么啊？刚刚不是说好了不要跑的吗？别怂啊！你们黑山盟不是最嚣张了吗？化神多，弟子多，还有个会歪门邪道的少夫人，怕什么？叶玲珑手中的红颜迅速切换回了剑形态。你别嚣张啊！我刚刚打了个化神，我不嚣张谁嚣张啊？赵尚宇气得脑袋嗡嗡的。黑金山现在只有3个化神，我们有4个，打他们呀！于是宗门弟子迅速地朝着黑金山弟子重新扑了上去。你们再不出手，宗门联盟就无敌了！
倒不如现在跟我们联手，把他们气焰打下去，未来对大家都好。原本躲得好好的，正在围观的苍山72宫和百教神殿，我谢谢你啊。于是他们默契的噌的一下站起，然后二话不说，头也不回的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跑了。莫挨老子！前方的贼匪，你们已经被包围，我要做无谓的抗争。干架就干架，追击就追击，能不能不要那么多戏呀？我方已经发出警告，你方一意孤行，听我令，向着胜利开炮！叶玲珑这辈子第一次拿修仙版机关枪，顿时感觉自己神勇无敌，战神下凡。这种不用自己灵力，不用多少力气的打人方式，真的爽透了。太狠了，宗门联盟那些人实在是太狠了。不行，这样下去不行。大家分开跑，过后再会合，聚在一起容易被他们打中。听到这话，黑金山弟子果然分散开来。分得好，我看到叶荣月的位置了，听我令，集火叶荣月。分散什么分散？分散开了谁保护我？谁保护少主？你们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玩意儿？回来，都给我回来！金世虫，你想害死我们呀？你这白眼狼蠢东西！叶荣月不敢回头，但他能够感觉到自己身后没人了。下一秒，一个爆炸符打在了他的后背，轰的一声响，他感觉自己的后背被炸开了，整个人从半空中栽倒下去，滚出去好几圈。他感觉自己整个人像是被分尸了一样的疼。他的手，他惊慌失措地把手收回来，捂进了怀里。荣月！两人迅速地冲到叶荣月身边，将他从地上抱起来，掩护着他撤退。虽然叶荣月迅速地被救走，但他滚落在地上的时候，叶玲珑还是看到了一个10几岁姑娘的手竟然干枯又紧皱，上面还冒着渗人的黑气。叶荣月被反噬得厉害，看样子黑金山再继续这样造化神，他迟早要惨死。不行，在天道制裁叶荣月之前，他一定要先动手。就追他们，其他人先不管。叶玲珑说完，大家便配合的只追叶荣月和赵尚宇他们的方向。出的什么馊主意？你故意的吧？对不起少主，我把他们召集回来。黑金山弟子听令，保护少主少夫人，不得乱跑。哎呀，现在黑金山改金世从做主了吗？不对啊，他发号施令这么老练，这不是第一次了吧？天哪，你们该不会没觉察出来他想要造反吧？气得赵尚宇回头又是一巴掌甩在了金世虫的脸上。听我令，集合撤退。这时黑金山的弟子又重新聚集了起来。忽然间，一道震耳欲聋的巨响传来，黑金山弟子不管不顾地往前跑。当地面裂开的时候，他们在最后的几个弟子掉进了裂缝里面。大家停止追击，迅速后撤。裂缝和之前那2条一样，又大又深，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这条裂缝出现的方式不像是正常的震动引起地面崩裂。来了来了，大妖兽带着他的灵宝出来了。看到一只强大的3色妖鹿，不仅个头大，而且修为也很强。于是叶玲珑组织大家开始对这只3色妖鹿发起进攻，验证他们这几天卷天卷地卷自己成果的时候到了。情况如何了？少夫人虽然重伤，但性命暂时是保住了，但短期之内她是不可能再动了。什么叫不能再动？就是不能再战斗了，接下来的日子都要被人给抬着走，她自己走不了了。不就是中了个爆炸符吗？挨打中的弟子那么多，其他人也没伤得那么惨烈呀。少主，其他人的修为比他高啊，他只是一个金丹的。金丹怎么了？叶玲珑不也是个金丹？反应过来了，他刚刚说了什么屁话？转过头问另外一位伤员的情况。费师兄情况如何了？少主，他也是受了重伤，但他本身是化神，身体条件好，所以不会伤及性命，且一直醒着。就是最近的战斗力会大大下降了。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在自己的武器上做了手脚，他早有准备。所以他并不是一直那么厉害。当然，他就那一下，如果我能躲回去的话，死的就是他了。赵尚宇一怔，他怕了一个装模作样的金丹，又被他给耍了。若有下次，我一定杀了他报仇。若是他下一次还是故意吸引着你过去，又有新的诡计呢？这样下去不行，黑金山损失惨重，若要翻盘，为今之计只有联合整个黑山盟，并且再增加更多的化神数量，必须要以绝对优势碾压他们才可以。只是不知道少夫人这情况，她还能不能行？只要不死就能行。荣月，你咬咬牙撑一下，等过了这一关，我会补偿你的。
躺在一旁治疗伤势的叶荣月身体一颤，在眼底的温热涌出眼眶之前，他闭上了双目。真是他的好夫君，从他受伤至今，从未问过他一句疼不疼。在第二天下午的时候，才终于把那只三色妖鹿给耗死了。他倒地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松了口气儿。在分配那一株三色妖鹿守护的双圣灵芝的时候，他也平均分配了。他让花诗晴把那一株双圣灵芝摘下来，炼制成4枚丹药，清玄宗、昆吾城、七星宗以及隐月宫每人1枚。大叶子，我今晚又给你带来很多好吃的，你快起来尝尝。他迅速的上了身，然后安静的等着叶玲珑投喂。今晚喊我，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不愧是大叶子，什么都瞒不过你。我想再试试上次的推杯游戏。不服输？服，但是我总不会一直输。除了这个，你还有别的心事吧？大叶子，你怎么连这个都看得出来？遇到什么麻烦了？我有一种预感，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你觉得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你在选择修炼灵力还是修炼灵魂力里面，选择修炼灵魂力，想要尽快的提高，以应对那些有可能发生的不好事情。大叶子，你什么都懂。那就不浪费时间了，我们来吧。好。叶玲珑迅速地闭上眼睛，进入了叶清玄布的灵魂场里。上次玩过一次之后，他这次再玩，感觉更熟练，而且速度更快一些了。在他的专注之下，已经能够渐渐地捕捉到一些关键的信息和策略，以及慢慢地触碰到灵魂力的玄妙所在了。一夜过去，眼看着马上就要推掉下一个石碑，他被喊醒了。小师妹，你为什么每次都是一个人藏在小树林里来修炼呢？为了让叶玲珑专心地推掉最后一个石碑，叶清玄替他醒了。谁告诉你我是一个人？但是我只看到是你一个人呢。所以你也只是目光狭隘的井底之蛙。一大早的，叶师妹中邪了吗？怎么开口谁都对啊？看到他被对得哑口无言的模样，裴洛白顿时心情愉悦，神清气爽。他推了推旁边的唐一凡：“喂，你有何见解？”“我没有见解，只要我不说话，我就不会被对。你不要唯恐天下不乱啊！”“是啊，你们都来了，来得正好啊！我有件大事要跟你们商量。”这语气转变之神速，神态变化之利落，有没有可能真的不止一个人？这几天大妖兽和灵宝出现的时间和方向是有规律的，据已经出现过3条裂缝的方向来看，他们都在福岛中央，而且相隔距离很近，方向则是往正东、正南、正西，相隔时间是3天。那么按照前面的情况推理，后面在3天不，应该是距离今天2天后的正北方向还会再出现一次裂缝，并且会再次出现大妖兽和灵宝。那你的意思是打算直接到第4个地方去蹲点吗？对，不过首先我要跟你们说一个事情，这福岛我觉得不对劲儿，我们必须要加倍小心。根据从前的经验，福岛所开放的时间是1个月吧？是。可是我们进来到现在才过去10天，即便是第4个裂缝出现的时候，也不到半个月。那么剩下的半个月呢？半个月不到，4个方位的大妖兽都出现完了，那接下来呢？1000年之前的福岛很稳定，不会出现大地崩裂、大妖兽意外出现的情况。而且根据典籍记载，1000年前福岛出现过一次，而再往上出现福岛的时间是距离现在4000年，也就是说，前2次福岛间隔的时间是3000年，可如今才1000年，它又出现了。你是怀疑这个福岛和1000年前出现的福岛不是同一种情况？说不上来，现在没有更多的线索指明这一点。既然大家想法一致，那我们就收拾一下，马上出发，前往第4个点。到了大概地点之后，叶玲珑拿着他的伏笔，飞到了那一座山上，在那一座山的半山腰位置画了一个大大的叉叉。4位化神大能，表现你们的实力的时候到了。全体人员一脸疑惑地看着他。昨天魏正坤以1人之力轰塌一座山，大家都是化神，你们没理由比他差，所以谁辛苦一下，把这座山给轰了。既然知道大妖兽的藏身之处，那还等什么？3天之后裂缝出现，现在就直接把它给轰出来不就行了？我来吧。小师妹的策略，做师兄的必须要第一个支持。于是他拧起了一道灵力，狠狠地朝着山体砸了过去。他一砸，整个山体被他给砸塌了半边。一声尖锐刺耳的嘶叫声从里面传来，里面藏着的那只妖兽用它的翅膀把另外一边山体给推开了。有了应对这种强大妖兽的经验，宗门弟子迅速摆开阵来，
跟他开启了一场长时间的消耗厮杀。他们用尽手段，耗尽灵力，拼尽一切，终于在第3天天边鱼肚泛白的时候，才把他给耗死了。当他巨大的身体坠落下来的那一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紫电妖鸟守护的是什么灵宝啊？然而叶玲珑飞入紫电妖鸟的洞穴里的时候，他发现里面竟然没有任何灵宝。胖头，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兄弟的生长痕迹？胖头巡视了一圈，最后脚丫子在地上一撮断草根处挖了挖。你要找的应该是这个，根还在，但是根往上的全没了，应该是被一口吃了。如果说这灵宝在他们到来之前已经成熟，这不就对了吗？这只妖兽为什么比之前的都要强？因为他刚刚把灵宝吃掉，正在消化着，准备突破炼虚的时候，他们来了。他忽然觉得这像是一个陷阱，从龙龟妖开始，到河罗鱼，到3色妖鹿，不断的吸引大家争夺厮杀，厮杀到最后的结果便是炼虚期的紫电妖鸟出现，剩下的人全都得死。小师妹，你怎么脸色那么奇怪呢？对啊，灵宝呢？你没带它出来吗？灵宝已经被吃掉了，我们先离开这里，这地方不对劲儿。啊？怎么会被吃掉了？你不会是自己拿了不告诉我们吧？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柳元旭，而且眼中带刀。不是，我就质疑一下，我又没说一定是他藏了。柳元旭一看这解释没人接受，他慌死了。我错了，我不该质疑他，行了吧？不是说要离开吗？赶紧的吧，不要理我这个无耻小人了。别理他，我们先离开这里，情况跟预想的不一样。哼，想走？没门儿！你们这群卑鄙无耻、阴险狡诈、城府极深、一肚子坏水恶贯满盈、丧尽天良、人人喊打、天道不容的宗门之人，你们一个都不准走！辛辛苦苦准备3天，前来反杀复仇，结果人到的时候，他们已经杀掉妖兽，准备逃之夭夭了。他手一挥，从他身后大片的弟子里面走出来好几个，乍一眼看过去，竟然全都是化神。叶玲珑目光朝着叶荣月看了过去，如今他被放在一张铺着软垫的椅子上，椅子架在了一只灵鸟上，他就用这样的方式跟随着黑山盟的大部队，真真是身残志坚，令人感动。叶荣月原本只是戴手套，现在连头上都裹了一层纱，露出了一双怨毒的眼睛。3天造了6个化神，叶荣月要被榨干了。哼，这一次我倒要看看你们宗门联盟还有什么办法，加倍的实力碾压你们，除了死就只能是死，给我死！这情况是真的没办法了，只要他们还是名门正派，10个化神，别说3天，3年也凑不齐。溜吧！大家迅速的开始贴符纸，左手一张加速符，右手一张保命符，准备跑路。但赵尚宇并不打算给他们机会。上！今天就把他们全都给杀了，被抢走的资源全给我抢回来！叶玲珑迅速的取出红颜，迅速的切换伞形态，往前一送。赵尚宇身形一顿，又来了，他又要搞阴谋诡计了。然而红颜切换伞形态之后，再没有下文了，被耍了。他又装腔作势耍人了。干架可以输，叶玲珑他必须死！轰的一声巨响，整个大地都在颤抖，脚下忽然出现了一条巨大的裂缝，伴随着一阵强大能量的侵袭，在场的人全都有那么一瞬的头昏眼花，耳朵失聪。黑山盟的弟子则不慎被卷进去好几个，那个时候他们仇恨的怒火才渐渐熄灭，求生的本能让他们反应过来要后撤，不能再往前追宗门联盟了。和以前的任何一次都不同，以前的震动只有一次，导致地面裂开之后就停止了，而这一次的震动一直在持续，地面裂缝也不断在扩大，仿佛往更深更远的地方裂了去。裂缝里面出现了大量的黑色死气，此时让大家更震惊的一幕出现了，大量的黑色死气聚集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巨大的手掌，手掌正在地面上撕扯着大地。那是什么东西啊？好可怕呀！来了，他要扑过来了，快跑啊！顷刻间，整个现场一片混乱，所有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不对，情况不对！哎，你们看天空！叶玲珑听到喊声，抬起头来，看向了福岛那一片拨云诡谲的天空。福岛之外的人，此时正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
一边时刻关注辅导的石碑，一边听被踢出来的弟子讲里面的事情。养了半个月伤，伤势已经好了许多的任堂莲，又出现在了辅导前面的海域之上。开局大优势又如何？还不是被逆风翻盘了？赵盟主，任堂莲刚开口，忽然间，辅导的上空顿时乌云密布，黑雾缭绕。原本整个阳光仙气的辅导，在极短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被死气笼罩的枯岛。发生什么事了？辅导怎么会这样？不对，不对劲呢！就在黑雾完全覆盖之前，砰的一声响，象征着那些弟子死活的石碑瞬间粉碎了。这怎么会这样啊？天降辅导出现过的次数虽然是寥寥无几，但古籍上都是有记载，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啊！该不会是有人在里面动了什么不该动的东西，这才导致辅导出事了吧？有些人呢，想法特别多，事情也特别多，搞不好就是那个害群之马。有些人的弟子无能，就去责怪别人家的弟子多事。若是一个弟子乱碰了什么东西，就能够让整个辅导陷入到黑雾之中，那这个弟子的实力简直逆天。也不知道赵盟主夸的是谁家的弟子啊，真是谢谢抬举了。你行了，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要我说，这黑雾包裹辅导绝不是好事。大家的精英弟子都在里头，与其在这里吵架，不如一起想想办法吧。把各家留在辅导外面的化身都请来吧，看看能不能尝试把这黑雾驱散，把人给救出来。这提议得到了所有人的一致同意。外面的人焦头烂额，里面的人情况更糟。整个天空一下子从白天变成了夜晚，深渊之内大量的死气喷发出来，跟随着一起被喷发出来的还有大量的鬼魂，密密麻麻不计其数。当心，有鬼魂扑出来了！退，快退！然而他们一剑将鬼魂斩成了两半后，鬼魂变成了两个，重新扑了上来。大量的鬼魂往其他弟子们的方向扑了上去，而在灵鸟上坐着不能动弹的叶荣月当场就吓疯了。救我！快保护我！我不能死！我若是死了，黑山盟便再无化身！他的疯喊声引来了赵尚宇他们的关注。他迅速地回到叶荣月身边，让几个化神一起护送灵鸟起飞。黑山盟全体弟子迅速撤离。这辅导有问题，它不是正常的辅导，它是一个陷阱。听我令，宗门联盟所有人拿出销毁自己的符石，离开辅导。然而他们销毁符石之后，人还在原地没能离开。小师妹，销毁符石没有用，我们出不去了。撤退，迅速的离开这里，在辅导转一圈看看。大师兄，你带队，有佛珠的4师兄殿后，2师兄和5师兄在侧翼保护弟子们。大部队已经飞起，叶玲珑还在原地，他愣愣地看着那个鬼魂喷薄而出的深渊，他莫名的有一种熟悉感。叶师妹，你怎么还不走？你要做什么？司玉晨往他看的深渊中心看了过去，他似乎意识到叶玲珑被那个黑暗的深渊吸引了过去。清醒点，离开这里，我不会让你过去的。你的师姐们很脆弱，她们需要你的保护。这话一出，叶玲珑心中那一股冲动彻底压下去了。叶玲珑简单的在之前布置过的阵法之上又加了一重阵法，少量鬼魂可以挡一下，大量冲过来的话就没得挡了。小师妹，在遇到的第一个大妖兽的时候，你就下裂缝里面看过，你当时是不是有所怀疑了？就是单纯的觉得奇怪，下去看看。当时没看到鬼魂，但是看到了地下有一个巨大的空间，或许这一整座辅导下面就是空的，空荡荡的岛下面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小师妹，你刚刚说整个辅导就是一个陷阱。是的，它是一个陷阱，我们所有人都是它的猎物，而猎杀其实早就开始了。1个月的时间到了，这辅导也依旧不会开放吗？所有人都沉默了，没人知道。若是他们真的永远都出不去，那他们现在抗争的意义是什么？想什么呢？即便是有人设置了陷阱，可辅导的规则不会变啊。还有半个月，撑过这段日子我们就能离开了。他这话一出，那些绝望中的人顿时眼底又有了希望的亮光。我叶子姐绝对不会骗人的，她说能出去，肯定就是能出去的。对呀，怕什么？撑过这段时间，我们就是最大的赢家。他俩这嗓门一出，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了起来。
我猜黑山盟的那个少主这会儿又要气哭了吧？他们好不容易凑齐了10个化真要来报仇的时候，辅导出了这档子事儿，得了，仇报不了了，他们自己啊也得逃命去了。大家顿时一阵哄笑，虽然大家都很惨，但看到别人更惨还是会笑。而且还有个事儿啊，你们都不知道，当年我跟着叶子姐外出历练的时候，她真的是超凶的，鬼见了鬼都怕。她当年可是大半夜追着抓鬼，抓一条街的红衣小姑娘啊！哈，这算什么？你是没见过我家小师妹徒手造鬼王的光荣历史，想听吗？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聊起来。裴洛白转头看向叶玲珑，小师妹，你说的……嘘，你看那边，那是菩提树。菩提花在鬼迹蔓延的辅导之上开放的时候，竟然会发光啊！我在书籍上看到过，菩提慈悲，心性纯净，看破浊世，不受搅扰，所以他的花才能在这鬼魅魍魉横行的地方散发出这清澈的光芒吧。小师妹，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呀？我需要去抓个鬼回来证实一下。大师兄，你在这里照顾其他弟子，有事玉牌联系我，我去就回。可是外面那么危险，你一个人不合适啊。大师兄，外面确实危险，但是我一出去，说不定那些鬼魂的处境比我还危险。我自己去吧，说带个拖油瓶，我还得分心保护他的安危，是吧？那你小心吧，你出去可以，但你不准再靠近深渊了。叶玲珑乖巧地朝着他比了个 OK。什么深渊呢？我家小师妹有什么事情是你知道，而我竟然不知道的？哼，就不告诉你。啥玩意？裴洛白当场被气得太阳穴突突的。叶玲珑飞了一段之后，从戒指里把招财给放了出来。招财获得了放风的机会，顿时心情非常愉悦。他那双血红的双眸此刻忍不住眨了一下又一下，快乐的像只憨狗。招财，我要先抓个鬼回去做实验，等会儿再放你出来吃自助好不好？招财一听不好，于是他鬼神一闪，再回来的时候，左手捏了5、6个，右手捏了7、8个，一抬手递给了叶玲珑。上次为了拯救大师兄，他在石泽山上还把囤给他的所有口粮都放生了。他可怜的好大儿受了太多委屈了。叶玲珑从戒指里取出装鬼的笼子，将那几个鬼装了进去。那你去玩吧，不过你得1个时辰回来一次，你要是走丢了，我会很难过的。招财脑袋微微的点了点，表示他一定不会丢。为此，他甚至刺激了一下他身上贴的符文禁制，表示这个还在，你能找到我，我也能找到你。真乖，那么多好大儿里，你是最乖的，去吧，但是别吃太撑了，知道吗？招财微微点了个头，然后转身飘走了。那是什么东西啊？好可怕，比深渊的鬼还可怕。只见光芒照到鬼身上，那2只鬼就像是被灼热的阳光晒穿了一样，魂飞魄散消失了。然后用手中的发着光的菩提树枝狠狠地抽到那2只恶鬼的身上。那2只可怜的恶鬼被抽得当场就发出了恐惧的嘶吼声。菩提树枝抽落下来的位置，那2只鬼的鬼魂就消散掉了。没一会儿又死了2个鬼。叶玲珑他是真的会徒手抓鬼，且猖狂虐鬼啊！你们为什么全都在看着我？在看你表演徒手抓鬼。哦，好看吗？他们都要被吓死了。有个好消息，有个坏消息，你们想先听哪个？先听好消息吧。发光的菩提树可以驱鬼，躲在菩提树下可以保平安。所有人眼睛都亮了，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啊！那坏消息是什么？坏消息是发光的是菩提花，花会开但也会落，而且花碰到鬼魂，鬼魂会消弭，花也会衰败。时间会让菩提花枯萎，鬼魂也会。以及1刻钟之前，鬼魂已经出现在这10里之外，估计这会儿大部队要到了。这个消息为什么不放在最早说？这里有3棵菩提树，3棵树并不紧挨着，中间有部分地方是光芒照不到的。4个宗门分3棵树，可以不要每一步都考验人心吗？我们清玄宗的人少，不如跟我们昆吾尘在一块吧。哎，你们昆吾城人那么多，太挤了，不如来跟我们七星宗在一块吧。影月宫人数最少，按人数还轮不到你们七星宗。要不……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道道迅速的靠近的嘶吼声，
下一秒，所有人一秒冲进了菩提树的庇护之中，管他去哪棵树，选中哪棵算哪棵。小师妹，你快进来呀！阿飘来了，你们不出来玩一下吗？阿飘来了，你不该进来躲一下吗？不慌，我来给你们上一堂猛鬼普及课，上完了你们有了基本的知识，便不会再害怕了。叶玲珑话音落下，3个阿飘飘到了他的身后，其他人吓得心肝一颤。哎，叶师妹当心，你身后。叶玲珑身体往后一靠，整个手臂搭在了那只鬼魂的肩膀上。为什么呀？他们为什么不咬你啊？这题我会。抬脚就往边上那鬼魂身上踹了过去。那鬼魂回头看了他一眼，没搭理。这些鬼魂是人类的好朋友，只要你们对他心存善意，把自己当做他的一份子，他必定也会待你如亲爹吗？看，鬼魂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可怕。不是，他们已经成年，并且有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力，能不能不要这么随便忽悠他们？他们是真的会相信的呀。我作证。这时，烧烤师傅兼吹大炮选手罗延忠站了起来。亏得当初在遮云城里蹭的鬼泣符还剩几张，不然现在就没法出来装逼了。鬼魂呢，确实是人类的好朋友，只要做人足够骚，逮着猛鬼搂小腰。嘿。这时，罗延忠忽然感觉到头顶一阵阴冷，好似有杀气传来。他猛地一抬头，这超级大的鬼王啊！罗延忠吓得赶紧跑回了菩提树里，赶紧躲在了清玄宗弟子的身后。只见那只鬼王飘到了叶玲珑面前，一口就吃掉了跟他勾肩搭背的那只鬼，然后飘过去，拿起叶玲珑的手，让他搭在自己的身上，不准他碰别的鬼。这做派怎么有点像招财啊？招财，我不是让你别吃那么多吗？你怎么把自己吃成个球了？我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的招财呢？招财瞟了叶玲珑一眼，然后低下眉眼，露出有那么点知道羞耻的样子。哎，等下，这就是传说中叶玲珑亲自喂养打造的鬼王？看着孩子无辜的眼神，苛责的话他也说不出口了。罢了，只是吞进去，没来得及消化，又不是一辈子这个球样。看到叶玲珑脸色变好，招财又高兴地蹭了蹭他的脑袋，像只粘人的大狗。这场面一点儿也不温馨治愈，没眼看，真的没眼看。你就在附近玩，不要走远啊！我一会儿就要出去，需要你的保护。招财一听，高兴地把头一点，飘到附近抓小鬼玩去了。我们刚刚讲到哪里了？说到鬼魂是人类的朋友。你们说个什么玩意儿？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了？这一下，所有目光都往陆白薇和罗延忠身上看去。胡说八道！鬼魂不是人类的朋友，他们凶残又残忍，我们通常打不过他们。大家纷纷点头。对嘛，这才是符合三观的正常言论。根据人类生存法则，打不过就加入，所以接下来我来教你们怎么加入他们。加入别的就算了，加入鬼魂是要集体抹脖子变阿飘吗？接下来，叶玲珑开始了一场刷新人类三观的教学，教大家如何加入鬼魂，又教大家如何在鬼魂中鬼鬼祟祟的生存。以上内容介绍完毕，接下来我将介绍如何在鬼气遍布的地方修炼。他竟然还要创造条件修炼，卷归卷，但卷到如此丧心病狂，是他们没想到的。我们必须抓紧一切时间修炼。黑沙盟已经10个化身，我们才4个，连人家的一半都不到，你们不羞愧吗？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躲在这树下不是长久之计，壮大自己才是生存根本。没有人可以永远躲在他人的羽翼之下，你们要做自己的生命安全第一的责任人。叶玲珑从戒指里取出了一叠鬼气符，以及一大袋灵珠。大家都准备一下，排好队，不用着急。鬼气符原价101一张，现在呢友情价99只，一次性购买超过10张打98只。灵珠原价10001一枚，现讲座现场价97只，一次性购买超过10枚打95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万万没想到，讲座的尽头是卖货。这灵珠有点眼熟啊，你解释一下吧。看了看那年一起在九华山上薅灵气的共犯们，说实话，不然丢你出去喂鬼。说完之后，司玉晨神色严肃，久久无言，最后斥责道：你可还记得昆无常的门规呢？不贪不抢，不偷不摸，我错了，大师兄。你是错了，不是这条门规啊！有福共享，勿忘同门，不可自私，不准自立。下次带我一起。
灵珠，你是不是有存货呀？是啊。分我一点，他卖的太贵了。又赚了一大笔银子的叶玲珑心满意足地整理了一下戒指，然后在菩提树的附近又布了好几个防御阵法。他交代大家在原地别乱跑，老老实实躲在菩提树下修炼，有任何异常及时通知他。小师妹啊，你又要出去啊？是啊，总不能所有人都躲在这里，外面的情况瞬息万变，总是要有人去查探的。这里我去最合适。我陪你去吧。大师兄，你和四师兄留在这里保护大家吧。你们两个拿主意习惯了，有个事情也能做主，就由我陪着小师妹去吧。我也要陪着小师妹一起去。遮云城我去过，对付鬼魂多少有些经验。季子卓左看看右看看，忍不住也想出去玩。他噌的一下站起来，拖油瓶不带，齐师兄坐下。有些人真的没有自知之明啊。沈离贤瞟了他一眼，成天就知道欺负师弟，宁明城，你也就这点出息。笑容不会消失，他只是从宁明城的脸上转移到了季子卓的脸上。二师兄、五师兄，小师妹，路上注意安全。飞了一圈，发光的菩提树见到了一些。叶玲珑绘制了一个地图，把他们的位置记录下来，以便他们栖身的地方出事之后有新的地方代替。小师妹，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啊？飞到最高处看一看，我必须要知道福岛是怎么被封锁的。小师妹，我们是不是只有打破封锁才能离开？你之前说的半个月自动开放是骗人的吧？总不能让他们在惶惶不安之中度过后面的时光啊。叶玲珑这话相当于是承认了。沈离贤和穆萧然互看一眼，眉头紧皱。你们相信我吗？信。那就别慌，总有一天会带着你们所有人离开这里，一个都不落。那一瞬间，沈离贤和穆萧然心中情绪翻涌。他们家小师妹啊，明明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长羽灵雀不断的高飞，往被黑雾缠绕的天空之上飞去，但他没能飞多久便飞不动了。叶玲珑从他的背上跳起，自己往上继续飞。沈离贤和穆萧然见此，也离开了长羽灵雀的背部，护着他一块儿往上飞。小师妹，你怎样？我飞不上去了，二师兄、五师兄，你们试试看。沈离贤和穆萧然继续往上飞，但两人也没能继续飞多高。三人重新回到长羽灵雀的背上，往地面上飞去。这也太难了，到底是谁布的陷阱啊？抓我们这些小小蝼蚁有什么用？小师妹，你刚刚不是还挺有自信的吗？我的话你也信啊？看来我让你见识到了人间的险恶还太少了。为什么小师妹说任何歪理，从她嘴里讲出来的那一瞬间，都能让人觉得非常有道理呢？三人一路下降，一直到地面上空之后继续平飞。就在这时，他们看到地面上有4个人正在拼死跟鬼魂战斗。来活了，来活了！二师兄、五师兄，我们去赚一笔外快！穆萧然指挥长羽灵雀往下方飞去。救救我们！带钱了吗？那4人一脸震惊，为首的还在呆愣时，他边上的小弟立即反应了过来。带了，有钱，我们很有钱的，就一次，按你要的价给。上来吧。哎，等一下，什么给钱？救人就救人嘛，怎么还收钱呢？没有落井下石便是你心善，既然是心善，就不该敲竹杠吗？你救了人还要敲一笔钱，你是要做好人还是要做恶人呢？我不心善，师兄，我们走。等等，就我们4个，我们愿意出钱。他那份钱我一起出，你不用管他说什么，我才是买家。这位小兄弟好上道呀，捞上来吧。你们竟然还是2位化神，既然已经成了人人羡慕所敬仰的化神大能，为何还要靠着救人来收取钱财呢？你们分明是不缺钱呢。沈离贤和穆萧然转过头去，正考虑着要不要把这个人丢下去。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家少主他原本不这样的，今天发生那么大的变故，我们又被鬼穷追不舍，他吓傻了，现在张口就胡言乱语的，你们不要当真啊！少小四，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少主，我可怜的少主啊！我没被吓傻，我是正常的。是，您不傻，您还是正常人，您情绪别那么激动，不利于恢复的。姑娘，我来付钱，我出我跟少主的，其他2个人的钱他们自己付。5万灵石一个人，你们2个就是10万灵石。什么？10万？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你这是抢钱吗？你这是要命！是啊，不给钱我就要了你们的命。那就要我们的命好了，这钱不能给。少主，可我刚刚同意出钱，他才拉我们上来的，现在上来了不给钱，那岂不是言而无信？
不给钱还赖在人家的零售上，这不就是无赖行径吗？对呀，跟他的道德观念相违背了。放心吧，少主，我有钱。你有什么钱呢？10万灵石拿出去了，自己还剩几个？10万，你自己数好了。少主，闭嘴！以下犯上，回头收拾。天黑了，鬼来了，一朵奇葩绽放了。找到最近一个有菩提树的位置，飞过去把它们放下后，这笔交易就算结束了。这些鬼怎么和之前的不一样？是啊，他们的攻击力和防御力都比之前要更强，而且更加的耐打。也就是说，这里的鬼也分等级。若是之前最弱的鬼算1期，那么这个应该算得上是2期了。银货2期，我们再无瓜葛。不行，你们不能把我们留在这里，这里不安全。菩提树下可避万鬼，安全的很。5万灵石只能送你们到这里，要是想被送出岛，那是另外的价钱。多少钱？我有的是钱，你开价，我可以出的。讲道理是好事，但是你不能丢了脑子。我要是能出去，你还能见到我。这项业务暂时未开通，等开通的时候，你若还活着，我就再给你开价。姑娘，你们真的不能把我们留在这里，这里不安全。他一定还在附近，他还会再来袭击我们的。他？菩提树可以避鬼，我们知道。我们先前也是躲在一棵菩提树下的，但是我们被他袭击了，他摧毁了我们的菩提树，导致我们没有庇护，这才落得被鬼魂追杀的凄惨境地。叶玲珑眉头一挑，这岛上不但有鬼，鬼按实力分等级，而且还有似鬼非鬼的东西啊。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也不知道，长得像是地狱恶鬼，又像是一种妖兽，灵活又很狡猾。最大的特点是，它有一双大眼睛，大的像2个铜铃，占据了脸部的2/3。赵小四顿了顿，又道：“这东西出现的时候，会带着很多脑袋上有绿光的鬼魂，那些鬼魂像是可以被它驱使一样，它毁树，鬼魂就吃人。”赵小四话音刚落，旁边的仁义兄忽然惊呼一声，举起了手中的剑。他来了！叶玲珑迅速转头看去，只见这一棵不大的菩提树周围，竟然不知何时聚集了大量的2级鬼魂，绿色的光点密密麻麻的，看得人脊背发凉。就在这时，叶玲珑忽然足尖一点，朝着菩提树的树冠一剑砍了下去。剑落下的时候，凤凰神火骤然爆开。那一瞬间，他果然看到了一个似兽非兽的东西，在下一秒，他便转身逃走了。菩提树骤然倒塌，上面发光的菩提花散落了一地。他逃走之后，那些2级鬼魂迅速地扑向了他们几个人，仿佛是在他的指挥下为他断后一般。我去追他，你们不用跟来。这东西聪明又危险，还懂得如何驱使鬼魂，绝对是个棘手的玩意儿，必须要抓到他，否则后患无穷。眼看着就要追上那东西了，叶玲珑手中的红颜一甩，红颜飞旋出去，迅速地在前方拦住了那东西的去路。你跑得可真快啊！3张加速符少1张都追不上你。那东西的嘴巴一歪，露出了一个嘲讽的表情。你听得懂我说话？这里那么多鬼魂，灵智都很低下，你看起来有点特殊啊。叶玲珑决定暂且称之为鬼兽。既然被我逮到了，那就乖乖跟我走一趟吧。叶玲珑说完，提着红颜冲了上去，长剑挥落，那鬼兽一跳，他身后的石头被瞬间劈碎。当叶玲珑再度发动攻击的时候，他忽然感觉到身后一阵阴风吹拂，他迅速回过头去，看到他的身后不知何时出现了差不多10只2级鬼魂。这时那只鬼兽往岩石上一跳，找了个好位置，准备围观他被群鬼撕碎分食。原来是故意的，哼！你拿自己当诱饵，把我单独引到这里啊，然后召集你的小弟来对付我。我们在一起你杀不掉，所以选择逐个击破。你好聪明啊！那只鬼兽又歪起了一边嘴，露出了一抹嘲讽的表情。哼，搞得好像谁都没有帮手似的。来，让你见见我的好大饵。叶玲珑从戒指里把太子和小白给抓了出来。小白出来的时候，顺便把他的小弟们也给带了出来。那只鬼兽眉头一皱，冲着半空中低叫了一声。鬼兽的身后飘来了一只新鬼。叶玲珑面色一惊，3级鬼，这里竟然还有可战化神的3级鬼。本来还想隐藏一下实力的，既然如此啊，那我就只能拿出我的王牌了。招财一出，气势无敌。旁边2个鬼王级别的鬼正在厮杀。叶玲珑冷笑一声，挥动红颜迅速动手。太子和小白也开始干起活来，
最后一个2级鬼被叶玲珑的凤凰神火给烧死了。这时，他抬起头看向岩石上的那只鬼兽，提着红岩就往前冲。那只鬼兽的身后忽然多出了一大群泛着幽幽绿光的2级鬼，冲到一半的叶玲珑想也不想的掉头就跑。你的地盘你放肆，你有兄弟你嚣张。就这样跑了一路之后，叶玲珑在前方看到了亮着光芒的菩提树。飞近之后，叶玲珑才发现，那边虽然只有2棵菩提树，但却是一个绝佳的庇护场所。然而在马上就要进入洞口的时候，忽然一道强大的灵力从里面打了出来。原来这个洞穴已经有主了，是苍山72宫的人。是你？他话音刚落，便看到叶玲珑身后跟了一大群脑袋上挂着绿光的2级鬼魂。师兄，千万不能让他进来，他是宗门联盟的人，说不定是带着目的来的，否则一个小小的金丹怎么可能会吸引那么多的鬼魂？说不好他是故意来摧毁占领我们这里的，杀人夺宝，鸠占鹊巢啊！没错，先不管他到底是不是有坏心，可他引了那么多高级鬼魂过来，让我们也陷入了巨大的麻烦之中。这种情况我们绝不能再放他进来，更何况外面情况这么危险，他一个小金丹敢自己在外面走，本就是不寻常啊。是啊，他们以人数最少的劣势开局，却能跟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黑山盟斗得有来有回，而且4大妖兽他们独占了3个，没点手段可做不到，我们还是不要惹祸上身的好。这时后方被大批2级鬼包围，站在悬影之上的叶玲珑没吱声。既然这里进不去，他只能尝试冲出群鬼包围，杀出一条血路。想到过他会辩解，会恳求，会利诱，甚至会威逼弄个鱼死网破，但没想到他一声不吭就回头杀出一条血路。蒋师兄，你放他进来吧，他不会伤害我们的。他现在一个人拼杀，肯定是遇到困难了。如今福岛陷入永夜，谁也不知路在何方。我们的对手已经不是人类，而是这些鬼魂了。而为叶玲珑说话的是落雪宫公主的亲外孙女儿尹诗涵。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不会伤害我们？我没有证据，但我的命是他救的。当初大妖占领青云州，灭我满门的时候，是他带我离开青云州，否则我也没有机会活到现在。如果你们一定要见死不救，我可以一命换一命。我出去，他进来。又跑出了好几个弟子。我们是醉花宫的弟子，也受过叶玲珑的恩惠，若不是他救我们一命，我们已经惨死在黑金山弟子的手中了。我们也愿意为他担保，求蒋师兄放他进来。一直以为他们跟宗门联盟没什么交集，可叶玲珑竟然救了他们这么多人。让他进来。蒋松航下了决定。可是没有可是，既然他人品没有问题，我们不该见死不救。更何况你们不是想离开福岛吗？我们出不去，或许他可以。话音落下，蒋松航也不管其他人的意见，走出了洞口。一道灵力打在了叶玲珑面前那些鬼魂的身上。抱歉，刚刚不该拦你在外的。无妨，现在改正为时未晚。为了不让他觉得自己在施舍他，而尽量表现得客气又礼貌的蒋松航无语了。叶玲珑说的为时未晚并没有开玩笑，因为他进去后第一件事便是在2棵菩提树旁边布了一个结界，同时还带着他们一块加固了菩提树周围的保护。鬼兽后退一步离开，而那些聚集在洞口外面的2级鬼魂也渐渐散开了。叶姑娘，你在看什么呢？叶玲珑把鬼兽的事情跟他们说了一遍，那一刻他们全都在庆幸蒋松航做了这个决定，救了叶玲珑的同时也救了他们自己。他暂时离开了，可未必不会回来，还是要小心为上。既然已经加固好了，你快跟我进去疗伤吧。被鬼爪挠伤可不是开玩笑的，时间再长一些，你要留疤了。留疤就留疤，我都不着急，你着急什么？那可不行，我的公主殿下必须完美无缺。有鬼，大鬼来了！蒋师兄，你快出来看呐，这鬼好厉害啊！叶玲珑的脑袋冒了出来，一眼就看到了在洞穴外的招财。他们正要应战的时候，叶玲珑从人群后面冲了出来，在招财冲到菩提树下之前将他拦住，娇小的身躯撞在了招财的身上，抱住了他大大的支离破碎的身体。招财，我不是故意丢下你的，我被他们追杀，然后受伤了，你看。招财看到之后，竟然下意识的想要张嘴去舔舐他的伤口。叶姑娘，小心啊！叶玲珑笑着伸手摸了摸招财的脑袋，心情好极了。已经包扎好了，你不用担心。回头指了指身后那一片空空如也的地方，瞧，追你的那些鬼我都给吃掉了，你不用害怕了。还有那一只很强的3级鬼也被我咬死了，我打赢了，我没给你丢人。你好棒啊！
回过头的时候，看到了苍山72宫的弟子全都看傻了，想必是这一出人鬼情深把他们给整不会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只呢是我养的宠物，它叫招财，它超乖的，你们不用害怕。看大家的表情，好像还是不太能接受，于是叶玲珑便把招财收回了他的棺材盒子里，让他养伤。而且吃了那么多鬼魂，也该消化一下了。叶玲珑进去的时候，他们下意识的多退了几步，不是很敢靠近。他正要回到洞穴里，身后忽然传来了新的动静。看到有2个化神带着4个元婴走过来的时候，苍山72宫的弟子又下意识的抬起了剑，警惕起来。二师兄、五师兄，你们来啦！小师妹，你没事吧？没事儿，他们救了我。多谢各位大救小师妹。客气，你们家小师妹也救了我们。对了，这4个人是你们的人吗？不是我们的人，不过我认识。他是百教神殿总殿主的公子向元杰，也是百教神殿的少主。江松行上前一步，抱拳道：向少主，幸会。他少主，他们百教神殿不是也有组织吗？他为什么会落单？向元杰脸上露出了一丝不自然的神色。教内事务，外人无需挂心。懂了，屁事太多被踢出队伍了。胡说八道，我是自己出来的。那就是自以为瞎逞能，最后差点横死辅导，留下来给鬼魂们教授仁义礼智信。向元杰一口气卡在胸口，不想忍了。少主，我们花了钱的，如果这个时候生气走人，我们的性命没保住，他就白赚了。向元杰这口气又咽了下去，算了，还是忍忍吧。这里呢有一棵菩提树，可以保护你们的安全。我将你们送到安全的地方，银货2器。至于他们愿不愿意收留你们，你们自己谈吧。向少主光临，我们自然是欢迎的。那就多谢蒋兄了。2位要不要进去喝口茶？不必了，我们是来接小师妹的，告辞。沈离贤话音刚落，叶玲珑的玉牌便狂震了起来。叶子家，我们出事儿了。这时尹诗涵推了蒋松行一下，对着他使了个眼色。让我大师兄去帮你们吧，以他化神期的修为，肯定能够有所帮助的。我们留在洞穴里很安全，这里还有另外1个化神守着呢。对，让我去帮一帮你们吧。上来吧。多一个人帮忙是好事。长羽灵雀飞回宗门联盟原本休整的地方时，那里的菩提树已经倒下，地面一片狼藉。有司玉晨和裴洛白在，他们暂时还能撑着。叶玲珑他们一到，3个化神加入，战局瞬间变得有利了许多。现在是到我们休息的山洞里面去吧。那就多谢蒋师兄了。客气。如今福岛的生存情况恶劣，鬼魂遍布，人类应该互相帮助才是。这时一个影子在叶玲珑的眼角边闪过。小师妹，你去哪儿？我去追个东西啊，你们先走啊，我顶不住了，我自己会逃的。那只鬼兽发现叶玲珑在追击他的时候，叶玲珑已经快追到他面前了。他看到叶玲珑的第一瞬间，不是像之前那样撤退，而是眉头一拧，露出獠牙，朝着叶玲珑冲了上来。怎么忽然就变得勇敢了？伞面上的反震震得他胸口一痛，后退了几步。叶玲珑迅速切换红颜的剑形态，提着剑朝着他刺了过去。下一瞬，他的前臂被切断，暗黑色血液飞溅了出来。见识到叶玲珑厉害的他，恐惧的迅速后退。与此同时，他呼唤大量的2级鬼朝着叶玲珑围上来。小师妹，那些2级鬼魂马上就要全部包围过来了，走吧。叶玲珑不想让大家担心，于是他点了点头，顺手把落在地上的鬼兽残肢给捡起来之后，跟着裴洛白一块儿离开了。如今福岛的生存形势严峻，大家能活到现在都不容易。既然遇见了，不如我们就携手合作，一起抵抗外敌，找到离开福岛的方法。你们觉得如何呢？宗门联盟很有诚意，也不会背刺合作伙伴，你们尽管放心便是。跟宗门联盟合作，我们自然是放心的。你们的人品我们信得过。若对象换作黑山盟，我们便是鱼死网破，也绝不会跟他们有任何交集的。之前河洛鱼出现在什么地方？我记得你们原本是要埋伏黑山盟的，为什么这么恨他们？因为他们好几次蓄意谋划劫走我们的元婴期弟子，带走之后，我们虽然不知道他们用作什么，可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就连尸体都找不到了。对，那些丧心病狂的东西，不选择正面对战，反而是偷偷摸摸的劫走我们落单的弟子。上到化神，下到元婴都这么干，他们是不是有病啊？他们不是有病，他们是为了造化神。
听到这话，原本七嘴八舌的苍山弟子瞬间安静了。啊，你说什么？他们偷走了你们元婴期的弟子，是为了汲取他们身上的修为，用他们来做养料来造出新的化身。可是，自从被偷了10个弟子之后，我们有了经验，开始防着他们。可那之后，他们又突破了6个化神呢。最后一次见到黑沙盟，他们有几个弟子了？200出头。看黑沙盟这次进来的人数，总共是有370多人。可那是他们自己人啊。不是自己的命，那就不是命，与自己人和外面人并无任何关系。苍山的弟子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之中。当沉默打破的那一刻，他们忽然集体往后退了退，并一脸警惕地盯着宗门联盟的弟子。叶玲珑差点忘了，他们宗门联盟也在短时间内造了3个化神呢。这时他忽然唇角一勾，森森一笑，想知道我们是怎么造化神的吗？这话一出，大家又后退了一步，并且开始做出防御的姿态。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欢迎全程围观我们宗门联盟如何造化神。唐师兄、四师兄，该你们上场表演了。小师妹啊，别吓唬他们了。然后转回头看向唐一凡和杨锦州。小师妹已经开口了，别让他打脸。我给你们3天时间，3天时间太长，不如就3天。那就3天吧，就这么定了。好，既然达成一致，那我们差不多收拾一下，可以开始尝试突破了。叶玲珑给他们选了块风水宝地，然后给他们布置了阵法。叶玲珑把上次那一枚从3色妖鹿那里抢来的灵宝炼化成的丹药给了杨锦州。杨锦州自己本身也有不少积蓄，这一次全都拿了出来。花诗晴和陈七元也纷纷跑过来贡献。虽然这一次大宝贝没有上次穆萧然那么多，但杨锦州本身就比穆萧然更接近化神，所以倒也不差多少。另一边，司玉晨干脆又把压箱底儿的宝贝借了一些给唐一凡，就连柳元旭也没忍住过去捐了一些。七星宗弟子更是倾尽所有，就怕不够。别有压力。不愧是挚友，关键时刻总是让人宽心。他一个做饭的厨子而已，你是堂堂的七星宗首席啊，他能给你什么压力呢？这不是必赢的吗？放轻松吧。做个人吧。唐一凡决定收回对挚友损友的一切感激。于是唐一凡和杨锦州两人在大家的帮助下迅速地进入了突破状态。来啦，小师妹新专辑来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兵分2路，留在洞穴里的低修为弟子有3个任务。第一，继续开拓挖掘这个洞穴，让它足以容纳更多的人。第二，留在这里的弟子需要分配时间修炼，增强自己的实力。第三，修炼之外，大家还需要抽出时间到门外去跟鬼魂战斗，以提升自己的战斗力，以及练习击杀鬼魂的技巧。这是2位化神突破用的同款灵珠，使用方便，效果极佳，乃出门历练必备，原价2万灵石，合作友情价99折，一次买10枚以上98折。那你说要出去跟鬼战斗，可是外面鬼那么多，万一被围攻，岂不是很危险？鬼气符贴一张就能获得少量鬼气，同时短暂隐藏自己的人气，乃闯荡辅导保命必须，原价200灵石一张，合作友情价97折，一次买10张以上96折。苍山72宫弟子再一次惊呆，世上竟然还有这么好用的东西啊！买，价格尚且能够承受，且都很实用，必须买。宗门弟子此刻就是后悔啊，脸上写着2个大字儿：后悔。我竟然嫌他卖的太贵了。大师兄，此事莫要难过，毕竟谁也不知道他后面还有没有机会出手，并且还翻倍涨价。不过上次我分了你一些，你要用也是足够的。用什么用？我修为已是化神，下修仙界的灵气浓度已经不足以供我修炼了，更何况一枚小小的灵珠呢？对啊，那你不修炼，你问我要灵珠做什么呀？卖呀！当你是我师兄，我才把压箱底的存货拿出来跟你分一分，结果你竟然是要转手售卖！大师兄，我才元婴啊，那些灵珠里的灵气是够我修炼的。那你……我攒点积蓄嘛，以后去上修仙界不至于太穷，反正剩下的也够你用了。攒积蓄归攒积蓄啊，但是你不能薅十里羊毛之后拿去攒积蓄啊！大师兄的画风越变越离谱了。
江玉正一时之间分不清到底是叶荣月有毒，还是清玄宗更毒。灵珠销售完了，无法补货，但鬼泣符可以。除了大部分弟子留在这里修炼提升自己以外，还要召集另外一小部分实力强的弟子外出巡视，一来查看四周的情况，保证大本营的安全；二来遇到需要帮助的弟子把他们给救回来；三来一旦发现新的机会和转机，我们必须要第一时间抓住。以后每天留一个化神在大本营里守着，其他人要轮流出去。蒋师兄，你们呢？一会儿商量一下，给我个明天出门弟子的名单。好，我一会儿商量好给你。鬼泣符以后会持续供应，凡外出击杀鬼魂者，每天按照击杀数量排行，前10的鬼泣符7折，前50鬼泣符8折，前100鬼泣符9折，末尾不打折。打折？鬼泣符打折？这么高的折扣，我可以啊！我要杀100个。叶玲珑看到他这一鸡血打下去，大家此刻满心激动，干劲儿十足，他便满意的坐了下来，开始画符。在他灵魂力突飞猛进之后，他画符的能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叶玲珑尝试了极限画符，一天之内竟然画了近500张。不过这500张不全都是鬼泣符，其中有100张是火焰符，关键时刻多准备一些总没错。小师妹，我们准。看到他双眸布满了血丝，憔悴的像个鬼一样时，小师妹，你可悠着点，不用一次画那么多的。裴洛白一边说着，一边取了枚灵丹放进他的嘴巴里，往他的身体里输送了些灵力。没事儿，我就是看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大师兄，我一天画了500张。宗门弟子和苍山弟子全都惊呆了，500张啊！他是什么怪物吗？竟然能画那么多！别说画符了，就是写字也得一刻不停吧。小师妹，要不要休息一下再出发呢？是啊，或者我们先走。小师妹，你先休息一会儿再跟上。这时司玉晨叹了口气，回头看了江玉正一眼。唉，你再不努力一点的话，可能你这一辈子都追不上他了。大师兄，你就不能学学豆芽菜的大师兄吗？他对师弟师妹们多好。你觉得他好，但他当你是贼一样的防。江玉正的心更疼了。直接出发吧，一会儿我在五师兄的长羽灵穴上休息就可以了。叶玲珑起身正要走，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儿，他跑到四师姐画师情那边，又把陈七元拽了过来。有空研究一下这是什么玩意儿。交代完毕之后，他便出发了。大家分成了5组，往5个不同的方向出发。叶玲珑忽然想到，连那么丑的鬼兽都能召集群鬼干架，他家招财为什么做不到啊？这么一想，叶玲珑便打定主意，下次要训练一番。忽然间，前方传来了不小的动静，有苦叫的声音，有打斗的声音，还有鬼魂低吼的声音。穆萧然迅速地朝着声音传出来的方向飞了过去。在弟子们的前面，一个人正在跟一只鬼兽做殊死搏斗。令叶玲珑震惊的是，这只鬼兽竟然是完整的，他的手臂没掉。怎么回事？是长出来了，还是他们不止一只？啊，是烈阳殿的弟子。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是谁啊？看起来好可怕，他的半张面目已经狰狞，身体竟然有一半湿化了。加速冲上去，先救人！叶玲珑说完，取出红颜，第一时间便冲向了鬼兽。在他冲过来的第一瞬间，跟鬼兽做搏斗的人愣了一下。你救他们吧，别管我了。这声音叶玲珑听出来了，赫连凤。所有人都会救，包括你。赫连凤又是浑身一震。你愿意救我？我不愿意救你啊，可有生意我也不能不做。救你一命100灵石。虽然但是100灵石就能买条命，他是认真的。在回城之前，叶玲珑让赫连凤给他现场结了个账，在场的所有人都看见了。赫连凤没想到他100灵石都要收，于是硬着头皮掏了钱。交完钱之后，他却没有跟其他弟子一块走。做甚？还要我请你走吗？我不跟你们走了，你带我的师弟们回去吧。大师兄，你一个人要去哪里啊？去我该去的地方。哪里是你该去的地方？你是烈阳殿的首席，就该一直带着我们走下去啊。可我现在跟你们已经不一样了，你们看不到吗？我已经半个身子不是人了，要不了多久，我整个人就会彻头彻尾的变成怪物。其实我恐怕连理智都不会有了，我跟着你们走只会害了你们的。可是大师兄，我们怎么能够丢下你呢？这些天无论多难多险，你从来就没有丢下过我们呢。你们就当我死了吧，以后好好的活着，
跟着叶玲珑，他会带着你们出去的。大师兄，你在我们心里永远不是怪物，你不走，我们也不走。唉，真是令人感动啊！幸亏我有先见之明，叫你们大师兄先付了100灵石，不然你们如今都不走了，我就白干这一场了。叶玲珑这一句煞风景的话一出，所有的情绪一下被止住了。要我说，你们差不多得了。吸鬼这事你们大师兄又不是第一次干，只不过以前吸的少能控制得住，现在吸过头了，但所幸还没吸崩，应该还能再抢救一下。你真的能救我大师兄？我们清玄宗带了神医的。有救，真的有救了，太好了，遇见叶玲珑真的是太好了。不过寻医问药是另外的价钱。他能不要总在关键时刻煞风景乱气氛吗？最后贺连放还是怀着复杂的心情上了叶玲珑的车队。临走之前，叶玲珑把跟他联手诛杀的那只鬼兽的尸体收了起来。近距离再看这只鬼兽的时候，叶玲珑确定了，这玩意儿不止一只，情况永远比预想的还要糟糕。走进大本营里，叶玲珑喊了一声小骡子。哎，叶子姐，有什么事吗？他刚问完，就看到了他身后的贺连放和烈阳殿众人，顷刻间笑容便从他脸上消失了，声音里还带了几分哽咽。就剩这么点人了。是啊，我们就剩这么点人了，其他人都已经死了。听到这话，罗延忠忍不住红了眼。一直以来，他跟着叶玲珑，跟着实力最强的清玄宗和昆吾城，大家都相安无事，让他差点就忘了这是个多残酷的地方。这里每分每秒都在吞噬人命。你们还活着就好，活着就好。身上伤那么多，我带你们去处理一下伤口吧。烈阳殿的弟子点了点头，跟着罗延忠走了。有他在，他们在这里也舒坦许多。叶云龙叹了口气，转身找陈七元和花诗晴去了。七元兄，四师姐，情况如何？情况不太妙。什么意思？陈七元指了指那根被解剖开来的断臂。除去变异的部分，剩下的大致构造可以看出，这是一条人的手臂。叶云龙目光一震，这些满目狰狞、可以号令群鬼、带着情绪、有自己个性和思维，且能够摧毁菩提树的，不是鬼，不是兽，而是人。是不是觉得难以置信啊？我们也反复的研究了好久才敢确认的。小师妹，这真的是人的手臂。原来我们这些在福岛上被关起来的人，一部分会被鬼魂撕碎，成为他们的食物，还有一部分会化作鬼兽，带领这些鬼魂继续为祸人间。而且我们还从这断臂的肌肉和经脉判断出来，这人修为在元婴。那换个思路，是不是说明福岛的结局里，我们所有进入福岛的人，弱者直接原地消灭，强者会留下变成鬼兽，继续充当着布置陷阱之人的傀儡？这话题越说越可怕，但叶云龙清楚，最可怕的情况才有可能是最终的真相。下修仙界所有的精英全都被骗到福岛上来，一半被当作养料，另外一半留下当傀儡。那么接下来呢？福岛若有朝一日开放，这些变成了鬼兽的傀儡，是不是会作为先锋进攻整个下修仙界？再加上遮云城、大金山秘境，以及许多他未曾去过又极有可能隐藏着鬼魂的地方，这些地方全面爆发，届时整个下修仙界将会成为一片巨大的鬼域，活人不在，鬼魂横行。这到底是怎样大的一个阴谋？背后的人到底是谁？他到底想做什么？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叶云龙越想越觉得脊背发凉。福岛里的人不过是开胃前菜，无论有没有进来，最后谁也别想逃掉。这背后之人要的是整个下修仙界的覆灭。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和陪伴，我们第2部见。